重生成为漩涡鸣人，你却获得了超赛血脉。这并不是普通的赛亚人血脉，而是传说中的超级赛亚人血脉，实力会跟随你的情绪波动而变化。然而这却导致本来应该成为九尾人助力的你，一出生却把九尾给打爆。书接正文，木叶51年，火之国一处偏僻的山洞中，山洞外站着一群戴着面具的暗部忍者，他们全神戒备，注意着周围的风吹草动。然而山洞内却传来一个女人响亮的嚎叫声，与外面严肃的场景形成鲜明对比。漩涡九星带发出痛苦的哀嚎，一边嚎叫还一边骂波风水。听得门外的4代火影波风水们又紧张又尴尬。终于在一声婴儿的啼哭声中，面色苍白的漩涡九星带停止了嚎叫，为其接生的猿飞琵琶湖将男婴的身体擦洗干净。清洗过程中，他面色非常古怪，因为这个刚出生的男婴屁股上居然长着一根猴子尾巴，真是奇了怪了，人类怎么可能会长猴子的尾巴？不过他并没有多想，赶紧将男婴清洗干净，放到了漩涡九星带的身旁，望着旁边不哭不闹，只是瞪大着双眼与自己对视的金发小婴儿。漩涡九星带心中瞬间涌起一股暖。这时猿飞琵琶湖问向漩涡九星带：“九星带，这就是你和水门的孩子，有为他起名字吗？”脸色苍白的九星带虚弱的笑道：“水门为他取名叫鸣人，是自来也老师小说主角的名字。”就在漩涡九星带满脸笑容看着你时，你也大概理清了现在是什么情况。看来自己是穿越了，而且根据面前红发女人跟接生婆的对话来看，自己居然穿越到了危机四伏的火影世界。不仅如此，自己还是原著中的天命主角漩涡鸣人。你嘴角不自觉抽了抽，连忙寻找起自己有没有金手指。穿越者不都是应该有金手指的吗？自己的金手指在哪里？忽然你看到了自己的尾巴，这根尾巴异常醒目，而且还能随着自己的心意左右摇摆，这种感觉非常奇妙。你能想象自己除了四肢外还多出一个肢体是什么感觉吗？看着这根猴子尾巴，你眼珠子差点掉出来。要是大概可能，如果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一根猴子尾巴。什么人会长猴子尾巴？老子居然有赛亚人血脉！漩涡九星带自然也发现了这根猴子尾巴，他看着不停摇晃的尾巴，直诧异，随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你长了一根尾巴，但这样子看起来还挺好玩。就在他逗弄着你尾巴的时候，两声惨叫从产房中传来，惊得九星带瞪大了双眼。只见猿飞琵琶湖和另外一名负责生产的医疗忍者相继倒在地上，一名戴着虎皮面具的神秘人出现在产房。漩涡九星带惊恐道：“你是什么人？”面具男并没有多说废话，而是直接走过来，便准备将九尾人助力带走。就在这时，门被一脚踹开，一把雕刻着玄奥符文的苦无朝着他的手飞来。情急之下，面具男来不及带走九尾人助力，只好顺手抓住了你的枪，将你拎在手中。波风水门瞬间出现在飞雷神苦无身旁，警惕地观察着产房中的情况。他先是看了眼躺在地上已经失去生机的猿飞琵琶湖和医疗忍者，同时又看了一眼惊慌失措的妻子漩涡九星带，最终全神贯注地盯着虎皮面具男，冷冷地质问道：“你是什么人？”面具男并没有搭话，但是在他手中的你已经惊恐地在颤抖。波风水门不知道面具男是谁，看过原著的你可是一清二楚。这个面具男就是自己便宜老爹波风水门的孽宇智波带土。这个家伙自从黑化后异常可以说已经抛弃了人性和良知，现在的宇智波带土就是个纯粹的神经病。自己落在这种人手中怎么可能有好？果不其然，他在波风水门看不到的地悄悄将一张起爆符贴在了你的襁褓上。起爆符的位置非常隐蔽，不到近处根本无法查找。你想要大吼提醒，但刚刚出生的你根本无法叫出声，只能咿咿呀呀的吼叫。在你惊恐的表情中，宇智波带土将手中的连同襁褓一起扔向波风水门。接住你的一瞬间，波风水门便察觉到了不对，连忙将襁褓扔在一旁，随后带着你用飞雷神离开了原地。等爆炸停息，波风水门再次回到产房时，早已经不见了面具男的身影，同时不见的还有自己的妻子九尾人助力漩涡九星带。听着木叶方向传来的野兽嘶吼声，波风水门捏紧了拳头，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这一刻，他不仅是漩涡九星带的丈夫，而且还是木叶村的4代火影。面对着妻子被人掳走，村子尾兽丢失的重大事件，他必须冷静下来思考对策。他先将刚出生的你放在了安全的地方，看着你那张担忧的小脸，他笑了笑，随后穿着火影御神袍转身离开，独自一人被留在安全的所在后。换上崭新襁褓的你总算是松了口气，同时你的心绪也异常复杂。看过原著的你自然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九尾暴走，木叶遭受巨大的损失，自己的便宜老爹4代火影波风水门和九尾人助力漩涡九星带双双隐匿，只留下自己被3代火影那个老阴火为木叶肝脑涂地卖命一辈子。仰面望着天花板的你越想越气，倒是给我发育几年呢？以我赛亚人的实力，只需要发育几年时间，还不把宇智波带土那家伙摁在地上踩？现在自己还是个小婴儿，即便拥有赛亚人血脉，也根本做不到什么，无法阻止便宜父母的死亡。想到这，无力感与愤怒充斥着你的内心，一股恐怖的绿色能量从他体内爆发而出，震得房间砖石摇曳。你被震惊到了，立刻平复下情绪，仔细检查周围情况，附近没有其他人的样子，这里好像距离木叶非常遥远，根本不像是九尾暴走所发生的震震。那就奇怪了，为什么会突然发生地震？而且刚才自己的体内冒出的绿色查克拉又是什么？是九尾查克拉吗？九尾还没封印进自己体内，为什么会有九尾查克拉冒出来？随后你想到了一种可能，身体激动的颤抖起来。你这个赛亚人不是普通的赛亚人，是传说中的超级赛亚人，真正的超级赛亚人。木叶外一片森林中，波风水门与戴着虎皮面具的宇智波带土遥遥对峙，双方一个手中紧握飞雷神苦，另一个准备好了特制铁锁链。就在一片树叶被风吹落时，二人同时向着对方冲去。刚才他们已经短暂的交过手，互相摸清楚情报后，二人察觉到对方是同类型忍者，这让双方更加警惕。时空间忍术间的对决胜负只在一瞬间，二人的战斗看的不是实力有多强，而是思路有多清晰。先用时空间忍术碰到对方的人就能够取得胜利，因此二人谁都不敢马虎大意，靠近对方的一瞬间便展开了行动。只见波风水门一把飞雷神苦射出，直插宇智波带土的面门。宇智波带土不躲不闪，任由飞雷神苦穿透他的额头。对于普通人而言，额头被穿透那是必死无疑的致命伤，但宇智波带土对此却毫不在意。苦无尽头颅后没有迸溅出一丝血花，还是如同扎在幻影中一般穿透了。望着单手托着螺旋丸近在咫尺的波风水，宇智波带
带土面具下的嘴角微微勾起，是他赢了。对方的螺旋丸距离自己身体还很远，但自己的手马上就要触碰到对方。这种情况下，任由对方有通天彻地的本领，也不可能逃到过自己的神威血轮眼。只要将这个废物老师关进神威空间，他就是自己砧板上的鱼肉，任由自己宰杀。他仿佛看到胜利在招手，右手即将触碰到波风水门一角的前一刻，异变突生，只见刚刚还在面前的波风水门瞬间消失在原地，紧接着一股撕心裂肺的疼痛感从后背上传来，沛然大力从天而落，将他整个人砸得趴在地上，直到被打得趴在地面，身受重伤的他才明白过来刚才发生了什么。原来对方的目标从一开始便是利用飞雷神苦无绕到自己背后，从死角进行攻击，居然从血轮眼的死角进行攻击。这个废物老师果然已经摸透了跟血轮眼战斗的方法，此刻他已经身受重伤，再打下去凶多吉少，绝对不能恋战。念及至此，他转身便要逃走，没想到波风水门一个飞雷神便来到了他的面前。原来用螺旋丸击中宇智波带土的一瞬间，波风水门便在对方身上留下了飞雷神印记，双手往带土身上一拍，契约封印发动。之前控制九尾与自己签订的契约瞬间失效，此时的他已经失去了对于九尾的控制，这下他彻底不敢停留，连忙佯攻一招，随后躲进了神威空间中。望着狼狈逃走的面具男，波风水门凝重地看向了九尾暴走的方向。面具男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应该是那边的九尾。就在波风水门应战九尾的时候，你也总算弄清楚了自己的金手指。你猜的没有错，自己的赛亚人血脉绝对不是普通的赛亚人，而是传说中的超级赛亚。你推测，只要自己发怒，那股传超的力量就会爆发出来，而自己的意识也会越来越模糊，最终会被愤怒所吞噬，从而陷入暴走状态。一想起布罗利暴走时那恐怖的场景，你额头上就布满了冷汗。如果自己真的在这个世界暴走，可没有卡卡罗特和贝吉塔打醒自己，到时候自己只会一直破坏下去，最后把整个忍界摧毁。真是可恶！为什么给自己一个这么不可控的金手指？虽说传说中的超级赛亚人很无敌，但这副作用也是真大呀。看来以后自己的修炼重心并不是增强实力，而是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你相信只有理智的力量才能够通往最强，单纯的愤怒爆发绝不是什么正义。随后你心中又苦笑起来，自己真的能有原著中漩涡鸣人那种心性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吗？就在你胡思乱想时，身旁突兀的出现了一道身影，正是自己的便宜老爹波风水门。只见此时的波风水门身形有些狼狈，离开前洁白的火影御神袍，此时也沾上了些许泥土。他来到你身边，脸上有些不舍，但最后一咬牙将你抱了起来，瞬间消失在原地。木叶树公里外的一片森林中，金色的锁链缠绕着一只数十米高的红色狐狸，狐狸生有9条尾巴，张牙舞爪，恐怖的气势只是与其对视便会让人喘不过气。而此时强大的九尾妖狐却被那看起来并不粗壮的金色锁链死死缠住，动弹不得。使用金刚封锁缠绕住九尾的九星带呼吸越来越困，他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随时有可能死亡。就在这时，波风水门使用飞雷神之术出现在结界中，而他的手中抱着的正是刚刚出生的。见到波风水门出现后，面色苍白的九星带强行挤出了笑容道：“快把鸣人抱过来，让我再看一眼这个孩子。”波风水门立刻将你抱到自己妻子面前，在母子二人对视的一瞬间，漩涡九星带的眼泪从眼眶滑落。是真正能信赖的朋友有那么几个就够。另外，妈妈我做的不好，但你要好好读书学习，练习忍术。但是谁都有擅长和不擅长的东西，所以学得不好也不要因此而灰心丧气。在忍者学校里要尊敬老师和前辈。襁褓中的你每字每句都在认真倾听，不自觉间眼泪从他的眼角滑落。虽说你们只是第一次见面，但波风水门和漩涡九星带的善意你实打实的感受到。此时你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情绪，你怕情绪过于激动自己会暴走，但随着对方说的越来越多，你的情绪就越来越难控制。这时波风水门已经施展了尸鬼封记，死神虚影的鬼手从他腹部穿过，抓住了九尾的查克拉后，将一半的九尾封印在波风水门的灵魂中。九尾痛苦的嘶吼，望着自己只剩一半的本源，他痛心疾首。此时他已经完全感受不到另外一半身体的存在，仿佛被隔绝在另一个世界。这种感觉非常不好受，就像自身永远缺失了什么似的。而看着下方那个造成自己缺失的罪魁祸首，九尾怒吼一声，随后伸出利爪朝着你的方向刺来。他知道波风水门的速度非常快，以自己被束缚住的身体，想要攻击到对方几乎不可能。既然如此，他就攻击对方的孩子，不是要把自己封印在这个小鬼身体里。既然如此，他就杀了这个小鬼，看对方还怎么封印。看着利爪朝你刺来，波风水门和漩涡九星带毫不犹豫地用身体抵挡在你面前。呼呲一声，二人的身体被贯穿，鲜血顺着粗壮的指甲滑落到你脸颊上。你瞪大了双眼，看着挡在自己面前的夫妻俩，此刻你的情绪已经快要到达极限。就在这时，漩涡九星带的话也说到了最后，他对着身后跟自己同样被贯穿的波风水门说道：“对不起，水门，一直都是我在说。”水门摇了摇头，稍稍侧了侧身，露出了自己嘴角含血却又勉强挤出笑容的，对着鸣人说道：“鸣人，爸爸要说的话跟啰嗦的妈妈一样，你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什么狗屁的九尾，老子才不稀罕，暴走就暴走吧，老子不忍了。”绿色的能量从你体内喷薄而出，狂暴的气势下的九尾瞪大了双眼，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小鬼体内为什么会爆发如此强大的力量？波风水门和漩涡九星带也同样面露惊讶，随后他们只觉自己的身体被一股柔和的力量所包覆，被九尾利爪刺透的贯穿伤也不再往外淌出鲜血。你在襁褓中缓缓飘起，绿色的能量将你全身包裹，蓝色的瞳孔越来越淡，最后眼眶中的眼球变得纯白一片。此时你的眼睛比白眼还要白，可以说已经变成了无瞳孔的状态。不过你的意识还是稍稍保留了一些，否则也不会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波风水门和漩涡九星带。只见你缓缓飘到九尾的面前，没有瞳孔的双眼与九尾对视，嘴角逐渐勾起疯狂嗜血的笑容。之前为了束缚住九尾，波风水门和漩涡九星带还在附近布置了结界，而在你暴走的一瞬间，这道可以将九尾困住的结界瞬间被吹碎，如同玻璃碎片般飞向四面八方。而直面你气势的九尾则是被气势压得连连后退，他面色惊恐地看着面前的小鬼，这个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何会有如此恐怖的气息？就在他惊骇的表情下，你缓缓抬起了右拳，对准了九尾的脑袋一拳砸了下去。这一拳并没有接触到九尾，二者相隔的距离足有10多米。你的臂展不
可能打到对方，但那股绿色能量却随着你的拳头朝着九尾的脑袋轰击而至。体型硕大的九尾在迎面碰到这绿色能量后，宛如豆腐般一拳被砸得粉碎，原地只剩下半个九尾的残肢还在左摇右晃没有倒下。见到这一幕后，波风水门和漩涡九星带惊讶的瞪大了双眼，他们实在不敢相信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居然能一拳打碎九尾。鸣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要不是对自己的妻子漩涡九星带非常了解，估计波风水门都会认为自己被绿，怀疑鸣人不是自己的孩子。不仅是他，现在就连漩涡九星带对你都产生了怀疑，这真是自己的孩子吗？而被打散了身体的九尾其实并没有死，尾兽是纯粹的查克拉构成，这种程度的破坏他是可以承受。只见九尾的残肢逐渐愈合在了一起，断口处不断有查克拉朝外汇集，最终数十米高的九尾再次完好无缺的出现在众人面前，身体再次愈合。他看着面前漂浮着的小鬼，满脸的凝重。他已经知道这个小鬼不好，但想要他束手就擒也是不可能。他九尾宁死不屈。随后他张开大口，无数查克拉在他口中聚集，阴阳属性的查克拉以2:8的比例不断融合在一起。波风水门见此场景面色大惊，这是尾兽最强大的绝技尾兽玉，自己的螺旋丸就是参考尾兽玉的形态而研发，所以他对这个忍术异常熟悉，想要用飞雷神帮助，但此时的他已经没有力气这么做，只好对着你大吼道：“鸣人快闪开！”但正面对尾兽玉的你并没有闪，而是同样张开了大嘴，绿色的能量在你口中聚集，看情况是要跟九尾来个对波。随着双方能量凝聚到顶点，尾兽玉和绿色气功炮同时发出，相撞的一瞬间，巨大的轰鸣声响起，爆炸的冲击力席卷了周围的森林，沿途树木被压得塌陷下去，宛如杂草被人踩过一般倒塌下来。被你用气保护住的波风水门和漩涡九星带，虽说已经奄奄一息，却并没有被这场爆炸所波及。他们见到了壮观的一幕，只见泥土出来的气功炮如同铁锤敲碎豆腐板，将尾兽玉击碎，随后打在九尾身上，将其打得粉碎。但这还没完，冲击波在杀死九尾后，于是不减朝前击射而去，沿途的树木山川尽数被粉碎，一条看不见尽头的深邃沟壑出现在夫妻俩的面前。此时九尾已经彻底失去了声息，曾经担任过九尾人助力的漩涡九星带确认九尾已经死，连一丝碎片都没有留下的那个。他们拖着疲惫的身体，看着逐渐降落回襁褓上呼呼大睡，一时间五味杂陈。最终他们露出了释然的笑容，看来你已经有能保护自己的力量，这样一来他们也放心了。随着你沉沉睡去，维持住水门夫妻的绿色能量也逐渐消散，二人艰难地爬到你身边，手拉着手将你揽在怀中，随后永久地闭上了双眼。不久之后，三代火影带着一队精英暗部忍者来到了现场，刚一到达现场，众人便被面前的场景震惊到，一条看不见尽头的沟壑呈现在面前，众人无不倒吸了一口凉气，光从这个沟壑就能看出当时的战斗有多么的惨烈。同时众人也惊叹于九尾的力量竟然能造成如此大的破坏，不愧是最强尾兽。这时众人发现了四代火影一家，连忙上前查看他们的情况。暗部中一名擅长医疗忍术的忍者仔细查看后，对着猿飞日斩摇了摇头说道：“四代火影大人以及火影夫人已经确认死亡。”猿飞日斩叹了口气，水门可是他看好的接班人，没想到竟然会死在这里，真是令人惋惜。随后又听医疗忍者说道：“不过他们的孩子气息平和，看起来身体很健康。”猿飞日斩被医疗忍者提醒一下才想起来，刚才现场还发现了一些用来封印的符文，难道说九尾被封印在这个新生儿的体内了吗？念及至此，他赶紧上来亲自查看你的身体情况，里里外外探查了一家三口的情况后，他眉头紧锁，新生儿的体内并没有九尾的痕迹，九尾也没有在漩涡九星带体内，反而是在波风水门身体里察觉到了一些九尾查克拉，但仅仅是一些九尾查克拉而已，九尾也并不在波风水门体内，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猿飞日斩摸着下巴仔细思考，随后将现场的情况还原了个大概。原来水门临死前将九尾封印到了死神的肚子，怪不得九尾凭空消失了，他还以为是被敌人偷走了呢。随即他的眉头便紧锁起来，失去了九尾后木叶可谓元气大伤。要知道尾兽可是各大忍村力量平衡的关键，拥有尾兽便拥有了威慑，让其他村子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尤其是9只尾兽中最强的九尾，这可是木叶的杀手锏，是木叶震慑其他忍村的关键核心。真想不通水门为什么要将九尾封印在死神肚子，难道就不能封印在这个新生儿的体内吗？随后他顺手将你递给身旁一位暗部忍者说道：“将水门的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暂时不要对外透露他的身份，并且将四代夫妻的尸体收敛起来。”暗部忍者趁势离开，猿飞日斩来不及组织救灾，便火急火燎回到了火影大楼召开高层会议。没过多久，木叶的其他3位顾问便来到了火影办公室。其实猿飞日斩也是一名木叶顾问，不过担任了几十年火影的他仍然习惯性的坐在主位，没有按照习俗坐到长老的位置。对此水户门岩和转寝小春并没有意见，他们不在乎谁坐在上首位，这种小事对于他们来说无足轻重。但志村团藏却眉头紧锁，对着猿飞日斩质问道：“日斩，为什么你要坐在上首位？水门呢？这次高层会议他为什么没有出现？”面对老友的询问，猿飞日斩悲痛了。水门在之前的战斗中用生命封印九尾，已经牺牲了。事情刚刚发生，还没有通报全村。3位长老大惊，随后便听猿飞日斩讲述了当时的全过程。志村团藏听完对方的讲述，一拍桌子怒道：“水门这个家伙在搞什么鬼？九尾这么重要的战争兵器，居然被对方完全封印，如今失去了九尾木叶的威慑力将会大减，其他村子很有可能趁机对火之国发动战争。日斩，这就是你挑的火影继承人吗？为什么没有将九尾封印到他刚出生的孩子身上？连这种大局观都没有，还做什么火影？”志村团藏劈头盖脸一顿臭骂，饶是擅长和稀泥的水户门岩和转寝小春都听不下去。再怎么说波风水门也是为村子而牺牲，如今尸骨未寒，团藏就这么说，这让他们心中稍稍有些不爽。猿飞日斩更是站起来吼道：“团藏，你闭嘴！水门这么做一定是有他的道理，反倒是你的根部在九尾袭村的时候去了哪里？为什么在战场上看不到他们？”看着对自己大吼的猿飞日斩，团藏也急了，这个家伙还拿自己当火影，对自己吆五喝六的。现在大家都是顾问长老，谁
谁也没比谁高一等，他跟自己装个球啊！团藏怒目圆睁，咬牙说道：“老夫的根部当然在监视宇智波，你也看到了九尾眼中的血轮眼，这说明控制九尾的一定就是宇智波的族人。这帮家伙没安好心，老夫如果没有派根部监视的话，说不定他们会跟九尾里应外合摧毁木叶。我警告你元飞日斩，你少用那种看逃兵的眼神看我，老夫也是在暗中守护着木叶。”两人在火影办公室中骂得不可开交，水户门岩和转寝小春早就习惯了这两个从小骂到大的对手，这时候劝说也没有用，不如等他们自己骂够。最终元飞日斩先败下阵来，刚才在阻拦九尾的时候消耗了很多查克拉，现在又跟团藏这个家伙骂战，他的身体实在有些吃不消。见元飞日斩闭嘴，团藏也不再开口，火影办公室陷入一片诡异的沉默中。这时水户门岩轻咳了一声说道：“争吵到此为止吧，现在该是时候讨论正事。木叶现在失去了九尾，接下来很有可能迎来其他大国的窥视，而且之前的骚乱给村子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接下来到底要怎么做？”众人沉思片刻后，元飞日斩吸了口烟斗，随后问道：“你们觉得谎称九尾还在木叶的方法可行不可行？”随后他简单说了一下鸣人的情况，当时在场的除了自己外，只有那几个精英暗部人，这些人口风非常严，绝不会对外乱说话，只要隐瞒得当，其他村子也不会因为单纯的怀疑便对火之国动歪心思。其他三人思考片刻，随后众人达成了一致，隐瞒九尾丢失的情报，谎称九尾还在村子。这个方法虽然治标不治本，但却是当下最好的方法。反正木叶的九尾从来没有派到国外战场过，虚张声势下别人也摸不清木叶的虚实。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尾兽之间是有感应，不过尾兽们都很贤明，平时没事不会去主动感应别人，所以九尾已经死亡的事暂时还可以瞒得住。这时团藏悠悠道：“情报还是有泄露的。自从九尾之乱发生后，木叶便陷入了空虚中，四代火影波风水门战死，大批精英忍者在与九尾的战斗中牺牲，无数平民伤亡，木叶元气大伤。一些在第3次忍界大战中吃了亏的大国忍村，如同嗅到鲜血的毒蛇般凑了上来，准备在木叶的身上撕下一块肉。但很快，一则传言如狂风般席卷了木叶，那就是九尾化作了一个小男孩，生活在了木叶中。木叶的普通村民自然不知道人柱力的事，但他们仍然记住了这则传言，并且将它一传十，十传百，弄得整个忍界都知晓了这件事。本来蠢蠢欲动的大国忍村瞬间停息下来，他们明白这是木叶放出的一个信号。虽然四代火影在与九尾的战斗中牺牲了，但九尾可还在木叶中，逼急了他们也是会鱼死网破。虽然不认为九尾人柱力可以随意派上战场，但大国的试探还是降低了频率，这让木叶稍稍喘了一口气。而在这次事件中被扔出来顶雷的你，此时则是坐在自家客厅中，一边吃着过期面包，一边喝着过期牛奶。这些食物虽然过期，味道有些变质，但在你强大的体质面前并不会造成多大的危害。而在你的身后，一名年纪40-5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反手握着一把剪刀，悄悄靠近了。她是元飞日斩为你部的保姆，负责照顾你的衣食起居。毕竟你今年才3岁，之前3年更是连自理能力都没有，没有人照顾的话，你根本无法独立生存。只见保姆距离你越来越近，随后她面露狰狞，想要将剪刀插下去，但在最后一刻却又停止住。看着面前毫无防备的金发小鬼，最终她心中的理智战胜了情感，将剪刀缓缓放下，随后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她的丈夫在3年前因为九尾之乱而去世，这3年来她一直活在痛苦当中。几个月前听说要来给这个九尾小鬼做保姆，她就一直想要趁机弄死对方，为丈夫报仇。不过几个月时间她一直没有忍心下手，今天是她为这个小鬼做保姆的最后一天，失去了这次机会，估计她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为自己的丈夫亲手报仇。她失魂落魄地拎着行李准备离开，路过你的时候还用仇恨的眼神看了下你这个可恶的九尾妖。正当她准备打开门离开的前一刻，你抬起头，面露微笑地对她说道：“谢谢。”这一刻，中年妇女愣在原地，随后用仇恨的眼神瞪着你虎哥：“你谢我做什么？你这可恶的妖狐，为什么不赶紧去死？”你放下了手中的面包，满脸含笑说道：“我感谢你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之前3代火影给我找的2个保姆可比你准不过。第一个在我还没满1岁时便给我喝滚烫的开水，看样子是想要把我直接烫死。当时我很紧张，下意识就用尾巴扫了一下，没想到就把他抽死了。当时我非常愧疚，想着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再胡乱伤人。但第2个保姆比第1个还要过分，他直接给我的牛奶中下了毒药，被我愤怒之下一拳打死。我真是搞不懂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火影都没有对我喊打喊杀，你们这帮普通人难道就有能力杀死我？听我一句劝，回去好好生活，不要再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你苦口婆心的劝说并没有收到感激，反而吓得保姆面色苍白，拉开门，屁滚尿流的逃了出去。看着慌不择路逃走的保姆，你无奈的跳下椅子，随后走到门前将房门关闭。这3年来你一直在控制自己的情绪，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后，你的情绪变得非常难以控制。前世的你不说是一个和平爱好者，也是个3观极正，连打架斗殴都没有过的善良市民，但自从到了火影世界后，你发现自己的脾气异常火爆。第1次杀人的时候，那种杀意连你自己回想起来都感觉到。你猜测这可能是跟传超血脉有关，这种血脉虽说强大，但副作用也非常明显，一不留神就会被怒火所吞噬，从而失去理智。正因如此，你一直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尽量不跟人发生争执，避免愤怒暴走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想到这儿，他收拾了一下屋子，随后朝着火影大楼的方向走去。火影虽说是火之国权力最大的2个人之一，但在木叶中他还是比较亲民的，即便是普通村民在得到对方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与对方见面。你被指引着进入了火影办公室，只见元飞日斩放下了手头的文件，满脸笑容对着你说道：“小鸣人，来找我有什么事吗？”你也满脸笑容的说道：“今天是我的保姆交接日吧，我想请您帮我退掉这份委托，从今往后我自己生活就可以。”元飞日斩眉头一皱，严肃问道：“是发生什么事了吗？”对于给你找保姆，元飞日斩非常省心。3年来你已经杀死了2个保姆，这件事在木叶中已经传开了，不知有多少人跑到火影办公室来向他反映这个情况，还提议要处死你。本来他只是用你做挡箭牌，用来遮掩木
木叶失去了九尾这个事实，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你根本不是什么九尾妖狐，甚至连九尾人柱力都不是，只是个普通的小孩。但就是这个普通小孩，居然杀死成年人如杀鸡宰狗般简单。他也曾经怀疑过你的身份，猜测当时水门用某种特殊的方法将九尾隐藏在对方身体，为此他还特地将你带回家，仔仔细细探查了10几遍，最终他终于确认了对方就是个普通小孩，根本就不是什么九尾人柱力。但他知道你的身份，木叶村民可不知道，而且这种事也无法跟人解释，一旦解释清楚了，那木叶的麻烦会更大。现在你突然来找自己说想要独自生活，他一下子就联想到你是不是又杀死了毛。见到他紧张的表情，你满脸笑容的解释道：“不是火影大人想的那样，这次的阿姨人很好，我只是单纯的想要自己一个人生活而已，并不是对他不满意。”袁飞日斩闻言，眉头皱成了个川字，拿起桌上的烟斗吸了一口，随后叹气道：“既然如此，那就算了吧。你想独立生活是件好事，既然如此，我跟新保姆那边说一下，让他不必过去了。”你感谢了句，随后便转身离开。临走前，袁飞日斩还对你叮嘱了几句，不过你完全没有细听，左耳进右耳出。等你走后，火影办公室内陷入一片寂静。袁飞日斩在桌上翻出一份文件来，上面是木叶村民联名要求火影处死漩涡鸣人的文件。现在的你如同过街老鼠般被村民所厌恶，这种厌恶甚至超过了原著中的鸣人。原著的鸣人属于那种受了气也会一笑而过的性子，村民们除了背地里咒骂外，并不会多跟对方发生交集。但现在的鸣人可是个一言不合就出手的暴脾气，已经有2名木叶村民死在了他的手上。如果说九尾妖狐的传言只是让众人产生些许怀疑的，那么死在你手上的那2个人可就是货真价实的证据，连照顾自己的保姆都会随意杀死。说你不是妖狐，现在都没有人会信。虽说那2个人都是想要谋害你，最终被反杀，但木叶村民可不管这些，他们只知道妖狐杀人了，妖狐极度危险，妖狐要被处死。面对汹涌的民意，即便是袁飞日斩也无法再压制下去。本来他就是个重新复位的前任火影，这次复位他的威望已经远远不如之前，如果再因为这件事跟村民站在对立面，那么他的位置就岌岌可危了。不过要处死你那更是不可能。先不说对方是4代火影波风水门的，就是假九尾人柱力这个身份也是对方的免死金牌。思虑良久，他对着空旷无人的火影办公室说道：“把团藏叫过来。”随后火影办公室发出了嗖的一声响，没过多久，浑身绑着绷带、面色阴沉的志村团藏便打开房门，迈步走了进来。“日斩，你找我有什么事？我可是很忙的。”见团藏到来，袁飞日斩没有卖关子，直接说道：“你知道漩涡鸣人吧？”团藏闻言眼前一亮，他当然听说过这个水门的儿子假九尾人柱力，对方在木叶算是个风云人物。这几年木叶之所以能平稳发展，全靠这个小鬼挡着，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2人搭档了几10年，志村团藏瞬间便猜出了袁飞日斩的想法。“你想让那个小鬼加入根部？”志村团藏询问道。袁飞日斩抽了口烟，没有回答，但意思已经很明显。团藏露出了狰狞的笑容道：“放心吧，日斩，老夫一定会把他训练成最强的兵器，将来会成为最优秀的人。”在暗中保护木叶，他非常高兴。其实团藏早就看中了，只是没有摸清袁飞日斩的态度，所以没出手。一个3岁不到就出手很大，杀人如麻的家伙最适合加入根部，而且对方还是个假九尾人柱力。日斩这个老家伙也不必担心自己操控九尾之类的事，同时加入根部后，还能让你这个众矢之的暂时消失在众人面前。可以说你加入根部是对各方面都有利的一件事。达成共识后，团藏便转身离开。他可没什么闲心跟日斩在这里闲扯，最近云影那边可是不消停，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就在他即将离开火影办公室时，只听袁飞日斩的声音传来：“鸣人的身份特殊，千万不要对他做得太过分，一定要善待他。”还没走出火影办公室的团藏差点没吐出来，这个老家伙真是虚伪到极点。当初让那小鬼成为假九尾人柱力的是他，现在让那小鬼加入根部的也是他，最后坏人由自己来做。这老家伙里外都是好人，真是把他恶心的够呛。不过对方是火影，这个身份压了他一辈子，最终只能无奈回了一句：“知道。”回到了根部后，团藏立刻叫来手下，准备将你带来。不料这时一个身影瞬身来到他的面前，单膝跪在地上恭敬说道：“团藏大人，火之国东北防线的雷之国忍者有些异常。”团藏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根部情报忍者，面无表情问道：“具体原因调查出来了吗？”根部忍者回答道：“似乎是云影在忍界北方的一个小岛上感受到了九尾查克拉的气息。”团藏闻言瞳孔紧缩，立刻追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别废话，赶紧跟我说清楚！”根部忍者不敢隐瞒，连忙竹筒倒豆的般全部讲了出来。原来前不久在忍界北方的一座无人荒岛上，一名来到这附近做任务的云影忍者在这里发现了九尾的查克拉气息。当时他将这个情报带回了云影，经云影智囊团分析，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尾兽死亡后在复活前展露出来的迹象。之前忍界中也出现过人柱力死亡这种情况，人柱力死亡后体内的尾兽也跟着忍者一起死亡，但尾兽的死亡只是暂时，也许1年，也许是几年后，尾兽就又会在忍界的一个角落中重新复活。尾兽复活的原因，各大忍村至今也没有调查清楚，但尾兽复活前会产生异象，却人尽皆知。这次九尾的查克拉居然在忍界北部的荒岛上出现，云影忍者当时就怀疑九尾是不是已经死了，所以才会派兵来火之国边境试探一下，看看木叶是什么态度。弄清来龙去脉后，团藏用力敲了敲拐杖，随后对根部忍者命令道：“立刻派出所有能调动的根部忍者去忍界北方的荒岛上搜集情报，一旦发现九尾的线索，立刻通知村子。”团藏异常兴奋，九尾的出现说明日斩之前的判断错误，九尾并没有被水门封印，而是被杀死。随即他露出狰狞的表情来，这次他一定要将九尾弄到手，然后利用九尾登上火影之位。至于漩涡鸣人这个小子，已经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一个假九尾人伫立在真九尾面前，根本不值一提。现在他没有心思理鸣人这个小鬼，一门心思全放在了抓捕九尾上。整个根部悄悄行动起来，团藏也离开了木叶，直奔火之国北部。自从拒绝了3代火影给自己找的保姆后，鸣人的生活变得非常平静安逸。以前成天要面对一个对自己不怀好意、随时要杀自己的人，那种感觉非常不好。明明是在自己的家中，感觉却像是寄人篱下，住在别人那里一样。现在的鸣人在自己家中感受到了空前的放松。
没有别人打扰，饿了就自己做些饭，困了就躺在床上睡觉，有着充足的时间进行思考和学习。这种生活安逸且放松，让他非常享受。虽说今年他才3岁，但自己照顾自己则是完全没有问题。每当想到这里时，鸣人的心中都不禁感慨，忍界人的身体构造还真是奇特。今年刚刚3岁的他，已经可以非常娴熟地操控自己的身体，这种感觉就像操纵他前世的身体一样，完全没有迟滞感。记得前世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每当想要做些什么，身体都会有那种不协调感，好像大脑控制身体要经过老旧电线传输一样，总是慢慢拍。但现在的身体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控制起来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仿佛浑然一体。有好几次鸣人都想自己在家锻炼一下，但又怕自己什么都不懂，瞎练会把身体练坏，于是就不了了之了。虽说他拥有着能把普通人随意打死的身体素质，但这毕竟是跟普通人相比，忍者那个级别的高强度训练，自己这小身板能不能承受还真不好说。训练可以往后推迟一下，但吃饭可是个刚需。Could I Delta Old 看着空空如也的冰箱，鸣人叹了口气，最后还是要面对现实出去买菜。之前那些保姆虽然一个个都对自己有杀心，但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用，最起码买菜这种事都是他们去负责的。现在自己辞退了这些保姆独自生活，买菜这种事自然要自己亲自去。一想到木叶村民那些可恶的嘴脸，鸣人就有些打退堂鼓。这帮家伙说话一个比一个难听，万一买菜的时候自己一不小心暴走杀人，可就不好了。但看着空空如也的冰箱，最终他还是咬了咬牙，迈步走出了房门。挨骂2句就挨骂2句吧，总比饿肚子要强。再说自己虽然住在3岁孩子的身体里，但毕竟是个成年人的灵魂，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还怕这几句骂吗？拎着装蔬菜的小袋子，鸣人锁好房门，便朝着菜市场而去。沿途见到的行人原本在街上说说笑笑，但眼角一瞥到鸣人，立刻脸色大变，随后如躲瘟一般躲着他走。当他们擦肩而过，鸣人还会听到这些人在背后小声说些什么妖狐、怪物之类的话。鸣人很费解，如果自己的记忆没有出现偏差的话，九尾应该被自己打死了才对。当时虽然处于暴走状态，但那只是情绪暴走，他的记忆还是存在。他清晰地记得自己在把九尾打死后才陷入的沉睡，怎么可能又成为九尾人助力呢？而且之后的3年里，他趁着没人的时候仔细检查过，他的肚子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封印的标志，怎么想自己都不可能是九尾人助力。既然自己不是九尾人助力，为什么还要把帽子扣在自己脑袋上？是3代火影脑子犯抽了，还是木叶高层精神出问题？胡思乱想间，他来到了菜市场。此时正值上午9点钟左右，菜市场中人影绰绰，人多的一眼看不到头。见到这副场面，鸣人不禁头大了起来。自己的身高就算挤进去了，也什么都看不到，就能看见路人的屁股，连要买的菜都看不到，这菜可怎么买？算了，还是先往里挤挤吧。刚刚迈步靠近人群，没想到市场中买菜的路人竟然像躲瘟疫一样给他留出了一片空间来。随后只要鸣人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刻意让出一条路。鸣人不费吹灰之力便来到了市场的最中心，让他不禁有些欣喜，自己这九尾妖狐的身份有时候还是挺有用的。买菜从来不用跟人挤，走到哪人家就给你让路。随后一抬头，一家摆放着各式各样蔬菜的蔬菜店便映入眼帘。鸣人迈步刚想往里走，这时却被一个人拦在了门口。这是个看起来40多岁的肥胖女人，手中拿着蒲扇，像赶苍蝇一样驱赶着鸣人。快点走，这里不欢迎你，赶紧给我离开。鸣人有些无奈，人家既然不想让自己进去，那自己就不进去了，换别的店看看吧。随后他又去了好几家蔬菜店，但这些店无一例外都将他赶了出来。这些还算态度好的，有一些甚至还直接对他开骂，骂的那叫一个难听。鸣人眉头皱了皱，不让自己进去，自己可以不进去，这帮家伙骂什么人呢？这时不知从何处向鸣人扔过来一个烂菜叶，鸣人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菜叶子正好砸到了他的后脑勺。这一下宛如导火索般，无数的烂菜叶子、臭鸡蛋朝着鸣人扔来，短短几分钟时间，鸣人便被砸得浑身恶臭。用手擦掉头上的臭鸡蛋，鸣人眼中怒火升腾，拳头不自觉地握紧。不行，我要忍，我不能失去理智。这时周围朝鸣人丢东西的木叶村民见这个怪物丝毫没有反抗，甚至连还嘴都没有，立刻获得了巨大的勇气。他们骂得越来越大声，甚至有几个人准备开始丢石头。此时的鸣人只是个假九尾人助力，体内根本没有尾兽，3代火影也不至于派暗部来监视鸣人。如果是原著中的鸣人，这个时候就应该有暗部过来解围，驱散人群后让鸣人离开。但现在鸣人身边根本没有暗部，自然没人站出来给鸣人解围。看着石子丢在自己的身上，鸣人有些按耐不住内心中杀戮的欲望。这帮家伙有些欺人太甚，自己可没招惹过他们，居然拿石子砸自己，这是真要杀了自己吗？要知道自己的身体可是个3岁的孩子，这也下得去手？这就是木叶的淳朴村民。就在他的怒火即将到达顶点时，菜市场外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声。你们说在市场闹事的人在哪里？就在那里，就是他。鸣人循声望去，只见刚才那个将自己赶出店门的中年女人带着3个警务部忍者来到了菜市场。刚一到菜市场，中年女人便指着鸣人说道：就是他来到市场闹事，你们快点把他抓起来啊
3名宇智波警务部忍者将目光投向鸣人，这个妖狐小鬼他们自然也听说过，但高傲的宇智波可不会因为对方是人助力就手下留情。只见3人中领头的宇智波英哲走到鸣人面前问道：“就是你在这里闹事吗？”鸣人强忍着愤怒，一指自己身上，对宇智波英哲说道：“你看我这样像闹事的吗？”宇智波英哲眉头微皱，他对鸣人有些厌恶，对方这语气有些不尊重他，跟自己说话连敬语都不用，这小鬼拽什么拽？都这副德性了，跟自己说话都不用敬语，真是让人不爽。宇智波英哲满脸阴沉道：“小鬼，跟我们走一趟吧。”鸣人闻言，怒火蹭蹭往上升，他一直刚才用菜叶子扔过自己的人，对宇智波英哲问道：“那这些人呢？”宇智波英哲上前一步，想抓住鸣人的衣领，但又嫌鸣人身上脏，收回了手，语气冰冷道：“你打扰了人家生意，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快点跟我走，别耽误我们时间。”看着这样的警务部忍者，鸣人瞬间安静了下来，眼中的愤怒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淡漠。他没有抵抗，而是乖乖地跟着宇智波忍者离开。走出菜市场时，还有一些人用石头砸他的后背，但他丝毫没有理会，只是跟着宇智波忍者向前走。看着这个小鬼狼狈的模样，前方3名宇智波忍者一边回头偷瞄，一边说笑。看这小子一脸蠢样，被打了都不敢还手，真是活该。呵呵，跟忍者说话连敬语都没有，被打了也是活该。等下扔进警务部监狱饿他几天，看这小子跟咱们说话还狂不狂？几人说话丝毫没有避讳，鸣人在身后听了个一清二楚。等到了警务部后，几人没有让鸣人进入，而是让他站在门口等待。随后3人捏着鼻子拎了几桶水出来，一桶接一桶从鸣人头顶往下浇，等浇到第4桶时才算停下，随后才让浑身湿透的鸣人进入警备队大楼。等鸣人坐在审讯室的审讯椅上时，负责主审的宇智波英哲脸色阴沉问道：“快说，你为什么要在市场中搞破坏？是谁让你做的？是不是村外的间谍？”看着给自己扣帽子，等自己往坑里跳的宇智波英哲，鸣人什么都没说，如同看死人般看着对方。宇智波英哲被鸣人看得恼火不已，他立刻站起身，走到鸣人面前，一巴掌抽在鸣人的脸上，骂道：“再这样看，我就把你眼睛挖出来！”轰隆，一股浩瀚的气势从鸣人体内迸发而出。站在这股气势面前的宇智波英哲感觉自己就像狂风怒涛中的一叶扁舟，无依无靠，随风摇曳。只见鸣人掰开束缚在自己身上的审讯椅，站在椅子上跟宇智波英哲对视。好，我现在就把你的眼睛挖出来。随着话音落下，鸣人伸手便插入了宇智波英哲的眼眶，随后手指一勾，便将宇智波英哲的左眼抠了出来。啊！宇智波英哲惨叫出声，剧烈的疼痛从眼眶传遍全身，让他身体都在颤抖。鸣人此时已经彻底抑制不住怒火，他决定彻底释放一次，什么狗屁的不殃及无辜，他不管了。这木叶哪有一个无辜的？杀就完了。同在审讯室的另外2个宇智波忍者，此时已经被鸣人的气势吓得无法动弹。一人浑身颤抖，脸色苍白，惊恐吼道：“怪物，是怪物！”另一人则是稍微冷静一些，他立刻便想到了尾兽暴走。毕竟鸣人是假九尾人助力这种事，只有几个木叶高层知道，就连知道内情的心腹暗部忍者都被灭了口，木叶高层更不会将这些事告诉宇智波一族。因此，这个宇智波忍者在第一时间便想到了尾兽暴走。随后，他打开血轮眼，便想用血轮眼幻术控制尾兽。随着他的2勾玉血轮眼打开，与鸣人对视的一瞬间，便发动了幻术。啪嗒！鸣人手中刚刚抠下来的眼睛掉落在地，他整个人仿佛陷入沉睡般站在原地一动不动。3人长长松了口气，没想到尾兽居然会暴走，这次真是失算了。随后，宇智波英哲赶紧跪着爬到自己的眼睛旁，双手捧着眼珠，如同捧着稀世珍宝般护在掌心。看着掌心这枚自己好不容易觉醒的2勾玉血轮眼，宇智波英哲怒气直冲脑海。他从腰间忍具袋中取出苦无，站起身便要插向鸣人的心脏。另外2名宇智波忍者想要阻拦已经来不及，现在的宇智波英哲已经不管对方是不是九尾人助力，居然敢弄瞎自己的眼睛，这个混蛋不可原谅。苦无距离鸣人的心脏越来越近，就在即将插入鸣人胸口的一瞬间，刚刚还站在审讯椅上的鸣人瞬间消失，宇智波英哲苦无刺了个空。在哪里？那个小鬼去哪里了？他还在四处寻找鸣人身影时，在他视野中的世界逐渐变得暗淡，最后陷入死寂。鸣人将食指从宇智波英哲的太阳穴中抽出，随后不顾对方倒地的尸体，漂浮在空中转回身，面对着另外2名宇智波忍者。此时的鸣人大嘴咧开，露出了狰狞的笑容，蓝色的瞳孔已经彻底消失在眼眶中，取而代之的是惨白的眼球，显然已经失去了理智。本来鸣人对身体还是存在些许控制的，只要不愤怒到极致，他就不会真正陷入暴走。但刚刚那个作死的宇智波忍者居然用幻术企图控制鸣人，导致鸣人的意志彻底沉睡，只剩下传说中超级赛亚人的杀戮之心无所顾忌的释放。另外2名宇智波忍者大惊，刚才鸣人的速度太快，他们一个拥有双勾玉血轮眼，一个拥有单勾玉血轮眼，但没有人能看清楚鸣人的动作。只见一道绿光闪过，自己的同伴便已经丢了性命。逃！不能留在这里，必须要赶紧逃走。此时2人已经明白，自己绝不是这个九尾人助力的对手，
继续留在这里必死无疑。就在这时，大门突然被推开，数名宇智波精英忍者冲进屋内问道：“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没有人回答他们，映入他们眼帘的是2名宇智波忍者被鸣人拧断脑袋的画面。此时的鸣人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他现在只在乎一件事，那就是把面前见到的所有人全部撕成碎片。见到闯进门的几名宇智波忍者，鸣人想都没想就扑了上去。一名距离最近的忍者还没有反应过来，便被鸣人抓住了胳膊，随后鸣人一用力将他整条手臂扯了下来。被扯掉手臂的忍者惊恐大叫，但很快他的惨叫声便停息下来，因为他的胸膛已经被鸣人撕开，胸腔破裂的他再也发不出一点声音，躺在地上静静等死。随后一个又一个宇智波忍者被鸣人撕成碎片，众人也反应过来，连忙跳出狭窄的房间，准备在警务部大楼外与鸣人战斗。房间中实在太狭窄，不方便他们施展。等把鸣人引到警务部大楼外后，宇智波忍者们展开队形，对着鸣人发动攻击。各种火遁忍术组合的天衣无缝，一发又一发火球如同浪潮般接连不断朝着鸣人飞来。此时的鸣人身体灵巧的如同毒蛇般，在火球中辗转腾挪，没有被插到分毫。而一些擅长体术的宇智波忍者则是抽出忍刀与鸣人进行肉搏，在他们看来，这个小鬼即便再强也抵挡不住宇智波的剑术。然而面对这些擅长体术的宇智波忍者，鸣人不躲不避，直接扑咬上去，任由忍刀砍在他的身上。宇智波忍者们脸上露出轻蔑的笑容，野兽就是野兽，与人战斗的时候只会使用本能，在面对他们这些宇智波精英的时候，只有被一刀斩杀的命运。叮！下一刻，众人瞪大了双眼，锋利的忍刀斩在鸣人身上，如同砍在实心钢铁上一般，连鸣人的皮都没有擦破。而这名距离鸣人最近的宇智波忍者，在还没有反应过来之际，便被鸣人一把抓住了脑袋。随后咔嚓一声，这名宇智波忍者看到了一个倒挂的宇智波家族族徽，脑袋180度转弯的宇智波忍者轰然倒地。在杀死这名宇智波忍者后，鸣人并没有停留，继续扑向下一名宇智波忍者。随着伤亡的忍者越来越多，宇智波精英忍者们逐渐陷入了恐慌中。面前这个失去了理智的小鬼仿佛无底洞一般，根本没有人知道他的上限在哪，究竟还要多少人才能够杀死对方？在家里指导宇智波又手里剑术的宇智波富岳，眉头紧锁地看着冲进来的警卫部忍者。宇智波富岳有些不悦，不过他也清楚，没有急事的话，对不会来找自己。强忍着不悦，宇智波富岳问道：“看你这么着急，是出什么事了吗？”这名宇智波忍者将气喘匀后，连忙说道：“不好了，有人在警务部胡乱杀人。”宇智波富岳瞳孔紧缩，随后跟着这名宇智波忍者顺身离开，临走前还留下一句：“佑，你先自己修炼吧。”望着离开的父亲宇智波鼬，同样心中惊讶，居然有人到警务部大开杀戒，这到底是什么人？同样的情报也传到了火影大楼，猿飞日斩立刻调集暗部前往木叶警务部支援，同时他还通知了志村团藏，希望对方能派出根部支援。但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留在木叶的只是团藏的一个分身，真正的团藏早就带着根部的精英们等待着九尾复活，哪有空搭理猿飞日斩？被团藏分身拒绝后，猿飞日斩只能亲自带着精锐暗部赶往现场，一边带队朝着警务部狂奔，猿飞日斩一边心中思索：团藏这个家伙到底在谋划什么？平时发生这种事，对方比谁都积极，为什么这次却推辞？随后他摒弃了杂念，还是要将手头的事先处理完再说。他连忙问向身旁的暗部道：“调查清楚袭击警务部的人是什么身份了吗？”暗部忍者点了点头说道：“查清楚了，似乎是九尾人助力暴走。”咔嚓，猿飞日斩跳过屋顶时力气用大了些，踩碎了瓦片，差点从房顶掉下去。一旁的暗部忍者见状关切问道：“火影大人，你怎么了？”猿飞日斩强作镇定道：“我没事，注意让封印班也一同前往。”暗部忍者并没有察觉到猿飞日斩的异样，只当对方是听到人助力暴走感到吃惊而已。不过这也难怪，3年前刚刚发生了九尾袭村事件，当时的惨烈场景众人还历历在目，就连实力强大的4代火影大人都在那场战斗中牺牲了，3代火影大人感到惊讶也是理所当然的。猿飞日斩能不惊讶吗？一个没有尾兽的人助力暴走，这换了谁不惊讶？他可是清楚的知道漩涡鸣人根本就不是人助力，他体内别说尾兽了，连个装样子的假封印都没有。这种情况下，你告诉我假人助力暴走了，这么扯的事，你让他怎么相信？带着满肚子疑惑，猿飞日斩朝着警务部的方向快速赶来。此时的宇智波忍者已经没有了之前的从容淡定，尸体残渣被扔得到处都是，数百人被鸣人追得四处乱窜。起初他们还只是见到鸣人体术强大不想硬碰硬，想要用风筝战术，一边用火遁消耗，一边拉开距离。没想到鸣人的速度越来越快，出手也越来越狠辣，以他们的速度根本无法与鸣人拉开距离，而人群中跑得最慢的很快就会被鸣人追上，随后撕成碎片。就这样从风筝拉扯变成了真正的逃亡，众人争先恐后，生怕落在后边被鸣人追上。这场面如同一只恶虎追着一群绵羊乱杀，恶虎杀羊不是为了填饱肚子，只是享受杀羊的快感。就在一名宇智波忍者即将被鸣人抓到时，一位身穿木叶上忍马甲，背后印着宇智波族徽的中年人顺身到鸣人面前，
一脚将鸣人踢飞。被救下的宇智波族人还没来得及感谢，便被宇智波富岳一把扔走。刚才踢鸣人的那一脚虽然将对方踢飞，但他也感受到了鸣人的力量。这个小鬼绝不简单，其他人贸然接近只会拖自己的后腿，这家伙只能由自己亲自来对付。被踢飞的鸣人在空中翻了几个身，缓缓落地，随后对着宇智波富岳露出狰狞的笑容，再次扑了上来。宇智波富岳打开三勾玉血轮眼，全神戒备盯着鸣人，生怕看漏任何一个细节。对方的速度实在太快，即便他开启了三勾玉，也只是勉强跟上对方的速度。下一刻，鸣人的拳头便打在了宇智波富岳的手臂上，砰！宇智波富岳打着旋飞了出去，在空中转了几个弯，单手一撑地面，如同鸣人般稳稳落在地上。好强的体术，刚才那一拳如果不是他卸力技巧高超，一定会被对方打断手臂。人柱力的实力真是恐怖，难道要在这里使用万花筒血轮眼吗？宇智波富岳被震惊到了，对方的实力远超他的想象。本以为只是个3岁的小鬼，即便人柱力暴走也没有多大威力，但刚才接的那一拳彻底打消了他心中的轻视。如果不开启万花筒血轮眼，以常规的战力自己很难战胜对方。而一拳没有打倒宇智波富岳的鸣人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身上的气又强大了几分，吹得宇智波富岳头皮发麻。这股气势太强大了，在他所见过的人柱力中，鸣人绝对是最强的一个。就在这时，鸣人一个猛子冲来，宇智波富岳已经没心情纠结万花筒血轮眼的事，破罐子破摔，只能跟对方先拼了再说。就在鸣人即将抵达富岳面前，宇智波富岳的血轮眼疯狂旋转，即将愈合在一起时，鸣人惨白的眼球上瞳孔突然凭空冒出，随后他身形猛地止住，惯性让他绊了个跟头，朝前摔出老远才停下。富岳眼中的三勾玉血轮眼也逐渐停止了旋转，他戒备地对鸣人问道：漩涡鸣人，你是否恢复意识了？鸣人摇晃着脑袋，扶着膝盖站起身，随意回了句：啊！宇智波富岳长松了口气，人柱力恢复清醒就是好事，至少他不会暴露万花筒血轮眼。而身后的宇智波忍者紧绷的身体也逐渐放松下来，这个人柱力真是把他们吓得够呛，他们从来没想过居然还有血轮眼无法战胜的敌人。不过冷静下来，一种屈辱感又逐渐浮上他们的心头。这次警务部可算是丢大脸了，被一个小鬼杀了20多名宇智波精英，这件事传出去，他们宇智波一族的脸可往哪儿放？鸣人此时的怒火已经停息，重新恢复理智的他也想起了之前自己做的一切。说实话，刚才杀人的时候实在太爽了，看着那些耀武扬威鼻孔朝天的宇智波忍者跟土鸡瓦狗一样四处逃跑，他心中就畅快无比。这时宇智波富岳的声音传来：漩涡鸣人，你可知道你刚才做了什么吗？鸣人转过头面无表情，看着宇智波富岳道：那你知道你们警务部做了什么吗？我去市场买菜被人扔石头，你们不管也就算了，最后还要把我抓进警务部，那些人什么事都没有，就你们这看心情执法的态度，被我杀了也是你们活该。说完，鸣人转身便要离开，宇智波富岳被气得咬牙切齿，这个家伙杀了宇智波的人居然还如此嚣张，简直是不可原谅。不过对方的实力也确实恐怖，而且还是9尾人柱力，警务部无缘无故抓对方确实有些说不过去。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暗部没有监视人柱力？如果有暗部在场的话，估计警务部准备带走鸣人的时候就会跳出来阻拦，那么就不会发生之后的事了。到底怎么回事？三代火影大人为什么在9尾人柱力的事上如此松懈？三代火影大人就算松懈了对9尾的监视，那个男人也绝不会松懈啊。就在他思考时，身后叫嚣的声音突然响起：杀了我们宇智波这么多人，居然拍拍屁股就想走，简直是异想天开。没错，一定要血债血偿，这小鬼必须给我们宇智波族人陪葬。傅岳转头看去，刚才还被吓得不敢出声的警务部忍者，此时义愤填膺地叫嚣起来。这小鬼就算是9尾人柱力，也不能轻易饶了他。对了，要找三代火影，让他给我们宇智波一个说法。没错，族长大人，快把这小子抓起来，然后去见三代。这次三代火影一定要给我们宇智波一个说法，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宇智波富岳面色阴沉，这件事确实要找三代给个说法，但事关人柱力，估计三代火影也是说几句敷衍的话，赔些钱了事。而且细说起来，这件事还是宇智波活该，他在赶来的半路上已经将事情的原委问清楚，确实是宇智波英哲那几个家伙胡乱抓人所导致的，9尾人柱力出手反击也在情理之中。就在他纠结时，漩涡鸣人突然转回身，目视着叫嚣的宇智波警务部忍者们，随后一步接一步朝着宇智波忍者们走来。他的个子很小，差不多迈出3步的距离才相当于成年人走出1步，因此他走得很慢，一步一步接近宇智波忍者们。但就是这蜗牛爬一般的速度，却让宇智波忍者们头皮发麻，额头上全是冷汗。9尾人柱力这是在做什么？难道是又要暴走吗？鸣人每向前走一步，这些人的心便颤一下，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宇智波忍者们越来越忐忑。看着对方那沾满了血的手还在往下滴着他们同胞的鲜血，宇智波忍者们并没有如同他们叫嚣中那样上去喊打喊杀，反而是忍不住向后退了几步。此时的鸣人面无表情，
不与对方交流，只是埋头朝着对方走，这种压迫感甚至比刚才狂暴状态更加吓人。就在鸣人走到距离宇智波忍者们相差5米的距离时，一名站在前排的宇智波忍者实在无法忍受这股压力，扭头便逃走。这名忍者的行为如同导火索般，瞬间点燃了全体宇智波。这些人如惊弓之鸟般朝着四面八方逃走，那副模样十分滑稽。看着逃跑的宇智波忍者，鸣人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看看，这就是你宇智波的族人，叫得一个比一个欢，跑得一个比一个快。我现在都已经恢复平常状态了，顶多就是个强壮点的3岁孩子，这帮人都被吓成这样，真是一群废物。说完，鸣人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宇智波父越望着鸣人的背影，眉头紧锁。他自然知道漩涡鸣人的真实身份，甚至对方的父母波风水门和漩涡九星奈之前跟他也算是相识的好友。漩涡九星奈跟自己的妻子宇智波美琴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闺蜜，在九尾之乱前2家关系不错。但是九尾之乱后，为了避嫌，他们宇智波一族主动响应村子的号召，搬到了距离村子很远的南河川居住。之后的3年里，宇智波富岳只是听说过这个漩涡鸣人，这是头一次见面。没想到对方居然变成了现在这种性格，看来朝着水门和九星奈完全相反的方向成长了。想到这里，他叹了口气，现在他们宇智波在村子的地位越来越尴尬，自身都难保，更无力管这个曾经好友的儿子。就在这时，一大群戴着面具的暗部忍者到达现场，领头之人正是木叶村的3代火影猿飞日斩。众人刚一落地，猿飞日斩便问向宇智波富岳道：“富岳，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没有询问人助力，在他心中还是本能地认为此事跟尾兽无关。而被询问的宇智波富岳可算是逮到了个机会，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只见他一脸怒容，对着3代火影问道：“我还想问你呢，3代火影大人，为什么鸣人身边没有暗部忍者保护？”宇智波富岳没有把话说得太透，虽说全忍界都猜到了鸣人是九尾人助力，但他也不敢将话说得明白。猿飞日斩张大了嘴巴，这件事还真跟鸣人有关系，这怎么可能呢？随后他伸手挥退了身边的暗部，将宇智波富岳带到了没人的地方，问道：“富岳，你跟我仔细说一下，到底出了什么事？”宇智波富岳将漩涡鸣人的事全说了一遍，末了对猿飞日斩问道：“火影大人，这次人助力暴走，我们宇智波一族可是死伤惨重，这一切都是因为您没有派出暗部保护人助力才造成的，村子必须给我宇智波一个说法。”说完，他便等待猿飞日斩的答复。而此时的猿飞日斩已经被宇智波富岳透露的情报给震懵了。假人助力暴走了，一个假的人助力暴走了，还杀了20多个宇智波精英忍者，只是让你演个戏忽悠一下外村忍者，你这演的也太入戏了吧？而面对宇智波富岳的质问，猿飞日斩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难道告诉对方漩涡鸣人是个假人助力，绝对不可能暴走，根本没有必要安排暗部忍者监视吗？现在就算他拿着喇叭在整个木叶大喊，都不会有人信鸣人是假人助力。假人助力能暴走，你 TMD 逗我玩呢？最终他只能低头认错，跟宇智波富岳表示村子会对宇智波进行赔偿，并且之后会好好保护鸣人，不会再让他暴走。此时他无比怀念团藏在身边的日子，如果团藏在身边，一定会对宇智波富岳倒打一耙，污蔑对方是想要抓捕人助力，强行操控尾兽才导致人助力暴走，并且村子不会对宇智波进行任何赔偿。可惜他没有团藏那么厚脸皮，他的厚脸皮一般都是私底下进行的，从来没有明着厚脸皮过，所以也不好这么胡搅蛮缠。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后，宇智波富岳开始了警务部的善后工作。猿飞日斩也派出一队暗部成员开始监视鸣人的一举一动。从这一刻起，他用出了真正对待人助力的规格对待鸣人。直到现在，他还没有搞清楚为什么鸣人会暴走。明明自己在对方身上检查过很多次，根本没有任何九尾查克拉的痕迹。一个普通的3岁小鬼，到底为什么会暴走呢？回到办公室中，用水晶球观察漩涡鸣人的猿飞日斩，突然将注意力放到了对方的尾巴上。要说这个水门和九星奈的儿子有什么与众不同，那么可能只有这条尾巴了。其实在很久以前他就关注过这条尾巴，毕竟他的通灵兽就是猿猴，而且他的家族也是在跟猿魔一族签订通灵契约，自然对于猴子和猿类非常敏感。很早他就对这条尾巴进行过探查，但得出的结论便是这条尾巴平平无奇。鸣人只是个偶然长出了猴子尾巴的小鬼，除此之外这条尾巴根本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其实像鸣人这样突然变异的忍者在忍界中并不罕见，甚至一些忍者已经将这种变异写在了基因里，之后都形成了忍者家族。比如说雾影那边的忍者都长着锋利的牙齿，甚至还有脸上长腮的奇形种 QI Delta Odd， 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比如头上长角或者长着6对手臂的忍者比比皆是。跟这些人一比，鸣人的尾巴虽说奇怪，但也算是画风比较清奇的，往裤裆里面一塞，谁也看不出来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不过经历了这次暴走事件后，猿飞日斩对于鸣人开始重视起来。一个随时有可能伤害其他人的人，无论是否有尾兽那个级别的破坏力，都应该被控制起来。这件事其实应该由团藏来做，对方对于这套业务比自己熟练得多，而且由对方来做自己还能抽身出来，出了什么意外直接把锅甩到对方身上，可谓一举两得。但最近团藏好像离村了，
不知道去做些什么。看来等对方回来，一定要好好调查一下。木叶的根好像有脱离控制的趋势，这种苗头一定要按下去。而此时的鸣人已经回家，换好了一身新衣服，清洗了下身体后，继续在大街上漫无目的的闲逛。周围路人依旧指指点点，一切都没有任何变化。不过鸣人的心态比之前平静了很多，现在他不刻意压制自己的怒火，只要这帮家伙敢来惹自己，自己就直接暴走干掉这帮家伙。他算是想明白了，为了这些王八蛋委屈了自己，简直就是在作践自己。他对木叶很失望，非常失望。前世就知道火影世界很黑暗，没想到居然黑暗到这个地步。打个比方来说，前世大家在现实生活中还会给周围人一些面子，不会把事做得太绝而逼着对方狗急跳墙。但这个世界就如同前世的互联网一样，这帮键盘侠嘴一个比一个臭，关键时刻跑得一个比一个快。在这种环境下，要是自己跟原住民人一样忍气吞声，估计早晚有一天被气死。他已经想好了，下次无论是什么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或理由，只要敢惹自己不痛快，自己直接魔王的咆哮变身就是一通乱杀。敢让自己一时不痛快，他就让这帮人一辈子不痛快。忍界的家伙全都异常欠揍，排着队挨个打一顿，不服的就全部杀光。正在他胡思乱想间，街边的胡同里传来小女孩的哭泣声。鸣人心中冷笑，这狗日的木叶果然不是什么好地方，光天化日就欺负小女孩，素质真 TMD 低下。只见胡同里3个7、8岁左右的小男孩正堵着一个3岁左右的短发小女孩。小女孩被吓得瑟瑟发抖，一边哭泣一边低着头，不敢抬头看3个小男孩。女孩名叫日向雏田，之前逛街的时候跟自己的护卫走散了，走到这个拐角后便被这3个小男孩堵在这里。3个小男孩中个子最高的一个指着雏田对另外2人笑道：“你们看到了吗？这家伙是个白眼妖怪。”“看到了，他长得还真吓人。这么恐怖的家伙一定是个妖怪，我们快来打倒他。”说完，3人便撸起袖子准备教训一下这个白眼妖怪，而雏田则是害怕的蹲在地上，双手抱头，不敢有任何动作。就在这时，个子最高的小男孩突然感觉身体一轻，整个人飞了出去，撞在了墙面上。这一摔直接将他整个人撞晕了过去，七扭八歪躺在地上翻起了白眼。另外2个小男孩被这一幕吓得愣在原地，还没等他们回过神，鸣人便站在他们身旁笑道：“我也是妖怪，你们来打倒我呀！”2个小男孩僵硬的转回头，随后稍稍低头看着个子还没自己肩膀高的漩涡鸣人。看到鸣人的年纪，2人瞬间又有了自信。一个小男孩叫嚣道：“你这家伙是什么人？难道是跟那个白眼妖怪一伙的吗？”雏田也好奇的睁开了眼，当他看到鸣人的一瞬间，突然有了种心安的感觉，自己得救了。随后他又目光惊奇的看着鸣人，这个小哥哥长得好帅啊！鸣人没有说话，只是尾巴一甩勒住了这个小男孩的脖子。他已经认出了不远处好奇看着自己的正是自己的天命老婆日向雏田。这3个小屁孩敢欺负自己天命老婆，要知道前世他可是当了几10年单身狗，这辈子好不容易有月老给自己牵钢丝绳，自己怎么能不珍惜？随后胡同里传来一阵哀嚎，没过多久，鸣人拉着雏田从胡同里走了出来。看着雏田那羞红的小脸，不知怎么，鸣人这一刻突然被治愈了。这时雏田郑重的鞠了个躬，感激道：“你好，我的名字叫日向雏田，谢谢你刚才救了我。”鸣人也想鞠个躬，但刚弯下腰觉得腰有些疼，这姿势的难度还是很大的，自己还是别轻易尝试了。我叫漩涡鸣人，要是再有人敢欺负你，就报上我的名字，看我抽不抽他就完了。雏田脸颊羞红，他还是头一次被人这么关心，心中不禁有些窃喜。这时街道另一旁突然跑来一个头戴护额的白眼中年人。中年人见到雏田后满脸的欣喜，当看到拉着雏田手的鸣人后，整张脸垮了下来。他上前一把拽开了鸣人的手，随后对着雏田说道：“雏田大小姐，真是吓死我了，快跟我走，一会儿就到训练的时间了，你要是迟到，家主大人肯定会生气的。”说完，他便拽着恋恋不舍的雏田离开，同时恋恋不舍的还有鸣人。这一刻，他突然觉得这个世界还是美好的，毕竟这个世界还孕育了雏田这种萌物。不过他心中还是有些慌乱，虽说原著中对方是自己的天命老婆，但这一世谁又说得准呢？万一雏田因为自己的性格改变而对自己没有好感呢？这些都是说不准的事，一时间他有些怅然若失。刚才毁灭世界的豪情壮志全没了，现在他反倒有些担忧自己哪天突然发狂伤到雏田。咕噜，这时肚子又传来一阵不争气的响声，鸣人颓废的神情又憔悴了几分。还是赶紧找个地方填饱肚子吧，折腾一天也没有买到菜，看来还是要下馆子吃现成的呀。不过估计一般的餐馆也不会招待自己，想来想去还是要去一乐拉面。虽说这一世他还从来没去过一乐拉面，但从前世对于一乐拉面的了解来看，也就只有那里不会歧视自己了。最终他左拐右拐，总算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找到了一乐拉面。这是个非常小的店面，里面并排有7、8个座位，开店的厨师是个眯眯眼的中年人，想必这人就是手打了。刚一进门，手打便反应过来，抬头打招呼道：“您好，欢迎光临。”鸣人被吓了一跳，这反应也太快了吧。随后他爬上了一张椅子，对着手打喊道：“给我来一碗你最拿手的拉面，要大碗的，
谢谢。手打看着鸣人的脸，有些疑惑。他认出了对方就是木叶人人喊打的九尾妖狐，但同时他又觉得这张脸很熟悉，好像从哪里见过。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无论对方是谁来到了他这里，都是客人。他没有多说废话，迅速转身开始了工作。没过多久，热气腾腾的大碗拉面便被摆到了鸣人面前。鸣人掰开筷子，抱着比他脸还大好几圈的大碗开始吸溜起来。这拉面的味道着实不错，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调味品，单纯以咸鲜味为主，汤汁味道浓郁，回味无穷，面条筋道有弹性，再加上面中的一些小配料，吃的鸣人满口生津。但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自己的饭量好像有些大，别看他只有3岁，赛亚人加上漩涡一族体质，这一碗面还真是吃不饱。不过摸了摸自己口袋，好像自己的钱也就够吃这一碗的。自己现在只是个3岁的孩子，生活全要靠木叶的救济金，必须要省吃俭用。叹了口气，将拉面的钱放在桌上，便准备离开。没想到手打居然叫住了他，随后又将一大碗拉面摆在了桌上。手打笑道：“客人是第一次来我们店吧？这一碗算是赠送给客人的，希望客人能用得满意。”鸣人抬头看了看满脸笑容的手打，又低头看了看面前的大碗叉烧拉面。此时手打的形象在他眼中仿佛变成了前世的某君。只见对方举着一袋小米，对他笑着说道：“钱不钱的无所谓，我们交个朋友吧。”他心中非常感动，低头抱着拉面吸溜起来。果然善和恶是要分开的，木叶的人也不全是坏人，好人也是有很多的，不能一概而论。之前自己想的太简单了，要是自己胡乱暴走伤到了这些人，估计要后悔一辈子。单纯的释放自我搞破坏，那自己跟野兽又有什么区别？还是要控制情绪，能掌握在手中随意使用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力量。吃完第2碗拉面后，鸣人才有饱腹感，与手打道别后，便匆匆离开，准备回家。就在鸣人即将走出一乐拉面的一瞬间，手打对鸣人笑了笑道：“客人慢走，走夜路要小心，不要摔倒。”鸣人笑着回应了一句，随后一步迈出面馆。这个手打也真是的，还真把自己当成3岁孩子了，居然还提醒自己走夜路不要摔倒。这月光这么明亮，自己怎么可能？看着明亮的地面，鸣人瞬间感到背脊发凉。现在的时间大概是晚上9点，这个时间段地面如此明亮，那说明今天是个月圆之夜啊！我靠，自己可是个赛亚人，看到月亮可是会变身的。刚立下雄心壮志，决定控制情绪，不暴走你，就给我来个月圆之夜，这是老天都盼着木叶早日灭亡啊！随后鸣人用手盖住额头，一路上低着头走路，就连碰到水坑都会绕着走，避免看到水中的倒影，从而变身。这怪异的举动让负责保护鸣人的暗部摸不到头脑，他们今天突然被叫来负责保护这个九尾人助力，对于漩涡鸣人一点都不了解。起初还以为是个普通的3岁小鬼，现在看起来这个小鬼有些古怪啊。而另一边，用水晶球一直观察着鸣人的元飞日斩也同样满脸疑惑，搞不清鸣人这样的举动到底有什么意义。QI Delta Odd。最终鸣人有惊无险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刚一进门，他便将房门紧闭，随后闭着眼睛将窗帘全部拉上，保证整个屋子没有一丝缝隙可以看到月亮后，他才稍稍松了口气。真是太恐怖了，这要是自己抬头看一下月亮，那今天木叶不死也要8层皮，万一误伤到雏田和手打，那他就要内疚一辈子了。不行，如此不可控的力量必须要扼杀在摇篮里。想到这儿，他迈步进入厨房，因为门窗紧闭的原因，负责保护鸣人的暗部忍者根本不知道鸣人接下来的行动，但他们不知道元飞日斩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只见鸣人进入厨房后，直接拎起了菜刀，随后端着自己的尾巴看了半天，一咬牙将自己的尾巴剁了下来。鸣人疼得嗷一声惨叫，这尾巴里面可是连着骨骼的，骨骼里面可是有神经，这一刀下去，鸣人差点没疼得晕过去。用水晶球观察鸣人的元飞日斩被吓得瞪大了双眼，随后拍着桌子怒道：“按压他们是干什么吃的？居然让鸣人砍掉了自己的尾巴！这帮家伙在搞什么鬼？”元飞日斩现在是真生气了。根据他的推测，鸣人之所以能暴走，力量来源应该就是那条尾巴。现在鸣人将那个尾巴砍了下来，虽然避免了再次暴走的风险，但木叶同样失去了一股强大的战力。现在的木叶虚弱无比，3忍之中纲手因为孔雀症的原因早早的离开了木叶，自来也要去寻找什么命运之子。整个木叶除了自己之外，也就只有团藏和大蛇丸这2个隐疾忍者存在。堂堂一个木叶，当年以1敌4战胜4大忍村的强大忍村，现在只剩下3个隐疾强者坐镇，可谓是虚弱不堪。而九尾也在3年前被水门带到了死神的肚子里，3年来他一直在研究取出九尾的方法，但始终没有合适的方案。而今天好不容易发现了鸣人，元飞日斩推测鸣人暴走后实力大概相当于精英上人。虽说这股力量远远达不到尾兽的威慑力，但毕竟也是一股不小的力量。如果鸣人能够合理的控制，也能成为木叶的一大战力。如今这家伙居然为了不再暴走而切掉自己的尾巴，在元飞日斩看来是得不偿失。不行，一定要研究一下鸣人暴走的原因，就算是一种未知的血迹限界，别人无法使用，至少也要弄清楚原理。而鸣人经过撕心裂肺的痛苦后，也总算是缓过了一口气，望着自己屁股上的伤口，他一瘸一拐
在抽屉里掏出了2个创可贴，交叉的贴在了伤口上。随后小心翼翼地将尾巴装在了一个塑料袋中，将塑料袋中的空气尽量排空，随后系上塑料袋，将尾巴放进了冰箱中。虽说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再接回去，但留着这根尾巴总比没有强。等自己实力强大了，可以控制变身的时候，就把尾巴再接回来，自己又是一条完整的好汉。将尾巴妥善保存后，鸣人便趴回了床上，呼呼大睡。今天发生的一切对他3岁的身体来说负担不小，要赶紧睡觉补充精神。深夜，就在鸣人趴在床上呼呼大睡时，袁飞日展偷偷进入了鸣人的房间，随后蹑手蹑脚的在冰箱冷冻间里取出了鸣人的尾巴。取出了一些鸣人的血肉物质后，便将尾巴再次封好，放回了冰箱中。做完这一切，他将一切恢复原状，随后蹑手蹑脚的离开，整个过程悄无声息，就连监视鸣人的暗部都丝毫没有察觉。回到火影办公室后，他立刻叫来了木叶科研部人员，随后将鸣人尾巴的血肉交给了对方，让对方赶紧去研究。而袁飞日展不知道的是，这名科研人员在回到科研部后，偷偷将鸣人的血肉截取了一部分，随后召唤出一条白色小蛇交给了对方。与此同时，根部地下基地中，大蛇丸看着白色小蛇带过来的血肉细胞，眼中充满了炙热。又一个新的科研项目出现了，这让大蛇丸这个科研狂人兴奋的浑身发抖。对于鸣人，大蛇丸自然熟悉无比，别人只在乎对方人助力的身份，而他在乎的一直都是鸣人的那根尾巴。他一直对忍界中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血脉充满着好奇，而像鸣人这样长着尾巴的小鬼，他自然不会忽视。根据他的推测，鸣人的尾巴应该是一种特殊的血迹线界，而且这种血迹线界跟漩涡一族的体质有关。虽说还不知道鸣人尾巴的具体功效是什么，但有这些血肉细胞就足够他研究的了。如果可以的话，他还真想将鸣人直接掳走进行研究。但对方是九尾人助力，袁飞老师绝不会允许自己染指，而且最近袁飞老师对他的提防越来越重，似乎就要对自己下手了。虽说他已经对木叶没有任何留恋，但袁飞老师的变化却让他心中一阵唏嘘。衰老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当年那个意气风发、强大无比的袁飞老师，如今已经变成了这种为了权力会对自己弟子动手的人了。想到这里，他再次明确了自己的方向，一定要获得永久的生命。只有获得了永久的生命，他才有精力去研究更多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了解世间更多的真理。不会有一天像袁飞老师那样，因为衰老而改变自己的思想，变得腐朽不堪。不过最近团藏好像有秘密的行动，根部忍者只留下少部分留守基地，剩下的全都倾巢而出。看来不是个小动作，这个老家伙到底在做什么呢？火之国北部群岛中的一个无人小岛上，被大蛇丸惦记的志村团藏此时正躲在一片茂密的树林中，双目炙热地看着不远处那股不规则蠕动的查克拉。不会有错，那就是九尾的查克拉，他可是见过好几次，绝不会认错。他当即对着身边的根部忍者命令道：“赶紧派封印班提前刻画封印阵法，还有在老夫身上赶紧刻画封印咒文。”身旁一众根部忍者得到命令后迅速行动起来。2名擅长封印术的根部忍者在志村团藏的腹部开始刻画封印咒文，而数十名忍者也在九尾查克拉蠕动的地方进行准备，随时等着九尾复活。就在众人刚刚准备完只听荒岛上传来一声嘶吼，足有数十米高、张牙舞爪的九尾瞬间化虚为实，出现在众人面前。九尾出现的一瞬间，志村团藏兴奋地大吼道：“忍术小组进行牵制，封印班立刻封印！”随着命令下达，根部忍者瞬间发动攻击，无数忍术朝着九尾的身上疯狂轰击，把刚刚复活的九尾打得一脸蒙圈。不过只蒙圈了一瞬间，他就清醒过来，可恶的人类居然伏击他，真是卑鄙！他当即尾巴一甩，根部忍者所释放的忍术通通被他的尾巴拍散，消失在空气中。虽说攻击被打散，但忍术小组的目的已经达成。只见九尾脚下密密麻麻的黑色皱纹从他的四肢爬上了躯干，逐渐向他的全身蔓延。九尾愤怒地挣扎起来，这种被封印术困住的感觉非常不好。虽然困住自己的封印术并没有漩涡九星奈的金刚封锁那么强大，但这种宛如被铁链爬上身体的感觉也并不好受。这时志村团藏身上黑色皱纹闪烁着妖艳的红光，他伸出没有被绷带缠绕的左手，带着一手的封印皱纹一步跃向九尾头顶。只要能够到达九尾的头顶，将他的左手搭在这畜生的脑袋上封印阵法，就可以彻底成功。到时候九尾就会被他封印在体内，他也就成为了新一任的九尾人助力。那个时候即便是日展也再也无法阻拦自己的崛起，自己将以摧枯拉朽之势取得火影的宝座。一想到几十年的梦想即将实现，团藏兴奋的大声狂笑：“哈哈，畜生成为老夫手中最锋利的武器吧！”就在这时，九尾眼中凶光大亮。此时的九尾已经适应了刚刚复活的身体，他被6道仙人从10尾的身体里剥离出来，距今已经有了上千年。但这千年时光中没有任何忍者可以杀死他，所以这是他从出生以来头一次复活，对于身体有些不适应。现在他的身体已经适应完成，接下来就该料理这个狂妄的人类了。只见他身体微微摇晃，随后一股蛮横的力量从他身体中爆发而出。那些拼尽全力维持封印阵法的根部忍者瞬间遭到了阵法的反噬，面具下一大口血喷涌而出，顺着面具底部滴落在地。
趁着这些根部忍者受到反噬分神的瞬间，九尾向后侧一个跳跃，便避开了志村团藏即将触碰到他头顶的左手。看着不断远离自己左手的九尾，志村团藏心中怒火升腾。这帮废物是干什么吃的？连束缚住九尾都做不到，真是一群铁废物。而一击落空的他翻了个身，轻巧地落在地面，随后对着根部忍者命令道：“还愣着做什么？快去牵制住九尾，进行下一轮封印！”根部忍者收到命令后，强忍身体的不适，再次冲上去，企图限制住九尾的行动。但现在的九尾已经适应了身体的状态，看着如跳蚤般接近自己的根部忍者，他大嘴一张，一颗漆黑的尾兽玉在他口中逐渐成型。随后，尾兽玉弹射而出，径直朝着志村团藏的方向射去。不好，快去保护团藏大人！不少根部忍者来到志村团藏面前，施展防御忍术，想要抵挡尾兽玉。志村团藏也趁机转身逃跑，他十分清楚尾兽玉的强大，自己这帮废物部下根本不可能挡住如此强大的攻击。果不其然，留在原地防御的根部忍者瞬间被尾兽玉气化，连一根头发都没有留下，被尾兽玉彻底泯灭。随后爆炸的威力掀起了狂风，席卷的整座小岛，树木碎石如同风中柳絮般飘向了海面。荒岛中心掀起了巨大的蘑菇云，躲开爆炸攻击的志村团藏心惊胆战地看着不远处的蘑菇云。现在他可没有移植血轮眼手臂，只有绷带隐藏下的右眼移植了一颗三勾玉血轮眼。一只三勾玉血轮眼只能施展一次伊邪那岐，范围如此恐怖的爆炸，一次伊邪那岐怎么可能躲得过去？刚才幸好自己逃得果断，不然肯定会死在这畜生的攻击之下。可恶！九尾现在已经从刚刚复活的不适应中恢复了过来，而现场只有自己一个拥有影级别的实力，根本不是九尾的对手。这次抓捕九尾可以说完全失败了。看着在岛上肆虐的九尾，志村团藏咬了咬牙，随后对着根部忍者命令道：“听我命令，准备！”还没等他命令下达，只见一道雷光从海面上一溜烟朝着九尾袭来。那道雷光速度快得惊人，哪怕是志村团藏这个见多识广的老牌忍者都没有看清来人是谁。只见雷光瞬息而至，来到九尾面前后，二话没说，直接一发肘击奔着九尾的腰侧袭来。雷遁，重流爆！巨大的力量从九尾的腰部传遍全身，九尾被打得双脚离地，在空中翻了几圈，飞出了上百米后才堪堪停住后退的趋势，落在地上。此时九尾异常愤怒，又一个可恶的人类偷袭自己，这帮人类真是一个比一个讨厌。直到这时，志村团藏才看清了来人的模样，随后脸色大变，居然是四代雷影爱，这个家伙身为一村之影，居然来到这里，那就说明……志村团藏转头看向不远处的海面，此时数百名皮肤黝黑、穿着云影村黑白色忍者制式服装的云影村精英忍者奔着荒岛而来。见此场景，志村团藏再也顾不了手下的根部忍者，直接一个转身朝着远处逃跑而去。而留在岛上的根部忍者这下可倒了大霉，一些运气好的跟团藏一样偷偷溜走，运气不好的则是被卷入了云影跟九尾的战斗中，最终被双方联手绞杀。四代雷影爱激动地看着不远处的九尾，之前收到部下有关于九尾查克拉的情报后，他就去了奇拉比那里确认情况。通过尾兽之间的感应，确认了九尾确实死亡后，他就调集部队火速赶往这里。九尾果然在此，看来云影又要添一只尾兽了。爱一马当先冲向九尾，一众云影也没有废话，直接挥胳膊往袖子准备开干。云影与九尾的大战异常惨烈，尾兽域从荒岛上炸了一次又一次，最终整个岛都被恐怖的爆炸所击沉。但这并没有停止战争的脚步，双方又从荒岛战斗到海面，随后又登陆另外一座荒岛上。Kuai Delta Odd， 而这里的动静也引起了各方势力的关注。无数情报忍者将九尾出现的情报带到了各方势力的手中。第二天傍晚，距离九尾复活几里外的另一座荒岛上，只见雷影狼狈地撑在一块巨石上，朝着地面吐出一大口鲜血，随后望着死伤一片的云影忍者握紧了拳头。真没想到九尾居然如此强大，他从云影挑了几百名实力强大的精英忍者，再加上他这个在影集中实力都是顶尖的高手，如此强大的阵容居然也没有敌过九尾。现在那个九尾仍然活蹦乱跳，而他这个最强战力已经身受重伤。想当年自己的父亲能跟八尾战个平手，在他想来自己的实力，就算不如父亲拖住九尾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真跟对方交手后，他才发现这确实是个问题，而且问题很大。九尾的实力远在八尾之上，无论是攻击力还是防御力都不是八尾能够比拟的。本想利用九尾体型庞大、移动速度缓慢的优势牵制住对方，没想到九尾的速度丝毫不比自己慢多少，很难想象如此大的体型居然能拥有这么快的速度。这时他想起了曾有过几面之缘的四代火影波风水门，情报中说3年前他在与九尾的战斗中牺牲自己封印了九尾，那时他还在心中嘲笑对方的实力，认为对方除了速度比自己快之外，剩下的方面一无是处，居然会对九尾这种体型庞大的活靶子毫无办法，到底只是个专精速度的速度型忍者。现在想来，四代火影的实力绝不简单。要知道，九尾并没有像传言那样被对方封印，而是货真价实的被对方杀死了。能够一己之力如此强大的尾兽同归于尽，波风水门那个家伙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吗？看着云影忍者躺了一地的惨状，四代雷影爱咬着牙，经过一天一夜惨烈的厮杀，居然得到了这个结果，让他非常不甘心。
但再不甘心，他也只能接受现实，深吸一口气，对着部下命令道：“云隐忍者听令，全体撤退。”一众云隐忍者得到命令后如释重负，在出发前，他们还信心十足，认为云隐村可以再添一只尾兽。如今，他们再也不想尾兽的事，只想留着自己的小命回家陪伴亲人。这九尾实在太恐怖，根本不是其他尾兽能够相提并论的。他们再也不想跟这种恐怖的怪物交手了。随后，云隐忍者作鸟兽散，在4代雷影爱的带领下，狼狈地逃回雷之国。获得胜利的九尾仰天长啸，他终于获得自由了。自从被宇智波斑控制开始，他已经有50年没有品尝过自由的滋味。如今在这个已经没有了千手柱间和宇智波斑的时代，他九尾就是天下无敌的。至于鸣人已经被他遗忘了，那个小鬼给他的印象并不深刻，充其量不过是个在对波中赢过了自己的幸运而已。下回只要对波的时候，他站在右边，对方就不足为惧。九尾环视了一周，这座岛已经被打得面目疮痍，自己这个忍界无敌的最强尾兽怎么能生活在这种丑陋的荒岛上？随后，九尾朝着雷之国的方向行进，最终回到了一个叫做赤妖岛的岛屿上。这座岛占地面积极大，而且环境非常好。岛的中心有一块巨大的平原，周围围绕着数不尽的美丽花朵。九尾轻车熟路地跳到岛的最中心，最后趴卧在岛上，享受着周围的美景。50年前，他就是在这里被宇智波斑控制的。他在这座岛上已经生活了上千年，如今又回到了旧地上，心情格外愉悦。他是愉悦了，元飞日斩的肺都快被气炸了。就在刚才，他收到了有关于九尾的情报，随后愤怒的他差点一拳把桌子敲碎。志村团藏这个混蛋居然隐瞒了九尾复活的消息，私自派人去抓捕九尾，非但没有抓捕成功，反而差点落入云隐村的手中。这个混蛋居然从头到尾都对自己隐瞒，如果隐瞒自己能够获得九尾，他也就不说什么了。毕竟九尾只要是木叶的，就还有回转的余地。即便对方成为了九尾人助力也没什么，火影可不是单纯靠力量就能当上的，他有10000种方法能够拿捏团藏这个莽夫。但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非但没有抓住九尾，还若无其事地回到木叶，跟自己装了这么久的孙子。此时距离志村团藏回到木叶已经过去了3天时间，九尾都回到老家了。元飞日斩才知道对方复活的消息，真是可恶！如果当初蹲守复活点的是自己，肯定能够在对方复活的一瞬间就封印对方，怎么可能闹出这么多的变故？吸了几口烟斗，冷静下来后，元飞日斩认真思索起来。现在生闷气也于事无补，此时九尾已经复活，而且情报中说云隐的抓捕计划也已经失败，4代雷影还在跟九尾的战斗中受了不轻的伤。这种情况下，想必对方也不会对九尾和木叶有更多的动作，这也算是无数坏消息中的唯一好消息了。随后他的眉头又皱了起来，九尾在与云隐忍者战斗后，居然主动进入了雷之国范围，这是元飞日斩万万没有想到的。经过调查后，他才知道，原来九尾在被宇智波斑抓获前，一直都是生活在雷之国，是雷之国的尾兽。这也就是他头疼的原因。如果九尾还在5大国范围外，那么木叶还可以继续对九尾实施抓捕，即便失败了，也可以多尝试几次，总有成功的一天。但现在九尾可是进入了雷之国范围，先不说进入别国抓捕尾兽的成功率有多高，单纯是进入雷之国境内就会造成2国纠纷，弄不好这会成为新一次战争的导火索。现在的木叶百废待兴，根本无力承受一次战争的消耗。一边吸着烟斗，一边捂着额头，元飞日斩现在是一个头2个大，既想弄回九尾，又不敢招惹雷之国，这令他左右为难。最终他叹了口气，提笔写的一封信，让暗部忍者用特殊渠道加密后寄给自来也。现在只能寄希望于自来也回来帮他抓捕九尾，由自来也带队，再加上大蛇丸，他们2人带领一支精英小队，偷偷进入雷之国，应该还有那么一丝希望。至于纲手，他彻底没有指望，对方患有孔血症，根本无法战斗，与九尾的战斗怎么可能不流血呢？将信寄出后，他又想起了波峰水门，随后他就靠在椅背上，心中埋怨起来。当初水门到底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没有封印九尾成功，反而杀死了九尾？反正都是同归于尽，为什么不给木叶留下九尾，而是要彻底杀死？最终他叹了口气，埋怨一个死人又有什么用？这些问题还是要交给自己这个现任火影来处理。随后他调理了一下心态，再次回归了工作中，批阅起了桌上堆成山的文件。就在他认真批阅文件时，火影大楼外一阵喧哗声惊动了他。这喧哗声越来越大，而且声音的来源很杂，看起来人数不少。元飞日斩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低头观看。这是一群生活在木叶的普通村民，他们有老有少，正在跟火影大楼门前的守卫嚷嚷着要见自己。元飞日斩赶紧让暗部下去打探情况。没多久，暗部回到了火影办公室，将这些人要见火影的缘由说了一遍。原来几天前，漩涡鸣人在一次下楼吃一乐拉面的时候，突然遇到了一群小孩。鸣人一眼就认出了这帮小孩子里有当天欺负雏田的几个人。本来鸣人想绕开这帮家伙，自己一个成年人灵魂，犯不上跟这帮小鬼斤斤计较。但他饶了对方，对方可不打算饶过他。这帮孩子仗着自己人数多，而且还有几个正在读忍者学校的表哥撑腰，瞬间信心大涨，一拥而上，包围了鸣人。他们想教训鸣人一顿，于是便在地上捡起石子，准备让鸣人见识见识他们在忍校学习的手里剑术。但这个举动彻底惹恼了鸣人，
现在的鸣人虽说只是个3岁小鬼，但毕竟拥有赛亚人血脉，虽说不敢爆发全力，害怕失去意识暴走，但收拾这群小鬼还是绰绰有余的。3下5除2便把这帮小屁孩教训了一遍，有好几个读过忍校的，还被打得挂了彩，最后送进了木叶医院。这下可捅了马蜂窝，被打进医院的学生家长直接找到警务部，想要让宇智波忍者为他们主持公道，抓捕漩涡鸣人。我们还是要表扬一下宇智波的办事效率，虽说这些人鼻孔朝天，但做起事来却真是干净利索。在听说是有关于漩涡鸣人的事后，果断出手，直接把这些学生家长从警务部里扔了出去，随后大门紧闭，不让他们再进来。无奈之下，这帮学生家长只好自己主持公道，亲自上门找到了漩涡鸣人，准备出手教训一下这个小鬼。但鸣人可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这帮家伙敢上门找麻烦，那就别怪他心狠手辣，把这帮学生家长也揍了一顿，跟他们的孩子一起在医院躺了好几天。这些学生家长出院后越想越气，最终联合起来准备找木叶的火。猿飞日斩，让他给众人讨个公道。这些家长们站在火影大楼前，对着守门忍者叫道：火影大人呢？我们要见火影大人。没错，我们要见火影大人，这漩涡鸣人一定要受到制裁，居然让妖狐跟我们生活在一个村子，这让我们怎么能安心生活？火影大人要是不给我们一个交代，那我们就一直在这里待下去。这些学生家长们声音越来越大，最后连一些不明所以的路人都出来声援这些家长。他们也对漩涡鸣人厌恶到了极点，如果能趁这个机会将妖狐赶出村子，或者直接处死，那是最好不过的。就在众人的喧哗声中，身穿火影御神袍、头戴火影斗笠的3代火影猿飞日斩，手中拖着烟斗，在暗部的保护中缓缓走出了火影大楼。见到火影出来，村民们停止了叫嚷，等待着猿飞日斩给众人一个答复。猿飞日斩拖着疲惫的身体，对着众人强行挤出个笑容道：大家放心，你们的事我已经听说了。首先我为大家的遭遇先道个歉，是我这个火影无能，才导致了村子中出现如此恶劣的事件。我向大家保证，漩涡鸣人的事我一定会认真处理，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一众村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终一个牵头来找火影主持公道的学生家长对猿飞日斩问道：那火影大人要如何处理妖狐呢？被众人这么一问，猿飞日斩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还问他想怎么处理，当然是去跟鸣人谈话，给对方灌输火之意志了。之前的几年他一直没在意鸣人，因此对于鸣人的火之意志教育比原著中要差上很多。而最近事情又太多，他又太忙，本想着过一段时间自己有空闲的时候，从头给鸣人进行一次火之教育的洗礼，没想到今天就出了这些事，让他不知道该怎么跟村民们解释。见猿飞日斩支支吾吾，村民们又不是傻子，瞬间便猜到了对方又要敷衍他们。猿飞日斩这样敷衍他们也不是一次两次，之前他们还可以忍受，毕竟鸣人虽说是妖狐的化身，但也从来不出门，他们也没有跟鸣人接触，所以并不会担心鸣人伤害他们。这次鸣人可是货真价实打了他们的孩子，又把他们打进了医院，这回刀子可是货真价实捅到了自己身上，要是自己再不喊疼，那就真是傻子了。火影大人为什么不说话了？您到底要怎么处理漩涡鸣人？能不能在这里给我们一个答复？是啊，您每次都用这些话搪塞我们，过后那个妖狐小鬼还是会活蹦乱跳的出来害人。今天您要是不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就在火影大楼前围着不走。村民们一拥而上，将猿飞日斩围了起来，直接摆出了如果猿飞日斩不给他们一个明确的答复，他们绝不善罢甘休的态度。被众人围在最中心的猿飞日斩可以随时用瞬身术离开，但他心中清楚，如果自己在这个时候逃跑，自己在村民们心中的形象将会彻底崩塌。到时候别说鸣人这次事件，闹不好连自己的火影之位都会被迫下台。村民们越吵声音越大，最后处绝漩涡鸣人的声音如同海浪般一浪接着一浪在火影大楼前拍打。看着汹涌的民意，猿飞日斩身旁一个精锐暗部悄悄在他耳边说道：火影大人，要不要我们出手驱散这些村民？猿飞日斩闻言瞪了这名暗部一眼，后者立刻闭上了嘴，向后退了一步。他收回视线，眉头紧锁，这时候确实要驱散这些村民，但绝不能让自己这个火影的直属暗部来做。这时他想到了宇智波警务部，这种得罪人的事让警务部来处理是最好的，他们对这些事有经验。让暗部悄悄离开去找宇智波警务部，随后猿飞日斩跟村民们打起了官腔，先安抚住村民，用以拖延时间。没过多久，暗部回到了猿飞日斩身旁，随后对他小声耳语了几句。猿飞日斩面上笑嘻嘻，心里已经骂上了街。警务部忍者竟然拒绝出警，理由是警务部人手不足，不方便出手，还请火影自行处理。猿飞日斩心中暗骂这帮红眼病，平时天不怕地不怕，跟个二傻子一样四处惹事，怎么到关键时候就怂了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就不能学团藏一心一意背锅到底吗？看来宇智波是靠不上了，团藏那边就更不用想，这家伙就算愿意来，自己也不敢用。一来是这家伙下手没深没浅，万一驱散村民的时候闹出人命就更惨了；二来是这家伙虽然名为根部，实际上也用着暗部的制度，村民们可不知道根部与暗部的区别，万一把团藏的根部也认成了自己的暗部，那锅不就又回到自己身上了吗？万般无奈之下，猿飞日斩只好对身旁的暗部悄悄说道：
把鸣人悄悄带到火影大楼中，在那里有一个我的影分身，把鸣人交给他。鸣人可不知道火影大楼前发生的事，此时的他正捧着一本书认真观看。火影世界的世界观跟前世有很大的区别，虽然自己拥有前世的见闻，但入乡随俗，这个世界的知识还是要学一些的。因此他这段时间只要一有空闲，便去图书馆悄悄借一些书回来。此时的鸣人已经可以使用一些传说中超级赛亚人的力量，只要他控制好情绪，使用这些力量就不会暴走。至于现在的自己实力有多强，他心里也没有个数，毕竟没跟人交过手，他也不好推测。但可以确定自己现在的实力，打一些下人肯定是绰绰有余的。至于中忍和上忍，他也没有接触过，具体也不好说。就在他认真读书时，一名面戴狐狸面具的白发暗部忍者突然出现在他的房间中。白发面具忍者没有废话，站住身形后直接对鸣人说道：“跟我走一趟吧，火影大人要见你。”随后他就站在原地等着鸣人起身跟自己走。没想到鸣人理都没有理他，自顾自翻着手上的书本，连头都没有抬。白发暗部有些不悦，他的名字叫做齐木卡卡西，曾是木叶村4代火影的学生，同时也是木叶白牙的儿子。自从第3次忍界大战中他失去了2名队友，并且在九尾之乱中失去了老师和师母后，他就将自己的感情完全埋没于心中，成为了彻底没有感情的工具。卡卡西十分清楚面前的金发小鬼是自己老师的儿子，但那又能怎么样？忍者一切以任务为主，鸣人如果不配合，那他也只能亲自动手了。正当他伸手要将鸣人带走时，只见鸣人轻轻将手中的书放在桌子上，随后站起身说道：“好了，别动手，我跟你走。”卡卡西点了点头，对方既然配合，那是最好不过，他也不想对自己老师的儿子动粗。跟着齐木卡卡西一路朝火影大楼走去，鸣人笑了笑打听道：“请问你知不知道火影大人找我有什么事？”走在前方的卡卡西连头都没回，语气冷漠道：“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鸣人摸着下巴仔细回想了下，自己最近好像没得罪过什么人，除了打过一堆熊孩子和一堆熊家长，还有几个想找麻烦的下人，不卖给自己菜的菜市场大妈，公园里对自己随地吐痰的老大爷，还有几个木叶村的街溜子外，他好像也没惹过什么人。这袁飞日斩找自己有什么事呢？不过他把这些事先放到一旁，抬头看着前面这个冷漠的白发忍者，这标志性的白色头发和那个银狐面具，他一眼就认出了对方的身份。这个时期的卡卡西是性格最冷漠的时候，甚至比成为波风水门学生之前还要冷漠。他还记得原著中这家伙加入过根，但好像没多久就退出了。对于齐木卡卡西这个人，鸣人丝毫没有过埋怨，自己跟他也没什么关系，顶多就是对方在自己的便宜老爹手下当过学生。这种师生关系可不是自来也跟鸣人那种师徒，只是单纯的学校老师跟学生的关系，还指望着这种学生照顾老师的儿子，那就有点道德绑架了。鸣人自己就是个没什么道德的人，自然也不会用道德绑架别人，因此他并不在乎卡卡西是否会出手帮助自己，人到最后还是要靠自己的，别人都靠不住。很快卡卡西便带着鸣人从火影大楼的后门进入，随后左拐右拐找到了猿飞日斩的影分身。猿飞日斩的影分身刚一见面便挥退了卡卡西，随后将鸣人拉到了角落，跟他说起了火影大楼外的事。猿飞日斩苦口婆心道：“小鸣人呐，我也知道这件事不怨你，但现在不是讨论谁对谁错的时候，听火影爷爷一句劝，出去跟村民们鞠个躬道个歉，然后我再从村子的财政中掏出一笔钱安抚一下外面的村民，这件事也就过去了。小鸣人，你觉得怎么样？”鸣人心中冷笑，还拿村子的钱安抚一下村民，估计那是自己父亲死后被吞没的财产吧。而且那帮熊孩子的家长居然恶人先告状，来找猿飞日斩吃公道。这帮家伙不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反倒过来想教育自己，真以为猿飞日斩就能把自己压住了？不过他并没有把心中的想法展露出来，对猿飞日斩说道：“放心吧，火影大人，这件事我一定帮你解决得漂漂亮亮，绝不让你有一点损失。”猿飞日斩欣慰地摸了摸鸣人的头，这孩子真是跟水门一样聪明懂事。接下来要怎么安排漩涡鸣人呢？将对方留在暗部培养应该是个好方法，就让自己的长子猿飞星之助成为他的老师吧，这样也能把这个孩子彻底绑定在自己这辆战车上。将来自己的儿子继承火影之位，鸣人就会是他手中最锋利的刀。打着如意算盘的猿飞日斩解除了影分身，随后站在火影大楼门口的猿飞日斩本体收到了记忆，嘴角微微勾起。没过多久，鸣人在火影大楼中走出，满脸微笑地走向木叶村民。刚刚被猿飞日斩安抚下来的村民瞬间又炸开了锅，纷纷指着鸣人咒骂不止，恨不得上来直接将鸣人撕成碎片。猿飞日斩见状，刚想上来解释，只见鸣人面色一沉，对着骂自己的村民们吼道：“都给老子闭嘴！谁再敢骂一句，老子直接把你嘴抽歪！”场面瞬间安静下来，刚才还气焰嚣张的村民们在与鸣人对视的一瞬间，纷纷错开了眼神。别看这帮家伙气焰嚣张，实则全是外强中干，真碰到了鸣人这种不服就干的也打怵。这时猿飞日斩面色冷了下来，不是说好给村民们道歉吗？鸣人这个家伙为什么态度如此嚣张？而且他觉得鸣人在自己的面前如此嚣张，有损自己的火影威严，于是面对着漩涡鸣人沉着脸道：“鸣人，你怎么能这么没有礼貌呢？”“还不！”鸣人直接打断道：“
你个老比，等给我闭嘴，跟你没关系，就在旁边给我听着，别没事找骂。袁飞日长何时被如此臭骂过？就连他的老师二代火影，在他小时候都没有这么训斥过，瞬间便被鸣人给骂懵了，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身旁的暗部闻言便想出手教训鸣人，但被袁飞日展出手拦了下来，似乎是有自己的考量。鸣人可没有给他们思考时间，直接指着那帮学生家长骂道：“你们这帮王八蛋，就看到我打你们家孩子了，没看到你们家孩子拿石头扔我？你们自己不好好教育孩子，反倒过来教育我，你们配吗？我告诉你们，回去好好教育你们家孩子，否则下次再让我见到他们出来欺负人，我见他一次打他一次，见他10次打他10次，连你们一起打，听懂了吗？”鸣人说话时身上的杀气展露了出来，这杀气十分微弱，在场的暗部忍者随便拎出一个杀气都比鸣人重上10倍，但就是这么微弱的杀气，却将一众木叶村民们吓得噤若寒蝉，一个个低着头，嘴巴颤抖，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缓解尴尬。过了片刻，村民中一个被鸣人打过的学生家长口中小声嘟囔了一句：“我该给孩子做饭了。”随后转身一溜烟消失在众人面前。其他村民见状也都有样学样，一边小声嘀咕，一边像菜市场散摊一样朝着四面八方一哄而散。看着消散的人群，鸣人对着袁飞日展耸了耸肩道：“看吧，火影大人，我说我能漂漂亮亮解决这件事，你看这次解决的漂不漂亮？如果没有其他事的话，我就回去继续看书了。”说完，鸣人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朝着自己家的方向走去，沿途路过的村民纷纷撇过头，不敢跟鸣人对视，生怕这个妖狐一怒之下再打自己一顿。最终望着消失在视野中的鸣人，三代火影不知该说什么，只能叹了口气，随后叫保护鸣人的暗部多加小心，以后再碰到类似的事情赶紧驱散人群，别让鸣人再出手惹事。回到火影办公室后，袁飞日展发现团藏这个家伙竟然站在落地窗前，一想起之前对方跟自己隐瞒九尾的情报，袁飞日展的火腾的一下又上来，张口便要开骂，谁知团藏先他一步说道：“这个小鬼真是太适合来根部了，快叔哥，心狠手辣，脸皮又厚，没有任何亲人，没有任何顾忌，对于他人的眼光可以做到完全无视，简直是完美的根部成员。日展，之前你说把这个小鬼交给我，那些话还算数吧？老夫可以保证，一定会把他训练成木叶最锋利的一把刀。”袁飞日展陷入了沉思，刚才他还想将鸣人培养成新支柱的得力部下，但看鸣人的性格，这个打算估计要落空。随后他看了一眼团藏，交给这个家伙也没什么不好的，抹杀掉鸣人这嚣张的性格，也能更好的为木叶所用。其实袁飞日展对于鸣人的实力是有明显错判的，在他看来，暴走下的鸣人实力确实很强，不过也就跟精英上忍差不多，远远没有到达尾兽的程度。而他衡量的标准则是宇智波富岳，在对方的口中，鸣人暴走后跟他的实力是不相上下。袁飞日展理所当然觉得鸣人暴走后的实力只有精英上忍程度，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宇智波富岳根本就不是精英上忍实力，而是实打实的影级强者。而且鸣人当时只是浅度暴走，很快便恢复了意识，因此没有展露更多的实力。于是袁飞日展便产生了错觉，觉得鸣人暴走虽然强大，但也不过如此，交给志村团藏完全没有什么风险。最终袁飞日展同意道：“明天我就派人把他送进你的根部，这次你可别再像上次一样放我鸽子了。”骂完人后的鸣人神清气爽，他早就看这帮村民们不顺眼了，整天找自己麻烦过后，还觉得他们自己才是受害者，真是双标。回家这一路街边的路人纷纷远离，鸣人也懒得搭理这帮家伙，能别来找自己麻烦最好。就在这时，鸣人无意间朝路边看了一眼，结果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一头黑色短发，穿着一身雪白的和服，两只眼睛通透雪白，此时正满脸羞红的趴在电线杆后面偷看鸣人。鸣人眼前一亮，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向着雏田走，招呼道：“雏田，你怎么在这里？”见鸣人走来，雏田有些扭捏的从电线杆后走出，随后对鸣人道：“鸣人君，好久不见。”鸣人道：“怎么又是你一个人出来？是又走丢了吗？”雏田慌张解释道：“没有，我只是路过。”日向雏田脸越说越红，最后头顶冒起了蒸汽，转身便跑。鸣人看傻了，他还是头一次在现实中看到人的脸能够那么红，而且自己只是打个招呼而已，雏田他至于吗？本来还想着，要是对方又迷路了，可以送对方回家，这下自己还要不要跟着对方？要是不跟着，万一对方又走丢，出现什么危险可怎么办？要是跟着，会不会被认为是居心不良的痴汉？正当他纠结时，不远处一声大喝传来：“你这个可恶的混蛋，竟敢欺负雏田大小姐，吃我一发柔拳！”鸣人转头看去，一个身穿和服、长头发的白眼小男孩挥掌便朝着自己拍来，那速度快得宛如蜗牛，那力量强得宛如棉花。鸣人真不知道要给这一招起个什么名字，最终决定了，就叫他看上去很有气势，实际上没有什么伤害掌法。看到这个小男孩时，鸣人便猜到了对方的身份，这应该就是自己大舅哥日向宁次，额头上系着绷带，看来是已经种好笼中鸟之印了。轻描淡写的躲过了对方的攻击，鸣人摸着下巴评估对方的实力。说实话，
宁次的发力技巧已经算是有模有样，招式打起来非常标准。美中不足的就是宁次的查克拉太微弱，那查克拉就跟小火苗一样，稍微用些力气都有可能自己灭掉，打到人身上怎么可能有伤害呢？但毕竟对方的年纪只有4岁，拥有这样的实力，足够吊打很多同龄人了。没错，吊打幼儿园小班的小朋友们。宁次对着鸣人打了总有10几发柔拳，但都被鸣人轻松躲过，没有打出任何伤害的同时，把自己还累得够呛。就在他弯着腰喘气的时候，鸣人上来拍拍他的后背，安慰道：“慢慢打，别着急。”宁次被气得咬牙切齿，没打到这个混蛋也就算了，对方居然还在这里说风凉话，真是气得他肝都疼。就在这时，冷却完毕的雏田跑了回来，一边跑一边说道：“宁次哥哥，鸣人君，你们住手，不要再打了。”随后，雏田对宁次介绍了下鸣人。当得知鸣人曾经救过雏田时，宁次审视地打量了几眼鸣人，思索片刻后道歉道：“十分抱歉，刚才是我误会了你。”鸣人看着宁次摸了摸下巴，自己要是这么原谅了对方，是不是显得有些太双标？之前那些找自己麻烦的小孩拿石头砸自己，自己就把他们打进了医院。现在宁次直接用柔拳轰自己，就这么原谅了对方，那也太对不起之前那些孩子了。随后他自嘲地笑了笑，自己管那些家伙的死活干嘛？宁次这是纯纯的误会。而那些小屁孩就算不来找自己麻烦，也会去霸凌其他孩子。雏田就是证明。看着站在原地摸着下巴，不知道在思考着什么的鸣人，宁次对雏田小声问道：“你的朋友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傻站在那里不动了？”雏田诺诺地解释道：“可能是在思考着什么吧。”随后他小脸通红地看着鸣人，陷入沉思的鸣人也好帅啊。跟宁次也算不打不相识。之后，鸣人跟着兄妹俩一起在街上逛了逛，硬着头皮请雏田和宁次吃了一顿后，将二人送回了日向族地。挥手告别后，目送着二人进入日向大宅，低头看了眼自己空空如也的钱包，鸣人叹了口气：“男人就是个死要面子的物种。人家两人，一个日向大小姐，另一个虽说是分家，但也有个上人老爹。自己一个靠着领救济金生活的木叶孤儿，硬着头皮请这俩大户吃饭，面子这东西真是害人不浅啊。但自己毕竟有个成年人的灵魂，让这俩小屁孩请客，心里总有些过意不去。”就在走过一个拐角时，鸣人转头看向了小巷子一个阴暗的角落，在那里，一双白眼闪烁着妖异的光辉。一名负责保护日向雏田的分家日向忍者正用着冰冷的眼神看着鸣人，二人视线短暂对视，随后分家忍者嗖的一声消失在了阴暗的角落中。看着对方消失的位置，鸣人不禁撇了撇嘴，上次就是因为这个家伙不务正业，雏田才会走丢，然后被人欺负。这个家伙不想着提升自己业务能力，一路上竟用着杀人的眼神盯着自己看，用防贼的目光看着自己，真是不识好人心。而且这家伙拽什么拽？再牛掰不就也是个保镖吗？以为自己没有保镖吗？自己也有好几个保镖。随后他又看向左边一棵大树上，此时那棵不起眼的大树正有4个暗部躲藏在其中。被注视的奇木卡卡西有些惊讶，这个老师的儿子不简单啊。鸣人并没有多关注，看了一眼便转身离开。他还要再去菜市场买一些菜回来，冰箱里的存货快没了，多准备一些菜，免得经常外出，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哎，要是卡卡西他们这几个暗部能帮自己买菜就好了。一夜无话，第二天一大早，卡卡西便来到了鸣人的房间中，还是昨天的位置，还是昨天的场景。卡卡西如同鬼魅般顺身到了鸣人家的客厅中。鸣人看了看大门，随后又看了看窗户，全都关得好好的，这家伙到底是怎么进来的？顺身术他记得是一种高速移动术而已，对方怎么就用出了时空间忍术的效果呢？难不成是偷偷打开门，然后一直趴在哪个角落隐藏，等时机成熟了一个顺身来到自己面前装逼？就在他胡思乱想时，戴着狐狸面具的奇木卡卡西冷漠说道：“火影大人有令，跟我走一趟吧。”鸣人指了指桌上的牛奶和面包说道：“等我吃完早餐再说。”卡卡西点头说道：“可以。”鸣人拿起面包便吃了起来，一边吃还一边思考，这次元飞日斩教自己到底是有什么事？难道又有人把火影大楼给围了，想找自己的麻烦吗？这帮家伙到底有完没完？消停的过自己的日子不行吗？非要来找自己的麻烦，他们可图什么呢？没过多久，鸣人便吃完了早餐，洗了洗手后，跟随着卡卡西走出了家门。卡卡西在前方带路，鸣人在后边跟随，两人都没有说话，气氛有些尴尬。很快，鸣人便注意到了不对劲，他对着卡卡西问道：“这不是去火影大楼的路，这个方向是往村外走吧？你要带我去哪里？”卡卡西敷衍道：“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鸣人皱了皱眉，察觉事情并不简单。随后二人走出了木叶村，来到了木叶外的一片森林中。这里人烟稀少，树木浓密到抬头看天空都只能隐隐看到一些亮点。只见卡卡西走到一棵粗壮的大树前，随后伸手在树上一个不起眼的位置用力一按，咔！只见这棵粗壮的大树，树皮如同对开门冰箱一般打开，露出了一条蜿蜒向下的旋转楼梯。鸣人眉头紧锁，这难道是暗部基地吗？卡卡西带自己来这里，莫非三代是想要自己加入暗部？这时卡卡西说道：“下去吧，有人在下面等着你。”鸣人皱眉问道：“你不下来吗？我还有别的任务。你下去后自然会见到找你的人。”鸣人想了想，随后嘴角勾起，自己一个传超赛亚人有什么好怕的？
大不了自己就给他来个暴走，让木叶感受下被发狂的赛亚人支配的恐惧。毫不迟疑地走进地下通道，卡卡西将树再次恢复原样，随后看着大树发呆。他其实很讨厌来到这个地方，更讨厌见到下面的那个人。志村团藏就是这个家伙，当初放出谣言逼着自己父亲自杀。曾经他还埋怨过自己的父亲，认为那是个选择保护同伴而导致任务失败的废物。为此他一度以父亲为耻，直到他遇到了宇智波带土，对方用实际行动告诉了他忍者的含义。之后他加入过暗部，随后又转入根部，再之后又回到暗部。在这两个部门反复横跳了这么久后，他也总算是把当年的事情调查清楚。所有的证据都表明，陷害自己父亲从而逼他自杀的就是志村团藏，这个家伙才是自己所有痛苦的罪魁祸首。只见他双手握拳，指节捏得发白，最终要缓缓放下，转头离开。知道了这些又能怎么样呢？难道下去跟对方拼命吗？自己只是个普通的暗部忍者，无论是实力还是地位都跟对方相差甚远。与其胡思乱想这些，还不如把这些全部忘记。至于鸣人，只能希望对方自求多福了。运气好能像自己跟大河一样回到火影大人这边，运气不好就是被抹杀人格，一辈子成为一具行尸走肉。他抬头看着被浓密树叶遮挡的天空，这就是忍者的命。鸣人顺着旋转楼梯不断向下，这里的光线异常昏暗，只有墙边摆着的几根蜡烛能够发出微亮的光芒。走到旋转楼梯尽头后，面前是一条漆黑的隧道，路旁有着微弱的烛光，但是道路尽头却是一片黑暗。鸣人心中有些忐忑，这种场面随时蹦出来一个披头散发的阿飘，吓自己一跳都不稀奇。这帮忍者也不知道是什么爱好，总爱玩这些阴暗的东西，就不能建个玻璃阳光房吗？向着漆黑走廊的尽头走去，没过多久，只听走廊尽头传来了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鸣人停下脚步，因为走廊尽头的黑暗中突然走出了一个人影。这个人右脸以及右臂绑着绷带，似乎是受过重伤，黑色短发，满脸皱纹，年纪大概50-60岁左右，左手拄着一根拐杖，每走一步都要用拐杖向前敲击一下。鸣人瞬间认出了这个人的身份，这是木叶国王志村团藏啊！这个家伙出现在这里，也就是说这里并不是暗部基地，而是根部基地。鸣人感觉很惊讶，卡卡西居然带自己来根部基地，这是什么意思？打死他都没有想到，猿飞日斩居然想要让他加入根部。原著中木叶一旦有个好苗子，不应该是3代老头跟志村团藏互相抢吗？像什么卡卡西、宇智波鼬、宇智波直水、大河，这些人一旦被发现，3代跟志村团藏就像是某声音的导师一样，疯狂给天才们转身，怎么到了自己这儿3代一脚就给自己踹到根部来了？其实3代也曾想过让鸣人加入暗部，但他总觉得鸣人的心中有着难以化解的黑暗。说人话就是他觉得鸣人不太好洗脑，好像也不是个会乖乖服从命令的主。这种刺头团藏想要就赶紧给他扔过去，免得留在暗部，哪天再给自己脚扎个窟窿。见到鸣人那副震惊的表情，志村团藏板着脸问道：“你知道老夫的身份？”鸣人先是摇了摇头，这一世他一直在家里做宅男，怎么可能听说过志村团藏？随后他又觉得说谎不好，自己一个传说中的超级赛亚人，犯得上跟这么一个阴沟里的臭老鼠说谎吗？随后他又坚定地点了点头，表示他知道对方是谁。这套操作属实把团藏给弄不会了。你这一会儿摇头一会儿点头的，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随后他没有理会鸣人，自顾自说道：“漩涡鸣人，从今天起你就是我根部的成员，而老夫就是根部的首领，木叶村的长老志村团藏。自今日起，你将会失去名字，失去感情，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你的后半生将会深深地埋藏在泥土中，扎根大地，成为给木叶输送养料的一份子，在暗中守护木叶。你听明白了吗？”鸣人摇了摇头，对方嘀了嘟噜说：“这一长串，能听明白就有鬼了。不过大概意思他听懂了，就是想要拉自己入伙，还要自己白打工，不给自己发工钱，而且还终身合同制。这种条件要是有人能答应，那真是傻子。”见鸣人摇头，志村团藏冷着脸，随后语气淡漠道：“现在不明白不要紧，很快你就会明白根部存在的意义与根部的伟大。”爆嗖！一个戴着豹纹面具的黑衣根部忍者瞬间来到团藏面前，随后单膝下跪恭敬道：“团藏大人，请您吩咐。”志村团藏一指鸣人道：“从今天起，由你来负责训练他，要按照最严格的标准。”豹低声回答道：“遵命，团藏大人。”随后豹站起身来到鸣人身边，刚要伸手来抓住鸣人的肩膀，只见鸣人轻轻一闪身，便避开了对方抓来的大手，一把抓空的豹非常惊讶，要知道他可是一名上忍，即便是随手一抓，也不是一个3岁小鬼能够躲开的。志村团藏也很惊讶，随后心下便已了然，情报上说这小鬼暴走后拥有精英上忍级别的实力，如今看来，即便不暴走，这个漩涡鸣人也不简单。团藏这下来了兴趣，他想用豹来测试一下，看看漩涡鸣人暴走之后实力究竟如何。豹用眼角余光偷偷瞄了一眼志村团藏，见对方没说话，只是冷冷地望着自己，当下便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只见他身形一晃，便来到了漩涡鸣人面前，随后抽出了背后的忍刀，朝着鸣人的脖颈处一刀砍下。根部忍者出手就是这么凶狠，即便是测试实力，也招招奔着对方要害去，从来不会手下留情。见到砍来的长刀，鸣人眉头一皱，
这个家伙是真奔着杀死自己来的，只是切磋而已，这家伙至于吗？只见鸣人右手握拳，随后伸出了一根食指，传超赛亚人的绿色能量附着在食指上，随后将食指轻轻立在脖颈左侧。叮！只听一声脆响，在爆惊骇的目光中，他手中锋利的长刀砍在漩涡鸣人手指上，如同砍在实心钢铁一般，丝毫不得寸进。而在一旁观战的至尊团藏见状，眼前一亮，这就是情报上说的那种绿色查克拉吗？确实非常强大。要知道，查克拉的质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虽然是一种超自然力量，但它的密度更像是蒸汽，平时呈现气态。普通忍者的查克拉在体内流动，就像是一股气体一样，只有将它施展成为忍术，它才具备质量，从而形成破坏力。只有密度足够大的查克拉，才能够真正达到抵挡刀剑的程度。比如尾兽就拥有密度极高的查克拉。至于云隐村的雷顿之铠，则算是一种性质变化的产物，并不在查克拉质量的计算行列中。被鸣人用手指挡下长刀的豹，仅仅吃惊了片刻，便再次挥刀向鸣人砍来。他就不信以自己上忍的剑术水平，难道还砍不死一个小鬼吗？但结果却令他失望了。无论他从任何方向以任何刁钻的角度向鸣人砍来，对方都会提前察觉，并且用那根被强化过的手指挡住自己的攻击。经过了数百次的挥砍后，豹收刀向外跳开。他已经清楚，面前这个小鬼实力并不在自己之下，绝不能等闲视之。刚想结印使用忍术，至尊团藏冰冷的声音却在他耳中响起：“真是个废物，退下吧。”豹紧咬牙关，显得十分不服气。但团藏大人的命令是绝对的，他只好再次隐藏于阴影中。空旷的场地内再次只剩下了团藏和鸣人。二人对视了片刻后，至尊团藏感慨道：“不愧是水门的儿子，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实力，真是完美的继承了你父亲的优秀基因。”感叹完后，团藏便等着漩涡鸣人询问。他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抬头仰望着漆黑的天花板。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地下基地内整整沉默了将近3分钟后，至尊团藏才又低下头看着表情古怪的漩涡鸣人：“你为什么不问？难道你不好奇你的父亲是什么人吗？”团藏十分疑惑，平时用这招对付那些涉世未深的天才忍者无往而不利，怎么这个小鬼就不上当了？鸣人瞪着死鱼眼，没好气说道：“不好奇，你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说完，鸣人转身便要原路返回。他还以为是三代火影找他有什么事儿呢，闹了半天是这个老阴货想来拉自己入伙。早知道自己就不来了，这不浪费自己感情吗？至尊团藏看着鸣人的背影，随后不屑一笑。进了他的根部基地，还想全身而退，这小鬼未免想得太简单了。只见团藏挥了挥手，瞬间阴影中钻出10多名手持忍刀的根部忍者，把鸣人团团围住。见到去路被围后，鸣人笑了笑，果然这老东西没那么容易放自己离开。不过有件事他还是想确认一下。他转回身对着至尊团藏问道：“你真想让我加入根部？”团藏板着脸说道：“没错，漩涡鸣人，你的命运早已注定。”鸣人点了点头，随后说道：“让我加入根部也不是不行，不过我们要提前说好条件，免得以后谈崩了大打出手，对大家都不好。首先，我加入根部后不是你的手下，你也别想命令我，我跟你的地位是平等的。其次，根部的资源要任由我随意调度，无论是金钱、忍术还是人员上，我都要跟你拥有同等的调配权。而与之相对的木叶有难时，我也会出手相助。之后就生活在你这根部基地里，根部所有的关键情报都要与我分享，而我也要拥有随时离开这里的自由。只要答应我这些条件，我立刻加入；不答应，我现在转身就走。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觉得怎么样？”问团藏觉得怎么样？团藏现在想杀了鸣人，这小王八蛋拿他的根部当什么了？还要跟自己平起平坐，还要金钱忍术任他调度，还要所有情报与他分享，最关键的是还要拥有根部人员的调动权。干脆这个根部首领让你来当好了。这条件哪是来加入根部的，分明是想来当根部首领。他至尊团藏在忍界混了这么多年，要是答应了这种条件，那他还有什么脸面在忍界混？别说是这小王八蛋，就连日展都没能力将手伸进自己的根部，他又怎么会答应这种条件？深吸一口气后，他又冷静了下来，随后面无表情地对着漩涡鸣人道：“果然，你这种小鬼不给些教训是不会老实的。”随后他对着根部忍者命令道：“动手吧，让这个小鬼看看根部的恐怖。”随着团藏的命令声落下，10多名根部忍者迅速展开队形。擅长体术或刀术的忍者在前方当作肉盾，擅长忍术以及幻术的忍者在远程进行袭扰输出。鸣人也不甘示弱，绿色能量充斥了他的全身，双方大战一触即发。这些根部不愧是3代火影手中完美的黑手套，各种忍术秘术层出不穷，像什么奈良一族的影子模仿术，可以将纸上画作变为现实的超兽伪化秘术，还有有女一族的控虫忍术，只要是木叶叫得上名字的忍术秘术根部几乎都有。而且这些人配合起来非常默契，一轮又一轮攻击连绵不绝，时不时还会有幻术对鸣人进行偷袭。不过鸣人也不是吃素的，再怎么说他也是传超赛亚人，即便需要抑制情绪，只能控制很少一部分的力量进行战斗，他的气质量也远远要强过忍者的查克拉。这些忍者无论是什么攻击都很难打穿鸣人的防御，即便是幻术一类精神系的忍术也无法伤到鸣人的本体。
此时的鸣人宛如被套在小型的须佐能乎中，绿色能量将他严密地保护起来，进可攻，退可守，让一众根部忍者十分头疼。不过根部忍者拿鸣人没有办法，鸣人也奈何不了这些根部忍者。这帮家伙配合得非常默契，而且一个个灵活的跟跳蚤似的。他好不容易抽出时间想要用气功炮切后排，结果这帮后排一个个都像无 CD 闪现一样，嗖就没影了，根本打不动。一边无法打破鸣人的防御，另一边抓不住满地跳蚤，双方你来我往，看似打得激烈，实则已经僵持住，谁也奈何不了谁。看着能跟自己手下僵持住的鸣人，团藏十分满意。水门的儿子天赋比水门还要高，只可惜思想有些扭曲，需要先纠正这小鬼的思想，然后才能为我所用。正当他站在阴影中观察鸣人时，突然身旁出现了一个面色惨白的长发身影。团藏看了看旁边黑色长发的男人，随后冷哼道：“大蛇丸，你不在实验室做研究，来这里做什么？”大蛇丸一对金色树瞳死死盯着不远处的鸣人，对着团藏敷衍道：“不过是听到动静，出来看看热闹而已。你放心吧，在离开木叶前，我会把你的手臂做出来的。”团藏皱眉说道：“你要离开木叶？”呵呵，团藏长老真是明知故问，我要不要离开木叶，你应该比我清楚才对。之前我的那几个实验基地，除了我之外，只有你知道。袁飞老师的暗部居然会找到那几个基地，不是你透露给袁飞老师的，还能是谁？大蛇丸说话时，眼睛从没在鸣人身上离开过，似乎是对鸣人非常感兴趣。这段时间对于鸣人血肉的研究让他收获颇丰，他发现鸣人的血肉之中拥有着比柱间细胞还要隐晦而强大的能量。这种力量十分隐晦，不像查克拉那样明显，但质量却异常恐怖。他曾经将鸣人的细胞给实验品移植过，然而那些实验体在被移植了鸣人细胞后，没过多久便爆体而亡。他以为是普通人体质太弱的原因，但换了几个流浪忍者后，情况仍然相同。那些流浪忍者同样承受不住血肉中的力量，爆体而亡。这就令大蛇丸感兴趣了。要知道，普通人跟忍者之间的体质差距非常巨大，柱间细胞也不过是能同化忍者的细胞，而鸣人细胞则是直接引爆了忍者的身体，可见其威力之强。本想离开木叶前找个机会多弄一些鸣人的细胞，没想到鸣人这个本体就送上门了，真是天赐良机。团藏看出了大蛇丸的心思，能让大蛇丸感兴趣，看来鸣人的血迹献界不简单呐。随后他眼珠一转，对着大蛇丸说道：“大蛇丸，想要获得漩涡鸣人这个实验品吗？”这时大蛇丸才有兴趣转过头看向团藏道：“你愿意把鸣人君让给我？”团藏点点头道：“可以让你研究一段时间，但你离开木叶的时候不能带走。”大蛇丸笑了笑，随后道：“条件呢？你可不是个助人为乐的人，说你没有所求，我是不相信的。”团藏冷笑了声道：“条件也很简单，我要你给老夫移植的那只手臂里也加入这个小鬼的血迹献界。”没错，团藏也看中了鸣人身上那股绿色能量，这股力量防御力非常强大，跟他所熟知的宇智波终极瞳术须佐能乎非常相似。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他当然是想要将宇智波的须佐能乎得到手，但宇智波已经几十年没有再出现过万花筒写轮眼，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将主意打到鸣人的身上。大蛇丸短暂思考后便答应了对方的条件。鸣人君的细胞排异反应并没有柱间细胞那么强烈，想要让团藏这个家伙获得鸣人君的力量并不困难。他心中冷笑，鸣人君的细胞好移植，但可不好控制。这个家伙移植了细胞后，发现自己随时会有爆体而亡的风险，到时候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呢？随后他将这些全都抛到脑后，自己替这个老家伙担心什么？现在最重要的是将鸣人君弄到手。得到团藏的允许后，大蛇丸果断出手。啊，不对，出头！只见他的脑袋弹射起步，脖子伸得老长，直奔鸣人的脖颈而去。这一幕异常恐怖，在鸣人的视角里，就是阴影中突然飞出了一个黑长直头发的脑袋，后面还跟着长长的脖子，直奔自己咬来。大蛇丸毕竟是老牌影级强者，而鸣人可以调动的实力有限，再加上他被这么多根部忍者牵制，一时不察，竟然被大蛇丸的毒牙咬破了防御。牙齿咬在鸣人的脖颈上，咒印之力顺着大蛇丸的毒牙钻入了鸣人体内。钻心的疼痛感传来，鸣人只觉一股杂乱无章的力量从脖颈处朝着身体扩散。麻蛋，大意了，没有闪。他怎么都没有想到，阴影里居然还埋伏了个大蛇丸。这种在忍界的成名多年强者，居然还要偷袭自己。这个家伙不讲武德，来偷袭他这个3岁的孩子，这好吗？这好个这吧！这帮忍者怎么一个比一个不要脸？打自己这么一个3岁孩子，还要搞偷袭？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咒印施展完毕后，大蛇丸的脑袋缩回了阴影中。随后，长得跟刚从棺材里蹦出的死人一样的大蛇丸从阴影缓缓中走了出来。鸣人用右手捂着左肩膀，随后用气将咒印的力量死死压制住，最后全都逼在肩膀上，让他无法扩散全身。做完这些后，鸣人抬起头看着已经走到自己面前的大蛇丸。此时大蛇丸面带笑容，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对鸣人说道：“你好，鸣人君，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做大蛇丸。不知道我是谁没有关系，因为你马上就要成为我的实验品，我们有很多时间相互了解。”鸣人冷笑道：“你还挺客气，看来你们是真把我当软柿子捏了。
一个说要让我当工具人，另一个让我当试验品，不给你们点教训，你们是不长记性啊！鸣人已经彻底看透了大蛇丸和团藏这些人，这就是一群不被打一顿绝对不服的倔驴。随后他思考起来，这里的位置，这里跟木叶有4、5里地的距离，而且人迹罕至，即便自己在这里暴走，估计也不会伤到什么人。想到这儿，他嘴角微微勾起，这帮家伙不见棺材不掉泪，是时候给他们一点教训了。只见绿色能量将鸣人的身体缓缓托起，最终鸣人升到了跟大蛇丸对视的高度。平视后，鸣人笑道：“之前你们就造谣我是妖狐，现在还想抓我当实验品，没完了！看来你们真是想跟我拼一下，跟我漩涡鸣人拼。你们有那个实力吗？现在我给你们一次机会，给我道歉，再赔了我一笔钱。之前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否则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你们不是想把我训练成最强的武器吗？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最强的武器。”大蛇丸看着自言自语的鸣人，刚开始只是冷笑，最后大笑出声，就连在阴影中的团藏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本来还以为这漩涡鸣人是水门那种冷静的天才，没想到居然是漩涡9星带的那种不靠谱的逗逼。都这个时候了，还对大蛇丸威胁，说的好像他占上风一样，也不看看自身情况。都自身难保了，还跟大蛇丸装逼。不过也可以理解，毕竟是个3岁的小鬼，嘴硬不服输是正常的。不过这种小鬼也最好处理，根部有着一套完整的洗脑方法，他相信经过根部的调教后，这小鬼一定会变得异常听话。根部忍者们面无表情地看着鸣人和大蛇丸，他们早就被抹杀了情感，并不能读懂大蛇丸的笑点在哪里，但他们此时已经明白团藏大人的意思，既然大蛇丸出手，那就没有他们的事了。一众根部忍者收刀归鞘，而大蛇丸笑腻了后，也准备带走鸣人。只见他抬起右手，几条手臂粗细的灰蛇从他袖口钻出，随后将鸣人缠了起来。笑话就说到这里吧，接下来我们要去实验了，鸣人君。正当他想拖着鸣人回实验室研究时，突然感觉自己的右手好像被什么人抓住了，回头观望，原来鸣人不知用了什么方法挣脱了灰蛇，随后左手抓住了自己的右手腕。而大蛇丸也注意到鸣人的双眼，此时早已失去了瞳孔，变成了纯白的眼球。看着双眼发白的漩涡鸣人，大蛇丸非但没有感到害怕，反而舔了舔嘴唇，满脸兴奋之色。这就是情报中暴走状态的鸣人君吗？有趣，他倒要看看暴走状态下的漩涡鸣人到底有多强的实力。听说宇智波富岳单枪匹马与对方打了个平手，想必也没有多少实力，不过还是陪对方玩玩吧。而在一旁观战的团藏也发现了鸣人处于暴走状态，他也同样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暴走的鸣人，不知道这个小鬼暴走后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实力。随即他又笑了笑，还能有多强的实力，不过是变得没有了智慧而已。忍者的力量更多的是靠着战斗经验以及智慧，像野兽一样随意挥舞，本能战斗都是低等的战斗方式。这鸣人即便暴走，在他的想象中也不过如此，还能有多强？能比得上九尾吗？呵呵。面对着大蛇丸兴奋贪婪的表情，失去了瞳孔的鸣人咧开大嘴，同样露出了瘆人的笑容，歪着头看着大蛇丸。此时的场面有些诡异，光线昏暗的地下基地中，一个浑身冒着绿光漂浮在空中的小鬼抓着一个黑长直头发脸色苍白的女鬼的手，二人一边对视一边露出狰狞的笑容。这场面放到哪个恐怖片里都是高潮的存在，可惜这一幕没有出现在电影里，不然一定能成为恐怖片历史上一幅经典的画面。只见大蛇丸率先止住了笑容，大嘴一张吐出了一条毒蛇，随后毒蛇又一张嘴，一把散发着蓝色光芒的长剑被蛇吐了出来。毒蛇一扭身体，随后草雉剑直奔鸣人的眉心刺来。这一剑异常迅速，剑锋上的锐利光芒令一众根部忍者不寒而栗。团藏更是大惊，大蛇丸这个混蛋难道是想要杀了漩涡鸣人吗？真是可恶！这家伙即便是得到鸣人的尸体也可以进行研究，但自己留着尸体可没有用，自己要的是活。折得漩涡鸣人做工具。想到这儿，他便准备动手阻拦，但奈何二人的距离太远，大蛇丸出手的速度又太快，他想要阻拦已经来不及。然而锋利的草雉剑并没有如同团藏想象的那样刺穿鸣人的脑袋，反而是定在了鸣人的额头，丝毫不得寸进。大蛇丸震惊地瞪大了双眼，只见鸣人没有任何防御，直接用他的额头挡住了草雉剑的剑锋。他用空闲的左手一把扯出了口中的毒蛇，随后惊呼道：“这怎么可能？草雉剑可是忍界最锋利的武器之一，怎么可能被你用额头挡下来？”鸣人没有回话，此时的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只剩下本能操控身体。在被攻击后，鸣人先是用空闲的右手食指揉了揉被草雉剑刺到的额头，随后笑得更加开心，右手握拳张开臂膀。见到鸣人要攻击，大蛇丸左手挥舞着草雉剑，直接朝着鸣人的左手砍来。只听当的一声，大蛇丸左手被震得发麻，但鸣人抓住自己手的左臂却毫发无伤。就在这时，鸣人包裹着绿色能量的拳头也落到了大蛇丸的身上，绿色能量透体而过，如同铁锤敲击豆腐般，将大蛇丸整个上半身彻底打成肉末，散落一地，看不出个完整的人形。此时还留在原地的，只剩下大蛇丸腰部以下的下半边身体，以及被鸣人拽着的右臂。不得不说，草雉剑不愧是忍界最锋利的武器之一，
经受住鸣人一拳后，居然完好无损，叮当一声落在地上。草之间落地的声音在空旷的根部基地中回荡，听得现场的众人久久无法回神。团战更是瞪大了双眼，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大蛇丸的尸体。死了，一拳就死了，这怎么可能？大蛇丸的实力他最清楚不过，在忍界中仅次于猿飞日斩这些老牌影级强者，可以说是站在忍界巅峰的忍者之一。但这样的强者居然会被一拳打死，这怎么可能？一众根部忍者也都惊讶得合不拢嘴，但他们很快反应了过来，纷纷来到团藏身边保护团藏大人。就在这时，大蛇丸的下半身断口处突然一阵蠕动，似乎是有什么东西想要钻出来。下一刻，一个崭新的大蛇丸从断口处钻出，身上布满了粘稠的物质，看起来十分恶心。看到这幅场景，团藏才稍稍松了口气，吓了他一跳，还以为大蛇丸会被人一拳秒杀，闹了半天是虚惊一场。失去了理智的鸣人也同样很惊讶，随后他扔掉了大蛇丸的右臂，满脸兴奋地盯着大蛇丸。这个沙包很好玩，他很喜欢。而使用蛇退之术的大蛇丸脸上再没有了轻视之意，迅速在地上捡起草之剑，随后向后跳开与鸣人拉开距离。拉开距离后，大蛇丸凝重地盯着漩涡鸣人。刚才那一拳的威力真是太强大了，要知道自己的身体可是经过软体改造，普通的物理冲击很难对他造成伤害，都会被他泄力躲掉。而刚才鸣人那一拳就是纯粹的冲击力，根本没有属性伤害，力量强大到自己的身体都无法泄力，可想而知这一拳的威力有多大。这个小鬼暴走后的实力果然惊人，自己不能再马虎大意了。就在大蛇丸全神戒备的目光中，鸣人缓缓抬起了右手。大蛇丸下意识向后退了退，随后便注意到鸣人并没有对他进行攻击，而是一歪头将右手搭到了左肩膀上。随后令他震惊的一幕出现，只见鸣人肩膀上冒起绿色的光芒，随后自己的咒印就被那绿色光芒逼出了身体。鸣人的右手死死地抓住了咒印的本体，用力一扯，便将整个咒印连同自己封印在咒印中的灵魂残片全部抽了出来。看着手中不断挣扎蠕动的灰色肉块，鸣人咧着嘴一把捏爆，随后看向大蛇丸，眼中充满着战意。大蛇丸额头上浮现几滴冷汗，这是什么怪物，居然用这种方法解除了自己的咒印？即便对方用封印术将咒印完全封印起来，他都不会感觉惊讶，但鸣人这家伙竟然是硬生生将咒印逼出体外，随后扯了出来。要知道咒印可是劣化版的仙人模式，虽说是劣化版，但查克拉质量也比普通的查克拉要强上好几倍。低质量的查克拉想要将高质量的查克拉逼出体外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就说明漩涡鸣人所使用的绿色查克拉比咒印查克拉质量还要强上很多。就在他全神戒备盯着漩涡鸣人时，鸣人突然在他面前消失了。大蛇丸惊骇地四下寻找，对方去了呢？难道是使用了某种时空间忍术吗？随后他便感觉身体传来剧痛，低头一看，一只孩童的手臂从他的胸腔钻了出来。他艰难地转回头看去，原来鸣人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一拳打穿了他的胸腔。大蛇丸大惊，连忙张开大嘴，再次使用蛇退，将身体恢复如初。身体再次恢复完整后，大蛇丸丝毫没有犹豫，直接朝着远处逃走。他已经发现了两个人巨大的实力差距，双方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对手，对方的速度太快，力量太强，自己根本不可能抵得过对方。要知道他们这个级别的强者，如果不是实力差距巨大，是绝不可能会被人秒杀的。哪怕是第3次忍界大战中战死的3代雷影，号称忍界最强之矛与最强之盾的强者，也做不到秒杀大蛇丸。而鸣人可以做到2次轻松秒杀大蛇丸，这实力绝不是一个量级的。这要是还看不出来二人的实力差距，那大蛇丸可就白在忍界混这么多年了。就在他刚刚向前跑出3、4米距离时，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正是漩涡鸣人。只见鸣人身上冒着绿光，嘴角裂开，歪着头看着惊慌失措的大蛇丸。此时二人再次对视，鸣人的表情与之前没有任何变化，而大蛇丸的脸上再也没有了之前的从容淡定，取而代之的是惊恐与慌乱。团藏与一众根部忍者也都愣在原地，鸣人的实力远远超乎了团藏的想象。当初日斩还信誓旦旦跟他说，漩涡鸣人顶多只有精英上忍级别的实力，如今看来日斩真是个贴吧战神，在后面指点江山，分析的头头是道，结果分析出来的都是一坨狗屎。这鸣人的实力甚至已经远超了影级，再不跑别说大蛇丸，就连自己都要交代在这里。念及至此，他对着身旁的根部忍者命令道，你们去阻拦住那个小鬼，给老夫争取撤退的时间。一众根部忍者没有迟疑，立刻准备支援大蛇丸拖住漩涡鸣人。就在这时，远处轰隆一声巨响，还没等团藏反应过来，一颗脸色惨白的人头便飞到了他的面前。看着再次被鸣人打成碎片，只剩下头颅的大蛇丸，团藏不禁打了个冷战，随后缓缓地抬起了头。只见散发着绿色光芒的鸣人正漂浮在他的面前，用之前盯着大蛇丸的同款眼神看着至尊团藏。团藏对着身后的根部大吼道，你们还在那边干什么？漩涡鸣人已经到这里了。这时一众根部才反应过来，漩涡鸣人的速度太快，从他们面前几百米外来到自己身后拦住至尊团藏，居然只有一瞬间，这么快的速度谁能反应得过来？察觉到鸣人的位置后，根部忍者迅速出手准备拖住鸣人。然而
此时的鸣人跟刚才已经完全不同，只见他缓缓抬起右手，一道又一道光波从他手中射出，精准地击穿了所有根部忍者的头颅。还没等至尊团藏反应过来，一众根部忍者便已经化作十几具无头尸体躺在地上。团藏咬了咬牙，一把扯下了右臂上的绷带，露出一只惨白的手。这只手还处于未完成阶段，根本无法使用木盾，也没有移植血轮眼，仅仅可以作为手臂的延伸使用。只见他咬破左手手指，随后抹在右手掌心，结印后右手按在地上。通灵之术，食梦兽梦墨。砰！烟雾升腾，一只巨大的长鼻怪物出现在根部的地下基地中。梦墨的体型十分巨大，出来后团藏便命令他向着地下基地发起攻击。没错，他并不是想用梦墨击败鸣人，只是想弄出动静，吸引村中强者的注意，赶紧过来支援。仅仅靠着一只通灵兽就想战胜鸣人这种强敌，团藏还没那么天真。面对着突然出现的巨大怪物，绿色光芒包裹了鸣人全身，随后身体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与此同时，自来也正站在火影大楼的楼顶，欣赏着木叶的景色。一旁的猿飞日斩走上前说道：“每次站在这里看着木叶的全景时，都会觉得心潮澎湃，想必你也这么觉得吧？”自来也感觉有些别扭。猿飞老师这几十年的官腔真是打上瘾了，把自己叫回来，不直接说正事，反倒跟自己唠家常，这让他这个常年在外游历、做事干净利索的人很不适应。他直接打断猿飞日斩的扯皮，说道：“猿飞老师，有什么事就直说吧。我听说九尾居然在雷之国出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猿飞日斩叹了口气，随后将当年的真相说了出来。自来也闻言吃了一惊，原来水门当年并不是将九尾封印，而是直接杀死了九尾。这个消息着实让他有些吃惊，在他印象中水门一直是个速度型忍者，面对九尾这种体型庞大的尾兽，战斗起来应该十分困难才对。随后他又释然了，人都已经死了，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他对着猿飞日斩撇撇嘴道：“猿飞老师让我回来，不会是想让我去抓捕九尾吧？”猿飞日斩抽了口烟道：“没错，我希望你能带队偷偷进入雷之国抓捕九尾。你可饶了我吧！听说云隐村派出了数百人的队伍，还是由4代雷影亲自带队，最后都没有抓住九尾。就算我带队偷偷进入雷之国，也不会是九尾的对手。猿飞老师未免也太高估我了。”自来也果断拒绝，他可还没有活够，最主要的是还没有找到命运之子，他可不想毫无价值的白白牺牲。猿飞日斩见自来也拒绝，连忙鼓励道：“我不会让你独自去冒险的，我会让大蛇丸跟你一起去，暗部的精英也可以任由你调动，相信你跟大蛇丸2个人联手，一定可以捉住九尾。”自来也闻言有些疑惑，为什么他跟大蛇丸组队要自己做队长？要知道，以前但凡组队都是大蛇丸作为队长，即便是纲手还没有离村时，3人一队也是由大蛇丸做队长，从小都是如此。而且大蛇丸的家伙不像自己整天出去乱跑，一直在村子中，应该更得猿飞老师信任才对。这次居然会让自己做队长，这其中的信号有些耐人寻味啊！就在这时，木叶远处根部基地的方向传来惊天动地的震响，震动声越来越大。自来也和猿飞日斩对视了一眼，随后立刻动身朝着那个方向而去。隐卫队忍者见状，立刻跟上2人。路上自来也询问道：“那个方向，我记得是团藏的根部基地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猿飞老师，你有眉目吗？”猿飞日斩摇了摇头，不过跟团藏有关的肯定没有好事。而这里的响动也引起了木叶各大家族的关注，就连在木叶另一个方向，距离震动声极其遥远的宇智波一族都听到了这次响动。众人聚集起来商讨，要不要派出族人前去查看情况。如此大的响动，不会又是九尾袭村之类的事吧？商讨过后，宇智波族人大部分都支持前去查看情况，但最后宇智波赴约拍板，让所有人都留在族地，不要乱动。现在宇智波跟村子的关系闹得很差，为了不让村子对宇智波造成更大的误会，他决定按兵不动，留在族地听候火影的命令。宇智波族人虽然不满赴约的决定，但奈何对方是族长，而且宇智波距离声响传来的方向也确实太远。最终宇智波族人按兵不动，在族地内等着火影的传令。猿飞日斩和自来也很快便来到了案发现场，这是一片茂密的森林，震动声就是从森林的下方传来。一名隐卫队忍者来到一棵大树前，刚一伸手准备打开根部基地的大门，突然地底传来剧烈的震颤，随后一只橙黄色、外表酷似大象的巨大生物突然从地底被打上了天空。默默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双眼翻白飞到了数百米的高空，在还没有掉下来之前，便化作一团巨大的白烟消失不见。猿飞日斩一眼便认出了这是团藏的通灵兽，随后便是一阵心惊。梦墨的战斗力虽然达不到尾兽的级别，但也不比万蛇、文太这些巨型通灵兽差多少，居然能把如此巨大的通灵兽从地底打到数百米的高空，这需要多大的力量？这时隐卫队忍者中一人指向天空道：“你们快看，那个人好像是团藏长老。”众人望去，梦墨消失的剧烈白烟中确实有一个人影，仔细一看还真是至村团藏。不过此时的团藏跟他们印象中的形象有很大区别，一直被绷带包裹的右臂露了出来，这是一只如同死人般惨白的白色手臂，右眼也露了出来，但并不是如同众人想象中的瞎眼，而是在夜空中闪烁着红色的光芒。一名隐卫队忍者惊呼道：“这是三勾玉血轮眼！团藏长老绷带下的眼睛是一只三勾玉血轮眼吗？”
自来也同样一阵吃惊，没想到团藏这个家伙居然会移植血轮眼，这件事闹不好会引发家族忍者与村子的矛盾。袁飞日斩也同样很惊讶，他虽然对团藏的右眼有了些许的猜测，但始终没有确凿的证据，也不好意思让对方扯下绷带进行确认。如今可谓证据确凿，接下来宇智波那边看来不好交代了。就在众人惊讶时，飞在空中的志村团藏对着下方众人破口大骂道：“你们这帮家伙别惊讶了，快点救我，我快被摔死了！”众人反应过来，志村团藏这个家伙可不会飞，在几百米的高空掉下来肯定成肉酱。这时自来也双手结印，随后白色长发迅速生长，飞向志村团藏的方向。白色长发瞬间包裹住了志村团藏，随后将他拽到众人面前，安稳地放在地面。落在地面后，团藏大口喘着粗气，刚才的场景真是恐怖，他这辈子都不想再经历第二次了。一旁的袁飞日斩刚要开口询问，只见地面破开的巨大坑洞中缓缓飞出了一个散发着绿色光芒的身影。鸣人瞪着惨白的双眼，一脸笑容的从坑洞底下飞了上来。这场宛如恐怖片一般，让众人打了个冷战。此时的鸣人已经形象大变，只见他身体已经膨胀到2米多高，一身爆炸的肌肉让人心生畏惧。自来也悄悄对着志村团藏询问道：“这个浑身发着绿光的家伙就是敌人吗？这个日向族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对你大打出手？莫非是你抓了日向一族的成员做人体实验吗？”志村团藏差点被自来也的脑回路给雷死，这家伙哪只眼睛看出对方是日向一族成员的？日向一族都是玩柔拳的，哪来的这么爆炸的肌肉？而且日向族人也是有瞳孔的好不好？人家只是瞳孔白色而已，鸣人可是连瞳孔都没有，你怎么看出这是日向族人的？团藏咬牙解释道：“这是漩涡鸣人。”这一下别说自来也，就连袁飞日斩都震惊了。鸣人今年才3岁，这体型是怎么回事？团藏表示他也不知道，这小鬼突然就变身成肌肉壮汉，然后就……鸣人见到袁飞日斩等人后，没有着急攻击，而是漂浮在空中，歪着头围着众人转了一圈，似乎是在打量众人。趁这个机会，团藏也向其他人解释了刚才发生的情况。他想要招漩涡鸣人进入根部，没想到鸣人突然暴走，暴起杀人。而当时大蛇丸也在根部基地中，在与鸣人战斗时被鸣人一拳秒杀。说到最后，团藏还提醒道：“这个小鬼的实力非常强，大蛇丸当时在对方手中毫无还手之力，你们千万要小心。”说完，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转身便要离开。他可不想再跟鸣人这个小鬼战斗，谁爱打谁打，他可不想留下送死。结果还没走多远，便被袁飞日斩一把拉住。袁飞日斩怒道：“团藏，你这个混蛋居然想逃走，弄得鸣人暴走后就不打算留下来收拾残局吗？”本来一门心思离开的团藏此时也急了，他转回身打开袁飞日斩的手，怒道：“这个时候你让老夫收拾残局，老夫收拾个屁！老夫之前就是给你收拾烂摊子才弄成今天这样，现在根部基地毁了，整个根部也没剩几个人，现在你让老夫收拾烂摊子，你这话怎么说得出口？”袁飞日斩不服气道：“老夫提醒过你要善待鸣人，一定是你做了什么激怒鸣人的事才会让他暴走，否则怎么会出现今天这种局面？”两人越说越起劲，大有自己人先打起来的趋势，看得自来也等人恼人生疼。自来也实在无法忍受二人的争吵，连忙站出来打断道：“你们不要再吵了。团藏，你刚才说大蛇丸被打死的是真的吗？”团藏转头对着自来也道：“当然是真的，老夫还能骗你不成？当时大蛇丸想要单独跟这个小鬼战斗，结果却被对方一招秒杀。大蛇丸那家伙连对方一招都没有撑住，如果不是老夫拼尽全力跟这个小鬼缠斗，根本拖不到你们前来支援。”袁飞日斩和自来也脸上全是怀疑，团藏这个家伙的实力他们最清楚不过，要说年轻时实力还是有的，实力就算不如袁飞日斩，但也香，差不算太多。但后来受了重伤便退居2线，再加上现在年迈，说现在的他比大蛇丸要强，打死他们都不信。随后众人回想起了对方的手臂和血轮眼，自来也怒目圆睁道：“对了，还没问你血轮眼和手臂的事呢，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你能抵挡住漩涡鸣人，难道就是靠这些东西吗？”团藏嘴角抽了抽，最后硬着头皮说道：“没错，老夫能够抵挡住那个小鬼，就是靠这些。”众人觉得有些怪怪的，这家伙遇到对自己不利的事都是百般推辞，这次怎么答应的这么痛快？就在众人疑惑时，鸣人停止了绕圈，视线落在了袁飞日斩身上。被盯住的袁飞日斩瞬间警惕起来，身体紧绷，全身戒备。只见鸣人歪着头，发出嘿嘿的怪笑，随后身形一晃，便来到了袁飞日斩面前，速度快到难以想象的地步。袁飞日斩惊骇地看着距离自己脸越来越近的拳头，随后砰的一声被打成了一片白烟。鸣人有些错愕，为什么刚刚那个老头被打成了白烟？这是他的 CPU 无法处理的问题。随后鸣人脚下猛地升起一面土墙，土墙迅速合围，包裹成一个半圆形土墙，将他困在其中。躲在地底的袁飞日斩长长松了口气，幸好他提前做了准备，施展影分身迷惑鸣人，否则以对方的速度，自己根本无法躲避。看着外面已经被困住的鸣人，袁飞日斩觉得大功已成，刚想破土而出，从地底现身。就在这时，困住鸣人的土墙突然发出爆响，一拳打碎土墙后，鸣人从里面飞了出来。袁飞日斩被吓了一跳，立刻又蹲了回去，还好自己没有着急出来，不然就要跟发狂的鸣人撞个面对面了。
脱困后的鸣人四下张望，寻找刚才那2个老头儿，结果周围早已空无一人。袁飞、日斩、团藏、自来也还有那些隐卫队忍者全都消失不见，空旷的平地只剩下发着绿光的自己。在场的众人都是经验丰富的忍者，在鸣人打碎影分身的瞬间，便已经找到隐蔽的所在躲藏起来。躲在一棵粗壮大树后的自来也双手合十，继续查克拉，准备召唤深作和智马2位仙人。通过团藏的情报和刚才鸣人的出手来看，他已经大概知道了对方的实力。虽说他不相信大蛇丸会那么轻易被对方杀死，但鸣人的实力也不可小觑。如果不使用仙人模式，估计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如此强大的敌人，自己一定要全力以赴。随后他心中稍稍有些不忍，这毕竟是水门和九星奈的儿子，万一自己失手杀了对方怎么办？他的内心中陷入了纠结。就在他纠结时，站在空地的鸣人四下扫了一圈，最后将目光定在了自来也的方向。自来也心中大叫了一声不好，鸣人竟然感知到了自己，以对方的速度，自己很难躲避。不行，要赶快逃走！念及至此，他从躲避的大树身后一步窜出，朝着远方跑去。躲在地底的袁飞日斩心中大骂，自来也真是太不冷静了。鸣人还没有出手，这个家伙就先自乱阵脚，现在失去掩体的他成为了活靶子，这就更难躲避鸣人的攻击了。正如袁飞日斩所想，鸣人下一刻便行动起来。不过他并没有去追击自来也，而是朝着自来也刚才躲避的大树下方一片草丛飞去。袁飞日斩十分疑惑，鸣人为什么没有去追击自来也呢？下一刻他便知道了答案，只听草丛大叫一声道：“混蛋小鬼！”随后砰的一声便回了至尊团藏，迈开腿便要转身逃走。团藏心中破口大骂，漩涡鸣人这个混蛋小鬼为什么不去抓自来也，反而盯着自己不放？老夫跟你什么仇什么怨？至于连意识都没有了，还这么针对老夫吗？虽然他已经拼尽全力逃跑，但他的速度怎么可能快得过鸣人？只见鸣人瞬息间便飞到了他的面前，随后一把抓住了团藏的脑袋。躲在地底的袁飞日斩见状，立刻从土中钻出，随后通灵之术施展，召唤出了猿猴王猿魔。袁飞日斩大喝一声道：“没时间解释了，猿魔，快变成如意金箍棒！”被召唤出的猿魔有些懵逼，不过几十年的战斗素养让他立刻进入了战斗状态。只见白烟升起，袁飞日斩抱着如意金箍棒，朝着鸣人的方向一棒子敲来。团藏这个家伙虽说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好事，但毕竟是自己几十年的老友，他怎么忍心看到对方被鸣人杀死？就在如意金箍棒即将攻击到鸣人的瞬间，只见鸣人大手一挥，不知什么东西被鸣人握在手中，瞬间拨开了袁飞日斩偷袭而来的攻击。被拨开攻击的袁飞日斩站住身形仔细观看，随后下巴差点掉在地上。只见一股绿色能量将团藏整个人包裹起来，随后鸣人拎着至尊团藏在身体周围一阵乱抡，至尊团藏就像双节棍一样，从腰胯的位置开始对折，被鸣人抓住，双腿形成了类似双节棍的两节，时而从鸣人腰间闪过，时而从鸣人腋下穿过，最终鸣人左手抓着团藏双腿，右手抓着团藏头发，将对方整个人背在身后，做出了练双节棍时的标准动作。这操作把袁飞日斩和在场其他人全都看傻了，不是说鸣人暴走后会失去意识吗？这怎么还轮上双节棍了？而且他们还是头一次见到人肉双节棍，还是用至尊团藏做的人肉双节棍，众人真是长见识了。随后袁飞日斩想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他磕磕巴巴对着被鸣人拎在手中的团藏问道：“你就是用这种方法拖住鸣人这么长时间的吗？”被当成双节棍耍的团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此时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堂堂根部首领木叶长老至尊团藏居然被一个小鬼当人肉双节棍抡，这让他连死的心都有了。找到另一棵大树隐藏起来的自来也看着团藏排双节棍，不知怎么竟然产生了一种羡慕的感觉。只见团藏那颗散发着妖艳光芒的血轮眼，如同点缀在双节棍上的宝石一般璀璨。如果有这么一个帅气的武器，那他蛤蟆仙人自来也一定可以引来万千少女的喜爱。而鸣人在耍了2圈至尊团藏，熟悉了下手感后，便朝着袁飞日斩袭来。袁飞日斩虽然吃惊，但很快调整好心态，挥舞起如意金箍棒与鸣人展开了体术对抗。只见团藏与猿魔变成的如意金箍棒不断碰撞，二人碰撞之处溅起了金属交集的火星。几轮交手过后，至尊团藏差点被打得背过气。他此时虽然有绿色能量的包裹，但震动还是让他骨肉生疼，脑瓜子嗡嗡的。团藏趁着交手的间隙，对着袁飞日斩大骂道：“日斩，快把你的棍子收起来，老夫都快被你捅死了！”袁飞日斩一边挥舞着漆黑的棍子，一边说道：“团藏，你再忍一忍，老夫很快就要结束了。”团藏咬牙道：“你这老混蛋，站着说话不腰疼，有种咱俩换一下，让老夫拿棍子戳你，看看你能不能忍得住。”鸣人似乎是玩上了瘾，并没有着急解决团藏和袁飞日斩二人，而是跟袁飞日斩练起了招式套路。袁飞日斩也发现了鸣人的举动，这种感觉就像你赤手空拳在丛林中遭遇了一只老虎，老虎想跟你玩你拍一我拍一的游戏，你敢不玩吗？袁飞日斩有一种预感，只要自己敢收起棍子，鸣人就敢一拳打爆自己。他可不想用自己的命赌自己的第6感准不准，只苦了团藏这个人肉双节棍，要继续跟自己的黑色大棒正面战斗了。被抡得头昏脑胀的团藏渐渐适应了当双节棍的感觉，
每一次要跟袁飞日斩的棍子相撞时，他都会顺势用手抵挡一下，从而降低冲击力。一来二去，他也找到了当双节棍的感觉，二人打得越来越好看，宛如招式套路一般，看得隐卫队忍者们赏心悦目。一名隐卫队忍者说道：“真看不出来，团藏大人当作双节棍使用，居然如此顺手。”另一名警卫队忍者闻言点头道：“是啊，原本以为火影大人的通灵兽可以变成武器就足够奇怪，现在看来团藏大人更奇怪，直接自身变成武器。二人不愧是并肩战斗多年、心意相通的队友，就连喜好都如此雷同。”正当二人小声议论时，一道红色身影瞬间突入战场。已经完成了仙人模式变身的自来也一脚奔着鸣人的腰部踹来。此时他的肩膀上站着两只小蛤蟆，正是妙木山的两大仙人深作和志麻。砰！鸣人将团藏挡在了身后，自来也的木屐正好踹在了团藏的腰间，疼得团藏差点翻白眼晕过去。团藏被踹得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心中对自来也破口大骂：这个蠢货见到鸣人拿自己做挡箭牌就不会收腿吗？非要继续踢过来？你这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一脚踹空后，自来也跟袁飞日斩同时抽身后撤，与鸣人拉开距离。可爱 Delta Odd， 袁飞日斩注意到了自来也的变化，但更令他在意的是自来也肩膀上的两位蛤蟆仙人。这两蛤蟆他自然也听说过，不仅是现在也讲过，就连元魔一族对这两位都有着详细的记载。袁飞日斩对这两蛤蟆打招呼道：“想必两位就是深作和志麻仙人了吧？在下是木叶村三代火影袁飞日斩，久仰二位的大名。”深作闻言也回应道：“你就是小自来也的老师，木叶村的火影吗？我们也听小自来也提过你，听说是一位很有担当的火影。”就这样，二人开始了商业互吹，就连袁飞日斩手中的猿猴王元魔也对深作志麻问好。打过招呼后，深作对着自来也问道：“敌人就是前方那个肌肉壮汉吗？看起来就很凶恶，而且为什么使用那么奇怪的武器？那武器为什么长得这么丑？”还没等自来也回话，全程装死的团藏实在听不下去了，对着深作大吼道：“你的蛤蟆眼是瞎的吗？老夫不是武器，是个大活人，而且老夫一点也不丑，老夫年轻的时候可是木叶响当当的大帅哥，日斩这张老猴子脸给老夫提鞋都不配。”袁飞日斩闻言心中有些郁闷，团藏这老家伙说话就说话，干嘛夹枪带棒说自己？而且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两人站一起，谁长得丑谁心里还没数吗？不过深作仙人还是很有礼貌的，他对团藏笑道：“抱歉，抱歉，老夫对人类的长相不是很敏感，见到你被人拎在手里就认为你是武器了，真是抱歉。”噗！团藏一口老血吐了出来，这不是外伤，也不是内伤，而是心伤。等众人解除了误会后，自来也对着一处空旷无人的角落喊道：“我就知道你这个家伙不会那么轻易死，赶紧出来吧，你还要躲多久？”此时他正处于仙人模式中，感知力非常强，瞬间便察觉到躲藏起来的大蛇丸。随着自来也话音落下，大蛇丸拎着草之剑在阴影中缓缓走出，嘿嘿怪笑道：“真没想到你这个家伙居然练成了仙人模式，之前我还真是小看你了，吊车尾。”大蛇丸并没有死，他的蛇退之术非常强大，只要不是身体彻底被打成碎片就能复活。看着开启仙人模式的自来也，大蛇丸内心其实是有些嫉妒的。他曾经也去过龙地洞学习仙人模式，但他的仙术资质太差，要不是会蛇退之术，估计就死在龙地洞了。因此他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开始研究起劣化版的咒印。如果可以使用更高级的仙人模式，谁会研究这玩意儿？就在这时，鸣人再次挥舞起了至尊团藏，朝着众人杀来。袁飞日斩、大蛇丸、自来也三人对视了一眼，随后默契地朝着远离木叶的方向且战且退。这里距离木叶实在太近，一些大规模的忍术他们根本不敢使用，这样束手束脚的战斗太难受了。因此他们决定找一处远离木叶的地方，跟鸣人使出全力较量一下。在离开前，袁飞日斩对着还在隐藏的隐卫队忍者命令道：“你们立刻回到木叶，开启防御结界，之后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打开结界，懂了吗？”隐卫队忍者应答一声后转身离开，他们知道自己根本帮不上任何忙，还会拖着几人的后腿，因此头也不回，转身回到木叶中。袁飞日斩三人始终保持着跟鸣人拉开距离的状态，替身术分身术不要前世的施展。这番操作让鸣人越来越烦躁，这帮家伙怎么跟跳蚤一样讨厌？团藏趁着鸣人分神的瞬间，使了个替身术脱离了鸣人的控制，随后跟袁飞日斩等人合兵一处，一起将鸣人引向远离木叶的地方。到达火之国边境一处荒凉的山谷后，众人不再逃跑，而是站在原地准备迎敌。他们并没有弄什么四子炎阵之类的花活，那种用来困住敌人的阵法没有必要使用，暴走状态的鸣人根本不可能逃走。只见三代火影和至尊团藏并立而战，双手结印，随后一人施展火遁，一人施展风遁，联合忍术发动。联合忍法烽火连城之术，一发足有100米高的巨大火龙卷奔着鸣人席卷而来。火龙卷散发着炙热的高温，内部还有无数的锋刃进行切割，别说是普通忍者，就连尾兽中了这一击，不死也要掉层皮。此时鸣人站在火龙卷的最中心，被炙热的高温以及锋利的刀刃不停的切割，却没有任何痛苦的反应，反而表情越来越兴奋。只见他右手凝聚起一道绿色的气功波，随后朝着下方龙卷风的中心扔了过去。
轰隆！巨大的爆炸瞬间摧毁了火龙卷，随后能量扩散，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袁飞日斩等人被爆炸掀起的巨大声浪吹得倒飞而出，艰难稳住身形后，看着面前的壮观场面，一时间张大了嘴。爆炸引起的巨大火浪直耸入云，几人目力所及，竟然看不到火光的尽头。至尊团藏经的浑身颤抖，口中喃喃道：“怎么会这么强？这爆炸的威力，竟然比九尾的尾兽玉还要强大！”袁飞日斩同样非常吃惊，这到底是什么邪技仙剑？水门的儿子为什么突然变异得如此强大？大蛇丸在震惊之余，同样眼中浮现贪婪之色。他的永生设想已经有了大概的雏形，那就是通过不断占据别人的身体，获得永久的寿命。而鸣人的身体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如此强大而又年轻的身躯，不正是他想要的吗？但这个小鬼实力如此强大，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夺取对方的身体呢？自来也率先回过神来，他虽然同样吃惊于鸣人的实力，但心中可没有其他三人那么多的弯弯绕绕。在他看来，先制服鸣人才是最重要的，剩下的事情以后再说。只见自来也双手结印，随后身作智马两蛤蟆也同时配合结印。仙法五右卫门，三人一个吐火，一个吐油，一个吐风，三者融合后，一片火海降临到这片破败的峡谷中。这个峡谷之前就被鸣人的气功波炸得满目疮痍，此时自来也的仙术更是将此地化为一片流动的岩浆。鸣人直接被周围的火海所包裹，刚要起身飞走时，袁飞日斩看准时机从天而降，手中结印一个巨大的土质圆盘，将鸣人扣在了火海中。土遁天降盖，鸣人被天降盖压在了火海之中，热油组成的火海不断沸腾，炙热的温度比刚才的火龙卷还要高上无数倍。望着眼前的火海，众人无不到吸凉气。仙术的威力果然强大，之前以为三忍中最强大的应该是大蛇丸，没想到自来也是个家伙，才是三忍中真正的黑马。至尊团藏面无表情道：“看样子那个小鬼应该是死了，如此不可控的力量早日铲除也是件好事。”另外三人皆是叹了口气，他们跟团藏的想法一致，也认为鸣人不可能在如此强大的忍术下逃生。之所以叹气，是感叹鸣人这么一个好苗子，居然就死在了这里。如果村子从一开始就重视鸣人并且细心培养的话，这将会是一股不亚于九尾的力量，会成为木叶的底蕴之一。然而鸣人就这么死在了这里，真是可惜。自来也心中悲痛道：“原谅我，水门，我也是迫不得已，当我死后会到净土里向你道歉的。只可惜他永远没有这个机会，因为波峰水门的灵魂现在还在死神的肚子里，他就算把净土翻个底朝天，也不可能找到对方。”大蛇丸叹了口气，如此好的身体就这么被摧毁了，真是可惜。不过他很快恢复了精神，对其他人说道：“我们走吧，等这里的温度冷却下来，再派暗部打捞对方的尸体。如果漩涡鸣人真的还有尸体的话。”众人齐齐点了下头，随后便转身离开。就在这时，后方翻滚的火海突然有了些动静，众人疑惑地回头望去，只见袁飞日斩所施展的天降盖竟然微微颤动起来。众人心下一沉，一个恐怖的猜想在众人心头浮现，而下一刻，他们的猜想成为了现实。只见漩涡鸣人单手举着天降盖，从翻滚的火海中缓缓升起。此时鸣人的身形还是2米多高的小巨人模样，这不是他的身体生长所致，而是由纯粹的气凝聚而成。孩童的身体实在太不方便，于是失去意识的鸣人下意识地创造了这么一具成年人的身躯。炙热的火油从鸣人结实的身躯流过，他的全身冒火表情却没有变化分毫，仍然是那副咧着嘴看待蝼蚁般的眼神望着袁飞日斩等人。此时袁飞日斩等人已经惊讶得合不拢嘴，在如此炙热的高温下居然能够毫发无伤，到底要如何才能攻破对方的防御呢？鸣人大手一挥，天降盖被他扔向了天边，消失在天际尽头。随后他朝着袁飞日斩等人飞来，那股恐怖的压迫感令众人窒息。望着缓缓飘来的鸣人，众人汗毛倒竖，全神戒备。自来也尴尬地笑道：“开玩笑的吧？在那种高温的火焰下居然能毫发无伤，水门的儿子到底是什么怪物？”大蛇丸凝眉道：“也许是漩涡一族的体质与其他血脉融合发生了什么变异。你们知道水门的家族史吗？是不是祖上有过什么特殊的血脉？”团藏道：“那些都是细枝末节，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击败这个小鬼。”这时全神戒备的袁飞日斩惊呼道：“自来也小心，他朝着你来了。”就在众人聊天的时候，鸣人瞬间便来到了自来也的面前，随后抡起右拳朝着自来也打来。在他的感知中，这个肩膀上站着蛤蟆的家伙是几人里实力最强的，于是他便第一个盯上了自来也。只见鸣人的拳头携带着风压，直奔自来也胸口而来。这一拳若是落实了，自来也不死也半残。而自来也不是吃素的，处于仙人模式下的他比袁飞日斩更早发现鸣人的动作。只见他双臂交叉护在胸前，身体主动朝后跳去，这是一种基础的卸力技巧，可以尽量降低体术冲击对自己的伤害。砰！一声巨响，自来也被打中的地方发出了音爆声，整个人倒飞而出，如同流星般飞向远方。自来也捂着发麻的手臂，自己处于仙人模式下，又使用了卸力技巧，居然还受到了如此大的冲击。鸣人这一拳的威力真是强悍。
就在自来也感慨时，飞在半空中还未落地的自来也突然发现面前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是鸣人。身作仙人惊呼道：“小自来也，小心！”只见鸣人缓缓抬起了右拳，看样子是要给自来也在空中来一下狠的。自来也大惊，此时他在空中根本无处借力闪躲，这种情况下只能尽全力防御了，不知道能防下多少。就在这时，鸣人的身后突然出现了一道黑影，一把漆黑的铁棍自上而下朝着鸣人的后背戳来。只听轰隆一声，如意金箍棒直直戳在鸣人后背上，鸣人贴着自来也的身边被戳到了地面，随后被袁飞日斩用如意金箍棒死死压制住。见自己压制住鸣人，袁飞日斩嘴角微微勾起。若论力量，他可是不会输给忍界中任何一个体术强者，即便是不如自己的学生三忍之一的纲手姬，他的力量在忍界中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强大。当初他可是用这根如意金箍棒直接将九尾打出了木叶村外，面对尾兽他的力量都可以抗衡一二，足以看出他的体术实力有多强。但这次却要让他失望了。只见鸣人双手撑着地面，随后缓缓发力从地上爬了起来。袁飞日斩拼尽全力想要将鸣人压下去，但却毫无作用。鸣人硬生生用自己的后背顶住了如意金箍棒的压制，随后一转身用胳膊夹住了如意金箍棒，对着袁飞日斩露出诡异的笑容。袁飞日斩有种不好的感觉，下一刻抓着如意金箍棒的他反过来被鸣人举了起来，随后在空中一顿转圈挥舞。袁飞日斩被转得头晕脑胀，但他的双手仍然死死地抓住如意金箍棒，企图夺回如意金箍棒的控制权，反过来压制鸣人。就在这时，鸣人的身旁突兀地出现了两个身影，只见大蛇丸手握草雉剑，志村团藏拿着风遁真空刃，二人一前一后朝着鸣人的胸口刺来。还在举着袁飞日斩乱抡的鸣人见有人偷袭自己，立刻松开了如意金箍棒，随后双手握拳，身体旋转来了个原地大风车。草雉剑和真空刃被鸣人锤得刺偏了方向，随后在大蛇丸和团藏经过自己身侧时，一手一个抓住了两个人的肩膀，随后鸣人用力将二人摔在了一起，两人来了个脸对脸，幸好相撞时二人都同时朝自己的左侧偏了偏脸，不然这么一撞肯定来个亲密接触，到时候两人再见面可就尴尬了。不过这一摔对二人来说伤害并不算很大，毕竟大蛇丸的身体经过软体改造，撞上去的感觉很柔软，两个人都没有什么伤。缓了一口气后，二人再次提剑朝鸣人砍来。二人虽然不以剑术闻名，但他们这个级别的强者基本上不会有短板。只见两人的剑光化作一道道璀璨的弧线，在鸣人身周不停闪烁，肆意挥舞。叮叮叮，一道又一道金铁交击声不绝于耳，剑刃落在鸣人身上迸射出一道又一道火花，但却没有斩出任何一丝伤痕。二人越砍越心惊，这个家伙的身体到底是什么做的？为什么会如此坚硬？这时团藏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对着大蛇丸说道：“漩涡鸣人的身体似乎是用那种绿色的查克拉制造而成，他的本体只是个3岁的孩子，现在的身躯不过是他用忍术制造而成的。”大蛇丸暗骂了一句蠢货，如此重要的情报这时候才说，这家伙难道是老糊涂了吗？团藏也暗自埋怨自己，当时鸣人在自己面前变身成肌肉壮汉时，自己只顾着逃命，哪有心思思考这么多东西。随后二人转变了思路，剑锋开始瞄准鸣人裸露在外的咽喉和眼睛之类的要害部位，而鸣人见二人朝自己的头颅斩来，也不自觉地开始躲闪，这并不是害怕，而是生物的本能促使他这么做，这让二人信心大涨，对方的弱点果然就在这些部位，瞄准这些地方攻击肯定没错。就在鸣人躲闪之际，一阵刺耳的蛙鸣传进了鸣人的耳中。仙法蛤蟆灵唱之术，这是自来也借由妙木山的2大仙人的协助所释放的仙术幻术，这招幻术异常强大，一旦成功可以迷惑对方的五感，从而控制对方。自来也与佩恩的决战中，畜生道、恶鬼道与人间道3个由尸体做成的傀儡都会被这招幻术所迷惑，足以见得这招幻术的强大。正在与团藏和大蛇丸缠斗的鸣人突然听到这种刺耳的声音，显得异常烦躁。他并不懂什么幻术，但是本能的觉得这个声音非常讨厌，于是挣脱了大蛇丸跟团藏的纠缠，直奔自来也而来。自来也见鸣人袭向自己，立刻做好准备。就在鸣人刚刚接近准备抬腿踹向自来也时，自来也率先一步抬起了腿，踢向了鸣人的膝盖。被踹到膝盖的鸣人一时间没有站稳，扑通一声摔在了地上。就在这个瞬间，自来也的幻术成功发动。在鸣人的视野中，他进入到了一片奇怪的空间，自己前后左右四周围有着4个巨大的蛤蟆正在朝自己怒目而视。见到这4只蛤蟆竟敢在自己面前如此嚣张，鸣人当即一拳朝一只蛤蟆打去，结果却打在了一片透明的墙壁上。这时他才发现四周围居然都有这种透明的墙壁，自己被这种透明墙壁包裹在其中，根本无法挣脱。愤怒的他不断敲打着透明墙壁，但是却无济于事，这些透明墙壁宛如隔断的空间般，任由他的拳头打在上面都无法撼动分毫。与幻术世界中不同，鸣人刚才的几下敲打差点将附近的岩浆打出来。只见他一拳一拳朝着附近胡乱挥打，打得地面开裂，砖石碎片四处乱飞。望着胡乱挥拳的鸣人，自来也大口喘着粗气笑道：“真是恐怖的身体本能，五感都被封锁了，还依靠本能在战斗，真是可怕的怪物。”这时团藏嘲讽道：“
再可怕的怪物也不过是一只野兽，现在老夫便来取他的性命。大蛇丸看着胡乱挥拳的鸣人，有些不忍心下手。这是多好的一具身体啊，如此毁掉，实在太可惜了。不过最终他还是一狠心，决定干掉鸣人。这个小鬼的身体虽好，但自己可没信心吞噬掉这么一个依靠本能就可以战斗的怪物。而且现在的条件根本不允许他活捉对方，只能尝试杀掉鸣人，随后依靠对方的血肉细胞培育新的身体了。被甩飞出去很远的袁飞日斩此时也总算赶了回来，三人对视了一眼，随后一齐出手。团藏和大蛇丸两把长剑如同雷迪绝牛热刀一样，前后两个方向斩向了鸣人的脖颈。袁飞日斩也挥舞着如意金箍棒，朝着鸣人的头顶砸来。三人的攻击同时而至，自来也上了双眼，心中默念道：水门，对不起。叮叮叮，三道金属交接声同时响起，重叠在了一起。袁飞日斩三人瞪大了双眼，三人的攻击打到鸣人的身上，竟然没有造成丝毫的伤害。团藏惊呼道：这怎么可能？这个小鬼的头颅可不是用那种绿色查克拉变成的，为什么同样如此坚硬？没有人能回答他这个问题，因为鸣人此时已经恢复了五感，正用满脸嘲讽的表情看着黔驴技穷的三人。这下众人彻底绝望了，忍术攻击无效，体术攻击无效，幻术攻击也无效，到底要如何才能战胜恐怖的怪物？就在这时，鸣人伸出了蒲扇般的大手，再次抓住了志村团藏。被抓住的团藏有种不好的感觉，只见鸣人右手一用力，将团藏整个人拎在手里，随后朝着地面疯狂乱砸。团藏每一次砸向地面，都会将脚下的碎石砸得开裂几分。当彻底砸碎一块巨石后，鸣人就会换一块巨石继续砸，砸腻了就把团藏再次当作双节棍甩，玩的是不亦乐乎。袁飞日斩紧咬牙关，看着被反复蹂躏的团藏，此时他已经清楚地知晓了双方的实力差距，己方连鸣人的防御都破不了，这种情况下想要击败对方简直是天方夜谭。当然他也有后手可以跟对方同归于尽，但不到万不得已，他可不想将自己的命丢在这里。他的儿子袁飞星之助还没有成长起来，还没有顺利从他手中接过火影之位。袁飞一族虽然规模已经很大，但还不足以跟宇智波、日向这种底蕴深厚的家族相比。如果自己死在这里，没有自己扶植自己的儿子，根本无法接替火影之位，袁飞一族也很快会被其他忍族盯上，会被逐渐瓦解，吃干抹净。不行，自己不能死在这里。就在这时，自来也来到袁飞日斩身旁说道：老师，正面作战我们已经很难战胜对方，漩涡鸣人的防御力太强，即使站着不动，我们都无法打破对方的防御。如今只有使用封印术才有战胜对方的一线可能。老师，你会什么强力的封印术吗？袁飞日斩不动声色扫了自来也一眼，要不是了解这个家伙的性格，还以为对方是在套路自己。他确实会一招强力的封印术，那是一招同归于尽的禁术，名叫尸鬼封禁，是当初漩涡一族灭族后他在云影、雾影那里分到的战利品。现在听自来也这么说，很难让他不怀疑对方是想要套路自己跟漩涡鸣人同归于尽。但念及自来也的智商，他又打消了这个想法，估计只是无意间说出来的吧。不过他已经不想再跟鸣人战斗，于是便对自来也说道：鸣人的实力非常强大，即便拥有强力的封印术，也很难抓住机会进行封印。不得不承认，其实我们已经输了。自来也闻言，眼神暗淡了些。其实他也看出了双方实力的巨大差距，只是不想承认自己的失败而已。这时袁飞日斩说道：事到如今，我们只好暂时撤退了，不必担心木叶的安危。根据我的观察，鸣人暴走后只有一些粗浅的本能，这里距离木叶很遥远，对方会返回木叶进行袭击的可能性很低。只要等对方发狂过后，估计就会停止暴走，到时候我们再来想办法处理漩涡鸣人。自来也紧紧攥着拳头，非常不甘心。这种无力感自从在宇之国面对山椒鱼半藏之后，已经几十年没有过了。看出了自来也的不甘，袁飞日斩叹了口气道：我知道你的心情，但及时止损也是一名合格忍者该具备的素质。现在的木叶极其虚弱，每牺牲一名影级强者都会引来其他村子的窥视，所以我们不能死，我们还要守护木叶。最终自来也低下头说道：我知道了老师，那团藏该怎么办？这下袁飞日斩也有些头疼，他是很想把团藏扔在这里自己跑路的，但直接说出来又会影响自己火影的形象，于是想了个主意道：你跟大蛇丸先用逆通灵术离开吧，记得一定要用逆通灵术，如果用常规方法很容易被鸣人追上来，从而无法逃脱。自来也无奈道：老师，你的感知真是迟钝了，你看看大蛇丸还在这里吗？袁飞日斩一惊，随后观望四周，自己最得意的弟子大蛇丸果然已经消失不见。他心中有些不满，大蛇丸这个家伙居然果断离开了，居然连为自己断后这种场面话都没有说一句，真是让人不爽。随后的装模作样，他叹息了一声道：自来也，你也离开吧，趁着鸣人注意力全在团藏身上，赶紧用逆通灵术去妙木山吧。那老师你呢？我要留下尝试救回团藏，你放心，如果就不回来，我不会强求的。自来也还想劝说几句，但是被袁飞日斩伸手阻拦。看着态度坚决的老师，自来也尊敬地鞠了个躬，随后用逆通灵之术离开。这里的动静丝毫没有惊动鸣人，此时他的注意力已经完全在手中的团藏身上，把之前那几个攻击自己的家伙全都给忘记了。看着还在蹂躏团藏的鸣人，袁飞日斩不禁吐槽：团藏这家伙究竟怎么得罪漩涡鸣人了？
失去意识后还都有这么大怨气。不过他也不敢耽搁，对手中的猿猴王元魔说道：“你先回到猿猴山，然后过60秒再使用逆通灵术召唤我回去。我会在60秒后找个机会抓住团藏的手，这样他就能跟着我一起去猿猴山，从而逃过一劫了。”猿魔点了点头，他果然没有看错日斩，这个家伙有情有义，不会放弃同伴的。随后猿魔解除了通灵术，猿飞日斩则是躲在一块巨石后面，静静的等待60秒钟过去。看着被鸣人蹂躏的快要崩溃的团藏，猿飞日斩心中叹了口气：“原谅我吧，团藏，这是最后一次了。”60秒过后，猿飞日斩被逆通灵离开，现场只剩下一脸绝望的团藏，被鸣人当作双节棍甩来甩去。团藏的精神都快崩溃了，这小鬼到底犯了什么病？想杀就赶紧杀，为什么要折磨老夫？而且这个家伙为什么要拿老夫当双节棍耍呢？老夫跟双节棍一点相似性都没有啊！快输格！最终鸣人似乎是玩腻了，将至尊团藏一把扔向天空，随后一发气功炮把对方轰杀至渣。杀死的团藏后，鸣人向四周扫了一眼，周围已经空无一人，刚才攻击自己的那几个人全都消失不见。瞬间他感觉到一股索然无味，没有再胡乱破坏，而是找了一块巨石躺了下来。随着他的身体躺下，身上包裹着他的那层由能量组成的外骨骼装甲也逐渐脱落，最终化作精纯的能量消散，只留下了鸣人原本的3岁孩童身体。这次暴走鸣人消耗了不少精力，整整在这里睡了2天2夜后，鸣人才悠悠转醒。正午的阳光晒得鸣人睁不开眼，他连忙用手遮挡住眼皮，最后翻了个身，面朝下才能缓缓地睁开眼睛。几天前的记忆如同潮水般灌进他的脑海，鸣人目光呆滞，耷拉着死鱼眼，盘腿坐在巨石上面，思考起人生来。这次事件动静闹得不小，虽说真正参与的人没有几个，但都是木叶的强者，估计回到木叶后自己没有什么安生日子了。这时他开始思考起来，自己到底要不要回到木叶呢？按理说趁现在这个机会直接脱离木叶，成为忍界的流浪忍者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流浪忍者的日子也不好过，要自己组建势力，自己当老大，一堆麻烦事儿。那么去小组织呢？好像也不太好。小组织不是搞科研做任务的工作狂，就是心怀理想想要改变世界的疯子。自己没有那么多的追求，只想在忍者世界里躺平混日子，修炼与学习也只不过是自己的兴趣爱好，并不想依靠这些东西在忍界获得什么。而且最重要的是，离开了木叶，估计就要跟雏田长期分居了。一想到自己前世几十年的单身经历，这辈子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天命老婆，自己还要跟对方异地恋，想想都憋屈。最后他坚定了信念，真男人就要上厨，就要勇敢面对问题。自己就堂堂正正回到木叶继续混日子躺平，又能怎么样？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木叶能够安安心心混日子才是真本事。想到这儿，他从巨石上跳了下来，随后走到了不远处一处碎石堆当中，弯腰在碎石堆挖出了一个小坑，小坑直径巴掌大小，用力挤一挤可以勉强伸出一个脑袋。随后对着小坑喊道：“出来吧，团藏，我知道你就在里面，不用再躲了。”碎石小坑中没有任何动静，仿佛鸣人刚才只是自言自语，跟空气说话一样。见团藏不回话，鸣人心中冷笑，这家伙能骗得了别人，还想骗得过自己。被自己轰碎的前一刻，这家伙使用了伊邪那岐，然后就一直躲在这个碎石堆里一动不动。自己在这睡了2天2夜，他也在这儿躲了2天2地。不得不说，这家伙耐力还真是好，都60多了，还能在这儿不吃不喝躲上2天，不愧是当了一辈子忍者的家伙。既然对方不愿意出来，鸣人只好大发慈悲，请他尝尝圣水的威力了。鸣人脱下了裤子，随后对着碎石坑里痛快地洒了洒水。这泡尿憋了2天2夜，可谓是精华所在，释放出来后，鸣人痛快地打了个哆嗦。当释放过后，鸣人提裤子时，只见团藏阴沉着脸，头发湿漉漉地盯着鸣人看，那只左眼仿佛择人而噬的野兽，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恨不得将鸣人生吞活剥了般。鸣人毫不在意，望着对方已经失去光明的右眼，鸣人笑了笑说道：“你说你这家伙图什么呢？明明移植了一只血轮眼，还成天用绷带包着，不想让别人发现。既然如此，何必移植它呢？反正你也用不上，放眼眶里还挺消耗查克拉的。”至尊团藏没有接鸣人的话茬，而是咬牙切齿道：“小鬼，你到底想怎么样？”鸣人嫌弃的用手在鼻子前挥了挥道：“你还是先出来洗个澡吧，堂堂一个木叶长老，弄成你这副德性，真是恶心。”至尊团藏咬牙切齿：“老夫为什么成这副德性，你心里还没个逼数？”火之国南部，一条无名小河中，阳光照射的小河清澈无比，蝴蝶在河边的花朵上飞舞，鱼儿在河水中游荡，一副大自然和谐的景象。而在这幅美景中，至尊团藏正在河中清洗身体，宛如美丽画卷中的一坨奥利给。沐浴结束后，他将衣服也在河水中洗了一下，最后用风盾吹干，全身上下焕然一新后，团藏来到扶着树正在大吐的鸣人面前。刚才鸣人只是好奇地看了沐浴的团藏一眼，结果那场面恶心的他到现在还没回过神来。至尊团藏这老东西简直就是个精神污染，早知道自己刚才就不在坑里撒尿了，这纯是在恶心自己啊。团藏黑着脸来到鸣人面前道：“别吐了，小鬼，快说，你到底有什么目的？”鸣人强行缓了缓心神，随后组织了下语言说道：“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目的，只不过想在木叶中安稳生活而已。”
所以我想找你合作，我们联手各取所需。团藏眉头紧锁说道：你有什么资格跟老夫合作？老夫是木叶长老根部首领，你什么都没有，空口白牙就想跟老夫合作，你觉得老夫能答应吗？鸣人早就猜到对方会说这些，这帮家伙迷信身份到了痴迷的地步。忍者拥有再强实力，也不敢掀桌子挑翻大名。一些忍村实权派长老手中的权力完全可以架空首领，比如说雪之国那个风花怒涛，你完全可以掌控一个国家所有的权力，为什么非要痴迷于那个大名之位呢？这个团藏就是这些人中的典型代表，根本不明白权力运行结构中的底层逻辑。换的是鸣人，有团藏这条件，能把元飞日斩架空的都不认识手下暗部人员的身份。就像现在自己已经展露了实力，对方居然还想拿木叶长老的身份来压自己，这帮家伙是多痴迷身份啊！鸣人身形一晃，缓缓从地上飘了起来，飞到了跟至尊团藏同样的高度，随后感叹道：矮小了。团藏疑惑道：什么小了？你格局小了。鸣人怜悯地看着团藏，随后说道：你的视野始终放在根部这1亩3分地，殊不知你成也根部，败也根部。这个位置看似权力很大，实则要一直依附于火影。也就是说，元飞日斩当1天火影，你就能当1天根部首领。他如果哪天下台，你的位置立刻就不保。这种情况下，你还想要踹掉元飞日斩自己当火影？你有那个条件吗？元飞日斩之所以放心你胡作非为，就是因为你做不成火影。你越为他做事，讨厌你的人就越多。可以说，木叶的忍者有一个算一个，只要知道你身份的，没有一个不讨厌你。而你一直要隐藏在暗处，所以木叶的平民也不可能听说过你的存在。除了根部外，你可以说一个支持者都没有。这种情况下，你还想当火影，简直是在做梦。至尊团藏沉默了下来，他虽然对于政治这方面不是很敏感，但毕竟也做了几十年木叶高层，其中的道理他也隐隐约约察觉到了一些。但即便察觉到这些后，他发现自己也无法脱离元飞日斩这辆战车，确实如同鸣人所说，他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想要登上火影之位，他要做的不是获得村民们的支持，也不是获得忍者们的支持，而是要获得元飞日斩的支持。只有元飞日斩这个小团体中的首领愿意将手中的权力过渡给团藏他，才有可能成为火影，否则一切免谈。这时他心中还抱有一丝幻想，对着鸣人沉声道：不，老夫还是有希望成为火影的。老夫为木叶做了这么多，只要有谁知道呢？鸣人淡淡的一句话却击碎了团藏所有的幻想。是啊，自己为木叶做的这么多，又有多少人知道呢？而且知道了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为木叶做过什么，因为所有的功劳全是日斩的，只有遇到坏事的时候，所有人才会想到自己。最终他颓废的低下了头，对鸣人道：小鬼，你说的没错，老夫为木叶做出的贡献没有人知道，所有人都会记住老夫是个阴沟里的老鼠，上不得台面。你要跟老夫合作，说说你具体要怎么做才能帮老夫当上火影吧。鸣人瞪着豆豆眼问道：什么让你当上火影？我什么时候说要让你当上火影了？团藏也懵了，呆呆地问道：不是你刚才说老夫现在这种方式永远也无法当上火影吗？你这么说，难道不是你有另外更好的方案？鸣人摇头道：没有啊，我就是想喷你而已。我骂你是个傻缺的时候，并不需要举出各种各样的证据来证明你是个傻缺，只需要骂你是个傻缺就够了。二人对立而视，沉默了几秒后，团藏瞬间抽出真空刃，对着鸣人一通乱砍。可恶的小鬼，居然敢戏耍老夫，老夫一定要宰了你！鸣人被狂暴状态下的至尊团藏下了一大跳，这老傻缺突然抽什么风？好在他经过上次暴走后，现在理智状态下可以控制的力量又增强了不少。至尊团藏的攻击虽然犀利，但以鸣人的速度也可以勉强躲开。最终鸣人传超的绿色能量将自身完全裹了起来。至尊团藏用力挥砍了半天，发现无法破防后，最终放弃了攻击，站在原地思考人生。看着思考人生的团藏，鸣人打了个哈欠，耐心等待。十几分钟后，团藏总算是调整好了心态，望向鸣人问道：既然不想帮老夫成为火影，那你想要跟老夫合作什么？见这个家伙算是恢复了正常，鸣人接着刚才的话题聊道：其实我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只想安心的在木叶里躺平摸鱼，混吃等死，顺便保护周围的人不受伤害。我的终极目的就算是达成了，所以我还是跟上次一样的条件，需要在根部里跟你相等的地位，需要根部所有资源的调动权。当然，我也不是白吃白喝的人，木叶或者根部有需要的时候，我肯定会出手，但只会做我想做的事，我不想做的事，你们强迫我也没有用。就这么简单的条件，答应的话我就加入根部，不答应的话那就算了，凭我的实力也不差根部这块招牌。说完，鸣人便静静等待对方的答复。良久后，团藏回道：可以，老夫可以允许你在根部拥有跟老夫相等的地位与权利，但老夫还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老夫。鸣人点头道：说说看。你要支持老夫成为火影，当需要你为老夫成为火影出手的时候，你一定要出手。如果这条不答应的话，之前的一切条件都免谈。鸣人摸了摸下巴，让团藏这老货当火影其实也没什么，总有人觉得这老家伙当火影对木叶是件不好的事儿，其实这担心根本是多余的。团藏是属于那种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眼高手低，心里没个逼数的人。这样的家伙即使作恶，其实也没有多大危害。就木叶这种忍者村的制度，
谁当火影其实都差不多。这团藏就算再折腾，能折腾到哪儿去？还能在木叶搞出来血雾政策吗？人家雾隐村能搞出血雾政策，是有底层忍者支持，所有忍者都认为应该强者为上，所以说才能搞出血雾政策。你让猿飞日斩去当个雷影试试，打一次胜仗还给对方赔钱，分分钟被人赶下台。这种怂货根本没资格当雷影。所以说让团藏当火影根本不叫个事儿，他没有猿飞日斩那两下子，压不住底下人，早晚还是要被推下台。所以鸣人痛快地答应了下来。其实他心里还挺期待让志村团藏当火影的，这老家伙傻了吧唧，会不会用管理根部的方法管理木叶呢？一想到那场面，鸣人就有些兴奋。木叶这帮老王八蛋互掐才是最有意思的。二人达成合作后也没有多说废话，准备一同回到木叶。一路上团藏沉默不语，鸣人则是漂浮在空中，不紧不慢地跟着团藏。渡过了一条河后，前方再过一片森林就是木叶。就在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团藏突然开口问道：小鬼，问你个问题。一直默默往前飞的鸣人被吓了一跳，这老家伙居然主动跟自己搭话，真是稀奇。只听团藏问道：为什么你暴走之后只追着老夫不放？如果说一开始是因为老夫离你最近的话，后来日斩他们也都攻击了你，而且自来也那个小鬼打得最狠，为什么你没有追着他们打，反而是一个劲的缠着老夫？这是团藏一直没有想明白的问题，他要趁现在多套出一些关于这个小鬼的情报，以免下次对方在暴走时还追着自己打自己。鸣人自然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虽说暴走状态下他失去了所有理智，但那时候的想法他还是知道的。他对团藏笑了笑道：当然是因为你想把我训练成最优秀的兵器，所以我潜意识里也想把你揉成最优秀的兵器。团藏闻言差点摔个跟头，他转回头难以置信地看着鸣人，这家伙的脑回路果然清奇。木叶暗部地下基地内，幽暗的地下基地最深处一个房间中，这里摆放着一个边长5米的正方形金属铁笼，铁笼上贴着密密麻麻的封印符，而铁笼的地下也刻画着一大圈圆形的封印皱纹。10几名暗部忍者站在房间各个角落，警惕地望着铁笼中那个幼小的身影。铁笼中的人自然就是漩涡鸣人，此时他正坐在一张审讯椅上，身上被绑着绳子，还贴着一大堆封印符，弄得跟僵尸似的。在他正面的铁笼外站着木叶 F4， 分别是3代火影猿飞日斩、根部首领志村团藏、掌管外交的水户门岩以及掌管财政的转井小春。这次审问鸣人的木叶高层中，团藏也有份。这个家伙能回来，连猿飞日斩都被吓了一跳。不过看到了团藏失明的右眼，他隐隐有了些猜测。不过团藏的问题可以等以后再处理，现在要先把漩涡鸣人的问题解决，再说别的。4人用审视的目光看着鸣人，看得鸣人满头黑线。他之所以被绑在这里，当然是自愿的。几天前跟志村团藏回到木叶后，他就被带到了暗部基地中。猿飞日斩和颜悦色地跟他说，审讯只是个程序，走个流程后，他就能回到木叶继续正常生活。鸣人当然没信对方的鬼话，但既然对方想玩他，就陪对方玩玩，看看这帮人到底想做什么。不过他倒是挺好奇，大蛇丸和自来也为什么没有在这里。按理说这两人应该也算是木叶高层之一，虽然没有长老的位置，但是哪一次打仗都是派他们作战区指挥官。虽然身份现在只是普通上人，但也算是长老的预备役，按理说是有资格参与审问自己的。就在他胡思乱想时，转请小春对鸣人厉声喝道：罪人漩涡鸣人，你知道你闯下了多大的祸吗？这一嗓子把鸣人吓了一大跳，这老太婆一惊一乍的，是不是有病？你能不能小点声，有事说事儿，你喊什么喊？鸣人自然不甘示弱，一句话就顶了回去。转请小春见鸣人竟然敢顶嘴，语气更严厉几分道：你可知道因为你暴走，村子死了多少优秀的忍者？鸣人打了个哈欠道：不就根部那14个人吗？我都数着呢，不多不少，正好14个。转请小春怒道：你还知道有14个？那都是木叶的精锐忍者，每一个都是木叶的中流砥柱，而他们却被你杀死，你难道就没有一点忏悔之心吗？鸣人无所谓道：之前他们对我出手的时候可都是下死手的，要知道我只是一个3岁的孩子，如果不是我实力强，估计早死800回了。你们把我骗到根部基地，然后想害我，现在又假惺惺来质问我，你们是不是有病？转请小春还想再说什么，只见猿飞日斩伸手拦住了他，随后对着鸣人严肃道：鸣人，我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好孩子，但这次事件确实闹得不小，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你的朋友考虑。你不是交了2个朋友，一个叫做日向雏田，一个叫做日向宁次吗？要是不加以控制，日后你再暴走伤到了他们可怎么办？我们之所以将你囚禁在这里审问，也是为了村子考虑，相信以你的善良，一定可以理解我们。鸣人都快被恶心吐了，这家伙还真用哄孩子那一套来哄自己，还提雏田跟宁次，这是想拿这2人来威胁自己吗？这家伙果然够无耻。鸣人想先听听对方的目的，于是问道：你们到底想说什么？猿飞日斩叹了口气道：小鸣人，你是个聪明的孩子，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关于九尾的传闻，你应该从村民口中听说过一些吧？鸣人点了点头道：当然听说过，我可是九尾的化身呢，杀人如麻，见了人不撕碎了扔嘴里面我都不痛快。猿飞日斩笑了笑说道：小鸣人真会说笑，那些都是谣言，火影爷爷已经帮你在村民面前澄清了，现在已经再也不会有人说你是九尾妖狐的化身。
我之所以提起九尾妖狐，是想给你讲一下有关于你父亲4代火影的事。看你的反应，应该很早就知道你的父亲是4代火影的事了吧？既然如此，我就不卖关子了。你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徒孙波风水门，是个非常优秀的忍者。他在临死前击杀了九尾，拯救了木叶，是木叶当之无愧的英雄。但九尾虽说邪恶，却也是木叶用来威慑各大国的重要力量，就这么丢失在国外，始终不是个长久之计。说到这儿，鸣人算是听懂了，这是想要自己出手帮忙抓捕九尾啊。随后他心中又是一阵冷笑，这老头儿想用驱虎吞狼之计让自己跟九尾拼命，无论打死谁都对他有好处。不过自己是那种容易被拿捏的人吗？袁飞日斩这老东西也太小瞧自己了。只见鸣人面无表情回答道，其实我是非常想找九尾，然后揍他一顿的，毕竟我父母的死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他。听到这，木叶 F4 互相对视了一眼，最后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这个计划果然可行，让这个怪物小鬼跟九尾拼个两败俱伤，到时候九尾可以再次回到木叶，至于这个小鬼是死是活就看天意了。这时只听鸣人话锋一转道，但如果是你们委托我的话，那恕我不能接受。袁飞日斩的笑容僵在脸上，连忙问道，为什么你不愿意接受？你不想为父母报仇，打败九尾吗？鸣人笑了笑道，我当然是很想揍九尾一顿，但你们想让我去，我偏不去。你们算什么东西？让我去我就去，拿我当什么人了？你们家奴吗？袁飞日斩、水户门岩、转寝小春三人脸上露出愤怒的表情，唯有志村团藏一反常态的站在众人身后，什么都没有说。其他三人等了半天，平时这个时候志村团藏都会跳出来，然后跟人互掐，这次为什么突然沉默了？难道是被这个小鬼打得出了心理阴影吗？看起来很有可能。袁飞日斩已经将团藏被鸣人打的凄惨场景绘声绘色的讲给了另外两人，另外两人听到日斩的讲述后，也都对团藏报以同情。经过了那样的暴打后，团藏会留下心理阴影很正常，这次他们就不指望团藏站出来当出头鸟，而是转请小春跳了出来。只见他站出一步，对鸣人吼道，漩涡鸣人，注意你的身份，这并不是跟你商量，而是对你的命令。我劝你想清楚，如果失去了这次机会，你将会在暗部基地内待上一辈子，与之相伴的是每天无休无止的酷刑，饥寒交迫，永不见天日。所以石像点服从我们的命令，你不但可以赎罪，还能正式获得木叶忍者的身份。这可是看在你的父亲是木叶英雄的份上，我们才愿意给你一个机会，否则你残忍杀害木叶忍者的行为，应该直接给你判处死刑。转请小春声音严厉，落在鸣人耳中却如同小奶狗的嚎叫。见鸣人不为所动，转请小春对操控阵法的一个暗部使了个眼色，后者会意立刻发动了刻画在铁笼上的阵法。瞬间铁笼雷光大盛，剧烈的电光从铁笼中亮起，将鸣人包围起来，全方位无死角的进行电击。鸣人发出了痛苦的惨叫，声嘶力竭的哀嚎听得众人眉头紧锁。即便是这些见惯了生死的暗部，也有些不忍心看受刑的鸣人，毕竟对方只是一个3岁的孩子，对这种孩子运行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一个距离袁飞日斩最近的暗部成员双拳紧握，他有些按耐不住，想要冲上去救鸣人，但又转头看了看身旁的3代目火影袁飞日斩，既然火影大人没有制止，一定有对方的道理，他选择相信火影大人，随后站在原地，强忍心中的不适，听着鸣人哀嚎。看到满脸痛苦的鸣人，转请小春语气阴冷道，听说你的防御力非常强，不知道这为你特意设计的雷遁阵法感觉怎么样？嚎叫的鸣人立刻止住了声音，随后对着转请小春邪魅一笑道，我也不好评价，你来试试不就知道了。只见一条绿色的能量手臂从鸣人身上弹射而出，抓住了转请小春的衣服，一把将他拽到铁笼旁边。鸣人出手的速度太快，就连袁飞日斩都没有反应过来，根本没想到鸣人在浑身贴满封印符纸的情况下还能施展忍术。随后雷遁的电流顺着铁笼钻到了转请小春身体里，将他电得浑身颤抖，双眼翻白，口水流了一身。第一个反应过来的袁飞日斩刚想说话，但却突然闭上了嘴，随后他的注意力全在身旁的暗部忍者身上，虽然隔着面具看不到对方的表情，但看到对方刚才还紧握的手逐渐松开，他的嘴角微微勾起一丝弧度。这时水户门岩也反应了过来，立刻对操控阵法的暗部忍者吼道，快点关闭阵法，你们到底长没长脑子，不会看情况吗？暗部忍者停止了阵法，转请小春被从铁栏杆上撕下来，看着被雷遁电的晕厥过去的转请小春，水户门岩对鸣人质问道，你这家伙居然对木叶长老出手，你简直是在给你父亲波风水门蒙羞。本来还抱着玩闹心态的鸣人瞬间脸色沉了下来，这帮家伙还有脸提自己便宜老爹，既然如此，他就跟对方好好说道说道。鸣人见这帮老家伙还敢提自己便宜老爹，直接双臂一用力将身上的绳子扯断。这一幕吓得暗部忍者们全身紧绷，蓄势待发，要不是袁飞日斩叫停他们，直接就冲上去砍鸣人了。鸣人将沾满全身的封印符一把全部撕下来，对着木叶高层质问道，你们还有脸提我老爹？既然你们提起他，那咱们就好好算算。我父亲被忍界称为金色闪光，当忍者的时间也有10多年了吧？他这种实力的忍者，生前不知道做了多少任务，他死后为什么一点积蓄都没给留下？难道他这么多年的任务都是免费做的吗？而且我现在住的那个屋子明显是个单人间吧？我父母以前绝不可能只住在这种小单人间，
那他们之前的房子呢？难道房子自己长腿飞了吗？这下众人哑火了。房子的事情还可以解释，水门生前确实有一间大房子，但是因为九尾之乱被摧毁了。之后木业重建，就给鸣人分了一套小房子，这个勉强还可以解释。但水门夫妻俩的积蓄，这个就不好解释了。当时村子重建需要一大笔钱，元飞日斩万不得已下，将水门夫妻俩的积蓄用来建设了元飞一族的新族地。当时建设元飞一族的新族地可是花了不少钱，水门的积蓄只够一半，另外一半还是他用阵亡忍者的抚恤金勉强填上的。最终元飞日斩只能苍白地解释道：小鸣人，这确实是我的错，一直以来我都觉得你年纪小，所以没有跟你说这件事。你的父母确实有一笔积蓄，但那笔钱的数量非常庞大，村子怕你没有能力守护这些财产被坏人侵吞，所以一直替你保管着。如今你已经有了管理这些财产的能力，这笔钱村子自然会如数交换到你的手上，这一点请你放心。鸣人不屑地冷笑，还担心财产被坏人侵吞，这元飞日斩就是最不要脸的坏人。随后他漂浮到正方形铁笼门前，伸手一划，铁笼被绿色能量瞬间扫断出一个大缺口来。鸣人从缺口钻出，随后对着元飞日斩说道：别胡扯了，你们这帮家伙说一套做一套，我早就习惯了，没心情陪你们胡扯，我要回家睡觉，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说完他朝审讯室大门飞去，就在他的手即将触碰到审讯室大门时，只听身后扑通一声，似乎是有什么东西落地的声音。鸣人回头看去，只见元飞日斩朝着鸣人跪了下来，随后额头处的含泪说道：对不起鸣人，之前发生的事都是我的错，是我能力不足才导致你身上发生的种种惨剧，我不指望你能原谅我，只希望能看在水门的面上原谅木叶和木叶的村民，他们是无辜的，你要怪的话就怪我吧。元飞日斩这次是下了血本，为了将鸣人拉回自己的战船上，他不惜舍弃颜面，来了个土下座工匠精神。在他看来，自己只要拉下脸，一定可以用道德感染对方，从而获得对方的原谅。不料鸣人只是回头淡淡扫了一眼，便打开了审讯室的大门，朝暗部基地外飞去。现场一片安静，最终那个距离元飞日斩最近的暗部忍者走上前，将元飞日斩搀扶起来。元飞日斩在被对方的手搭在肩膀上时，感觉到了对方的颤抖，望着对方面具下那双猩红的三勾玉血轮眼，他露出一副无奈的表情，苦笑道：让你见笑了，止水。见到这样的火影，你应该很失望吧？宇智波止水语气愤怒道：不，您是木叶最优秀的火影，我怎么会对您失望呢？那个漩涡鸣人实在太过分了，居然当众羞辱您，还出手袭击转寝小春长老，简直是罪大恶极。火影大人刚才为什么不下令让我们出手？我们如果一起上，一定可以拿下漩涡鸣人。元飞日斩心中吐槽，要是能拿下老夫早就拿下了，还轮得到你这小屁孩在这说三道四。心中虽然吐槽，但脸上还是装出一副无奈的表情，叹了口气道：毕竟是水门的儿子，这几年是村子对不起他，他埋怨我这个火影也是应该的。宇智波止水心中不赞同元飞日斩的说法，哪怕对方是4代火影的儿子，也不能如此为所欲为。对方的行为不只是践踏3代火影的尊严，同时也为其父亲4代火影蒙羞，这样的家伙根本不配成为木叶忍者，也根本不值得3代火影为其下跪道歉。之后元飞日斩遣散了审讯部中的所有人，唯独留下了宇智波止水，似乎是有话要跟对方说。志村团藏离开前鄙视的看了眼元飞日斩，这家伙真是虚伪的，让他直犯恶心。不过漩涡鸣人那个小鬼也不是什么善茬，看来今后有日斩这老东西的罪受了。很快所有人都离开审讯室，房间中只剩下元飞日斩和宇智波止水。见众人离开后，元飞日斩拍了拍宇智波止水的手臂说道：止水，我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接受。宇智波止水立刻单膝下跪，对元飞日斩恭敬道：能为火影大人做事是我毕生的荣耀，请火影大人吩咐。元飞日斩严肃说道：这次漩涡鸣人暴走，导致村子失去了不少优秀的忍者，要不是我跟大蛇丸自来也及时赶到，还不知道鸣人要把村子破坏成什么样子，所以我需要一名实力强大的忍者负责保护鸣人，思来想去，暗部中只有你最合适，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宇智波止水闻言，二话没说，直接答应下来。他看到漩涡鸣人这个4代火影的儿子变成如今这样，也非常痛心。刚才还想着如果有机会一定要跟对方好好普及一下火之意志，没想到火影大人居然让自己去监视鸣人，这简直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在他看来，漩涡鸣人虽然个性顽劣，但是毕竟只是个孩子，只要用心开导，一定可以打开对方的心结，从而成为木叶的优秀忍者。忍界一处独立的空间内，这里绿草纷飞，百花齐放，蛤蟆在池塘嬉戏，鸟儿在天空飞翔，就连山川都是彩色的，看上去宛如童话梦境般。这里名叫妙木山，一群会使用仙术的蛤蟆在此定居，自称妙木山圣地，是忍界3大圣地之一。在妙木山最中心的区域的一条小溪旁，自来也拿着手中扁平的小石块，在池塘边一个水漂打了出去，石头在溪水中翻了10多次水花，最后扑通一声栽到了溪水中央。自来也叹了口气，打到对岸可真难啊，他都尝试1天了，没有一个打到对岸的。随后他又想起了这几天的经历，本来就烦躁的心情变得更加烦躁了。那天使用逆通灵术逃走后，他就来到了妙木山，本想回到木叶坐镇一线保护木叶的安全，谁知道大蛤蟆仙人居然突然苏醒指名道姓说要见自己。
大蛤蟆仙人在妙木山不知生活了多久，只知道现在所有的蛤蟆都是他的子孙后代。当初他第一次来到妙木山，大蛤蟆仙人便迎接了他，随后告诉他忍界将来会出现一名预言之子，而他将会是预言之子的老师以及引路人。这名预言之子会给忍界带来永久的和平或者战争，因此自来也从那一刻起便充满了使命感。只是几十年过去了，他徒弟收了好几个，其中也有看起来非常靠谱，有可能真的是预言之子的存在，比如迷燕和水门，他们无论从性格还是从出身上都极其符合预言之子的条件。一个从战火中孕育而生却仍然信仰和平的和平主义者，另一个拥有坚定的信念，拥有守护和平的决心与实力。然而这两个被自来也寄予厚望，认为是预言之子的人最后都死了，一个是死于战争，另一个也是死于战争。有一段时间他都怀疑大蛤蟆仙人的预言是否靠谱，为什么自己等了几十年都还没有等到预言之子。后来他就不再胡思乱想了，找到预言之子几乎已经成为了他的执念，或者说希望忍界和平才是他真正的执念。他自己本身并不具备给忍界带来和平的能力，于是他就将所有的期望寄托于那个未曾谋面不知道是否存在的预言之子身上。即便那个预言之子不存在，他也能哈哈一笑坦然接受，毕竟只是自己的一个和平梦，存不存在又如何呢？这次在路过妙木山时，大蛤蟆仙人又梦到了预言之子的些许线索，自来也满心欢喜地找到大蛤蟆仙人，等待对方给出新的线索。结果大蛤蟆仙人还没说两句话又沉睡了过去，无奈他只好派通讯蛙先回到木叶，如果那边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会立刻用逆通灵术回到木叶中。在这之前，他想等着大蛤蟆仙人醒来，弄清楚预言之子新的情报。又捡起一块石头朝着河对岸打去，结果再次沉没，在河中心没有打到对面。自来也叹了口气，转身准备回到身作制麻仙人家中时，只见身穿披风的身作仙人突然出现在自来也面前。他被吓了一跳，拍了拍胸脯道：吓死我了，身作仙人，你就不能发出点声音吗？突然跳过来吓我一大跳。身作仙人不好意思道：抱歉，因为太着急了，所以没有注意，大蛤蟆仙人醒了，正在找你过去呢。听到大蛤蟆仙人苏醒，原本毫无干劲的自来也突然精神起来，直接一把抓起了身作仙人，随后放在了自己肩膀上道：那还等什么，赶紧带我去见大蛤蟆仙人吧。被放到肩膀上的身作无奈道：小自来也，你还是那么心急。埋怨了一句后，身作仙人指引着自来也来到了大蛤蟆仙人面前。这是一只皮肤橘黄色的老蛤蟆，个头有3米左右，嘴巴已经老得发皱，头上戴着一个宽大的博士帽，看起来十分博学，脖子上戴着一颗写着游字的水晶项链，端正地坐在巨大的绿色木椅上。原本毛躁的自来也在见到这只大蛤蟆后，瞬间变得恭敬起来，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随后打招呼。大蛤蟆仙人艰难地睁开了眼皮，扫了一眼自来也后，干瘪的嘴巴努力向上弯了弯，笑道：是小自来也啊，来找我有什么事吗？自来也满脸黑线道：您几天前刚刚跟我讲过，您在梦中又推演到了有关预言之子的情报，我当然是来问个清楚的。大蛤蟆仙人这才想了起来，随后抬头望着天空，似乎正在思索什么。自来也没有打扰，几天时间都等了，还等不了这几分钟吗？谁知左等对方不说话，右等对方不说话，足足过了1个小时，大蛤蟆仙人才又一次将视线落在自来也身上。已经等到有些不耐烦的自来也见到对方总算想起了什么，连忙追问道：大蛤蟆仙人，您想起梦中的内容了吗？大蛤蟆仙人疑惑道：是小自来也啊，来找我有什么事吗？自来也和身作制麻2位仙人，一个没站稳摔倒在地，感情您老人家抬头思考了半天，非但没想起来预言，还把刚才发生的事都给忘了。就在众人帮他回忆了半天后，大蛤蟆仙人总算是稍稍回想出了一些梦境中的内容。他对着自来也悠悠开口道：我在梦中见到一个浑身散发着彩色光芒的少年，那个少年身上的光芒太盛，我根本没有看清他的长相，只看到对方摧毁了很多东西，也创造了很多东西。如果你想找到那个少年的话，就从这个方向开始寻找吧。自来也有些郁闷，等了这么久，只不过等到一个对方能散发彩色光芒的情报，还以为能看清楚对方的长相，结果只有这么笼统的信息，这要让他上哪里找？忍者的忍术千奇百怪，五花八门，能够散发彩色光芒的比比皆是，而且大蛤蟆仙人的语言能力很匮乏，具体是什么形式的彩色光芒根本形容不出来。随后他叹了口气，虽然没有预言之子的具体情况，但这也是个不错的开端，接下来顺着忍术可以散发彩色光芒这个方向去寻找对方，也许可以找到。不过他现在更担心的是另一件事，那就是木叶现在的情况。虽然袁飞老师推测鸣人不会来摧毁木叶，但这种事只有亲眼见到才能放下心，而且他也很想看看鸣人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虽然他在木叶那边留下了通讯忍蛙，但毕竟对方不能传回太过具体的情况，真正情况还是要自己回去看的。而在木叶村不远处的南河川旁，鸣人、雏田跟宁次3人，一人拿着一根简陋的鱼竿坐在河水旁钓鱼，一边钓鸣人还一边滔滔不绝地给2人讲述的知识，听得宁次眉头紧锁，雏田双眼放光。鸣人讲的东西非常玄奥，他们在族中典籍里根本没有听过相关记载，因此听得格外入神。所以说陆地上的一切物种其实一开始都是从海里边进化而来的，所有陆地生物的祖先其实应该都是鱼才对。鸣人讲完后一脸得意，自己前世虽然不是什么学者，
但这些没用的小知识，他可是被互联网轰炸的脑海中一大堆，随便拿出点儿，跟这帮小朋友们吹吹牛逼，简直绰绰有余。雏田听得眼中全是小星星，脸颊通红，对着鸣人说道：“鸣人君，你好厉害，居然知道这么多。”鸣人微笑着摆了摆手道：“不值一提，都是些小知识而已。”说话时，他表情毫无波澜，似乎只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心里却乐开了花。果然，跟小朋友装逼才是最有趣的。那些成年人一个个全是杠精，说一句他们顶三句，一点意思都没有。谁知一旁低头沉思的宁次突然抬起头说道：“鸣人，你说的不对。”鸣人眯眼看着宁次，这个家伙为什么跟成年人一样爱抬杠？难道他就没有注意到他现在是个电灯泡吗？所谓的电灯泡分成暗泡跟明泡，暗泡是他不知道自己成为了电灯泡，只是跟着人群瞎掺和，搅和了别人的好事。而明泡就是宁次这样，明知道自己当了电灯泡，还要强行过来搅和。你这样很讨人厌，知道吗？鸣人眯着眼问向宁次道：“那请问宁次，你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啊？”宁次眼神锐利道：“我们日向一族传承已有1000年之久，家族典籍中记载，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类都是由我们的先祖创造而来，根本不是从什么鱼进化而来的。”宁次说话时异常骄傲，可见他对自己是造物主后代的事深信不疑。鸣人刚想出声反驳，随后一想，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日向一族是大统木羽村的后代，而大统木羽村的母亲大统木辉夜姬曾经使用无限阅读控制过整个忍界的人类，后来那些人类全部变成了白绝，也就说明忍界的原住民已经全军覆没了。鸣人推测，现在忍界中还存在的人类无外乎有2种可能。第一种是大统木辉夜在施展无限阅读时善心大发，留下了一部分人类，而这部分人类繁衍了1000年，后来与6道仙人兄弟俩的血脉融合，组成了现在的忍界人。第二种是大统木辉夜使用无限阅读将所有人类全部变成白绝，然后在这些白绝中挑选出一些改造成为了外形类似原版忍界人，但实际上内核完全不一样的新人类。这也就是白绝为什么可以完美模仿忍者的血脉与查克拉的原因。无论是宇智波斑还是宇智波带土，他们受了伤后直接叫来一个白绝，掰掉对方的身体安到自己身上就能用。这种适应能力，要是说白绝跟忍界人的血脉完全无关，打死鸣人都不信。所以尴尬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宁次这个小屁孩居然用神学反驳了自己的科学，进化论居然输给了神创论。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怪不得大蛇丸在这个世界混不开，这个世界根本不讲科学，一个个全机械降神。见鸣人说不出来话，宁次瞬间得意起来，嘲笑鸣人道：“我就说你这个家伙肯定是在胡说八道，人是从鱼变来的，这么蠢的话你居然都能说得出口，你这个家伙果然是个信口雌黄的人。”鸣人恼羞成怒反驳道：“你不懂别瞎说，这是科学。”宁次撇了撇嘴道：“什么科学？我看就是你这个家伙在胡说八道。老早我就看你不像个好人，每次看雏田大小姐的时候眼神都特别猥琐，你这家伙肯定没安好心。”鸣人心里咯噔一声，自己没安好心连个4岁孩子都能看得出来吗？一旁的雏田更是羞红了脸，这宁次哥哥说话为什么这么直接？随后他偷瞄了眼鸣人，见对方支支吾吾根本无法解释，他的脸颊更红了。被宁次哥哥这么一搅和，要是鸣人君讨厌我了该怎么办？鸣人和雏田都被宁次搞得哑口无言。就在宁次嚣张得意时，不远处一个男童的声音响起：“那个日向一族的家伙，你是在胡说八道！”男童的吼声非常大，鸣人3人转头看去，只见一个身穿蓝衣短裤顶着刺猬头，皮肤白皙的可爱小男孩攥拳瞪眼对着宁次不服气说道。被人打断嚣张气焰的宁次有些恼火，这种装逼装到兴头上被人打断的感觉非常不好。不过他并没有出手教训这个小男孩，而是出声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说我胡说八道？”小男孩昂起头，自信地介绍道：“我是宇智波一族的，名叫宇智波佐助。我说你胡说八道，是因为你的祖先根本不可能是创世神。”宁次有些疑惑，这个家伙为什么如此确信自己的祖先不是创世神？只听宇智波佐助满脸傲气道：“要说原因，那也非常简单，因为忍界真正的创世神是我们宇智波一族的祖先。世界上只能有一个创世神，而我的祖先不会说谎，所以你是骗人的，是胡说八道。”宁次当时就火了，这个宇智波的家伙居然怀疑他们祖先记载的历史是虚假的。此时的宁次虽然被打上了笼中鸟咒印，但他的父亲并没有为日向日族挡雷，所以他对日向一族并没有多少仇恨，毕竟他对于笼中鸟的意义还没有那么清晰的认知。因此听到有人诋毁自己的家族，他自然生气，站起身来看着佐助怒目而视。被宇智波佐助打断了装逼的宁次站起身来反驳道：“你这个家伙居然怀疑我们日向一族的记载，我们日向一族可是传承了1000年的大族，记载的历史都是没有断绝过的，根本不可能是假的。反倒是你说你的祖先是创世神，你有什么证据吗？”佐助同样理直气壮道：“别以为只有你们日向一族是传承了1000年的大族，我们宇智波也同样传承了1000年。我们的古籍上清楚的写着，我们才是创世神的后代，以我们宇智波的骄傲是绝对不会作假的。反倒是你们日向一族非常虚伪，明明是木叶第2大的家族，偏要说自己第一。木叶第1的大家族明明是我们宇智波，
你们真是不要脸！两人瞬间吵了起来，一开始还有理有据的争辩，后来直接变成了你们祖先长得丑和你们祖先像条狗之类的骂战。鸣人和雏田直愣愣地看着骂起来的两个人，这两个家伙脾气可真够火爆的，为了水祖先牛逼骂得不可开交。随后他们就看到宁次跟佐助停止了对骂，随后并排来到了鸣人跟雏田面前。鸣人嘴角直抽，问向两人道：“你们俩怎么突然不骂了？到我们面前做什么？”宁次板着脸看着鸣人和雏田说道：“雏田大小姐，你来评评理，说说我们到底谁的祖先有可能是创世神？”一旁的佐助打断道：“这个女孩是日向一族成员，当然向着你说话，所以她的意见要忽略，还是问那个平民家的孩子吧。”一旁的雏田诺诺地说道：“其实我还是觉得鸣人君的话有道理，只是他的说话声太小，众人的注意力不在他的身上，所以没人听见。而对于这个问题，鸣人是怎么看的呢？鸣人现在想找块豆腐撞死，有没有一种可能，你们两个人的祖先是同一个人？”最终鸣人叹了口气说道：“这样的讨论毫无意义。既然你们两个都是忍者家族的成员，那应该都学习过查克拉提炼术吧？”二人同时点了点头。名次会查克拉，鸣人早就知道，他只是想确认一下佐助此时有没有提炼查克拉而已。确认了两人的答案后，鸣人说道：“既然如此，你们两个人就在这里对练一场，以对练的输赢来决定谁说的正确。”宁次和佐助相互瞪了一眼，随后点了点头。这个提议很符合忍界的作风，他们很满意。一旁的雏田来到鸣人身边，小声道：“鸣人君，这样不好吧？要是打架的时候受伤了可怎么办？”鸣人牵起了雏田的手，安慰道：“你放心吧，有我在，绝对不会让他们受伤的。”雏田的脸瞬间红的如同一个番茄，头顶上冒起了白烟，就连手都如同烧红的烙铁，烫得鸣人嗖的一下缩回手。鸣人一边将手指捏在耳垂上降温，一边转头望着满脸凶光的宁次。这家伙真尼玛是个妹控，自己想耍个流氓都不给机会，真是可恶。二人的决斗就在这南鹤川旁进行，担任裁判的鸣人站在二人中间，如同前世拳击比赛那样，两个人互飙完一顿垃圾话后，比赛正式开始。宁次率先出手，一发柔拳式大力沉，软绵绵向着宇智波佐助飘去。佐助见状连忙躲闪，依靠宇智波精湛的体术技巧，轻松的被宁次打中了胸口。宁次的柔拳练得无比精深，查克拉到佐助胸口前就熄火了，佐助被宁次用蛮力推的翻了个跟头。两人开启了宛如菜鸡互啄般的体术对抗，看到鸣人昏昏欲睡。说实话，两人的身体素质是不差的，毕竟都是名门血脉，身体素质天生就比平民家的孩子强大。但奈何两个人的体术技巧都属于王八拳的范畴，即便他们出身名门，也从小修炼，但毕竟一个只有3岁，只有一个4岁。那些大家族的体术技巧都是为了成年忍者战斗而研究的，就他们这小胳膊细腿的根本打不出来威力，最后还是回归了王八拳的模式中。鸣人看着互相抡王八拳的二人，脑海中开始了胡思乱想。按照年纪来看，宇智波的灭族还有好几年时间，但云影使团掳走雏田的事估计不远了。一想到有人敢对雏田出手，他就气得牙根痒痒。再想到木叶那帮老东西息事宁人，他更生气。云影来到木叶来抓小孩，被打死了还要木叶忍者偿命，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看来这段时间要注意一些了，只要有云影使团来木叶的消息，就要去日向一族蹲点。他就不信在自己的防护下，云影还能掳走雏田。这次不用日向日族出手，自己灭了云影使者，看看木叶高层能把自己怎么样。就在他胡思乱想时，宁次跟佐助的巅峰对决悄然落下了帷幕。胜利者自然是日向宁次，毕竟他的年纪比佐助大1岁，而且在剧情前期，宁次的天赋确实比佐助要高上很多。要不是后期被日向一族的血脉拖累白眼，无法晋升到更高层次，他的天赋绝不会止步于死前的精英上忍级别。气喘吁吁的宁次看着躺在地上的宇智波佐助，脸上露出了畅快的表情。他一边喘气一边说道：“是我赢了，我们日向一族的祖先才是创世神。”佐助没有出言反驳，技不如人他也不会继续叫嚣，但脸上的表情说明他心中并不服气，估计憋着一股火，准备下次报复回来。这时鸣人站出来对二人说道：“行了，既然分出胜负，那就别再争辩了。我刚才趁你们对练的时候抓到了几条大鱼，你们要不要一起来吃啊？”宁次将气喘匀后笑道：“这可是庆祝我胜利的大餐，当然要吃。”佐助也爬起身，将脸撇在一边傲娇道：“既然你这个家伙开口了，那我就勉为其难尝一尝。”随后几人围着篝火开始了烤鱼，一边吃鸣人一边打眼观察着宁次和佐助。这两个家伙不愧是出身于大家族，才3、4岁就学会了查克拉提炼术，像自己这种平民在进忍者学校前根本没有机会获得。当然鸣人也是有机会的，现在只要他回根部喊一嗓子，立刻会有一堆人将查克拉提炼术送过来。但鸣人一直懒得学，所以他直到现在体内还没有一丝查克拉。不过看到宁次跟佐助他又有了些学习查克拉的兴趣，于是便对二人说道：“你们都会查克拉的提炼方法吧？可不可以把它教给我？”宁次听后疑惑问道：“你为什么会问我们查克拉的提炼法？你自己难道没有吗？”鸣人一摊手说道：“当然没有，我一个平民孤儿上哪儿去弄查克拉的提炼方法？不过我倒是会另外一套修炼方法，你们教我修炼查克拉，
我可以把另外一套修炼法教给你们。鸣人说的自然是龙珠世界的气功武道，虽说他是靠本能使用传超赛亚人的力量进行战斗，但触类旁通之下，帮几个小屁孩感悟到气还是很容易的。听到鸣人这么说，宁次和佐助都有些动心，虽然他们不知道鸣人说的修炼法是什么，但似乎很有趣的样子，他们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但谁也没有开口答应，他们的查克拉修炼法是家族独有，没有经过家族同意，他们谁也不敢私自传授。这时雏田诺诺开口道：鸣人君，如果想学的话，我可以教给你查克拉的修炼法。这时鸣人才想起来，雏田可是日向一族的大小姐，查克拉提炼法绝对是对方从小就开始学的必修课。随后鸣人按照雏田教授的方法开始提炼查克拉。其实对于查克拉的掌握，现在的雏田还不是很熟练，只能回想着父亲教他的方法来教鸣人。但这种传授方法对于鸣人来说已经足够。只见他盘腿坐在河边，精神能量缓缓牵引着肉体能量，二者逐渐融合。轰隆！一股如浪潮般汹涌的查克拉瞬间从鸣人体内喷薄而出，吓得雏田、宁次、佐助三人栽倒在地。不远处负责监视鸣人的宇智波止水瞬间睁大了双眼，他连忙开启了三勾玉血轮眼，随后映入他眼帘的是一股如同山洪海啸般恐怖的查克拉波动。他从来没有想过人类的查克拉居然可以庞大到这个地步，这比他在战场上见过的人助力还要强大数倍。正当他惊骇时，这股查克拉瞬间平息下来，缩回到鸣人体内，现场安静一片，只留下坐在地上瞪大着双眼的雏田三人。鸣人摸了摸后脑勺，对三人不好意思道：抱歉，第一次提炼查克拉，有些不熟练，吓到你们了。话说回来，查克拉还真好玩，比我修炼的气好操控很多，而且好像还有其他的变化，除了威力弱上很多外，其他的都还算可以。鸣人现在非常兴奋，查克拉比气虽然战斗力要弱上很多，但是功能性上要强上不少。要知道查克拉可是一种粉碎万物在创造万物的能量，忍者拿它用来战斗真是暴殄天物，大蛇丸这个信仰科学的也没有把这股力量用在正途上。鸣人想到了无数骚操作，可惜他现在只是刚刚提炼了查克拉，还没有对他深刻研究，看来以后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啊。宁次、雏田和佐助三人站起身来，随后宁次惊呼道：鸣人，你的查克拉为什么会这么多？佐助也附和道：是啊，你的查克拉很强，都快赶上我哥哥了。雏田满脸羞红，没敢跟别人说话，只是心中想到，鸣人君真的好厉害啊。鸣人心中有些自得，虽说夸奖自己的只是几个小屁孩，但孩子的称赞才是最真诚的，他非常受用。本来他也想着将其的修炼方法传授给这几人，毕竟这几人也算是自己的朋友了，教他们一些东西也没什么。但看着西边落日的余晖，鸣人说道：今天天色有些晚了，明天早晨我们还来这里集合，我教你们一套比查克拉还要强的修炼法。佐助和宁次撇了撇嘴，他们不相信会有什么比查克拉还要强的修炼法，不过他们还是爽快地答应下来，随后就分道扬镳，准备各回个家。佐助因为家离这里比较近的原因，所以第一个走了。鸣人提出要送雏田和宁次回家，但是被宁次一口拒绝。这个小黄毛一看就居心不良，看雏田大小姐的时候眼神非常不对劲，让他很不放心。鸣人无奈，对方既然不想自己送，那就算了吧。独自一人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时鸣人察觉到一些不对劲，刚才在南鹤川一直监视自己的那个暗部好像不见了，应该是给三代通风报信去了吧。自从自己回到木叶后，卡卡西那个跟踪自己的小队就撤走了，取而代之的就是这个不知道姓名的暗部。这个家伙的实力确实比卡卡西他们要强上很多，但想逃过鸣人的感知是不可能的，除非这帮家伙也学会气的使用方法，然后将气隐藏起来。同一时间，戴着暗部面具的宇智波止水来到了火影办公室。这里除了三代火影猿飞日展外，还有另一个人。止水跟对方打招呼道：您好，自来也大人。自来也点点头道：真是个客气的年轻人，既然如此，我就不打扰你的工作了，我先出去取材。这时猿飞日展叫住了他，说道：你也留下来吧，止水的情报是关于漩涡鸣人的。自来也瞬间脸色一变，扭头回到猿飞日展身边，仔细听着宇智波止水的汇报。止水将今天在河边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随后对二人补充道：今天那股查克拉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强大的一股查克拉，即便是人助力都没有如此强大的查克拉。猿飞日展陷入了沉思，这个情报其实可有可无，毕竟他跟自来也都亲身感受过鸣人暴走后的实力多强，对方拥有如此庞大的查克拉，在他们看来也理所当然。其实让他更在意的是另一件事，那就是鸣人所接触的那三个孩童，宇智波一族族长的二公子，日向一族族长的长女，还有日向族长弟弟的儿子。这三人中，除了日向宁次外，剩下的两人全都是有着深厚背景的家族忍者。这时的猿飞日展丝毫没有对鸣人接触家族忍者的反感，反而眸中金光大亮。他怕的不是鸣人实力强大，而是担心拥有强大实力的鸣人无所顾忌。现在对方有了朋友，也就有了羁绊，这是个好苗头。只要给鸣人带去更多的羁绊，总有一天可以将鸣人的心拴在木叶，而自己是木叶的火影，靠着这层关系，足以将鸣人拉到自己的阵营中来。只可惜他的长子猿飞星之助暂时还没有子嗣，否则可以让自己的孙子或者孙女也加入对方的小团体。
随后他又头疼起来，自己元妃一族中还真没有跟鸣人差不多大的孩童，基本上都是跟卡卡西一个年纪，或者更大一些，跟鸣人他们这个小团体根本玩不到一起去。就在他筹划将鸣人拴在木叶时，自来也同样在思考鸣人的事。他不是没怀疑过鸣人就是命运之子，但仔细思考后，他又觉得可能性不大。刚才回到木叶后，他便四处打听了下有关漩涡鸣人的情报，又听元妃日斩描述了鸣人的性格以及扭曲的思想。这样的鸣人跟他对命运之子的设想完全不同，怎么看对方也不像是命运之子的样子。这时元妃日斩回过神来，对着宇智波止水露出慈祥的笑容说道：止水，你继续回去工作吧，今后如果有重要的事派影分身来就可以了。止水点点头，随后离开了火影办公室。房间中只剩下元妃日斩和自来也。外人走后，自来也先将鸣人的事扔在一边，对元妃日斩问道：元妃老师，你之前说大蛇丸那家伙没回到木叶，这是怎么回事？元妃日斩叹了口气道：自从上次大蛇丸逃走后，直到现在也没有回到木叶。我也曾向他的部下打听过，但龙地洞的蛇没有带回任何情报，大蛇丸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不过线索还是留下了一些，剧团藏说根部少了一些重要资料，那些都是大蛇丸之前在根部实验的资料，在大蛇丸失踪后突然就被人盗走了，至今没有找到线索。自来也连忙追问道：老师，你知道那是什么资料吗？元妃日斩摇了摇头，表示他不知道。其实他心里跟明镜似的，8成就是人体实验的资料，而且他也怀疑大蛇丸这是叛逃了木叶，但正所谓抓贼抓赃，捉奸捉双，你没有抓人家一个现行，然后就说人家因为怕做人体实验暴露而叛逃，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而且元妃日斩调查大蛇丸做人体实验的事，不过是想要找个理由赶走这个火影之位的有力竞争者而已。现在对方主动离开木叶，他也不想将事做得太绝，把师徒关系彻底走死，于是他准备瞒下对方人体实验的事，也不打算将对方定为叛人，就跟纲手一样冷处理就好。自来也叹了口气，随后转身准备离开火影办公室。元妃日斩问道：自来也，你要去哪里？我们还有很多事没有商量呢。自来也头也不回地说道：当然是找大蛇丸那个家伙，我不相信以对方的实力会平白无故的消失，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隐情，我一定要找到他问个清楚。望着离开的自来也，元妃日斩知道自己劝对方也没有用，这个自来也虽然是3名弟子里最听话的，但也是3个弟子里最倔的。只要对方认准的事，无论是谁的意见都不会听，意志的坚决程度是纲手和大蛇丸比不了的。最终他叹了口气，继续处理木叶大大小小的日常事务。傍晚时分，宇智波富岳一家人围着餐桌开始享用晚餐。身为一家之主的宇智波富岳坐在餐桌的最主位上，他的妻子宇智波美琴与2个儿子宇智波鼬和宇智波佐助分别坐在餐桌两侧。等菜上齐后，众人双手合十默念了句我开动了，随后便开始享用晚餐。这时宇智波富岳看到了小儿子宇智波佐助手臂上的擦伤，于是出声问道：佐助，你手臂上的伤是怎么搞的？经他这一提醒，美琴和鼬才发现宇智波佐助的手臂受了一些轻伤。佐助慌张道：这是回家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磕破了点皮而已。富岳、美琴和鼬3人瞬间便看出了佐助在说谎。宇智波富岳板着脸训斥道：你这伤明显是跟人打架造成的，对家人还不打算说实话吗？佐助见瞒不过去，最后一五一十的将今天遇到鸣人他们的事全都说了一遍。说到最后他还补充道：今天之所以没打败那个日向一族的家伙，完全是因为我粗心大意，明天我就会再向他发起挑战，到时候一定会把他打得屁滚尿流。美琴捂着嘴轻笑道：没想到佐助这么小就交到了这么多朋友，还以为你会跟鼬一样朋友很少，既然能交到这么多朋友，妈妈就放心了。宇智波佐助羞得脸蛋通红，将饭碗端起来一个劲的往嘴里扒拉饭来掩饰尴尬。而坐在主位的宇智波富岳虽说一直板着脸，但内心中却惊讶无比。刚开始听到自己的儿子被日向一族的族人给打了时，他心中微微有些不满。对方跟佐助是同龄人，虽说大了1岁，但差距并不是很大。同样的情况下，如果是鼬的话，一定可以轻松打败那个日向宁次。佐助看来还是比鼬的天赋要差上很多啊。当他听到漩涡鸣人这个名字时，差点手一抖将饭碗扔掉。上次鸣人暴走的事虽然被木叶高层隐藏下来，但与鸣人交过手的宇智波富岳知道这个小鬼并非等闲之辈，而且对方杀死了不少宇智波族人，是个极其危险的家伙，自己小儿子居然跟这种人做朋友，真是太危险了。不过看儿子的表情，应该很高兴认识漩涡鸣人这个朋友，到底要不要让佐助远离对方？宇智波富岳内心中陷入了纠结。而自始至终宇智波又都一言未发，其实他坐得离佐助很近，按理说应该第一个发现弟弟的手臂受伤才对，但他今天有些心事，所以注意力没有放到弟弟身上。最后他似乎是下定了什么决心，将手中的饭碗缓缓放在桌上，随后对着宇智波富岳说道：父亲大人，今天3代目火影邀请我加入暗部，所以我决定辞去木叶警务部的工作，加入火影大人的直属暗部。富岳吃了一惊，随后欣慰地笑了笑道：不愧是我的儿子，想去的话就去吧。第二天早上8点钟，鸣人准时出门前往南鹤川，等到达约定位置后，才发现另外3人竟然都到了。宇智波佐助酷酷的双手插兜，对鸣人说道：你来的也太晚了。鸣人眯着死鱼眼说道：你这家伙就住在不远处，
出门就到了，当然来得早。几人闲聊几句后，鸣人直奔主题，开始教导起几人关于气的修炼方法。但在这之前，他准备先驱散那个一直监视自己的暗部，他可不想让气的修炼方法被元飞日斩那个老东西知道。鸣人先让三人在这里等他一下，随后朝着宇智波止水的方向走去。悄悄观察鸣人的止水，见对方竟然在朝自己走来，吃了一惊。不过他觉得对方只是瞎猫碰死耗子，想要来这边而已。正当他准备换个地方继续监视时，鸣人的声音悠悠传来：“我知道你在那儿，不用藏了。”止水停住脚步，随后自嘲地笑了笑，原来对方早就发现自己了，亏自己还以为躲藏得很好。随后他从掩体后走了出来，对着鸣人说道：“我还真是小瞧你了，看来你不仅暴走后实力强大，就算不暴走也拥有着极高的天赋，是跟佑同一个级别的天才。”鸣人疑惑道：“佑，是宇智波佑吗？”止水点点头，随后说道：“没错，还没有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做宇智波止水，请多指教。”说完他摘掉了面具，露出了一张棱角分明的脸。说实话，止水的长相并不算多好看，不过他的五官却给人一种正直的感觉，让人看上去第一眼就觉得对方不是个坏人。鸣人先是上下打量了对方几眼，随后才自报家门道：“我叫漩涡鸣人。三代火影既然让你来监视我，那他把我的事全告诉你了吗？”宇智波止水点了点头道：“说了，你是一个从小生活在周围人仇视目光中的孩子，因此养成了扭曲的性格，而且还拥有一种很狂暴的血迹陷阱，时不时就会暴走伤人。上次要不是三代火影大人和自来也大人他们合力将你擒住，估计你会伤害不少木叶的平民。可爱 Delta Old。”鸣人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他自愿被抓的，元飞日斩那个老王八居然说自己是被对方打败的，这家伙但凡要一点脸，也不至于一点脸都不要。见鸣人表情有些变化，宇智波止水笑道：“你不必担心会再次暴走伤人的事，别看我年纪不大，但我的实力可是非常强的。如果你再次暴走的话，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制服你，所以你尽量放松心态，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鸣人赶紧打断道：“行了，行了，你们宇智波一族的自我感觉良好，我算是领教到了。我不是来跟你说这些事的，我是想让你能不能远离这里，我要交给雏田他们一些独家忍术，今后这片区域是我们的修炼场，你要监视我就在远处等我出来。”宇智波止水皱了皱眉说道：“不行，这是火影大人给我安排的任务，我必须时时刻刻保护在你的身边。你放心，我以宇智波一族的荣誉向你发誓，我绝不会对其他人透露你的忍术。”鸣人摇了摇头说道：“我不信任你，你跟元飞日斩一个德行，说话跟放屁一样，一点信用都没有。”止水表情瞬间冷了下来，他也是有身为天才的骄傲的，平时对人说话非常和气，但那更类似一种上位者对下位者独有的傲慢，就像初代火影给其他的初代影们下跪一样，当双方的差距过于大的时候，给对方下跪并不会感觉屈辱，甚至会有一种自己礼贤下士的荣誉感。但这个漩涡鸣人却丝毫不给自己面子，不仅侮辱了自己，还侮辱了他最尊敬的三代目火影元飞日斩。这个家伙果然如同火影大人说的那样，是个性格恶劣、喜怒无常的家伙，看来不给对方一些教训，这个家伙是不会乖乖合作的。而鸣人也失去了耐心，他抬起头45度角仰望天空，这个举动让宇智波止水有些摸不着头脑。自己刚准备出手教育这个小鬼，这家伙为什么突然抬头看天空？难道是想要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搞偷袭吗？这个小鬼也未免太天真了吧，这种手段就算对付中人都未必会奏效，更何况对自己这个暗部的精英。而此时坐在火影办公室中的元飞日斩被吓得亡魂大冒，只见他施展望远镜之术的水晶球中，漩涡鸣人的双眼直直地盯着自己，而对方的眼睛现在已经失去了瞳孔，变成了纯白。元飞日斩被吓得心都凉了半截，立刻使用传音秘术，通过木叶村的防御结界将思想传达给宇智波止水。止水，快按照对方说的做。元飞日斩的声音传进了宇智波止水的脑海中，他被吓得一个机灵，随后朝着四周看了看。这时元飞日斩急躁的声音再次传来：“我真的是三代火影元飞日斩，没时间解释了，快按照漩涡鸣人说的做。”止水无奈的点了点头，随后看了漩涡鸣人一眼，便转身离开。目送对方离开，鸣人的眼睛恢复了正常，随后对天空打了个响指。坐在火影办公室中的元飞日斩大口喘着粗气，刚才真是吓死他了，漩涡鸣人这个家伙居然拿暴走来威胁自己，真是可恶。随后他还想通过望远镜之术继续看看漩涡鸣人的情况，没想到施展望远镜之术的水晶球砰的一声突然炸裂，碎成了一地玻璃渣，散落在火影办公桌上。看着碎了一桌子的水晶球，元飞日斩气得咬牙切齿。倒不是为了水晶球生气，这种水晶球只是施展忍术的载体，换一个也花不了多少钱。关键的是漩涡鸣人的态度，这小鬼从始至终都没把自己这个火影放在眼里过，仿佛自己是任由对方拿捏的软柿子一样。他可是堂堂忍雄，被称为忍者博士的最强火影，他当年驰骋忍界时波风水门都还没出生呢，现在这小鬼如此嚣张，真是气得他肺都炸了。还有一件令他气愤的事是，自己居然没有学到对方的忍术，他很好奇鸣人会教那几个小鬼什么忍术，也许对方强大的秘密就在其中，没想到这小鬼居然防着自己，真是可恶至极。鸣人处理完偷窥者后，回到了雏田三人面前，正式教导三人有关于气的修炼方法。
只见宁次、雏田、佐助三人盘坐在地，双手捧在胸前，闭目感悟气的存在。周围空气静得可怕，只有河水的流动声告诉众人时间还在流逝。日向一族对查克拉的操控天生强大，附带的对能量的感知也异常敏锐。宁次率先找到了气感，只见他双手掌心中闪烁起点点白色光芒，这光芒非常微弱，在太阳光下不仔细看很难辨认。但鸣人一眼就察觉到了气的存在，心中感叹道：这家伙天赋果然高，居然这么快就找到了气感，看来对于气功武道很有天赋啊。随后他又将目光投向了雏田跟佐助，这两人可就没有宁次那么快了，一直磨磨蹭蹭到了傍晚，雏田手中才开始闪烁起微弱的白色光芒。随后雏田累得满头大汗，大口喘着粗气，一副累得虚脱的模样。鸣人看着非常心疼，连忙对众人说道：今天的修炼就到这里吧，我请大家去吃一乐拉面，吃完饭后我送大家回家。宁次板着脸点了点头，但嘴角的笑容已经有些抑制不住。他对于气的天赋非常高，经过今天的修炼，已经可以凝聚出1厘米大小的白色气点，想必几年后就可以成为人形炮台，往外欧拉欧拉了。雏田也勉强的笑了笑，他对自己的修炼也很满意，或者说只要跟鸣人一起修炼就非常满意。只有佐助一个人闷闷不乐，他感悟了一天气也没有任何进展，还是那种云里雾里根本找不到的感觉。望着另外两人的修炼进度，他心急如焚，心中下定决心，今天晚上一定要熬夜修炼，势必要将其感悟出来。鸣人一眼便看出了佐助的想法，这家伙心思单纯的全写在脸上了。鸣人无奈的一拍额头，对着他说道：佐助，你今天晚上回去一定要好好休息，不准你修炼。佐助当时就不乐意了，哼了一声问道：凭什么不让我回去修炼？是怕我学会了气后超过你吗？鸣人笑了笑说道：当然不是，我劝你不要回去修炼，是怕你好高骛远，伤到了身体。气跟查克拉完全不同，这是一种异常狂暴的力量，弄不好就会伤及自身。见三人没什么概念，鸣人摸了摸下巴髓，一伸手，一颗篮球大小的查克拉圆球出现在手上。这并非是原著中的螺旋丸，只是一颗纯粹的查克拉球而已。鸣人举着查克拉球对三人说道：这就是最纯粹的查克拉，没有进行过任何形态变化以及性质变化。随后一把将它扔了出去，查克拉球落在水面上，掀起了一点浪花，随后消失不见。就在众人疑惑时，鸣人又凝聚出一颗气功炮来，又是同样的动作扔到了水面中，结果清澈的湖水被炸出了一个10多米长的圆形坑洞，浪花被炸得几10米高，落下如同下雨一般。这威力惊的三人张大了嘴巴，气功炮的破坏力甚至超过几10张起爆符叠加起来的威力。一想到如此强大的力量在身体里暴走时的场景，三人脸上就一阵苍白。望着气功炮的威力，鸣人对三人叮嘱道：看到了吗？如果胡乱修炼气是非常危险的，今后必须要在我的监督下才能修炼，明白了吗？三人连忙点头，他们可不想偷偷修炼导致身体爆炸。之后鸣人、雏田、宁次和佐助4人便在南鹤川旁边开始了修炼。经过了几天抓耳挠腮的感悟后，佐助也总算是感悟到了自身的气。鸣人点了点头，推测佐助这才是修炼气的初学者该有的正常速度。宁次跟雏田完全是因为日向柔拳的原因，所以对气有着莫名的亲近感。不过气这个东西想要获得很容易，想要练到精深处则是非常困难。就在几人紧锣密鼓的修炼时，火影大楼中则是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只见火影大楼中一间巨大的会议室里，木叶一众有头有脸的忍者家族汇聚一堂。这些忍者是各大忍者家族的核心骨干，像什么宇智波、日向、猿飞、有女、朱露蝶等各大家族的族长长老等齐聚一堂，面色沉重地看着会议室前台的木叶高层三人。猿飞、日展、水户门岩和转请小春同样脸色阴沉地坐在主席台前排，唯独不见志村团藏的存在。就在众人沉默时，宇智波一族大长老宇智波八代一拍桌子，站起身怒道：火影大人，您就不打算说些什么吗？为什么木叶长老志村团藏绷带下的眼睛会是我们宇智波一族的写轮眼？我可不记得我宇智波一族跟志村一族有过联姻，所以别说些什么志村团藏拥有我宇智波的血脉，最近才开眼之类的鬼话来忽悠我们。此言一出，一众宇智波忍者纷纷瞪着眼睛看着主席台前坐着的猿飞、日展，后者习惯性的想掏出烟斗吸一口，但想起场合不对，又生生忍住。他将目光看向宇智波八代身旁坐着的宇智波富岳，希望对方能站出来调和一下宇智波的矛盾，不要将事情扩大。结果宇智波富岳眼观鼻鼻关心，根本没有搭理猿飞、日展的目光，双手抱胸，眯着眼一言不发。他的态度很明显，木叶高层这次如果不给个说法，连他这个宇智波中的鸽派代表都不会同意。而今天到场的各大家族话事人也都面色凝重，这件事可不是小事，私自窃取忍者家族的血迹献界，可是挑战一个家族根基的大事。这种事一旦发现，绝不会善罢甘休。而且他们心里也犯嘀咕，高层敢向宇智波下手，就敢向他们下手，他们也怕自己家族的血迹秘术被村子掠夺，所以也都没有出声力挺高层。这时志村一族的族长站起身来，对着宇智波八代说道：宇智波八代，注意你的身份，不要用这种质问的语气跟火影大人说话。宇智波八代嗤笑道：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志村团藏那老家伙的弟弟志村以藏吗？听说你们俩是同父异母，这关系应该不和才对，
怎么出声为他说话了？志村以藏怒目盯着宇智波八代，这是他一生的耻辱。换了在别的地方，有人敢提这件事，他直接拔刀就上去砍人了。他跟志村团藏确实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当初团藏的亲生母亲生下志村团藏后，就因为难产死的，后来才娶了他的母亲，生下了他。本来他是没有资格继承这个志村一族族长之位的，但志村团藏成为了木叶长老后，没有心思再管志村一族，而他本身也并没有子嗣，所以就将这个族长传给了志村以藏。二人的关系其实一直很微妙，说是兄弟，其实更像是一对主仆，以藏更类似于团藏的狗腿子。这次宇智波向团藏发难，身为志村团藏支持者的志村一族当然要站出来为他发声，但是没想到宇智波八代这个家伙居然人身攻击，这混蛋是真没见过黑社会啊！志村以藏冷着脸说道：“要是别人说我也就忍了，但你们宇智波可没有脸指责别人。木叶剑村以来第一个叛人就是出自你们宇智波，而且还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叛人。一个被千手一族打败才被迫剑村的家族，居然舔着脸说自己是木叶的创世家族，真是厚颜无耻！你们这样一群阶下囚、俘虏一样的身份，居然舔着脸嘲笑我，真是好厚的脸皮啊！”此言一出，整个宇智波一族的脸都黑了下来，以藏句句都戳在他们的要害上，可以说把他们宇智波建立木业的荣誉摁在地上踩。在场的宇智波族人纷纷开启了写轮眼，一些已经开始运转查克拉，手放在桌子底下结印，随时准备出手。就在这时，袁飞日斩一拍桌子，老牌影级强者的气势碾压了在场所有跃跃欲试的宇智波和随时准备还击的志村以藏。被袁飞日斩的气势压制后，他们才稍稍有些冷静，收起了剑拔弩张的姿态，但脸上仍然阴沉如水。袁飞日斩轻咳了一声说道：“今天讨论的是团藏的问题，大家不要把话题带偏，也不要带着有色眼光聊一些其他的事。首先，我想对大家澄清一点，团藏的右眼确实移植了宇智波的三勾玉写轮眼，但那并不是盗用的宇智波族人眼睛，而是有特殊的原因。”这时一直未开口的宇智波富岳睁开了双眼，淡淡问道：“不知火影大人说的特殊原因具体是什么呢？”袁飞日斩长叹一口气道：“不知你们还记不记得宇智波镜？”宇智波族人纷纷点头，那可是自宇智波斑之后，宇智波族人中最有可能开启万花筒写轮眼的天才忍者。只可惜那个家伙有眼无珠，非要做千手飞剑的弟子，否则一定可以开启万花筒写轮眼，重建宇智波的辉煌。见宇智波族人点头，袁飞日斩继续说道：“当年竞合团藏，我们都是二代火影大人的弟子，在二代火影大人死后，我们便在战场上并肩作战，守护木叶的和平。”宇智波八代打断道：“火影大人，请您说重点，我们要的是高层的解释，而不是您年轻时候参与战争的历史。”被打断的袁飞日斩微微有些不悦，于是加快了节奏说道：“在一次战争中，竞合团藏中了岩隐村的埋伏，被敌人团团包围后身处险境，而当时埋伏他们的正是现在的三代土影两天秤大野木。众所周知，三代土影的沉遁是忍界最强的攻击忍术，身处团团包围之中的竞合团藏根本无力抵挡对方的攻击，最终团藏被大野木用沉遁打断了右臂，战斗中还被岩隐忍者一刀砍瞎了右眼，竟比团藏还要惨，直接被大野木用沉遁打爆了左半边身体，弥留之际将他的右眼托付给了团藏，随后用身上的起爆符自尽，没有将尸体留给敌人。”宇智波八代眉头紧锁说道：“火影大人的意思是，团藏的眼睛是宇智波镜故意赠送给他的，就像三战中卡卡西从我们宇智波族人身上获得的那只血轮眼一样。”袁飞日斩点了点头说道：“没错，当初竟就是如同水门那个宇智波一族学生一样，将血轮眼赠送给了自己的同伴。双方在交谈时根本没有想起宇智波带土的名字，对方在生前只是村子里的一个小透明，谁会记得这种人？”这一下现场的气氛陷入沉默。如果是眼睛的拥有者主动赠送，那他们也不好多说什么，毕竟眼睛的原主人都同意了，他们这些族人还想怎么样？这时宇智波族人中一个年轻人站了起来说道：“这只是您的一面之词，当时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谁也不知道，究竟是宇智波镜主动赠送，还是宇智波镜牺牲后被团藏夺走了眼睛，这件事具体如何还要两说。”此言一出，众人将目光投向了站起来的年轻人。宇智波道火，宇智波中鹰派的代表人物，其激进程度甚至在宇智波八代这个鹰派代表之上。现场众人听了宇智波道火的话，无不眉头紧锁，这宇智波道火真是年轻气盛，什么话都敢说。袁飞日斩也眉头直皱，这个宇智波道火居然当着所有人的面怀疑他这个三代火影的话是真是假，这简直是在当着所有人的面打他的脸。水户门岩瞪着宇智波道火怒声道：“宇智波道火，注意你的身份，如果你再敢说出污蔑火影的话来，村子有理由怀疑你与村外势力勾结，意图诋毁火影。”年轻气盛的宇智波道火自然不服，这个水户门岩纯粹就是个酒囊饭袋，靠着火影弟子的身份才当上了这个长老。别说是现在的水户门岩，就是对方年轻时也不会是自己的对手。这种家伙居然用身份来压自己，这让从小以天才自居的宇智波道火如何能忍？他刚想再说些什么，突然被宇智波富岳一把拉了下来，按回了椅子上。还在挣扎时，看到了宇智波富岳那双猩红的三勾玉血轮眼，最终气愤地闭上了嘴，双手抱胸，闭上眼，靠在椅背上生闷气。随着宇智波道火的闭嘴，
现场的气氛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彻底陷入冰点。宇智波道火虽然年轻气盛胡乱说话，但也算是说出了在场众人的心声，那就是元飞日斩的话并不能完全说服所有人。就在场面陷入僵局时，会议室的大门被人推开，身上缠着绷带的志村团藏缓缓走进了会议室中。志村团藏推门走进了会议室，他的出现瞬间引爆了会议室中的宇智波，众人纷纷站起身，开启了三勾玉血轮眼盯着志村团藏，而后者却丝毫没有惧意，伸手入怀，似乎是想要拿出些什么东西。宇智波赴月警惕起来，只要团藏敢有越界的举动，他会立刻出手制服住对方。只见团藏在怀中掏出了一个装着不明液体的小罐子，随后将罐子放到了宇智波赴月面前的桌上，淡淡开口道：“这就是老夫当年在镜身上获得的血轮眼，你们不就是因为这个才向老夫发难的吗？现在老夫把它还给你们。”宇智波赴月拿起了桌上的小罐子，仔细看起来，确认是三勾玉血轮眼后，收进了腰间的忍具袋内，随后说道：“这只血轮眼我们收下了，不过还要跟团藏长老确认一下您的绷带。”志村团藏独眼扫过在场其他家族忍者，除了元飞、志村、转请、水户门这几个既得利益家族外，剩下的人似乎都非常关心团藏的绷带。见状，团藏缓缓解下绷带，随后对众人说道：“现在老夫的右眼只是一只普通人的眼睛，你们不会连普通人的眼睛都不允许老夫移植吧？”众人确认了团藏的新眼睛只是一双最为普通的眼睛后，纷纷点了点头。宇智波八代还想趁热打铁把卡卡西的那只三勾玉血轮眼也给要回来，但却被宇智波赴月阻止下来。这次事件达成现在的效果已经很不容易了，他不想继续激化宇智波跟村子的矛盾，导致村子对宇智波更加厌恶。元飞日斩也连忙出来打圆场，表示这次事件村子会给宇智波一些经济上的补偿以及政策上的利益。最终元飞日斩和宇智波赴月站出来安抚两边的情绪，这次事件就这么虎头蛇尾的结束了。但是压下这次事情容易，压下众人心中的积怨却异常困难。这次事件加深了宇智波对于村子的不满，宇智波八代跟宇智波道火一众激进派在宇智波一族中的威望也通过这次事件逐渐增大，要不是他们个人实力不足，早就把宇智波赴月赶下台，自己做族长了。团藏在跟元飞日斩吵了一架后，回到了根部基地中，刚一进门便看到了等候已久的漩涡鸣人。你可总算是回来了，眼睛的事情弄明白了吗？鸣人脸上全是调侃之色，语气轻浮问道。团藏闻言冷哼一声说道：“日斩那个混蛋就会弄这些没用的，按照我的想法，就应该跟宇智波直接翻脸，然后杀光这邪恶的一族。”这下鸣人就不明白了，他对着团藏疑惑问道：“你为什么对宇智波这么大仇恨呢？二代火影跟宇智波有仇我可以理解，他全家人的死都跟宇智波有关，不恨宇智波才有鬼呢。你跟宇智波什么仇什么怨呢？怎么我看你对宇智波的仇恨比千手飞剑还要深？”志村团藏冷哼道：“成年人的事，你一个小鬼懂什么？宇智波一族天生邪恶，而且脑后生有反骨，早晚要背叛木叶。这种邪恶的家族一定要尽早铲除在萌芽中，留到以后对木叶肯定是个祸害。”鸣人摸着下巴仔细审视了下团藏，看得团藏浑身不自在，敲了敲拐杖，恼火道：“你这小鬼为什么这么看着老夫？”鸣人歪了歪头说道：“你说宇智波天生邪恶，但宇智波一族有一个算一个，这些人加起来做的坏事好像都没有你多。你说你痛恨宇智波，但我估计等过一段时间风声过去了，你应该还会再找一个血轮眼按进自己眼眶里吧？我怎么觉得你这不像是痛恨宇智波一族，更像是痛恨你自己没出生在宇智波呀？你是不是很羡慕宇智波，所以才要爱生恨讨厌宇智波？”志村团藏恼羞成怒，直接抡起左手的拐杖朝鸣人脑袋砸来。鸣人伸出右手食指，轻轻一勾便夹住了拐杖，随后笑道：“你这反应难道是被我猜中吗？哈哈，你这家伙性格跟宇智波还真像，只可惜你不是在宇智波一族出生，不然肯定是个傲娇弟弟。”哈哈哈！团藏大口喘着粗气，他此时感到异常恼火，自己深埋在心中几十年未曾对任何人透露的事，居然被人一语道破。这种感觉就像自己一个人偷偷在家看 A 片的时候，一回头原来老爹站在自己身后时的感觉一模一样。这个小鬼真是可恶，比日斩那个老混蛋还可恶。最终他平复了心绪，抽回了拐杖，冷声道：“你让老夫帮忙调查的云影使团至今还没有消息，你到底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说云影会派使团来木叶？”听团藏聊正事，鸣人也收起了嬉笑的语气，严肃道：“一点消息都没有吗？我估计就在最近呀。”团藏摇了摇头说道：“云影那边确实有大动作，不过不是针对木叶，而是针对九尾的。四代雷影似乎是又一次集结了部队，准备向九尾发动攻击，根本就没有要对木叶派出谈判使团的意图。”鸣人挠了挠头，他记得时间线应该是这样：雏田跟自己今年都是3岁，这个时期花火还没有出生，所以说日向一族的大小姐只有雏田一个，所以时间线应该是没有错的。这么说，云影使团确实应该在近期会来，看来要等云影忙活完九尾的事之后才会派人吧。但这回鸣人想错了，他期盼的云影使团早已石沉大海，不可能再出现。本来木叶跟云影在第3次忍界大战中就打得元气大伤，和平使团的存在不过是想要以正式文书的形态将和平确认下来。
即便没有和平使团，木叶跟云影也不可能继续打下去，只是名义上还处于战争模式下而已。如果没什么事的情况下，云影确实有可能派出和平使团到木叶来耀武扬威一番，然后确立这次和平协定的上下尊位。也正是从云影村派出和平使团，随后木叶村认怂交出日向日叉尸体后，5大国的霸主地位才正式从木叶移交到了云影。在之前忍界的霸主一直是火之国的木叶忍村，而第3次忍界大战后，明明各国都没有过大摩擦，但到了第4次忍界大战，忍者联军的总大将就变成了雷之国的4代雷影，5代火影纲手在第4次忍界大战的忍者联军中根本不是主导地位。忍界霸主地位的变动就是从这次木叶认怂开始，但现在的云影可没有心思来木叶这里拿走一个有名无实的霸主地位。九尾，忍界最强的尾兽，如此诱人的力量就在雷之国中，云影村怎么可能把心思放到来木叶取走霸主地位这种无聊事身上？因此鸣人的期盼注定会落空。他这只小蝴蝶在穿越到这个世界后第1天就扇动了翅膀，一个嘴炮打死九尾的时候，就没有了这次云影使团访问木叶的事件。最终他满脸懵逼的对团藏摆了摆手道：算了，什么时候云影使团来木叶再说吧，我先回去了，监视我的那个宇智波止水还在根部基地外等着呢。团藏皱了皱眉说道：你就这么在日展的眼皮底下来我根部基地吗？他还以为鸣人用影分身骗过了宇智波止水的眼睛才来到根部基地，没想到这个铁憨憨用本体傻不愣登直接来的，这不是等于直接告诉了日展那家伙鸣人跟自己有勾结的事吗？鸣人摆了摆手无所谓道：放心，什么事都没有。袁飞日展那家伙就算知道了又能怎么样？那家伙怂得跟个软蛋似的，属于被人当面 NTR 都不敢放个屁的类型，也就你这个比他还怂的软蛋能怕他吧？鸣人就这样在团藏咬牙切齿的目光下走出了根部基地，刚一走出大门，抬头就看到了面色沉重的宇智波止水。鸣人对止水打招呼道：哟，还在这里等着呢，我的事情已经处理完，可以回家了。对了，等下帮我去菜市场买下菜，我想吃。鸣人滔滔不绝地说出了一大堆菜名，还没等他报完，只听止水板着脸严肃道：你去找了志村团藏吗？被打断报菜名的鸣人下意识点了点头说道：是啊，怎么了？志村团藏不是什么好人，他在忍界作恶多端，有着忍界之暗的名号，私底下做人体实验、绑架暗杀之类的事情无恶不作，你跟他如果牵扯得太深，一定会被那个家伙给算计。止水情真意切地说道，希望能够说服鸣人。而鸣人则是不以为意，撇撇嘴道：你劝我之前还是先仔细回想一下袁飞日展是什么人吧，你这家伙自己都是个上当受骗的主，居然还劝我远离志村团藏。就志村团藏干的那些破事，连你这个脑袋缺根弦的都知道，你觉得袁飞日展那个老家伙能不知道吗？他都能容忍得了志村团藏，你出来瞎咋呼什么东西？随后鸣人绕过了宇智波止水，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往家走。望着鸣人的背影，宇智波止水捏紧了拳头。漩涡鸣人的性格比他想象中还要恶劣，看来要改变对方的计划，任重而道远。就在鸣人过着平淡的生活时，忍界却发生了一件大事。赤妖岛，这是坐落于雷之国西北部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上常年绽放着美丽的花朵，五彩缤纷，将整个岛屿装点的美丽异常。在这座岛最中心是一片宽阔的平原，而在这平原最中心有一块巨大的石质平台。此时忍界9大尾兽中最强大的九尾正趴在这个石质平台上闭眼假寐。这段时间是他近100年来最安逸的时候，自从被宇智波斑抓走后，他经历了数次被封印，居住的环境一次比一次恶劣，而且在人类体内时，他感受到了人类无穷无尽的恶意，那种滋味想起来还真是让胡难受。因此他十分享受现在惬意的时光，虽说这段日子也有不少人打他的主意，不过都被他轻松消灭掉，并没有费什么周折。正在这时，他眯着的眼睛缓缓睁了起来，在不远处的另一座小岛上，他突然察觉到了对他浓厚的恶意，而且其中一个人的查克拉气息他很熟悉，似乎是之前见过的一个实力很强的人类。距离赤妖岛不远的一处荒岛上，一群云隐忍者正围在一起，听4代雷影发号施令。这里算上4代雷影爱，一共23个人，除了他自己外，还有他的义弟8尾人助力奇拉比和2尾人助力游牧人。至于剩下的是他带来的一些云隐村精英忍者，他们分成了5个小队，分别是2个战斗小队、2个封印小队和1个医疗小队，每个小队有4个人，正好20个。此时众人站在4代雷影爱的面前，认真听着爱进行任务说明。爱对着众人凝重说道：等下见到九尾后不要着急动手，等我先跟九尾谈判，如果谈崩了的话再展开战斗。奇拉比、游牧人，你们2个作为这次战斗的主力，从正面牵制住九尾，而我则带领2个战斗小队进行袭扰和掩护，封印小队随时准备封印九尾，如果常规封印术不起作用的话，你们就暂且退下，看准时机用那个东西对九尾进行封印。如果有人受伤，医疗小队要立刻上去将伤者带下去治疗，同时医疗小队也要负责后勤，这次我们准备打持久战。这时站在一旁的奇拉比手舞足蹈地说唱道：哟，平时大哥都猛得不行，这次这么保守，肯定是被九尾打怕了。哟，4代雷影直接一拳砸到了奇拉比的脑袋上，后者脑门上鼓起了一个大包，连墨镜都被砸得歪了歪，
捂着脑袋一边揉一边委屈道：“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四代雷影怒道：“你这混蛋，别嬉皮笑脸的！这次的对手可是九尾，等下跟九尾谈判的时候，你也要让八尾出来说说情，跟九尾拉拉关系。”众人听四代雷影这么说，都有些奇怪。今天的雷影大人跟往常确实不一样，平时雷影大人直接抡着拳头就莽上去了，这次居然还要跟九尾谈判，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其实大家都对雷影存在误解，历代雷影都是肌肉男，而且非常莽，所以就给人一种不爱思考的感觉。他的莽更多是来自于自身实力带来的自信，所以他做起任何事来都显得无所顾忌。但九尾可以说是第一个正面击败了四代雷影的强敌。之前无论是面对任何人，哪怕是面对波峰水门时，对方也不过是在速度上胜了自己，双方以牵制为主，没有将战斗分出胜负。但这次要面对的九尾可是货真价实从正面击败了自己，而且还是在自己带着部下的情况下被对方击败。忍界人通常有慕强心理，他们会对比自己强的强者展现出无比谦卑的姿态，即便对方是对手，也要给予对方足够的尊重。四代雷影此时就是这样的心理，如果能将强大的九尾说服进入云隐村，比直接击败对方更有荣誉感。一个比自己实力还要强大的对手认同了自己，这可比一群人围殴打败九尾更有荣誉感。念及至此，他转头又对着游牧人说道：“游牧人，等下也去找二尾商议一下，让他去劝降九尾。”游牧人一摊手，无奈道：“我已经跟右旅商议过了，他说他跟九尾并不熟悉，所以不想掺和九尾跟云隐的事。”四代雷影眉头紧锁说道：“那就算了吧，所有人准备，等下我们就登陆赤妖岛。”等队伍准备完毕后，一大群人踩着水面向赤妖岛进发。两座岛距离相差不远，云隐一行人很快就登陆了赤妖岛。刚一上岛，众人便被眼前的美景所惊艳。奇拉比唱跳 rap 道：“哟，这岛风景秀丽。”牛鬼说他很喜欢。游牧人也吸了一口岛上的清新空气，心中暗道：这九尾还真是会找地方，在这里生活估计会非常舒心吧。而四代雷影爱丝毫没有关心周围的风景，看着面前挡路的花朵，直接一脚踩了上去，随后对众人命令道：“别磨蹭了，赶紧出发。”其他云隐忍者也回过神来，纷纷踩着地上的花朵朝着赤妖岛中心进发。奇拉比看着被踩得倒了一片的花丛，心中叹了口气，随后同样一脚踩了上去。穿过一片花海后，映入众人眼帘的便是一片宽阔的平原，而平原最中心有一个巨大的石质平台，一只体型硕大的红色狐狸正趴在上面眯着眼假寐。爱走到了趴伏在地的九尾面前，随后语气严肃道：“你好，九尾。”九尾眯着眼看着下方的四代雷影，随后冷声道：“哼，人类你们又是来打架的吗？上次被我打死了那么多人，还没有长记性吗？而且还带来2个熟人，真没想到你们会有一天跟人类站在一起。”牛鬼，右驴。奇拉比向前一步来到了雷影身边，这时他的神态再也没有了之前那种轻浮的模样，满脸凝重，仿佛换了个人。好久不见了，九喇嘛，你还是跟从前一样狂妄，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一点都没有变啊。奇拉比体内的8尾牛鬼对九尾说道。九尾冷笑道：“那也比你们这帮没骨气的强，居然投降人类，真是尾兽的耻辱。”8尾牛鬼丝毫没有生气，只是语气有些无奈道：“九喇嘛，你这家伙为什么就是不认清现实呢？你之前也是被封印了几十年吧？想必你也应该察觉到，现在的忍界跟以前已经不同了。过去的忍者们以家族形式生存，那时候任何家族都不具备单独抓捕我们尾兽的实力，所以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不必在意忍者。但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同，5大国5大忍村他们都拥有抓捕尾兽然后再封印起来的力量，他们比单一的忍者家族强大上太多。而我们面对5大忍村，只有被封印这一种下场。与其被人打败然后抓起来封印，还不如主动加入一个势力，而云隐村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4代雷影也接话道：“没错，九尾，上次我承认是我鲁莽了，没有先邀请就对你出手，是我的错。这次我是真心实意想要邀请你加入云隐村，作为云隐村的4代雷影，我可以向你郑重承诺，在你没有找到心意相通的人助力之前，你不会被封印，我们将会给你安排一处安静的所在供你居住，直到你找到那个能与你心意相通的人类时，等你自愿被封印进他的体内。当然如果你不想被封印，我们也不会强迫，这个条件估计除了云隐外没有其他忍村愿意给出来，不知你的答复如何？”说完，4代雷影就站在原地等待九尾的回答。九尾听到雷影的话后，先是冷笑，随后逐渐站起身，仰面朝天大声狂笑。他笑得非常猖狂，半晌后低下头对着雷影说道：“你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能够被我承认的人类吗？让我告诉你吧，即便是千手柱间和宇智波斑，他们也没有资格让我承认。趁着我还没有发火，赶紧滚蛋，别打扰我的清静，否则我会亲自出手将你们全部抹杀。”雷影的表情逐渐从严肃变得愤怒，他已经给足了九尾面子，既然对方不领情，那就别怪他了。只见他的身上升起了耀眼的雷光，蓝色的查克拉噼啪作响，将他整个人照耀得如同怒目雷神。他对着身后大吼一声道：“按照原计划行动，奇拉比、游牧人跟我一起上！”吼完，他便一马当先朝着九尾杀去。奇拉比和游牧人一脑门子黑线，不是说好由他们做主攻的吗？雷影为什么自己先上了？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九尾见到朝自己正面攻来的雷影，丝毫没有退缩，尾巴一甩，将对方打飞出去。雷影双手护在胸前，挡住了九尾尾巴的拍击，随后转了个身平稳地落在地上，再次一个跳跃，朝着九尾的腹部打来。奇拉比和游牧人也加入战场，他们深知九尾的实力，于是没有半尾兽化进行试探，直接开启了全身尾兽化。两只跟九尾体型差不多大的巨大怪物出现在赤妖岛中心，一只是长着牛角、8根触须尾巴的巨大章鱼，另一只是身上燃烧着蓝色火焰，并且刻画着黑色条纹的巨大猫妖。双方简单的对峙后，大战一触即发。二尾右吕率先出手，一爪子对着九尾的脑袋拍来，速度迅猛，是大力沉。九尾轻轻一侧身便躲开了这一击，随后同样一爪子比二尾的速度更快，力量更强，朝着二尾的腹部拍来。二尾一个躲闪不及，被九尾打了个正着倒飞而出。还没等九尾高兴，只觉身体突然被什么东西束缚住，回头一看，原来是八尾用触须缠住了他的尾巴。处于完全踢尾兽化状态下的奇拉比嘴角勾起，随后只见他身体一卷，将自己驮成了一个花卷模样的半圆体，把九尾死死地缠在了半圆中。牛鬼对九尾说道：“投降吧，即便是你，也不可能抵挡得了我们这么多人联手的攻击。”被牛鬼束缚住的九尾不屑一笑道：“这点本事就想让我投降？你未免也太小看我了，牛鬼！”话音刚落，将九尾死死缠绕起来的牛鬼突然心中大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只见自己严丝合缝的触须缝隙中突然伸出了一根根红色的尾巴，红色的尾巴反过来将它包裹住，随后缠绕成一个完整的球形，在空中不断旋转，宛如一颗旋转的篮球。随后九尾的9根尾巴突然散开，牛鬼被惯性直接摔到地面，砸出了一个数百米的深坑。牛鬼被摔得头晕目眩，正想爬起身时，只见九尾一爪子压到了他的脑袋上，随后张开大嘴，阴阳属性的查克拉以2:8的比例在他口中凝聚。牛鬼心中大惊，九尾这个家伙零距离对自己施展尾兽欲，这是真要杀死自己啊！随即他用力挣扎起来，但奈何他的力气没有九尾大，根本无法挣脱对方的束缚。就在他绝望之时，一团巨大的幽蓝色火焰径直撞到了九尾身上，把九尾砸得朝旁边挪了几步。牛鬼看准时机，直接挣脱了九尾的压制，随后8根尾巴猛地向九尾身上拍来。尾兽之间的战斗每一击都具有毁天灭地的威能，整座赤妖岛被打得微微摇晃起来，查克拉震荡的周围海面不断翻卷，宛如世界末日一般。就在众人热火朝天的大战时，赤妖岛边缘一棵大树突然出现一道空间漩涡，空间漩涡不断扭曲，最终从漩涡中走出了一个身穿黑底红云服、头戴独眼漩涡面具的面具男。独眼面具男正是宇智波带土，3年前发动了九尾之乱，导致九尾出现在此的罪魁祸首。望着岛中心毁天灭地的大战，宇智波带土眼神冷漠，心中思绪翻涌。其实他也没想到九尾会复活，原本他也以为九尾被自己的老师波风水门给封印了，因此这段时间一直在忙着小组织的事，根本没有注意过九尾人助力。前不久从白绝那里传来的一个消息，却让他非常震惊，九尾居然复活了，而且来到了雷之国。快叔哥，他怎么都没有想到，当时波风水门会直接杀死九尾，而不是将其封印。之后他也筹划过再次抓捕九尾，但凭他一个人势单力孤，想要单独抓捕九尾非常困难。掌门还在研究制造佩恩六道，准备跟半藏复仇，根本没有时间来协助自己抓捕九尾，而小南的实力又根本不足以协助自己，最终他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偷偷潜伏起来，准备伺机而动。没想到今天居然碰到这么一个好机会，云隐的顶级战力居然倾巢而出来抓捕九尾，无论他们谁输谁赢，自己都有渔翁得利的可能。随即他摸了摸自己的胸口，在他的胸口上印着一个怎么也无法解除的封印术，这是3年前自己的老师波风水门封印到自己身上的，作用是隔绝了自己与九尾的契约。这个契约是当初宇智波斑抓捕九尾时与九尾强行签订的，而对方死后就将这个契约交给了宇智波带土。当初带土之所以能用万花筒写轮眼轻松控制九尾，就是托了这个契约的福，不然普通的万花筒写轮眼想要轻松控制9大尾兽中最强的九尾是非常困难的，要先把九尾打到虚弱状态，随后才能使用万花筒写轮眼进行控制，就像收集神奇宝贝一样，必须要达到一定血线才能用精灵球收服，不然就会收服失败，白费一个精灵球。而自己这个契约则是被波风水门给封印，现在再也感受不到与九尾之间的联系，更无法直接操控九尾。如果这个契约还在的话，他就可以轻松的控制九尾，根本不用在这里想着螳螂捕蝉的事情。其实他也曾寻找过解除这个封印的方法，但在这个漩涡一族被灭族，强大的封印术都被武大人村藏得严严实实的时代，想要解除波风水门的封印非常困难，这也让他打消了解除封印的心。现在他只把希望寄托于云隐跟九尾两败俱伤上。赤妖岛的战斗异常惨烈，尾兽域如同不要钱般一颗接着一颗在岛上炸响，原本花团锦簇美丽的岛屿此刻已经变成了一片狼藉地狱。不过这座岛的面积非常巨大，即便是被众人如此轰炸，也没有如同九尾复活的那座岛一样被击沉。云隐忍者一旦有人受伤，医疗小队就会上来抢救伤员，云隐忍者们渴了饿了都会有医疗忍者为他们提供补给，就这样硬生生耗了3天3夜。3天后总算是被雷影发现了一个机会。3天的战斗让九尾的精神有些疲惫，就在他凝聚尾兽玉时稍稍慢了几秒钟，
而就是这几秒钟，被四代雷影抓准时机，一发地狱突刺直接打穿了身体。被打穿的伤口其实并不严重，这种小伤以九尾尾兽的身体可以极快速度愈合，但就是这愈合的几秒钟，被八尾跟二尾抓准时机限制住了身体。雷影对着封印小队大叫道：“九尾已经被束缚住了，快进行封印！”封印小队闻言全神贯注，只见其中一支小队成员分别站到了九尾东西南北4个方向，而另一支小队则是通灵出了一个水缸粗细的大罐子。这个罐子名叫琥珀净瓶，这是当年6道仙人留下的6道忍具之一，原本是云隐村金银角兄弟之中的金角所持有，后来被3代雷影从金角手中抢走，于是便成为了雷影家族代代相传的宝物。这次4代雷影带队来抓捕九尾，自然会带上这个针对尾兽的神器。被二尾和八尾束缚住的九尾眼中凶光大盛，身体用力一甩，便挣脱开二尾跟八尾的束缚，将他们2个甩飞出数百米外。就在这时，站在他周围的4个封印小队忍者双手结印，随后密集的雷网附着在九尾身上，电得他怒火升腾。这种攻击根本无法对他造成有效杀伤，但这种疼痛感却令他非常恼火。这种程度的封印根本不可能对他奏效，但就像苍蝇一样不咬人膈应人。就在这时，不远处一道声音传来：“九尾！”九尾连头都没回，下意识回答了一句道：“混蛋，是谁在叫我？”正当他准备转头看看是谁叫他时，一股强大的撕扯之力从声音传来的方向袭来。这股撕扯之力异常强大，九尾巨大的身体在这股牵引力下如同风中残烛般弱小。九尾瞪大了双眼，这种感觉难道是……他强行扭转身体，看了一眼吸引力传来的方向，随后破口大骂：“居然真的是琥珀净瓶！这帮可恶的云隐忍者居然连这个东西都拿出来了！”九尾自然是知道这个6道忍具，这可是对付尾兽的超级神器，只要持有琥珀净瓶的人呼叫尾兽，而尾兽应答了，就会被瞬间吸引进去，彻底封印。如果他早知道云隐有这个东西，肯定不会出声回答，但此时说什么都太迟了。只要回答了琥珀净瓶，无论是多强的尾兽都会被封印进去。就在九尾被琥珀净瓶吸进去的前一刻，他抬起头仰天大吼道：“可恶的云隐，你们给我等着！”大吼完，他便被吸进了琥珀净瓶中。随着封印小队忍者盖上盖子，九尾的查克拉瞬间消失在众人的感知中。见到九尾被封印，奇拉比和游牧人恢复了人形态，随后累得直接躺在地上大口喘气。这次战斗他们是消耗最大的，作为主力的他们要随时跟九尾战斗，根本无法像其他忍者一样打累了还可以倒班休息。二尾人助力游牧人更是受了不轻的伤，即便是以人助力的体质，估计都要疗养上一段时间。医疗忍者立刻上来为他进行治疗，将他的伤势稳定住。4代雷影看着不远处的琥珀净瓶，呼出一口浊气。根据刚才的战况来看，如果再打下去，获胜的80%又是九尾。不得不说，九尾的查克拉是真的多，耐力是真的强。二尾游牧人已经把查克拉耗得10不存1，奇拉比的查克拉估计也就还能再撑个1天左右。反观九尾的查克拉如同没有尽头般，无论使用多少都会迅速补充，让他不禁怀疑对方是不是无限查克拉的尾兽。不过还好这只尾兽被他们抓住了，之后要做的就是回去寻找九尾适合的人助力。正当他脑海中挑选着合适的人选时，只听封印小队忍者惊呼道：“你是什么人？”听到惊呼声，4代雷影瞬间警惕起来，转头向封印小队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戴着漩涡面具的黑袍男一脚踹飞了一名封印小队成员，随后伸手便朝着琥珀净瓶的方向抓去。4代雷影见状瞬间暴怒，竟然有人想要截胡他们云隐，真是好大的胆子！只见他身体再次闪烁起雷霆光芒，瞬间来到了宇智波带土身边，一拳朝着对方面具打去。带土没想到对方的速度会这么快，他的手马上就要摸到琥珀净瓶，在这个关键时刻，雷影对自己发动攻击，真是打在了他的软肋上。瞬间的抉择后，他决定暂时放弃琥珀净瓶，先用神威躲避雷影的攻击。只见雷影的拳头正面击中了面具男的脑袋，但诡异的是，那散发着雷霆的恐怖拳头竟然顺着面具男的脑袋穿了过去。雷影大惊，他还是头一次见到如此诡异的事，一时间愣了片刻。他愣神，带土可没愣神，直接右手凝聚出一根木刺，朝着雷影的腹部正面刺来。木盾扦插之术，这是一种杀伤力极大的忍术，利用从手臂处生长出的木刺插进敌人体内，最后在敌人体内疯狂生长，刺出无数血窟窿的恐怖忍术。雷影毫无防备的被这一击刺中，带土面具下的嘴角微微勾起，随后便愣在原地。只见扦插之术的树枝刺在雷影腹部，丝毫不得寸进，任凭带土用尽吃奶的力气，也无法刺穿对方的皮肤。雷影也同样吃惊，不过仅仅一瞬间便反应过来，一拳朝着带土的肩膀轰击而至。拳头再一次从带土的身体穿过，但这一次带土并没有在原地停留，而是转身几个后空翻，远离了4代雷影的攻击范围。这一次交手只在瞬息之间，在带土拉开距离后，其他云隐忍者才反应过来。众人赶紧来到4代雷影身边，将琥珀净瓶保护起来。战斗小队忍者警惕地望着面具男，全神戒备。这个家伙居然能悄无声息地接近云隐队伍，单是这份隐藏能力就不可小觑。此时云隐的3大战力，2位游牧人身受重伤，已经无法战斗，剩下的2人也损失了不少查克拉，因此众人格外重视面前的强敌。失去了很多查克拉，
此时无比疲惫的齐拉比站在四代雷影身边，小声问道：“大哥，刚才这个家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的攻击会在他的身体上穿过去？”四代雷影摇摇头说道：“我也不知道，这种感觉就像打在空气上一样。而且我没有看错的话，对方的攻击好像是木盾。”周围云影忍者有些惊讶，木盾不是木叶村初代火影的成名盾术吗？自从初代火影千手柱间死后，忍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木盾忍者。对方能够使用木盾，难道是木叶的千手一族后人吗？双方观察片刻后，四代雷影率先开口道：“你是木叶忍者吧？九尾从今天起是我云影的尾兽，木叶已经不配拥有九尾，赶紧滚吧！”抢夺九尾失败的带土有些不甘心，不过四代雷影的实力也让他很忌惮。要知道，他可是跟宇智波斑学习了一段时间体术，自认为单凭体术，自己在忍界都可以算得上数一数二的强者。但刚才雷影出手，他竟然差点没有躲过去。要是被对方知道了自己神威的秘密，自己真有可能栽在这里。权衡了一番后，他决定暂时撤退，云影这块硬骨头还是交给长门来处理吧。至于对方怀疑自己是木叶忍者，那就让对方怀疑去吧，让木叶背锅总比暴露小组织要好。随后在云影忍者惊讶的目光中，面具男身体周围呈现出一圈又一圈诡异的空间漩涡，最后漩涡将面具男整个人吞噬掉，现场再没有一丝面具男的痕迹。众人又吃了一惊，这个面具男居然还会是空间忍术。一名感知忍者闭上眼睛，感受周围的查克拉波动，片刻后睁开双眼，对着四代雷影说道：“周围没有那个怪人的查克拉波动，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四代雷影闻言，立刻命令道：“大家带着伤员立刻回到村子，路上不准落单，通知村子派出忍者来接应。”随后一行人小心翼翼地回到云影村，刚一回到村子，四代雷影就对结界班命令道：“从今天起，24小时开启空间结界，人可以休息，结界不可以休息，一定要防止有人用时空间忍术进入云影。”结界班忍者不知道四代雷影大人为什么如此激动，但既然对方下了命令，他们也不敢违背，立刻行动起来。直到空间结界启动，雷影才松了口气。他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会时空间忍术的忍者，这帮家伙跟苍蝇一样异常讨厌。云影在得到了九尾后，开启了一场高层大会，最终决定高调对忍界宣布他们获得了九尾的事实，同时正式以忍界最强忍村的身份自居。在他们的推测中，此时的木叶虚弱不堪，根本不敢跟云影争夺这个最强的位置。而确立了忍界最强后，好处也是很多的，大明会倾斜更多资源，同时忍界的委托也会更多的落在云影村身上。至于九尾暂时还不能被投入战争的事，他们并没有考虑。尾兽这种东西本来就不是时常拿出来炫耀的，只要向忍界证明九尾在他们云影村就够了，至于能不能用没人会在乎。而木叶会不会狗急跳墙发动战争，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最近十几年，木叶的政策越来越保守，三代火影是个十足的保守派，绝不会为了这件事而发动战争。正如同云影村高层所推测的那样，猿飞日斩在听说九尾被云影抓走后，虽说惊怒，但也没有敢做出什么过分之举。水户门岩和转请小春也都是连个屁都没敢放，只有团藏一个人喊打喊杀，但其他人都拿他当个屁放了，没人在乎。就这样，木叶对于云影的公告选择了沉默。本来忍界其他势力还在等着木叶的反应，期待木叶会出来声讨或者直接发起战争，但木叶就跟软柿子一样，连个屁都没有放。这种行为算是默认了云影最强忍村的说辞。从这一刻，云影的最强忍村之位实至名归，再也没有人敢质疑。宇智波鼬面色凝重地翻看着手中的情报，此时他正在宇智波族地的家族会议室内，一群宇智波上忍争吵不休，他们不停地抱怨木叶高层对他们的打压与限制，身旁的父亲宇智波富岳对于这些事也都缄默不言，任凭他们争吵。此时的木叶可谓内忧外患，九尾被云影村夺走，几年前四代火影大人还因为跟九尾的战斗而牺牲，三忍之一的大蛇丸大人失踪，现在还没有任何下落。面对如此复杂而又严峻的情况，家族这些精英强者们居然还在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而争吵不休。这些人丝毫没有木叶忍者的担当，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自己有这样一群族人让他深感羞耻。同时他也侧头瞟了一眼身旁的宇智波富岳，父亲对于这些争吵的族人竟然毫无办法，这真是他印象中那个威严而又英武的父亲吗？宇智波的族会没有吵出任何结果，众人骂骂咧咧离开家族会议室之后，又回到自己的生活中，该干嘛干嘛去。现在的宇智波跟木叶的矛盾还没有到后期那么僵化，仅限于口头上骂一骂的程度，过后连他们自己都忘了。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之前他们对于木叶以及火影大人的轻蔑已经全部落到了宇智波鼬的耳中。他先是声称自己有些事想要处理，从而离开了宇智波族地，随后左拐右拐来到了一处密林中，走了没多久便看到了他要找的人。三代火影猿飞日斩早就在此等候，见到宇智波鼬到来，露出了慈祥的笑容道：“鼬，是有什么最新情报吗？”宇智波鼬点了点头，随后将族会中家族的不满情绪对猿飞日展说了一通。在他口中，宇智波对于村子非常不满，根本没有理会村子现在的困难情况，只会一味地诋毁村子根本没有身为木叶第一大族的担当。猿飞日展听后露出一副悲悯的神态，随后拍了拍宇智波鼬的肩膀说道：“鼬，你果然拥有着火影的思维，会站在村子的角度思考问题，真不愧是我认可的天才。回去继续任务吧，我相信在你的努力下，宇智波一定会理解村子的做法，最终达成与村子的和解。”
被夸奖的宇智波鼬脸上面无表情，但心中已经绽放了花朵。一个实力强大而又对自己认可的慈祥老者，这才是他心中所认可的强者形象。至于父亲，跟三代火影大人一比，简直是云泥之别。实力虽说强大，但也只有精英上忍程度，性格软弱，对于族人一点约束力都没有。最重要的是，连称赞自己的时候都板着脸，丝毫没有三代火影大人的从容与淡定。就这样，他心中的天平逐渐向着三代火影而倾斜。这时他突然想到了止水哥，自己已经好久没有见到对方了。听说自己现在的任务之前就是止水哥进行的，不知道对方现在怎么样了。时光悠悠，转眼间过去了3年。此时的鸣人已经长到了6岁，身体仍然是小孩子模样，但精气神看起来格外充沛，一看就是个精神小伙的苗子。此时他已经不再穿着之前那身橘黄色衣服，而是一套白底黑色花纹的宽松武道服，脸颊上的胡须花纹也被他用忍术抚平。此时的他已经有了小鲜肉的胚子，长大后绝对是个能迷倒万千少女的小帅哥。3年前，元飞日斩也向木叶村民澄清了鸣人并非九尾妖狐的事实，但并没有宣布鸣人4代火影之子的身份，似乎是怕对木叶的形象有损。不过鸣人并不在乎这些，只要这帮家伙不来烦自己，自己也懒得管这些家伙的破事。只见他牵着雏田的小手在街上四处转悠，经过鸣人这3年的高强度训练，雏田总算是克服了烧开水的毛病。现在两人手拉手，雏田已经不会晕倒了，只是脸还是跟过去一样红。手烫的鸣人直嘬牙花子。不过为了后半辈子能不单身，鸣人表示他可以忍耐，连掉岩浆里他都不怕，难道还怕坠入爱河吗？鸣人满脸笑容的四处张望，周围看到他的路人也都咧开嘴角，露出和善的笑容，只是这些笑容都有些勉强，似乎是强挤出来的。路过一个苹果摊时，鸣人站住了脚步，指着苹果摊上的2个熟透的红苹果，对着水果摊老板道：“老板，这2个多少钱？”水果摊老板原本还没怎么在意，只当是谁家的熊孩子出门来买水果，刚想随口应答一句，低头时猛然发现了鸣人。在看到鸣人那张脸后，他瞬间打了个冷战，随后站起身对鸣人弯腰笑道：“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鸣人大人啊！您来买水果，是我这水果摊的荣幸，怎么能收您钱呢？”一边说他，一边给鸣人往塑料袋里装水果。见到对方这么热情，鸣人连忙摆手说道：“我只要那2个苹果就够了，其他的都不用。”说完，他将钱放在了水果摊上。鸣人也不知道这2个苹果多少钱，但自己给的钱绝对够了。水果摊老板再三推辞，但鸣人执意要给钱，最后他也只能无奈的收下，目送鸣人跟雏田离开。等2人走后，水果摊老板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一把将手中的钱扔在了地上，随后骂道：“真晦气，早知道今天就不卖苹果了，今天真是倒霉，居然会被这个小鬼光顾，看来今天自己是走霉运了。”他看着鸣人离开的方向，不断小声咒骂，似乎要把自己一生的不如意全归结于卖了的鸣人2个苹果。发泄了一通后，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弯腰把地上的钱捡了起来。跟谁生气也不能跟钱生气，钱还是要赚的。虽然他扔钱的时候样子很帅，但是他捡钱的样子真的很狼狈。鸣人和雏田再次来到了南河川旁的训练场，此时宁次跟佐助已经等候多时。见2人到来，佐助不耐烦道：“你们来的真是太慢了。”鸣人一边走一边道歉道：“抱歉，来的路上逛了逛街，所以迟到了，不好意思。”这时宁次一个箭步来到了鸣人面前，在鸣人惊讶的目光中，啪的一下打掉了鸣人牵着雏田的手。当然他打的是鸣人，雏田大小姐那么尊贵，他怎么可能打雏田大小姐的手呢？被打得缩回手的鸣人有些不满，这家伙真是妹控晚期，自己不过是小孩子之间牵着手一起玩而已，这家伙干嘛这么激动？宁次表示：“我信你个鬼，你这小黄毛坏得很，打死我都不信你是小孩子之间正常的牵手。”众人说笑了一阵，便开始了日常修炼。此时的宁次、雏田和佐助都已经学会了悟空术，只是还不太熟练，有时候会飞着飞着往河里钻，还有时飞着飞着就挂在树杈上。而且他们的实力也都增强了很多，现在以他们的实力打一些下人绰绰有余，尤其是宁次跟佐助，他们已经可以发射小型气功炮，威力相当于起爆符爆炸，对忍者也能够形成一定伤害。更重要的是，气功武道对身体有着极强的增幅，这种增幅甚至对查克拉的修炼也有好处。宁次3人的查克拉对比同龄人要高出好几倍来，这都是修炼龙珠武道的功劳。相比于这3人而言，鸣人可谓是将龙珠武道扔到后脑勺去了。这3年来，他一直在琢磨查克拉，在根部获得了大量的忍术后，一股脑的进行研究。越研究，他发现查克拉这个东西越好玩，5种遁术加上阴阳属性，几乎可以演化出这世界上任何物质。正当他胡思乱想时，宁次突然停止了修炼，来到了鸣人面前，说道：“鸣人，我日向宁次向你发起挑战。”被打断了思路的鸣人有些错愕，这家伙今天吃错什么药了，竟然想挑战自己？这3年来，对方一直安安心心修炼，双方虽然经常斗嘴，但也从来没有正式对练过。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要跟自己对练了？这时，宇智波佐助也走到了鸣人面前，说道：“别忘了还有我，我也要向你发起挑战。”漩涡鸣人。鸣人挠了挠头，说道：“你们今天抽什么风啊？无缘无故的突然想要挑战我，是吃错什么药了吗？”宁次羞恼道：“别语气这么轻佻，我可是很认真的向你发起挑战。我知道你的实力比我强上很多，但我发誓总有一天要超过你。为此，我要检验一下自己的实力现在到了何种程度，也想要知道你到底比我强大多少。”
所以，请你务必拿出面对对手的态度来迎接这次挑战。鸣人脸上的表情也开始严肃起来，侧过头看向宇智波佐助道：“你也是这么想的吗？”佐助冷哼一声道：“没错，宇智波的荣誉不容亵渎，我绝不会允许自己屈居你之下。”鸣人叹了口气，既然他们想要找打，那自己就成全他们。这时，雏田也走了过来，刚想说话，鸣人直接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道：“雏田，你就打住吧，你要是也想挑战我，我就直接认输。”雏田叹了口气，他也很想加入对练，看看跟鸣人君的实力差距有多大，但看鸣人君的表情，估计是没希望了。鸣人对宁次跟佐助比了个对立之印，随后笑道：“你们两个一起上吧，我可懒得一个一个打，把你们两个一起解决算了。”二人闻言瞬间怒火升腾，鸣人这家伙也太瞧不起他们了，就算对方比自己实力强，也不用这么狂妄吧。宁次跟佐助对视了一眼，随后一同出手，从左右两个方向对鸣人形成了两面包夹之势。鸣人笑了笑，侧身躲过了日向宁次拍来的柔拳。现在宁次的柔拳不只有查克拉的内部破坏，还拥有气的迅猛爆发，可谓是一套刚柔并济的掌法。不过缺点是速度太慢，别说是面对鸣人，就算是佐助都可以轻松避开对方的攻击。见鸣人闪躲，佐助看准时机，一脚朝着鸣人腹部踹来。鸣人伸手一把抓住了佐助的脚踝，随后身体一个扭转，将宇智波佐助甩了360度，拍到了宁次的身上。二人撞到一起后，在地上打起滚来，一边打滚，口中一边骂：“混蛋鸣人，竟然下手这么狠！”鸣人摊了摊手说道：“是你们自愿找打的，既然你们那么想挨打，我就只好满足你们了。”宁次跟佐助龇牙咧嘴的站起身来，随后对视一眼，露出了奸计得逞的笑容。鸣人有些疑惑，随后就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抓住了自己的脚踝，低头看去，两只手一左一右分别抓住了自己的双脚。以鸣人敏锐的洞察力，瞬间便察觉到这两只手并不属于同一个人。只见两只手同时发力，随后地里两道稚嫩的声音同时大吼道：“土遁，心中斩首之术！”轰隆，鸣人瞬间被拽到了地底，外面只露出了一个脑袋，就像被人斩首了一样。随后地底传出了两声影分身解除的爆响，原来是宁次跟佐助的影分身在忍术施掌后，查克拉用光自动解除了。鸣人无奈的对着宁次跟佐助道：“用我教你们的忍术对付我，你们也真好意思下得去手？”佐助不服气道：“你这家伙还一边吃着我抓来的鱼，一边骂我把鱼烤焦了呢。”宁次也附和道：“没错，我们已经忍你很久了，你这个家伙成天说别人双标，其实你才是最可恶的双标狗。”看着满脸怨气的二人，鸣人叹了口气说道：“双标是强者的特权，等你们成为了强者，自然也会明白双标有多爽了。至于现在吗？”鸣人话音刚落，宁次跟佐助脚下突然各钻出了一只手，抓住了他们的脚踝。宁次跟佐助对视了一眼，随后轰隆一声被同样拽进了地里，只露出一个脑袋。鸣人从宁次跟佐助面前爬出地面，之前被心中斩首之术拉进地里的鸣人瞬间化成烟雾消散，原来也是一个影分身。看着满脸不服气的宁次跟佐助，鸣人笑了笑说道：“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我实力强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不要脸，别人也拿我没办法。至于你们两个，作为挑战我失败的惩罚，今天就在这里饿着看吃烧烤吧。”佐助冷笑道：“不就是烤鱼吗？那东西我们早就吃腻了，还想用这馋，我们简直是做梦。”鸣人笑了笑，直接一个通灵之术召唤过来一个肥美的羊腿，当着宁次跟佐助的面开始烤了起来。这一手看的宁次跟佐助目瞪口呆，怎么平时都吃烤鱼，就今天改善伙食了？而且你这家伙也太重色轻友了吧，跟雏田开小灶不带上我们，你也太不要脸了。宁次和佐助眼巴巴地看着鸣人和雏田开小灶，那羊腿烤得肥美多汁，一咬滋滋冒油，看起来就很馋人。二人一边咽着口水，一边心中默念道：“这羊腿肯定不好吃，一定烤糊了。”鸣人和雏田二人快速将手中的羊腿吃完，随后心满意足地到河边洗了洗手。鸣人回头看着生无可恋的宁次跟佐助，随后嘴角勾起来，到了二人面前，蹲下身笑道：“怎么样，你们两个服了吗？”二人撇过头去，装作不认识鸣人。后者笑了笑，又通灵出来一块羊腿，在二人面前比划，看到二人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最后宁次率先忍不住，扭扭捏捏道：“服了。”一旁的佐助也小声附和了一句道：“我也一样。”鸣人见他们两个服软，也不再逗他们，从地里把两人拽了出来，随后将羊腿扔给他们，说道：“篝火就在那边，想吃自己烤去。”俩人屁颠颠地跑到篝火旁，不停地往里添柴，然后转动羊腿，最后烤得糊了吧唧，但两个人吃的却很开心。吃饱喝足后，四人坐在南河川旁，看着河水发呆。今天阳光明媚，万里无云，空气非常清新，鸟儿在森林中飞翔，就连呼吸一口都能感觉到清纯的空气。这样的场景让人很迷醉，四人根本无心修炼，只想静静地放松一下，享受大自然的美景。随后宁次跟佐助二人心中又产生了一些罪恶感，如此一个修炼的好时机，竟然被他们用来摸鱼，让他们感觉有些羞耻。他们从小就是听着家族中那些天才们的事迹长大，据说那些天才无时无刻不在修炼，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靠着天赋与努力才能变成强者，名传忍剑。而像他们这样浪费时间在河边摸鱼属实，让他们有些罪恶感。正当宁次跟佐助想说些什么缓解下尴尬时，只听鸣人说道：“今天的天气真不错，真是太适合摸鱼了。那些为了变强把自己弄得跟机器人一样，
成天连轴转的家伙全是傻子，只有修炼一段时间，放松一段时间，劳逸结合，才能走得更远。这一刻，宁次跟佐助心中充满了对鸣人的佩服。这家伙连摸鱼偷懒都能给自己找到如此正当的理由，真不愧是他们见过的人中脸皮最厚的家伙。几人干坐着有些无聊，随后由鸣人打开话题，众人开始闲聊起来。鸣人问向宁次道：“你不是去年就加入忍者学校，成为忍校新生了吗？今天也不是周日，你怎么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出来到河边修炼？”宁次嘴角抽了抽：“你管在河边吹凉风叫做修炼吗？”不过说起这个，他可不困了，脸上瞬间浮现了自豪的表情，对着众人风轻云淡道：“我当然是用影分身在上课了。忍者学校那些基础课程，我早就在家族里学得滚瓜烂熟，真身留在那里简直是浪费时间，根本没必要。”鸣人笑道：“这你可就浅薄了。忍者学校学习忍者相关的知识只是最初级的作用，它还有一个更大的作用，就是社交。忍者学校传授的知识，家族忍者在上学前就已经学过，之所以还要把孩子送去忍者学校，其实是为了让同代人之间加深友谊，达成社交的目的。”宁次撇了撇嘴道：“跟那帮家伙有什么好社交的？再说我在这里不是同样在交朋友吗？”鸣人一想，对方说的也对，换成是他跟那帮小屁孩也尿不到一个壶里。随后他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再过几个月自己也要进入忍校了，要不要也用影分身摸鱼划水呢？算了，这些都不重要，自己要不要当忍者都是两回事，谁还管忍校的事？他将目光投向了日向雏田，随后跟对方询问道：“我记得不久前你说过，你母亲又怀孕了，你妹妹出生了吗？”鸣人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想要确认现在的时间线，自从穿越而来，他觉得自己的时间线被弄得非常乱。这3年来，他一直在等着云影使团到来，脑海中一堆骚操作无处施展，让他心痒难耐。这可是原著中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大部分穿越者前辈都在这个事件中装逼打脸，获得了不少鲜花与掌声。他还想着借着这个机会学习自己便宜老爹，也来个英雄救美，月下聊雏田。结果这云影使团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现在自己都已经6岁，再过几个月都上忍者学校了，这帮家伙为什么还没来啊？一旁的宁次闻言对鸣人嘲讽道：“你这家伙难道是记忆力衰退了吗？雏田大小姐的妹妹去年就已经出生，今年花火大人都已经满1周岁了，你这家伙才想起来问，难道是老年痴呆了吗？”鸣人眼睛眯了起来，这家伙填饱了肚子说话真是有底气，这是忘记了被他支配的恐惧啊！他一伸手将宁次抓了起来，随后手臂一用力将宁次扔到了不远处的南河川中。后者在河水中涮了个锅，随后黑着脸走上岸，对鸣人咬牙切齿，但却不敢发作，心中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好好修炼，暴揍鸣人这个家伙一顿。这时一直闷不作声的雏田发现了盲点，转回头对着鸣人问道：“鸣人君，既然你忘记了母亲大人怀孕的事，那你又怎么知道母亲大人给我剩下的是一个妹妹呢？”被雏田这么一提醒，宁次跟佐助也回想起来，鸣人可是直接问雏田他妹妹出生了没有，既然连对方妹妹什么时候出生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对方是个女孩呢？这时鸣人才恍然大悟，自己这个先知非但没有理清时间线，还把自己给绕进去了。最后鸣人随便找了个蹩脚的理由敷衍道：“心有所感而已，大家不要在乎这种细节。”众人脸上满是狐疑，但鸣人铁了心不说实话，他们也拿对方没办法。这下又没了话题，众人再次坐在原地发呆。鸣人发现佐助一直直勾勾地盯着河水，似乎是有什么心事。这下勾起了他的好奇心，正好想打听一下宇智波的事，看看能不能从宇智波一族那里弄清楚时间线。佐助这表情明显是有什么事，既然如此，就在对方这里打开突破口吧。只见鸣人转头对佐助问道：“看你这心不在焉的，是有什么心事吗？”佐助瞬间慌了神，敷衍地回答道：“我哪有什么心事，你别胡思乱想。”鸣人撇撇嘴道：“我胡思乱想个鬼，就你那表情跟吃了死苍蝇似的，但凡长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你有心事。Could I Delta Odd， 有什么事就说说吧，不是我跟你吹，这个世界上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佐助冷哼一声，显然是不相信鸣人的吹牛皮，但最后架不住对方的询问，只好如实说来：“你还记得我跟你提过的我哥哥吗？”佐助没有着急回答，而是提起了宇智波鼬。鸣人点头说道：“当然知道，宇智波的天才宇智波鼬。”佐助点头道：“没错，就是我们宇智波的第一天才，我的哥哥宇智波鼬。”提到自己哥哥时，他的表情异常骄傲，仿佛那个天才不是他的哥哥，而是他自己一样。随即他的眼神逐渐暗淡下来，说话的声音也没有了之前的亢奋。自从修行了气之后，我发现在跟周围人接触时，能够隐隐约约察觉到别人的气息与精神状态。佐助摸着下巴不确定道，他是在感悟到气后突然就有的这种感觉，而且越往后修炼这种感觉就越强烈，他也不知道这是来自于气还是其他方面，所以一直没有跟其他人提起过。而这时宁次也附和道：“我也有这种感觉，在与家族中的分家成员接触时，他们身上虽然没有对我的恶意，但是隐隐间好像有对。”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住，小心翼翼地瞥了眼坐在不远处的日向雏田，后者也是轻轻低下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那些日向分家成员的恶意二人心知肚明，其来源无非是刻在他们额头上的笼中鸟，这是一种刻画在额头上连接在大脑中的恐怖咒印，作用一共有2个。
第一种是在日向分家成员死亡或是强行挖眼时摧毁其白眼，使对方的眼睛无法被外村忍者获得。第二种则有些残酷，宗家成员拥有随时催动笼中鸟的咒术，只要发动，无论相隔多远，分家成员都会立刻痛苦死亡。因此，分家成员虽说与宗家都是同根同源的日向血脉，但关系上如同主人与奴仆，这也是分家成员为什么会对宗家产生恶意的原因。佐助显然没有想到宁次与雏田的心思，自顾自地继续说道：“我觉醒了这种感知能力后，突然察觉到家族中的族人们有很多身上都散发着恐怖的恶意。这种恶意十分强烈，当然并不是针对于同族之人，而是对于村子里的其他人。当然，我对这些人的恶意并不理会，只要他们不是对我或者父亲他们产生恶意，怎么样我都不关心。但是突然有一天……”说到这儿，他先是沉思了一下，随后下定了决心，对众人说道：“有一天哥哥执行任务回来，我突然发现他的身上也同样充满了恶意，而这种恶意并非是对着村民，而是对于家族的。”雏田小嘴微张，显得十分惊讶。宁次更是直接惊呼道：“对于家族？这怎么可能？他不是宇智波一族的天才吗？为什么会对宇智波族人产生恶意？”而回想起这些时，佐助抱着头，似乎非常痛苦。当时他快被哥哥的恶意给吓哭了，那是他头一次见到哥哥后没有主动扑上去，那种恨不得将对方斩杀的恶意让他脊背发凉。他不懂平时看起来性格温顺、对人谦和有礼的哥哥为什么会对族人有那么大的恶意，而且哥哥跟父亲的关系也越来越差，之前吵过很多次架。他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宁次跟雏田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对方，气氛就这么陷入了僵局。而此时鸣人正摸着下巴，仔细思考时间线的问题。他记得原著中应该是在宇智波直水死后又才开始灭族的，现在直水还活蹦乱跳的，要说又现在就会灭族，是不是有些太早了？而且他记得又也不是在直水死后立刻就灭了宇智波，而是要在直水死后1-2年才对宇智波动手。这么说，距离又灭族还有很远的时间，至少要先等直水死后再说啊。随后鸣人啪的一拍大腿，吓了周围人一跳。从前2天开始，宇智波直水这家伙已经不负责监视自己，监视自己的又换成了白毛卡卡西那个小队。这么说，直水那个家伙随时都有可能会死，而且说不定现在已经死了，只是秘而不宣而已。鸣人一拍脑门，自己真是大意了，最近一直在摸鱼，连宇智波直水的死都没察觉到。而宇智波直水真的死了吗？他死了个屁，他活得好好的。几天前，3代火影突然对他下达了调令，将监视鸣人的任务又交还给了卡卡西，而宇智波直水则是以休假为名执行起了一个秘密任务。这个任务便是监视宇智波近期来的不轨举动，如果有情报就立刻向3代火影汇报。起初接到这个任务时，直水还很疑惑，他这3年来一直负责监视鸣人，村子的事情很少打听，宇智波联系的则是更少，因此他丝毫没有察觉到木叶跟宇智波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状态，此时已经到了只差一个导火索就会彻底引爆的状态。这几天直水回到家族的消息也传遍了宇智波，对方已经3年没有在宇智波中正式露面，这次高调回归则是引起的轩然大波。监视鸣人的任务属于高度机密，直水甚至连宇智波鼬都没有透露，因此宇智波族人一直以为直水是出村执行任务，根本没想到对方就在村子里。很快回归的他便收到了家族的通知，让他来家族会议室参加宇智波上忍的机会。直水收起了暗部的制式服装，穿起了好多年都没有穿过的木叶上忍马甲，朝着宇智波的会议室走去。宇智波族会的会议室在宇智波族地的偏远地带，门口有几名宇智波的中忍在站岗。看到直水后，先是愣了一下，随后点了点头，将对方请入会议室中。刚一进入会议室，他便看到了坐在主位的宇智波富岳。后者见到他后，礼貌的点点头，对于直水这个族中的天才上忍，宇智波富岳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尊重。此时的宇智波直水并没有像原著中傻乎乎的暴露自己的万花筒写轮眼，或者说负责监视鸣人的他根本没有机会暴露。因此，在大家的眼中，直水只是个天赋超绝的精英上忍，并没有拿他当成一个影级强者来看。在与富岳点头示意后，直水便找了个空位置坐了下来，随后转头四下张望，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没过多久，他便在人群中找到了他想找的人。宇智波鼬曾经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因为都是宇智波天才的缘故，有着很多的共同语言。鼬自然也看到了直水，不过并没有对直水显得多么亲近，只是跟对方点头示意后，便再次静坐在原地。宇智波鼬冷漠的态度让直水有些不适应，当初他们2人可是很好的朋友，现在对方的态度却冷漠了很多，心中暗自叹了口气，看来3年时间不见又跟自己的关系生疏了，这次族会后有必要跟对方再联络一下感情。会议室的其他人自然也看到了直水，不过他们跟直水也不算太熟，所以并没有上前打招呼。而宇智波一族的大长老宇智波八代则是一直用着审视的目光看着直水，而后者也被看得浑身不自在，心想这个家伙为什么总用这种眼神盯着我？难不成我以前在哪里得罪过他吗？就在他胡思乱想时，坐在主位的宇智波富岳对着众人宣布道：“我宣布族会正式开始。这次展开组会的目的便是商讨我宇智波一族接下来的发展方向，大家请各抒己见。”而他话音刚一落下，大长老宇智波八代便对众人说道：“如今我宇智波在村子中地位非常尴尬，村子对我们处处针对，各种限制弄得我们苦不堪言。
就连外出做任务时，都会被要求在队伍中强行插入木叶掌权家族的人。这些人是做什么的？想必不必我多做解释，这完全是一种防贼的态度，防着我们。我们宇智波可是木叶的创始家族，现在就连元飞、至村、水户门、转寝这些小家族都敢骑在我们头上耀武扬威，这简直就是对我们宇智波的羞辱。宇智波八代的话刚一出口，便引起了众人的共鸣，一众宇智波忍者纷纷阐述着自己受到的不公待遇，越说声音越大，情绪越激动，最后推翻三代火影的呼声在会议室中响起。看着欢呼雀跃的众人，宇智波直水额头上渗出了密密麻麻的冷汗。族人此时的行为，即便冠上谋反的罪名也毫不为过。他对于宇智波跟村子的矛盾，在3年前便隐隐察觉到了一些，没想到仅仅3年时间过去，居然已经恶化到了如此程度。怪不得三代火影大人要给自己发布监视宇智波的任务，以现在宇智波的状态，随时反叛木叶都不为奇。如此大事，他居然现在才知道。随后他不动声色地看了宇智波鼬一眼，而全程没有表情的鼬也注意到了直水的目光与对方对视在一起。二者身为多年的好友，没有多说废话，仅仅是一个眼神对视，便察觉到了对方的想法，确认过眼神，这是志同道合的自己人。随后二人面无表情地坐在原地，全程闷不作声，装作透明人。这时宇智波八代对着宇智波道火使了个眼神，后者立刻会意，对着宇智波直水问道：直水，这3年来你一直在外面做任务，所以应该不知道村子里面的事，现在家族的情况你也了解的差不多了，我在这里就想问你一个痛快话，对于家族你到底是什么想法？此言一出，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宇智波直水。对方虽然也是宇智波的成员，但毕竟多年没有参与族中事务，与其他族人的关系也并不是多紧密，因此大家都摸不透他的想法。望着周围人审视的目光，直水并没有在这里掀桌子，而是对着众人微微一笑道：我自然是支持大家的做法，村子对我们的欺压确实太严重，如果不给他们些颜色看看，他们是不会尊重我们的。此言一出，瞬间引起了众人的附和，不少人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声讨。而宇智波道火也将目光投向了宇智波八代，用眼神询问对方是否要继续发难。后者则是微不可察的点了点头，表示要继续询问。宇智波直水可是做了3代火影好几年的直属暗部，对方究竟会站在宇智波还是村子一方，都是个未知数。即便对方拥有着跟自己相同的血脉，也不能保证对家族绝对忠诚，因此他们要直水交上投名状，这样才能信任对方。只听宇智波道火继续询问道：既然直水你支持我们的做法，那就将你这3年来执行的任务给我们说一下吧。此言一出，直水心中慌了神，漩涡鸣人可是火影大人亲自吩咐过，绝不能向外人透露的秘密武器。最终直水决定说个谎先骗过对方，但就在这时，宇智波道火突然打开了写轮眼，随后目不转睛地盯着宇智波直水，语气冷漠道：接下来你说的每个字我都会仔细聆听，人类只要说谎，身体就会不自觉地产生反应，在我这双眼睛下，无论你拥有对身体多么强大的掌控，只要说谎都会被我察觉到细微的差别。我劝你不要做无意义的挣扎，族中所有的上人都在这里，如果说谎的话，迎接你的只有死亡这一条路。直水眉头紧锁，他明白这是对方不信任自己，想要自己交投名状。能让直水这个上忍花3年时间执行的任务，其内容绝不一般。宇智波道火并不是关心自己任务的内容，而是让自己透露任务情报后，彻底失去3代火影大人对自己的信任。他将目光投向宇智波富岳，后者在与直水对视后没有说任何话，只是静静地等待着宇智波直水的回答。这下他明白了族长的意思，对方这个鸽派竟然也不想出来打个圆场息事宁人，看来这一劫自己是躲不过去了。眼看这一劫自己是躲不过去，直水咬着牙道：这是村子的最高机密，我不能泄露。此言一出，全场的宇智波上人全都站了起来，眼神凶恶地盯着直水。对方的回答已经说明了立场，一名上忍对直水咬牙切齿道：宇智波直水，你这家伙居然彻底倒向了木叶高层，亏你还顶着宇智波天才的名号，就是这么报答宇智波的吗？另一人也怒道：你的父母在战争中牺牲后，一直都是家族在培养你，你这家伙就这么报答家族吗？众人口诛笔伐下，直水也没有什么辩解，只是紧闭双目，一语不发。他并非是完全倒向的木叶高层，只是不想让双方产生矛盾而已。他跟宇智波又不一样，对宇智波也是有感情的，不会做出彻底倒向木叶高层的事。此时的沉默，则是他对宇智波的愧疚。正如刚才那名上人所言，他是被家族的资源抚养长大，在这个时候没有彻底站在家族一边，确实是他理亏。屋内的上人们个个义愤填膺，有些人甚至已经准备动手干掉直水这个吃里扒外的混蛋。就在这时，主位上一声暴喝传来：全都给我退下！吵吵嚷嚷的成何体统？众人循声望去，说话这人正是族长宇智波富岳。对方瞪着猩红的三勾玉，血轮眼惊人的气势从他身上穿来。众人在与他对视时，纷纷避开了视线。现场沉默了半分钟后，宇智波道火硬着头皮开口问道：族长大人喝退我们，那请问您要怎么处理直水呢？此言一出，众人再次将探寻的目光投向了富岳，就连宇智波鼬都全神贯注，等待着父亲对直水的宣判。刚才对直水态度冷漠，只是摸不清对方的立场而已。现在他已经确认了直水是跟自己一样拥有大局观的优秀忍者，既然如此，
绝不能让对方死在自己眼前。只要父亲下达杀死止水的命令，他会立刻跟止水一起杀出去。这回压力来到了傅月这边，按理说政变这种大事，不跟自己一条心的人都是要除掉为好。但止水又是宇智波的天才，对方的天赋甚至在自己的长子宇智波傅月之上，如此天赋在宇智波历史上也是没有多少的。这样的人仅仅是跟木叶高层为敌就要铲除，实在有些可惜。快叔哥！深思熟虑后，他对众人凝眉道：止水确实辜负了家族对他的信任，但念及他过去也为家族做了不少贡献，就这么直接处死也有些可惜。就先将他关在警务部的监牢中吧，等我们的计划成功后，就把他放出来将功赎罪，用他的下半生来偿还对宇智波的背叛。大家觉得怎么样？众人觉得不怎么样，尤其是宇智波道火，他此刻恨不得直接一刀砍死止水这个叛徒。正当他想说些什么时，就看到大长老宇智波八代对他轻轻的摇了摇头，那意思是见好就收，不要对傅月逼得太紧。最终道火强忍下心中的杀意，回到自己座位上，一屁股坐下，再也没有说话。随着他的沉默，周围鹰派忍者们也都不再叫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下来。止水被宇智波关进了警务部监牢，三勾玉的上忍24小时进行监视，防止他越狱。随后宇智波一族直接声称止水突然失踪，他们也不知道对方的下落，明着装糊涂。会议结束后，宇智波又跟着傅月一起朝自家的方向而去。走在前面的傅月时不时用眼角余光瞥着身后的长子，又跟止水从小就是好朋友，以幼的性格绝对不会撇下止水不管。看来这段时间要看好自己这个儿子，现在的情况跟之前已经完全不同。几年前族人们也只不过是抱怨一下在村子中受到的不公待遇，而现在则是已经明确了政变的目标，如果又在这个时候选择去救止水，无疑会走向家族的对立面。最后他心中叹了口气，不知道对方会如何选择。而宇智波鼬的选择也很简单，他准备找个机会离开傅月的视线，随后解救止水哥。如果他猜的没错的话，止水哥也是被火影大人派来监视宇智波的，只是他在接取任务前并不了解宇智波的现状，错误的估计的形势，连后手都没有准备，就一头扎进了这个漩涡中。为什么火影大人没有将宇智波的现状跟止水哥讲清楚呢？究竟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随后他又抬头看了看前方的宇智波傅月，就连父亲这个族中的歌派都已经默认了政变的路线，看来这场战争已经无法避免。等救出了止水哥后，他们要怎么做呢？是要直接向三代火影大人汇报吗？随后他心中摇了摇头，其他的事情也许可以跟火影大人商议，但忍者家族对于村子发动政变这种事是绝对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即便三代火影大人决定饶过宇智波，其他高层也不会同意，而自己放出了止水后，就必然要跟宇智波站在对立面。一想到父母以及弟弟佐助，佑的心中便充满了不忍，不知道接下来到底要怎么做。父子二人沉默地走到了家门口，刚要迈腿进门，便看到了宇智波佐助从道路另一旁蹦蹦跳跳地走回来。今天的摸鱼修炼非常成功，佐助心情异常放松，这些天的阴霾驱散了大半。但刚回到自家大门前，一抬头便看到了父亲和哥哥宇智波鼬。宇智波傅月看到自己小儿子这副轻佻的模样，眉头皱了皱。他是个很注重仪式感的人，讲究的是站有站样，坐有坐样。这一点上，宇智波鼬就做得非常好，完美的继承了自己严肃沉稳的性格。但佐助相比鼬就轻佻了很多，对方也已经6岁，再过不久就要上忍者学校了。他真怕佐助这副模样会给宇智波丢脸。于是他看到佐助蹦蹦跳跳回来，直接板着脸道：“怎么这么晚才回家？而且我跟你说过多少遍走路要沉稳，你怎么就是学不会呢？”还没进家门就被父亲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佐助保持了一天的好心情瞬间没了，耷拉着脸低着头，不敢看傅月的眼睛。这时宇智波又微笑着走到佐助面前，随后蹲下身戳了一下佐助的额头。佐助被戳得捂着额头，嘟着嘴满脸的委屈，又笑了笑说道：“下次早点回家，别让父亲担心。”佐助撅着嘴点了点头。被又拉着手进门的时候，他又在哥哥身上察觉到了那股邪恶的气息，这股气息更强烈了，让他不禁头皮发麻，手都在不自觉的颤抖。感觉到弟弟情绪变化的，又眉头直接皱了起来。他从很久之前就发现了佐助的变化，虽说跟自己也还算亲近，但再也没有见到自己后直接扑上来的情况。原本以为是对方长大了，觉得这样的行为很幼稚，但根据最近对方的表现来看，佐助似乎真的察觉到了什么。宇智波又眯了眯眼，难道是跟那个漩涡鸣人有关吗？很久之前他就注意到了漩涡鸣人这个人，对方在木叶中名气不小，相传是九尾妖狐转世，是个无法无天的四处破坏的怪物。暗部的情报中也提到过对方是九尾人助力，这让他担心，不已好几次想要提醒佐助离漩涡鸣人远一点。这不是他歧视鸣人，而是担心鸣人哪一天突然控制不住体内的尾兽，暴走起来伤到自己的弟弟。但没过多久，三代火影大人便为其证明，宣称漩涡鸣人只是一个普通平民家的孩子，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妖狐转世，那只是以讹传讹的谣言。于是他便没有再将注意力放到对方的身上，毕竟他对三代火影大人非常信服，对方既然说鸣人不是九尾人助力，那肯定就不是。而且云影也高调宣称他们捕捉到了九尾，这进一步证实了三代的话，宇智波鼬也再也不担心佐助跟鸣人接触。至于鸣人是波风水门儿子这件事，三代则是没有对外透露，毕竟这件事好说不好听，
4代火影的儿子被误认为妖狐，还被村民们骂了这么久，传出去木叶的脸往哪儿放？只要鸣人自己不在意，元飞日斩自然是能瞒多久就瞒多久，最好永远都不声张出来。而后来一次偶然的事件，则是引起了宇智波鼬的好奇。在宇智波一族的资料库中，同样有着关于漩涡鸣人的信息记录，但上面对比暗部的记录，则是多出了一条情报：漩涡鸣人曾经暴走过，而且杀死了不少警务部成员。这件事他还有些印象，当初他刚刚从忍者学校毕业，加入忍者小队后，在一次任务中遭遇了一个神秘的面具男。面具男杀死了他的老师和另外几名同伴，之后饶过了他的性命，没有杀他。之后他也因为这件事开启了写轮眼，被父亲发现开眼后，便暂时没有继续加入其他小队，而是跟着父亲修炼。在一天修炼的时候，突然有人来到家中通知父亲，想必漩涡鸣人暴走就是那时候发生的事。以宇智波英哲为代表的20多名宇智波警务部忍者在这场骚乱中牺牲，事后木叶对宇智波也进行了一些赔偿，但这让他有些难以理解了。火影大人都说对方是假人助力，云隐村那边也抓住了真九尾，那鸣人为什么还会暴走呢？要不是这20多名宇智波忍者有名有姓信息的登录在册，他都要怀疑宇智波一族是故意吃空饷，想要借着漩涡鸣人的假人助力身份讹村子一笔。这几天佐助觉得家中的气氛越来越怪异，不仅哥哥对族人们的恶意越来越严重，甚至连父亲身上都隐隐出现了对于哥哥的恶意，家人之间互相产生恶意，这让他心中充满了惊恐。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本和谐幸福的家，在他的眼中突然变得如同冰窖般寒冷。不知为什么，在这种环境下，母亲大人居然没有丝毫的情绪波动，仍然如同往常一样笑容慈祥。是母亲大人根本没有察觉到家里的环境，还是察觉到了故意装作没看见呢？现在的佐助是一刻都不想在自己家中停留，只要一有空就离开家，前往南鹤川旁的修炼场，也就只有在这里，他能感受到一丝轻松感。看着佐助那副吃了死苍蝇一样的郁闷表情，鸣人对身旁的宁次眨了眨眼，示意对方赶紧去安慰一下，免得佐助心里出现什么问题，一时想不开跳河自杀。宁次则是瞪了鸣人一眼，意思是你那么关心他，你怎么不去安慰？鸣人也瞪了一下宁次，意思是老子一个堂堂7尺男儿糙汉子一个，你让我哄雏田，老子还能尝试一下，你让我哄佐助，这真不是我主意啊。宁次瞬间五官挤在了一起，意思是你这混蛋果然对雏田大小姐没安好心，我警告你收起你的歪心思，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鸣人无辜的对宁次眨了眨眼，意思是你管的也太宽了吧，我跟雏田交朋友碍着你什么事儿了？二人就这样互相挤眉弄眼，看得雏田有些摸不着头脑。这两个人对视了半天也不说话，五官四处扭动，眉毛一会儿挤成个人字，一会儿挤成个一字，这两人在干什么呢？而且佐助的状态也不太对劲，坐在河边目光呆滞的看向远方，脸上愁云惨淡，比鸣人君跟宁次哥哥表情还丰富呢。现在雏田感觉有些郁闷，他发现他好像有些看不懂这些男生了。书上说女孩子的心思很复杂，但他感觉这帮男孩子的心思比女孩子还要复杂。就在这时，两个鬼鬼祟祟的身影闯进了鸣人的感知中。鸣人转头看向不远处一块巨石，透过气的感知，他可以清楚察觉到石头的后面有2个人。他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语气，对着石头的方向喊道：我已经发现你们了，出来吧。话音一落，宁次、雏田包括还处于抑郁中的佐助一同将目光投向了巨石。只见巨石后面走出了2个7岁左右的小孩，这2人一男一女，男孩浓眉大眼，穿着一身白色的武道服，看上去给人一种积极阳光、浑身充满干劲的感觉。而女孩则是穿着粉色无袖小衫，头上顶着2个丸子头，看上去十分开朗乐观。二人一出来便尴尬地笑了笑，女孩对宁次挥手道：宁次，你果然在这里。这2人正是原著中位列12小强的天天跟小李，这2位可谓是平民忍者的典范，丝毫没有家族血统，纯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氪金才走到了后期。宁次皱着眉问道：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现在应该是忍者学校的上课时间才对。天天尴尬地笑了笑道：昨天放学的时候，我看见你的影分身离开学校后化成烟雾消散了。宁次无奈的一扶额，自己居然这么不小心解除影分身的时候被人发现了，这下怎么办？万一被父亲发现自己用影分身逃课，一定会被处罚。这时天天来到宁次身边，露出了奸计得逞的笑容道：让我猜猜，宁次你们一定是在偷偷修炼吧？怪不得你的实力会这么强，原来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偷偷进行着特训，真是狡猾。宁次无奈道：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天天嘿嘿怪笑道：当然是让我们也加入特训的行列，我们可不想被你超过太多，要跟上你的脚步才行。这时一旁的小李嗷的一声，吓了众人一跳，随后向前一跃，来到了宁次面前说道：这些都不重要，日向宁次，我要向你发起挑战。宁次表示很无奈，他不想搭理这个粗眉毛的家伙，之前在学校的时候被他教训过无数次，现在还能有这么充沛的精力来向他挑战，这家伙到底是多有活力啊。这时鸣人一拍手，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只听他清了清嗓子说道：新来的2位名字叫天天和小李吧，我听宁次介绍过你们，既然是宁次的同学，那也就是自己人了，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做漩涡鸣人，
是这个小团体中的首领。宁次跟佐助闻言同时哼了一声，显然对于鸣人的说法他们很不服气，但也不想跳出来反驳，主要是怕鸣人这家伙恼羞成怒再把他们扔进河里。小李瞬间来了精神，对鸣人兴奋道：这么说你比宁次还要强了？既然如此，请接受我的挑战吧。鸣人竖起食指在对方面前摇了摇说道：想要向我挑战以后多的是机会，不过在这之前你们要先接受我的训练变强才行。我们这个小团体就是为了修炼变强而建立的，还没有接受我们的训练就想向我挑战，你也太好高骛远了。说到这里时，鸣人脸上露出了邪恶的表情，吓得小李汗毛倒竖。只听鸣人继续说道：以后挑战我的机会有的是，我保证让你挑战到吐。天天和小李本能觉得鸣人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他们觉得这个小团体氛围还算不错，于是便想要尝试加入。在鸣人的设想中，这些人将来可是他的完美工具人，以后自己有什么事想要处理，根本不需要自己动手，直接派这帮家伙去就行了。而且他也很喜欢热闹，小李和天天都是动漫中他很喜欢的角色，甚至他在考虑要不要提前让其他的12小强也加入进来。因此他也没有对这两人藏私，直接将气功武道的修炼方法交给了天天跟小李。天天跟小李就这样坐在刚才他们躲藏的巨石上面开始感悟气，鸣人则是将宁次、雏田跟佐助三人叫到了水面上。这三人早就学会了爬树跟踩水的技巧，因此站在水面上对他们来说轻轻松松。见三人在水面上站得都很稳，鸣人点了点头对三人说道：这一阶段大家修炼的都不错，让我十分欣慰。接下来我要教导大家的是我独创的查克拉控制方法，全忍界只有我一个人会，是属于我的独门秘传，大家一定要好好看，好好学。这时雏田担忧道：既然是鸣人君的秘传，那他本想说那就不要随意传授，但突然又觉得这样说有些不太好，毕竟鸣人君都没有拿自己当外人，况且宁次哥哥跟佐助也在这里，自己如果劝鸣人君不要随意传授的话，会不会引起他们的反感？鸣人对此自然是无所谓，他从来就没把宁次和佐助这三人当外人，雏田就更不用说，凭几人的关系传一些修炼技巧而已，根本不算什么。见鸣人没拿自己当外人，三人也放下了心中的顾虑，认真倾听对方的教导。只见鸣人伸出了右手，随后查克拉如同火苗般在他右手食指上跳跃。这团查克拉非常普通，无论是质和量都是普通忍者的程度，根本没有任何出奇的。就在三人疑惑时，鸣人手指上的查克拉突然变得规则起来，刚才还如同火焰般跳跃的查克拉突然变得有棱有角，横平竖直，非常规律。三人逐渐瞪大了双眼，宁次和雏田甚至打开了白眼，仔细观察鸣人手中这团查克拉。此时的查克拉已经在鸣人手中变换成了阿拉伯数字1，随后他心念一动，数字又逐渐变成了2、3、4，数字不断变化，看得宁次跟雏田头晕目眩。这么规律的查克拉状态，他们还是头一次见到，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雏田羞涩道：鸣人君好厉害。被称赞的鸣人傲然地昂起下巴说道：那是当然，你们也尝试像我一样控制查克拉摆成规律的形状，这个修炼可以极大地增强你们对查克拉的控制，只要能够成功，你们将可以达到无印施展忍术的层次。宁次听后有些兴奋，伸出手指第一个尝试起来，随着注意力不断凝聚在指尖的查克拉上，扑通，宁次狼狈地摔在了河里，幸好雏田拉了他一把，不然众人就要到河下游去找他了。宁次再次爬上水面后，冷脸看着鸣人道：你这家伙为什么不提前提醒我们？鸣人耸了耸肩道：你也没问我呀。宁次咬了咬牙，这家伙是越来越欠揍了，只可惜他打不过对方，否则一定要把对方脑袋按水里好好给对方洗洗脸。得知自己被耍后，宁次率先带头回到了岸上进行修炼，雏田紧随其后。这时鸣人才发现佐助的情绪有些不对劲，他将佐助单独叫了出来，随后问道：说说吧，你家里现在是什么情况？佐助咬着牙，最后抬起头，目光直视鸣人。此时他的脸上已经丝毫没有了从前的轻松，取而代之的是严肃和沉重。鸣人，求你帮帮我。鸣人察觉到了佐助的变化，这不用想也知道跟宇智波鼬有关。他转身对着宁次几人说道：你们先自己练习，我跟佐助有些事要谈，马上就回来。其他人虽然好奇，但也没有多问。鸣人跟佐助来到了很远的地方，确认周围没有人偷听后询问起来。佐助便将家中的情况跟鸣人说了一下，包括最近哥哥宇智波鼬的变化，以及从父亲身上居然散发出了对哥哥的恶意。发现了这些事后，佐助也不敢询问父亲跟哥哥，最终无奈之下只好来找鸣人这个好朋友，看看对方有没有办法。佐助沮丧道：这段时间我很害怕回到家中感受到父亲跟哥哥身上的气息，我心里十分难受，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看着佐助那副生无可恋的模样，鸣人叹了口气。他其实不想管宇智波的事，当初他在穿越过来之后，心里就下定决心，只要跟自己无关的事，自己别瞎掺和，一心躺平当咸鱼，什么都不要管。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只要自己还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就一定要跟人打交道，而打交道就要交朋友，交朋友就一定会惹上各种各样的麻烦事。比如说佐助这件事，人家找上门来了，自己能不帮忙吗？他抬起头看向晴朗的天空，最后自嘲地笑了笑，看来自己想的还是太天真了，人活在世上怎么可能一直当咸鱼呢？打定主意后，他对佐助说道：这件事我可以帮你，
不过能不能解除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不敢打保票。随后他将宇智波跟木叶的矛盾对佐助简单讲述了一下，比如千手跟宇智波的矛盾，剑村后二代火影对宇智波的打压与排斥，这些事听得佐助目瞪口呆。过去他一直认为宇智波是木叶最强家族，同时也以宇智波这个姓氏感到自豪，真没想到宇智波跟木叶居然还有这样的渊源。随后他又疑惑问道，这些事确实很令人惊讶，但这跟父亲与哥哥有什么关系？鸣人叹了口气，随后说道，如果我猜的没有错，你的哥哥宇智波鼬应该是在木叶高层跟宇智波的较量中站到了木叶高层那一边，也正因如此他才会跟你们的父亲，也就是宇智波的现任族长宇智波富岳产生矛盾。此言一出，佐助看向鸣人的眼神变得越来越不善，上来一把拽住了鸣人的衣领，怒道，你这个混蛋，不要胡说八道，你知道我哥哥宇智波鼬是什么人吗？那是我宇智波一族有史以来最强的天才，仅仅比我大5岁，在宇智波当中就是数一数二的强者，而且哥哥是个温柔善良的人，绝对不可能像你说的那样背叛家族，站在木叶高层那一边。你这个混蛋，要是再敢污蔑哥哥，别怪我对你不客气。看着表情如同发狂雄狮一般的佐助，鸣人无奈地拍开了佐助拎着自己衣领的手，随后一拳打在了对方脑门上，肿起了一个大包。佐助捂着脑门蹲在地上龇牙咧嘴，刚才的愤怒全部消失不见，委屈的眼角含泪。鸣人切了一声道，你有火跟木叶高层去撒，跟我瞪什么眼睛？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你爱信不信？你要是不信更好，我还不惜得管你这破事儿呢。说完，鸣人抱着双臂低头看着思考人生的佐助。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佐助的表情不断变化，时而愤怒，时而哀伤，最终他仿佛认命般站了起来，对鸣人问道，那有什么办法吗？看着向自己请教还扭扭捏捏的佐助，鸣人脸上的不悦瞬间消失，这才是他认识的那个傲娇佐助吗？其实他非常不喜欢原著中那个跟神经病一样的佐助，只要有人在他身边一提宇智波鼬，就跟精神失控了一般，四处朝人发火，看起来就跟神经病一样。或者说当时的宇智波佐助已经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病，病因则是宇智波鼬这个家伙用幻术刺激导致的。不得不说，宇智波的爱真是他娘的畸形。当时看动漫的时候，觉得宇智波鼬秽土消失之前对佐助说的那些话很感动，但现在一回想起对方做的事，咋越看越像家暴呢？纯属于把自己弟弟当家里的猫狗来养，把对方搓扁揉圆成自己喜欢的形状，不听话就上去揍一顿，这是爱家人的表现吗？随后鸣人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自己刚才好像也打了佐助，好像自己跟宇智波鼬也没什么区别。算了，不管了，反正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也没有那个偶像包袱。念及至此，他对佐助笑了笑道，瞧你这问题问的，我可是漩涡鸣人，这个世界上还有我办不成的事吗？你这点小事全包在我身上，但是事先咱们要先说好，既然求我帮忙，就按照我的方式来做，我只能保证宇智波鼬不再跟宇智波为敌，其他的我一概不保证。佐助想了想，随后笑着点头道，我相信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既然你开口了，就一定有办法解决这件事。鸣人也没想到自己在佐助的心中居然有这么高的地位，瞬间有那么些许感动。真没想到你竟然会这么信任我，之前不是成天跟我顶嘴不服我吗？现在怎么突然转性了？鸣人对佐助调侃道。佐助闻言有些脸红，撇过头不理会鸣人。而鸣人见到这样的佐助，瞬间就来了兴趣，走上前用食指勾住对方的下巴，将对方的脸正回了自己的面前，随后调戏道，哟，害羞了吗？佐助有些羞恼，往后撤了一步，远离了对方的魔爪。没想到鸣人竟然不依不饶，又上前一步抓住了他的下巴道，你脸红了，来，听话，让我康。说到这里时，鸣人打了个冷战，自己在做什么？在调戏宇智波佐助。他赶紧放下了手，向后一步逃离佐助1米范围外，随后惊恐地看着宇智波佐助。佐助此时还红着脸，见状疑惑问道，你这反应是在做什么？鸣人心中大骂，你脸红的泡泡茶壶啊，这不用想，肯定是因陀罗跟阿修罗查克拉搞的鬼，这两只死鬼死了也不安分，居然影响自己对宇智波佐助产生了好感，真是两个王八蛋。6道仙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自己是个大王八蛋，生下了2个小王八蛋来恶心自己。看着佐助红着脸的表情，鸣人越看越气，上去一拳头打到了佐助脑门上，让自己稍稍冷静一下。佐助再次捂着头蹲在地上，这次他的脸上没有上次那么复杂，只有一种表情，那就是恼火。鸣人这个家伙怎么喜怒无常？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发火，这到底是犯了什么病？鸣人摸着自己下巴陷入沉思，因陀罗跟阿修罗的查克拉确实是个问题，这东西就跟苍蝇一样，不咬人，膈应人。他最反感自己体内拥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自己身体里被塞入了其他人的意志，这越想越恶心。看来要找个方法将因陀罗跟阿修罗的查克拉从自己跟佐助的体内拽出来，但具体要怎么做呢？就在这时，佐助站起身来，一边揉着脑袋，一边眼泪汪汪对着鸣人道，你这家伙是不是有病？为什么突然打我？鸣人看着佐助脑门上的2个大包，差点笑出声来。这2个大包一左一右，看起来像是有2个犄角想要顶破脑门长出来似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反祖成大筒木血脉，要长出一对犄角呢。鸣人摆了摆手笑道，别生气，刚才我情绪有些激动，所以打了你一拳，冷静一下，抱歉啊。哈哈。
佐助气得咬牙切齿，这个混蛋自己想冷静，为什么要打我？要打你自己啊！你长得那么欠揍，打你自己肯定更解气。一阵说笑后，鸣人问道：“我记得你应该已经学会影分身了吧？”佐助点了点头，随后双手结印，一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影分身伴随着烟雾出现在鸣人面前。望着佐助的影分身，鸣人撇了撇嘴道：“我不是跟你说过要用气来填充影分身吗？只要用气将影分身填充，就可以让影分身获得本体的气息，这样即便是感知忍术也无法察觉哪个是本体。而且这种技巧还能让影分身变得更加抗揍，除非是被打出伤口，否则普通的拳脚伤跟撞击伤也无法让影分身解除。你怎么不按照我说的做呢？”佐助撇过头，有些难为情道：“还在练。”鸣人叹了口气说道：“等下你就给我特训，今天必须将这个技巧掌握，学不会不准。”鸣人刚想说不准吃饭，但转念一想，自己这样做是不是有些不好？刚刚自己还骂宇智波鼬家暴呢，自己这样做不是同样在欺负小朋友？随后他又摇了摇头，这怎么能算是欺负小朋友呢？佐助是自己的朋友，而且学会这个技巧对接下来的行动很有用。念及至此，他将没有说完的下半句话铿锵有力地说了出来：“没学会就不准吃晚饭，快输哥！”佐助嘴角抽了抽，不准吃饭就不准吃饭，这家伙吼什么吼？2天后的一个夜晚，宇智波富岳家中偷偷溜出了一道黑影。这道黑影从院墙翻身入街道后，几个瞬身消失在黑夜中，他的动作迅速且华丽。不远处巡逻的几个宇智波忍者丝毫没有察觉到刚才一晃过的身影。这几天，宇智波又一直被宇智波富岳监视着，有好几次他晚上想出门，但都被宇智波富岳给抓住，没得手。今天好不容易有机会离开，总算能救止水哥出来了。警务部监牢就在警务部大楼的地下室，因此想要到达那里，警务部大楼就是绕不开的一道屏障。不过宇智波鼬可是在警务部干过一段时间，对于宇智波忍者的换岗时间非常熟悉，找个空档便钻了进去，悄悄进入了地下室监牢。这里牢房非常多，但宇智波鼬知道越往里的牢房关押的犯人实力越强，危险等级越高，以止水哥的实力一定在监牢的最里头，因此他没有在外围浪费时间，径直朝着最里面而去。路过走廊拐角时，还正巧撞见了一个警务部忍者，宇智波又当机立断开启3勾玉血轮眼，随后一个幻术催眠了对方。这位拥有2勾玉血轮眼的宇智波族人，连敌人的长相都没有看清楚，就被宇智波鼬的幻术放倒，在对方身上搜了搜，拿到一长串钥匙扣。宇智波鼬将他拖到了一处阴暗的角落中，不再理会这个呼呼大睡的家伙。又向前走了一段距离，直到走廊尽头时，一张贴着封印符的特制铁门出现在他的面前。取出刚才获得的一长串钥匙，随后在铁门前逐一尝试，在第16把钥匙时，总算是打开了铁门。宇智波鼬也顺利地看到了监牢内的场景。止水被一套专门限重治重刑犯的囚服死死束缚住身体，这套囚服上几个关键卡扣，只要一卡住，根本不给你挣脱的蓄力空间，任凭你再大的力气，也会被牢牢地束缚住，根本挣脱不开。而且囚服上还刻画着封印查克拉的皱纹，连开启血轮眼的查克拉都无法使用。被盖住眼睛什么都看不见的止水突然听到了宇智波鼬的开门声，经验丰富的他瞬间便察觉到了进来的人蹑手蹑脚，根本不像是平时监视自己的那几个警务部成员。就在这时，他突然感到身体一轻，一直被束缚的查克拉居然开始流动了起来。止水的反应非常快，在查克拉流动起来的一瞬间便揭掉了眼罩，随后开启血轮眼看向解开自己束缚的人。他瞪大了双眼，差点将宇智波鼬的名字喊出来。只见宇智波又比了个手势，指谁点头，二人蹑手蹑脚地离开了警务部监牢。一路上二人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宇智波鼬的身手极好，一路上几乎没有惊动任何人，而止水的身手甚至在鼬之上，要不是被封印了查克拉，他根本不需要别人来救自己就能轻松越狱。二人悄悄离开警务部大楼后，不再压制自身的速度，直接朝着不远处一片森林中跑去。直到他们跑进森林，宇智波忍者才后知后觉地发现止水越狱，但此时已经晚了。就在他们四处搜查宇智波止水的行踪时，止水对鼬笑道：“谢谢你，鼬。”宇智波鼬多年没有过表情的脸逐渐露出一丝笑容，对着止水歉意道：“抱歉，止水哥，族会那天强者太多，而且父亲也在场，我当时衡量了一下实力，即便是我们联手，估计也不是那么多人的对手，所以……”止水打断道：“不必道歉，你做的没有错。那天如果你出手的话，胜负先另说，族人的叛乱一定会被迫提前，可能当天就要引起家族与村子的战争。”说起这个宇智波鼬的神情暗淡了些，他低着头歉意道：“抱歉，这些年我一直尽力想要促成家族与村子的和解，结果没想到双方的关系越闹越僵，我即便用尽全力调停也无济于事。”止水拍了拍鼬的肩膀说道：“不必沮丧，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其实我也没想到家族与村子的矛盾已经恶化到这个地步，早知道参加族会前我就做一些准备了。”随后他叹了口气继续说道：“但情况已经恶化到这个地步，即便我能蒙混过关，估计也无法安抚族人的情绪。”宇智波鼬盯着止水说道：“那止水哥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呢？”止水陷入沉思中，眼睑低垂，似乎在看地面，也似乎在审视自己的内心。良久后他抬头，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宇智波鼬，看得对方有些疑惑。正当又想问出口时，只见宇智波止水突然开启了3勾玉血轮眼，随后3颗勾玉如同风车般旋转起来。
在宇智波鼬惊骇的目光中，三颗勾玉缓缓相连，最终形成了一个三角大风车的形状。从小就接受宇智波一族精英教育的鼬，瞬间便猜到了止水双眼的变化，随后难以置信道：“止水哥，难道这个是？”“没错，这就是万花筒写轮眼。”止水语气中带着些许骄傲。要知道，他可是继宇智波斑之后第二个开启了万花筒写轮眼的宇智波族人。人类都是有炫耀之心的，特别是本身就十分傲慢的宇智波族人。止水在开启了万花筒写轮眼后，从来没在别人面前施展过，这是他第一次向人展示，那种跟忍界传说并列的感觉，让他也有些飘飘然。开启了万花筒后，止水对宇智波鼬笑道：“我的这双眼睛中寄存着一种叫做别天神的瞳术，这是一种能够在不被任何人察觉的情况下，直接入侵对方大脑并改变对方意志的瞳术。只要能让我接近族长，我就可以使用这个万花筒写轮眼瞳术改变族长的意志，让他停止宇智波的叛乱。”宇智波鼬本来还兴奋的神情瞬间冷却下来，随后泼凉水道：“没有用的。政变的决定是所有宇智波上人们商讨后共同的决议，父亲只是被裹挟着，根本没有选择。即便你控制了，他也无法停止这场政变。”这一下止水也没辙了，这是他现在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原本他是想用别天神控制鸣人，让对方彻底成为热爱村子、愿意保护村子的优秀忍者，没想到家族中突然会发生这种事，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利用别天神修改别人的意志，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手段。如果连这都没有用，那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做了。最终他叹了口道：“如果实在没办法，那也只能去找三代火影大人了。凭我们的能力，已经为家族做到了极限，接下来只有将希望寄托在三代火影大人身上，看看对方有没有什么办法了。”又点了点头，如果能私底下解决宇智波的问题，那是再好不过，实在不行的话，就只能去找三代火影大人。相信以对方的智慧与能力，一定可以完美解决村子跟宇智波的矛盾。就在他们准备转身离开时，森林中突然传来一道稚嫩的嘲笑声：“呵，你们去找猿飞日斩，这不是羊入虎口吗？”听到这个声音，止水跟鼬同时瞪大了双眼，全身紧绷，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只见漆黑的森林深处突然走来两道矮小的人影，正是鸣人跟佐助。原本见到是两个小孩子，止水和鼬还稍微放松了些，但当看到二人的长相后，两人的表情瞬间僵硬了起来。特别是宇智波止水，此时的汗毛倒数，全身的肌肉紧绷，随时做好发力的准备。漩涡鸣人他可太熟悉了，这3年来他一直负责监视对方，非常清楚这个家伙的可怕。虽说没有真正见过鸣人出手，但他可以觉察到对方给自己传来的威胁感越来越强。其实鸣人的实力一直都很强，只不过以前他更侧重气方面的修炼，而没有修炼过气的止水自然感受不到鸣人的强大。就像布尔玛和撒旦这种普通人，就算跟他们吹得天花乱坠，他们也根本无法理解基纽特战队员跟魔人普乌到底谁更强。他们只知道长得都丑不拉几的，一点都不好看。止水一开始对鸣人的轻视也来自于此，但随着鸣人查克拉体系的逐渐强大，他也察觉到了鸣人的实力不俗。正因如此，他对鸣人的到来非常警惕。他可是知道这个家伙性格有多么的恶劣，深夜在此等待他跟鼬绝对没有什么好事。此时他非常紧张，以至于跟宇智波鼬介绍漩涡鸣人身份的事情都忘了，一直在思考对方来此有什么目的。最终他硬着头皮准备询问一下对方，但还没等他问出口，一旁的宇智波鼬惊呼道：“佐助，你不是在家中睡觉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家中的那个自然是佐助的影分身，已经掌握了气和影分身结合的技巧后，他的影分身即便是连宇智波鼬跟宇智波富岳都无法察觉到异常。佐助抿着嘴，刚才止水跟鼬的对话，他在不远处听了个一清二楚。只见佐助眼角含泪，对着宇智波鼬问道：“这么说，哥哥，你真的决定站在木叶高层那一边，要与家族为敌吗？”被质问的宇智波鼬眼神瞬间暗淡下来，并没有出声回答，但他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这时佐助再也绷不住了，对着宇智波鼬声嘶力竭的大吼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跟父亲为敌？为什么要跟家族为敌？你不是家族的第一天才吗？被家族爱戴的你，为什么要站在木叶高层那边？”佐助此时异常愤怒，甚至连他自己的双眼已经变成了一片血红都没有发现。宇智波鼬瞪大的双眼，自己的弟弟居然开启了血轮眼，这个开眼年纪比自己还要小，不愧是自己的弟弟。不过他的脸色又阴沉下来，对着鸣人说道：“你叫漩涡鸣人吧？是你把佐助带到这里来的？你到底有什么目的？”被问的鸣人并没有回答，反倒是身旁被无视的佐助急了，对着宇智波鼬怒道：“为什么无视我？为什么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宇智波鼬此时脸色无比阴沉，他是不想将宇智波与村子的矛盾牵扯到佐助身上的，毕竟对方只是个连忍者学校都没有上过的孩子。但没想到漩涡鸣人居然将自己弟弟也牵扯了进来，真是不可原谅。只见他身体微微前倾，便准备对鸣人出手。他自然也知道鸣人不好对付，毕竟是个暴走起来可以跟父亲打个平手的强者。但他认为他的实力此时已经不在父亲之下，整个宇智波除了开启了万花筒的止水外，他就是最强的，自然不会怕漩涡鸣人。正当他准备出手时，止水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膀，随后压低身体，在宇智波鼬耳边说道：“不要激动，漩涡鸣人绝不简单，而且其目的不明，不要贸然出手。”被止水拦住后，他也稍稍冷静了些，
确实对方的目的不明，而且佐助还在对方身边，不能轻举妄动。而鸣人也将佐助拦了下来。这家伙果然是个见到宇智波鼬就发狂的性格，刚才要不是他拦着，估计都要冲上去跟宇智波鼬互殴了。现在的佐助虽然比原著中要强上不少，但要跟宇智波鼬相比，还差着几年火候，所以还是把他拦住吧，免得被对方暴揍。双方都稍稍冷静了些后，止水问向鸣人道：“刚才你说找火影大人是羊入虎口，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有人在去火影大楼的必经之路上埋伏我们吗？”止水的脑海中瞬间浮现了团藏的身影，漩涡鸣人跟志村团藏关系密切，拥有对方的情报也不足为奇。谁知鸣人摇了摇头，嘲讽道：“就你们这脑子，还想着拯救宇智波呢？先拯救你们智商吧。”止水眉头紧锁，他自然不会被鸣人挑衅的话语影响，而是皱着眉问道：“你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简单，针对你们宇智波一族，想要把你们逼上绝路的，正是你一直无比尊敬的三代火影猿飞日斩。”止水和右闻言瞳孔紧缩，异口同声反驳道：“胡说八道！”随后二人对视了一眼，确认过眼神后，由宇智波止水继续说道：“你简直是在胡说八道！火影大人为了木叶居功至伟，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今天如果你不说出个所以然来，我发誓一定要让你为侮辱火影大人的事付出代价。”说话时，他已经开启了万花筒写轮眼，双眼直勾勾地盯着鸣人，身上的杀意逐渐蔓延开来，就连宇智波鼬跟佐助感受到这股杀意，都不由得直冒冷汗。但被这股杀意正面锁定的鸣人却丝毫不以为意，仍然用着嘲讽的语气说道：“呵呵，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跟你说一说。木叶自从二代火影执政后，对于宇智波的压制政策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警务部就是个陷阱，看似风光无限，其实已经摧毁了宇智波在木叶的民间基础。三代火影上台后，非但没有停止这些政策，反而变本加厉，出台了更多打压宇智波的政策。要是连这都看不出来，那你们也不用当忍者了，赶紧回家种地去吧。”宇智波止水沉思片刻，随后说道：“村子并不是针对宇智波，而是对所有的木叶忍族一视同仁。”鸣人笑道：“既然一视同仁，为什么不见他们把用在其他家族身上的政策用在木叶的执政家族身上？猿飞、志村、水户门、转寝这几个木叶高层的家族丝毫没有被限制，反而获得了不少特权，这你又怎么说？”鸣人说完，用轻蔑的目光看着止水。在木叶生活的这几年，他也算是把这个木叶忍者村观察了个七七八八。止水说，木叶对家族忍者有限制，确实是实话，但并不是所有家族都有限制。像猿飞日斩和几个长老的家族，非但没有限制，反而还有着诸多特权。比如木叶最中心的店铺背后，几乎都有着木叶4个执政家族的影子。可以说，木叶最赚钱的买卖都被这4个执政家族给包圆了。而差一点的家族，比如说朱鹭蝶、日向，他们只能在木叶的边缘一点地带布置自己的产业。最惨的就是宇智波，赚钱的买卖一个没有，警务部这个得罪人的产业倒是大方的扔给了这帮二愣子。要不是宇智波有着千年的积累，而且在火之国其他地方还有着不少产业，估计早就饿死了。鸣人之所以把这件事搬出来，就是为了让这2个家伙认清现实。木叶高层从头到尾就没有打算跟宇智波和解过，不然他们有10000种方法可以稳定宇智波的情绪，怎么可能把宇智波逼到这个程度？而被鸣人质问的止水低下头陷入沉思，良久后他抬起头说道：“木叶之所以拥有今天的和平与繁荣，全亏了3代火影大人以及3位顾问长老。木叶对他们的家族有一些特别的照顾，是理所当然的，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宇智波鼬也赞同的点头。木叶离不开这几位执掌木叶几十年的柱石，即便是最令人讨厌的志村团藏，也为木叶做出了诸多贡献。为此，给他们的家族一些特权，宇智波鼬也觉得合情合理。鸣人懵了，傻了，他万万没想到宇智波止水这个家伙想了半天，居然蹦出这么一句话来。他下意识对宇智波止水问道：“那你们宇智波也在战场上牺牲了很多人，木叶针对你们难道就对吗？”止水严肃道：“我很清楚我族人的脾气秉性，他们向来桀骜不驯，如果真的对他们礼遇的话，可能会助长他们的傲慢之心。而且九尾之乱确实有人在九尾眼中看到了写轮眼的图案，高层在打压家族忍者的时候，对宇智波打击的力度确实大了些，但对此我可以理解。”鸣人沉默了，他明白了，他彻底明白了，这宇智波止水跟宇智波鼬就是2个大傻逼，24K 纯金不掺假的大傻逼，骗子都伏法了，他们还跟警察据理力争自己没上当受骗的冤种。跟这种人讲道理已经没有用了，他们的屁股已经彻底歪到了高层那边，现在跟他们多说一句话都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鸣人点了点头，随后对身旁咬牙切齿的佐助说道：“没救了，你哥哥宇智波鼬我已经放弃了，我劝你也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等着给他收尸得了。”佐助紧握双拳对鸣人怒道：“我请你帮忙是为了阻止哥哥跟父亲的矛盾，你这个家伙居然跟我说你放弃了，真是可恶！”鸣人一摊手道：“我也没办法呀，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他这不止装睡，都开始装死了，我能有什么办法？”随后他叹了口气，对着止水跟鼬说道：“如果不听劝，想找猿飞日斩，那你们就去吧。不过我先提醒你们一句，不管你们是在装傻还是真傻，临死之前总会清醒的。人这一生了解点真相很重要，别连死的时候眼睛里看到的都是自认为的真相。言尽于此，你们爱送死就送死去吧，
跟我们也没有关系。佐助，走吧，咱们回家睡觉去，跟我回家睡觉去，跟我回家，不睡在一个床上睡觉去。鸣人想了半天，怎么说都不对，最后也不管了，拉着佐助就往回走。佐助奋力挣扎，一边挣扎一边吼道：鸣人，你放开我！你这家伙就是这么来帮忙的吗？你就算不帮忙，也不要阻止我！我要教训佑这个家伙，一顿让他改变心意，重新回到家族这一边。鸣人丝毫没理会佐助这个家伙，拽着对方的手就往前走，地上被佐助的双脚离出了2道深深的沟壑。最后，佐助直接用双脚盘住了鸣人的双腿，用双手抱住鸣人的腰，企图制止住鸣人。看着驴脾气上来的佐助，鸣人是真很无奈。这宇智波止水跟宇智波鼬就是2头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倔驴，而且有可能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直到把自己撞死都觉得前面是路。跟这样的家伙真没必要讲道理，只能等他们自己把事情想通想透。现在跟他们讲道理，只会激发他们的逆反心理，非但不会让他们听话，反而让他们更坚定自己心中的观点。但这些跟佐助说，他又听不懂。这家伙现在一门心思想要把宇智波鼬揍一顿，然后带回去跟宇智波认错。这宇智波一族真是一个比一个倔，还一个比一个蠢。正在鸣人想办法时，佐助突然全身瘫软，随后倒在地上睡了过去。这时宇智波又走了过来，一边伸手抓向佐助，一边说道：既然你已经放弃了帮佐助对付我，那你也就可以离开了。宇智波，佐助是我的弟弟，我们宇智波的家事跟你一个外人也没有关系。说话时，他的3勾玉血轮眼始终没有离开过鸣人的身体，只要对方敢有丝毫的动作，他会立刻出手。就在他的手即将触碰到宇智波佐助的衣领时，一股沛然大力从他腹部传来。宇智波鼬只觉一股剧痛从腹部传遍全身，随后他整个人倒飞而出，所过之处尘土飞扬。止水被面前的场面给惊呆了，他怎么也没想到鼬这家伙居然敢靠近漩涡鸣人，更加没想到漩涡鸣人出手居然会如此迅猛，连他的万花筒血轮眼都仅仅只看到一个残影。不过他反应极快，一个翻身便来到了宇智波鼬倒飞的必经之路上，随后查克拉运转全身，想要将宇智波鼬接下来。就在双手触碰到鼬后背的一瞬间，止水心中暗叫一声不好，随后他连同宇智波鼬一起飞了出去，撞断了10几棵大树后，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翻了几个跟头，才总算停在地上。望着远处东倒西歪躺着的宇智波止水跟宇智波鼬，鸣人不屑地撇了撇嘴，随后将佐助扛在肩上朝自己家而去。宇智波止水艰难地站起身，随后双手杵着膝盖大口喘气。漩涡鸣人这一脚威力真是太强了，真不敢相信这居然是一个6岁孩子的力量。不过他现在可没有时间感慨这些，刚才的动静肯定会引起警务部的注意，现在要立刻回到木叶的暗部基地，并且将宇智波的情报传达给3代火影大人。他咬着牙来到已经陷入昏迷的宇智波鼬身前，随后将对方扛在身上，朝着暗部分基地的方向而去。这里距离暗部分基地并不算太远，止水咬着牙在树间跳跃，眼皮时不时打一下颤，随时有可能闭合。经过一路狂奔后，总算是来到了暗部分基地门口，但同时他的体力也到达了极限，最终止水缓缓闭上了双眼，晕死过去。一片黑暗的空间中，宇智波止水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刺痛到了自己，这种感觉似乎是精神上的，让他非常厌恶。随着他心念一动，玻璃碎裂的声音响起，随后他猛然惊醒，睁开了双眼。刚一睁开眼，映入他眼帘的便是他最尊敬的3代火影大人。3代火影慈祥的笑容宛如黑夜中的光芒一般照进了他的心中，让他原本狂躁的情绪瞬间平复下来。袁飞日斩尴尬的收回手，刚才他想用精神秘术搜索一下止水的记忆，没想到止水的精神居然如此强大，自己的查克拉刚刚探入对方大脑就被发现，还让对方苏醒了过来。不过他脸皮极厚，抱着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的精神对止水笑道：止水，你总算是醒了，之前暗部告诉我你受伤的时候真是吓了我一大跳，居然有人能把你伤到这个地步，看来你是经历了一场恶战。躺在病床上艰难坐起身的止水有些尴尬，他并没有经历什么恶战，甚至不是鸣人主要的攻击目标。现在回想起来，他还真是大意了。漩涡鸣人的实力远超自己的想象，他就算想破头都没想明白，一个6岁的孩子到底是如何获得如此强大力量的。早知道一开始就开启须佐能乎了，只要开启须佐能乎，鸣人的攻击就无法伤到自己。但这些事他也不好意思说出来，只好敷衍道：差不多吧。这时他突然想起了宇智波鼬，连忙问道：鼬呢？他的情况怎么样了？袁飞日斩看向了止水右侧，这时他才发现，原来自己右边还有一张病床，而宇智波鼬正躺在上边。只听袁飞日斩吸了口烟说道：鼬并没有大碍，伤要比你轻一些，不过还在昏迷中。止水有些不解，漩涡鸣人主要攻击的对象明明就是鼬，为什么自己受伤会比对方还要重呢？这就不得不提起鸣人对于力量的控制了。自从定下修炼目标为掌控自己的力量以来，他对自己的力量控制可谓是精细到毫厘，完全可以做到隔山打牛的地步。看似一拳把你打到墙上，抠都抠不下来，实际上你没受多少伤害，抠下来之后能跑能跳。因此鸣人打宇智波鼬的一拳可是收着力的，在他的计算中，对方只要昏迷几个小时就能活蹦乱跳的下床，一点事儿都没有。止水这纯粹是自己作死才受的伤。很快止水便将这些事抛之脑后，此时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向袁飞日斩汇报。火影大人，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情报想要跟您汇报，
是关于宇智波的。袁飞日展表情瞬间凝重起来，随后对着身旁的医疗忍者挥了挥手，让他们离开。等他们全部走后，袁飞日展凝重道：“现在没有外人，你可以对我汇报了。”宇智波止水并没有隐瞒，竹筒倒豆子般将宇智波已经计划政变的事通通说了出来。袁飞日展脸色越听越黑，最终彻底阴沉下来，问道：“你的情报确实可信吗？具体发动政变的日期有没有弄清楚？”这下可把止水给问住了。那天宇智波族会还没有商议出个所以然来，自己就先被宇智波道火揪出，之后的内容他就不知道了。正当他懊恼时，身旁一个虚弱的声音传来：“就在后天。”袁飞日展和宇智波止水转头望去，原来宇智波又已经醒来，艰难地坐起身说道。止水见到又醒来，非常激动，连忙对其问道：“你醒了？身体感觉怎么样？”宇智波又摇了摇头，表示自己没事。漩涡鸣人那一拳看似威力强大，实际上一直是收着力的。不过回想起那一拳来，宇智波又仍然心有余悸。最开始他并没有将漩涡鸣人当回事，觉得对方只是个6岁的孩子，实力再强能强到哪去？虽然情报中说他暴走后跟自己的父亲打成了平手，但他有自信，即便面对宇智波赴月都可以战胜对方，更别说是区区的漩涡鸣人。而且他早就猜到对方有可能出手，因此靠近漩涡鸣人时可是一直开着3勾玉血轮眼，而且全神戒备。但他没想到漩涡鸣人的实力居然如此强大，自己的3勾玉血轮眼竟然连对方怎么出手的都没有看见，真是个恐怖的怪物。袁飞日展又跟2人确认了一下具体细节，随后便对2人说道：“这件事村子要开会商议一下，你们先在这里休息，等有结果了我会派人来通知你们。”说完他对2人笑了笑，那表情让2人如沐春风。瞬间止水跟佑心中的担忧消散了大半，火影大人一定会有办法完美解决这次宇智波的政变。等走出病房后，袁飞日展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对门外蹲守的暗部说道：“通知3位顾问长老来我的办公室开会。”说完便头回到了火影办公室。没过多久，3位顾问长老也都来到了这里。水户门岩打了个哈欠，随后揉着眼睛朝袁飞日展问道：“日展，现在可是凌晨，这么晚了，叫我们有什么事吗？”袁飞日展吸了口烟斗，随后将烟吐出，语气低沉道：“宇智波政变的具体日期已经明确，后天他们就会发动政变。”众人闻言脸色大变，难怪日展会这么晚来叫自己，原来是关于宇智波的事。这时袁飞日展琢磨过来不对劲，又对3人补充道：“准确来说应该是明天才对，明天宇智波就会发动政变，具体几点不知道。叫你们来也正是为了商议一下要如何处置宇智波的问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这还问众人有没有什么想法？都摆到明面上的问题了，还用讨论吗？3人瞬间便明白了袁飞日展的意思，这个灭掉宇智波一族的提议最好是由他们提出来，而袁飞日展作为火影是不能提这样的意见的。即便这里没有其他人存在，袁飞日展也不想在任何场合留下把柄，特别是在自己这几个老朋友面前。你不拿他们当外人，谁知道他们拿不拿你当外人？要是对他们不设防，哪天被他们卖了，自己都不知道。水户门岩与转请小春也明白这个道理，随后纷纷将目光看向了身旁的志村团藏。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志村团藏这个背锅侠，此时该到用武之地了。果不其然，团藏直接把锅接了过来，说道：“这还用考虑吗？当然是用雷霆手段灭掉宇智波。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去办吧，我保证让宇智波不留任何活口。”没错，志村团藏此时又做回了他的木叶国王。当初鸣人劝他的话，全被他当成了耳旁风，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选择，只能跟着袁飞日展一条路走到黑。唯一的出路就是熬到袁飞日展死，他才有机会。他已经彻底放弃在袁飞日展活着的时候跟他争夺火影之位，现在只盼着这老东西赶紧死。袁飞日展打眼扫了下团藏，最主要的是看了下团藏被绷带缠着的右眼，这个家伙如此积极，看来是血轮眼的库存有些不足了。自从3年前团藏对袁飞日展摊牌后，他偷偷收集血轮眼的事便不再是秘密，袁飞日展也默许了对方的行为。不过思考了片刻，他还是摇头说道：“不行，我不同意。宇智波也是村子的一部分，即便他们要进行政变，我们也要用更加温和的方式来处理。我提议由我去跟宇智波赴月进行谈判，只要提出一定条件，相信赴月是不会做傻事的。”团藏差点被这老混蛋给恶心死，明明针对宇智波的所有政策当初都是对方拍板同意的，现在又来弄这一套演给自己看，真是恶心。被恶心到的团藏冷哼一声说道：“再犹豫下去，宇智波就要动手了，只有趁着宇智波发动政变前提前出击，将他们全部灭杀，才能让村子的损失最小。”团藏说完后，办公室内陷入一片沉默中，这种沉默代表一种默许。志村团藏有了底气后，一声不吭朝着门外走去，他要回去调集根部，今天晚上就准备动手。团藏走后，另外2位顾问也相继离开。会议室内仅剩袁飞日展后，他独自一人抽着烟思考接下来的事。灭掉宇智波后，势必会引起忍界的注意。现在的木叶已经失去了九尾，再失去宇智波，很有可能会引起其他忍者村的觊觎。但不除掉宇智波也不行，如此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可是等了几十年。之前他一直故意逼迫宇智波，就是想让对方主动发动叛乱，这样他好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处理宇智波。如今袁飞一族的发展到达了瓶颈，木叶的蛋糕只有这么大，核心利益已经被他们几个执政家族分光。
几十年前牵手一族解散后，利益被执政家族所瓜分，靠着这些资源，执政家族逍遥了这几十年。但如今又一次到达了瓶颈，家族利益又不够分了，想要扩张，势必要吞噬掉一些人的利益，而其他依附于执政家族的忍族又不太好下手，思来想去，只好朝着宇智波下手。这也是几十年前元飞日斩就已经决定好的事。牵手之后是宇智波，在之后就是日向。不过日向需要等自己的儿子成为火影后留给他去处理，在之后的事自己就管不了，只能相信后人的智慧。想到这儿，他突然记起了还有止水跟佑，自己来开会时答应会告诉他们会议的结果，但真把会议的结果告诉了他们，这两人会不会接受？而且这两人的处理也让他很头疼。最好的结果自然是除掉这两个宇智波的天才，但说实话，元飞日斩心中是很不舍得这两个人的。这两个人既忠诚又能干，而且都是他费了不少力气培养的，要是连同宇智波一起埋葬了，属实有些可惜。这时他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了一个主意。不管怎么说，宇智波都是木叶的大忍族，如果爆出宇智波叛乱的事，势必会对木叶的形象有损。这口锅与其让志村团藏这个木叶长老来背，还不如让两个叛忍的背。想到这儿，他亲自动身往止水跟佑所在的暗部基地而去。这种时候如果让别人去，可能会适得其反，最好还是让他这个三代火影亲自去跟他们交谈。刚一进入基地，暗部忍者便向元飞日斩打招呼，他没有时间说废话，直接对这些忍者问道：止水和佑还在不在？他们的伤怎么样了？暗部忍者点头说道：当然在，医疗忍者已经将他们的伤治好，现在行动已经无碍。元飞日斩点头，随后进入了止水跟佑的病房中。刚一进入房间，就发现止水跟佑直勾勾地盯着自己，止水更是急迫问道：火影大人，家族的事有结果了吗？元飞日斩露出个悲痛的表情，对着身旁的暗部忍者挥了挥手，示意他们离开。等所有人都离开后，元飞日斩来到止水跟佑的身前，在二人震惊的目光下，深深地鞠了个躬。止水连忙走上前，将元飞日斩搀扶起身，随后问道：火影大人，你这是做什么？此时他的心中已经有了大概的猜想，但那个结果太过残忍，他不愿意相信，心中幻想着元飞日斩给他不同的答案。但元飞日斩的答案却让他如坠冰窟，只听他沉痛道：刚刚高层会议商讨的结果已经出来，宇智波的判断必须要尽快解决，否则一旦拖下去，必然会导致木叶伤亡惨重。到时候其他忍者村就会跟嗅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扑上来疯狂撕咬木叶。如今的木叶已经失去了九尾，如果再受到如此大的损失，很有可能会导致木叶灭亡。我已经跟团藏他们尽力争取，但其他人的意思都是，哀是我无能才导致了这样的情况发生。如果要恨的话，请不要恨木叶，就恨我这个无能的火影吧。止水跟宇智波又面色苍白，他们不敢相信，等了半天居然等到了这样一个结果，一时间心如死灰。元飞日斩站在原地什么都没说，只是死死盯着止水跟佑，不放过他们脸上任何一丝表情变化。良久之后，一直站在止水后面没有说话的佑，像是下定了决心般问向元飞日斩道：火影大人来找我们，应该不止这件事吧？满脸生无可恋的止水也抬起头看向元飞日斩，想知道对方还有什么事来找他们。只听元飞日斩叹了口气道：身为暗部忍者的你们应该清楚现在木叶的处境，这个时期如果爆出宇智波叛乱的事，一定会对村子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导致第4次忍界大战，到时候一定会生灵涂炭，忍界再次掀起腥风血雨。因此宇智波的覆灭不能跟村子有关系，这不仅是为了木叶，而是为了整个忍界。说完他便站在原地，用期盼的眼神看着止水跟佑，他相信以二人的聪明，一定可以理解他话中的含义。止水跟佑自然听懂了对方的话，震惊过后便是良久的沉默，病房内针落可闻。见到二人陷入沉思，元飞日斩并没有追问二人的答案，而是说道：接下来我都会在根部基地中，如果有事的话可以来找我。说完他便转身离开，不过他的目的地并不是根部基地，而是前去宇智波一族的必经之路上。虽说这两人是他忠心的部下，但毕竟是两个宇智波族人，为了避免他们临时反水前往宇智波通风报信，他决定亲自在必经之路上拦截。元飞日斩走后，止水呆呆地后退了几步，随后双腿碰在病床上，瘫软地坐在了上面。为什么会这样？宇智波跟村子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他坐在病床上喃喃自语，神情看起来比刚才重伤未愈时还要憔悴。宇智波佑的神情则是比他好上一些，他这3年来一直负责监视宇智波的一举一动，为双方做双面间谍，可以说他是对宇智波跟村子矛盾最了解的人。村子的决定虽然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但仔细想来也在情理之中。血祭家族背叛这种事不只是木叶，换作是忍界任何一个大忍村都不可能容忍，将其灭族才是常规操作。之前满心希望的找3代火影，也不过是自己在安慰自己，现在希望破灭了，宇智波佑在思考如何在这场浩劫中保住自己的弟弟宇智波佐助。二人在这里沉思了大概2个时辰后，宇智波佑转过头对着意志消沉的止水问道：止水哥，你知道佐助现在在哪里吗？全身瘫软弓着身坐在病床上的宇智波止水连头都没抬，低着头说道：应该是被漩涡鸣人带。这时他突然停住了，话语脑海中浮现了那个不按常理出牌嚣张跋扈的漩涡鸣人。宇智波佑见对方说到一半停住了，还以为佐助出了什么事，连忙问道：怎么了止水哥？难道是出了什么事吗？宇智波止水噌的一下站起身，
随后对宇智波鼬激动说道：“对了，还有鸣人，漩涡鸣人，我之前这3年一直是在监视他，所以对他有一些了解。这个家伙从来不按套路出牌，很多在别人看起来进退两难的问题，他都可以轻松解决。如果可以找他的话，一定可以。”宇智波鼬看着已经有些癫狂的止水，眼神暗淡了些。连意志如此强大的止水哥都已经崩溃了吗？他承认自己当初小看了那个漩涡鸣人，对方的实力确实超出自己的想象，但他不认为漩涡鸣人能解决这次的事件。对方再强也不过是一个木叶孤儿，连火影大人都无法解决的宇智波问题，怎么可能会被对方解决？不过比较好的消息就是佐助在对方那里，漩涡鸣人虽然不可能解决宇智波的问题，但是想保下自己的弟弟，佐助应该还是可以的。随后他心中自嘲地笑了笑，自己的弟弟还要靠别人来保护他，这个哥哥真是失败。这时止水来到他面前，死死抓住他的肩膀说道：“哟，你在这里等着我，我现在就去找漩涡鸣人，他一定可以解决宇智波的问题。”说完他也不管宇智波鼬的想法，径直朝着暗部基地外跑去。这次离开他甚至没有戴暗部的面具隐藏身份，此时的宇智波止水已经顾不得任何事，只想赶紧找到漩涡鸣人。对方在他的心中宛如一棵救命稻草，他相信只要能够抓住对方，就一定能够挽救宇智波的命运。又站在走廊门口，望着止水离开的背影，一阵出神。随后他也迈着沉重的步伐朝着暗部基地外走去。两人前后脚离开暗部基地，不过离开的方向却完全不同。止水去的方向是木叶边缘处一座小房子里，那里有着他的救命稻草，而宇智波鼬去的地方则是根部基地，那里有着他身为一名木叶忍者的决心。暗部基地外，一名白发暗部忍者看了看离开的二人，随后对着止水的方向比了个手势：“快叔哥！”止水兴奋地朝着鸣人的家而去，他并不是像宇智波鼬想的一样失去了理智，而是发自内心相信漩涡鸣人说的话，觉得对方真的有办法拯救宇智波。现在他越回想越觉得鸣人说的话有道理，木叶的政策确实处处针对着宇智波，而且这些事都是在九尾之乱发生之前，很显然并不是因为九村子才刻意针对宇智波的。越想越觉得有道理，止水甚至对于猿飞日斩这个人都产生了些许质疑。就在他一边思考一边低头赶路时，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伙人，拦住了他的去路。止水止住了身形，仔细观察，原来拦住他的是一群戴着面具的暗部忍者。这些暗部一共12个人，全副武装，杀气腾腾，一看就来者不善。止水对暗部忍者问道：“你们拦住我做什么？我也是暗部忍者。”奇木卡卡西说道：“我们当然知道你是暗部忍者，跟我们走一趟吧。”宇智波止水，止水一眼便认出了卡卡西，当初他在接任监视漩涡鸣人工作时，就是跟对方进行的交接，不久前卸任工作也是与对方交接，所以跟对方算是打过交道。止水皱眉问道：“卡卡西，你这是做什么？”卡卡西面具下的脸没有任何表情波动，语气冷漠道：“我再说最后一遍，放弃一切抵抗，跟我们走一趟，否则我们将会采取强制手段。”卡卡西身后的暗部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这让止水有些摸不到头脑。为什么火影大人的暗部会向自己动手？几个小时前，卡卡西突然收到了火影的调令，命令来得非常急，因此他不得不将监视漩涡鸣人的任务交给自己小队的成员，只身前来执行监视宇智波止水跟鼬的任务。三代火影的命令很简单，止水跟鼬离开暗部基地后，要是去了根部基地，那就放他们通行；如果去其他地方，立刻将他们抓起来。看着做好战斗准备，随时要出手的卡卡西、宇智波止水逐渐明白了过来，三代火影这是担心自己和鼬投靠了宇智波那边，所以派了一群人来监视他们。其实他应该庆幸自己没有真的去宇智波的方向，否则他就要一头扎进猿飞日斩的埋伏中了。止水苦笑一声，对着卡卡西解释道：“卡卡西，你误会了，我想要去的地方你应该很熟悉，就是漩涡鸣人那里。我找他有很重要的事，只要让我见到他，跟他说几句话，我会主动跟你们走，麻烦你把路让开。”对于止水的说法，卡卡西丝毫不理会，只见他对着身后的部下命令道：“展开队形，准备攻击。”随着他的命令下达，暗部忍者行动起来，瞬间将宇智波止水包围，随后手里剑从四面八方飞来，如同雨点般射向宇智波止水。止水眉头紧锁，此时情况紧急，每耽搁1秒，宇智波跟村子都有开战的风险。这帮家伙竟然还拦住自己的去路，他实在没有闲心跟这帮人纠缠。只见他双目圆睁，猩红的3勾玉血轮眼在他眼眶中闪烁，随后双手结印10多道分身从他身旁浮现。这些分身同时拔出忍刀，朝着附近的手里剑挥砍，几息之内便挡住了所有的手里剑。卡卡西开着3勾玉血轮眼扫了一圈附近的分身，心中暗道：不愧是被称为瞬身止水的强者，简单的分身术被对方用到了这个地步，居然可以跟幻术融合，做到化虚为实的地步。不过他并未退缩，而是同样拔出了身后的忍刀，朝着止水的一个分身而去。双方在森林中展开激战，止水的幻影瞬身术非常强大，这些分身在被敌人攻击时，并不会引分身一般破碎，而是任由对方的攻击穿透身体，如同幻影一般。但这些分身可不是真正的幻影，他们的攻击落在人身上的时候，可是能够造成伤害的。一时间，暗部忍者有些束手束脚，他们也分不清这些宇智波止水到底哪个是本体，哪个是分身，因此只能被动防御。止水的分身简直是进可攻退可守，让这些暗部忍者非常难受。
但就在这时，奇木卡卡西双手结印，随后一条土龙从地底升腾而起，朝着人群中一个宇智波止水而去。止水见状，连忙一个翻身躲避，其他暗部忍者瞬间注意到了止水的本体，随后放弃了近身攻击，采用忍术进行远程轰炸。狼狈躲避忍术的宇智波止水咬了咬牙，卡卡西的血轮眼真是太克制自己了，一眼就看出了自己幻影瞬身术的弱点。他的幻影瞬身术一直被人认为是一种分身术，其实这都是错觉，分身术自然有，但占比更大的是他的幻术。这是一种利用血轮眼进行增幅的幻术。那些幻影分身之所以能够造成伤害，是因为他在现实中跟随着那些幻影同步进行攻击产生的幻觉。以往自己的幻影瞬身术对付普通忍者无往而不利，没想到今天会遇到奇木卡卡西这个同样拥有血轮眼的家伙。而且止水产生了一种错觉，卡卡西的三勾玉血轮眼好像比其他三勾玉血轮眼要强上一些。他也曾经与族中强大的上忍交过手，但那些拥有三勾玉血轮眼的上忍都无法看穿自己的幻术，没想到居然会被卡卡西这么一个获得三勾玉血轮眼的外人看穿，这让他感到很奇怪。不过他现在没时间思考这些，既然幻影瞬身术被对方破解，那他也没有必要执着于这一招，再使用这种手段很有可能会被对方找到机会反杀，看来要动点真格的了。念及至此，他双手结印，随后三条火龙在他口中吐出，迎着暗部忍者施展的忍术正面而来。火遁，豪龙火之术，三条火龙席卷而过，一众暗部忍者施展的远程忍术被这三条火龙瞬间吞噬，热浪吹得奇木卡卡西等人汗毛倒竖。众人不敢迟疑，立刻飞身跳开，火龙飞舞而过，暗部忍者之前站立的地方被烧出了一片直径数十米的灰烬地带。望着止水忍术的威力，一众暗部忍者心惊胆战，不敢再轻易出手。就连卡卡西也面色凝重，之前一直以为宇智波止水的实力应该跟自己不相上下，没想到居然会比自己强上这么多。他记得止水好像比自己还小2岁，真是后生可畏啊。但很快他收敛了心绪，今天就算说破天也要拿下对方，这是村子颁发给他的任务，他必须尽全力完成。而宇智波止水此时也失去了耐心，他瞪着猩红的三勾玉血轮眼，对着一众暗部说道：“看在同为暗部的情面上，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再敢阻拦，我真对你们不客气了。”止水已经要动真格的了，这帮家伙每耽搁1秒钟都有可能造成宇智波和木叶不可挽回的损失，他的耐心是有限度的，此时已经到达了他忍耐的顶点。卡卡西显然注意到了对方的杀气，此时他面对的是跟当年自己父亲同样的选择，到底是要放弃任务避其锋芒，还是要迎难而上跟对方死磕到底？父亲齐木硕茂选择了放弃任务，然而换来的却是所有人的责备。望着身旁已经有了退缩之意的小队成员，卡卡西咬了咬牙，最后对众人说道：“对村子放求救信号。”说完他站在原地没有继续出手，等着暗部忍者发出信号后目送止水离开。等止水走后，他们就在后面远远的跟随。其中一名暗部忍者咬牙对卡卡西问道：“队长，刚才为什么不让我们继续出手？我们如果联手的话，一定可以拖住对方，等到村子的支援，为什么要放跑对方？”卡卡西无奈解释道：“宇智波止水的实力非常强大，刚才看对方的表情，显然已经动了杀心，再打下去，我们的情况非常危险。”这名说话的忍者虽然不敢出言反驳，但心中却颇有微词。其他暗部也是一样，显然对这种放敌人离开的行为十分不满。但是卡卡西却对这些人的不满视而不见，这就是他跟齐木硕茂不同的地方。他的心态比齐木硕茂好得多，不是很在乎别人的目光。止水发现卡卡西等人跟在身后，也没有驱赶，正如他之前所承诺的，只要让他见到漩涡鸣人就行，在那之后随便他们处置。但没过多久，又一批阻拦他的人到达，见到面前这群人中为首之人后，止水面色大变，连忙停住身形，看着面前的猿飞日斩。此时在止水心中，猿飞日斩已经没有了那层德高望重的长者光环，只当对方是个身居高位的长者，语气也比之前平淡了很多，淡淡道：“3代火影大人，麻烦您让开去路。”猿飞日斩其实是有些恼火的，他派了卡卡西暗中监视止水，跟右本以为万无一失，乃至卡卡西居然没有出手消灭止水，反而要让他亲自露面，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猿飞日斩冷着脸说道：“我不是说过想找我的话去根部基地吗？你这是要去哪里？”望着猿飞日斩冰冷的眼神，宇智波止水深吸了一口气，随后平淡说道：“我要让宇智波跟村子达成和平，这件事既然您无法做到，我自然要去找可以做到的人，请您不要阻拦我。”猿飞日斩也感到了止水话中的平淡，不过对于这些他已经无所谓了，毕竟再过不久对方不是死人就是木叶的叛人，他也不需要对方的尊重，他只是关心另一个问题，连忙出声问道：“你说能够帮你达成和平的人到底是谁？”面对着猿飞日斩的询问，止水面无表情的回答道：“我认为这个时候能够帮助宇智波和村子的只有漩涡鸣人，这3年来我在监视他的任务中逐渐了解了这个人。首先我要承认，漩涡鸣人绝不是一个善良之人，在面对村民们的指责谩骂时，他不会如同普通小孩那样忍耐与躲避，而是用更暴力的手段硬生生打回去。我知道这很不符合火之意志，但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每一次都十分有效。现在那些指责他的村民见到他都会笑脸相迎，虽然那些笑脸都非常假，但也从另一个方面解决了双方的矛盾。我不止一次看到他身处于两难的抉择中，却在别人左右为难的难题中硬生生走出了第3条路。
因此我认为只能解决村子跟宇智波矛盾的人只有他。我这次就是要向他去请教解决这次风波的办法。说完后，他面无表情地等着袁飞日斩的回答。而袁飞日斩此时已经动了杀心，他怎么都没想到止水这个家伙居然会想到漩涡鸣人，那是他在木叶中最不愿意回想起来的人。这3年中，他也不止一次找到鸣人想要拉近关系，结果对方却对他爱答不理。曾经他用来拉拢天才忍者们的方法，对漩涡鸣人完全没有作用。自己一次又一次给对方灌输火之意志，却被方一炮又一炮尿无情浇灭，搞得他有一段时间心态都崩，恨不得直接挥舞如意金箍棒跟对方拼了。但看到对方那双没有瞳孔的眼睛，他又瞬间认怂，于是就眼不见心不烦，装作世界上从来没有过漩涡鸣人这个人。没想到止水居然在这个关键时候想到了对方，如果这件事漩涡鸣人也掺一脚的话，那后果不堪设。跟漩涡鸣人成天混在一起的宇智波佐助就是宇智波富岳的次子，万一漩涡鸣人真的为宇智波出手，袁飞日斩就这样低头沉思，而止水则是皱着眉焦急的等待，希望对方能赶紧将路让开。随着时间越来越长，袁飞日斩身边的暗部忍者越来越多，止水的心情也越来越差。这时卡卡西也到达了现场，见到袁飞日斩后，刚想上来打招呼，却发现对方在沉思，也就没有上来打扰。良久后，袁飞日斩抬起了头，对着周围暗部忍者命令道：木叶忍者听令！宇智波止水身为暗部忍者，居然窃取村子机密，疑似与外村勾结，所有木叶忍者全体出动，立刻对其实施抓捕。周围暗部忍者闻言非常惊讶，就连卡卡西都瞪大了双眼，根本没想到3代火影会下这种命令。不过他们并没有对袁飞日斩怀疑，对方是火影，一定要他们不知道的情报渠道，忍者的目的就是完成任务，其他的跟他们没有关系。而宇智波止水则是彻底愣在原地，他不明白为什么3代火影会下令将他抓起来。自己刚才说的有什么问题吗？他只说想要请教漩涡鸣人怎么样才能达成木叶跟宇智波的和平，这话有什么错吗？看着围上来的暗部忍者，宇智波止水赶紧解释道：火影大人，我并没有说让漩涡鸣人出手，只是让他出个主意而已，只要……轰隆！还没有等他说完，一根半米粗的漆黑铁棒自上而下砸到了宇智波止水之前站立的位置，巨大的冲击力将地面打得开裂，一条10多米长的巨大裂缝出现在众人面前。袁飞日斩侧过头看向不远处，在那里，宇智波止水瞪着猩红的3勾玉血轮眼，死死地盯着袁飞日斩。哼哼，这就是你的真面目吗？3代火影，原来木叶针对宇智波一族确实是你在背后支持，你这个家伙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宇智波自从木叶建立以来，为这个村子牺牲了多少族人？为什么村子要特意针对宇智波？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止水声嘶力竭的怒吼，此时他的心情宛如梦想破灭了一般。之前他还对袁飞日斩有着些许幻想，认为对方只是被至村团藏这个忍界之暗给蒙蔽，所以才做出了错误的决策。现在看来，哪有什么蒙蔽，完全是3代火影自己的主张。这个家伙就是把宇智波逼上绝路的罪魁祸首。袁飞日斩没有回答止水的话，此时身为火影的他绝不能在部下面前露出马脚，只要自己不接话，这些暗部忍者绝不会轻易相信一个叛忍的胡言乱语。他对身旁暗部命令道：展开结界，防止叛忍宇智波止水逃走。擅长体术的忍者跟老夫一起在前方牵制，控制类忍者在后方寻找机会。随着袁飞日斩的命令下达，一众暗部行动起来，4子岩阵在这片森林中升起。随后袁飞日斩带着奇木卡卡西和几名擅长刀术的暗部忍者一起朝着宇智波止水攻去。望着袭来的袁飞日斩和一众强者，止水明白他再也无法隐藏自身的实力，既然如此，那就痛痛快快的战一场，让这帮家伙见识一下宇智波真正的力量。只见他缓缓地闭上了双眼，再次睁开眼睛时，猩红的血轮眼中3颗勾玉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3角大风车的诡异图案。冲上来的袁飞日斩先是有些疑惑，在看清楚止水眼睛的变化后，瞬间亡魂大冒，这是万花筒血轮眼！袁飞日斩惊呼出声。宇智波的万花筒血轮眼虽说几十年没有在忍界出现，但年纪稍长的忍者早就将这个名字深深的烙印在脑海中。Kuai Delta Odd， 更何况袁飞日斩当年可是亲眼见过宇智波斑的。当年宇智波斑操控9尾袭击木叶时，身为千手飞间弟子的他，远远的看过忍者之神的战斗，尤其是对方那双散发着诡异花纹的眼睛，袁飞日斩发誓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于是他在看到止水双眼花纹的瞬间便反应了过来，直接撇过头不看对方的眼睛，手中如意金箍棒一个横扫朝着对方挥来。不过这一挥击毕竟是他下意识出手，速度非常缓慢，被止水轻轻一跳便躲了过去。止水躲过这一发挥击后丝毫没有犹豫，直接开启了须佐能乎，数十米高的绿色骷髅骨架拔地而起，在夜空中十分醒目。一众忍者瞬间停住脚步，惊骇的抬头看着宇智波止水释放的骷髅巨人。此时绿色骷髅已经逐渐长出了血肉皮肤，但是面部并没有变化，仍然顶着一张骷髅的脸，望着恐怖的半身须佐能乎，那种来自查克拉等级上的压制惊的众人喘不过气。袁飞日斩惊呼道：止水，你竟然开启了这双眼睛！为什么之前没有听你说过？
宇智波止水此时的表情异常疯狂，过去那张自信阳光的面庞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宇智波狂笑五劫诞生。他对袁飞日斩笑道：“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对你汇报这种事？过去我真是看错你了，袁飞日斩，今天我就要为宇智波诛杀你这个虚伪的混蛋！”随着止水话音一落，半身须佐能乎右手突然凝聚出一把螺旋长剑，这把螺旋长剑形状如同锥形钻头，通体螺旋尖部异常锋利。随后螺旋长剑疯狂旋转，宛如一把散发着绿光的电钻，其威势震慑的一众忍者心神俱颤。须佐能乎的长剑高高举起，随后朝着袁飞日斩一剑斩落，似是要把他碾为齑粉一般。袁飞日斩心知以这一剑的速度，自己根本无法闪避，直接挥舞着如意金箍棒朝着螺旋剑迎了上去。砰！双方相撞的一瞬间，巨大的力量从如意金箍棒上传到了袁飞日斩全身，磅礴的力量震得他虎口生疼，整个人倒飞而出，在空中翻了几十个跟头，朝着四子岩阵的结界摔去。暗部忍者见状大惊，要是火影大人撞到四子岩阵的结界上，必然会被上面的火焰伤到，但袁飞日斩飞行的速度又太快，他们根本来不及救援。就在这紧要关头，只见卡卡西双手飞速结印，一面雕刻着狗头的土流壁从结界前方升起，挡在了袁飞日斩前方。后者将土流壁撞得粉碎，才堪堪用手中的如意金箍棒停住了自己的身体，没有撞到四子岩阵的结界上。得救后，他狼狈地拄着如意金箍棒，大口喘气。须佐能乎的力量超过了袁飞日斩的想象，要不是卡卡西的土流壁，估计他就要撞到四子岩阵，重度烧伤了。暗部忍者见火影被袭击，连忙来到他的身边查看他的情况。袁飞日斩说了句没事，随后面色凝重地看着走来的宇智波止水。对方的力量远超他的想象，本以为自己那能够硬扛九尾的力量能够挡下对方，没想到对方的须佐能乎只是随手一击便将他打得这么惨，真是恐怖的力量。但在感慨之余，他又有些疑惑，在他印象中，须佐能乎的力量要比现在强大上很多，至少不应该是个半身巨人，而是完整的身体才对。随后他眼前一亮，想到了缘由，宇智波止水毕竟太过年轻，瞳力绝对无法跟巅峰时期的宇智波斑相比，所以他释放的须佐能乎威力才远远不及宇智波斑。念及至此，他长长松了口气，看来万花筒写轮眼之间也是有着巨大差别的，宇智波止水并没有之前他想象中那么强大，他们只要稳扎稳打，还是有胜算的。袁飞日斩重拾了信心，但一众暗部忍者可被须佐能乎的威力吓到了。刚才袁飞日斩被打飞后，他们就使用了各种忍术对须佐能乎进行攻击，但这些能将忍者轻松撕碎的忍术打到须佐能乎身上，如同挠痒痒般，连一丝裂痕都没有打出来。宇智波止水癫狂道：“没用的袁飞日斩，你们就认命吧。这是我宇智波一族的终极力量，原本我想用它制止木叶跟宇智波的矛盾，现在看来这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矛盾的根源就在你的身上，只要杀死你，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袁飞日斩，受死吧！”一向沉着冷静的宇智波止水此时宛如疯魔一般，万花筒不只会消耗使用者的瞳力，还会影响忍者的思维与情绪。此时的宇智波止水便被深深的影响，内心中的狂傲与杀戮已经抑制不住，现在他只想将面前的袁飞日斩撕成碎片。望着逐渐癫狂的宇智波止水，袁飞日斩冷静地对身旁的暗部命令道：“改变阵型。”擅长土遁的忍者来到前面作为主攻手，施展土遁改变地形，让对方的须佐能乎无法立足。暗部忍者瞬间领会了袁飞日斩的意思，纷纷对着宇智波止水的脚下施展土遁忍术。土遁黄泉爪，土遁土流大洋，土遁天降粘土。擅长土遁的暗部忍者各式手段将四子岩阵内地面变得坑坑洼洼，根本不适合须佐能乎立足。止水无奈下解除了须佐能乎，随后利用火遁忍术袭击这些擅长土遁的暗部忍者，企图让他们停止改变地形。但这给了袁飞日斩机会，只见他抡起大棒朝着宇智波止水挥舞而至。面对袁飞日斩的蛮横力量，止水无奈下只好使出残缺版的须佐能乎骨架来抵挡对方的进攻。须佐能乎骨架根本没有半身须佐的力量，在袁飞日斩的绝力时落于下风，被对方一棍子打飞了出去。随后暗部忍者一拥而上，各种忍术朝着止水飞来，要不是有须佐能乎防御，他会在没有落地前被打成碎渣。双方战斗的异常惨烈，四子岩阵内地面翻涌光芒闪烁，各种忍术幻术，手里剑术不要命的乱轰，暗部忍者的尸体碎块到处都是，场面异常凶残。随着双方战斗进入白热化，宇智波止水也感觉到了瞳力的消耗，眼眶中流出血泪，查克拉也越来越少。他心知再这样打下去，自己必败无疑，这让他心中憋屈不已。如果是以前的他，在任务中死掉，绝不会有半句怨言。忍者本就是朝生暮死的职业，哪怕是再强的强者，都不能保证明天自己是否还能活着，因此他对生死看得很淡。但现在情况不同，他如果死在这里，将会顶着木叶叛忍的骂名，而且还要眼睁睁看着宇智波被袁飞日斩这个混蛋迫害，这让他怎么甘心？想到这儿，他卯足了力量，转身用后背对准敌人。这个举动让袁飞日斩等人摸不着头脑。止水也是个在忍界创下赫赫威名、战斗经验极其丰富的忍者，怎么会做出这种找死的举动？但他们可管不了这些，对方既然找死他们，就成全对方。袁飞日斩分出了4个影分身，随后双手结印本体，跟4个影分身同时施展忍术。忍法五遁大连弹之术。
5种查克拉属性组合在一起，非但没有互相排斥，反而相辅相成，威力提升了数倍。元飞日斩虽说做人异常虚伪，但他的实力可是实打实的，就这发忍术的威力，哪怕是千手柱间来了，不用双手结印也挡不下。面对着元飞日斩跟暗部忍者们强大忍术的轰炸，宇智波止水拖着疲惫的身体，强行开启了半身须佐能乎，用须佐能乎的后背强行吃下了所有忍术，随后对着面前的四子岩阵蓄力起来。须佐能乎99，须佐能乎的胸甲突然打开，能量不断汇集，最后凝聚成一把剑矢，击射向结界。轰隆！随着一声巨响，四子岩阵结界被轰出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止水看到缺口后，直接解除了须佐能乎，朝着结界外跳了出去。这时元飞日斩才反应过来对方要跑，连忙带着暗部忍者朝着止水追去。追击持续了数个小时，期间暗部忍者不断抄近路，想要绕到宇智波止水前方将他堵住。但止水可是忍界闻名的瞬身止水，他的瞬身术可是忍界公认的快，元飞日斩拼尽全力也没有追上对方，最后失去了对方的踪迹。望着前方寂静的森林，元飞日斩攥紧了拳头，冰冷的杀气充斥了他全身，让周围的温度都下降了几度。周围暗部忍者见到这个状态的元飞日斩，额头上布满了冷汗，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3代火影大人。此时元飞日斩站在一棵树上，望着远处已经有些透亮的晨光，眼中浮现坚定之色。如果说之前他只是为了宇智波掌握的财富而对宇智波起杀心的话，那么此时他则是对宇智波充满了畏惧。仅仅一个宇智波止水就这么难对付，如果对方跟宇智波的大部队汇合的话，木叶必然会陷入被动。灭掉宇智波的计划，他要亲自找团长确认细节，只有这样他才能彻底安心。等灭掉宇智波后，就对忍界宣称这一切都是叛人宇智波止水所为，反正是一个叛人也不可能为自己申辩。念及至此，他挥退了身边所有的部下，只身一人朝着志村团藏所在的分部基地而去。半个小时后，他来到木叶森林中一个隐蔽的根部入口，推门而入。刚一进入根部基地，元飞日斩一抬头便看到了面无表情的宇智波鼬。这时他才想起来自己还有个宇智波叛忍背锅计划呢。等了几个小时的宇智波鼬见到正主到来，连忙上前说道：火影大人，我已经决定帮助村子灭掉宇智波，但是我有个请求，火影大人请务必答应。刚进行过一场大战，此时杀气未消的元飞日斩长长呼出一口气，随后露出慈祥老者的笑容，对宇智波鼬问道：鼬，说说看你有什么要求。宇智波鼬有些别扭，3代火影大人这个时候为什么会露出慈祥老者的表情？按理说这副表情平时看来倒也没什么，但在这个时候看起来怎么那么怪。不过他也没在意，直接开口说道：我想请求火影大人放过我的弟弟佐助，这件事情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请允许让他以木叶忍者的身份留在木叶中。说完，宇智波鼬单膝下跪，等待元飞日斩的答复。元飞日斩沉思良久，最终叹了口气道：可以。你有什么方案或者需要什么帮助吗？宇智波鼬摇了摇头说道：并不需要，只要在宇智波族地的外围避免闲人入内就可以了。元飞日斩感到非常疑惑，这小子哪来的信心自己一个人灭掉宇智波？随后他又想到了一种可能，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应该不会吧？不可能连续出现2个拥有万花筒写轮眼的宇智波吧？宇智波又见元飞日斩表情怪异，出声问道：火影大人，您这是怎么了？元飞日斩回过神来，换上一副沉痛的表情，对着宇智波鼬道：既然如此，那就拜托你了。鼬！宇智波鼬转身离开根部基地，目送着对方消失在视野中。元飞日斩缓缓放下了结印的双手，他选择相信宇智波鼬一次，就算对方失败了，己方也没有吃什么亏，不过还是要做好2手准备，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念及至此，他转身朝根部深处走去，关键时刻还是自己这个老朋友靠得住。宇智波又在离开根部后，确认身后没有尾巴，便来到了一处幽暗的密林。在这里，一个戴着独眼漩涡面具的等候他多时了。带土很早之前便认识了宇智波鼬，当时他故意杀死宇智波鼬的队友，让对方开启了写轮眼。他就像是当初宇智波斑培养自己时那样，故意培养宇智波鼬，为的就是将来让他进入小组织，为自己收集尾兽。掌门跟小南虽然说的好听，让自己成为背后的首领，但他明白这个首领就是个有名无实的虚职，甚至连虚职都不是，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于是他看中了宇智波鼬这个小鬼，天赋超绝，好好培养一下对方，将来加入小组织，自己也能掌握一定主动权。于是他便给了对方联系方式。之后的几年里，对方虽然没来找过自己，但也没有向别人透露自己的存在。几个小时前，他收到了对方传来的消息，于是便使用神威来到这片密林中，等待宇智波鼬的到来。几年不见，宇智波鼬的实力增长了不少，如果自己不使用万花筒写轮眼跟对方战斗，还真不一定谁输谁赢。不过实力越强的人性格也就越傲慢，而宇智波一族更是将傲慢直接刻进了骨子里，因此与这种人相处时绝对不能漏气，一定要拿出气势来。于是宇智波带土板着脸，声音威严道：说吧，这次找我有什么事？我要灭掉宇智波一族，需要你的帮助。宇智波带土闻言，面具没有丝毫变化，面具后的下巴差点掉下来。不愧是宇智波的天才，想法真是惊世骇俗。随后他赶紧平静了下情绪，幸好自己戴着面具，否则可就要露馅了。自己现在的身份可是宇智波斑，不能露出任何掉价的举动。
只听他语气平淡道：“可以，不过宇智波灭族后，你要加入我建立的一个组织，答应我这个条件，我就帮你。”宇智波又思考了片刻，便答应下来。反正他灭族以后也没有地方可去，加入对方的组织也无所谓。商议好条件后，他讲述了自己的计划：“今天晚上你先去警务部，宇智波所有的上人今天晚上都会在那里集结。用你那种诡异的时空间能力，应该可以悄无声息地暗杀掉他们。至于宇智波的平民，不用你管，那些交我来处理。”戴土闻言点了点头。那些三勾玉的宇智波上忍在普通忍者面前可能非常棘手，但在自己这个万花筒血轮眼强者手中根本不值一提。约定好了，晚上会合后，戴土准备转身离开。就在这时，宇智波又叫住了他，说道：“对了，还有一个人需要你帮我杀掉，到时候我会把他带到你的面前。”戴土在进入时空间漩涡前嗯了一声，随后消失不见。木叶边缘处，鸣人的快乐小屋中，清晨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到佐助的脸上。躺在地上的佐助下意识用手遮了下阳光，随后翻身在地上爬了起来。站起身后，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以及满身尘土的自己，他有些摸不着头脑。我这是在哪里？佐助疑惑地问出声，但是却没人应答。无奈他只好自己摸索着找到了卫生间，打开水龙头，用凉水洗了把脸。这下他的意识清晰了不少，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也渐渐浮现在他脑海中。他瞬间瞪大了双眼，随后惊呼道：“哥哥，你在哪里？”他的声音非常大，震得洗脸池中的水都颤了颤，掀起了一丝涟漪。烦死了，你哥哥上梁山了！被佐助的大吼吵醒的鸣人揉着眼睛从卧室中走了出来，随后耷拉着死鱼眼对佐助吐槽道。转头见到鸣人后，佐助直接上来抓住对方的肩膀前后摇晃，一边摇一边急迫问道：“我哥哥呢？宇智波鼬呢？他去了哪里？”鸣人被摇的差点把脑袋甩到后背上，赶紧挣脱了佐助，耷拉着死鱼眼说道：“那头倔驴现在应该跟木叶高层商讨灭掉宇智波的具体流程吧？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我已经放弃了那头大蠢驴，专心拯救你这头小倔驴。”佐助闻言怒不可遏，鸣人这个家伙当初信誓旦旦的答应自己要帮他缓解父亲跟哥哥的矛盾，结果现在他跟自己说放弃了，不想管自己的事了。最关键的是他对自己哥哥一点尊敬的语气都没有，居然还骂自己哥哥是蠢驴，真是可恶至极。他越想越气，双眼变得通红，两颗勾玉出现在他的眼中，当然是分别出现在左眼和右眼，他还是单勾玉血轮眼。鸣人看着对自己怒目而视的佐助，撇了撇嘴道：“你跟我瞪什么眼？我说的一点都没错，那家伙又蠢又倔，已经没救了。我建议你把重心放在你父母身上。宇智波鼬那家伙跟宇智波直水一个德性，已经被火之意志洗脑的丧失人性。这种蠢货只有在失去家人后才知道珍惜，想要拯救这种人，避免悲剧发生，简直是在耽误自己的时间。他们的悲剧绝对不是外部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己的性格导致。没有了这次灭族事件，也会有其他的事件导致他的悲剧，帮不了也改不了，除非他哪天改变了自己的思想，否则谁也帮不了他。”佐助被说的牙关紧咬，双手颤抖，眼泪不自觉从猩红的双眼中流出。鸣人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放心吧，我说会帮你，就一定会帮你的。”佐助似乎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双眼中再次浮现了希望，看向鸣人道：“你到底还有什么办法？你快说啊！”鸣人对佐助神秘的笑了笑，随后说道：“你母亲是叫做宇智波美琴吧？她做饭好吃吗？”佐助被问的有些懵，现在是讨论我母亲做饭好吃不好吃的问题吗？现在是讨论我父亲跟我哥哥会不会打起来的问题。你问这个做什么？不过他还是如实回答道：“当然好吃，比饭店大厨做的都好吃。”你问这个干什么？鸣人嘿嘿笑道：“当然是去你家蹭饭了。小爷，我学做饭学了3年，现在唯一学会的一道菜就是蛋炒饭。好不容易有个能到你家光明正大蹭饭的机会，当然要多蹭几顿。你放心，我就蹭蹭美琴阿姨，没别的意思。现在出发吧。”佐助有些愣神，随后吐槽道：“你这混蛋还有脸上我家蹭饭？我问你，今天早上我为什么在客厅地板上醒来？你这家伙不是把我拎回家里，直接扔在地上就回房间睡觉了吧？你这家伙把我当什么？外面捡回来的流浪猫狗吗？”鸣人切了一声道：“我家又没有沙发，床也只有一张，你难道还想上我床上睡吗？你这混蛋看起来就 gay 里 gay 气的，小爷我可是堂堂的黄花大老爷们，万一让你给糟蹋了可怎么办？”佐助嘴角直抽，他现在很想揍鸣人一顿，但又怕打不过对方，自己受皮肉之苦。最后他只能咬牙说道：“不是想要来我家吗？那就赶紧来吧。”说完他就想转身往外走，这时鸣人却将他拉住，指了指卫生间的镜子。佐助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意思，下意识朝镜子看去，结果就看到一双猩红的单勾玉血轮眼。当看到镜子中自己的血轮眼时，他瞬间愣在原地，紧紧攥着拳头，一股自信感油然而生。他开启了血轮眼，开启了宇智波族人引以为傲的血轮眼，这可是他们宇智波一族引以为傲的血迹限界，称之为忍界第一血迹，毫不为过。拥有了这双眼睛的话，即便是佐助用眼角的余光瞥着鸣人，后者歪了歪头，不知道对方又发什么神经。1个小时后，宇智波富岳端坐在自家客厅中，他的面前摆着一张方桌，而他的身旁坐着的则是鼻青脸肿的宇智波佐助。
漩涡鸣人双手捧着宇智波美琴递来的热茶，笑着谢道：“多谢美琴阿姨，美琴阿姨长得真年轻，如果不是佐助介绍的话，我还以为你是她的姐姐呢。”被夸赞的宇智波美琴露出温和的笑容道：“小鸣人的嘴可真甜，你们先聊着，我先下去做饭。”说完，宇智波美琴端着托盘离开了客厅，现场只剩下了鸣人、佐助和宇智波富岳。现在的场面有些尴尬，宇智波富岳不是个喜欢主动跟人打招呼的性格，佐助被打得鼻青脸肿，现在也不想说话，鸣人只顾低头品茶，整个房间只剩下他品茶水的声音。鸣人一边品茶一边思考措辞，经过上次止水和柚的事，他算是明白了，跟宇智波一族想要讲道理，就一定先跟他们打一架，无论输赢都应该跟他们亮一下肌肉，不然这帮家伙根本不会听你的话。但直接动手开打也有些不太好，毕竟传统忍术以点到为止，双方切磋要是打出来真火，反而不利于之后的合作。于是鸣人开动他那异于常人的脑回路，想了一个很馊的主意。他将手中的茶杯放了下来，对着宇智波富岳笑道：“富岳族长，我们又见面了。”宇智波富岳同样点点头招呼道：“几年不见，没想到已经长这么大。其实我早就想叫你来家中吃顿饭，但因为工作太忙，一直抽不出时间。”宇智波富岳说话时一点没有端架子，他3年前曾经跟暴走的鸣人交过手，知道对方的实力不可小觑，所以没有用长辈对待晚辈的语气与对方交谈，而是选择了平辈的说话方式。鸣人笑了笑道：“其实我这次来找富岳族长是有一件正经事想要商谈，不知道富岳族长现在方不方便？”宇智波富岳不知道这个怪物小鬼来找自己做什么，但他现在可是忙得很。明天宇智波就要发动政变，今天他这个族长要做的事情非常多。如果来的不是漩涡鸣人，而是佐助一个普通的朋友，那他估计连见都不会见对方。开什么玩笑？宇智波的族长是什么人都能随便见的吗？因此他并不想跟对方多纠缠，只想赶紧打发对方离开，于是便说道：“你放心，我不是那么小肚鸡肠的人，我宇智波也不是输不起。你跟佐助虽说实力差距巨大，但毕竟是同龄人，你们产生矛盾切磋一下属于正常，我也不会放在心上。如果是为了道歉的话，那就不必了。你跟佐助先在家中，枉我还有事先出去一下。”说完他站起身便准备离开，鸣人都听傻了，赶紧伸手拦住了对方，说道：“谁说我是为了宇智波佐助的事？这家伙我想打就打，哪还用特意来这里跟你道个歉？”佐助脸上露出生无可恋之色，这鸣人已经不装了，摊牌了，摆明了要欺负自己，这个混蛋真是太不要脸了。他捧起茶水想要喝一口压压惊，结果却被烫得龇牙咧嘴，连忙端着茶水开始吹起气来。刚要站起身的宇智波富岳眉头皱了起来，想了想又坐回原地问道：“那你有什么事就赶紧说吧。”鸣人露出灿烂的笑容，直直地盯着宇智波富岳的双眼，随后语气平淡道：“其实我来找你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想收编宇智波一族成为我的部下，不知富岳族长同不同意？”场面瞬间安静下来，整个屋子真落可闻。噗！宇智波佐助一口茶水全部喷向了鸣人，后者见状直接眼睛一瞪，飞来的茶水突然拐了个弯，朝着一旁的窗子外飞去，浇到了走廊外的庭院中。看着被茶水呛到气嗓正在咳嗽的佐助，鸣人嘴角撇了撇，要不是场合不对，自己肯定再揍这家伙一顿。自从开了血轮眼后，这家伙越来越飘了。宇智波富岳先是愣了一下，随后下意识想要端起茶水喝上一口，但想到这茶水中好像被自己儿子喷上佐料了，又将水杯放下，抬起头直视着漩涡鸣人，表情有些奇怪道：“抱歉，你刚才说什么？我没有听太清楚，你能再说一遍吗？”他确实怀疑自己听错了。按理说自己现在才40岁，正是忍者最年富力强的时候，按理说不会出现耳鸣这种毛病，但最近自己的工作确实太忙了，宇智波的事物弄得他身心俱疲，出现耳鸣也是情有可原的。鸣人闻言无奈的又重复了一遍道：“我想收编宇智波做我的部下，不知……”轰隆，一股雄浑的气势从宇智波富岳体内爆发而出，压向了漩涡鸣人。宇智波富岳非常生气，自己尊重漩涡鸣人不代表怕对方，对方暴走后实力确实很强大，但自己这个宇智波一族的族长也不是吃素的，这个家伙居然妄言收服宇智波，简直是赤裸裸的羞辱。如果说这话的人是个普通的小鬼，他并不会如此生气，毕竟谁也不会跟一个小孩子计较。但说这话的是漩涡鸣人，一个虽然年纪不大，但却有着强大实力的家伙。拥有实力的人轻视宇智波的人，迟早是个威胁。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趁着对方刚有轻视的念头，就把对方的念头打掉。想到这儿，他的气势又强大了几分。客厅微微摇晃起来，强大的查克拉阵的几人中间的桌子都在颤抖。一旁的佐助紧握双拳，附近的查克拉虽然恐怖他，还是咬牙硬撑了下来，仍然坐在原地，没有被吓得失了分寸。而直面宇智波富岳威势的鸣人却丝毫没有在意，他对着宇智波富岳赶紧摆了摆手，说道：“你先别激动，先听我把话说完啊。”富岳收起了查克拉，但双眼睛仍然死死盯着鸣人。虽然没开血轮眼，但这凶恶的表情还是让鸣人撇了撇嘴。果然只有叫错的名字，没有叫错的外号。凶眼富岳眼神果然够凶恶，看来不是血轮眼的加成，是他长得本身就不像好人。不过对方既然给了机会，那他就跟对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讲讲道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宇智波一族近期就要掀起动乱了吧？鸣人此言一出口，宇智波富岳身上的杀气又一次显现了出来，
这次杀气中没有查克拉，只是宇智波富岳被鸣人的话惊到后自然流露而出的杀气。啪的一拍桌子，桌面瞬间被他拍得断成2截，茶水洒了满地。富岳瞪着双眼问向鸣人道：“漩涡鸣人，你到底是从哪里听到这件事的？快给我如实招来。”鸣人撇了撇嘴道：“你先别管我从哪儿知道的这件事，你就说这件事有还是没有吧。”宇智波富岳狡辩道：“我宇智波一族乃是木叶第一忍族，怎么可能会掀起政变呢？”鸣人嘲讽道：“我可没说你们要掀起政变，我刚才说的可是你们要引起动乱。上木叶街头打砸抢烧也是动乱，我可没有你说的那么具体。你那么激动干什么？这不是不打自招了吗？”宇智波富岳强忍着怒火，深吸了几口气，随后逐渐平复下了心绪，对漩涡鸣人说道：“既然你知道了这件事，那我就不能让你走了。在这次争端结束前，你就在宇智波族地里待着吧。”显然富岳是打算囚禁鸣人，毕竟政变的事关系重大，他不敢有半点马虎。鸣人环抱双手，微笑问道：“那些等以后再说。既然你承认宇智波要发动政变，那富岳族长觉得有几成把握能够成功？”宇智波富岳没有回答，其实他的心中也没有多少底。鸣人这话如果是问宇智波8代那些激进派，他们肯定会说一定成功。在他们的脑海中，宇智波就是最强的，写轮眼可以克制一切。但自家人知道自家事，他这个宇智波的族长可是知道宇智波到底有几斤几两。他虽然开启了万花筒写轮眼，但这仅仅代表他个人的实力强大，并不代表宇智波整体的实力。影级别的强者虽说比普通忍者强出一大截，但并不能做到开无双的碾压。10几名上忍围攻之下能够撑下来的影级强者也没有多少。而木叶的力量要比宇智波强上太多，还有3代火影、志村团藏这2个顶级强者坐镇，宇智波的胜算其实非常小。鸣人看他的表情便知道了答案，于是笑道：“昨天晚上我跟佐助见到了宇智波直水跟宇智波鼬，他们正火急火燎去给3代火影报信。想必现在3代火影已经开始准备剿灭宇智波一族，宇智波的灭亡已经开始倒计时，不知道富岳族长对此事如何看？”宇智波富岳大惊，立刻召唤出2个影分身，一个去警务部，一个去鼬的房间查看情况。宇智波鼬房间的影分身很快将情报传了回来，留在房间中的只是宇智波鼬的一个影分身，本体已经不知所踪。而警务部那边的影分身虽然还没有情报传回，但宇智波富岳已经大概猜到了结果。如果对方说的没错，如果漩涡鸣人这个小鬼没有骗自己的话，那么宇智波这次真是大难临头了。宇智波偷袭木叶高层出奇制胜的话，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但当面锣对面鼓的战争，宇智波胜利的几率非常渺茫。这个时期可不是原著那个时代，那时候宇智波直水已经死了有2年时间，木叶高层也已经提前准备了2年时间，一直在等着宇智波政变。但现在情况可不同，高层的一切都是仓促准备，如果没有人提前报信的话，说不定真的有可能偷袭元飞日斩成功。当然，这也只是可能。深吸了几口气，让自己强行冷静下来后，宇智波富岳眉头紧锁，对鸣人问道：“就算我宇智波遭遇危机这件事，跟你又有什么关系？而且，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们宇智波臣服？你知不知道我们宇智波是什么人？我们是忍界传承了1000年的大忍族，别说是你，就连大明都不敢说让我们宇智波臣服。木叶都是我们宇智波建立的。”鸣人嗤笑一声道：“你怎么跟木叶高层那帮人一个德行？这忍界最终还是要靠拳头说话的，你拳头不硬，还想拿身份压人，这不是扯淡的吗？你说你宇智波是传承了1000年的大忍族，那千手一族也是传承了1000年的忍族，甚至几十年前还打败过你们宇智波，现在千手一族去哪儿了？”宇智波富岳挑眉道：“千手一族解散了族人，融入木叶是他们的选择。况且我们要聊的问题是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们宇智波臣服，跟千手一族又有什么关系？”鸣人挠了挠头，这宇智波富岳怎么不上当？他本想着激怒对方，然后跟对方来一场公开对决，然后当着全体宇智波一族的面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输赢无所谓，最关键是对所有人亮亮自己的肌肉。但没想到宇智波富岳这家伙丝毫没有战斗的意思，居然还跟自己讲上道理了，而且自己好像还讲不过对方，这让他十分郁闷。穿越者嘴遁说：“不过一个土著，这简直没天理了。”他摸着下巴陷入了沉思。Plan 已经失败，接下来就进行 Plan 吧。既然激怒对方失败，那自己就主动出击。念及至此，鸣人的眼神瞬间坚定了下来，嗖的一下身形消失在原地，一脚奔着宇智波富岳的面部踢来。富岳被这一脚踢懵了，他就算想破头也没想明白，这个时候鸣人为什么会突然出手。当他再次反应过来时，大脑已经一片空白，撞到了院外的墙壁上。轰隆，墙壁被砸了个大窟窿。宇智波富岳双手撑着地面摇了摇头，脑袋被撞得昏昏沉沉的，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宇智波富岳感到头昏眼花，整个忍界在他眼中都在晃悠。恢复了清醒后，宇智波富岳深吸一口气，对着不远处站着的漩涡鸣人怒道：“你这可恶的小鬼，为什么要突然出手？”鸣人则是摊手道：“这不是咱们忍界的规矩吗？讲道理之前先打一架，谁赢了谁讲的有理。现在咱俩的意见产生了分歧，我想要收宇智波当部下，你作为宇智波族长不同意。咱们最好的解决方法不是坐在这里讨论，而是直接打一架，谁赢了听谁的，这才是解决争端最好的方法。”宇智波富岳嘴角直抽，这小子脑回路为啥感觉那么亲切？
忍界不是土匪窝点，就算是土匪有了分歧，也会尽量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实力越强的人越不爱打架才对。随后他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如果你想切磋，就到宇智波的修炼场去，我在那里陪你好好切磋一下。但是我有个条件。鸣人点头道：有什么条件你就提吧，咱哥俩谁跟谁。一旁走出来看热闹的佐助满脸黑线，漩涡鸣人这家伙真是占便宜没够，占完自己便宜又要占自己老爹便宜。可爱 Delta Odd。 宇智波富岳也嘴角抽了抽，在他印象中水门是个儒雅随和的人，九星奈虽然大大咧咧，但却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怎么会有漩涡鸣人这么欠揍的儿子？他深吸一口气说道：如果你赢了条件任你随便提，哪怕是让我宇智波一族投到你的麾下，这种无理的要求都可以。但如果你输了，我也不要求你投靠我宇智波一族，只要帮助我们度过这次难关就可以。你觉得如何？鸣人摸着下巴陷入思考中，好像无论输赢自己都要帮宇智波平事，自己是不是有点冤大头？随后他又转头看了看身边一脸无辜的宇智波佐助，要不是为了这家伙，自己怎么可能摊这趟浑水？越想越气，鸣人啪的给了佐助一拳，打到他脑门上又起了个包。佐助捂着脑门上的包，眼泪都快出来了，对着鸣人怒道：你这混蛋别太过分，我也是有脾气的。鸣人撇了撇嘴说道：我知道了。你一句知道了就想了事吗？快点给我道歉呀，混蛋！看着吵闹的鸣人跟佐助，宇智波富岳嘴角微微勾起，鸣人的反应已经说明了对方的答案，有了漩涡鸣人的加入，他们宇智波也算是有了一些胜算。这时前往警务部的影分身也将情报传了回来，果然如同鸣人所说，止水已经越狱，而且警务部的那些混蛋们居然将止水越狱的事情隐瞒了下来，想要等抓住了止水后再向自己汇报，真是愚蠢至极，真是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混蛋。鸣人、佐助和宇智波富岳以及7名宇智波忍者来到这个宽大的宇智波专属修炼场。作为宇智波一族的族长，宇智波富岳也是有忠实支持者的，这几人便是他支持者中的核心骨干，清一色的上忍实力。几人突然被宇智波富岳叫过来，有些搞不清楚状况，正在疑惑间发现族长大人居然来到了训练场最中间，跟那个金发小鬼对立而战。这是要做什么？难道说是要陪那个金发小鬼训练吗？这些人中为首的宇智波信长十分疑惑，族长把自己这些人叫过来，难道就是为了看他训练一个6、7岁的孩子吗？在他印象中，宇智波富岳不是这么一个轻佻不靠谱的人，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关键时候做这种无聊事？这时只听训练场最中心的宇智波富岳对着信长等人说道：今天我把大家叫来只为了一件事，那就是见证我跟漩涡鸣人这场公平对决。我跟漩涡鸣人进行了一场赌斗，如果我胜利的话，漩涡鸣人将会与我宇智波一族合作，在接下来宇智波要面对的劫难中会协助我们战斗。而如果我输了的话，我就会代表宇智波宣布宇智波一族从此成为漩涡鸣人的部下，听从对方的命令。叫你们前来就是为了作为这场战斗的见证人，无论最终输赢如何，我们宇智波都是信守承诺的。在一旁观战的宇智波信长等人闻言脸上露出了震惊的表情，他们不敢相信族长大人居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宇智波信长对着宇智波富岳震惊道：族长大人，您没开玩笑吧？您说要跟这个小鬼公平一战，如果输了，宇智波要成为这个小鬼的部下，您是认真的吗？宇智波富岳点了点头说道：没错，这就是我的决定。众人互相对视了一眼，对于族长大人的决定虽说不解，但都没有提出反对。他们是宇智波富岳的嫡系势力，对富岳他们十分了解，既然对方这样决定，一定有他的道理，因此他们并没有多说废话，全神贯注见证这场战斗。见信长等人了解的状况，宇智波富岳便准备结对立之印。他尊重每一个对手，即便是漩涡鸣人这样一个跟自己儿子一样大的小鬼，他也会当作对手认真对待。不料鸣人并没有伸手结对立之印，而是对宇智波富岳说道：就这几个人当见证人，恐怕有些不够吧？宇智波富岳皱眉道：你这是什么意思？鸣人笑了笑说道：这几个人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都是你的忠心部下。而据我所知，现在宇智波当中占据话语权的应该是那些激进的鹰派族人，这些人很显然在话语权方面占下风。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我战胜了你，万一那些鹰派族人不认又该怎么办？还没等宇智波富岳回话，宇智波信长面对鸣人怒吼道：小鬼，你居然如此跟族长大人说话，未免也太狂妄了。对付你这种小鬼，哪用得了族长大人出手，让我来就行了。他是宇智波富岳的忠实拥护者，甚至可以说是宇智波富岳的忠实小迷弟，相当于宇智波鼬对宇智波止水那种崇拜。正因如此，他更无法忍受鸣人如此轻视宇智波富岳，居然妄言要战胜族长，真是个胆大包天的小鬼。鸣人对宇智波富岳一摊手说道：看见了吧，就是这种情况，就连你这些忠心的部下都是这种表现，到时候你战败了宇智波，要是不承认的话，我也是很头疼的。宇智波富岳沉思半晌后，对着信长几人说道：去通知族中所有的上人，让他们全到这个修炼场集合，记住，是所有，包括几名长老。信长几人虽说有些迟疑，但面对富岳的命令，他们也不敢违抗，连忙去通知族中所有上人。由于政变行动临近，宇智波所有族人全部回到了宇智波族地，大家都在一起通知起来也方便。没过多久，宇智波中所有的上人全部到齐，鸣人打眼一扫，
来到这里的，加上之前的宇智波信长，大概有30多人。宇智波不愧是盛产天才的家族，单说这上忍数量，在木叶中都极具话语权。要知道，木叶全盛时期都未必能拿出1万名忍者来，这其中上忍更是百里挑一，而宇智波居然能拿出接近30多名上忍，怪不得这帮家伙鼻孔朝天，原来也是有狂的底气的。这些宇智波的上忍到达修炼场后，也有些疑惑，信长通知他们过来，并没有说具体缘由，因此他们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由大长老宇智波八代带头问道：“傅岳，你把我们叫过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我们可是非常忙的。”宇智波傅岳深吸了一口气，随后对着众人将他跟鸣人的事又重新解释了一遍。宇智波八代闻言眉头紧锁，随后斜眼一瞟身旁的宇智波道火，后者立刻明白了对方的意思，站出来吼道：“我不同意！族长，你为什么会答应如此荒唐的赌斗？这件事对宇智波异常屈辱，无论输赢都会给我宇智波一族蒙羞。族长如果真想杀死这个小鬼，何必非要兴师动众叫我们过来？直接偷偷解决掉对方，或者通知我们来解决就行。我们现在可是非常忙的，哪有时间看你在这里训练小鬼？”众人闻言纷纷附和，明天就是他们宇智波崛起的日子，每个人都摩拳擦掌，为明天做准备，哪有时间陪族长在这里胡闹？不过人群中一名30岁左右的宇智波上忍瞬间瞪大了双眼，他哆哆嗦嗦抬起手，随后指向鸣人惊呼道：“居然是你！族长，你居然要拉这么恐怖的小鬼入伙！”众人疑惑地看向这名宇智波上忍，有些人则是露出了轻蔑的表情，嘲笑这名上忍的胆怯。就算这个小鬼是小有名气的天才忍者，也不至于把他这么一个上忍吓成这样吧。鸣人看着这个对自己惊呼的上忍，感觉好像有些熟悉，随后猛然想起3年前自己在警务部暴走的时候，好像就是这个家伙带队跟自己纠缠来着。当初鸣人暴走虽然给警务部造成了很大损失，但这件事的影响全都被宇智波傅岳这个族长压了下来，只做了些简单的资料储备，放在了资料室中。剩下的黑布提白不提，除了当时在警务部的当值忍者外，剩下的人几乎不知道当时的具体情况。面对这名上忍的疑问，宇智波傅岳严肃回答道：“我们企图发动政变的事已经被村子知道，所以我才要联合一切力量对抗村子接下来的围剿。”众人闻言更是吃了一惊，这回不等宇智波道火开口，宇智波八代亲自问道：“族长，你此言当真？”而人群中几名上忍羞愧地低下了头，他们已经猜到了情报是如何泄露的。昨天警务部的防务就是由他们执行的，让止水那个家伙逃走导致情报泄露的责任在他们身上。宇智波八代逐渐平复了心绪，板着脸对宇智波傅岳问道：“傅岳，你真的确定这个小鬼能帮到宇智波吗？这家伙怎么看都只是一个6、7岁大的小鬼，说这个家伙能帮宇智波渡过难关，我是打死都不会信的。”其他人对鸣人也持怀疑态度，认为鸣人这个小鬼在与木叶高层的战斗中根本派不上用场。鸣人此时已经失去了耐心，这帮家伙替。只见他踮着脚扫了眼周围众人后，瞬间消失在原地，下一刻便出现在了宇智波八代面前，一拳打在了对方的脸上。这一拳又快又狠，宇智波八代被打的大脑一片空白，整个人螺旋着朝外飞了出去，飞出了20多米远，才在地上滚了10几圈停下。一众宇智波族人纷纷瞪大了双眼，用着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打飞了宇智波八代的黄毛小鬼。要知道，这可是宇智波八代跟3忍同期的木叶精英忍者，在那一代人中除了3忍外最顶尖的忍者之一。这样的强者，即便被偷袭，也不可能毫无还手之力的被打飞。而且那个小鬼本质上来说不算偷袭，隔着那么远的距离瞬身到面前，对于忍者来说已经有足够的反应时间了。这时众人才察觉到鸣人的强大，纷纷拉开架势警惕起来。宇智波傅岳也瞪大了双眼问道：“你为什么要偷袭八代长老？你的对手应该是我才对。”鸣人不耐烦说道：“什么对手不对手的，我都快饿死了，再让你们闲聊下都快到中午饭点了。老子来你家就是奔着蹭饭来的，现在饭没蹭到，还要跟这帮鼻孔朝天的家伙磨洋工，老子都快烦死了。你们一起上吧，我赶紧把你们全揍趴下，我好回去吃饭。”众人闻言先是愣了片刻，随后纷纷开启了3勾玉血轮眼，满脸怒火地盯着鸣人。这个小鬼居然如此无视他们这帮宇智波精英，就算是3代火影也不敢说独自一人面对他们这么多人，这个小鬼真是太狂妄了。就连宇智波傅岳眉头都皱了起来，漩涡鸣人的狂妄简直出乎了他的意料。就在傅岳还想说些什么时，一颗直径5米多长的巨大火球朝着鸣人飞袭而至。火遁，好火球之术！周围的宇智波忍者见状纷纷跳开，仔细一看，出手之人正是刚才被打飞的宇智波八代。此时他的左侧脸颊有着一抹明显的淤青，嘴角还流着血，看起来被打得很惨。他不知道为什么漩涡鸣人这个小鬼会在人群中先挑自己打，但他此时已经管不了这么多，只想亲手宰了这个小鬼。身为宇智波中鹰派族人的代表，宇智波八代可不是傅岳那种老好人的脾气，遇到问题用拳头解决才是他的风格。见到好火球之术逐渐靠近鸣人，丝毫没有闪躲，如同泥塑木偶般站在原地。周围宇智波忍者们纷纷嗤笑出声，这个家伙难道是被吓得不敢动弹了吗？不过这也难怪，毕竟只是个6、7岁的小鬼，平时跟人对练显得游刃有余，真正到了生死相搏的战场，被吓得瘫软不敢动弹才是正常状态。
而不远处的宇智波富岳则是面色凝重，在他印象中，漩涡鸣人绝不是个胆小之人，反而对方的胆子大得出奇，怎么可能会被一发忍术吓到？随后，就在现场众人或是惊讶，或是戏谑，或是鄙夷，或是凝重的目光下，好火球之术正面击中了鸣人，掀起了巨大的爆炸火光，飞窜至10几米高。佐助在远处观望，心中担忧不已。虽说知道鸣人很强，但具体有多强他也不太清楚，因此他也不确定鸣人到底能否承受住这一发好火球的攻击。宇智波富岳面色凝重，双眼三勾玉，死死盯着烟尘之中。他总感觉烟雾之中像是蕴藏着什么恐怖的东西，但用血轮眼观察，却又看不到丝毫查克拉的痕迹。按理说，就算是漩涡鸣人被炸成了灰烬，现场也会残留一些漩涡鸣人的查克拉才对，但现在浓烟中居然一点查克拉都没有，这让宇智波富岳眉头紧锁。富岳凝重，但宇智波八代可是乐开了花，他对着宇智波富岳冷笑道：“富岳，这就是你想要拉拢的帮手吗？这种一上了战场就被吓得尿裤子的小鬼拉拢过来，能有什么用？别抱着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了，我们宇智波的未来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周围的宇智波忍者纷纷附和，甚至有人提议现在就集结族人向木叶高层发起进攻。而这提议也受到了族人的一致赞同。既然家族的计划已经暴露，索性就正面进攻，让他们尝尝宇智波的厉害。正在众人义愤填膺时，滚滚浓烟中突然走出了一道身影，语气悠悠道：“你们宇智波族人果然是一个比一个自信，我都不明白你们那自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众人转头望去，随后纷纷瞪大了双眼。只见烟雾中走出了一个身高足有2米的肌肉猛男。这猛男通体肌肉发达，壮硕的肩膀比别人脑袋都大上一圈，双臂能跑马，拳上能站人，一张刚毅的脸棱角分明，一双闭眼摄人心魄，一头金发耀眼夺目。众人见此场景，无不倒吸冷气。这人看上去画风怎么跟他们一点都不像啊？宇智波八代瞪大了双眼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烟雾中？”鸣人看着宇智波八代，露出了狰狞的笑容道：“刚刚还用好火球炸，我现在就想不起来了。不过没有关系，我马上就让你深刻的记住我是谁。”说完，他一步迈出来，到了宇智波八代面前，速度快到对方的三勾玉血轮眼都没有看清动作。宇智波八代下意识抬起双手准备防御，但他的手刚刚抬到胸口时，鸣人的拳头便已经来到了他的腹部。一拳下去，宇智波八代差点把胸腔中的气全吐出来，捂着肚子趴在地上不能动弹。这一拳鸣人并没有用全力，要是他使出全力一拳，可以把宇智波八代的肚子打穿，给对方一个教训就够了。被自己一拳秒杀，这个家伙以后估计就不会再小瞧自己了。解决这个宇智波的大长老后，鸣人对着一众宇智波忍者笑道：“你们还等什么？为什么不一起上？之前我跟你们族长打的赌应该都记着吧？要是我赢了，你们宇智波可是要成为我的部下，为我做事。你们不是号称忍界最强家族吗？你们的傲气就只有这一点。”听到鸣人的话，所有的宇智波上人眼中的血轮眼都红了几分，眼中充满了杀意。随后众人一拥而上，各种火遁忍术不要钱般砸向了漩涡鸣人。面对着铺天盖地的忍术，鸣人直接大手一挥，绿色的传超能量化作一股飓风，将周围的火遁忍术全部席卷吹灭，所到之处火球粉碎，火星消散于空气。一众宇智波忍者中有人惊呼道：“这怎么可能？居然靠掌风把我们的火遁忍术全部吹灭了，这是人可以做到的吗？世界上居然有如此怪物，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可恶，绝不能放弃！我们是骄傲的宇智波，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敌人，都要战到最后。”看着宇智波忍者自己给自己打气，鸣人丝毫没给他们留情面，瞬间来到一名宇智波忍者面前，在对方还没有反应过来前，一拳将其打晕。刚才就属这家伙嘲讽的最欢，现在遭报应了吧？接下来他专挑嘲讽的最欢的打。这些平时自信心爆棚的宇智波，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甚至有的被打倒后明明有能力再站起来，但就是在地上趴着装死。他们可不想再起来挨一顿揍，太疼了。就这样，鸣人连续打倒了7、8名宇智波上人，正要继续打下去，食指剑面前出现了一只巨大的黑色骷髅手臂，五指伸展朝自己抓来。鸣人一个后空翻便躲开了骷髅手臂的抓取。别看他现在一身肌肉跟大狗熊似的，但速度可一点也不慢。躲开了骷髅手臂的抓取后，鸣人露出兴奋的笑容，看向宇智波富岳，总算把这家伙的万花筒血轮眼给逼出来了。他之所以激怒对方，就是想看看对方的须佐能呼什么颜色。黑色倒是挺帅的，比止水的绿色好多了。好像自己的传超能量也是绿色的。黑色骷髅正是宇智波富岳的须佐能呼。此时他已经打开了万花筒血轮眼，一双诡异花纹的猩红双眼与鸣人对视在一起。宇智波族人在看到黑色骷髅时，先是一愣，随后便看到了宇智波富岳瞳孔中那诡异的花纹，纷纷震惊的头皮发麻。一名宇智波上忍颤巍巍说道：“这难道是传说中的万花筒血轮眼？”另一人咽了咽口水，随后脸上露出了癫狂的笑容，高呼道：“绝对没错，这就是万花筒血轮眼！这种对我瞳力上的压制绝不会有错，这是货真价实的万花筒血轮眼！”一时间，宇智波族人疯狂了，族长竟然开启了万花筒血轮眼，这可是继宇智波斑后忍界的又一双万花筒。宇智波一族终于又有了开启万花筒的强者，这样一来，别说是区区木叶，就算是忍界，他们也唾手可得。
就在他们幻想杀死木叶高层，获得木叶的统治权后踏平忍界时，宇智波富岳则是细细地感受着须佐能乎的力量。他握了握拳，感觉体内有着用不完的力量。这就是须佐能乎吗？这力量不愧是宇智波的至高瞳术。望着不远处的漩涡鸣人，他语气兴奋道：“漩涡鸣人，我承认你了。刚才你展露的力量确实强大，如果不使用须佐能乎，我确实拦不住你。”说完，他露出兴奋的笑容道：“不过现在你已经完全不是我的对手了。看见这股力量了吗？这就是我宇智波一族的终极力量。在这股力量面前，即便是你那种可以暴走的血迹限界也不值一提。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认输，我可以对你刚才说的话既往不咎，否则……”还没等他威胁的话说完，鸣人抢着回答道：“我认输。现在可以回家吃饭了吧？我快饿死了。”刚刚还气势汹汹的宇智波富岳被鸣人的话呛得岔了气。这家伙刚才还一脸嚣张的要收宇智波当部下，现在又果断认输，到底在搞什么鬼？其他宇智波忍者也都愣在原地，他们的脑袋因为跟不上鸣人的脑回路，已经处于死机状态。鸣人见状不耐烦地解释道：“我才懒得统治宇智波，之前那么说只不过是想找茬打架而已。”宇智波富岳解除了须佐能乎，关闭了写轮眼，一脸懵逼道：“为什么你要找茬打架？”鸣人不耐烦道：“当然是在你们面前展示实力啊！你们宇智波跟木叶那群没脑子的村民一样，想要跟你们好好说话，就必须把你们打一顿，不然你们肯定7个不服8个不忿的，成天找我茬。现在多好，你们全被打服了，我说什么，你们总算能认真听了。”宇智波富岳一脸黑线，这是何等奇葩的脑回路！说我们没脑子，你才是最没脑子的吧？宇智波富岳硬着头皮问道：“那你为什么非要帮我们呢？我们宇智波应该跟你没什么交集吧？”其他人同样疑惑，这个漩涡鸣人的实力确实强大，如果不是族长出手，他们就算一起上也未必能赢过对方。但他为什么要为宇智波出手呢？现在木叶跟宇智波可以说已经彻底决裂，这种情况下，对方为什么趟这滩浑水？鸣人闻言没有着急作答，而是对着远处的佐助招了招手。后者见状疑惑的小跑而来，鸣人伸出胳膊一把搭在佐助肩膀上，笑道：“这还用说吗？当然是为了佐助这个朋友了。”佐助被搂得有些不好意思，而在场的众人则是心生敬佩。为了朋友敢跟木叶为敌，这一点让这些骄傲的宇智波都钦佩不已。鸣人和宇智波也算是不打不相识，正如同鸣人想的那样，这帮鼻孔朝天的家伙只有被揍一顿才会说人话。现在他们对鸣人特别尊敬，说话时丝毫没有小觑之意。如果鸣人只是个普通6岁小孩，哪怕跟他们掏心掏肺，这些宇智波也绝不会是这种态度。随着鸣人的入伙，宇智波也抓紧时间展开了防御攻势。之前他们的计划是趁着木叶高层没防备，直接对猿飞日斩几人进行偷袭，因此根本没有对宇智波族地进行有效的防御，基本上处于松散的巡逻状态。如果不是鸣人带来的情报，估计他们要像原著一样被宇智波又跟带土率先偷袭，从而在睡梦中结束生命。宇智波富岳满脸焦急地指挥着族人进行防御布置，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了，时间紧，任务重，他根本不敢耽搁。就在这时，鸣人找到了宇智波富岳，说有重要情报要透露给对方。后者只好放下了手头所有的工作，跟对方来到了一个没人的角落。随后者焦急道：“到底有什么重要情报？你就快点说吧，我这里非常忙。”鸣人问道：“你们宇智波有没有隔绝时空间忍术的阵法？”富岳皱眉道：“没有，这种几百年也用不上一次的东西，我们宇智波根本不会特意去收集。”鸣人撇了撇嘴，就这还号称忍界第一家族呢，连防御时空间忍术的阵法都没有，真是穷酸。其实这也怪不了宇智波富岳，毕竟会时空间忍术的忍者凤毛麟角，而能够克制时空间忍术的阵法则是比时空间忍者还要稀少。战国时期，忍界只有漩涡一族拥有这种针对性极强的阵法，其他家族不能说几乎没有，而是根本没有。在漩涡一族灭族后，这些东西才被忍界的一些大势力得到，雷之国得到一些，水之国得到了一些，而木叶则是得到了大头。但这些东西跟宇智波无关，木叶高层得到了也不可能送给宇智波，所以用时空间阵法限制带土的计划就这么胎死腹中了。看到鸣人那鄙夷的眼神，宇智波富岳皱眉道：“你问这个做什么？木叶难道还有会时空间忍术的忍者吗？”宇智波富岳第一个就想到了波风水门的学生奇木卡卡西，木叶最有可能学会时空间忍术的也就只有4代火影的这个天才弟子了。但据他所知，奇木卡卡西自从第3次忍界大战后，实力便陷入停滞，闯出的名号也是靠着他们宇智波的写轮眼，根本没有关于他学会时空间忍术的情报。如果对方真学会了时空间忍术，那确实会是一个劲敌。见对方胡思乱想，鸣人连忙解释道：“木叶自然是没有，但你那个好儿子宇智波又找来的帮手，可是个很厉害的时空间忍术高手。”宇智波富岳闻言大惊，立刻追问道：“你是从哪里得知这个情报的？消息准确吗？”鸣人回答道：“你别管我是在哪知道的，总之你防着点肯定没错。那个家伙的时空间忍术很诡异，可以将自身虚化，躲避在一个神秘空间中，从而造成你的攻击在他身上穿过的假象。而且跟他战斗时，千万要小心被他拽到那个空间中，否则你就是待宰的羔羊，只有等死一个下场。”鸣人将宇智波带土的神威情报泄露了个底朝天，就连对方攻击时会显出本体这个细节都没有放过。宇智波富岳越听脸色越阴沉，如果鸣人的情报没有披露的话，这个敌人将会非常棘手。
可以躲在异空间中规避伤害，想要进攻的时候才会露出实体。这样的诡异能力，就连他对付起来都很头疼。如果这个能力落在一个基础实力较弱的忍者身上，那倒还没那么可怕，只要2-3名上人小心应对，仍然可以抓准时机做掉对方。但如果这个能力落在一名基础实力就十分强大的忍者身上，那将会是十分恐怖的一件事。普通的上忍对付这种强者，连攻击到对方都是奢望，毕竟战斗的主导权被人家握在手里。看来遇到这个敌人，还是要围绕虚化时间只能持续5分钟这个弱点来进行战斗。至于暴露自身引诱对方主动攻击这个方法太过凶险，宇智波富岳不是很认同这种做法。随后他将这个情报传递给了宇智波所有的忍者，众人得知敌人拥有如此棘手的能力时，同样头皮发麻。这些人只是狂妄，但不是傻子。如果漩涡鸣人带来的情报没有错的话，这将是个异常棘手的敌人，绝不会弱于猿飞日斩和志村团藏这2个影级强者。因此众人打起了12万分的小心，筹备防御攻势时也在思考如何面对这样的敌人。就在宇智波一族紧张地做着战前准备时，富岳家客厅中，漩涡鸣人正狼吞虎咽地席卷着桌上的美食。坐在他身旁的宇智波佐助满脸嫌弃，这家伙吃相可真难看，上辈子绝对是个饿死鬼。而跪坐在餐桌另一边的宇智波美琴满脸笑意道：“慢点吃，别噎着，不够的话我继续去做。”鸣人一边点头一边继续狼吞虎咽，他都已经6年没有像这样正经吃过饭了。之前不是吃泡面就是吃面包，整整吃了6年，都快把他吃吐了。偶尔他也会自己买菜做饭，但他的厨艺只能被评价为熟了就行，一点味道都没有。今年好不容易能蹭一顿好吃的，这不往死里吃对得起自己的胃吗？就在这时，鸣人突然停下了咀嚼的动作，面色凝重地放下了碗筷。宇智波美琴疑惑问道：“怎么了，鸣人？是饭菜有什么不合口味的吗？”而一旁的佐助见状也面色凝重起来，他可是知道木叶跟宇智波之间的事，现在看鸣人这种表情，立刻紧张了起来。他来到鸣人耳边小声说道：“怎么了？是出现什么情况吗？”鸣人点了点头说道：“没错，而且是十分严重的问题。”佐助紧张起来，捏紧了拳头，开启血轮眼后朝着四周围警惕巡视。他很了解鸣人这个家伙，如果不是出了事，绝不会说出十分严重这种话。难道是有人偷偷潜入他的家，准备将他跟母亲抓走，作为人质要挟父亲吗？真是可恶的村子，可恶的木叶！他心中暗自发誓，一定要拼尽全力保护好母亲，避免她受到任何伤害。看到儿子眼眶中那双猩红的血轮眼，宇智波美琴惊讶之余，同时也明白了事情的严重。他同样开启了血轮眼，不过只有一勾玉的程度。在成为中忍后没多久，他便化身为专职主妇，所以血轮眼只有一勾玉，再也没升过级。此时他的心中跟佐助有着类似的想法，即便是自己身死，也不会让佐助陷入危机，要保护这2个孩子离开。就在母子俩紧张的目光下，鸣人伸手在嘴里拿出了一颗牙齿。他都忘了自己现在只有6岁，处于换牙期。刚才吃饭的时候嘴巴大开大合，一不小心就把自己那颗已经松动的牙齿给咬了下来。好在换牙期掉牙并没有那么疼，只不过吃饭的时候变得别扭了一些而已。美琴跟佐助看着鸣人那颗牙陷入了沉默，随后默默关闭了血轮眼装，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吃饱喝足后，鸣人躺在富岳家庭院的凉亭，心中感慨不已，有钱人的生活真是美妙。而就在他惬意的乘凉时，一名暗部成员悄悄来到鸣人家附近，随后来到对面楼的阳台上，找到了监视鸣人的几名暗部成员。这人没有废话，见到监视鸣人的暗部后，直接询问道：“宇智波佐助还在不在漩涡鸣人的房间中？”监视鸣人的暗部之前一共有4个人，在卡卡西离开后，现在就只剩下3个了。其中一人点头回道：“宇智波佐助确实还在里面，自从昨天晚上来到漩涡鸣人家后，就一直没有出来过。2个人也不知道在里面做什么。”这也是监视鸣人的暗部奇怪的地方。这2个小鬼昨天晚上鬼鬼祟祟地进入房间，然后就在里面待了1天，期间连门都没有出过。如果对方不是2个小鬼，而且还是2个男孩的话，他们估计都要报警了。他们也特意用感知忍术搜查过，甚至还用查克拉灌注在头发里，当作飞针轻轻擦过宇智波佐助的右臂，用来测试对方是否是影分身。至于漩涡鸣人，他们没敢试探，听说这家伙实力非常强，万一试探了被对方发现，就得不偿失了。得到了对方的答复后，询问的暗部化作烟雾消失在原地，原来只是一道影分身。目送对方消失后，3名暗部窃窃私语起来：“你们觉不觉得村子好像出了什么事？你也有这种感觉吗？”“没错，自从卡卡西队长被突然叫走后，村子的气氛就感觉特别古怪，好像有着什么事要发生一样。你们说会不会跟宇智波有关？”其实有关宇智波的事，木叶中人以上的忍者们都隐隐有所察觉，只是没想到宇智波居然会那么疯狂，想要政变而已。这一天，所有木叶忍者都感觉到了一股山雨欲来的压迫。就在如此紧张的氛围下，夜幕降临。Kuai Delta Old， 今夜的宇智波族的格外安静，一轮圆月挂在天空，照亮了木叶这片光明而又神圣的土地。根部忍者悄悄将宇智波一族包围了起来，每个交通要道都有根部强者看守，确保没有任何人能够逃脱他们的包围。团藏没有下令使用阵法围住宇智波，他怕这样做只会打草惊蛇，不利于接下来的行动。
确认所有的交通要道全都被封锁后，团藏转头看向身后，那里站着一个身穿暗部制服、背后背着忍刀的少年。这少年正是宇智波鼬，他迈着沉重的步伐朝着宇智波走去，路过志村团藏身边时，轻声问了一句道：“还没有找到止水吗？”志村团藏冷哼一声道：“我已经派人去漩涡鸣人那里搜查了。宇智波止水根本没去找漩涡鸣人，你的情报根本就不准。”宇智波鼬没有回话，只是眼神暗淡了些，继续朝前走去，留下一句话道：“别忘了你们答应我的条件，要是违约的话，我会将村子的核心机密透露给其他忍村。”看着宇智波鼬的背影，志村团藏左眼眯了起来，似乎是在看一个死人。宇智波鼬悄悄进入族地中一个角落，宇智波带土已经在这里等候他多时。二人见面后，宇智波鼬没有多说废话，淡淡开口道：“行动可以开始了。”宇智波带土面具下的嘴角微微勾起，随后整个人钻进了空间漩涡中，按照原计划前往警务部，先处理掉里面的3勾玉宇智波。宇智波鼬则是顺身来到一户平民家中，看着面前糊着纸窗的木质大门，他记得这户人家名叫宇智波手烧，是个开煎饼店的。他深吸了一口气，心知推开这扇门后，他将再无退路。但这是唯一的方法，宇智波绝不可能是村子的对手，家族面对的只有死亡这一条路。与其背负政变被灭族的恶名，不如就让自己承担一切，让宇智波以涅槃重生的方式彻底融入木叶。想到这儿，他轻轻推开房门，随后顺身而入，简单扫了一圈后，便找到了卧室所在，直接闯入卧室，身形如电般拔出身后的忍刀，一刀将床整个劈为2半。宇智波鼬心里暗道，能这样在睡梦中离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就在他为这个平民默哀时，奇怪的事情发生，预想中鲜血飞溅的场景并没有出现，床上只有团成一团的棉被，里面空空如也。他瞪大了双眼，这里怎么会没人？难道去了别人家睡觉吗？正当他疑惑，一股危险感从他背后传遍全身，让他浑身的毛发根根竖立。他连忙一个侧身躲过了偷袭而来的10几枚手里剑，随后转过头朝着发动偷袭的位置警惕望去。当看到偷袭自己的几个人时，他的脸上瞬间浮现了惊骇与愤怒。原来偷袭他的正是宇智波道火跟4名宇智波中的激进派上人。此时他们5人正瞪着猩红的3勾玉，血轮眼满眼怒火地盯着宇智波鼬。宇智波道火愤怒道：“你这个吃里扒外的混蛋，居然真的投靠了村子，准备对我宇智波的族人出手，真是可恶至极！”其他几名宇智波上人也都用仇恨的目光盯着宇智波鼬，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殊不知这些人生气，宇智波鼬比他们还生气。此时宇智波鼬已经明白，亲手灭掉宇智波一族的计划已经失败，有了防备的宇智波绝不是自己的面具男可以短时间内轻松解决的。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已经不言而喻，久久无法拿下宇智波的他们计划失败，志村团藏会带着根部冲进宇智波族地，然后将宇智波整个灭掉。对宇智波的灭亡他并不感到遗憾，对于自己的死他也不感觉到惋惜。他担心的是自己的弟弟在失去了自己的庇护后会被志村团藏暗害，最终宇智波以叛徒的名号被从忍界中除名。正因如此，此时他异常愤怒，他对着咬牙切齿的宇智波道火几人怒道：“你们知道你们的愚蠢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吗？宇智波将来会带着耻辱在忍界遗臭万年，这全都是拜你们所赐。”宇智波道火捏紧了拳头，怒骂道：“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东西？你的脑子到底在想些什么？身为家族叛徒的你，居然还有脸对我质问？你这家伙难不成精神出现问题了吗？”宇智波鼬已经不打算回答，跟这些愚蠢的族人根本无法解释自己的想法，这些人的愚蠢已经让他彻底绝望。这时宇智波道火已经不打算再跟这个家伙废话，他双手结印，随后火焰如同潮水般从他口中喷涌而去。火遁，好火灭却。宇智波道火的好火灭却自然跟宇智波般的比不了，但在这间并不算宽敞的小房间中，好火灭却的威力却得到了极大的增强。看到好火灭却的威力，宇智波鼬不敢用忍术硬拼，倒不是他拼不过，而是他所站的位置太吃亏。此时他站在卧室的墙壁死角，周围全是封闭的空间，根本没有释放压力的位置，而宇智波道火等人则是守着房门，如果自己用忍术硬扛爆炸，产生的冲击力将会倾泻在他一个人身上。无奈之下，宇智波鼬只能一头撞碎窗子，来到街面上，在坚实的石板路上打了2个滚后，稳稳地站起身来。刚刚站稳身形，只听民宅内轰隆一声震响，整间房子被宇智波道火的好火灭，却轰得面目全非，残垣断壁，四处飞溅。他还没缓过一口气，就见宇智波道火几人瞬间来到他的身旁，随后不由分说提刀便砍。这几人刀法异常凌厉，宇智波鼬只能艰难抵挡几人的攻击，见招拆招。不停攻击的宇智波道火心中震惊不已，以前确实听说过宇智波鼬的天才之名，但没想过这个小子的实力居然会如此强大，被5名上忍围攻的情况下，居然还能见招拆招的防御，甚至还有着反击之力，看样子正在适应他们的攻击。可恶，这个小子今年才11岁吧？为什么实力会如此强大？就在他惊叹时，宇智波鼬也逐渐适应了几人的凌厉进攻，开始尝试用刀术反击，还时不时甩出手里剑对几人偷袭。宇智波道火几人越打越吃力，随着1名上忍被会拐弯的水里剑偷袭伤到了手臂，攻守之势瞬间逆转。
宇智波鼬开始反过来压制这些三勾玉上人，双方你来我往，打得难解难分，刀术、手里剑术、火遁、幻术轮番施展，夜幕下火焰冲天，寒光四溅。随着一声惨叫，又一名宇智波上人被宇智波鼬的火遁击中，躺在地上痛苦哀嚎。宇智波盗火咬了咬牙，刚才武达义都没有拿下对方，现在折损了，两人战斗起来会更加艰难。而宇智波鼬也看到了新的希望，这些人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强，即便不偷袭，自己也可以正面将这些人全部击杀。只要能将这些人全部杀光，然后再离开木叶，宇智波的名声就还能保全，宇智波就不是耻辱的一族。此时他宛如输光了身上所有钱的赌徒，最终身无分文的他只能将自己的命都押上，赌那个看似近在眼前，实则远在天边的希望。正当他胡思乱想时，一队又一队宇智波忍者来到现场，这些人以中下忍为主，人数大概40多人。这些人看到面前的场景后，不由分说直接加入战场。本来占据上风的宇智波鼬这次彻底落于下风，而且再也没有翻盘的能力。这些中下忍实力虽然远远不及上忍，但联手之下也不是现在的宇智波鼬能够抗衡的。现在的他没有开启万花筒，实力说破天也不过是中忍考试期间奇木卡卡西的实力，虽然也很强大，但并没有跟普通忍者拉开质的差距，面对这么多人的围攻同样难以为继。最终他放弃了杀光这里所有人的设想，看来要先跟面具男会和再想接下来的对策。打定主意后，他拼尽全力对着一个方向使出了一发好火球之术，借着众人躲避的空档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宇智波盗火见状惊呼道：快围住他，不能让他跑掉！众人听令连忙追了上去。宇智波族地的另一边，宇智波警务部大楼轰的一声炸上了天空，巨大的火光冲天而起，一群宇智波忍者站成一排，随后放下了手中结印的手势，他们凝重地盯着警务部大楼残骸，在那里一个独眼面具男毫发无伤地走出废墟。宇智波八代牙关紧咬，他早就在宇智波富岳那里得知了敌人的虚化能力，但没想到真交起手来竟然会如此棘手，无论什么样的攻击都会被面具男用那种时空间能力躲过去，而面具男的攻击他们却不敢硬接。刚才就有一个宇智波上人想要靠忍刀接下对方的攻击，却被对方用木棍戳了个对穿。本来宇智波忍者并没有拿这种小伤当回事，皮外伤而已，简单处理一下又能继续战斗，但没想到那根树枝在插进人体后竟然会迅速生长，随后将人戳出无数血窟窿，死状极其残忍。这时众人才惊骇地发现，这个独眼面具男竟然还会使用木盾。起初他们只觉得那个树枝是特殊的忍具，毕竟忍界中使用各种千奇百怪忍具的多的是，因此众人并未在意。但没想到对方那根平平无奇的木刺居然是木盾的造物，这下事情可变得麻烦了。望着漩涡面具男，宇智波八代劝说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千手一族的成员吧？刚刚从爆炸的火海中走出的宇智波带土文言愣了愣，随后冷哼一声问道：这些都不重要，老实回答我的话，我的情报到底是谁泄露给你们的？通过刚刚的交手，宇智波带土已经非常确定自己的情报绝对泄露了。这些人与他战斗时并没有愚蠢的直接扑上来进攻，而是不断用忍术攻击自己，企图拖到神威失效。连神威持续时间只有5分钟这种情报都知道，自己在这些人面前仿佛没有了秘密。这次他连装宇智波般的心情都没有，只想抓住对方问一问到底是谁泄露了自己的情况。此时他心中已经有了些猜想，泄露自己情报的很有可能就是小南那个贱人。那个混蛋一直对自己有所提防，暗中也在收集自己的情报，估计是想在双方闹掰后找机会干掉自己。不过他没想到对方居然会将自己的情报直接泄露出来，要知道他跟掌门现在还是合作关系，这个疯女人到底想做什么？而被对方质问的宇智波八代冷笑一声说道：看来你这家伙很在意自己能力的情报，不过我是不会告诉你的，死了这条心吧。宇智波带土闻言也不再多说废话，等杀死对方后读取对方的记忆，就知道情报在哪里泄露的了。2根木刺从他双手生长而出，随后一个瞬身奔着宇智波八代前来。这是双方照面后宇智波带土第一次主动攻击，迅猛的速度让一众宇智波忍者震惊的瞪大了双眼。这体术的速度简直快到令人难以想象，他们的三勾玉血轮眼只能勉强看到对方的身影，但以他们的身体却根本逃不过对方的速度。只见带土竟直将树枝插向宇智波八代的身体，后者被吓得额头上全是冷汗。这一招他可是见识到过，一旦被插中必死无疑。之前那个族人身体内生长出无数树枝，凄惨的死状还历历在目，他可不想步了对方的后尘。宇智波八代使尽浑身解数，才勉强躲过了对方树枝的攻击，随后反手一苦无变，要刺穿宇智波带土的眉心。然而这一击注定徒劳，宇智波带土的万花筒血轮眼早就发现了他的动作，在苦无刺来的一瞬间便将身体虚化，躲避了这一击。这时宇智波忍者们才反应过来，刚想要拉开距离，再次使用忍术连续攻击对方，但此时已经被近身的他们已经被死死缠住。只见宇智波带土手中2根木刺不断在人群中游走，他的体术曾经被宇智波般训练过，得到了对方几分真传，绝不是现场这些宇智波忍者能够比拟的。不过片刻时间，便有几名忍者被他的扦插之术刺穿了身体，随后树枝从这些忍者的体内穿透而出，死状极其凄惨。
宇智波八代心中大惊，宇智波带土的实力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这家伙即便没有那个诡异的空间能力，也是妥妥的影级强者。木叶居然隐藏着如此高手，他们宇智波这么多年居然丝毫没有察觉，木叶高层真是该死，有着如此强者却从来不往战场上面派，轮到对付宇智波的时候却拿出来，真是可恶至极。看着被打得东倒西歪的宇智波忍者，带土心里畅快异常。当年他在这些人面前可是连头都抬不起来，被嘲讽自己是个吊车尾，还说自己是宇智波的耻辱。现在看起来这些人才是一群废物，自己就算不用神威都可以把这帮人全部干掉。念及至此，他双手飞速结印，就让你们看看我这个吊车尾现在是什么水平。QI Delta Odd 火遁暴风乱舞，一道狂暴的火龙卷从宇智波带土的面具下吐了出来。这道火龙卷并不是垂直而立，而是像激光炮一样从正面螺旋着飞了出来。这发火龙卷的范围极广，一众宇智波忍者此时被火龙卷笼罩，已经避无可避。望着这发火龙卷的威力，宇智波忍者们心中彻底绝望。这忍术的强度甚至超过他们联手释放的火遁，对方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火遁造诣会比他们这些宇智波的精英还要强？一些宇智波忍者已经闭上了双眼，真是讽刺，擅长火遁的宇智波竟然会死在火遁之下。就在众人绝望之际，一道赤红色的火墙瞬间拔地而起，阻挡在火龙卷前方。火遁宇智波火焰阵，火龙撞击在火焰阵上发出一阵巨响，随后爆炸的火光沿着火焰阵边沿向外蔓延而出，附近数百米内被烧得漆黑一片。之前被杀死的几名宇智波忍者尸体则是被火焰彻底燃烧殆尽，连一丝灰尘都没有剩下。而躲在火焰阵后的宇智波忍者们却没有受到丝毫伤害。宇智波带土眯了眯眼，看来宇智波也不全是废物。只见宇智波富岳缓缓走来，此时他黑着脸，面色极为凝重。一众宇智波忍者在见到他后再次重燃了战斗的信心，他们承认敌人确实强大，但只要族长这名拥有万花筒写轮眼的强者出手，无论是多强的敌人都会折戟沉沙。但宇智波富岳并没有理会这些族人，而是站在了宇智波带土面前，冷声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的写轮眼到底是从哪里得到的？”此话一出，现场瞬间安静下来，宇智波族人全都瞪大了双眼，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看着宇智波富岳。宇智波八代仔细朝宇智波带土望去，对方那螺旋面具中间的孔洞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这可是宇智波斑留下的特制面具，从外往里看，孔洞里面就是漆黑一片，只有从里往外才能看得清清楚楚。也正是因为有这个面具，宇智波带土才敢随意施展万花筒写轮眼瞳术，不必担心被别人看到他面具中的写轮眼。只有他想暴露的时候，才会对别人展示面具下真正的场景，不然他使用神威四处乱逛，早就被人发现身份了。但没想到今天居然会被人一眼就识破，而且识破他的人居然还是族长宇智波富岳。对于这个宇智波族长，他自然是熟悉。当年他在家族中被人嘲笑时，这个家伙可是不闻不问，因此他对宇智波富岳没什么好印象。不过没想到这个家伙居然会识破自己的写轮眼，这让他有些好奇，对方是怎么看出来的。他故意压低嗓音，语气威严道：“能看出我有写轮眼，现任的宇智波族长看来也不是传闻中那么酒囊饭袋。说说看吧，你是怎么看出我的写轮眼的？”宇智波富岳面色凝重道：“你这个家伙刚才使用暴风乱舞时，查克拉很不对劲，如果没有感受错的话，那是万花筒写轮眼的查克拉。你这家伙竟然拥有万花筒写轮眼，快说，你到底是谁？”宇智波带土惊讶地瞪大了双眼，他的暴风乱舞确实被他用神威强化过，利用神威的螺旋空间增强了火焰的威能。背对方识破写轮眼倒也没什么，但令他震惊的是，对方居然能察觉到万花筒写轮眼的查克拉。能够察觉到万花筒的查克拉，也就是说，只见宇智波富岳双眼一阵变化，随后一对猩红的万花筒写轮眼出现在宇智波带土面前。这一下他真是被震惊了，除了自己外，竟然还有人开启了万花筒写轮眼，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万花筒写轮眼的能力诡谲异常，每一双万花筒的出现对于他的计划来说都是一个变数。如果是普通人的话，他还可以尝试进行拉拢，但对方是宇智波的族长，他到底要给出什么样的价码才能够将对方拉入小组织？念及至此，他的杀意逐渐流露出来，既然无法拉拢，那就赶紧杀掉，以免将来对自己的计划造成干扰。感受到对方的杀意，宇智波富岳对着族人大吼道：“你们快点远离，这个家伙由我来对付！”宇智波忍者闻言，瞬间朝远处跳开，与面具男拉开距离。而此时，宇智波带土的结印也已经完成，砖石地面下泥土开始蠕动，仅仅片刻，无数的树枝藤蔓便从地里钻出，随后一股脑的涌向宇智波富岳。宇智波富岳见到对方使出了木盾，眉头紧锁。宇智波的万花筒加上牵手的木盾，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同时拥有这两种血迹现剑？但此时容不下他多想，只见他身周黑色查克拉弥漫，巨大的黑色骷髅骨架从他身后由虚化时，随后骷髅骨架长出血肉，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半身盔甲武士，将宇智波富岳团团保护起来。木盾藤蔓在靠近须佐能乎后，纷纷被其拔剑斩碎。斩碎袭来的藤蔓后，宇智波富岳毫不犹豫驾驶着须佐能乎朝宇智波带土杀来。
黑色巨剑从带土头顶直落而下，落在地面时直接劈出了数百米的巨大沟壑，冲击力自中心往外扩散，就连宇智波族地外的根部忍者都被这巨大的声响所惊动。至尊团藏古井无波的左眼突然瞪大，望着震动传来的方向一阵出神，随后他面色一肃，被根部忍者下令道：根部忍者全体出击。进入宇智波族地后，无论看到任何人，只要不是根部成员全部杀光。身旁严阵以待的根部忍者听到命令后，嗖消失在原地，直奔宇智波族地而去。宇智波赴月对着宇智波带土劈头盖脸便是一阵猛攻，须佐能乎的攻击连绵不绝，掀起了巨大的风浪。而面对须佐能乎一次又一次的挥砍攻击，宇智波带土不退反进，开启神威规避了所有伤害，随后一步步接近宇智波赴月。面对不断靠近的宇智波带土，宇智波赴月眼中亮出红光，一幕幕画面在他脑海中浮现。面具男用那招时空间忍术靠近后，自己用宇智波流体术反击，但面具男的体术非常强大，自己在与他正面搏杀时被对方的木刺击中，随后消耗了一只万花筒血轮眼，发动伊邪那岐才得以逃生。看到这些画面后，宇智波赴月果断朝后退去，这是他的万花筒血轮眼能力能够短暂的预知未来，刚才他就是依靠这个能力推算出了神秘面具男穿过须佐能乎接近自己后的战斗结果。带土见宇智波赴月朝后撤退，毫不犹豫地向前追去，于是二人的战斗便出现了诡异的一幕。看似力量更强的宇智波赴月一边进攻一边朝后退，而始终没有攻击，一直使用神威躲避伤害的宇智波带土则是一直追着宇智波赴月前进。就在二人僵持之际，我们的主人公漩涡鸣人在做什么呢？答：正在避难所里睡觉。自从穿越到这个世界以来，鸣人每天睡觉的时间都非常规律，平时只要一到9点半，鸣人的脑袋沾到枕头就会睡着，所以在宇智波一族熬夜熬到了11点后，他实在是忍不住，来到了避难所里睡起觉来。此时避难所中人头窜动，几百户宇智波老弱妇孺在这里紧张的徘徊，等待着家族忍者那边胜利的消息。佐助向他老爹宇智波赴月申请了好几次想要加入战斗，但是却被宇智波赴月严词拒绝，还臭骂了他一顿，让他在避难所里好好待着，别瞎跑。其实现在佐助的实力一点都不弱，扔到战场上打一些中忍都没有问题，比原著中同时期的他强上太多了。但想用这种理由说服宇智波赴月是断然不可能的。无奈之下，他只好在避难所里生闷气，抬头便看到了呼呼大睡的鸣人。他立刻来到鸣人身边，拽着鸣人的衣领前后摇晃，将鸣人摇的脑袋都快甩飞出去了，一边摇还一边说道：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不是来帮我们宇智波一族渡过难关的吗？为什么还在这里睡大觉？他的叫嚷声吵醒了鸣人，只见他揉着眼睛长长的打了个哈欠，随后问道：是佐助啊？那个敌人来了吗？佐助见鸣人醒来，停止了摇晃的动作，双手环抱，语气不满道：我怎么知道敌人来没来？你这个家伙不出去亲自查看一下情况，还跟我们这些难民一起躲在这里避难，这家伙的脸皮为什么那么厚？鸣人一听就不乐意了，连忙反驳道：你这家伙别因为我实力强就忽略了客观事实，我今年也是个6岁的孩子而已，跟你一样大，躲在这里避难有什么问题吗？这时宇智波全嘟着嘴走过来，对两人说道：你们两个别吵了。说完他面向了漩涡鸣人，语气不满道：我才是最冤的一个，明明我也是宇智波的忍者，你为什么不让我上战场与敌人战斗？今天他听说宇智波要面对十分强大的敌人时，心中虽然紧张，但同时也有着兴奋。他幻想着在战场上击杀敌人，获得右军的认同，因此异常兴奋。但没想到这个叫漩涡鸣人的小鬼指着自己对族长说不能让他上战场，让他气愤无比。更令他没想到的是，一向威严又沉稳的族长居然听了这个小鬼的话，将自己派到了避难所来跟老幼病残一起避难。面对着宇智波全的质问，鸣人撇了撇嘴说道：真是不识好人心，你知不知道你是敌人重点的打击对象？你上战场非但没有正面作用，反而还会令敌人变得兴奋，陷入狂暴状态，你知不知道？宇智波全恼火道：你说的是什么？我根本就听不懂。总之我要上战场，我要为宇智波而战。正当鸣人还想说什么的时候，剧烈的轰鸣声传来，避难所被震得左右晃动，棚顶的灰尘哗啦啦的往下掉落。刚才还睡眼惺忪的鸣人瞬间便精神了起来，随后嘿嘿怪笑道：这帮家伙总算是来了，你们在这里等我，我出去把他们全部干掉。说完他留在原地一个影分身，本体嗖的一下飞出了避难所，只留下双手环抱满脸不爽的宇智波全跟宇智波佐助。二人默契的对视了一眼，随后更加不爽了。这俩人属于互相看不顺眼的类型，有宇智波鼬在的时候，两个人还能表面装样子，现在宇智波鼬不在，他们才懒得互相说话。宇智波警务部大楼的遗址旁，宇智波赴月跟面具男带土交手了半天，谁也奈何不了谁。带土发现每次他势在必得的偷袭都会被对方莫名其妙的躲避开，如果说只有一次那还有可能是巧合，2次是运气，那么连续4、5次就只有可能是一种解释。他站在原地，语气凝重问道：能够多次躲过我的偷袭，这是你万花筒的能力吗？宇智波赴月可不会跟敌人解释自己的能力，见对方停手后，他也暂时关闭了须佐能乎，同样站在原地反问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6年前控制九尾袭击木叶的人就是你吧？带土同样没有作答，此时他心中已经萌生了退意。
宇智波族地外的那群根部忍者似乎已经展开了行动，这些人丝毫没有隐蔽的意思，看起来是打算来硬的。既然如此，宇智波鼬委托给自己的任务已经宣告失败，继续留在这里也没有意义，不如趁现在赶紧退走，免得多惹是非。想到这儿，他便准备转身离开。就在此时，几十道人影从远处呼啸而至，站在远处警惕地望着宇智波带土，没敢靠近。但其中一道径直来到带土身旁，带土转头看去，来者正是宇智波鼬，而之前那几十道人影正是追击他而来的宇智波道火等人。一见到宇智波鼬，带土便出声调侃道：“看起来计划失败了，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宇智波鼬没有着急回答带土的问题，而是看向了自己的父亲宇智波富岳。对方眼眶中写轮眼的图案深深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种诡异的花纹他在止水哥那里看过类似的，而且这股瞳力也做不了假，绝对是万花筒写轮眼。没想到父亲也开启了万花筒，以前真是小看对方了。不过现在他没工夫思考这些，而是对着宇智波带土说道：“偷袭宇智波的计划失败，接下来你只要再答应一件事，我就加入你所说的那个组织。”宇智波带土冷哼一声道：“说说看吧，但我劝你别得寸进尺，提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宇智波又无视了对方的不满，语气淡漠说道：“木叶村东侧边缘一个叫漩涡鸣人的家中，确认一下宇智波佐助现在的安危。”听到是这么简单的要求，带土自然痛快答应下来，还顺嘴问了一句道：“不用我顺手把他带走吗？”出了这件事后，木叶估计不会轻易容下他吧？宇智波又没有回答，只要他还活着，木叶高层就不敢把佐助怎么样。这时沉默了半天的宇智波富岳才开口问道：“这就是你的选择吗？”哟，宇智波鼬也同样看向了宇智波富岳，没有说话，但他的眼神已经给了父亲答案。带土走到鼬的身边，伸手边准备搭在鼬的肩上，准备带对方用神威离开，后者则是双眼死死盯着自己的父亲宇智波富岳。他知道自己这一走就再也无法回头，他相信即便父亲开启了万花筒写轮眼，最终也难逃村子的制裁。二人这一别很有可能就是永别，也许他连再见到父母的尸体都不可能了。瞬间一股刺痛感在他双眼中传来，宇智波又用右手捂住双眼，下意识地弯了下腰，让带土的手落了个空。带土看见鼬的状态，面具下的独眼微微瞪大，这股查克拉的感觉非常熟悉，难道说……果不其然，当宇智波又再次直起腰时，他眼眶中的三勾玉写轮眼早已变成了万花筒的模样。此时宇智波又再次跟富岳对视在一起，后者先是有些愣神，随后用幻术向宇智波又传达了一句话：“真不愧是我的儿子。”望着即将吞噬宇智波鼬和神秘面具男的空间漩涡，宇智波富岳心中叹了口气，离开也好，最起码不会死于村子的清算中，在外面结婚生子的话，宇智波一族说不定还能振兴。就在漩涡即将吞噬鼬和带土时，一发沙包的铁拳瞬间盖在了宇智波鼬的脸上，后者被打得脸部扭曲变形，那张万年不变的帅脸此刻扭曲在了一起，打着旋飞了出去。刚才悲伤的气氛一扫而空，宇智波又那张扭曲变形的脸深深地烙印在所有人的心头。一旁的带土见状，赶紧停止了神威传送，随后一发迅猛的踢击便从他身体上穿了过去，携带而起的风压让带土看得头皮发麻。幸亏他神威用得快，不然中了这一脚必然会受重伤。转头望去，成年人状态的漩涡鸣人就这么站在宇智波带土身后，低头看着他。看到这个比自己高一头的带土，心里打起了鼓，这个家伙到底是谁？从刚才出手的力道来看，这个家伙的体术绝对不一般，体型上来看也很符合雷之国忍者的特点，但这肤色却又比雷之国人白了很多。就在那打量漩涡鸣人时，鸣人咧开大嘴对着带土狰狞笑道：“宇智波带土，你还认识我吗？”面对鸣人的质问，带土陷入了沉思。他对面前这个肌肉男根本没有任何印象，不过看对方这个身材，他推测对方应该是雷之国忍者。他跟雷之国忍者有矛盾吗？好像是有。3年前雷之国抓捕九尾的时候，他曾经想过截胡对方，抢夺九尾时计划失败，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带土轻蔑的冷笑，随后对着鸣人不屑道：“我怎么知道你这个家伙是从哪个犄角旮旯来的？看你的样子应该是雷。”他刚想嘲讽对方几句，突然愣在原地，因为他回想起了对方刚才对自己的称呼：宇智波带土。这个身份是他深藏在心中的秘密，在忍界中除了黑白绝外，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对方究竟是什么人？居然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这绝对不可能是蒙出来的。他怒目圆睁，盯着鸣人质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是从哪里听说这个名字的？”周围围观的宇智波忍者也听到了宇智波带土这个名字，纷纷猜测起了对方的身份。从姓氏上来看，对方应该也是宇智波一族的成员，但具体身份一时间还真没想起来，毕竟带土之前只是宇智波一个小透明而已。拜师波风水门的时候，对方还不是4代火影，等对方成了4代火影，他已经牺牲在战场上了。谁会特意去记一个死人？人们只会记住4代火影波风水门的弟子卡卡西，根本不会在意一个死在第3次忍界大战上的无名小卒。鸣人也没有回答带土的质问，只是用戏谑的眼神居高临下的看着比自己矮了一头的宇智波带土。6年了，总算又跟这个家伙碰面了。虽说杀死自己父母的是九尾，但从根上来说，这个家伙才是罪魁祸首。要是没有对方放出九尾，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惨剧发生。今天总算碰到了这个家伙，
他可不想这么轻易让对方离开，也不想这么简单让对方死。就在这时，宇智波族人中有一人突然惊呼道：“我想起宇智波带土是谁了！”众人闻言纷纷转头望去，等待对方为他们解答带土的身份。这名宇智波族人瞪大了双眼，惊恐说道：“跟我同期的忍笑声中，确实有一个叫宇智波带土的人，当时是家族中有名的吊车尾，后来还成为了4代火影的弟子。”经他这么一说，众人总算回想起了一些事。宇智波8代惊呼道：“你说的是把眼睛送给奇木卡卡西的那个宇智波带土？”这名宇智波族人点了点头说道：“没错，现在奇木卡卡西的那只血轮眼就是宇智波带土的。”这时宇智波富岳也想起了对方，带土是水门当年收的那个宇智波一族的学生，他跟对方还见过几面，但并没有多在意，没想到会是这个人。弄清了对方的身份后，宇智波族人纷纷将仇视的目光投向了宇智波带土。刚才还有人推测对方是千手一族的成员，闹了半天，原来又是宇智波一族中的内鬼，真是可恶！宇智波中的强者除了族长外，为什么全都要背叛家族呢？其实他们这么想就有些误会富岳了。当年这家伙才是宇智波一族中最崇拜3代火影的，要不然也不会给自己的2儿子起名叫佐助，这可是猿飞日斩的父亲猿飞佐助的名字。有人可能会觉得给自己儿子起别人父亲的名字是一种侮辱，但在忍界的世界观中，这是一种致敬，就像雷之国那种会把自己的名字传承给儿子的习俗，这是一种继承别人意志的象征。宇智波富岳愿意让自己儿子继承猿飞日斩父亲的意志，这种事通常只发生在自家的长辈身上，足以见得当年他对猿飞日斩是有多么尊敬。不过现在富岳对这些已经都不在乎了，他瞪大着双眼看着不远处被打飞了出去刚刚爬起来的宇智波鼬。刚刚鸣人的那一拳仓促出手，并没有使用多少力气，所以说宇智波鼬并没有受多重的伤，站起身后擦了擦嘴角的鲜血，随后开着万花筒血轮眼跟宇智波富岳对视在一起。鸣人看着跟自己儿子深情对视的宇智波富岳，火气当时就上来了，他就知道这家伙肯定靠不住，关键时刻对自己儿子放水。族长都这样，宇智波一族不灭才有鬼呢。不过他暂时没有功夫管宇智波鼬，头看着面具男带土冷笑道：“你这家伙真是够没人性的！我老爹波风水门跟我老妈玄我九星奈哪里对不起你？至于你对他们下这么重的死手吗？而且你这家伙的脑子真是有问题，冤有头债有主，谁害死的野原灵你就找谁报仇去，为什么要把气发泄到无辜者的身上？”一听鸣人提到野原灵，原本沉默的带土瞬间杀气四溢，语气沙哑而又冰冷道：“你这个混蛋，不准提起灵的名字！你知道我经历过什么吗？你知道这个世界对我有多残忍吗？无论你这家伙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但你这种旁观者永远也无法理会我所经历过的地狱。”没错，带土说到这里时，双臂展开大吼出来道：“这个世界就是地狱，像灵这种善良的人不应该出生在这种地狱中，所以我才要创造一个有灵的世界。你这么一个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混蛋，有什么资格质疑我？”说完，他掌心内突然钻出一根锋利的木刺，随后抓住木刺紧紧一握，朝着鸣人的腹部刺去。看到刺来的尖刺，鸣人嘴角微微勾起，这个家伙果然上当了，不愧是智商只有贤二的家伙，简单的激将法就把这家伙智商全击没了。鸣人看准时机，对着带土的脑袋同样一拳轰来。这一拳他并没有使出全力，他怕一拳把带土打死，便宜了这家伙。他可不想让这家伙这么痛快的就去死。既然对方说这个世界是地狱，那就让他真正见识一下地狱有多么邪恶。就在他的拳头触碰到带土面具的一瞬间，沙包大的拳头突然穿过了对方的脑袋，落了个空。同时带土的尖刺也穿过了鸣人的腹部，二者互相来了个对穿。这下鸣人有些惊讶，宇智波带土这家伙居然在最后一刻使用了神威，这家伙不是只有贤二吗？怎么突然精明了？带土也是松了口气，随后独眼面具中露出了嘲讽的表情。你还真以为我没看出来你的激将吗？你的所有心思都被我这只万花筒血轮眼所看穿，别耍这些小心思了，快告诉我你到底从哪里得到的这些情况。带土在刚才攻击的最后一刻冷静了下来，对他来说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已经无所谓，他现在只在乎一件事，那就是赶紧收集其所有的尾兽，施展无限阅读，建立一个有灵的和平世界。他的心态像极了第一次玩一款游戏，因为是新手的缘故，所以乱加点把号给加费的玩家。他们不会想着改正之前加点的错误，而是想着删号重新再练一个，这次吸取上次的教训，不再犯之前的错误。鸣人愿把这些人称为二周目玩家，这些人玩游戏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弥补第一次玩游戏时的那些遗憾，因此这个家伙才会毫不在意的杀死自己的老师和师母，也不会对任何一个无辜者手下留情，因为在他的眼中这个世界已经完全无所谓，他只在乎无限阅读中那个幻想的世界。鸣人并不想简单弄死这个家伙，那样就太便宜对方了，要让对方清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再死才是对他最好的惩罚。而此时宇智波带土也在低头沉思，仔细回想起来，这个肌肉壮汉刚才的话中好像透露过什么情报，究竟是什么呢？他认真将鸣人刚才所说的话仔细回想了一遍，最终他确认了几个关键词：我爹波风水门，我妈玄我九星奈。他瞬间瞪大了双眼，用着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鸣人，虽然他的表情全被面具挡住，什么都看不到。你这家伙是水门老师的儿子？
当年那个小婴儿，但那个婴儿应该只有6岁才对，你怎么可能？鸣人撇了撇嘴，这个嫌儿的家伙总算反应过来，自己刚才的话都已经明着暴露身份了，这个家伙居然才反应过来。就这智商，生活在现代社会，肯定是诈骗犯们的好朋友，每天不接10个8个诈骗电话，心里都不痛快。鸣人收回了穿透对方脑袋的右拳，随后右手食指伸出，一道光波穿透了带土的胸膛。这道光波并不是一次性打出就消失的那种，而是如同激光剑一样持续凝固在空中，保持着穿透宇智波带土胸膛的状态。望着穿透自己胸膛的绿色光波，土心中微微有些惊讶，这个家伙居然还是蓝盾血迹忍者。随后他仿佛是意识到了什么，身体朝旁边挪了挪，企图避开这道绿色激光。但鸣人的手指随着对方的位移也向旁边偏了偏，始终保持插在对方身上的状态。带土此时有些慌，连忙快速跑动起来，但鸣人就是不紧不慢地飞在他身后，用着手中的绿色激光紧紧地锁定着对方，不让其脱离。四处跑动了一圈后，发现无法挣脱的带土站在原地，对着鸣人怒目而视。他真没想到鸣人居然想用这种方式破解自己的神威。如果对方的激光一直存留在自己的身体，而自己的神威解除的话，破解神威的方法确实要连续攻击5分钟，但持续攻击可不止起爆符的一次性爆炸，就算是拿把呲水枪一直连续喷，也能算是连续攻击。既然如此，鸣人根本不用弄什么持续爆炸5分钟，那种东西根本就华而不实。只可惜这里人太多，不然鸣人就直接脱裤子开闸放水5分钟，那样侮辱性更强。就在这时，宇智波又看准了时机，转身便准备逃走。他已经确定了父亲不会来阻拦他，而那个肌肉壮汉应该就是漩涡鸣人。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那样，但看来他跟那个叫宇智波带土的面具男应该有些仇怨，应该也不会来阻拦自己。这是个千载难逢的逃跑机会，只要自己还活着，木叶高层就不会针对佐助。之后无论宇智波会成什么样子，佐助都可以幸存。而事实也正如他所料，当他转身离开时，宇智波赴月并没有出手阻拦，而是任由他离去。远处正在放带土风筝的鸣人见到这一幕，满脑袋黑线，这要是让对方给跑了，将来估计又要弄成佐助去追哥哥的狗血故事。为了不让狗血故事发生，鸣人立刻召唤出一个影分身，将手里的激光交到了分身手上，本体朝着宇智波又急速赶来。刚跑出没多远的宇智波又一抬头，便看到了拦在自己面前的鸣人，瞬间开启了万花筒写轮眼，警惕起来。你为什么要拦着我？还有，你为什么要插手我宇智波一族的事？这是宇智波又最不明白的问题。漩涡鸣人这个家伙为什么要掺和宇智波的事？是有什么阴谋吗？而鸣人则是冷笑一声说道：当然是你弟弟宇智波佐助拜托我的，他想要让我解决你跟宇智波赴月之间的矛盾，看在朋友一场的份上，他求我帮忙，我自然要帮助他。宇智波又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获得这么一个答案，居然只是为了这么无聊的理由就加入了宇智波的叛乱，这是他怎么都没有想到的。不过很快他就冷静了下来，仔细思考了几息后，对着鸣人面无表情道：既然如此，现在你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你应该也看到了吧，我跟父亲的矛盾已经彻底解决，不会再跟他发生任何争执，这下你可以放我离开了吧。鸣人呵呵笑道：你这家伙为什么一门心思要跑呢？你的性格给我感觉也不像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怎么对木叶高层害怕到这个地步？宇智波又凝重道：不是我害怕木叶高层，而是我想要佐助以木叶忍者的身份在村子中生活，为此我必须要离开木叶的势力范围，这样才能用我知道的村子机密威胁至村团藏，让他无法对佐助出手。鸣人歪了歪头问道：你就那么相信团藏不会杀佐助？我当然不信任至村团藏，但我信任3代火影大人，他答应的事一定不会食言。宇智波又笃定地说道。鸣人听后捂着脑门一阵头疼，果然跟宇智波交流不先打一顿根本不行，这帮家伙只有被打趴下了才会认真听你说话，自己已经暗示的这么明显了，至村团藏明显就是个黑手套，这家伙不知是真听不懂还是装糊涂。不过他已经失去了耐心，右手紧握一拳，照着宇智波鼬的脸打来，这一拳快到极致，带起的风压让宇智波鼬汗毛倒竖。漩涡鸣人的拳头有多强他已经领教过2次，他可不想再挨第3次，但以他的身体速度想要躲开对方的拳头根本不现实，无奈他只好寄希望于自己的万花筒写轮眼瞳术。他的瞳术一共有2个，第一个瞳术为天照，可以发动一种燃尽万物的黑色火焰，无论是花草树木还是钢筋水泥，只要是世界上存在的物质都会被它燃烧，哪怕克制火的水都不例外。另一个瞳术为阅读，可以强行将敌人拉进一片幻术空间中，在那里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被他所掌控，就算将敌人拉到这片空间折磨3天3夜，外界也只不过一瞬间而已。这个距离如果使用天照的话，估计也会引火烧身，自己同样被天照所波及。既然如此，就只能发动阅读了。2人距离越来越近，四目对视的一瞬间，瞳术阅读发动，一股强大的鹰盾查克拉向鸣人急速射来。宇智波鼬嘴角逐渐勾起，对方居然在跟宇智波忍者战斗的时候不避开写轮眼的对视战斗经验，真是太浅薄了。在忍界中有很多基本常识，其中有一条就是跟宇智波忍者战斗的时候不能对视双眼，这一点要做起来非常困难，但所有人都要遵守这条规则，因为不遵守这条规则的人都会被宇智波忍者无情灭杀。更何况他拥有的还是万花筒写轮眼，中了他的幻术可不仅仅是被迷惑心智那么简单。就在他认为胜券在握时，左眼突然一股刺痛感传来，
月毒宛如击中了铜墙铁壁般，英顿查克拉瞬间被粉碎，随后反噬之力伤到了他的自身。就在宇智波鼬刚刚感受到左眼的刺痛时，鸣人的拳头也来到了他的面前。轰隆！宇智波又被一拳打飞，如同打水漂的石子一般，在地上来回弹起又落下，连续10几个水漂后，总算落在地上，凄惨无比。这一拳的威力看得众人头皮发麻，如此强大的威力，甚至已经超过了3忍中的纲手。宇智波鼬不会被一拳打死了吧？鸣人自然不会打死鼬，要是自己真打死对方，佐助这个胸控不是要跟自己拼命？他是来做和事佬，化解宇智波鼬跟宇智波富岳矛盾的。而且他跟宇智波鼬也没什么仇，犯不上杀这个家伙。至于刚才的月毒，自然是被他身上这身能量化成的外骨骼装甲给挡住了。别说是宇智波鼬的万花筒瞳术月毒，就是10尾人助力发动的无限月毒，都击不破他这身外骨骼装甲。龙珠世界的气本来就是一种质量非常高的能量，即便是在诸天万界中，它的质量也能名列前茅，更别说他的气还是传超赛亚人的气，质量比普通的气还要高上无数倍。虽说他不能自由使用太多传超赛亚人的力量，否则就会无法控制，陷入暴走状态，但想要碾碎区区万花筒血轮眼所释放的幻术，还是轻而易举的。来到宇智波鼬身体砸成的大坑前，伸手将已经昏迷的宇智波鼬拎在了手里，随后一把扔给了宇智波八代。后者没想到鸣人会把宇智波鼬扔给自己，诚惶诚恐的接住，随后问道：“鸣人先生，您把他交给我是做什么？”宇智波八代想了半天，想到了先生这个称呼，这是个万金油的称呼，避免了自己叫对方大人的尴尬，也可以避免自己称呼的时候没用敬语而被对方记恨。鸣人对他随意的摆了摆手，说道：“把他的关押起来，好好治伤，小心看押，别让他跟宇智波止水似的被放跑。”说完，他还打眼扫了下宇智波富岳，后者眼神有些暗淡，最终叹了口气，默认了鸣人的举动。这里发生的一切几乎在眨眼间，宇智波鼬从准备逃跑直至被打败加在一起，才不过2-3分钟。当鸣人回到自己的影分身身边接回激光的时候，宇智波带土的神威时间还没有过去呢。看着还在不断变换方式挣扎，甚至连后空翻都用上了的宇智波带土，鸣人扑哧一声笑出声来，对着他笑道：“你这家伙还真是有当小丑的天赋，我什么都没做，你自己就在这翻跟头表演上了。可惜我今天出门太着急没带硬币，不然肯定给你扔几个大子儿打赏你一下。”正在原地后空翻的宇智波带土异常愤怒，刚才他想尽了各种办法，哪怕自己钻到石头里漩涡鸣人也会用那古怪的激光射穿石头跟着自己移动。他也尝试过使用幻术控制对方，结果就跟宇智波鼬一样遭到的反噬。幸好他幻术天赋并不强，否则就要跟宇智波鼬一样精神受挫了。之后他又尝试了多种办法，但漩涡鸣人的激光就如同定点跟踪一样插在他的胸膛，无论他去哪里都不放过他。眼看着神威的时效就要过去，宇智波带土一咬牙，趁着神威消失的一瞬间，稍稍朝旁边轻移了下，避开了自己的要害。噗！血肉被撕裂的声音响起，宇智波带土被激光刺穿的部分喷出了大量鲜血，就连他的面具下也是鲜血直流，看来是吐了不少血。而在神威空间中，他的身体和鸣人激光重合的那部分血肉被撕裂后留在了这里。时空间忍术就是这么凶险，这是一种无差别攻击的双刃剑，用不好自己就会像这样遭受反噬。望着露出实体的宇智波带土，鸣人嘴角勾起，露出了一个狰狞的笑容。激光不断上移，将带土从地上挑了起来，随后激光不断收缩，将上面挂着的宇智波带土带到了自己面前。就在二者靠近的一瞬间，刚才还虚弱不堪的带土眼中突然凶光大亮，紧接着一把木质尖刺从他袖口飞出，落在手上，直奔鸣人的眼睛刺来。带土推测鸣人应该跟云隐村的雷影一样，拥有着极强的防御，所以攻击常规部位应该很难对其造成伤害，但像眼睛这种天生脆弱的部位，无论如何修炼也不可能做得刀枪不入，因此只要将铅插之，刺进对方的眼中，随后在对方的体内爆开，一定可以直接杀死这个家伙。只要杀死这个家伙，自己就可以摆脱对方的激光忍术，再用神威逃走休养一段时间，他又是一条好汉。眼看着木刺逐渐靠近鸣人的眼睛，而这个浑身肌肉的家伙却丝毫没有反应，带土的脸上露出了胜券在握的表情。这个家伙竟然没有反应过来，真是个迟钝的家伙。像这种反应，如果扔到战场上，估计连3天都活不下来。不过这样也好，干掉了这个家伙，自己也算少了一个心腹之患。他推测自己的情报就是从这个家伙身上泄露出来的，无论对方是怎么得知自己情报的，只要杀死这个家伙，也算是断了一条信息源头。接下来只要仔细排查，一定就能找到自己情报泄露的原因。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惊掉了他的下巴。只见锋利的木刺在击中鸣人左眼时，想象中鲜血飞溅的场面并没有发生，取而代之的则是叮的一声脆响，木刺宛如刺在实心钢铁上一般，丝毫不得寸进。宇智波带土瞪大了双眼，随后不信邪的将左手也握在木刺上，用尽全力往鸣人的眼中刺去。但他哪怕用上吃奶的力气，锋利的木刺也无法刺进鸣人左眼分毫。那脆弱反射着亮光的眼球，如同铁球般，给带土一种不可撼动的感觉。鸣人冷笑一声，伸左手抓住眼前的木刺，随后一把将其捏碎，笑道：“你的攻击可真刺眼！”哈哈！鸣人畅快的大笑，这个家伙居然想刺自己外骨骼装甲的眼睛，真是异想天开。这具身体是鸣人用气凝聚而成，
只是拥有着人类的外形而已，内部结构是纯粹的实心材料。就连眼睛都只是用气模拟而成，根本不是血肉之躯。这个家伙的木刺怎么可能刺得穿呢？就算带土这个家伙的木刺刺穿了鸣人的眼睛也没有用，因为此时的鸣人身体正躲在外骨骼装甲的胸腔中，上面的头根本就是个假的，哪怕被人砍掉也不会伤到他分毫。也就是说，宇智波带土如果想要刺到鸣人的眼睛，不应该往这就是身体的头上刺，应该往这个身体的咪咪上刺才对。见到被穿成糖葫芦的带土愣在原地，鸣人伸出空闲的左手一把扯下了带土的面具。面具被揭掉后，带土露出了那张被毁了一半面容的脸，右半边脸顶着一只回旋镖花纹的万花筒血轮眼，脸上被毁得皱皱巴巴，如同皮肤挤在一起般。左半边脸还算完好，但眼睛只是一只三勾玉血轮眼，估计是从宇智波斑的收藏库里随便移植的一只，嘴角还淌着血，不过气色仍然红润。被自己都穿成糖葫芦了，还能面色这么红润，看来白绝的身体为他增长了不少生命力啊！螺旋花纹的漩涡面具被鸣人在手上掂了掂，随后一把捏碎。看着带土这张堪比车祸现场的脸，鸣人不屑道：“你这家伙长得真是恶心，自从你变成这副德性后，连心都变得恶心了起来。怪不得那个叫野原绫的小姑娘不爱搭理你，如果她看到你现在这副模样，估计连杀了你的心都有。”带土闻言，双目血红，额头上爆起的青筋，面目狰狞道：“你这个混蛋，给我闭嘴！灵才没有你想的那么肤浅，你这个混蛋才是最丑陋恶心的。”一边说，带土还一边用双手的木刺不断刺向鸣人的脸，到最后连火遁忍术都用上了。炙热的火焰在鸣人跟带土中心引爆，鸣人倒是什么事都没有，毕竟这件外骨骼装甲掉到岩浆里面都能毫发无损的飘上来，这点小火苗能伤到他才有鬼呢。反观带土却被自己的火遁烫得满身烧焦痕迹，剧烈的运动加剧了他胸前的伤口，再加上被自己的火遁烫伤，让他又吐出了一大口鲜血。鸣人丝毫没有在意对方的挣扎，玩得差不多了，便打算了结对方。只见他发出激光的右手，除了正在发激光的食指外，另外4根手指也同样对准了宇智波带土。瞬间一股凉意传遍宇智波带土全身，他拼命的想要挣扎脱离鸣人的掌控，但却根本无法挣脱。随着其他4根手指光芒一闪，与第一道激光一模一样的4道光芒同时洞穿了宇智波带土，将他身上又打出了4个血洞。宇智波带土惨嚎一声，鲜血如同自来水般哗哗滴落。不过这还没完，鸣人右手如同拨动琴弦般划了几道弧线，宇智波带土随着鸣人的滑动，整个身体被切成了数段，碎成一地掉在地面上。一众观战的宇智波忍者无不头皮发麻，久经沙场的他们自然见过心理变态把敌人分尸的，但是像这样轻描淡写如同拨动琴弦般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宇智波富岳心中有些复杂，这个叫宇智波带土的族人虽然是他们宇智波的叛徒，但实力也是实打实的强。刚才自己跟对方战斗老半天都没有拿下对方，只跟对方打了个平手，但鸣人却如此轻松的便杀死了对方，这让他在对方面前好像矮了半截一般。不过只要杀死的敌人便是好事，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敌人还有很多，3代火影和志村团藏还没有登场，所以还不能马虎大意。他迈动脚步朝着鸣人的方向走来，准备跟对方商讨接下来的行动部署。谁知鸣人对他挥了挥手喊道：“你先别过来，这个家伙还没死呢。”宇智波富岳愣在原地，一时间没听明白对方话中的含义，不过瞬间他便反应了过来，因为他想起了宇智波一族中一个禁忌的忍术伊邪那岐。一个宇智波的禁忌忍术可以消耗一只3勾玉或者以上的眼睛，记录自己的身体状态，在死亡时可以将自己的身体恢复成标记以前的状态。通俗点说，就是一个复活币，运用的好了可以达到出其不意秒杀敌人的效果。甚至有一些宇智波忍者可以通过消耗自己的血轮眼帮助一批人复活，是一种极其诡异而又强大的忍术。当然，这么强大的忍术也是有代价的，那就是释放伊邪那岐的那只血轮眼会永久的失去光明。鸣人盯着下方的碎肉，随后全力感知附近的风吹草动。过了大概几十秒后，地上散落一地的宇智波带土尸体逐渐变得虚幻，最后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几十米外一个身体完好，甚至连漩涡面具都戴着的宇智波带土缓缓由虚化时。刚刚恢复的宇智波带土刚想放2句狠话再逃跑，不料鸣人一发激光射了过来，速度又快又准，直奔自己的心脏。情况紧急之下，他立刻开启了神威，但这次并不是开启虚化，而是打开空间漩涡准备逃走。空间漩涡的速度平心而论并不慢，但在鸣人跟宇智波带土这些高手们眼中，这个漩涡的速度宛如蜗牛一般。鸣人的激光瞬息而至，宇智波带土此时身体已经被空间漩涡扭曲了大半，即将整个人被吸入空间中。噗！啊！随着一声惨叫，宇智波带土彻底融入漩涡之中，消失不见。看着宇智波带土消失的方向，鸣人眉头紧锁。刚才那个感觉应该是打中了吧？但对方的身体扭成了一团，自己究竟打中了对方哪里也不知道。而且他也有点羡慕对方的能力，时空间忍术可以说是火影世界最高级的忍术之一。这个世界的时空间忍术有一个算一个，拿到诸天万界中都是响当当的赖皮招数，像什么飞雷神、定点瞬移、神威的虚化以及传送、天手力的2人转，还有黄泉比量板，这些东西
就算拿到修仙者的世界里，都算是1等1的神技。要说鸣人不眼馋，那是骗人的。话说回来，波风水门拥有时空间忍术的天赋，自己继承了对方的血脉，怎么着也不可能一点天赋都没有吧？看来有时间得仔细研究一下了，不能把天赋点全点在打架上攻能类招数，也要学上一些。万一以后真碰到打不过的敌人，还能脚底下抹油。至于宇智波带土这个家伙，鸣人打算放他一马，因为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比杀死对方更好的主意。这个家伙不是想创造一个有野原灵的世界吗？老子就把野原灵复活，然后把尾兽往他身体里一塞，再把他交给掌门或者宇智波斑看看，你还有没有决心把野原灵弄死，然后再实现无限阅读。不过放对方一马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确实大意了，让对方给跑了，想追也追不上。鸣人再次叹了口气，这时空间忍术的研究是时候登上日程了。在忍界混连各式空间忍术都没玩明白，岂不是白来走一走？看着周围满目狼藉的宇智波景物部，鸣人对宇智波富岳挥了挥手说道：“富岳老哥，战斗已经差不多结束，可以打扫战场了。”宇智波富岳嘴角抽动了下，这小子刚才叫自己什么？富岳老哥？这家伙跟自己儿子称兄道弟，还跟自己称兄道弟。幸好佐助他爷爷死得早，不然鸣人这家伙肯定超级加倍成自己叔叔了。不过他并没有发作，毕竟这次宇智波渡过难关全靠对方，他也不好在这个时间折了对方的面子。深吸了一口气，便准备命令身旁的族人收拾下烂摊子。就在这时，一伙不速之客身形如同鬼魅般将在场所有人全部包围。新来的这批人正是根部成员，之前他们听从志村团藏的命令冲进宇智波族的，便准备一通乱杀。没想到宇智波族地中竟然空无一人，弄得他们好不容易酝酿的情绪都没了。随后宇智波警务部这边的动静惊动了根部众人，他们在志村团藏的带领下赶到了这里，于是便有了现在这一幕。此时到场的根部成员足有300多人，鸣人眯了眯眼，这团藏是把根部所有人全调出来了。这老家伙真舍得下血本，自己劝说他这么多次了，这家伙还在给元飞日斩卖命，真不知道他在图什么。就在这时，团藏从一众根部忍者的身后走到前方来，刚准备下命令攻击，便看到了人群中鹤立鸡群的鸣人。此时的鸣人身高足有2米，肌肉发达，宛如一个大狗熊般，在人群中异常显眼。团藏一眼便认出了鸣人的这个形态，3年前对方就是以这个模样将他当双节棍抡了半天，这是他终身难忘的记忆。因此他在看到鸣人后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不过瞬间便镇定了下来，脸上恢复了古井无波的模样，对着鸣人问道：“漩涡鸣人，你为什么要在这里？”随后他又看到了被绑成粽子陷入昏迷的宇智波鼬，立刻便明白了怎么回事，对鸣人质问道：“漩涡鸣人，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站在宇智波那边？你打算背叛村子吗？”鸣人赶紧伸手比了个停的手势，打断对方道：“停！想给我扣帽子你就省省吧，老子不吃你这套。我之所以帮宇智波一族，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宇智波的族人，我不想让他死，也不想让他家人死，就这么简单。反倒是你，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给元飞日斩打工没前途，那家伙就是利用你，你为什么就不听呢？”团藏听到鸣人的质问，并没有出声作答，他当然也明白日斩那老东西在利用他，但他此时已经没有其他出路。之前几十年的经营让他已经跟元飞日斩利益高度绑定，现在想要脱离对方这个利益团体几乎不可能。因此他明知道元飞日斩是在利用他，但这个黑手套也必须要做下去，因为他已经成为了既得利益团体的一部分，脱离了这个团体，他的下场只会更惨。而且他发现自己好像被漩涡鸣人给耍了，对方答应在自己要成为火影的时候帮忙出手，但现在看情况根本没有对方出手的机会，这家伙就是在空手套白狼。自己被对方套路了3年，这家伙当了3年没有名分的根部首领，这让反应过味儿来的团藏羞怒不已。以往都是他忍界之暗阴人，没想到今天居然被一个6岁孩子给阴了。这件事传出去，他的脸还往哪搁？念及至此，他直接向着身旁的根部忍者命令道：“根部忍者全体听令，立刻出手击杀掉这里的所有人，优先击杀漩涡鸣人。”200-300名根部忍者齐声应答，随后便准备出手。宇智波忍者全神戒备，随时准备与对方拼命。在见识过之前万花筒写轮眼与漩涡鸣人的力量后，这些宇智波忍者已经没有了傲慢之心，他们已经深刻清楚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因此对于面前的敌人，他们丝毫不敢怠慢。而漩涡鸣人看到如此硬气的团藏，则是有些疑惑，这家伙以往看着自己都是唯唯诺诺、忍气吞声的样子，今天为什么这么硬气？看着已经结印完毕准备动手的一众根部忍者，鸣人直接大吼一声道：“根部忍者全体听令，立正！”刚刚酝酿出杀气准备动手的宇智波富岳一脸懵逼，他都准备开启须佐能乎跟对方拼命了，鸣人这家伙居然对根部忍者发号施令，这帮家伙能听才有鬼呢。志村团藏更是冷笑道：“漩涡鸣人，你果然是个脑子不正常的蠢货。以前你可以命令老夫的根部忍者，完全是因为老夫的授权，虽然你可以对根部忍者发号施令，但那其实是代替老夫发号施令而已。如今你跟老夫站在对立面，居然还想命令老夫的根部，真是可笑至极。”说完他便哈哈大笑，看得鸣人都不禁怀疑这家伙是否要加入宇智波狂笑四杰的行列。
于是就在志村团藏的大笑声中，根部忍者们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身体站得笔直，宛如站军姿一般。志村团藏的大笑声逐渐停止下来，一脸懵逼地看着站得笔直的根部忍者们，随后嘴角狂抽。这帮混蛋还真听那个小鬼的命令了，这帮家伙是脑子进水了吗？他对着一众根部忍者大吼道：“你们这帮混蛋脑子进水了吗？赶紧给我一起上，干掉那个小鬼！”根部忍者宛如被解除了封印般，各自行动起来。这时鸣人又对根部忍者大吼道：“立足！”啪！整齐地立，正声音听得团藏额头青筋暴起。他对鸣人怒吼道：“你这可恶的小鬼，究竟对老夫的根部做了什么？”鸣人不屑一笑，嘲讽道：“你以为就你会给人洗脑吗？你能洗我也能洗，大不了就在一个脑子里塞2套程序，看谁能抢得过控制权呗。”志村团藏怒道：“你这个混账小鬼，又在说一些老夫听不懂的话！老夫警告你，趁着现在赶紧滚出宇智波族的，老夫可以饶你一命，否则别怪老夫跟你不客气。这3年来你根本就没把老夫放在过眼里，老夫能饶你这一命已经是够给你面子了，你别不识好歹，给脸不要蹬鼻子上脸。”此时的团藏深得鸣人真传，那骂人的话一套接一套，套套不重样，连鸣人这个老师的额头上都青筋直冒。他也同样瞪着志村团藏骂道：“志村老狗，你 TMD 别跟我装犊子，老子警告过你，从今以后不准再做人体实验了。结果你这老王八还背着我偷偷做，你忍老子很久了，老子也忍你忍够了。你奈地不拿老子的话当回事是吧？那可就别怪老子辣手摧花翻脸不认人了。”宇智波富岳跟一众宇智波族人全都目瞪口呆，他们还是头一次见到泼妇骂街的志村团藏，一时间惊掉了下巴。富岳感到头皮都麻，他认识志村团藏也有几十年了，在他印象里，团藏就是一个满脸阴沉、背地里下黑手的阴险老混蛋，从来没想过这老家伙还有泼妇骂街的一面。而且如果没记错的话，今天这场战争的主角应该是他们宇智波才对。但看志村团藏现在这副眼球里充满血丝的模样，他们觉得现在团藏对鸣人的杀心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这些宇智波。骂了半天，团藏有些累了，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瞪着周围的根部忍者命令道：“你们还傻站着做什么？赶紧给老夫上啊！你们都给我站在原地，谁也不准动！”鸣人见团藏又对根部忍者下了命令，于是反过来命令道。团藏咬着牙怒道：“小鬼，你信不信老夫催动蛇或根诀之印，直接要了这帮家伙的命？到时候你这3年来获得的根部指挥权将会功亏一篑。”鸣人脸上露出不屑之色，嘲讽道：“你用啊，反正这根部我也是白得的，你愿意把自己手下全干掉是你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团藏气得牙根痒痒，随后对周围的根部忍者命令道：“一群废物，都给老夫站远点！”这次鸣人没有反过来命令给对方捣乱，他倒是有些好奇团藏这个家伙单独留下是想要做什么。根部忍者听到命令后瞬间消失在原地，来到了远处观战。此时他们的腰被勒得生疼，刚才反复的命令差点没让他们腰肌劳损。只见根部忍者离开后，团藏缓缓解下了自己右手的绷带，一圈一圈的绷带如同老太太的裹脚布一般盘了一地，看得鸣人有些恶心想吐。这就是志村团藏的威力，那只镶满眼睛的手还没有拿出来，就把鸣人恶心的胃里一阵翻涌。这老狗真是天生该死。不过他也并不在意，团藏有什么手段，看过火影的全都知道，无非是那几个用的东倒西歪的木盾，当复活币的写轮眼，顶多会几个风盾，还有苦无杂须佐。除了这些，团藏可谓是一无是处，鸣人都怀疑这家伙没有那一胳膊写轮眼，连排进影级强者行列都不够资格。随着手上的封印全部解开，志村团藏的右手露出了真正的模样，惨白的右臂上面镶着5颗写轮眼，再加上团藏右眼眶中的那一个，现在他一共有6颗3勾玉写轮眼。同时白色的手臂中隐隐传来杨盾查克拉的气息，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现场所有宇智波忍者纷纷瞪大了双眼，用着惊恐且愤怒的表情看着团藏的右臂。我没看错吧？这个家伙居然把我宇智波一族的3勾玉写轮眼镶在了手臂上，真是可恶的混蛋！我宇智波跟你不死不休！大家还愣着做什么？一起上，杀了他！就在众人对团藏喊打喊杀时，宇智波富岳注意到鸣人也用着惊恐愤怒的眼神看着团藏。宇智波族人愤怒他可以理解，但漩涡鸣人为什么看到团藏的写轮眼也愤怒呢？只见鸣人的表情先是惊讶不可置信，随后怒火中烧，他嗷的一声对着团藏吼了出来，骂道：“团藏老狗，我日你仙人！你那胳膊上为什么有老子的气？你对老子做了什么？ Could I Delta Old？” 鸣人很生气，他怎么也想不到居然有人做人体实验做到了自己的身上。他十分确信志村团藏身上散发出来的气绝不是他自己修炼而来，而是他传超赛亚人的气。如果对方只是偷师自己学到了气的修炼法，他都不至于如此生气，毕竟只是一套修炼法而已，龙珠世界人人都会，你真能得到也是你的机缘。但志村团藏这家伙明显是用自己的身体细胞进行了人体实验，自己让他停止人体实验，他非但不听，反而还做到自己头上来了，这让他如何不怒？而听到鸣人的质问后，团藏非但没有悔过之意，反而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格外猖狂。原来如此，你将这种查克拉称之为气吗？这真是一股强大而又美妙的力量，
给了你这小子，简直是太可惜了，看来也只有老夫才配拥有他。团藏说完便继续大笑，看得鸣人额头青筋暴起。不过他的脑子也稍稍冷静了些，至尊团藏的根部科研水平，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根本不具备做出那只血轮眼手臂的能力。那么做出这只手臂的人，身份也就呼之欲出，只有可能是大蛇丸。这家伙自从离开木叶后，就在忍界中隐姓埋名，四处游荡。鸣人通过根部偶尔能收集到对方的些许情报，但具体行踪他也摸不透，猜测对方应该已经加入了小组织。看来团藏这个家伙是有单独的门路跟大蛇丸进行联系，那只手臂应该也是大蛇丸做的。大蛇丸这个家伙真是胆肥啊！当初被自己摁在地上打，连个屁都放不出来，现在居然还敢拿自己的细胞做人体实验，真是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了科学。打定主意，下次碰到大蛇丸就好好蹂躏一下对方后，鸣人再次将视线对准了至尊团藏。此刻团藏嚣张无比，传超赛亚人的气肆无忌惮的施展。虽说这股气息在鸣人的感知中非常稚嫩，但也远远超过了尾兽的能量纯度。转眼间，鸣人又有了些许期待。对方既然拥有着自己的气，想必实力也不会太弱。既然如此，自己就陪他好好练一练，看看对方到底有多少斤两。正当他准备上前对付至尊团藏时，宇智波富岳伸手拦住了鸣人，随后在他不解的目光中淡淡开口道：“鸣人，将至尊团藏交给我处理吧。这次的恩怨本来就是木叶高层跟我宇智波的矛盾，与至尊团藏的战斗也应该由我这个宇智波的族长来才对。之前宇智波富岳在战斗的时候一直很矛盾，那个面具男带土他倒不是很在意，即便他奈何不了对方，但也能跟对方五五开。最让他矛盾的则是自己的儿子宇智波鼬，甚至他都产生了故意放走对方，让对方远离木叶，重建宇智波一族的心思。这种分裂家族的行为在忍界中异常愚蠢，除了会让自家的血迹限界变得稀薄外，还有可能被外人夺取，可谓得不偿失。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想用这种办法保住长子宇智波鼬的性命，不想在战场上杀死对方，足以见得他对这个儿子的看重。不过面对至尊团藏的时候，他的所有犹豫全都荡然无存。如果说面对带土他能拿出100%的实力，面对宇智波鼬只能拿出50%的实力，那么对付至尊团藏他能超水平发挥出120%的实力。特别是看到对方手臂上的5个血轮眼时，宇智波一族的狂暴属性都被激发了出来。因此他主动请缨，想要跟至尊团藏战斗，亲手干掉这个企图摧毁宇智波的幕后黑手之一。鸣人看了看对方那坚决的眼神，思考了几息后便同意了对方的请求，让宇智波富岳先去探探路也不错，摸清楚至尊团藏这个融合怪现在的实力，避免自己因为没有对方的情报而翻车。而宇智波富岳在得到鸣人的同意后，毫不犹豫来到了至尊团藏面前，随后身上漆黑的查克拉弥漫而出。富岳可不打算慢慢试探，准备直接开启须佐能乎，想要秒杀至尊团藏。团藏见到宇智波富岳那双拥有着诡异花纹的万花筒后吃了一惊，随后见到了漆黑的须佐巨人后，彻底确认了自己心中的想法，这就是他曾经见过的万花筒血轮眼。当年牵手柱间和宇智波斑决战时，他也跟着飞间老师在远处观望过，因此对这个由查克拉组成的虚幻巨人印象格外深刻。惊讶片刻后，他的眼中浮现了贪婪。此时他的右眼只是一双普通的3勾玉血轮眼，如果可以夺取宇智波富岳的眼睛，那么他的实力将会更加强大。想到这儿，他兴奋的一声大吼，挥舞起右拳，正面迎向了富岳的须佐能乎。宇智波富岳见对方直接莽上来，心中大喜，居然想要用肉身硬扛他的须佐，真是愚蠢至极。只见他挥舞起须佐的漆黑巨剑，朝着至尊团藏迎面一剑斩了下来，速度又快又猛，掀起的风压将地面的灰尘全部吹散。面对着巨剑的斩击，至尊团藏右臂散发着绿色的光芒，一拳朝着黑色巨剑迎了上去。轰隆！只听一声震响，二人攻击的交界处，雷霆噼啪作响，空气被摩擦的产生了丝丝电火花。宇智波富岳先是满脸嘲讽，随后换上了惊讶与不敢置信。只见须佐能乎的漆黑巨剑被至尊团藏的右臂一拳击碎，裂痕逐渐蔓延，最终整把巨剑化为能量碎片，消散无踪。宇智波富岳瞪大了双眼，他怎么都没有想到须佐能乎的攻击居然会被人用肉体击碎，这简直颠覆了他的三观。而至尊团藏则是露出了得意的笑容，瞬间便来到了须佐能乎面前，随后一拳锤击在漆黑的须佐能乎上。须佐能乎宛如镜片般支离破碎，露出了里面满脸惊恐的宇智波富岳。团藏露出贪婪的目光，伸手便要去夺宇智波富岳的眼睛，不料这时宇智波富岳竟然反应了过来，一个侧身躲过了对方袭来的手，随后一脚踹向至尊团藏的腰。团藏被踹得朝后退了几步，稳住身形后再次朝宇智波富岳扑来。而富岳用自己的万花筒血轮眼能力推演着二人的战斗场景，只要跟对方陷入近身缠斗，宇智波富岳就会被对方挖走眼睛，最终死亡。因此他不敢与对方靠得太近，保持距离，用着火遁忍术进行远程袭扰。而至尊团藏也不是个纯近身战士，只见他双手结印，同样用远程风遁忍术对宇智波富岳进行还击。按照查克拉的规则来说，火遁忍术是克制风遁的，双方实力相差无几的情况下，风遁会被火遁所吞噬，反过来增强火遁的威力。但至尊团藏宛如一个逆属性大师一般，硬生生用风遁撕裂了宇智波富岳的火遁，让后者在远程对轰中落入了下风。宇智波富岳被打得狼狈逃窜，
团藏的实力远远超乎了他的预料，没想到对方的实力竟然会如此强大，他竟然连还手之力都没有。其实志村团藏也很惊讶自己的实力，这还是他获得这只新手臂后头一次与影级强者战斗。之前他也跟部下们对练了几次，不过那些弱者都被他3、2招秒杀，根本就验证不出自己的实力来。现在看来，自己的实力真是强大了太多。拥有了筑间细胞后，他的身体明显比之前有了充足的活力，甚至体力上比他年轻时候还要强大。真不愧是筑间大人的身体细胞。而镶嵌在手臂上的5只血轮眼，让他有了5次复活的机会。虽说面对宇智波富岳的时候用不到，但这会给他充足的自信，敢于跟对方以命相搏。再加上漩涡鸣人那种被称呼为气的血迹限界加入，这让他补足了自己攻击力不足的最后一块短板。此时的他宛如6边形战士，进可攻退可守，近战远程无所不能，甚至连幻术都奈何不了他，因为他有着血轮眼可以解除幻术。此时的团藏张狂大笑，他没有着急杀死宇智波富岳，而是开始戏耍对方。从小他就是听着宇智波斑的威名长大，后来在见识到宇智波斑强大的实力后，更是对宇智波的力量向往不已。那种名为万花筒血轮眼的力量，在他心中如同奥特曼的光芒一般挥之不去。同时他也对宇智波一族越发鄙夷。同样拥有宇智波的血脉，宇智波斑的力量可以做到横扫任何敌人，而这些普通的宇智波族人就跟酒囊饭袋一样，完全埋没了他们的血脉。他从最开始的嫉妒变成了鄙视，最后变成了贪婪。他开始幻想，如果自己拥有血轮眼，一定比这些人强大100倍。直到他的眼睛被敌人摧毁后，他便将主意打到了宇智波的血轮眼上。最开始忍界的幻眼技术还不是很成熟，但随着忍村时代的科技发展，他终于如梦以偿地换上了宇智波的3勾玉血轮眼。随后他变得越来越疯狂，甚至要求大蛇丸给他做一只装满着血轮眼的手臂。血轮眼已经成为了他的执念，在他的心目中，血轮眼就象征着力量，所以鸣人才会感觉这个家伙跟宇智波一族很相似。他对于血轮眼的痴迷与疯狂，甚至超过了宇智波族人。团藏宛如疯狗般对着宇智波富岳疯狂进攻，各种忍术体术连番轰炸，打得宇智波富岳疲于奔命。他没想到团藏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而且那种诡异的绿色能量看起来好像是漩涡鸣人的招数。站在敌人的角度时，他才发现鸣人气有多么强大，就连须佐能护正面硬拼都不是气的对手。宇智波富岳被打得气喘吁吁，身上到处都是锋刃切割的痕迹，那是在躲避团藏风遁忍术时不小心留下的伤口。就算他拥有短暂预知未来的万花筒能力，也无法弥补他跟团藏硬实力上的差距。而且万花筒血轮眼的瞳力消耗也让他有些吃不消，没有升级成永恒眼之前，万花筒的瞳力消耗十分巨大，仅仅是这么一会儿战斗，他的视力就明显下降了不少。就在他一个愣神时，志村团藏看准机会来到了他的面前，手中锋利的真空刃径直朝着傅岳的心脏刺来。傅岳大惊，这次由于瞳力消耗的原因，他没有及时用万花筒能力窥视团藏的攻击模式，被对方找了个空靠近了身体。他用尽全身力气想要避开对方的攻击，但被气强化过的团藏速度快得惊人，以他的速度，即便用尽全身力气也无法闪避。就在他绝望之时，一只大脚直接踹在了团藏的脸上，后者被一脚踹得如同炮弹般飞了出去，在地上离出了半米深的沟壑才停了下来。宇智波富岳大口喘着粗气，对着鸣人感谢道：“多谢了，刚才真是好险。”鸣人摆了摆手说道：“不用谢我，你先去休息一下吧，这老东西交给我处理就行。”宇智波富岳有些不甘心，但片刻的思索后，还是放弃了硬撑下去的想法。莫必要为了争强好胜搭上自己的性命。不过临走之前，他还是提醒鸣人道：“你小心一些，他的力量非常强大，千万不要被他近身。”说完，他便回到了宇智波一族的队伍中。他知道自己不是志村团藏的对手，再打下去，只有被对方夺走万花筒、血轮眼这一种可能。与其留在场上硬着头皮被打败，还不如知难而退，看看漩涡鸣人与对方的战斗。他总觉得漩涡鸣人的实力不简单，刚才与面具男的战斗也证明了他的想法。不过他还没有彻底摸清漩涡鸣人的真实实力，也许志村团藏可以让鸣人使出真正的实力来。被踹飞的团藏从深坑中缓缓爬起身，随后拍了拍身上的尘土面，沉如水地盯着漩涡鸣人。他对着鸣人冷笑道：“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想来找死，不过你们谁先来都一样，反正最后都是要死的。”此时鸣人已经摸透了团藏的实力，这家伙根本不能完美使用传超赛亚人的气，相当于用火枪当烧火棍砸人。虽然自己也是在用火枪当烧火棍砸人，但对方的火枪顶多也就是钱塘枪的程度，自己这可是 AK47，根本没有可比性。这样一来，他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既然团藏老狗找死自己，就满足他。他扭了扭脖子，面向团藏语气冰冷道：“你这家伙胆子倒是不小，居然把我的细胞移植到你那只恶心的手臂上。你这种缝合怪真是令人作呕。不过别以为拥有了我的细胞就能达到我的实力层次，有些东西是你根本不理解的。拿过来就胡乱使用，并不能证明你的强大，只能证明你的愚蠢。”说完，他大吼一声，狂暴的传超赛亚人气息从他体内喷薄而出。这一刻，整个世界都仿佛震动了起来，大地开裂，树木摇曳。就连现场观战的忍者们都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轻了一些，仿佛自身变成了沙粒，随时要被吹走一般。在场众人无不惊叹，他们并不能感受到气，只能看到鸣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能量光芒。
这股能量从数量上来看，比尾兽还要强上数倍。他们只认为这是查克拉，纷纷倒吸凉气。这股查克拉真是太强了，人类居然能拥有如此强大的查克拉，真是匪夷所思。但直面这股气势的志村团藏却感觉头皮发麻。他可跟这些没有掌握气的普通忍者不同，被移植了鸣人的细胞后，他也觉醒了自身的气。虽说他自己本身的气很微弱，甚至连佐助、宁次这些人都不如，但也可以通过能量体系的相通感觉到鸣人的强大。此时他感觉自己如同一叶扁舟面对汹涌的大海一般，对方举手投足间掀起的浪花都可以将他轻易掀翻，沉没进无边无际的大海中。他咽了咽口水，随后自我安慰道：这一定是漩涡鸣人在虚张声势。就算这个家伙在气方面实力很强大，但绝不可能比自己超出这么多，一定是利用了气的某些机制，放大了自己的感官，让自己产生了错觉。应该就跟幻术一样，虽然对人的精神产生震慑作用，但实际上敌人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强大。越想越有道理，他绝不相信对方会比他强大出这么多来。于是为了证明他的猜想，他决定主动出击。只见他抡起右拳，比鸣人弱上无数倍的绿色能量附着在右臂上，随后一步迈出，奔着鸣人正面打来。望着团藏右臂上附着的那微弱可怜的气，鸣人连躲的心思都没有，站在原地丝毫未动。宇智波富岳见状大叫道：小心！鸣人快点躲开！但他的提醒太迟了，志村团藏的拳头已经结结实实地打在鸣人的胸口。之所以不打头，是因为鸣人现在的身高太高了，他够不着。随着这一拳击中鸣人的胸口，志村团藏脸上的凶狠与得意瞬间消失不见，一股剧痛从右臂传遍全身。这一拳仿佛肉体凡胎打在钢筋混凝土上，那种不可撼动的感觉让团藏头皮发麻。见到团藏那副吃惊的表情，鸣人笑了笑道：来而不往非礼也，今天我也好好非礼你。一边说着话，一边举起了右拳，在团藏还没有回过神之际，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这一拳鸣人用上了柔拳的技巧，将力量全集中在人的体内，因此团藏没有像刚才一样倒飞而出，而是如同马老师一般身体僵直躺在了原地。此时他头昏脑胀，要不是他关键时刻也用气护住大脑，这一拳就能把他的脑袋砸爆。看着将气集中在脑袋挡住了自己一击的团藏，鸣人有些惊讶，居然没被自己一拳打死，这家伙还算是有两把刷子。不过他也没客气，抬起脚对着团藏身体一顿乱踹，踢的团藏站都站不起来。躺在地上屁滚尿流的团藏被打出了真火，他不管不顾地爆发着体内的气响，要用气势将鸣人击退。不料鸣人面对他全力爆发的气，竟然丝毫不为所动，弯腰一把抓住了对方的肩膀，随后将他整个人拎了起来。此时的团藏七窍流血，连呼喊出来的力气都没有，跟死狗一样被鸣人单手掐在空中。面对团藏这种丧尽天良的家伙，鸣人丝毫不客气，一拳又一拳打在对方的肚子上，把团藏打得顺着嘴巴往外淌血。其实鸣人跟团藏还真算不上有什么深仇大怨，只是这家伙有时候做法让他很不齿。像原著中药师野乃羽的遭遇并不是偶然，他通过翻阅根部的任务记录，看到了不少跟对方相似的场景。执行灭口计划的时候，特意让对方的兄弟或者亲人出手，有些人是明知道任务计划被逼无奈而出手，有些人则是像药师都一样被蒙骗的出手。之所以要这些人出手，明面上给出的理由是要测试这些人对于根的忠诚程度，其实只是团藏这家伙的个人癖好而已。这家伙很喜欢欣赏亲人相残的场面，于是便故意安排这些人出手，满足他扭曲的心理而已。而且这只是团藏黑历史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像什么用婴儿做人体实验，为了封锁情报而屠灭村庄、栽赃给山贼之类的事情比比皆是。因此他对团藏一点都没手下留情，拳头一发比一发沉重。刚开始团藏还能用气抵挡几下，到后来团藏身体都僵直，瞳孔都涣散了。鸣人看着团藏失去了生息的身体，不屑地啐了一口，随后将对方的尸体扔在地上，等待对方复活。果不其然，仅仅10秒钟过去，志村团藏落在地上的尸体便缓缓消失。就在鸣人四处寻找时，对方的气突然从他的身后出现，轰隆！一发堪比尾兽域威力的气功炮从背后轰在了鸣人的身上，巨大的爆炸震得地面震颤，火光冲天。志村团藏望着剧烈的火光，哈哈大笑。这个小鬼战斗经验果然太浅薄，根本没想到自己。还没等他得意多久，鸣人瞬间从爆炸的火海中钻出一把，掐住了团藏的脖子。望着脸被憋得通红的团藏，鸣人笑着说道：你知道我们之间的实力差距了吗？就你手臂上这些血轮眼，除了能让你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外，什么作用都没有。我能杀你一次就能杀你10次，而且我杀你的手法会越来越熟练，杀你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因此你每复活一次就越接近死亡一步，活得越久就死得越快，所以你死定了。哈哈，观战的宇智波忍者被绕得有些懵，鸣人的话太绕嘴，他们的 CPU 有些不够用。观战的宇智波忍者有些蒙圈，鸣人这一套车轱辘话着把他们绕晕了。如果也许他们没有猜错的话，好像所有人都是活得越久死得越快吧。团藏可没时间思考鸣人的废话文学，他被鸣人抓住喉咙勒得喘不过气来，手中不断凝聚气弹朝着鸣人的身上轰击。轰轰轰，一发又一发气弹
如同不要钱埋在鸣人胸口爆开，烟雾遮蔽了他整个身体，就连在他对面的团藏都被爆炸的冲击震得浑身鲜血直流。但团藏此时已经管不了自己身上所受的伤，鸣人手上的力量丝毫没有减退，他被勒得大脑缺氧，已经有些神志不清，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将身上所有的能量全部射在这个可恶的小鬼身上。但是他赌命的攻击并没有奏效，随着鸣人右手一用力，咔嚓，志村团藏停住了身形，随后四肢无力的垂下。鸣人确定了对方再次死亡后，一把将尸体扔到了地上。没过多久，团藏再次复活，用着饱含杀意的目光盯着鸣人，而鸣人则是有些玩腻了。团藏这家伙除了会复活之外，简直是一无是处，让他打的一点意思都没有。原本他还想着对方拥有了自己的细胞，会不会一激动变成超级赛亚人之类的，现在看起来这家伙会变个屁，这就是个老废物，别说超级赛亚人，超级蔬菜人都变不出来。鸣人失望道：“你就只有这两下子吗？要是你没别的本事，我可就要辣手摧花了。”团藏气得火冒三丈：“你 TMD 辣手摧花是这么用的吗？你哪只眼睛看老夫长得像花？”愤怒过后则是深深的绝望，漩涡鸣人的力量实在强过自己太多，他已经拼尽全力，仍然被对方吊起来打，这样的实力差距让他几近崩溃。他虽然讨厌漩涡鸣人，但对方刚才说的没有错，两人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大，即便自己再多出10条命，也会被对方无情虐杀。漩涡鸣人的狠辣他十分清楚，这家伙是绝对不会大发慈悲饶过自己的，就算他大发慈悲，后面跃跃欲试的宇智波富岳也不可能饶过他。他的表情从惊恐变得麻木，从绝望到最后的平静，表情变化宛如幻灯片一般。最后他平复了心态，抬头看着鸣人说道：“漩涡鸣人，能不能饶老夫一命？老夫愿意将根部首领的位置彻底让给你，甚至可以推荐你成为木叶的顾问长老，进入核心阶层。”鸣人闻言打了个哈欠道：“不必了，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只要你赶紧死，别再给我找麻烦，我就心满意足了。”团藏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说道：“是这样吗？那就让一切都结束吧。”只见他话音一落，体内驳杂的能量瞬间膨胀起来，手臂上仅剩的3颗3勾玉血轮眼随着他的气势暴涨，瞬间炸成血沫流淌了一地。这是血轮眼无法承受驻传超赛亚人的气所导致的，可见团藏此时爆发出来的能量有多么强大。鸣人瞪大了双眼，这个老家伙真是不要脸，打不过就扬沙子，居然想要自爆。这里可是宇智波族地，对方如果在这里爆炸，仅凭避难所那脆弱的防御根本无法抵挡，在场这么多人，估计只有自己能活下来，剩下的人都要被炸成粉末。周围观战的宇智波族人也发现了不对劲，他们对着宇智波富岳惊慌问道：“族长大人，志村团藏好像有些不对劲，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宇智波富岳皱着眉说道：“我猜这个老家伙是想要用同归于尽的忍术拉几个垫背的，快使用四子炎阵把对方围起来，避免造成更大的伤亡。”众人刚要行动，只听鸣人对他们大吼道：“他是想要自爆，你们的四子炎阵根本没有用，还是让我来吧。”嘱咐完宇智波忍者后，鸣人身上传超赛亚人的气不要命的向外扩散，随后将志村团藏整个人包裹起来，形成个直径10几米的球形的透明结界。看到这薄薄的透明结界，宇智波富岳有些担忧，这么薄的一层到底能不能挡住志村团藏的忍术？不过他选择相信鸣人，于是没有让族人做多余的举动，只是让他们稍稍往后退了退。而被困在透明结界最中心的志村团藏则是猖狂大笑道：“呵呵，漩涡鸣人，你太天真了，这么薄的结界就想抵挡住老夫的自爆，简直是痴心妄想！我绝不允许你们伤害木叶忍者村。无论是邪恶的宇智波，还是你漩涡鸣人，你们都陪老夫一起上路吧。可惜老夫没有当上火影，向飞间老师证明他的选择是错的。日斩根本不配成为火影，成为火影的应该是我志村团藏。”轰隆！说完，他的身体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巨大的能量从他体内倾泻而出，空气的震荡与能量的奔涌在透明的结界中显得华丽炫目。随后，透明的结界内掀起一股巨大的风暴，无数的能量在结界球中游走扩散，宛如宇宙大爆炸一般的壮丽。那狂暴的光芒看得宇智波忍者头皮发麻，他们不自觉地想到，要是没有这透明的结界，如此狂暴的能量，以他们的速度绝对无法逃脱。不只是他们，就连那些躲在避难所中的，估计都无法幸免。宇智波可能在今晚真的就要灭族了。一想到那副场景，众人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纷纷向鸣人投去了感激的目光。他们宇智波虽然傲气，但对于强者的尊敬也是货真价实的，尤其是鸣人这样数次帮助他们宇智波渡过难关的强者。以他们的性格，也许不会表现出来，但却在心中彻底认可了漩涡鸣人这个朋友。甚至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已经对鸣人产生了个人崇拜，比如说宇智波道火。此时他看向鸣人的目光宛如粉丝见到偶像一般，眼中全是炙热与憧憬。不得不说，志村团藏临死前自爆的能量是真的庞大。鸣人看着面前的透明结界，心里有些感慨，只不过是盗用了一点自己的血肉，就能拥有如此强大的能量，要是自己失控，将会多么恐怖。想到这儿，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全力克制住自己的力量，绝不能让他暴走。只可惜他不会龙珠世界的武道修炼方法，否则可以通过练习武道来控制自身的气。
正在他胡思乱想间，结界中的力量逐渐平复，汹涌狂暴的力量渐渐沉寂下来。虽然内部还有着巨大的压力，但已经不像之前那么无序且混乱。感受着结界中传出的气息，鸣人点了点头。现在打开的话，已经没有那么强的冲击力了。然后他控制着透明的结界，缓缓打开了一条缝隙，瞬间一股冲击力震荡开来，剧烈的风压宛如呲水枪一般，顺着缝隙喷射而出。沿途经过的树木巨石尽数被气息穿透，所有的宇智波忍者，包括根部忍者，同时被气压吹得向后退了一步。再次定睛看去，十结界中已经没有了至尊团藏的身影，连一个碎片都不剩。宇智波富岳来到鸣人身边，疑惑问道：“这回应该是死了吧？”鸣人摸着下巴，他也不知道团藏到底死没死，不过看情况应该是死了。距离爆炸已经过去了大概有5分钟，至尊团藏的眼睛全是3勾玉血轮眼，伊邪那岐的持续时间顶多也就1分钟，就算对方剩下的4个眼睛全用上，也根本不够。想到这儿，鸣人对周围的宇智波忍者招了招手道：“没事了，至尊团藏已经死亡，剩下的就交给你们打扫战场吧。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回避难所里睡觉了，大家明天早上再见。”说完，他便朝着避难所的方向走去，弄得富岳有些无奈。他还想跟鸣人商议一下接下来的事要怎么做，这家伙就这么走了，也太不负责了。刚才战斗的时候他没有多想，现在战斗结束他可就犯了难。至尊团藏虽然死了，但宇智波的事还没有彻底结束。杀死了至尊团藏后，下一步要继续战斗下去，杀死猿飞日斩，还是到此为止，跟对方谈判。鸣人可不管接下来的木叶战与和，他现在只想赶紧找个地方呼呼大睡。不过在离开前，他还是对着根部忍者命令道：“全体解散，各回个家，各找个妈。有任务的去执行任务，没任务的回家睡觉。”根部忍者闻言化作一道道残影消失在原地。其中一道残影离开大部队后，拐了个弯，奔着火影办公室而去。半个小时后，猿飞日斩得知了至尊团藏的死讯以及根部的背叛，被吓得亡魂大冒。本来以为这件事交给团藏万无一失，即便出现了什么失误也能让对方背锅，结果连这个背锅的老伙计都死了，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随后他仔细询问了这名情报忍者，通过询问猿飞日斩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宇智波富岳跟宇智波鼬都开启了万花筒血轮眼，还有一个叫宇智波带土的小鬼，疑似6年前发动九尾之乱的幕后真凶。漩涡鸣人居然帮助了宇智波杀死的至尊团藏，这些情报宛如晴天霹雳阵的猿飞日斩说不出话。良久过后，他挥退了这名根部间谍，独自一人抽着烟斗。之前他听到的情报实在是太过魔幻，他想要好好冷静一下，思考接下来的对策。至于宇智波灭族计划，呵呵，现在谁灭谁还不好说呢。猿飞日斩此时已将熄了消灭宇智波的心思，反而担心起来宇智波会不会狗急跳墙，直接强攻火影大楼。这一天晚上，木叶和宇智波默契地选择了防守阵地。宇智波富岳派出3勾玉的族人不间断地巡逻，防止木叶偷袭。猿飞日斩甚至连木叶的护村结界都启动开来。二人如同2只缩在壳里的老王八沉默对峙，如同和威慑一样，谁也不敢将脑袋探出壳外。猿飞日斩独自一人在火影办公室中抽烟，他甚至都没有敢找水户门岩和转请小春，害怕这2个家伙听到团藏的死讯后脑袋一热，做出不理智的行为。木叶跟宇智波就这么陷入了沉默中，冷战足足持续了3天，双方没有过任何联系。这反常的举动自然引起了木叶村民的关注，精神紧绷的他们以为是忍界大战又要开始了，纷纷门窗紧闭，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出门。这种紧张的气氛惊动了水户门岩和转请小春，他们一同来到火影办公室。刚一进门，转请小春便迫不及待问道：“日斩，村子子为什么要进入警戒状态？难道是忍界大战又要爆发了吗？”猿飞日斩抽了口汗烟，随后眉头紧锁说道：“不是要爆发战争，是关于宇智波的事。”水户门岩疑惑道：“宇智波的事不是交给团藏处理了吗？对了，这些天都没有看到他去了哪里？”看着满脸疑惑的2个老伙计，猿飞日斩叹了口气说道：“团藏他3天前就已经死了。”此言一出，水户门岩和转请小春脸色巨变，连忙凑上来询问具体情况。猿飞日斩并没有隐瞒，将那天所发生的事全部说了一遍，最后还补充道：“现在根部已经不可信，他们已经被漩涡鸣人彻底控制。虽说现在还执行者村子颁发的任务，但本质上已经属于漩涡鸣人的私人武装，所以这次我开启木叶结界后，剥夺了他们进入木叶的权限。”水户门岩和转请小春闻言点了点头，这个做法很明智，万一这些人从内部反水，将会对村子造成极大的损害。不过2人还是对猿飞日斩颇有微词。水户门岩眉头紧锁道：“为什么不早点将这些重要情报通知我们？你就不打算给我们一个解释吗？”猿飞日斩心中暗道：“我给你们什么解释？你们2个什么德性，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万一让你们2个知道了，再闹出些什么意外，双方直接开打，到时候谁来收拾烂摊？”不过他并没有对2人将心里话说出来，而是对2人说道：“这次事态异常紧急，这几天我一直在忙着防疫部署，根本没有时间将这件事通知你们。”3人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而是商讨起了接下来的对策。水户门岩提议道：“接下来村子应该主动向宇智波发起进攻，
越是在这个时期，越不能向各大家族展示出村子的疲态，要以雷霆手段打服宇智波，即便不能灭掉宇智波，也要让他们对村子屈服，这样才能重新树立村子的威信。水户门岩在木业中负责外交事务，最近这几年他的工作非常不好做。火之国大名对于木业没有保住最强忍村的名号非常不满。火之国是忍界最强的大国，木业这个火之国最大的暴力集团理应是忍界最强的忍村，但3年前雷之国却高调的宣布云隐才是忍界最强的忍村，而做了忍界几十年霸主的木业居然没有对此抗议，连个屁都没放就默认了对方的说法。这件事让火之国大名非常恼火，多次斥责木业，想让他们将最强忍村的名号重新拿回来。但自家人知道自家事，木业现在有多虚身为顾问长老的水户门岩能不知道吗？因此他面对大名的斥责只能乖乖听着，因此他迫切希望木业赶紧制冷起来的。但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现在木业非但没制冷起来，宇智波还掀起了叛乱，因此他迫切希望木业拿出强硬的态度压服宇智波，震慑村子中的其他忍族。这时转请小春也提议道，我认为确实可以打，但不应该消耗村子的势力来打。木业中不是还有那么多的家族忍者吗？现在就是让他们展现忠诚的时候了，让他们每个家族都派出精英忍者组成联军，消耗他们的势力来对付宇智波，这样既可以消灭宇智波，还可以消耗这些忍族的势力。最近这些忍族也不安生，似乎对于木业被云隐给比下去也颇有不满，让这些不安分的家伙内斗，我们才能渔翁得利。水户门岩觉得转请小春想得太简单了，这样只能进一步暴露自身的虚弱，对于木业的威信打击更大。袁飞日展抽的旱烟，看着吵架的二人心中十分无奈。他此时在想另一件事，那就是双方能不能不打仗。经过最开始的提心吊胆后，袁飞日展也发现宇智波的进攻欲望并不强烈，甚至这些天他连一个宇智波忍者都没有看到。他大胆猜测，宇智波经过了这次事件后，也不想跟村子发生争端了，因此一直在等着对方主动派人来谈判。本来选择消灭宇智波就是想要吞掉对方，获得更多的利益，现在不仅吞不掉对方的利益，反而有可能被对方吞掉，那么再打下去，己方也占不到任何的便宜，还不如双方谈判和平收场。就在这时，一名暗部忍者顺身到火影办公室，单膝跪在袁飞日展面前说道，禀报火影大人，木叶结界外有人申请想要进入。袁飞日展眉头紧锁问道，是什么人想要进入？暗部忍者沉声回答道，宇智波一族族长宇智波富岳。袁飞日展腾的一声从座椅上站了起来，另外2名顾问也眉头紧锁。水户门岩问向暗部忍者道，他有说来做什么吗？暗部忍者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袁飞日展沉思片刻便说道，让对方进来吧。宇智波富岳进入木叶后直奔火影大楼而来，一边走他一边朝着街道两边看去。此时的木叶显得十分冷清，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宛如鬼城一般。没过多久，他便在暗部忍者的监视下来到了火影大楼前，刚一走近便看到了3位木叶高层。袁飞日展刚一见到宇智波富岳便上来热情的打招呼。宇智波富岳虽然脸上没有表情，但也礼貌的回应了对方。二人相谈甚欢，像是多年不见的老友一般走入了火影办公室，根本看不出来几天前他们还是剑拔弩张的敌人。看着宇智波富岳走进火影办公室，袁飞日展立刻遣退了里面所有人，就连影卫队都被他赶了出去。等到屋子里只剩下宇智波富岳和自己以后，袁飞日展收敛了脸上的假笑，板着脸一言不发地看着宇智波富岳。宇智波富岳也同样板着脸看着袁飞日展，两人四目相对，半天也没有人主动开口。屋子中陷入诡异的寂静，良久过后，袁飞日展率先开口道，说说条件吧。袁飞日展也是个混迹政坛多年的老政治家了，虽说他的政治水平估计连名媛前世的小学生都不如，但跟什么样的人说什么话他还是明白的。双方已经撕破脸到这个地步，再跟对方谈什么火之意志就有点自欺欺人了。这种情况下跟对方谈主意很不现实，所以还是坐下来谈生意吧。见对方如此痛快，宇智波富岳也不藏着掖着，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条件。袁飞日展听到对方的条件后，眉头逐渐舒展开来。富岳提出的条件无非是取消一些对宇智波不利的政策而已，同时还要求村子对宇智波的损失进行一些赔偿。这点要求对于财大气粗的木业来说根本不疼不痒。双方的协商很快便达成共识，谈好了所有条件后，宇智波富岳便准备转身离开。送着对方走出火影办公室，袁飞日展的脸色肉眼可见的难看起来。这次真是失算了，想不到漩涡鸣人居然会站在宇智波那一边，要是没有这个家伙，宇智波估计早就灭族了。这家伙平时不都是与世无争吗？怎么这次突然就出手了？他可不会相信鸣人只是单纯为了帮助宇智波佐助这个朋友，这里面一定有更深层次的目的，只是他暂时还没有察觉。一个在团藏眼皮子底下架空了他的根部都能让他毫无察觉的人，绝不可能是个单纯为朋友出头的莽夫。对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他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可能，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这个小鬼之前对自己展示了实力，耀武扬威一圈后便沉寂了3年，今天突然出手，便获得了木业第一大族宇智波的支持，而且还架空了根部杀死的至村团藏。拥有着宇智波和根部这2股力量，对方已经确立了基本盘。
那么这小鬼的目的便不言自明。想到这里时，他指尖捏得发白，这小鬼一定是奔着老夫的火影之位而来，只有这个解释才能说通对方的动机。真是可恶！老夫的火影之位是留给星之助的，这个小鬼居然想要染指，简直是白日做梦。看来福星之助上位的计划也要提上日程了。本来还想等自己干到死再把位置传给星之助，现在看来要让星之助提前上位，才能面对这个小鬼的威胁。几天后，木叶对外发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木叶顾问长老之村团藏被暗杀，已经确认死亡，而暗杀他的人就是在第3次忍界大战中大放异彩的瞬身止水。这个消息震惊了忍界，一些年轻忍者是惊叹于瞬身止水的实力居然能暗杀木叶长老，年长一些的成熟忍者则是惊叹于忍界之暗之村团藏居然会被暗杀。这并不是猿飞日斩故意刁难宇智波，而是他跟宇智波赴约商议后的结果。虽说志村团藏之前做了不少坏事，但毕竟是木叶的顾问长老，他的死一定要有人负责。如果死了一个顾问长老都无动于衷，那么木叶的木叶将会荡然无存。木叶这块金字招牌如果倒下，对宇智波也会造成巨大的影响。思来想去后，他们决定让宇智波止水来背这个锅。毕竟谈判就是在双方妥协下进行，不可能所有的条件都向着宇智波的一方，因此止水就是宇智波赴约妥协的结果。毕竟止水也算是宇智波的叛徒，把这个家伙卖了，宇智波也一点不心疼。不过稳妥起见，猿飞日斩还是决定不派出追杀部队进行追杀，只是对宇智波止水挂名通缉，甚至连赏金都没有，只是个挂名判人。这还是忍界中第一个没有赏金的 S 级判人，这让不少强大的赏金忍者瞬间失去了兴趣。要杀死这么一个没有赏金的 S 级判人得不偿失，所以说也不会有人想要去追杀这么一个茅坑里的石头。木叶跟宇智波的矛盾暂时告一段落，看似是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有人欢喜就有人愁。让我们把时间往前倒推几天，一片灰蒙蒙的奇异空间中，数不清的方形石台分布在此。其中一块方形石台上，戴着独眼螺旋面具的宇智波带土缓缓醒了过来。刚一清醒，便感觉一股剧痛传遍全身。他强忍着剧痛，摘掉了自己的面具，随后看向下方受伤的部位。他的胯下全是鲜血，痛感传遍全身，让他直冒冷汗。带土在确认了自己的伤势后，牙关紧咬，一拳敲在了石台上，地面被他敲出了蛛网般的裂痕。可恶的漩涡鸣人，居然打爆了自己的命根子，真是不可原谅。虽说他想要实现无限阅读，创造一个拥有灵的世界，但不代表着他已经不在乎这个世界的身体。而且这可是象征着男性尊严的部位，现在棍也没了，球也没了，这让他的愤怒已经达到了顶点。突然伤口处又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传来，原来是他用力时不小心扯动了伤口，鲜血鼓鼓的往外流。他赶紧用查克拉止住了流血的伤口，随后简单为自己包扎了一下，开启神威，来到了忍界南方的一片荒岛上。这是一片非常荒凉的岛屿，带土来到这座岛上后，拖着重伤的身体进入了一个幽暗的山洞中。这个山洞漆黑一片，但是对于拥有血轮眼的带土来说，亮得如同白昼。通过狭长的隧道后，映入眼帘的便是一片宽大的地下洞穴。这是一个天然的地下溶洞，是宇智波斑的地下基地之一。刚一进入，就有白绝对他打招呼道：“这不是带土吗？居然是真的耶！居然真的来找我们了。”7、8个白绝凑了上来，对着带土手舞足蹈的询问。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带土，只是从其他白绝分身的共享记忆中知道过对方的情报，因此对于带土这个班大人的传人会来找他们感到非常兴奋。对方来找他们一定是有任务，这样他们就能出去玩了，真开心。而带土在见到这些白绝后，二话没说，直接摁到了一个白绝，随后掰开他们的大腿寻找起来。被摁到的白绝惊恐大吼道：“呀，带土你在干什么啊？快点放开我，救命啊！”其他白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纷纷将腿夹得紧了紧，警惕地望着带土。被摁在地上的白绝发现带土双目通红，似乎是在寻找着些什么，于是低下头好奇问道：“你在找什么呀？是在找便便的入口吗？我没有那个入口，你不用再找了。话说便便是什么感觉？”带土被气得拎起这个白绝的大腿，随后一把扔了出去。他本想着用白绝的身体补全自己的肢体，没想到这帮白绝连肢体和内脏都有，但就是唯独没有最重要的那个器官，真是可恶。其他白绝见带土发了这么大的火，纷纷讨论起来：“你们知道带土在寻找什么吗？”“不知道耶，但似乎是在找跟便便相关的东西。话说，如果他找到了我们，可不可以便便？我好想试试便便的感觉啊！”带土被这帮白绝气得咬牙切齿，这些白绝为什么没有自己想要的那个器官？这下自己要怎么补全身体？望着还在叽叽喳喳吵闹的白绝，带土决定先回到神威空间，安静的想想办法。随后他的身体周围浮现了一道空间漩涡，将他身体卷了进去。看着离开的带土，一众白绝失望不已，还以为有了新任务可以出去呢，没想到这个家伙居然只是来这里摁倒他们，掰开大腿看了看，随后又走了。这是什么意思啊？带土在神威空间中静静的思考对策。要说治疗伤势，自然就要找医疗忍者，而忍界最好的医疗忍者，估计也就是3忍之一的纲手机了。他当然老早就听说过对方的威名，甚至林的医疗忍术就是从纲手的学生那里学来的。算起来，林应该称纲手一声师祖。他相信以对方的医术，肯定能轻松治好自己。
但他是真不想去找对方，怕身份暴露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事情很羞耻，就算是让男医生来治疗，他都有些抹不开面子，更别说是让一个女医生来治疗。但这伤势也不能再拖下去，谁知道时间长了到底还能不能再治好。这时他想到了另一个人，那就是他的棋子漩涡长门。对方觉醒的地狱道能力可以完美的治疗肉体伤势，自己这点小伤自然不在话下。但他突然又犹豫起来，找对方治伤容易，但治疗过后自己的身份可就彻底暴露了，而且他的身上还有着诸多的秘密，这些如果暴露出来，很有可能会影响他的月之眼计划。于是接下来的几天，他一直处于患得患失的犹豫中，最终他下定了决心找掌门去治疗。他已经想通了一切，自己的身份早就被那个叫漩涡鸣人的家伙暴露得一干二净，他现在仅剩的秘密也不过是柱间细胞和月之眼计划。月之眼计划即便是接受了掌门的治疗，也根本不会暴露，他也是拥有万花筒写轮眼的人，即便对方拥有轮回眼，也没那么容易探查他的记忆。至于柱间细胞这个东西，即便让对方知道了，也没那么容易获得，更何况他就算真发现了柱间细胞，也未必会用。想通这些后，他毫不犹豫打开了神威空间，来到了雨之国。他决定给掌门透露一些情报，来换取对方为自己治疗。雨之国，阴沉的天空下细雨弥漫，雨隐村的居民个个身穿雨衣，在街上行色匆匆地跑过。而雨隐村最中心的中央高塔处，双脚残废的长门透过天道佩恩的双眼，审视着这个无时无刻不在哭泣的国家。天道佩恩是他用好友弥彦的身体制造而成，这并不是亵渎对方，是他想用对方的身体为忍界带来和平，完成对方的遗愿。穿着小组织长袍，一头蓝紫色短发的小南站在长门身边沉默不语。自从弥彦死后，他们两个人都变得沉默寡言起来，往日的欢声笑语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两个表情麻木的活死人。就在这时，二人不远处一道漆黑的空间漩涡凭空浮现。见到这道漩涡后，掌门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变化，而小南则是眉头紧锁，稍稍警惕起来。片刻后，带土从空间漩涡中走出，刚一出来便见到了掌门与小南二人。他不动声色地瞄了眼神不善的小南，随后对掌门说道：“掌门，我有些事想要跟你单独交谈。”言下之意便是想让小南离开，毕竟这件事有些丢人，还是不要让小南知道为好。不知为何，掌门跟小南觉得面具男说话的声音变得有些尖锐刺耳，不过心里也并没有多想。小南闻言眉头紧锁，对着带土质问道：“有什么事是不想让我知道的吗？”带土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件事属实有些说不出口。见他支支吾吾，这次别说是小南，就连掌门都有些警惕。这家伙平时到来说话都非常硬气，这次怎么感觉说话有些扭扭捏捏的？事出反常必有妖，掌门虽然自称为神狂妄自大，但并不是傻子。这个面具男对他有所图谋，这一点他可是能看出来的。于是这次他没有打断小南的话，任凭对方向面具男发难，就是想看看这个自称是宇智波斑的家伙到底想搞什么鬼。带土被搞得有点烦，以他贤二的大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跟对方解释。他越这样长门跟小南越警惕。只听小南怒道：“你这家伙果然心里有鬼，快说你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单独跟长门交谈？”说话间，他的身体开始化作无数纸张飘散在空中，纸张逐渐将带土包围，大有一言不合就出手的趋势。这样带土十分为难，总不能把自己被人打爆了下半身的事告诉小南吧？告诉掌门他就已经够丢人了，要是再让小南知道，那他就不用在小组织混了。小南见带土迟迟不回话，越来越确信自己的猜想，这个面具男一定是想对掌门不利。他操控着周围的纸张，逐渐靠近面具男，双眼死死地盯着对方，只要对方有过激的举动，便会瞬间遭受到他的猛烈进攻。见到如此情形，带土沉思片刻，缓缓将右手抬起，摸向了自己的面具。小南见到对方的举动，瞬间便要出手，结果却被长门拦了下来。面对着小南疑惑的眼神，掌门面无表情道：“放松点，他没有进攻的打算。”听到掌门这么说，小南逐渐停下了动手的动作，但眼神依旧警惕地望着面具男。就在掌门和小南警惕的目光下，带土直接将自己的面具摘了下来，对着二人露出了他的真容。这是他沉思良久的结果，他的脸已经被太多人见过，根本没有隐藏的必要。他可不信木叶会那么好心帮他保守秘密，与其被别人揭穿，不如自己主动露出真容。此时的他仍然是顶着那半张毁容脸，只不过左眼却是处于失明状态。这只眼之前是三勾玉血轮眼，在跟鸣人战斗的时候使用一邪纳奇，所以已经失明。而掌门和小南见到带土的脸后，纷纷吃了一惊。随后小南嘲讽道：“你不是说你叫做宇智波斑吗？你这张脸跟终末之谷上的雕像一点都不像。”带土没有理会小南的调侃，对着二人自我介绍道：“我确实不是宇智波斑，之前只是借由对方的名头而已。不过我也不是跟对方毫无关系，你们可以把我理解为对方意志的化身。”长门直接打断道：“你是什么身份我并不在意，我只想知道你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可别告诉我之前所说复活石尾的计划也是你瞎编的，如果是的话。”说到此处，掌门的身上杀气四溢，仿佛要将眼前之人碾碎一般。带土连忙解释道：“复活石尾的计划自然是真的，我可没有闲工夫编出一个谎话来骗你们玩。我来找你其实是有一件私事，不方便别人知道，
因此小南还是暂时回避为好。小南凝眉道：“你这家伙的话根本就不可信，之前你已经骗过我们一次了，还希望我们相信你第二次吗？”戴土没有理会小南，而是看向了掌门。后者沉思片刻后对小南说道：“你就暂时回避吧。”小南还想说什么，但被长门打断，无奈他只好转身离开。但是在临走前，用着凶狠的目光瞪了戴土一眼，意思是对方如果敢做些什么，他绝不会让对方好过。戴土没有理会这个疯女人，等到对方的查克拉气息完全消失在感知中后，他缓缓将自己的事说了出来。当然，他并没有说有关于宇智波斑的事，只介绍了他宇智波戴土的身份，还有这次来找对方的目的。掌门在听完后，脸上古井无波的表情变得有些奇怪，目光有意无意地往戴土的下半身扫了扫，让戴土非常不自在。不过长门也是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即便是再离谱的事，他都可以面无表情地承受。等对方说完后，他便点了点头说道：“我可以帮你治疗。”只见他双手结印，随后通灵之术施展，一个身材高大、体型健硕、脸上全是横肉的橘发中年人出现在戴土面前。这便是长门的地狱道佩恩，能力是修复物品或者治疗伤势。地狱道佩恩出场后没有多废话，直接召唤出了预言望，随后示意戴土进入预言望张开的大嘴中。戴土看着预言望，说不紧张是假的，但为了自己下半身的幸福，还是咬了咬牙，一头钻了进去。等戴土进入后，预言望的大嘴突然关闭，随后就见他下巴不断蠕动，开始咀嚼起来。整个房间内寂静无声，只剩下预言王嘴嚼食物的动静。片刻过后，他的嘴再次张开，戴土从中走出，身上的伤势全部恢复。伤势痊愈后，戴土再次将自己的面具戴了起来，随后对着掌门说道：“我的身份已经被泄露了出去，再过不久估计就会传播开来，所以我已经没有必要隐瞒身份了。”掌门沉思片刻，随后说道：“你的身份是怎么泄露的？”戴土摇了摇头回道：“透露我情报的是木叶一个叫做漩涡鸣人的人，这个家伙非常古怪，明明只有6岁，但却有着比成年人还要高大的体型。身份是木叶村4代火影的儿子，实力非常强大。如果你遇到的话，一定要格外小心。”掌门闻言点了点头，但心中并不在意。拥有轮回眼的他，就是忍界无敌的存在。那个叫漩涡鸣人的家伙，就算再强，还能挡得住自己这双眼睛吗？恢复完伤势后，戴土没有久留，直接使用神威离开。他还要去雾隐一趟，加固施加在4代水影身上的幻术，所以没时间在这里闲聊。他刚一走，小南便从远处的黑暗中缓缓走出，对掌门说道：“你还是要跟这个家伙合作吗？”就跟我们猜测的一样，这个家伙根本不是什么宇智波斑，只是个借用对方名号的假货而已。而且他的实力也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强大，除了那诡异的时空间忍术外，其他的并没有什么出彩之处。这次还被人……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随后继续面无表情地说道：“被人打得这么惨，说明他的能力也并非无解的。”掌门看向小南问道：“你到底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吧。我认为这个家伙根本就没有合作的价值，我们收集尾兽根本就没有必要带上这个家伙，完全可以一脚踢开这个家伙，我们自己单干。”小南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他认为戴土根本就没有利用价值。而此时掌门却是陷入了思索，刚才他在给宇智波戴土治疗时，也发现了对方身上的不同寻常。对方的生命力异于常人，他自认为自己的生命力已经非常强大，在供养外道魔像的同时，还能同时操控6道佩恩，足以说明他的体质有多强。但这个宇智波戴土的身上居然有着比自己还要强大的生命力，这一点让他十分惊讶。不仅如此，他还发现了宇智波戴土的心脏上有着一个别人射下来的封印，那封印上透露的查克拉气息明显不是宇智波戴土本人的，看起来这家伙也只是个被别人利用的棋子而已。真是个可笑的家伙，谎称自己是忍界的幕后黑手宇智波斑，结果却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掌控，只是个棋子而已。不过对方的能力还是很有作用的，那种神出鬼没的时空间能力，即便是他面对也非常棘手。念及至此，他对小南说道：“那个家伙的时空间能力很有用，分对方一杯羹也没有什么，在我这双轮回，眼下对方也翻不出什么风浪来。”县掌门态度坚决，小南也没有继续劝说，而是顺势说起了另一件事。刚刚我收到了角都的汇报，他说这次给他安排的新搭档在任务中又不小心死了。说到这里时，小南的眼中浮现一丝杀意，傻子都能看得出来，这次新成员又是被对方故意害死，角都这种人是他最厌恶的。掌门沉思片刻，随后说道：“不必在乎这些叛人的死活，这帮家伙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死了也没什么可惜的。现在组织里的人手还是不足，需要继续扩大才行。你这段时间留意一下忍界有没有活跃的叛人，不用在乎他们的身份或者危险程度，只要实力足够就拉进组织来。对了，自来也老师还在调查大蛇丸吗？”说到这里，石掌门跟小南的语气都有些低沉。小南回答道：“没错，自来也老师一直在盯着大蛇丸不放，甚至已经有了顺着对方找到我们的迹象。这个大蛇丸跟宇智波戴土是一路货色加入小组织的目的都不纯，我觉得可以将大蛇丸直接放弃，或者暗地里解决掉，没有必要留着对方增加暴露我们的风险。”掌门果断摇头说道：“没有必要，如果自来也老师真的调查到了我们身上，到时候我会出手。”说到这里时，他又补充道：“不过通知大蛇丸那个家伙，让他尽量低调一点。上次他私自去雾隐，差点就暴露了组织的行踪，现在还不是小组织暴露的时候，让那个家伙注意一点。”二人又商量了一些事以后，小南便离开了中央高塔。
宇智国虽说名义上掌门是首领，但具体事务全是小南来做的，所以说他非常忙。离开后，他第一时间便来到了宇智国的情报部，直接找到情报部部长问道：“把忍界最近活跃的叛忍名单都拿来给我看看。”情报部部长见到天使大人亲自到来，不敢怠慢，连忙将最近忍界发布的叛忍名单一一列举出来，给对方过目。接过名单后，上面第一个人便引起了他的注意：宇智波直水，木叶 S 级叛忍，在刺杀了木叶顾问长老志村团藏后，叛逃村子，成为了叛忍。悬赏金0。原本只是随意瞥了一眼的小南，瞬间呆立当场，随后对着情报部部长大吼道：“木叶的志村团藏死亡的消息准确吗？”情报部部长被吓了一跳，点了点头说道：“今天刚传来的情报，已经核实过了，确认是真的。”小南经过短暂的震惊后，迅速恢复了冷静，他转身准备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掌门，顺便还有这个宇智波直水的情报。他很看好这个家伙，对方有着拉近小组织的价值。木叶村忍者学校，今天是新的学期开学的日子，鸣人、雏田跟佐助三人正式入学，成为了忍校的1年级新生。坐在教室中看着吵吵嚷嚷的新生鸣人，心中十分感慨。记得上次上学还是在上次，那时候的学校还很那时候，转眼间都已经转眼间了。就在鸣人感慨时，教室门再次被打开，宇智波佐助满脸愁容的走了进来。瞬间班级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随后所有女生全部陷入了疯狂，对佐助抛媚眼打招呼，各种献殷勤。而班级里的男生全都露出鄙夷的眼神，不就是长得好看点吗？居然如此嚣张，真是可恶！他们心中非常不服气，发誓一定要在忍者对练中好好揍这家伙一顿。而作为众星捧月的主角佐助却丝毫高兴不起来，随便找了个空位便坐了下来，靠在椅背上思考人生。他之所以如此消沉，当然是因为宇智波鼬的事。对方自从被打败后，接受了简单的治疗，便被关进了宇智波最高级别的监牢中。昨天他对宇智波赴约软磨硬泡，才换到了一个去看望哥哥的机会。当时看到哥哥的惨状，他的眼泪直接就流了下来。宇智波又被捆得跟粽子似的，身上贴满了封印符，写轮眼自不必说，直接被刻画了特殊的封印，根本无法挣脱。别小看了忍界的封印术，在不反抗的情况下，即便是后期开启了轮回眼的佐助，都会被封印轮回眼，更别说此时只是拥有万花筒写轮眼的宇智波鼬。那天他跟宇智波鼬说了很多话，但是对方由于被封印的原因，根本无法回话。他也不知道对方的想法，最终只能无奈的离开监牢。出来时，他就顶着一双二勾玉写轮眼，成为了继宇智波直水跟宇智波鼬后，宇智波的又一个顶级天才。但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看到宇智波鼬的惨状，佐助心如刀割，但是却无能为力。对方做出了背叛家族的事，即便是他也无力为对方辩驳，只想着将来为家族做出更多贡献，希望以此偿还哥哥的罪过，让对方脱困。于是心事重重的他无视了周围小女生们的献殷勤，本想着这些烦人的苍蝇应该会很快离开，没想到这帮家伙却因为佐助那忧郁的眼神更加疯狂。原本佐助的长相就十分清秀，再加上如今的忧郁气质，使他在班级中直接封神，成为了万千少女追捧的偶像。看着众星捧月般的佐助，鸣人不屑地往地上啐了一口：“麻蛋，全是瞎子！要比美貌，老子也不逊色于佐助那个小娘炮。这帮小屁孩怎么就不来跟自己献殷勤呢？”其实现在的鸣人长相确实不差。出生时脸上的那几道像是胡须一样的纹路已经被他抹平，再加上刻意保养，现在的他比原著中的鸣人要白上很多，也是妥妥的小鲜肉一枚。但奈何佐助这个小王八蛋太不要脸，仗着继承于宇智波美琴的美貌，在忍者学校胡作非为，这让鸣人心中十分嫉妒不耻。第一堂课正式开始，上课的自然是1年级1班的班主任海野伊鲁卡。如今的他还不是忍者学校的优秀教师，只是个上课时会紧张的新手菜鸟老师。但是很快他的紧张一扫而空，因为他眼睛不经意间瞄到了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的漩涡鸣人。原本机械班讲着理论知识的伊鲁卡声音越来越富含感情，直到最后他的感情都溢了出来，直接对着鸣人吼道：“漩涡鸣人，你这家伙怎么搞的？上课第一天就睡觉？你来忍者学校就是为了睡觉的吗？你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觉的？”鸣人被吓得嗷的一声坐了起来，下意识大喊了一句：“我一个左正灯！”喊完后他稍稍清醒了些，抬头看着伊鲁卡那张愤怒的脸，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伊鲁卡额头青筋暴起，这一世他对漩涡鸣人倒没有什么仇视，毕竟3代火影已经澄清了鸣人跟九尾妖狐没有任何关系。但任何老师都无法忍受在自己讲课的时候下面会有学生睡觉，更何况这还是自己带新班的第1节课。漩涡鸣人，你给我到走廊外站着去！伊鲁卡几乎是大吼出来，吓得鸣人一个机灵。罚站就罚站呗，这家伙吼什么吼？于是他在忍者学校的第1堂课就这样在走廊中度过。下课后，一众小屁孩在操场上又跑又跳玩的不亦乐乎，鸣人则是坐在操场的秋千上兴致勃勃地荡秋千。说真的，他好久没有玩秋千了。前世的公园中全是一些压腿扭腰之类的运动器械，他想找一个秋千来玩真是太难了。如今总算又被他碰到了秋千，他一定要玩个够。就在他快乐的荡秋千时，一个脸上画着油彩的短发小男孩跑到了鸣人面前叫嚣道：“漩涡鸣人，我犬种牙要向你发起挑战！”在秋千上荡来荡去的鸣人低头看着这个小屁孩，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仍然坐在秋千上没有下来，
一边当一边问道：“你来挑战我做什么呀？”全种牙稚嫩的小脸上露出一副凶恶的表情道：“我听说过你这个家伙的恶行，在村子中横行霸道，一言不合就出手打人，是个极其危险的家伙。你这个家伙仗着提炼过查克拉就去欺负平民，真是我们忍者的耻辱。今天我一定要替那些被你打过的平民出头，好好教训一下你这个家伙。”这下鸣人听懂了，闹了半天这是个替天行道的热血青年，而且他也认出了这就是原著中那个养狗的犬种牙，中人考试里被鸣人一个屁击败的倒霉鬼。但鸣人现在可没有心情跟这个小屁孩瞎胡闹，理都没理这个家伙，继续当着秋千。他无视的态度瞬间激怒了犬种牙，这家伙也太目中无人了，居然无视了他，真是可恶。他看准机会上来，就是一脚直奔着鸣人的脸踹来。这一脚是大力沉，要是被对方踹到，估计肯定会骨折，犬种牙的腿会骨折。鸣人见状，赶紧用力后仰，让秋千往后荡得快了一些，险之又险地躲过了对方这一脚。正当鸣人稍稍松了口气时，他的秋千已经飞到了最高点，随后被地心引力再次拽落而下。一脚踢空的犬种牙刚想再次出手，不料鸣人竟然坐着秋千，顺势一脚蹬在了他的脸上，将他整个人蹬得飞了出去。望着被踹飞后在地上打滚的犬种牙，鸣人被吓得头皮发麻。这要是不小心把这个小屁孩踹出，好歹来自己良心要被谴责一辈子。没错，鸣人以前虽然也打过不少熊孩子，甚至连他们的家长都打过，但他是个有原则的人，那就是不打无辜老幼。见到犬种牙被自己误伤，连忙上去查看对方的伤势，幸好对方也是个提炼过查克拉的准忍者，否则这一脚估计真要踹到医院去。见对方没事后，鸣人松了口气。见到对方那双随时要哭出来的眼睛时，鸣人心中拥有了些许愧疚感。他无奈道：“你这家伙也真是的，我跟你又没仇，你犯得着为了谣言来挑战我吗？”犬种牙一边抽泣一边说道：“但是我昨天逛街的时候听到有人说你经常吃霸王餐，还有人说他在走夜路的时候看见你在阴暗的角落里虐杀了不少小猫小狗。我一想到这些就一肚子气，要是不来打你一顿，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鸣人额头上全是黑线，自己的名声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臭了？他记得最近木叶村民比以前老实了不少，自己上街时还有人主动跟自己打招呼，为什么自己的名声还是那么臭？随后他又低头看向了不停抽泣，眼中却散发着不屈光芒的犬种牙。这傻小子脑子虽然不好使，但心不坏，而且还是12小强之一，不如就让这家伙也加入修炼队吧。想到这儿，鸣人笑了笑问道：“你叫犬种牙是吧？你想变强吗？”犬种牙停止了抽泣，随后歪着头疑惑道：“当然想啊，你问这个做什么？”鸣人拍了拍犬种牙的肩膀，随后说道：“想变强的话，明天早上8点就来村外的南河川。”说完他转身就走，根本不理会在身后叫嚣的犬种牙。他已经决定从明天开始用影分身来上课，在这忍者学校确实没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在河边摸鱼痛快呢。想到这儿，他在地上捡起了一颗石子，朝着秋千后面的大树上扔了过去。在石子击中大树后，他抱着头，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朝着教室的方向走去。犬种牙非常生气，不仅是因为他被对方踹了一脚，还因为自己居然在对方面前哭鼻子，真是丢死人了。这家伙说明天早上8点在南河川集合，还真把他当成傻子了。明天要是信了对方的鬼话，早上8点去南河川铁定会迟到，到时候伊鲁卡老师一定会狠狠教训自己，说不定还会把这件事告诉自己妈妈。一想到自己老妈那张阴沉的脸，犬种牙就感到背脊发凉。不行，自己绝不能上当，明天早上一定要准时来上学。而他不知道的是，刚才发生的一切都被秋千后面乘凉的奈良鹿丸所听到。他无奈地挠了挠头，心中暗道：真是够麻烦的。第二天早晨8点，犬种牙准时来到了南河川旁。昨天他经历了一晚上的思想斗争，连觉都没有睡好，最终他做出了这个违背老妈的决定，选择硬着头皮相信鸣人一次。他发誓只相信鸣人这一次，要是对方敢骗他，他一定好好揍这家伙一顿。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南河川旁，结果刚一到附近，便看到了身穿白色武道服的漩涡鸣人，而且不止鸣人一个，这河边除了他外，还有5个正是宁次等人。这些人其中有的他昨天开学的时候见过，有的根本就不认识，不知道这帮人是做什么的。正在一边修炼一边摸鱼的鸣人看到犬种牙后，瞬间眼前一亮，对着他挥手喊道：“还愣着干什么？快过来啊！”一脸懵逼的犬种牙一脸懵逼地走到鸣人面前，随后一脸懵逼看着对方那副一脸懵逼的表情，鸣人叹了口气，给他解释了一下自己这帮人的目的。经过对方的解释，犬种牙对于这个小团体有了初步的了解，他兴奋道：“也就是说这是个可以修炼变强的组织，那我们组织有没有什么最终目的之类的目标？”这一下把鸣人给问住了。一开始他组建这个小团体完全就是为了玩蛋这个目的，好说不好听，即便是以他的脸皮也不好意思说出口。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让这些人长大之后帮他打工，但这个目的就更不好说出口了。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当鸣人发现自己拖得越久，犬种牙这个家伙就越兴奋，似乎是在期待着什么。鸣人高深莫测地点了点头，随后说道：“没错，就是你想的那样。”犬种牙闻言瞬间热血沸腾，漩涡鸣人这个家伙太了不起了，居然有着如此宏大的目标，这个组织他加入定了。
见这个家伙如此兴奋，鸣人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对着宁次挥手，将对方叫了过来。被打断修炼的宁次疑惑问向鸣人道：“找我有什么事吗？”鸣人一直拳肿牙说道：“这个家伙是新人，等下你教他爬树跟踩水的技巧吧。等到他查克拉方面基础打得牢一些，就教他气的修炼法。”宁次不爽道：“凭什么让我来教？我也要忙着修炼，哪有时间教他？”看到宁次这副刺头的模样，换作是以前鸣人肯定跟他讲一些关于格局的大道理，现在鸣人可没有这个闲心，直接不耐烦道：“别废话，赶紧带他下去修炼，除了他之外还有好几个新人要来，别耽误时间。”说完，他的目光朝着不远处的草丛里看去，而在草丛中，几个人影正在挤来挤去，窃窃私语。山中景野对着身旁的奈良鹿丸抱怨道：“真不知老爹发什么神经，好好的教室不带飞，让我跟你到这里来。”鹿丸也是叹了口气，昨天他把漩涡鸣人的事跟自己的老爹说了一下，本来是想让老爹帮忙想个办法如何拒绝漩涡鸣人的邀请，结果他老爹思考了片刻后，拍着拍他的肩膀，对他说：“早上一定要准时到，南鹤川千万不要迟到。”当时他都懵了，不知道自己老爹刚才沉思片刻到底在想些什么。而第二天早上准备出发时，突然就发现了另外几个人，分别是山中景野、秋道丁次还有春野樱。当看到这几个人的时候，他瞬间就明白过来，自己老爹昨天晚上连夜通知了他那几个好友，让他们的儿子女儿也加入逃课的行列。更要命的是，景野这个家伙还叫上了他的好闺蜜春野樱，本来一个女人就够麻烦了，现在又多了一个，麻烦到家了。想到这儿，鹿丸叹了口气，对景野小声说道：“我也不想来啊，但我那个老爹不知发了什么神经，非要我过来，我也没办法。”景野似乎是找到了共同话题，连忙点头说道：“是啊，我老爹也不知道发什么神经，非让我跟你一起过来。丁次也是一样吗？”秋道丁次眯着眼睛，隔着眼皮都能看出他无辜的眼神来。虽然没说话，但景野已经知道了他的答案。他叹了口气，无奈道：“哎，我可真是倒了大霉了。本来好好的在教室上课，结果却遭了这网之灾。你说是不是啊，小樱？”此时的小樱还不是后期的樱歌，还只是个腼腆的小女孩，面对着景野的问题，尴尬的笑了笑道：“是啊，景野可真无辜。”与此同时，他的心中另一个人疙瘩骂道：“你无辜个屁，老娘才是最无辜的！突然被你拉过来说女孩子自己一个人外出很害怕，想结伴外出，结果就被你拉过来趴草里被蚊子叮，你还好意思跟老娘说你无辜？你无辜个锤子！”鸣人一脸黑线的看着四个人说悄悄话，最终无奈的一扶额说道：“都出来吧，我早就发现你们了。”刚才还晃动的草丛突然一静，最后山中景也站了起来，故作镇定的笑道：“真没想到你这家伙的感知力还挺强的，我们隐藏的这么好都能被你发现，真是不可小觑。”鸣人心中暗道：想发现你们还用得着开感知忍术？你们四个躲在草丛里，春野樱穿着红衣服，你穿着紫衣服，奈良鹿丸穿着白衣服，唯一一个穿着绿衣服的秋道丁次那屁股撅得比草丛高出半个头来，傻子才看不出来呢。随后他又叹了口气，本来是想着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与其训练犬种牙一个，还不如多加上一个奈良鹿丸。没想到突然又多出来了三个，不过事已至此，就把他们一起全都交给宁次吧。宁次满心郁闷，好事这个家伙从来没想过自己，坏事全往自己这里推，真是个可恶的混蛋。看着人数越来越多的队伍，鸣人突然想起来，是不是要给这支队伍起个名字了？念及至此，他拍了拍手，将正在修炼的雏田几人全都叫了过来。等大家到齐后，清了清嗓子，对大家说道：“我把大家叫过来，是有件事情要跟大家商议。你们看，今天又加入了5个新人，我们的队伍已经初具规模，也是时候该给这个小队起个名字了。”众人觉得鸣人说的有道理，于是小李举手问道：“那么鸣人，你想给这支队伍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众人纷纷将目光投向鸣人，虽然不想承认，但这支队伍确实是对方拉起来的，名字也理所当然应该由对方来起。鸣人沉思片刻，随后说道：“我提议咱们这支队伍就叫做木叶12小强吧。”众人额头上布满了黑线，这家伙起的这是什么怪名字啊？别的组织名字都是威武霸气，这个家伙的名字怎么这么怪呢？这时鹿丸举手示意有话要说，在鸣人点头示意后，他直接开口道：“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叫木叶12小强，这里明明只有11个人，叫12小强有什么意义吗？”鸣人沉默了，随后他一个一个开始数，原本宁次跟自己这批人有6个人，今天又新加入了5个，好像真只有11个人。我勒个去，木叶12小强为什么少了一个？此时戴着墨镜坐在忍者学校里上课的有女智乃打了喷嚏，他的朋友很少，到底是谁在念叨他呢？而台上的伊鲁卡见到有女智乃这副模样，满脸黑线，这个学生上课还戴着墨镜，弄得比他这个老师还酷，这让他有些没面啊。而南鹤川旁的鸣人想了半天，突然一拍大腿想了起来，犬种牙还有条狗叫做赤丸，他记得原著里那只白狗后来长得还很大，都成了他的坐骑了。不过看犬种牙现在的模样，估计那条狗还没有出生，为了一条还没有出生的狗起名叫12小强，确实有些不太好。于是他对其他人问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这个组织要起什么名字？你们有没有主意？”这一下像是捅了马蜂窝，这帮东起一个名字，西起一个名字，都觉得自己的名字好。佐助想管这支队伍叫做欧尼酱小队，
一旁的景野和小樱还给他捧臭脚，说他起的名字好，结果被其他人无情拒绝。雏田想给这支队伍起名叫鸣人小队，被除了他和鸣人外的所有人联名拒绝。众人拒绝的理由不是雏田的名字有问题，而是鸣人有问题。至于轮到宁次起名字的时候，还没开口就被鸣人 pass 掉了。这个家伙的意见不重要，鸣人直接跳过了他询问下一个人，弄得他郁闷无比。最后众人吵成了一团，都觉得自己的名字好，都觉得别人的名字差。这帮家伙吵来吵去，弄得鸣人都快疯了。刚想呵斥这帮人让他们不要吵时，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只见他对着众人拍拍手说道：大家不要吵了，我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名字。众人停止了争吵，纷纷疑惑地看向了他。只见他清了清嗓子，随后对众人说道：我认为咱们这支队伍应该叫做发疯小队，而我们的口号就叫做彻底疯狂。大家觉得怎么样？是不是被我的才华震慑住了？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随后默契地远离了鸣人几步，害怕对方的病传染给自己。看着众人的表现，鸣人满脸黑心，随后一转头发现只有雏田还站在自己身边，顿时心中一暖。果然还是只有雏田最暖心。正当他想对雏田说些什么的时候，对方率先开口道：鸣人君，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康复的。鸣人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这妹子的真诚打得他措手不及。经过了激烈的争吵，组织的名字总算定了下来。这个名字是宁次提出的，叫做光组织，寓意着照亮忍界的光芒。这个名字提出来便得到了众人的一致好评，大家都觉得这个名字不错，只有鸣人一个提出反对。他觉得这个名字也太土了，根本体现不出来组织的神秘与霸气，根本不如他起的发疯小队好听。但他的反对被周围人无视了，众人纷纷表示不想跟鸣人一起发疯。最终鸣人选择了妥协，光组织正式建立。扯皮了一阵后，众人再次回归了修炼中。鸣人将雏田拉到一边进行特训，小李和天天已经成功感悟到气，现在正处于体术对练中。佐助也陷入了疯狂的修炼，景野和小樱表示想要跟佐助一起修炼，但是被宁次凶厉的眼神吓得不敢说话。他是最郁闷的一个，别人都在努力修炼，只有他要抽出时间教这5个新人。最关键的是看到鸣人将雏田带走，心里满是不爽。但是已至此，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开始教这几个新人基础的修炼。在修炼之前，他先对几人问道：你们是想先进行查克拉的修炼，还是先要进行气的修炼？犬种牙举手问道：请问宁次前辈，什么叫做气？其他几人也十分疑惑。小樱自不必说，他一个平民跟这些大家族出生地孩子本身就有代沟，就连鹿丸几人也是眉头紧锁，他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气。快叔哥！见对方不懂，宁次便耐心地解释起来，以他的理解为众人解释了下所谓的气是什么。气类似于查克拉，但却不同于查克拉，虽然力量的来源很接近，但本质却截然不同。查克拉是肉体能量和精神能量按照一定比例融合后所形成的力量，而气则是肉体能量和精神能量未融合前质变的产物，它的来源包括于勇气、正气与元气3个方面。勇气和正气是精神能量质变的产物，而元气则是来源于肉体能量，二者未融合前便在身体里单独发生了质变，于是便形成了气这种破坏力极强的超凡体系。龙珠世界的武道究竟如何感悟气，鸣人并不清楚，不过他推测应该是靠着常年修炼武道，从肉体能量质变出元气，开始拥有了气。但他研究出来的方法则是靠着单纯的精神质变而来，类似于孙悟饭教比迪利的方法，集中精神提炼出气。犬种牙5人对于什么勇气、元气之类的听得一头雾水，但大概意思他们算是听明白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查克拉的力量。毕竟查克拉的定义是精神能量与肉体能量的融合，但这种名为气的能量在融合之前便产生了质变，等质变之后，即便融合在一起，也根本无法形成查克拉，属于完全不同的2种能量。这时鹿丸才察觉到这个组织的与众不同，原本只以为这是个小孩子建立起来用来玩的组织，没想到这个组织中居然还隐藏着这么强大的修炼法。其实忍界也不是没有查克拉体系外的修炼体系，比如说巫女的巫术、邪神教的特殊仪式，还有本土不掺杂查克拉的仙术等。但这些能量最终都被查克拉所取替，原因便是普及性远远不如查克拉。查克拉这种能量是一种万金油的能量，理论上来讲，任何人都可以提炼出来，只不过有些人天赋太差，根本没有必要培养而已。比如说忍者学校入学时的测试体能仪式，这一步就刷掉了绝大多数肉体能量不合格的孩子。这些人不是无法提炼查克拉，而是提炼出来后根本没有实战价值，你训练他们就是浪费资源，还不如一开始就把他们淘汰掉。因此对于气这种神奇的能量，鹿丸虽然很惊讶，但也并没有颠覆3观的那种感觉，只觉得这个修炼体系也许很有趣，练一练也没什么坏处。但当他看到站在河面上的宇智波佐助时，他彻底不淡定了。只见佐助右手食指上凝聚着一团绿色的查克拉，这些查克拉经过扭曲后，逐渐从无序的状态变成了数字1，紧接着数字发生变化，从1到0不停变化，看着他目不暇接。这份查克拉控制彻底惊呆了鹿丸，居然能让查克拉维持固定的形状，改成数字的模样。这种对查克拉的控制力，他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难道说这也是修炼的那种叫做气的能量带来的改变吗？鹿丸猜的没错，这确实是修炼了气的忍者才能够做到的事。
想要靠忍界本土手段做到对查克拉如此强大的控制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很抱歉，他不是本地土著。查克拉如果难以控制，就把气掺杂在查克拉中，然后强行束缚对方就行了。一开始的时候，查克拉还要被气束缚才能做到这种状态，但久而久之，忍者对于自身查克拉的掌控也会逐步提升，最后即便不需要气的辅助，也可以做到如此强大的控制力。至于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当然十分重大。现在鸣人、雏田、佐助、宁次4个人已经可以做到无影施展忍术，鸣人可以做到左手一个忍术，右手一个忍术，换着花样往外放。佐助不仅能在嘴里吐出火球，还能在手里放出火球，比以前潇洒多了。雏田跟宁次虽然不习惯使用忍术，但他们的柔拳威力也提升了非常多，甚至可以做到将查克拉打到敌人体内后，还可以对查克拉进行操控，属于对人体进行2段3段破坏。想到了这些后，鹿丸不再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认真按照宁次的要求训练起来。一天时间匆匆而过，看到太阳即将落山，鸣人宣布今天的修炼结束，随后邀请大家一起去一乐拉面吃一顿。众人正好也饿了，既然鸣人这个光组织首领要请客，他们也自然不会拒绝。11个人浩浩荡荡走在街上，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当然这些目光主要还是落在鸣人的身上，警惕地躲避着对方，避免跟对方发生接触，但在跟鸣人对视的时候，却又露出礼貌的笑脸，生怕惹恼了这位爷。而面对村民们热情的问候，鸣人也挥着手礼貌的回应，形成一幅邻里和睦的美丽画卷。看到周围人跟鸣人热情的打招呼，犬种牙挠了挠头，疑惑道：不对啊，这怎么跟我印象中有些不一样？一旁的鹿丸疑惑问道：有什么不一样？我记得木叶村民在提起鸣人的时候，个个咬牙切齿，怎么现在都对他笑脸相迎？难道是我认错人了？那个漩涡鸣人不是这个漩涡鸣人？犬种牙疑惑问道。鹿丸耷拉着死鱼眼，看着前面跟木叶村民热情打着招呼，有说有笑的鸣人，心中叹了口气。人生如戏，全看演技。鸣人这个家伙看来也很喜欢跟这些木叶村民一起演戏，他不应该当忍者，应该去当演员才对。就在这时，街边2个路人的窃窃私语引起了鸣人的注意。你听说了吗？那个叫做木之杀鬼的叛人被村子里的上忍星之助大人所击杀。当然听说了，我还听说那个木之杀鬼当年可是凶凶极恶的恐怖叛人，是个能与3人比肩的邪恶存在。太好了，如此强大的叛人被消灭掉针，视为木叶除去一大祸害。是啊，有星之助大人镇守木叶，真是让人安全感倍增。听着这些村民的讨论，鸣人疑惑地歪了歪头，这个星之助难道是元飞日斩那老货的长子元飞星之助？难道是元飞木叶丸那个英年早逝连镜头都没有一个的老爹元飞星之助？这不对吧？他是不是错过了些什么，导致剧情有些紊乱？对于元飞日斩这个长子，他也不是没有了解过，根部可是清清楚楚地记录着对方的情报。这家伙实力不是强不强的问题，是他娘的走关系才当上的上人。首先要说明一下，所谓的忍者等级并不是指实力，而是职称。有些忍者的实力远远高过现在的忍者等级，只是还没有或者不想晋升而已。但凡事都有例外，有实力足够但是不想上升的，就有实力不够反而上去了的。比如说这个元飞星之助，根据根部的报告，这个家伙的综合实力顶多只有精英中忍级别，实力在中忍中算是顶尖的，但是对上忍来说还是小卡拉米一个。靠着在自己老爹那里学会的诸多火遁忍术，才能勉强达到特别上忍。真打起来，估计连原著中被马姬秒了的那个月光疾风都不如。但就这个水平，还是被不要脸的提拔成为正式上忍，靠着走关系才成为了木叶的中流砥柱之一。就这种原著剧情都懒得给一个镜头的家伙，居然被吹到了比肩3人。这元飞日斩最近是不是老年痴呆了，还是出门忘吃药了？这么捧杀自己儿子，怪不得原著中这家伙连面都没露过，太丢人了，不想露面。鸣人摸了摸下巴，这元飞日斩这个时候如此吹嘘自己儿子，难道是想让对方积累声望，成为下一任火影吗？确实有这个可能，自己那个便宜老爹死后10多年时间没有选出5代火影，估计就是在等着元飞星之助成长起来，把位置传给他。不过这些都无所谓，谁当火影都不影响他在木叶继续逍遥快活。想到这儿，他继续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奔着一乐拉面而去。就在缺一个人的木叶12小强在一乐拉面吸溜面条时，一个黑袍人来到了宇智波富岳家的后院中。黑袍人进入宇智波富岳家后院，左拐右拐，来到了一间封闭的密室门前，伸手刚想打开密室的房门，只听吱嘎一声，门竟然自己打开了。黑袍人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顺手关上了房门。光线昏暗的房间中，宇智波富岳站在蜡烛旁严肃说道：我等你半天了，止水。宇智波止水将黑袍的兜帽摘下，露出了他那张严肃刚毅的脸。不过此时的他脸上已经褪去了曾经的阳光，变得凶狠阴厉起来。望着宇智波止水的脸，宇智波富岳叹了口气，随后说道：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止水声音低沉，仿佛强压着怒火说道：家族为什么要跟木叶停战？明明打下去宇智波的胜算更大。宇智波富岳皱了皱眉，他没想到止水这个叛人通过家族的特殊渠道找到自己是为了说这件事。他其实是不想见止水这个家伙的，现在的止水在宇智波和木叶可谓是两头反。这家伙先是背叛了家族，随后还背叛了元飞日斩，现在双方都不待见这个家伙。木叶高层之所以没有给对方的通缉令定赏金，
完全是袁飞日斩，怕宇智波面上难堪。其实就算对方给止水定赏金宇智波一族，也不会说什么，毕竟这种叛徒人人得而诛之。宇智波富岳现在风头正盛，仗着自己拥有万花筒血轮眼和帮助宇智波渡过难关的威望，才敢偷偷见止水这个家伙。换了是以前他没暴露万花筒血轮眼的时候，绝对不敢冒风险见这么一个叛人，一旦被发现，必然会严重影响自己族长的威信。因此听到止水的话后，富岳很生气，自己冒着这么大风险见对方居然只是为了这件事，让他心中微微有些恼怒。只听他冷哼一声说道：“这是家族的事，就不劳烦你这个叛人操心了。趁着我还没有生气，赶紧离开吧。”止水咬了咬牙说道：“我知道过去的我犯下过大错，我也知道现在的宇智波已经不可能容得下我，但现在的我已经是真心悔改，我真的不忍心家族再次上了木叶的当，再面临灭族的危机。”宇智波富岳眉头紧锁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赶紧给我说清楚。”止水语气低沉道：“上次与木叶的战争就不应该半途而废，应该继续打下去。凭借当时宇智波的实力，即便失败木叶也不敢跟我们鱼死网破。最坏的结果不过是我们宇智波离开木叶，再建立一个忍者村而已。凭我们的实力跟宇智波的威望，联系火之国大名，再建一个属于宇智波的忍者村，绝不是妄想。”闻听此言，宇智波富岳的表情舒缓了些，他已经确定止水是真的在为家族考虑，所以态度比刚才好了很多。但沉吟片刻后，他还是摇了摇头说道：“不行，当时你没有在族中，所以不知道家族的情况。经过了那一夜的战斗后，家族忍者的心气都快被打没了。虽然人员损失不多，但是他们的心态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在那种情况下，贸然对木叶出击，绝不会有好结果。而且那时候，漩涡鸣人已经不打算继续帮助宇智波对付木叶，他的目的不过是想要保住宇智波。但如果我们宇智波一族自己找死，他明确表示绝不会出手协助。而且现在木叶针对我们宇智波区别对待的条款已经被废除。现在想要挑动家族忍者再对木叶发动战争，或者出去费时费力的再建一个忍村，估计没人会同意。”止水闻言脸上瞬间浮现怒容，对着宇智波富岳吼道：“真是鼠目寸光！难道他们看不出来木叶在对我宇智波使用缓兵之计吗？这套方法不过是当年初代火影对我们的先祖宇智波班使用的方法翻版而已，先安抚住我们，等到我们的实力衰弱后，再故意刁难，把我们逼上绝路。现在他们没有能力吃掉我们宇智波，所以才用这种方法。等到以后我们宇智波衰弱，木叶高层绝对会故技重施，再次用区别对待的方法把我们逼上绝路。哪怕那个时候现在的木叶高层全部死光了，他们的意志也会传承下来，继续针对我们宇智波。我们就跟油和水一样，根本不可能融合在一起。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孤注一掷，彻底脱离木叶呢？难道你还指望将来的木叶高层会发善心跟我们宇智波彻底和解吗？”宇智波富岳被说得哑口无言，他知道对方说的没有错，但形势比人强，即便是他这个宇智波的族长万花筒血轮眼的拥有者，此时也无法改变族人们的想法。止水的方案如果在宇智波灭族夜当天提出来，绝对会有人支持，但现在已经晚了。生活在木叶的短期利益暂时超过了出去再建一个忍村的长期利益，这种情况下又会有谁放弃优渥的生活，跟着他这个族长出去吃苦呢？最终他叹了口气说道：“止水，我知道你说的都是对的，但现在形势已经完全不同，我劝你还是放弃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安心生活吧。如果你不习惯外面的生活，完全可以回到家族中。虽说你过去有过背叛家族的表现，但并没有对家族造成实际的损失。只要我帮你说几句好话，估计他们也不会再对你喊打喊杀。至于木叶那边，你也不用担心，他们就算知道你回到了宇智波一族中，也不敢对你怎么样。只要你不明目张胆的出现在人前，在宇智波的地盘上隐姓埋名的生活，绝对没有问题。你觉得怎么样？”止水听到傅岳的话后，面色黑如锅底。原本他在外面听说了宇智波傅岳的事，清楚对方开启了万花筒血轮眼后，还认为对方能成为他志同道合的盟友。他们两个拥有万花筒血轮眼的强者，一定可以联手再创宇智波的辉煌，至少不会再像从前那样仰仗木叶的鼻息生存。没想到傅岳这个家伙居然是个怂货软蛋，真是让他失望不已。他板着脸对宇智波傅岳说道：“让我回到家族可以，不过你要成为木叶的第5代火影，否则的话一切免谈。”傅岳叹了口气，心中暗道：“你以为我不想当5代火影吗？问题是我当不了，没那个能力，知道吗？这木叶根本就没人会支持宇智波，想要成为火影，还是要走回之前政变的老路，这不又逻辑闭环，走向双向奔赴的死路了吗？”见到宇智波傅岳这副表情，止水冷哼一声说道：“你这家伙怎么跟袁飞日斩一样软弱？我真是看错你了。既然你这个族长什么也不敢做，那就由我来暗中守护宇智波吧。”傅岳大惊，连忙问道：“止水，你到底想做什么？”宇智波止水直接转身头也不回地向门走去，用后脑勺回了傅岳一句道：“当然是去做叛人应该做的事。”这个时候不知为什么，宇智波傅岳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火影中的经典台词：“止水不要乱来，记住，我才是宇智波的族长。”后者闻言，开门的手愣在原地，随后用力地抓住门把手，将门打开，说了一句道：“傅岳，你会后悔的。”说完毫不犹豫地摔门而去。密室中只剩下宇智波傅岳无奈的叹息。止水在离开宇智波傅岳家后院时，突然感到了一股熟悉的查克拉，他赶紧绕到富乐家正门，看着将宇智波佐助送回家后挥手道别的漩涡鸣人。
在宇智波佐助进门后，鸣人转过头朝着止水的方向同样挥了挥手，后者恭敬地对鸣人鞠了个躬，随后转身离开。那天如果没有对方，估计宇智波凶多吉少，因此止水对鸣人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但他准备将这份感激深埋在心中，并不想打扰对方的生活。现在想起来，对方的话句句都是至理名言，有些事还真是当局者迷。如果不是对方点醒了自己，估计自己要被元飞日斩那个家伙骗一辈子，就算死后可能都不会清醒过来。想到这时，他对木叶的恨又加深了一分。可恶的元飞日斩，可恶的木叶高层，他绝饶不了这帮家伙。止水的速度非常快，半个小时不到便离开了木叶的直属范围，奔着火之国境内一处偏远的城镇而去。那里十分偏僻，是他临时的落脚点。下一步他还没有想好要去哪里，所以会暂时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但就在即将进入城镇时，他的面前突然出现了3个人，阻拦住了他的去路。这3人穿着黑底红云长袍，一男一女，一个男女说不出来的家伙。男人橘色短发，脸上打满了各式各样的铁钉，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女人蓝紫色短发，背后有着白色的翅膀，那翅膀的羽毛居然是用白纸做的，看起来非常华丽。那个不男不女的半边脸是黑色，半边脸是白色，脑袋被一个巨大的猪笼草所包裹。看到这3个人，止水瞬间警惕了起来。他能感受到佩恩跟小南身上散发的强大查克拉气息，初步判定对方实力绝对不俗。这时佩恩向前一步，来到了3人最前方，面无表情对着止水说道：宇智波止水，木叶 S 级叛人，现在我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组织。听到对方邀请自己，止水无奈的笑了笑。以前他只是听闻忍界中有这种收留叛人的组织，没想到居然真的让他遇上了。随后他面色冷了下来，对着天道佩恩说道：趁我还没有发火之前赶紧离开，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挡在我的面前的。此时的止水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温和谦让，语气十分不客气。听得小南眉头皱起。一旁的黑白绝笑道：不愧是胆敢暗杀木叶顾问长老的叛人，那么接下来要继续走组织流程吗？所谓的组织流程自然是打一顿然后招进小组织，之前的几个成员除了绝之外，剩下的都是这么来的。至于绝，当然是带土加入的时候赠送的。听到对方询问，天道佩恩用着毫无感情的冰冷声音说道：你们先退下吧，我来试试这个宇智波止水的实力如何。2人闻言点了点头，随后绝缓缓融入地下。小南则是挥舞着纸质翅膀飞向了远处。见到3人的动作，止水有些疑惑，他还以为3人要一起上呢，没想到对手只有那个橘发男人一个。只身一人就想战胜自己，实在是有些太不拿自己当回事了。看来有必要下手重一些，给对方一些惨痛的教训。他正想到这里时，只见天道佩恩抬起手对着他轻声喊道：万象天影。还在胡思乱想的止水突然感觉一股强大的吸力传来，他的身体不自觉地向前挪动，最后整个人漂浮起来，奔着天道佩恩的方向而去。止水大惊，他没想到对方居然会如此诡异的忍术，而且这个忍术还是个无印忍术。这一突然袭击着实让他有些措手不及，但他很快便稳定了心神，开启3勾玉血轮眼，随后在怀中掏出4、5把手里剑，朝着天道佩恩的方向扔去。手里剑如同雪花般飞向天道佩恩，后者见状眯了眯眼，口中再次轻喝道：神罗天征。轰隆，一股斥力从他身体朝外扩散，即将飞至他面前的手里剑瞬间被弹飞，随后冲击力落在了止水的身上。后者还在疑惑手里剑为什么会打到空气上时，一股沛然大力袭遍他的全身，将他整个人撞得倒飞而出。止水飞出了数百米远，在地上滚了好几圈才堪堪停住身形。幸好他在战斗开始时就将查克拉填满了全身，否则被突然来这么一下，估计要受内伤。口中喘着粗气，缓缓站起身，看着远处朝自己缓缓走来的天道佩恩，止水眼中的轻蔑之色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脸凝重。这个家伙的能力可真是诡异，竟然不用通过任何媒介就可以将自己的身体吸走，或者用出斥力将物体弹飞。面对这种诡异的能力，还真是棘手，如果不小心应对的话，还真有可能翻车。就在这时，一股吸引力再次传来，止水感受着万象天影的力量，并没有反抗，任凭身体被对方吸走。天道佩恩见止水离自己越来越近，左手的袖口处突然伸出一根黑棒，随后对着宇智波止水的心口刺了下去。噗！刺穿身体的声音响起，但预想中鲜血四溅的场景却并没有出现。佩恩双眼微微瞪大，眼前被刺穿胸膛的宇智波止水突然化作一群黑色的乌鸦，消失不见。这种鸦分身长门从来没有见过，由于是用活生生的乌鸦释放的分身，所以就连他的轮回眼都没有察觉到异常。天道佩恩凝重地向四周观望，全身紧绷，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就在此时，他的脚下突然传来微弱的震动，这震动十分微弱，普通人根本无法察觉。但佩恩的五感异常敏锐，瞬间便察觉到了脚底的动静。低头一看，一把忍刀穿破土壤，直奔他的面门而来。随着忍刀破土而出的，还有宇智波止水握着忍刀的右手。这一刀刺得快准狠，根本不给天道佩恩留下任何躲避的空间。千钧一发之际，佩恩诡异的紫色双眼中突然爆发一股诡异的气势，神罗天征瞬间发动，止水的忍刀在距离对方眉心2公分的地方便再也难以寸进。止水不信邪，双手握住忍刀，全力向前突刺，但任凭他使用多大的力气，忍刀也无法前进半分。最终这股力量反过来压制他的忍刀，向着他本体撞击而来。
这股力量来得又快又猛，止水被这一击撞得再次倒飞而出，忍刀脱手而出，飞到了数百米外。不过这次他有了经验，落地前右手一撑地面，连续几个后空翻稳稳地落在地上。稳住身形后，他认真审视起的天道佩恩。原本只以为这是个拥有了奇怪能力的疯子，凭借自己的出手速度可以绕开对方的能力，给对方致命一击。没想到这个人的反应速度会这么快，即便是以自己的偷袭速度都被对方反应过来，并且施以还击。他又打眼瞟了下不远处飞在空中的小南，又扫了扫神出鬼没的黑白诀。只一个天道佩恩就如此强大，另外两个人气势上看来也不容小觑，看来是要拿出些真本事了。念及至此，他眼眶中的三勾玉血轮眼疯狂旋转，最终三枚勾玉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三角大风车的图案。开启了万花筒血轮眼后，他双手结印，使用了幻影瞬身术，召唤出几十个分身来。分身出现后，以天道佩恩为圆心，30米为半径，将对方包围起来。被包围在最中心的天道佩恩眼中丝毫没有惧意，面无表情地扫了周围一眼，嘲讽道：“想用人海战术打败我吗？你也太天真了。”止水没有理会对方的嘲讽，而是所有分身一同结印，数十道火遁忍术从四面八方朝着天道佩恩而来。这些火遁忍术中有真有假，一些是真正的火遁，一些只是幻术而已。不过天道佩恩没有理会这些忍术是真是假，直接一个神罗天征击碎了所有的火遁忍术，连一个火星都没有烧到他的衣角。止水见状皱了皱眉，随后掏出手里剑朝着对方扔去，无数手里剑从四面八方飞向天道佩恩，宛如箭雨般密不透风。后者估计重施一个神罗天征，击飞了大部分手里剑。但就在这时，一个细节引起了止水的注意。只见佩恩在弹飞了大部分手里剑后，突然侧身躲了几发零星的手里剑攻击，这让止水有些疑惑，对方为什么不用忍术弹开呢？是查克拉不够了吗？随后他又进行了几轮实验，最终让他发现了对方赤力忍术的弱点。这个忍术虽然强大，但也是有冷却时间的，无法一直使用，冷却时间大概有5秒，也就是说如果卡在这个空档期攻击对方，只能靠肉体闪避。而且他还发现对方的赤力与吸力忍术冷却时间不通用，这两个忍术的冷却时间分别计算，不会出现使用完赤力要等5秒才能使用吸力的情况。就在止水弄懂了对方忍术规则时，佩恩一个扭身，将手对准了人群中的一个宇智波止水。止水大惊，因为佩恩右手对准的正是自己的本体，这个家伙究竟是如何破解自己幻术的？其实佩恩早就发现了止水的本体，区区万花筒血轮眼的幻术怎么可能迷惑得了轮回眼？刚才不过是装样子，让对方放松警惕而已，这回他可要动真格的了。抬手对着止水施展了万象天影，想要将对方吸到自己面前，随后制服对方。止水在察觉到自己的本体被发现后，很快便冷静了下来。这次他故技重施，随着对方的吸力而去。飞到空中时，双手结印，一发火遁凤仙火之术朝着天道佩恩释放而出，数十颗拳头大小的小火球飞来，后者看准时机，一发神罗天征将这些小火球尽数碾碎。就在这时，止水眼前一亮，对方的引力跟斥力全部用光，正是自己反击的好时机。只见他身周冒起了绿色的光芒，随后巨大的骷髅骨架从他后背凝聚而出，随后骷髅骨架疯狂生长，一只数十米高的绿色盔甲巨人携带着风压向天道佩恩袭来。天道佩恩瞳孔紧缩，此时他的忍术全在冷却期间，面对如此庞然大物，一时间也乱了分寸。刚想转身躲避，只见一把散发着绿色光芒的螺旋巨剑自天空迎面劈下，一剑便斩在了天道佩恩的身上。处于忍术真空期的天道佩恩根本无力抵挡止水这一剑，瞬间被劈成了无数碎块，散落一地。见自己的计划成功，止水嘴角露出微笑，接下来只要再将那个会飞的女人和黑白脸干掉就行了。但他抬起螺旋巨剑时，突然发现了端倪。天道佩恩的尸体虽然被斩成了无数碎块，但其中并没有流出鲜血，这很不正常。他谨慎地走到天道佩恩的尸体碎片旁，低头仔细检查，一下果然在其中发现了端倪。对方的身体根本不像刚刚被杀死的人，反而像是死了很久的尸体，死亡时间至少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止水眉头紧锁，这居然是一具用尸体做出来的傀儡，难道这群人是杀隐村的叛人吗？就在这时，止水面前的碎肉块突然冒出一阵烟雾，散落一地的碎块在烟雾散去后彻底消失不见，看得止水眉头紧锁。这应该是通灵之术，是本体将傀儡统领走了吗？就在这时，不远处的森林传来的动静，6名身穿黑底红云服的橘发男人缓缓走了出来，而天道佩恩赫然就在其中。在看到一大群人接近自己时，止水充满了警惕。他发现这些人穿着跟邀请自己的那3人同样的衣服，应该是一伙的。正当他打算转身逃跑时，突然看到了人群中的天道佩恩，这令止水十分惊讶。这具傀儡刚才明明被他用须佐能乎打得粉身碎骨，为什么瞬间就被修复得完好如初了？难道说对方有什么可以将傀儡瞬间复原的手段吗？现在情况十分不妙，刚才对方仅仅出动了一个傀儡就这么难缠，现在又多了好几个，自己要打起来恐怕凶多吉少。就在他规划逃跑路线时，天道佩恩的声音传入他的耳中：宇智波止水，不愧是能够杀死木叶顾问长老还能全身而退的强者，就凭你刚才展露的实力，在忍界中就很少有人是你的对手。佩恩对止水的欣赏之情溢于言表。自从他的佩恩6道被创造出来后，这可是第一次被人破坏，
而且被破坏的还是他6道中最强大的天道。这份实力，就算在小组织那几个实力强大的 S 级叛忍中，也少有人能及。因此，他非常想要将宇智波止水拉进小组织，而后者此时也沉默下来，仔细思考对方的提议。现在他确实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加入对方的组织，也没什么。不过他也是有强者骄傲的，如果不提条件就这么加入，面上有些过不去。打定主意后，他直视着天道佩恩的双眼说道：“加入你的组织可以，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小南见到二人停止战斗，便飞到了二人附近。听到止水要提条件时，眉头皱了皱，显得十分不悦。这帮叛忍在他眼中个个都不是好东西，这些人在小南眼中就如同俘虏，被打败后进入组织，居然还敢提条件，真是胆大包天。但佩恩对此却毫不在意，对方那强大的实力足够在他面前提条件，于是他面无表情问道：“说吧，是什么条件？”止水没有犹豫，直接说道：“我要你的组织帮助我们宇智波一族摧毁木叶。”说完，他便直视着佩恩的双眼。虽然知道这只是一具傀儡，但幕后的操控者一定通过这双眼睛在观察自己。天道佩恩丝毫不惧地用轮回眼反过来盯着止水，随后面无表情地回答道：“可以，不过要等组织的计划完成后再进行。”止水点了点头，表示可以。他可以感受到对方言语中的自信，这种感觉跟袁飞日斩那种伪善完全不同，是一种丝毫不屑于说谎的自信。既然确认了要加入对方的组织，止水便开口问道：“对了，还没有问你们，我们的组织到底叫什么名字？”天道佩恩回答道：“组织的名字叫做小，你可以先回到你的住所等待，明天会有人把象征你身份的信物跟你的搭档信息传达给你。”又介绍了一些关于小组织的基础情况后，佩恩便转身朝着森林中走去。小南临走前瞥了止水一眼，随后挥舞着翅膀离开。等这些人走后，止水眉头紧锁，这帮家伙这么放心自己吗？就不怕自己现在脚底抹油直接逃跑？不过这个小组织好像还真有些东西，这个名为佩恩的首领其实力深不可测，虽然二人的战斗没有决出胜负，但他估计战到最后输的会是自己。既然如此，那就加入这个组织看看，也许这个组织真能帮助宇智波消灭木叶。第二天，止水的住所中便钻进了一只白绝，随后在白绝那里，止水得到了小组织的制服以及象征身份的戒指。他的戒指自然就是宇智波鼬的那枚写着珠字的戒指。随后他又按照白绝的指示找到了自己的搭档琵琶石藏。就这样，止水开始了他在小组织的生活。这段时间，忍界也逐渐消停下来，再也没有大动静。木叶根部基地，漆黑的地下基地中，突兀地走进了一个身材婀娜的修女。修女年纪30岁，身上穿一件宽大的黑袍，将她那张俏丽的面容隐藏在兜帽之下。一双圆框眼镜给人一种呆萌的感觉，淡黄色的长发被她隐藏在衣袍中，脸上露着如沐春风的笑容。此人名叫药师野乃羽，第3次忍界大战期间被称为行走的巫女，是根部顶尖的情报忍者。忍界大战结束后，曾经金盆洗手，在木叶孤儿院中担任过几年院长。后来因为孤儿院的资金问题，无奈之下答应志村团藏继续为根部服务。原本他正在土之国执行一个间谍任务，花了很长时间才好不容易融入一个全新的身份，正想套取新情报时，却收到了根部的召回命令。刚开始接到这个命令的时候，他还很疑惑，但当他得知志村团藏的死讯时，整个人都愣在当场。那个可恶的混蛋居然死了！这次是新的根部首领上台，所以才打算将他召回，不知道具体有什么事。此时他的心无比忐忑，不知道新首领是个什么样的人，希望对方不是跟志村团藏一样阴险毒辣，无视同伴的生命。正当他板着脸面无表情往前走时，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伙人，拦住了他的去路。为首之人是个身穿和服的短发中年人，这身衣服倒是跟志村团藏很相似，而且对方的脸长得也很像志村团藏。要不是知道那个家伙已经死了，他还以为面前站着的人是年轻了一些的团藏呢。志村以藏板着脸看着面前这个行走的巫女，大概1个星期前，他接任了根部首领的位置。当得知这个消息时，他兴奋得差点跳起来。要知道，这可是个木叶的实权职位，掌握着木叶最神秘的部门根部。成为了根部首领后，可以说他已经半只脚迈入了顾问长老团的行列。为此，他还要感谢那个叫宇智波止水的叛人。要是没有对方，估计自己这辈子都会被那个男人压制，无法出头。但当他真接任根部后，却发现这里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同。他本来想对这些根部忍者发号施令，结果却发现这些人连鸟都不鸟他，任凭自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帮人就跟没看到自己一样，将他无视了。而那个叫漩涡鸣人的金发小鬼到这里来随便摆摆手，这帮家伙就屁颠屁颠的为对方办事去，搞得好像自己就是个路人一样。他去找3代火影大人想讨个说法，结果3代火影用着教育后辈的语气拍了拍自己肩膀说：“正是因为工作难度大，我才会派你过来。我相信以你的能力，一定可以让根部变回原有的模样。”当时以藏都卧了个草了，这袁飞日斩居然拿忽悠年轻人那套来忽悠自己。自己虽然跟3忍年纪相仿，但理论上来讲，跟袁飞日斩才是同龄人。志村团藏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居然拿这套忽悠小孩的说辞来忽悠自己，这家伙真当所有人都是波风水门呢？但对方摆明了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问，让自己解决，那自己还能说什么？只能自己想办法了。无奈之下，他只好在自己志村一族中挑选了一些上忍加入根部，想要用这些新加入的忍者逐渐替换根部的老忍者，最后掌握话语权。
而就在几天前，漩涡鸣人来到根部下达了一个命令，那就是召集药师野乃羽回到木叶。自己上去询问对方，这家伙居然鸟都不鸟，自己头也不回就走了，把他气得咬牙切齿。今天居然让他碰到了行走的巫女本人，正憋着一肚子气，今天就拿他撒火。野乃羽在见到志村以藏的那张脸后，立刻清楚了对方的身份，单膝下跪问候道：“拜见以藏大人。”志村以藏面无表情看着野乃羽道：“行走的巫女，你不是在土之国执行任务吗？为什么要突然回到根部？”野乃羽有些惊讶，抬起头对着以藏疑惑问道：“不是以藏大人召集我回来的吗？3天前我收到以藏大人的命令，马不停蹄就回来了。”砰！以藏直接一脚踹在野乃羽的脑袋上，后者被踹得躺在地上，滑行了4、5米远，眼镜被踹得掉落一旁，嘴角鲜血直流。踹完这一脚后，以藏心情大悦，对着药师野乃羽骂道：“我什么时候对你发过这种命令？你这家伙居然用如此可笑的理由逃避村子颁发的任务，就你这副德性，也配称作行走的巫女？”随后他对着身旁志村一族上忍命令道：“将叛忍药师野乃羽带到审问部去，把所有的刑都给他上一遍，看他还敢不敢无视村子下达的任务。”身旁志村忍者其中一人闻言走过来，伸手便抓向药师野乃羽，后者则是咬着牙一声不吭。他已经明白了，这是新首领要给自己一个下马威，但这点小场面对于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区区刑讯逼供而已。根部忍者要是怕这个，可就别当忍者了。这个叫做志村以藏的家伙看起来比团藏的性格还要恶劣，不知道他会如何对待孤儿院里的孩子们。就在志村上忍的手即将抓到药师野乃羽的头发时，黑暗的角落中一道幼小的身影瞬息而至，一脚踢在了志村上忍的右手上。志村忍者疼得叫了一声，随后收回手，仔细看着面前的小鬼。这是一个年纪大概13、14岁的白发男孩，戴着跟野乃羽同款的圆框眼镜，正用凶狠的目光瞪着胆对野乃羽院长出手的这群混蛋们。药师都问向野乃羽道：“院长您没事吧？”药师野乃羽站起身，擦了擦嘴角的鲜血，随后对着药师都笑道：“谢谢你的帮助，小兄弟。我叫做药师野乃羽，请问该怎么称呼你？”刚才还满脸凶狠的药师都表情突然僵住，他僵硬的扭回头看向满脸感激的药师野乃羽，颤声问道：“院长，你不认识我了吗？”野乃羽摇了摇头，他对面前这个少年一点印象都没有，虽然感觉对方的脸型有些熟悉，但却跟他印象中任何熟人都对不上。“是我呀，我是药师斗，你忘了我了吗？”药师斗完全无视了志村忍者的威胁，转回身对着野乃羽激动地问道。野乃羽听到斗的名字后瞳孔紧缩，随后认真打量起了对方，眉宇间确实有相似的地方，但他可以确定都绝不是长这个样子。就在二人分神之际，刚才被阻拦的志村忍者瞬间出手，一脚踹在了药师斗的肚子上，随后将他压在地上，束缚住了双手。野乃羽刚想上前帮忙，却被另外一名志村忍者用苦无架住了喉咙，二人双双被擒。药师斗虽说是难得一见的天才忍者，但毕竟年纪还小，实力上跟志村一族的上忍还是有差距的。原著中6、7年后，他拥有跟卡卡西不相上下的实力，但这个阶段他可远远不如卡卡西，而且此时他也无心反抗，满脸的生无可恋之色。野乃羽院长居然把他给忘记了，这么多年来支撑着他前进的信念就是野乃羽院长，没想到自己在对方心中居然是个可有可无的存在，转头就被忘记了。肉体上的痛苦远远不如精神上的沉重，此时的药师都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念，眼神都暗淡了很多。见到二人纷纷被捉后，志村以藏对着药师都啐了一口道：“哪儿来的小鬼，居然敢来阻拦我这个根部首领，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把这小鬼也一起拉去审问部，好好审问一下，这家伙是不是其他村子的间谍，想要营救药师野乃羽，究竟有什么目的？”志村忍者点头称是后，便打算带二人离开。就在这时，周围人影晃动，几十道黑影瞬间出现在众人身边，将他们死死包围起来。原本已经觉得自己在劫难逃的药师野乃羽，惊讶地抬起头看向周围的新出现的这些黑衣人。这些人从装束上来看，应该也是根部成员，而且还是根部中的战斗成员，以前是志村团藏的心腹部下。这群人在团藏死后，应该隶属于新任根部首领才对，为什么会反过来将志村以藏包围呢？志村以藏在看清了包围自己的人身份后，怒不可遏，自己堂堂一个根部首领，居然会被自己的部下堵住去路，这要是传出去，自己的面子还往哪儿放？他可是打算全力发展根部，成为第2个忍界之暗的。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了，他的威严何在？他一想便知道，这肯定是那个臭小鬼的手笔，于是对着周围毫无感情波动的根部忍者怒道：“你们这帮可恶的混蛋，居然敢拦住老夫的去路，知道老夫是谁吗？别以为不说话，老夫就拿你们没办法。漩涡鸣人在哪里？让那个臭小鬼滚出来见我！”这时，鸣人从暗处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进了根部忍者的包围圈，他一脸鄙夷的上下打量着志村以藏，看的后者浑身不自在。“臭小鬼，我就知道是你这家伙搞的鬼！你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想要造反吗？”志村以藏色厉内荏的吼道。鸣人上下打量了对方几眼后嘲讽道：“你真是志村团藏的弟弟？志村团藏能生出你这样的弟弟，真是祖坟冒青烟了。”以藏被气得双目喷火，生自己的是自己老爹，和老妈跟团藏那家伙有什么关系？不知为何，他看到鸣人这家伙就一肚子气。当然，这是所有看到鸣人的人都有的感觉，很少有人能在与鸣人交流后脑壳不疼的。看他不爽是正常操作，
说明以藏还是个正常人。漩涡鸣人，你这个家伙太狂妄了！我查过资料，也是根部的成员，居然敢对老夫这个新任的根部首领出言不敬，简直是无法无天！你的行为称之为叛人，都毫不为过。等老夫去禀报三代火影大人，你们就死定了！志村以藏愤怒地叫嚣道：“鸣人真是有点受不了了，这家伙的蠢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格局也比团藏那家伙低太多了。如果说团藏属于违法犯罪的黑恶势力的话，以藏这家伙顶多也就是在学校里拉帮结派霸凌孩子的孩子王，跟这种智障多交流1秒都是在浪费自己的智商余额。本来还想着让对方当个名义上的根部首领，双方你好我好大家好，谁也不打扰，谁安稳过日子。没想到这家伙居然如此不识时务，既然如此，就别怪自己辣手摧花了。”只见他瞬间出手，在志村忍者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便将药师都跟药师野乃羽救了下来。二人被救下后，神情惊愕，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自己就脱险了。救下二人后，鸣人对着根部忍者摆了摆手，一众根部忍者得到对方的命令后，一拥而上，准备拿下志村以藏。志村以藏大惊，声嘶力竭大吼道：“反了！你们这帮家伙全反了！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火影大人一定会用雷霆手段处理你们！”鸣人丝毫没有理会对方的叫嚣，带着药师都跟药师野乃羽朝着根部基地一处安静的所在而去。野乃羽虽然搞不清楚状况，但能够察觉到漩涡鸣人的不简单，因此顺从的跟着对方离开。至于药师都此时还处于怀疑人生的状态，麻木的跟在二人身后，宛如僵尸般。而三人走后，志村以藏的部下与根部展开的大战，双方你来我往，打得难分难解。不得不说，志村一族的上人也不是浪得虚名，他们人数虽少，但基础实力强大，面对比自己多上数倍的强敌，也能从容面对。志村以藏本身也是一名实力强大的上人，虽说智商有点欠费，但实力可是实打实的。但双拳难敌四手，这里毕竟是根部基地，最不缺的就是根部忍者。随着根部忍者不断增援，志村以藏等人越来越难以招架，最终战斗以山中风的星转身之术击中志村以藏，宣告结束。如果按照以前根部的做事准则，这帮志村一族忍者有一个算一个，谁也别想活着出去。但自从鸣人掌握根部后，这些人的做事风格也有了些许变化，没有得到鸣人明确只是杀死的人，他们都会留对方一命，不会像从前那样宁杀错不放过。这帮人被打得鼻青脸肿，尤其是志村以藏，顶着2个黑眼圈，一鼻子血，被扔出了根部基地。处理完这些人后，根部忍者们默契地继续执行自己的任务，像是之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而鸣人带着药师兜和药师野乃羽来到一处安静的所在后，上下打量起来二人。就在这时，药师野乃羽单膝下跪，对着鸣人说道：“鸣人大人，感谢您之前出手相助。”鸣人见状，赶紧用气将对方抓了起来，不耐烦道：“不用对我下跪，正常说话就行了。”说完，他又转头看向生无可恋的药师兜，走上前拍了拍对方的肩膀，说道：“你不用怀疑人生了。药师野乃羽没把你忘记，只是被志村团藏给洗脑了而已。”此言一出，药师兜的眼睛瞬间恢复了神采，连忙追问鸣人到底是怎么回事。野乃羽也很好奇，他也想知道现在都那个孩子过得怎么样了。随后鸣人便给二人讲述了事情的具体经过。原来药师野乃羽在离开孤儿院后，一直都被志村团藏的假情报所误导，始终以为对方送过来的一些假照片就是真正的药师兜。二人闻言恍然大悟，随后便是一段母子相认的感人场景。这画面特别温馨，特别感人，看得鸣人都快睡着了。他最受不了这种感情戏，平时看到这种桥段直接快进跳过去，但现在跳不过去，只能被动接受了。就在他昏昏欲睡时，都和野乃羽二人对着鸣人恭敬的弯腰鞠躬。随后野乃羽说道：“感谢您的帮助，您真是帮了我们大忙。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您可以尽量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全力为您效劳。”野乃羽说的情真意切，识人无数的他一眼就看出了鸣人绝不是团藏那种阴险歹毒之辈。虽然这个人给人一种不靠谱的感觉，但他相信对方本质上一定是个善良的人。鸣人面对二人的感激摆了摆手，随后说道：“我没什么需要你们帮忙的，从现在起你们自由了，可以去做任何你们想做的事。”二人闻言愣在当场，在他们看来，对方不惜得罪志村以藏也要帮助他们，一定是看中了他们的能力，想要招揽。他们从心底也觉得漩涡鸣人这个首领比之前的团藏好上不少，因此并没有抗拒成为对方的部下。没想到对方居然说出他们已经自由了这种话，这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野乃羽连忙问道：“您说我们自由的意思是？”鸣人打了个哈欠，眯着死鱼眼说道：“就是字面意思。你们2个是因为能力出众，所以从小就被培养成为忍者的吧？从出生起就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人生做过选择，只能不断成为别人的工具，为别人服务。但我知道你们2个都是心地善良之人，好人不该被人用枪指着，也不该被人利用，所以你们自由了，可以去做任何你们想做的事。有兴趣的话，打上月球都可以，前提是你们能飞得上去。”哈哈，都和野乃羽并没有被鸣人的笑话逗笑，只是木讷地站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他们自由了，他们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做选择了，这怎么可能？他们怀疑自己中了幻术，甚至下意识扰乱自身的查克拉，尝试着解除幻术，但尝试的结果却令他们更加震惊，他们竟然没有中幻术，刚才听到的居然是真的。野乃羽清醒了过来，连忙对鸣人问道：“鸣人大人，
您说的都是真的吗？我们真的获得自由了吗？鸣人停止了，尬笑严肃对着药师爷乃语道：没错，你们确实获得自由了。你们不必怀疑我说的话，虽然我在木叶没有任何高级身份，但我的话比任何人都管用。你们就算找到元飞日斩那里，他也会认同我的说法，不会多放一个屁。另外，木叶孤儿院那边你们也不必担心，在这根部我说的算，如果孤儿院缺钱了，就直接来根部拿，当自己家一样，千万不用客气。随后，鸣人对着爷乃语招了招手，示意对方将耳朵凑过来。后者木讷地弯下腰，鸣人在他耳边轻声说道：我跟你说，这根部老有钱了，千万别客气。你缺钱了，就来根部这里薅羊毛，薅秃了为止，然后我再到元飞日斩那里薅羊毛，薅到他秃为止。木叶的羊毛不薅白不薅，千万别客气。爷乃语僵硬着脸看着漩涡鸣人，对方的黑话咋感觉那么像土匪呢？这个鸣人大人果然很不靠谱。目送着药师都和药师爷乃语离开根部，鸣人的心中涌起了一股成就感。原著中这两个可是一个比一个惨，一个被自己曾经救助过的孩子杀死，另一个一辈子都在杀死自己恩人的愧疚中度过余生。但在这个世界中，自己只要轻轻一个念头就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这种成就感是获得再多财富和地位都无法体会的。其实不仅是药师爷乃语和药师兜，根部中还有很多人因为鸣人改变了命运。团藏刚死后，他就在根部忍者中来了次大筛选，那些不愿意留在根部想要回归正常生活的鸣人毫不犹豫给了他们自由。今后他们是去做普通人生活，还是继续留在木叶当忍者，都随这些人的心意。典型的例子就是可以使用纳米级毒虫的有女一族族人有女曲根，这家伙响应了自己的号召，回归家族中，已经成为了木叶的正式忍者，生活在阳光中。但其实像有女曲根这种愿意回归正常生活的人并不太多，大多数根部成员还是像山中风一样继续在根部中服役。对此鸣人也表示无所谓，这帮家伙愿意在根部待着就待着呗，还能做任务给自己创收也算不错。就在这时，鸣人灵机一动，脑海中轰隆一声炸响，他想起来了，他全想起来了。木叶12小强中缺的不就是有女之奶吗？自己怎么能把疾风传中从来没有败绩的人给忘了呢？鸣人一拍脑门儿，他这臭记性居然把这么关键的人物给忘了。明天他就有女智奶也给拐带到发疯小队中，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凑齐木叶12小强还是很有趣的。就在鸣人懊恼自己的臭记性时，药师爷乃语和药师兜也回到了木叶孤儿院。这里跟他们离开的时候没有丝毫变化，老旧的房屋偏远的地段，就连院子中的滑梯秋千等娱乐器材都已经锈迹斑斑。爷乃语侧头看了一眼身旁的兜，嘴角勾起露出了慈祥的笑容，后者也释怀地笑了起来，他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真诚地笑过了。二人手拉着手走进了孤儿院的大门，宛如当年一般。走到住宿的大楼门前，爷乃语轻轻敲响木质大门，发出了咚咚的声音。没过多久，门内传来了一个中年妇女的询问声：什么人？爷乃语瞬间便认出了这个熟悉的声音，语气轻柔，嘴角含笑道：惠子姐，是我。门内突然寂静了片刻，随后大门被从里面打开，一个年约40岁的中年妇女从门内探出头来，见到爷乃语后眼角含泪。二人没有说话，而是紧紧地抱在了一起。爷乃语看了看惠子姐鬓角的白发，鼻头一酸，眼泪从眼角滑落。他又看向房门之内，里面的一切都没有变，还是当年离开时的模样。这里的动静惊动了孤儿院中的孩子们，他们纷纷好奇地看向门口，在看到药师爷乃语的脸时，不少孩子激动地叫出声来，随后将药师爷乃语包围。爷乃语院长，你总算回来了，好久不见了，我们真想你啊。院长这次回来就不要走了好不好？看到孩子们激动的眼神，爷乃语露出了阳光般温暖的笑容。此时他的脸颊上还有2道泪痕，宛如雨后的彩虹盘。他坚定地说道：我不走了，再也不走了。就在木叶孤儿院庆祝药师爷乃语和药师兜的回归时，火之国西南部一处湍急的河流旁却发生了一场惨剧。这里河水中漂浮着忍者的尸体，空气中充满了血腥味。一名身穿黑底红云长袍，头上戴着白色头巾的高大男人正在地上寻找着什么。这个男人拥有着一双诡异的绿色瞳孔，戴着面罩，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此人正是小组织的角度。自从上次在任务途中失手误杀了自己的搭档后，小组织也没有给他安排新的队友。掌门和小南算是看出来的，实力没有达到影级的叛人绝对在角都这里活不过2个月，因此他们也暂时放弃了给角都安排队友的想法，就让对方暂时一个人行动，等什么时候找到了合适的队友再给他安排就是了。不过角都对此却毫不在意，什么队友不队友的都无所谓，只要别耽误他赚钱就行。只见他在河水中不断寻找，最终在路过一具后背朝上漂浮在河面中的尸体时停住了脚步，要将对方的身体翻过来，随后将对方凌乱的头发扫到一边，仔细看起了对方的脸。害怕认错人，他还在怀中掏出了一张通缉令，跟尸体仔细比对。在经过反复确认后，他点了点头，悬赏金2000万两，木叶村3代火影之子猿飞星之助，你的赏金我就收下了。将对方从河水中捞出后，脚都也不管尸体身上的水渍，直接扛到了自己的身上，任由他那一身帅气的黑底红云长袍都被河水打湿，也丝毫不以为意。抬头辨认了下方向后，朝着火之国一处地下换金所而去。今天角都的心情大好，早上刚完成了一个地下黑市的赏金任务，离开火之国的途中，竟然又被自己碰到了这么一条大鱼。至于这条大鱼是木叶村3代火影的儿子，这一点他丝毫不在意，
别说是区木叶忍者，哪怕是那个三代火影亲自前来，他也不把对方放在眼里。他有信心，即便是面对5大国任何一个影，自己都有实力与其一战。因此，杀死3代火影之子，他丝毫没有心理负担。有件事倒是令他很在意，他来到一片空地上，将猿飞星之助的尸体平铺在地面，随后认真检查了一遍，甚至连对方的衣服都脱掉仔细检查。反复确认过后，角都眉头皱了起来。刚才在跟那帮木叶忍者战斗的时候，这个家伙的实力并不起眼，被他顺手就杀了。这种实力的家伙为什么会被悬赏如此高的金额？难道只因为对方是3代火影之子吗？随后他又认真的看了看通缉令上的信息介绍，上面那些吹嘘猿飞星之助的话，让他的眉头皱得更加紧了。什么堪比3人？木叶的明日之星，新的木叶英雄，就这副小喽啰的德性，居然被吹得如此天花乱坠。这木叶的3代火影到底是怎么想的？自己儿子也不能这么吹吧？随后他又摇了摇头，对方吹不吹，自己儿子跟他有什么关系？只要对方的赏金是货真价实的2000万两，那就足够了。随后他就这么扛着2000万，快快乐乐的去领赏金，丝毫没有在意过3代火影猿飞日斩的感受。几天后，有关猿飞星之助的情报被送到了3代火影猿飞日斩的办公桌上。当他打开情报仔细阅读一番后，差点没直接晕倒过去。自己的儿子死了，被猿飞一族精英忍者保护的密不透风的星之助，居然就这么死了。他愤怒的一拳砸在桌子上，将火影办公桌砸得粉碎，随后对着情报忍者怒道：到底是什么人做的，查清楚了吗？此时他宛如一只愤怒的雄狮，平时的和蔼可亲彻底被愤怒所取代，恐怖的杀意压的情报忍者喘不过气来。情报忍者颤抖地说道：好像是一个赏金忍者做的。猿飞日斩大吼一声道：不可能，区赏金忍者怎么可能杀死我木叶那么多的精英忍者？快点去调查，到底是谁这么大胆，敢杀害我们木叶的忍者？此时他无比愤怒，他已经为自己的长子星之助安排了完整的晋升火影路线，只等着时机一到，就让对方顺利接替自己的位置，成为第5代火影。没想到居然会在外出执行一个 B 级任务的时候被人所杀害，而且随行的那么多猿飞一族精英忍者全部死亡，能做到这种事的绝不是无名之辈，他就不信查不出来对方的身份。几个小时后，情报分析部门将他们的分析结果递到了猿飞日斩面前。仔细阅读对方的分析结果后，猿飞日斩大吃一惊。这些资料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放在最上面的那一张照片。照片上是角度那双散发着诡异绿色光芒的眼睛，身上的黑底红云长袍也平平无奇。猿飞日斩并没有多在意，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猿飞日斩怎么可能记得50多年前只有过一面之缘的人呢？更何况角度的外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他的身体已经是经过了地怨鱼的改造，跟几十年前刺杀千手柱间时变化非常大。本来猿飞日斩并没有多想，但在看到对方的名字时，他的瞳孔剧烈收缩。角斗这个名字让他久远的记忆逐渐复苏，一个30岁左右的中年人面孔浮现在他脑海中。不可能吧？如果真是当年刺杀柱间大人的那个人，那么他的年纪至少已经有90岁了。他强忍着心中的惊骇，继续阅读对方的情报，越看他眉头皱得越紧。照片中那个眼睛冒绿光的诡异家伙，跟记忆中那个敢只身刺杀初代火影大人的大胆狂徒逐渐融合。确认了对方身份后，猿飞日斩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解。当年对方刺杀初代火影大人时，年纪就已经30多岁了，比自己的年纪还要大上20多岁。但现在从照片上来看，这个家伙比当年还要年轻。难道说对方是不会衰老的怪物吗？而且就算对方能活这么久，90岁高龄的他为什么还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他拿自己做了下对比，此时已经60多岁，奔着妻而去的他明显感觉到实力的下滑。忍者就是这样，只要实力的巅峰期一过，实力下滑的速度惊人的可怕。他推测，就算自己真能活到90岁，估计实力也会百不存一。到时候别说与人战斗，估计连行动都很困难。一个普通的中忍都可以轻松杀死他，更别说要面对2名精英上忍和10几名上忍中忍的围攻。正在他疑惑时，眼睛突然瞟到了照片上角斗的衣服。黑底长袍倒没有什么奇怪的，忍界中这种装束多的是，但衣服上那个红云标志却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将角度的情报放在桌面上，转身在抽屉里寻找起来。没过多久，拿出了一封几年前自来也寄回来的信。打开信件仔细阅读起来，上面清楚地提到大蛇丸当时就穿着一件黑底红云的宽大长袍。将信上的描述跟照片上的衣服仔细比对后，猿飞日斩确认了自己的猜想，这2人的衣服绝不是偶然撞衫，一定是某一个组织的统一制服。随后他打了个冷战，要知道角斗跟大蛇丸可是完全不同的2类人，说这2个人会为了同一目标合作，他也许相信，但如果要他们加入同一个组织，打死他都不会信，至少大蛇丸是绝对不会。如此看来，他们是被迫加入了同一个组织，居然能将如此强者强行拉入麾下，这个组织绝对不简单。随后他放下情报，认真思考起来，忍界中能做到这种事的估计也只有5大国其中一个，到底是5大国中的哪一个呢？又或者是忍界中哪个不为人知的组织？猿飞日斩很想顺着这条线索调查下去，至少要干掉角斗，为他的儿子星之助报仇。但自家人知道自家事，现在的木叶什么情况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想要调查如此恐怖的组织根本就有心无力。
如果是以前的木叶，即便是面对这种组织，也敢正面碰一碰。波风水门、奇木寿茂这些都不是吃素的，再加上九尾人助力漩涡九星奈何三人，忍界中哪个势力敢单独跟木叶抗衡？随即他又叹了口气，现在的木叶人才凋零，后起之秀们还没有成长起来，而且实力比起上一批强者实在差上太多。水门和寿茂他们在卡卡西这个年纪早就是独当一面的强者了，而现在的卡卡西在真正的影级强者面前还是羸弱不堪。麦特凯的实力倒是不错，但他心中也清楚这是个七伤拳玩家，而且这个家伙心中的信仰本质上来说跟自己的火之意志不一样。别看麦特凯这个人傻了吧唧的，但野兽的直觉可是比人类清晰很多，他从来没有像波风水门或者宇智波鼬那样被元飞日斩的火之意志套路住。看似最傻的人才是木叶中最清醒的，因此元飞日斩才从来没有将这个人当成真正的自己人过，顶多当成在木叶上班的一个上班族而已。其实要真说起来，木叶还是有影级强者的，他们就是元飞日斩的2名弟子自来也和纲手。但事情难办也难办在这里，他在很久以前就开始尽力打压自己的几个弟子。大蛇丸这么一个战功卓著又实力强大的忍者，连4代火影都没当上反，而是被波风水门这么一个后起之秀反超了，足以看出他对自己这几个弟子的提防。他这么做本来是想给自己的儿子元飞星之柱腾出上位空间，想尽量去除火影之位的潜在竞争者，但现在不必再打压他们了。自己儿子都死了，还打压个屁啊！难道让自己儿子在灵堂继位火影吗？再脑抽的人也不会选一个死人当火影吧？但问题也就此出现了，之前打压这几个弟子打压得太狠，导致他们宁可在外面逍遥快活，也不想回到木叶中。现在自己儿子死了，想要这些人帮忙报仇，他们会帮忙的可能性，元飞日斩掐指一算，应该不太高。想到这里时，元飞日斩痛苦地捂着额头，难道自己堂堂一个火影，连给自己儿子报仇的能力都没有吗？就在他揉着额头痛苦呻吟时，火影办公室的大门突然被人敲响。元飞日斩强压下心中的悲痛，对着外面喊了一声道：“请进。”吱嘎，门被从外面推开，志村以藏小心翼翼地走到元飞日斩面前，恭敬道：“参见火影大人。”元飞日斩看到这个人，便想起了团藏。想当初团藏还在的时候，只要自己心中有个什么想法，对方就会如同疯狗一般为自己办成。如果现在对方还活着的话，一定会全力发动根部寻找那个叫做角都的家伙，随后通过一切手段不惜代价的干掉对方，哪会有现在这么麻烦？想到这里时，他说话的语气都柔和了些，对志村以藏问道：“是以藏啊，来找我有什么事吗？”一说起这个志村以藏，脸色瞬间难看下来，随后他将漩涡鸣人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控诉对方掌控了根部，无视他这个根部首领，甚至还对他出手，企图背叛木叶。自从被根部忍者打了一顿扔出来后，他一直在养伤，发誓等他伤好了，一定要到火影这里来告状，把对方打成叛忍，弄死对方。越听元飞日斩面色越沉，最后整张脸彻底垮了下来，直勾勾盯着志村以藏。当初他派志村以藏去根部，是想让对方用温和的手段逐渐控制根部，他甚至隐晦地提醒过对方，在彻底掌握根部前千万不要跟里面的人发生争执。他都提醒得这么明显了，这个家伙还不知道见到漩涡鸣人要让步吗？非要让自己明着跟他说你斗不过漩涡鸣人，没这个能力他才能听得懂吗？漩涡鸣人背叛木叶的事还用得着你来说？老夫要是拿他有办法，早就把他做掉了，还用得着你来这里放屁？随后他又叹了口气，果然不是什么人都能代替团藏的，那可是自己忽悠的第一代工具人，比奇木寿茂还要早的第一代火之意志受害者，果然不是随便派个人就能取缔的。就在这时，他眼角余光突然看到了桌上那张角度的照片，随后一个驱虎吞狼的计划在他心中逐渐成型，利用不一定非要收到自己麾下，还可以。想到这儿，他的眼睛越来越亮，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想了多么昏的一招。不过此时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为自己儿子报仇的执念已经冲在了他的智商。想通这些后，他的心念瞬间通达，对着志村以藏露出了温和的笑容，说道：“滚，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以藏。半个月后，鸣人站在高耸入云的山峰上，低头看去，他所在的位置云雾缭绕，山峦叠起，很难想象全是森林的火之国居然还有这样一座风景秀丽的高山。站在这群山之巅，俯视着渺渺众生的鸣人突然感觉心潮澎湃，一种天空海阔任我游，风卷云舒无忧愁的意境油然而生。这才是生活，这才是生命。前世他自以为自己活得很通透，掌握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与技能，将自己打造成一颗完美的螺丝钉，安装在社会这台大机器上，自认为自己很有价值。殊不知再完美的螺丝钉也不过只是一颗螺丝钉而已。此刻站在这群山之巅，他才感觉自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拥有着力量的自己，虽说不能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可以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不用为了生计发愁，根部经费任由自己贪污；不用为了人际关系发愁，孤儿出身，从小父母双亡；不用为了找不到另一半而发愁，天命老婆加身，我已无敌。就在他感慨的想要赋诗一首时，佐助压低声音的吐槽声传进了他的耳中。这家伙不来等着肉烤熟，站在山边喝西北风，是又犯病了吗？此时12小强们正围绕着一堆篝火，篝火上架着一只野猪。此时这野猪的外皮被烤得金黄酥脆，油脂顺着表皮跌落在火堆里，让火焰更加旺盛。
众人一边等着食物被烤熟，一边天南海北的聊着天。而刚才佐助就是在目睹了鸣人吹凉风装逼后，对着众人小声的吐槽。佐助的吐槽引来了周围人的共鸣，宁次也跟着附和道：“我想大概是吧。这个家伙动不动就抽一阵风，摆出高手寂寞的样，实际上就是个实力强大的屌丝。”除了雏田外的12小强纷纷附和，尤其是春野樱和山中景野这俩佐助的小迷妹，一个劲儿给佐助捧臭脚，悄悄说鸣人的坏话。这些话全被鸣人听在耳中，但他装作没听到。两只舔狗而已，自己一个大活人还能跟舔狗计较吗？随后他心中再次感慨了声：一群孩子怎么能懂自己内心的境界呢？等他们长大以后，就会明白自己此时的高处不胜寒，到那个时候，他们就会真正的钦佩自己此时的思想境界有多高。这时，只听雏田对鸣人喊道：“鸣人君，肉烤好了，来吃吧。”鸣人闻言，脸上严肃的表情瞬间一垮，连忙蹦蹦跳跳到雏田身边，一屁股坐下，随后说道：“烤好了吗？我看看。”随后他对着野猪的肚子上比划了一个区域，对众人说道：“我先说好，这片区域就是我跟雏田的了，我们把这片承包了。”其他人理都没理他，这只野猪身长足有3米多，这么大谁吃得完？他爱吃哪儿吃哪儿，反正肉多的是。众人对着面前的烤肉上下其手，一点也没有在家里吃饭时的文雅。丁次更是直接抱着一个跟他身体一样大的大腿在啃，只有鹿丸等几个人在细嚼慢咽。天天看着吃相难看的鸣人、小李等人吐槽道：“你们这帮家伙真失礼，吃饭前还要进行祷告的，难道你们都忘了吗？”鹿丸叹了口气说道：“算了吧，跟他们说这些没有用，这帮家伙都被鸣人带歪了。这确实是鸣人的锅，自从这个小团体建成后，这些小萝卜头们也染上了鸣人那一身匪气，比如吃饭前还要假模假样的祈祷一下，这种规矩在鸣人看来要多别扭有多别扭。想吃就吃，想喝就喝，吃个饭还要闭上眼睛祈祷一下，这不是有病吗？”于是他将他的好习惯成功的传染给了这个小团体中的每一个人。现在就连雏田这种在家里规规矩矩的乖乖女，在跟鸣人等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也都免去了祈祷的动作。经过了1个多小时的战斗后，这只巨大的野猪居然被啃得只剩骨架，宛如小型须佐能乎一般。众人惊骇地看着鸣人和雏田，这2个家伙饭量真是惊呆了众人，整块肉1半多都是2人合力吃下去的，这饭量连丁次都翻着白眼儿，给2人竖了个大拇指。大快朵颐后，众人在山顶上各忙各的，佐助在一块平坦的石头上盘腿修炼，身旁小樱和景野2个舔狗为他端水擦汗，特别殷勤。天天为宁次和小李的对练做裁判，2人接着昨天没有进行完的战斗继续打。丁次跟鹿丸靠在石头上休息，丁次一边吃着薯片，一边看着小李跟宁次的决斗，鹿丸则是叹了口气抱怨道：“成天打来打去的，他们不嫌累吗？真是麻烦死了。”而此时鸣人在做什么呢？当然是在给雏田讲课了。天南海北，前世今生，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知识把雏田说的是晕头转向。此时他露出崇拜的眼神，对鸣人称赞道：“鸣人君真的好厉害，居然懂得这么多。”鸣人用左手捂住了左脸，随后用眼角的余光看着雏田，嘴角微微勾起，露出了个迷人的笑容道：“还好。”这个 pose 看得鹿丸尴尬癌都快犯了，这家伙没逼，能不能别硬装？就在这时，犬种牙蹑手蹑脚的走了过来，坐在了鸣人身旁。鸣人有些疑惑，这货闲着没事儿来这儿当电灯泡干嘛？只见犬种牙左右偷瞄了眼，随后趴到鸣人耳边小声说道：“首领，咱们的计划什么时候开始执行？”鸣人扯了扯嘴角问道：“啥计划？”犬种牙满脸坏笑道：“你还跟我装傻？就是咱们光组织统一忍界的计划啊！你看咱们这个组织核心成员基本上已经确定了，接下来就应该招募小喽啰，招兵买马，然后扩充势力，先从火之国下手。”鸣人越听脸色越难看，还招兵买马，招你妹啊！老子这就是个吃喝玩乐、郊游旅行的旅行团，你还真拿老子当忍界大 boss 呢？而且当初他从来没说过统一忍界的事，是这熊孩子自己脑补的，跟他有什么关系？不过鸣人也懒得跟这熊孩子解释，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招兵买马的事不用你来管，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行了。说完，鸣人转过头继续给雏田讲故事。犬种牙满脸失望的离开，在一旁幻想着自己带着数千小弟征战沙场的美好蓝图。远处偷听到这一切的鹿丸嘴角抽了抽，犬种牙难道就没看出来鸣人是什么性格的人吗？快叔哥！原本他以为自己就够咸鱼的了，在刚认识鸣人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后来他发现鸣人简直就是咸鱼中的王者，堪称咸鱼王。这家伙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趴着绝不坐着，还指望这种终极咸鱼成立一个组织统一忍界？赶紧洗洗睡吧，梦里什么都有。不过他沉吟了片刻，还是悄悄凑到了鸣人身旁，小声对鸣人说道：“鸣人，你知道地下黑市中有关于你的情报吗？”鸣人吃了一惊，这奈良鹿丸的消息还真灵通，自己刚知道这事没多久，对方就知道了，估计是他老爹奈良鹿九告诉他的吧。不过奈良鹿九这家伙心也够大的，地下黑市的事儿都跟自己7岁的儿子瞎说，不怕带坏了鹿丸那颗幼小的心灵吗？不过鸣人也并没在意，点了点头说道：“当然知道，我的通缉令刚贴出来1个小时，我就知道了。就在几天前，地下黑市张贴了鸣人的通缉令，悬赏金额为1亿两，生死勿论。”
这个通缉令刚一出来，地下黑市就疯狂了。一个7岁的孩子拥有1亿两赏金，这人难道是犯了天条，被玉皇大帝通缉了吗？可能大家对于1亿两没有什么概念，火影世界的1两可不是岛国的1亿岛国币，在这个世界的两还可以兑换一种叫做元的货币，这种货币的购买力才跟前世的岛国币差不多。因此1亿两就相当于前世的10亿岛国币，能够兑换5000多万龙国币，那可是异常值钱。自从他的通缉令被张贴出来后，有不少流浪忍者偷偷打探他的情报，现在自己如果出现在地下黑市，估计一堆眼睛冒绿光的人就要钻出来追星了。陆完见到鸣人这副无所谓的态度，疑惑问道：既然知道了你被通缉1亿两，为什么还这么轻松？现在流浪忍者们找你都找疯了，你知道吗？鸣人无所谓的挥了挥手道：有什么好怕的，一群要钱不要命的蠢货罢了。不过我倒是挺好奇，到底是谁有这么大手笔，花这么多钱通缉我？自从他被通缉后，根部忍者便展开了调查，但直到现在也没有赏金发布者的任何情报。见到鸣人如此不在意，陆完也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提醒了句注意小心后，便找了块平坦的巨石躺在上面晒太阳。午后温暖的阳光晒得人睡意大发，鸣人就这样不知不觉间睡了过去。再次睁开眼睛时，天色已经傍晚。鸣人揉了揉眼睛，打着哈欠道：都这个时间了，咱们也回去吧，再晚我怕你们父母担心。雏田满脸羞红的答了声好。这时鸣人才注意到自己躺在什么地方，原来他睡着后一直枕在雏田的腿上，后者怕吵醒鸣人，就这样几个小时一动没动，甚至裤子上都留下了他的龙涎。鸣人一个机灵坐了起来，这回连他的脸都有点红，支支吾吾道歉道：抱歉抱歉。这次雏田倒是没怎么脸红，露出的温和的笑容道：没关系。鸣人君睡得怎么样？而雏田、鸣人外的其他人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这俩人哪天不撒狗粮他们才感觉不自在呢。之后众人收拾了下自己的随身物品，便准备飞回木叶。此时的12小强们基本上都已经熟练掌握了悟空术，自从他们都掌握着气后，鸣人要求他们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悟空术。这种脚底下抹油的神技竟可攻退可守，可以说学会了飞行，在忍者的战斗中就掌握了主动权。落日的余晖中，11道白色气囊从山顶一跃而起，划破天际，消失在天际尽头。还站在山顶上的有女志乃孤零零地吹着冷风，伸出右手食指推了推他的墨镜，随后小声嘟囔道：你们这帮家伙飞之前为什么都把我给无视了？我还没上车呢。没错，有女志乃这个被鸣人忘记了的12小强，总算也加入了这个队伍。但由于他加入的时间太晚，以至于连悟空术都没有掌握，而他的存在感又太低，众人直到离开前都没有想起来他，于是他就被孤零零地扔到了山顶。看着不远处逐渐落下的夕阳，有女志乃叹了口气。第二日早上9点，鸣人顶着2个黑眼圈，慢悠悠地走在木叶的街道上。昨天他们一行人回到木叶后，才发现少了一个人，仔细数了好几圈，才想起来这次他们出行还带着有女志乃。之后鸣人独自一人回野餐的地方去找，结果却半个人影都没有，这可把他吓得够呛，还以为有女志乃是被什么野兽给叼走了。之后他用影分身在附近展开地毯式搜索，不是找有女之乃，而是找体型稍大的猛兽。随后把这些猛兽全都揍了一顿，拎到本体面前，挨个用气检查他们的肚子，结果却丝毫没有有女之乃的痕迹。正当他懊恼不已时，一个影分身居然发现了有女之乃的踪迹。这个家伙原来发现自己被遗弃后，居然想坐11路走回木叶。要知道这里虽然是火之国，但距离木叶可是有好几百公里。这家伙也不是正式忍者脚力，顶多也就比普通人强一些，没个3天3夜根本到不了木叶。本来鸣人找到对方后还想抱怨几句找对方有多辛苦，结果这家伙反过来指责鸣人走之前没检查好随行人员，导致他没有坐上车，应该鸣人向他道歉。这话说的鸣人哑口无言，最终他是先跟志乃道了歉，等把对方送到家后又跟对方的父母道了歉。折腾一晚上，眼看都凌晨3、4点钟了，躺在床上眼睛一闭一睁就到了早上9点。现在放影分身去忍者学校肯定已经来不及，索性就破罐子破摔，今天就逃课。但是忍者学校那边可以逃课，南鹤川这边他可不打算逃。虽然一晚上没睡好，但是跟小伙伴们扯淡摸鱼他是不能缺席的。就在他晃悠悠走到木叶最核心的主路时，路边围着的一大群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人群之中，一个商人打扮的人拿着大喇叭对周围人大声叫喊道：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大转盘谁玩谁合适，玩到就是赚到啊。鸣人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挤进人群，周围人本来被推挤的时候还有些恼怒，想看看是谁家熊孩子敢来推自己，但低头看到是鸣人后，这些人的脸色巨变，连忙跟躲瘟疫一样，用力朝着与他相反的方向挤，在拥挤的人潮中硬生生给他留出了一条平坦的道路。鸣人毫不客气地顺着平坦的道路走向人群最中心，来到了满脸震惊的转盘商人面前。转盘商人显得十分惊讶，刚才他就看见人群突然打开了一条道路，而鸣人就这么顺着道路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这么嚣张的人，而且还是个小孩子，想必出身必然不简单，要是能在对方身上捞到一笔，这趟木叶之旅也不枉此行。想到这儿，他立刻露出灿烂的笑容，来到鸣人身边问道：这位小少爷，你是想来玩大转盘吗？鸣人一边盯着前方足有2米高的大转盘，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回道：我不是什么少爷，你叫我漩涡鸣人就行了。转盘商人点了点头，
这小子说话谈吐一看就不像平民家孩子，看着自己猜的没有错，这一定是一只肥羊。鸣人没有管转盘商人的想法，眼睛死死盯着前方的大转盘。这个大转盘看起来是木质结构，转盘的中心有个无法移动的指针，看来玩法是要转动转盘，而不是转动指针。这个大转盘以圆心为轴，被画了无数的小格子，跟扇形统计图似的。这些格子有大有小，每一个小格子中都写着一行文字，每一种文字都代表着一种商品，看来转到这个格子就能得到这种商品。当然，既然是游戏，那自然会有输赢。只见这个转盘上最大的一个格子上面只写了4个大字：谢谢惠顾。看来抽中这个盒子的人会非常幸运地抱着一团空气回家。而转盘上最小的一个格子，鸣人眯着眼看了半天也没看清到底是什么。那字小的，以鸣人的视力也只能看到林泉2个字。他又将视线放在了摆放奖品的柜台上，只这么扫了一眼，他的视线便再也挪不开，死死地盯住柜台上的一把带鞘长剑。鸣人一指柜台上的长剑，对转盘商人问道：“那把剑我可以看一下吗？”转盘商人眼睛一亮：“不怕你看，就怕你不想玩。”只见他一伸手将柜台上的长剑拿了下来，随后的到了鸣人手中，说道：“鸣人小少爷请过目。”鸣人没心思纠正对方的称呼，直接将长剑从剑鞘中拔出，随后对着阳光仔细欣赏起来。这并不是忍界常见的日式武士刀，而是一把形状类似于汉剑那样的双刃直剑。长剑剑身上雕刻着玄奥的花纹，复杂且规律，看得鸣人眼中异彩连连。这把剑真是太合他的胃口，太好看了。他当即对着转盘商人问道：“如果我想直接买这把剑，不玩那个转盘游戏，可不可以？”转盘商人闻言脸色一变，从鸣人手中夺回长剑，插回剑鞘中，随后说道：“非常抱歉，这位客人，本次活动的所有商品均是非卖品，只能通过转盘游戏获得。”鸣人叹了口气，既然对方不想卖，他也没有强求，而是问起了对方转盘的游戏价格。转盘商人伸出了一根手指，说道：“价格很便宜，只需要100两一次。”鸣人瞪大了双眼，这 TMD 也太黑了吧！100两一次，相当于前世50龙国币转一次转盘，连鹅厂的转盘游戏都不敢这么黑，这转盘商人也太狂了。怪不得周围人一直在围观，却没有一个人上来玩，这么贵傻子才上来玩。随后鸣人又看了看货架上那把精致的长剑，他十分确定这把长剑只是一把最普通的铁剑，质量比起忍者用的忍刀差的很多，更别提查克拉金属制造的查克拉武器。但鸣人是真喜欢这把剑的造型，这种华而不实的感觉才是他的追求。于是鸣人果断说道：“100就100，我玩了。”见鸣人如此爽快，转盘商人立刻搬过来一个小板凳，示意鸣人踩上去转动转盘。谁知鸣人居然在众目睽睽下身体缓缓飘起，随后来到转盘旁边，用手搭在了转盘上。这波操作惊呆了在场的众人，转盘商人更是下巴都快掉下来。原来这个小鬼是个忍者，如此年轻的忍者，估计是哪个大家族的子弟。看来今天真是钓上了一条大鱼。但他心中又开始忐忑起来，万一对方发现了转盘中。就在他胡思乱想时，鸣人拨动了转盘，直径2米高的大转盘上各种颜色瞬间转动起来，速度越来越快，最后全部混合在一起，变成了纯粹的白色。转盘商人震惊无比，要知道这个大转盘即便是成年人使尽全力也不过是如同水车般缓慢旋转，而鸣人随手一下居然将转盘转得都出残影了，这是要多大的力气。时间1分1秒过去，众人双眼死死盯着巨大的转盘，生怕错过转盘停下的瞬间。最终转盘缓缓停下，鸣人的表情逐渐从微笑变成了呆滞，转盘商人也嘴角抽动了下，随后扯出一个僵硬的笑容，对着鸣人说道：“谢谢惠顾，真是出人意料啊。”鸣人眉头挑了挑，直接从怀中掏出了1100，拍在桌子上说道：“100两是结这次的账，剩下的1000两再给我开10次。”转盘商人满脸笑容的接过钱，随后笑道：“您请便。”正所谓抽卡一时爽，全家火葬场。鸣人的10连接着10连，接着10连，接着10连，接着10连。最终鸣人抱着一大堆没用的破烂，神情呆滞。这其中有卫生纸、洗碗用的海绵、遮阳用的斗笠、装菜用的盘子。总而言之，一句话没有一样脱离日常用品的行列。转盘上那些让人听起来就热血沸腾的大奖一个都没有，甚至人相对来说价值稍低一点的那把长剑都摇不出来。而这么多把里面至少有一半都是谢惠顾，这让鸣人逐渐产生了一丝怀疑，这个转盘商人不会是忍者假扮的来骗钱的吧？不过他又摇了摇头，刚一见面时他就用查克拉感知过对方的身体，这家伙别说忍者了，身上连锻炼过的痕迹都没有，纯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人。不过人没问题不代表大转盘没问题，只见鸣人偷偷用气探入到大转盘当中，将整个转盘里里外外搜索了一遍，总算是在木质转盘的中心发现了端倪。鸣人的嘴角逐渐勾起，原来是这种小手段啊！这个大转盘居然是2个大圆盘拼接起来的，圆盘中心的夹层中被加了几张符纸。不过龙珠世界的气对于查克拉不敏感，所以鸣人并没有搜索出这些图纸的具体作用。紧接着他又用查克拉探进转盘，这回总算是让他了解了这张图纸的作用。这些符纸技术水平倒没有多高，但里面封印的查克拉可不简单，居然是磁盾查克拉。会磁盾的忍者虽然在忍界中不算罕见，但特意找到对方收集查克拉只为了做大转盘，
这个转盘商人也是真下血本。既然弄懂了对方的手段，鸣人自然不会再上当。既然你是有备而来骗老子的钱，那就别怪老子一个一个左正蹬，一个右边腿，一个走刺拳了。打定主意后，鸣人便准备转身离开，甚至连一句话都不想跟这个转盘商人说。谁知就在这时，转盘商人却对鸣人主动开口道：“鸣人小少爷，请留步。”鸣人眯了眯眼，目光不善地转回头看向转盘商人，心中想到：这个家伙难道是人心不足，还想留自己再玩两把？只见转盘商人对着鸣人笑了笑道：“恭喜客人成为了本店的幸运顾客，本店将赠送您免费再玩一把。鸣人小少爷，请继续转动转盘吧。”鸣人心中有些疑惑，随后他就察觉到放置在转盘中的那几张符纸突然停止了释放查克拉。见此场景，鸣人心中暗道：这个家伙倒是挺会做生意，看自己抽了这么多把，没抽到什么好东西，给自己来了一个保底抽，估计这一抽就能抽到好东西了。可能是想用着这一次抽奖吊自己的胃口，让自己继续玩下去。不过这对鸣人来说是好事，自己抽到好东西就走，对方敢说一个不字，自己当场就翻脸砸了他的小摊位。他毫不犹豫的再一次飞到转盘旁边，伸手搭在了转盘上，用力转动起来。这次转盘转动的速度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快，在场众人只觉得转盘好像被定格住了时间一般，甚至连转盘震动时的声音都已经听不见。过了好久，转盘才再一次停下来。鸣人兴致勃勃的想看看自己究竟能获得什么好东西，结果看到指针上所指的物品名字，整个人愣在原地，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木讷地看向了摆放物品的柜台那边，抬手一招，柜台上一个物品凭空飞了过来，漂浮在鸣人的面前。这件物品飞来的一瞬间，现场所有的观众全部傻眼，就连转盘商人都嘴角直抽。这次他关闭了作弊手段，没想到对方居然抽到了这个东西。这是一个长方形的盒子，正面写着5个大字：灭熊保护伞。盒子的侧面还写着一行广告标语：灭熊保护伞，爱情的屏障，温暖的摇篮，帮助您从根源上解决熊孩子的烦恼。温情提示：本产品18岁以下禁止使用。转盘商人强压着心中吐槽的冲动，陪着笑脸对鸣人说道：这次是个意外，要不然您再转一次。鸣人手中一团火焰升起，直接将这盒保护伞烧成灰烬，随后对转盘商人露出了温和的笑容道：不必了，我很喜欢这个。说完他转就走，眼中充斥着怒火。周围人见状纷纷让出一条路来，有些人害怕鸣人迁怒自己，甚至背过身去不敢跟鸣人对视。见到鸣人离开，转盘商人怅然若失，多好的一个优质客户啊，可惜玩了这几把就不玩了，不然还能赚不少钱。随后他又端正了心态，对周围人继续喊道：瞧一瞧，看一看了，还有谁想玩大转盘的，绝对童叟无欺。他在人群中尽力的吆喝，却没有发现木叶村民看他的眼神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那种眼神十分奇怪，似乎是怜悯，似乎是同情，让转盘商人有些摸不着头脑。时光匆匆，转眼间日头渐渐西斜，转盘商人已经赚到了不少钱，看来是时候前往下一座城镇了。这次木叶之行赚了不少钱，这些钱中有一大半都是早上那个叫鸣人的熊孩子提供的，让他不禁感慨，还是败家熊孩子的钱好挣。随后他收拾了行李，赶着马车，在一个下人小队的护送下离开了木叶忍者村。商人行走在外，自然要忍者保护，而且这还是在木叶的地盘上，忍者雇的也是木叶忍者，怎么想都不可能出意外。就在他盘算下座城镇要在什么地方摆摊比较好时，只见2道黑衣人影瞬间出现在马车前方。车夫被迫停下了马车，随后看着前方拦路之人，浑身颤抖。虽然不知道前面2个黑衣人是什么身份，但这突然出现的手段可以确定对方一定是忍者。随行的木叶忍者也发现了2名黑衣人，这是一支纯下忍队伍，级别太低，根本不知道根部的存在。但对方的装束很明显是类似暗部一样的组织，而且还在木叶的地盘上出现，明显就是暗部成员。就在这支下人小队的队长想要询问时，2名根部成员二话没说，直接出手将4名下人全部打晕，随后绕过被吓晕的车夫，一把将车队里的转盘商人拽了出来。转盘商人还在盘算着其他事，冷不丁被人拽出马车，吓得他魂飞魄散，惊恐吼道：别杀我，我把我所有钱都给你们，千万别杀我。这时候鸣人缓缓走到了转盘商人面前，拍了下对方的脑袋说道：把头抬起来，你还认识我吗？转盘商人颤抖地抬起头，随后脸上的惊恐瞬间变成了谄媚，笑着说道：记得，记得，这不是鸣人少爷吗？您看您有事直说不就行了吗？何必大动干戈呢？今天确实是一场误会，赚了您不少钱，我深感愧疚，我这就把所有的钱全都还给您，就算是我给您赔不是了。鸣人温和一笑道：不必了，张三李四，给我把查克拉收起来，往死里打。代号为张三李四的2个根部忍者2次收敛了自身的查克拉，随后将转盘商人摁在地上一顿拳打脚踢，打得他满地乱滚，嗷嗷直叫：别打了，别打了，我知错了，别打了。张三和李四仅用了普通人级别的力量，但即便如此发力的技巧也十分巧妙，打得转盘商人毫无还手之力，只能连连哀嚎。转盘商人被暴打的时候，鸣人已经来到了对方的货车上，乱翻了一阵后，总算是找到了自己心仪的那把剑，将这把长剑拔出放在阳光下仔细的欣赏，
片刻后将其再次放回刀鞘内，别在了腰间。心满意足的鸣人好奇地来到了2米多高的大转盘旁边，整个人趴到转盘上，仔细看起了那只占转盘上一个缝隙面积的一行小字。只见上面写道：汤之国灵泉入场券1张。这个名字让鸣人有些摸不着头脑。这个灵泉是他想象中那个修仙者的灵泉吗？如果是的话，那就太搞笑了。火影世界蹦出个修仙者的东西，而且入场券在这么一个江湖骗子手中得到，这怎么看怎么像扑街修仙小说。鸣人赶紧让张三李四停手，随后来到鼻青脸肿浑身颤抖的转盘商人身边问道：你转盘上写的那个汤之国灵泉入场券是什么呀？被打得鼻青脸肿的转盘商人丝毫不敢隐瞒，连忙解释道：这是一张十分珍贵的入场券，它是由汤之国大名亲手发放，只有忍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才有机会得到。这种有头有脸指的是有身份光有钱还没有用，必须是各国身份显赫的贵族阶层才能拥有。小人也是偶然间才在一位达官显贵的手中获得了这张珍贵的入场券，将它写在转盘上只不过是个噱头而已，谁会用这么珍贵的东西当做奖品呢？转盘商人说的是实话，这张入场券可是身份的象征，无论是任何人，只要得到了，他一定会受到汤之国的礼遇，甚至被哪个身份显赫的贵人看中，可以一跃成为贵族阶层。快输哥！因此他从来没有想过将这张入场券真的当成抽奖的礼品。不过事已至此，这些身外之物他也没那么在意了。只见他在怀中颤抖地掏出了一张长方形的纸票，随后恭敬的双手捧在胸前跪着，献给鸣人道：为了向您赔罪，我愿意将这张入场券献给您，请您务必原谅我之前的失礼。鸣人接过入场券，前后左右仔细看了看，随后不屑道：我当是什么好宝贝，原来就是个洗澡券呐！我在家里就能洗澡，何必费那么大力气去汤之国洗？呵呵，专门给贵族预留的洗澡券，这帮家伙的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专程为了洗个澡出次国，就算真洗得干干净净白白嫩嫩回来，这一路上不用弄脏了吗？说着，鸣人双手搭在券上，便准备将这张洗澡券撕碎。这时只听转盘商人叹了口气道：哎，听说那个灵泉还是个男女混育，真是可惜了。鸣人的耳朵动了动，随后不动声色地将灵泉入场券揣进了怀中。收好入场券后，他转头对着身旁的张三李四问道：你们刚才有看到我做了什么吗？张三面无表情地点头说道：看见了，您刚才撕碎了一张纸。李四附和道：没错，我看见您将它撕得非常碎非常细，上面的内容已经无从考证。鸣人点了点头，不愧是自己洗脑过的忠实部下，已经会举一反三了。这时他又想起了转盘商人，转头对着对方温和笑道：你刚才看到我撕碎一张纸了吗？转盘商人摇了摇头，表示没看见。鸣人见状，身上的杀气瞬间展露出来，吓得转盘商人连忙补充道：我没看见您撕碎一张纸，我只看到您放了一把火把那张纸烧成了灰烬。鸣人闻言眼前一亮，不愧是商人脑筋转的可真是快。没错，我确实放了一把火，将那张纸烧成了灰烬。你倒是挺上道的，既然如此，小爷我就饶你一命，赶紧滚吧。转盘商人连忙点头，刚想逃走时，却被鸣人再次叫住。刚想转身逃走的转盘商人突然打了个冷战，他僵硬地转回身，陪着笑脸问道：鸣人大人，请问还有什么事吗？鸣人故作镇定地轻咳了一声说道：把你的转盘留下，这种用来害人的东西我一定要销毁掉，不能让你再拿它祸害其他人。转盘商人松了口气，还以为是什么事，原来就这点小事啊。他二话没说便答应下来，随后跑到自己拉货的车厢上，用力想要将大转盘拽下来。但这个转盘异常沉重，他费尽了九牛二虎的力气，脸都憋红了也无法搬动。鸣人使了个眼色，张三跟李四走到转盘旁边，伸手将大转盘从车上拔了出来，随后跳到空地上。见到大转盘到手后，鸣人挥了挥手说道：滚吧，别让我再看见你。转盘商人闻言千恩万谢，随后一脚将晕倒的车夫踹进了车厢中，自己亲自驾着马车一溜烟逃走。这次他已经顾不上身边没有忍者保护，这帮废物忍者一点用都没有，最后还是要靠自己跪地求饶保存了性命。什么狗屁的木叶忍者，全是废物，他要跟圈子里的同行们好好说道，这木叶忍者以后可不能再顾了。鸣人看了一眼在路边晕倒的4名木叶下忍人，随后对着张三跟李四说道：把他抬到我的办公室，我在那里等你们。说完，他的身影消失在原地。张三跟李四不敢怠慢，小心翼翼地将这个转盘抬回了根部基地中。不久后，这个转盘便被抬到了鸣人在根部的专用办公室。挥退了张三跟李四后，鸣人将头探出门外，四下看了看，见周围没有人后，将门锁得死死的。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再次飞到了大转盘旁边，将手搭在了转盘边缘上，随后查克拉探入转盘，将里面的几张符纸全部碾碎。他就不信邪了，自己的运气真差到连一个大奖都摇不出来的地步吗？他偏不信，他就要向全世界证明自己不是废球。用力摇动转盘，转动带起的风将整个办公室吹得呼呼作响。鸣人飞到转盘正面，紧张等待。这次力气用得非常大，转盘转起来就没个头，整整1个小时过去，还在那里呜呜的转。随着时间1分1秒过去，转盘的速度越来越慢，鸣人的心情越来越紧张，看着转盘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最后缓缓停了下来。鸣人的表情从激动变得僵硬，只见指针再次停留到那个熟悉的位置。灭熊保护伞，我保你妹啊！他飞起一脚，将整个大转盘踹得粉粉碎，碎渣掉了一地，最大的一块都没有鸣人的巴掌大。碎木屑飞了满办公室，但丝毫没有降低鸣人的怒火。妈蛋的，自己真这么飞吗？真这么飞吗？飞到这地步吗？什么狗屁的抽卡，全是天地胡扯！老子发誓，再玩什么抽卡游戏，老子就是狗！那天摔东西的声音在寂静的根部中异常刺耳，一众根部忍者们什么也不敢说，什么也不敢问。火影大楼，一名暗部忍者来到了火影办公室中，悄悄来到猿飞日斩耳边小声说了几句，随后便等待着对方的命令。猿飞日斩不动声色的点了点头，随后对暗部忍者说道：“可以将消息传出去了。”暗部忍者收到命令后顺身离开。猿飞日斩被着手站在落地窗前，俯视着木叶的夜景。所有的准备都已经做好，接下来就要等那个叫脚多的家伙一头撞上鸣人这头猛兽了。星之助，你放心，你的丑老夫一定会给你报的。第二天夜晚，鸣人在木叶中留了个影分身替他行动，本体一溜烟翻过了木叶围墙，来到了外面。他这次偷偷跑出来，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毕竟去泡会浴这种事好说不好听，他漩涡鸣人虽然恶贯满盈，但也还是要脸的。不过在离开的木叶范围后，他便放慢了脚步。往常离开木叶都是靠飞行，下方的风景匆匆而过，从来没有认真欣赏过。偶尔用步行来赶路，突然觉得这种感觉也还不错，反正也没什么急事，就慢慢走到汤之国吧。由于他是趁着黑夜出发，因此走了没多久后，东方便升起了鱼肚白。鸣人见状，赶紧来到一棵很高的树上，手搭凉棚，看着东方地平线上缓缓升起的太阳。橙黄色的光芒自地平线上缓缓升起，漆黑的世界被这道光芒分成了上下两个部分。橙黄色的光芒在达到一个峰值后突然暗淡了下来，但这并不是光芒消失了，而是周围的黑夜被点亮，显得橙黄光芒暗淡了下去。天空逐渐从黑色变成了暗沉的蓝色，大地也逐渐拥有了色彩，整个世界像是被唤醒了一般。突然一颗亮点从地平线上升起，随着它的升起，整个世界焕发了生机，漆黑的世界消失，新的一天再次开始。鸣人见到这颗耀眼的太阳后，大喝了一声好，哈哈大笑后继续朝前赶路。迎着清晨的阳光与清新的空气，鸣人感觉走路的脚步都轻快了起来，心旷神怡。鸣人走的是火之国一条宽大的官路，因此这一路上见过不少人。有些人衣衫褴褛，赶着破旧的牛车，在鸣人身边匆匆而过，似乎是有什么重要的事，一个劲的赶路。有些人则是衣着华贵，坐着8人台的豪华轿子从鸣人身边缓缓超了过去。鸣人并没有看到轿子里面坐的人，只看到那些抬轿子的轿夫在路过鸣人的时候，眼中带着轻蔑。他无奈地笑了笑，一帮给人抬轿子的，居然还能抬出优越感来，也是稀奇。不过他倒没有在意这些人的态度，大家毕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眼界格局不一样很正常，他没必要跟这些人一般见识。也许在这些人眼中，给人抬轿子就是高人一等的体现吧。这一路上，鸣人见到的形形色色的人，渴了就用水遁制造一些水用来喝，饿了就在外面随便抓一些野味烤来吃，困了就用土遁造一座石屋用来住宿。忍术的作用在这些天算是被他发挥到了极致，而且释放忍术的时候根本不用结印，随便一挥手忍术就自己出来，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哪个魔法世界穿越到火影世界的魔法师呢。就这样走走停停了一天一夜后，鸣人看着还有老远的火之国边境，眉头紧锁。走了这一天一夜，他也大概玩得差不多了，接下来的路程就直接飞过去吧。要是飞过去的话，说不定能赶在今天晚上汤之国国都的城门关闭前进入城中。就在他身体微微弓起，准备弹射起步时，附近的森林突然沙沙作响，4个蒙着面的黑衣忍者突然窜出，对鸣人突然袭击。4人的速度飞快，宛如4道黑光瞬息而至，4把利刃一同挥舞，似是要将鸣人分尸在原地。唰唰唰唰，4道刀芒同时斩落，鸣人瞬间被切成碎块，漂浮在半空中，鲜血喷洒而出。4人被溅了一脸血，但却毫不在意，低头看着已经从半空落在地上的尸体碎块。4人异常兴奋，其中1人最先反应过来，低头在尸体碎块中开始寻找，另外3人也很快反应过来，低头同样寻找起来。最终一颗死不瞑目的孩童头颅被他们从尸体碎块中找出，紧接着众人便争抢起来。这个小鬼是我先发现的人头，应该归我。你放屁！明明是老子先把他的脑袋砍下来，这个头应该是老子的。几人的争抢愈演愈烈，最终直接上升到了拔刀相向的地步。就在他们即将动手自相残杀时，他们的视线中世界突然扭曲变化，最终陷入了一片黑暗。鸣人将新得到的长剑收回剑鞘内，随后看着4具无头尸体和地上4个面目狰狞的人头，满意的一点头。这把剑确实不如忍刀用着锋利，但这使用起来的手感真是比忍刀好太多了。至于强度不足的问题也很好解决，只要他灌注更多的查克拉或者气将这把剑填充，他就能变成无往不利的神兵。至于刚才发生了什么，自然是鸣人使用幻术迷惑了这几个人，让他们产生了幻觉。鸣人这些年可不只是学会了忍术，
幻术方面他也研究了很久，至少对付这些杂鱼是绰绰有余。他摸了摸下巴，看起来自己的人头在流浪忍者中人气很高啊，连这几个实力不足中人水平的家伙也敢来刺杀自己，这是真没拿自己当盘菜啊。现在他对于发布赏金通缉自己的人也算是有了一些猜测，估计就是袁飞日斩那老家伙了。不过他有点想不明白，为什么别人不清楚自己的实力，这老家伙还能不清楚吗？别说拿出1亿赏金悬赏自己，你就算拿出100亿，让世界政府派出3大将来干自己，也不一定干得过呀。这老家伙怎么回事？年纪大了，走路窜稀吗？怎么净整这些幺蛾？随后他摇了摇头，不管这家伙要做什么，等自己回到木叶后再说。既然这老头这么闲，那自己就陪他玩玩。随后他低头看了下4个流浪忍者的尸体，放在这里不管的话，时间长了闹瘟疫可就不好了。于是他挖个坑，大手一挥，将4个流浪忍者全都扔进坑，紧接着土堆一埋，4个人从此在忍界销声匿迹。做完这一切后，鸣人飞身跃至空中，朝着汤之国的方向飞去。埋着4个人，耽误了不少时间，希望能赶得上汤之国的宵禁。就在他刚刚飞走10几分钟后，一个身穿黑底红云袍的高大身影来到了他埋人的土坑前。鸣人这一路上根本没有隐藏行踪，因此脚都没有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对方的位置。但很可惜，他跟鸣人失之交臂，只要他的速度再快上10几分钟，估计就能跟鸣人撞个正着。看着周围战斗的痕迹，又用地跃鱼探索了一下土包中4个被割了脑袋的流浪忍者，脚都摸着下巴若有所思。看来这个叫做漩涡鸣人的小鬼并不像忍界传闻中的那么简单。自从鸣人的通缉令在地下黑市中流传开后，他就成了赏金忍者们眼中的肥羊。没有人认为一个年纪只有7、8岁的孩子实力会有多强，就算是忍者之神8岁的时候，实力顶多也就只有中忍的程度。因此在他们看来，这笔买卖简直就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但这些流浪忍者中也不全是傻子，还是有不少人对这笔生意持怀疑态度。他们觉得这可能是哪个势力故意扔出来钓鱼的诱饵，说不定对方身边会有实力强大的精英上人暗中保护，就是为了故意引某个人上当。角都在看到鸣人的通缉令时，第一时间也是这种想法，而且他也猜到了对方针对的目标可能就是自己。他也是个在忍界混迹快100年的老江湖，袁飞日斩这点手段怎么可能骗得过他？但知道是个陷阱又能怎么样？对方抛出的那1亿两诱饵可是货真价实的，因此他明知道这是个为自己设下的圈套，却义无反顾地钻了进来。他对自己的实力非常自信，决定跟木叶忍者正面碰一碰。这要是以前的木叶，说不定他就退缩了，但现在的木叶称得上是外强中干，能拿得上台面的也就只有血轮眼卡卡西和最近刚刚打出名号的那个叫麦特凯的后起之秀。但这2个家伙根本没被他放在眼里，如果埋伏自己的真是这2个人，那他就把这2个人一同干掉，去地下黑市换赏金。正当他打算继续向前追击时，手上小组织用来传信的戒指突然传来一阵查克拉的波动。这是小组织召集成员的信号，居然在这个时候来找自己，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他有心不接电话，但一想起首领那恐怖的实力，心中又有些发怵。最终他切了一声，找到一处安静的地方闭目打坐，将心神探入戒指中，换灯神之术发动。一处漆黑的洞穴内，一只巨大的怪物盘膝坐在宽大的洞穴内。这只怪物像是活物又像是死物，像是生物又像是植物，看起来异常诡异。它的体型异常巨大，即便是九尾或者须佐能乎也不过才到他膝盖那么高。此时他的双手手腕紧紧靠在一起，手掌摆出莲花状，而角多就出现在这10根手指其中1根上。刚一出现，他便打量起四周，发现除了他之外只有首领存在，于是便开口问道：首领，找我有什么事？只见天道佩恩的幻影语气冰冷道：琵琶石藏死了，宇智波止水已经跟大蛇丸组队，你也有了新队友。角多闻言眉头紧锁，他语气疑惑道：你说的新队友是蝎吗？没错，他正在去找你的路上，你在原地不要乱动，等他找到你。角度闻言语气有些不悦道：我可不可以单独行动？我和蝎那个家伙不是很合得来。佩恩闻言没有回答，而是用冰冷的目光看着角都。后者对上佩恩那双散发着紫色光芒的诡异轮回眼时，不由得打了个冷战。他当年就是被佩恩招募的，所谓的招募就是被对方暴打一顿，不得已加入了这个组织，因此他对佩恩是有种本能的畏惧的，这种畏惧甚至超过了牵手柱间。最终在对方的压力下，他选择了妥协，佩恩也懒得再跟他废话，解除了幻灯身之术。角都在一片空地上睁开眼，随后右拳紧握，对着地面一拳砸出一个直径1米多的大坑。真是可恶，这样一来就会失去那个小鬼的，偏偏在这个时候给自己安排个队友，真是个可恶的家伙。骂了佩恩几句后，他便在原地等待谢的到来。骂归骂，佩恩的命令还是要执行的。他一直在原地等待了3个时辰，才看到了谢的身影。此时已经到了傍晚，漩涡鸣人早就不见踪影了。角都越想越气，全是因为要等赤沙之蝎这个家伙才让大鱼从自己手上逃掉。于是等对方靠近后，他二话没说，抡起拳头便朝对方打来。此时他的右拳变得一片漆黑，仿佛被墨水覆盖了一样。这并不是武装色霸气，而是一种硬化皮肤的土遁忍术，威力十分强大，进可攻退可守，功能跟武装色霸气十分相似。
赤沙这些此时正躲在他的基础傀儡飞流湖里，见到角斗一拳打来，他长长的尾巴一扫，便挡住了对方的攻击。角斗见这一拳被挡下后，没有继续出手，而是收回拳头往后退了一步。二人四目相对，赤沙这些声音沙哑，语气冰冷地问道：“为什么突然对我出手？”角斗收回了拳头上的查克拉，皮肤再次变成了正常颜色后，语气平淡道：“测试一下你有没有资格跟我组队而已，连我一拳都接不下的家伙，没资格跟我组队。”赤沙这些冷哼一声后，也没跟对方计较。叛人们的友情就是这样朴实无华且暴力。就在角斗跟他的新队友磨合时，鸣人也已经来到了汤之国国都的城门下。像汤之国这种小国，根本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城市，国都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国都。整个汤之国的地盘内，除了国都外，剩下的地方全是零星的小村子。这种小国也没心思管这些小地方，任凭他们野蛮生长，自己只管国都这1亩3分地。抬头看着已经紧紧闭合的巨大城门，鸣人叹了口气，果然自己来晚了。没办法，既然正门进不去，他只好翻墙进入，随便找了处城墙上防守薄弱的地方，直接一个瞬身术从士兵身边穿过。当鸣人的双脚落在城墙内侧的国都土地上时，这名士兵都没反应过来，刚才自己身边过去了个人。鸣人拍了拍手，随后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向了繁华的街道。城里跟城外果然是两个世界，这里灯光璀璨，俨然一个繁华的不夜城。这个国家之所以叫做汤之国，便是由于这里盛产温泉，街边的店铺10家有8家都是温泉店。鸣人都怀疑这帮人口渴的时候，是不是都直接把温泉晾成凉白开来喝。他走在繁华的街道上，瞬间一股暖意传来，这些温泉馆的热气顺着大门蔓延到了街道上，吹得鸣人全身暖洋洋，空气中全是潮湿的水蒸气味，这让鸣人十分怀念。不知道这里的洗浴带不带2楼，足疗按摩之类的服务有没有啊？技师长得好看不好看？当然，他可不是来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只是带有批判性的态度参观一下。就在他沿着周围的温泉馆四处转悠时，突然在2家温泉馆的夹缝中看到一个红衣身影。这个人留着白色的大长头发，穿着一身红色的外衣，正蹲在2家温泉馆的小过道深处，用单筒望远镜观察敌情。这个装扮和这个头发的颜色，鸣人一眼就认出了，绝对是自来也。果不其然，之前他就在想，以自来也的性格，绝对会经常光顾汤之国。现在一看，这家伙哪里是光顾这么简单，自己随便来逛一圈都能看到这家伙，可见汤之国都成自来也的第2祖国了。他离开木叶这么多年，说是取材，是不是都在汤之国定居了？这还找个屁预言之子，竟想着找技师洗脚了吧？看着撅着屁股满后背猥琐相的自来也，鸣人决定化身正义使者，抓住这个偷窥的色狼。只见他将一条被刷过黑漆的细线固定在走廊的过道处，紧接着后退几步，用他那小孩子还没有变过声的尖锐嗓音嗷的一声吼道：“快出来抓色狼，有偷窥的色狼啊！”大吼完，他便一个翻身钻进了对面街一个胡同里。刚一钻进去，便见到一群衣着单薄的女顾客吵吵嚷嚷的从店门钻出来，准备抱走色狼。自来也被这一声吼惊的打了个冷战，随后惊慌的准备逃走，结果却被鸣人设下的陷阱绊了个跟头，摔了个狗吃屎。随后愤怒的女客人们从地上拽起自来也一顿胖揍，一边揍还一边喊道：“可恶的混蛋，每天都来偷窥，真是死变态，赶紧去死吧！”鸣人看着这一幕都惊呆了，因为被胖揍的那个色狼根本就不是自来也，甚至连长得像都算不上，身材比自来也瘦了一圈。刚才因为光线昏暗的缘故，所以鸣人认错了人。不过认错人也没什么关系，反正也是个色狼，挨打也不算亏。就在他准备离开时，脚下的地面突然传来蠕动之感，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自己脚下又要挖出新的温泉眼了吗？鸣人疑惑地低下头，想看看脚下的是什么，结果就看到一头白色的大长头发搭在红色的宽大长袍上，隐约像是一个人。他的嘴角抽了抽，这帮家伙一个个都 cos 自来也干嘛？这家伙在汤之国难道是全民偶像吗？鸣人赶紧挪动脚步从对方后背上下来，刚想出声询问，只见这个人对鸣人竖起食指放在嘴前，比了个噤声的手势。这时他才看清了对方的脸，这竟然不是 cos， 是自来也本人。只见自来也浑身都是泥土，后背还有好几个脚印，那是鸣人留下的杰作。这家伙闲着没事儿，在这儿趴着做什么？难道是跟自己粉丝合伙一起偷窥？只见自来也小心翼翼地站起身，随后趁着暴打他粉丝的女人们没有注意，偷偷将鸣人拉进了小巷，东拐西拐来到了一处无人的角落。在确认了周围无人后，他才长长松了口气，随后对着鸣人抱怨道：“你这家伙干嘛大吼大叫的？现在他们已经升起了警惕心，我今天的取材恐怕要泡汤。”鸣人冷哼一声道：“什么狗屁的取材？你别侮辱取材这个词了，你那就是偷窥，赤裸裸的偷窥。而且你这家伙脑子似乎也不是很灵光，闲着没事往我脚底下钻什么？”自来也嘴角抽搐，这小子果然跟袁飞老师说的一样，性格恶劣，满嘴歪理。明明是他踩着自己，却说自己往他脚底下钻，这恶人先告状的劲儿，不服真不行。其实他在鸣人路过刚才那条街的时候就发现了对方，正打算偷偷跟踪鸣人，没想到对方拆穿了自己的模仿者后，就一脚踩到了自己后背上。当时鸣人已经大吼有偷窥者，他要是敢暴露自己的行踪，肯定会被当作那个偷窥者的同伙一起被抓起来暴打，因此他才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这时鸣人疑惑道：“刚才那个人为什么要模仿你？你在汤之国都成全民偶像了吗？”自来也叹了口气说道：“我哪知道他们发什么神经？一开始我只是在这里正常取材，并没有四处乱逛，只挑那么几家生意好的店光顾。后来我在这附近的名气越来越大，逐渐有人开始打着我的名号在附近偷窥，甚至有一次30多家温泉在同一时间传出了我偷窥的消息，真是冤枉。当时我只在最火的一家取材，根本没用影分身去那么多家。”自来也越解释，鸣人的脸色就越黑，这还解释个毛啊！这股偷窥的风气不就是你带起来的吗？随后他没继续纠结这个，对着自来也问道：“那你把我拽到这里来是做什么？别告诉我就为了跟我解释这些事。”自来也闻言表情立刻严肃了起来，说道：“你好像不好奇我的身份，我记得我没有向你做过自我介绍吧？”鸣人撇了撇嘴道：“我当然记得你，4年前我暴走时，你被我打得多惨，我可一清二楚。”自来也心下了然，漩涡鸣人既然拥有暴走时的记忆，那很多事情也就不用跟对方卖关子了。他板着脸严肃道：“既然你拥有暴走时的记忆，应该很清楚你暴走起来有多危险吧？为什么没有好好在木叶待着，突然要来到汤之国？”其实他还想问鸣人身边为什么没有人监视，但想了想还是没有问出口，毕竟这样很不礼貌。鸣人也大概猜到了对方没说出来的话，自从上次监视鸣人失败后，袁飞日斩就停止了对他的一切监视。袁飞日斩已经清楚地明白普通忍者根本没法监视鸣人，而且现在的鸣人不同以往，成功掌握了根部的他在木叶中也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已经不能用派人监视这种不体面的方法对待了。鸣人冷哼一声道：“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是我的自由。你要是觉得袁飞日斩的老家伙能限制住我，那就大错特错了。”自来也叹了口气道：“你似乎对袁飞老师有着很大的误解，是听什么人说他的坏话了吗？”鸣人撇了撇嘴道：“你这家伙是真蠢还是装蠢？别告诉我这么多年你还没有看清楚那老家伙的真面目。”现场气氛瞬间凝固住，自来也张口似乎是想反驳，但最后还是闭上了嘴。自来也真的如同鸣人说的那么蠢，没有看清楚袁飞日斩是什么人吗？开什么玩笑，自来也怎么可能是蠢？在忍界中，少年成名的忍者比比皆是，甚至11、12岁达到影级的也有不少，比如宇智波直水跟宇智波鼬，就连我艾罗也是大概14、15岁就成为了影级强者。但这些天才在成名后能够活到40、50岁的人非常稀少，寿终正寝的更是罕见。这些天才们在成名后遇到的第一道坎，不是来自于敌对势力的暗杀，而是自己人的利用。这些少年成名的天才，绝大多数都会被自己所属的势力当作工具利用，最终在失去利用价值后，就被当作垃圾直接丢弃。而在成名后仍然能够活到寿终正寝的，除非是像3代土影大野木这种自己本身就是高层的，否则几乎不可能。快书阁，只有早早就看穿了这其中的弯弯绕绕，才能从这个局中脱离出来，逍遥自在。自来也很显然就是那个从局中跳出来的人，只要他不想，现在已经没人能够再利用他。那么自来也看清了袁飞日斩的真面目吗？当然看清了，而且看得十分透彻。不止他看清了，3人全都看清了他们的老师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不然也不可能3个人全部离开木叶。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既然你讨厌我们在村子里分享你的权利，那你就自己一个人在村子里玩吧。而这3人中，只有自来也跟袁飞日斩藕断丝连，他是3人中最在乎木叶的，之所以偶尔会帮助对方收集情报，完全是看在木叶的面上，否则他才不会理袁飞日斩这种人。心中叹了口气后，自来也转移话题道：“这些都不重要，你来到汤之国应该是有什么目的吧？我了解过一些你的情况，你这个家伙最长的一次在家中一待就待了1年，就连买东西都让监视你的暗部去，可以说是个究极宅男。你这样的性格我不相信只是为了游玩而来到汤之国，说说你的目标吧，来这里是做什么的？”鸣人闻言，双目死死地盯着自来也，后者暗叫一声不好，这漩涡鸣人难不成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才来到汤之国的吗？这时只听鸣人肚子咕噜噜叫了一声，随后他严肃道：“那些事以后再说，既然你对这里很熟悉，应该知道哪里有好吃的吧？快点带我去，我都快饿死了。钱你不必担心，老子多的是用不着花你的。”自来也嘴角抽搐，这家伙饿了就饿了，干嘛搞得那么严肃，弄得他以为对方又要暴走呢。随后他脸上又露出鄙夷之色，嘲讽道：“汤之国的美食自然不少，但可不是你这么一个领救济金的小鬼能消费得起的。不过本大爷心地善良，只要你为刚才踩我的事道个歉，我就可以请你吃一顿。”鸣人闻言切了一声说道：“你这家伙也好意思自称3人？偷窥的时候被人踩了，居然还想让别人给你道歉？我梅保官把你一起抓起来就已经够给你面子了。”说完，他从怀中掏出了一沓钞票，对着自来也晃了晃，说道：“看见了吗？小爷，我有的是钱，就不劳烦您老人家请客了。赶紧带我去美食多的地方，到时候小费少不了你的。”自来也见到对方手中的钱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这一沓钱少说也有5万两以上，鸣人这家伙究竟是从哪里弄到的这些钱？不会是出去抢劫了吧？而且这家伙明目张胆的拿出这么多钱来显摆，这要是被别人发现，是极其危险的行为。只见他义正言辞道：“鸣人，你太不小心了，今后在忍界行走绝不能这么露富，不然一定会被人盯上，十分麻烦。”
自来也的话确实在理，任谁看到鸣人这么一个7岁的孩子拿着这么多钱满大街闲逛，也都会起歪心思。更何况忍界还是个无法无天的地方，在这里弄死个人，直接挖个坑就埋了，只要没被人撞到，杀了你也白杀。很显然，自来也并不关注地下黑市的事，否则他就会惊讶地发现鸣人这颗脑袋可比手中的钱珍贵多了。他将钱揣回了怀中，随后说道：“这下放心了吧？赶紧带我去吃饭吧，我都快饿死了。”自来也点了点头，随后引着鸣人往汤之国的美食街而去。这一路上，鸣人很注重自己走路的方式，平时在木叶他走路都是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那欠揍的模样，多弗朗明哥见了都直呼内行。但此时他却走得四平八稳，异常稳重，根本看不出在木叶时那嚣张跋扈、地痞无赖的模样。虽然他这些年一直在木叶当村霸，但现在毕竟是在木叶外，汤之国人又没惹过自己，自己犯不着跟他们耀武扬威。而且自己现在身份也跟以前不一样了，暗地里自己是跟组织和光组织的首领，明面上自己是赏金1亿2的通缉犯。从物价这个角度上来看，他的赏金堪比新世界那些10亿以上的大海贼。这么显赫的身份，要是还拿出那种掉价的走路方式，将来被人扒出来，一定会成为他的黑历史。于是鸣人就这样一边胡思乱想，一边暗中观察自来也。自来也这个家伙给人的第一印象，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虽然这些年自己打的木叶村民们哭爹喊娘的时候，自来也没有来帮自己，但鸣人不怪对方，毕竟人家又不欠你的，凭什么给你当保姆来帮助你？可能有人会想，波风水门是自来也的徒弟，徒弟的儿子受苦受难，难道老师不应该帮助吗？如果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古今中外，无论任何时代的老师，只要顶着老师这个名头，就一定要传授学生各种各样的知识，只有传道授业解惑，才可以称之为老师。但自来也这个老师则完全不同，波风水门的成名绝技飞雷神和螺旋丸都不是对方教的，反而他还跟自己的学生学习了很多忍术，比如螺旋丸和封印术。那么问题来了，人家都没教波风水门忍术，凭什么要照顾波风水门儿子？就跟嫖娼一样，我不付钱不就不算嫖娼了？你们抓鲁迅关我周树人什么事？这理论有毛病吗？一点毛病都没有，非常完美了，属于是。鸣人一边偷偷观察着自来也，一边点着头。这家伙虽然称不上是什么好老师，但称得上是个好王八蛋。就在鸣人偷偷观察自来也的时候，自来也也在偷偷打量着鸣人。那么他对鸣人的评价是什么呢？他根本就没评价，他正在琢磨该怎么把那5万两从鸣人的手中给骗走。鸣人今年才7岁，身上带这么多钱，实在太危险了，还是由自己替他保管，等对方成年了再还给对方。大家请不要误会，自来也的保管可不是元飞日展的那种保管，他这种是不打算还回去的那种保管。二人一边研究着彼此，一边走到了一条散发着香味的街道。刚一靠近这条街，鸣人的鼻子就动了动，随后顺着香味拐进了这条街中。自来也点了点头，这鼻子真好使，自己还没往这里指呢，他就闻出是这里了。汤之国美食街，这里坐落着忍界各式各样的风味小吃，白天80%以上的店铺都关门，下午开始营业，一直到深夜为止。鸣人站在街边，看着琳琅满目的小吃，口水直流。单论美食而言，这里甩木叶好几条街。汤之国可是个以温泉为主题的旅游度假国家，这里的服务业自然要比木叶要繁荣。自来也来到鸣人身边笑道：“想好要吃什么了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劝你每个店都少吃一点，这样你可以多尝几家店，也算是不虚此行。”鸣人点了点头，随后毫不犹豫地迈进了一家丸子店。这是一家7、8张桌的小型店铺，墙上挂着20多个长方形木牌，上面写着各式各样的丸子名字。这里的丸子可不是木叶团子店的那种甜口团子，而是类似于丸、牛丸这类咸口的肉丸。鸣人进入店铺后，便扫了一眼墙上的木牌。店员见到鸣人和自来也进门，热情招呼道：“欢迎光临，请问2位客官想要吃什么类型的丸子？”鸣人一直挂着牌子的墙对着店员说道：“这墙上还有的丸子种类一样，给我来10串，要做快一点，我都快饿死了。”店员愣了一下，对鸣人不确定的询问道：“是这面墙所有的吗？”鸣人点头说道：“是啊，快点，我都快饿死了。”说完，他一拍脑门，从怀中取出了1000两，递给店员说道：“这些钱应该够了吧？剩下的不用找了，就当给你的小费。”店员闻言眸光大亮，对方点的这些丸子加在一起不过不到300两，剩下的钱都是他的小费，他可是拿了大头。此时他看待鸣人的眼神都变了，嘴角咧到了耳根，笑着回答道：“您稍等，我们马上就给您做。”说完，他一溜烟跑到后厨通知厨师，而自来也却来到鸣人身旁，小声说道：“你少点一些，我之前就吃过了一些东西，而且就算我没吃东西这么多，咱们俩也够呛吃得下。”听到自来也的话后，鸣人鄙视道：“你好厚的脸皮啊，我也没说要请你吃饭啊，这些丸子都是我一个人的，至于你想吃的话就自己去点，挺大个人了，让我一个7岁孩子请客，你好意思吗？”自来也被噎得够呛，鸣人这小子怎么跟水门九星奈性格差这么多，说话噎死人，还不敬重师长，自己怎么说也是他父亲的师傅，就算看他不顺眼，也应该有一些基本的尊重吧。1个小时后，自来也和店员嘴巴张成 O 型，用惊骇的目光看着鸣人。此时对方桌上摆了一盘竹签子，竹签子上面还有些许鲜肉残留。店员被彻底惊呆了，要知道鸣人点的丸子种类足有20-30种，而且他们家的丸子可不是指甲盖大小的小丸子，
而是乒乓球大小的肉丸。这么多丸子，他亲眼看着鸣人张开大嘴，一口好几串的往下撸，然后往嘴里倒。厨师那边紧张忙活，鸣人这边紧着吃。厨师那边手都快累抽筋了，刚刚把对方点的丸子全部上齐，这家伙吃的全剩竹签子了。他在汤之国美食店干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能吃的顾客，而且还是一个年纪7、8岁的小孩子。这家伙的肚子到底是怎么长的？自来也彻底愣在原地，这饭量恐怕秋道一族的族长来了都要甘拜下风。随后他心中猜测，难道鸣人的食量跟他那种独特的血迹限界有关吗？就在他胡思乱想时，鸣人已经走出了店门，随后左右看了看，往美食街深处走去。自来也见状，连忙追了上来，提醒道：“鸣人，你走错方向了，咱们来的地方是身后那个方向。”鸣人摇了摇头说道：“我可不是在找出口，我看看这街上还有没有其他好吃的美食，现在连个半饱都没到，要抓紧时间填饱肚子呀。”自来也惊呆了，你吃了这么多还没吃饱，你的肚子是连接着另一个次元吗？难道说鸣人觉醒了水门的时空间能力，肚子连接着另一片空间，吃多少传送走多少？紧接着他就看到鸣人一家接一家的吃，直到第11家时他才打了第一个饱嗝。这汤之国的美食还算可以。对了，你现在住在哪里？鸣人揉着圆滚滚的肚子对自来也问道。自来也闻言说道：“住在一家旅店，怎么了？”鸣人一指美食街的出口说道：“带我去吧，这几天我就住在你那里，顺便有点问题想找你咨询一下。”自来也撇了撇嘴，这家伙还真不拿自己当外人，不过他也没反对，直接带着鸣人来到了他临时居住的旅店。进入房间后，鸣人便准备付给自来也导游的钱，结果却被对方拒绝了。他看到鸣人这食量，觉得还是给对方省点钱吧。随后二人坐在客厅中的方桌两端对立而坐，自来也率先问道：“你刚才说有事，想问我到底是什么事？”鸣人闻言伸手入怀，摸了半天，随后拿出了汤之国灵泉入场券，将入场券名称的一面对向自来也后，鸣人问道：“我这次来汤之国就是为了这个，你知道上面说的汤之国灵泉在哪里吗？”自从鸣人将灵泉入场券拿出后，自来也的眼睛就没离开过，在看清了上面的字后，直接大吼道：“鸣人，你是在哪里弄到这个东西的？”鸣人被吓了一跳，随后他对自然也吐槽道：“你看好了，这是灵泉入场券，不是灵车入场券，你瞎激动什么？”自来也一把抢过入场券，随后低头细细打量，一边兴奋点头，一边激动道：“小鬼，你懂什么？这个东西可是无价之宝。汤之国的灵泉是专门为了招待各国重要人物所设计的，能进去的人非富即贵。而且……”说到这里时，他双眼中突然弥漫出一股色气，语气粗重道：“而且这还是个混域，传闻里面有很多肤白貌美的贵族小姐姐哟。”说到这里时，他还对鸣人挑了挑眉，看到鸣人一脸黑线，就这个德行还3人呢，一张洗澡券就把这家伙激动成这样，是800辈子没见过女人吗？你可醒醒吧，别一听混域就激动的精虫上脑，这种混域怎么可能会有年轻貌美的小姐姐去呢？绝对都是一帮40、50岁的老阿姨，身上的泥搓出来有巴掌那么长。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给他们搓搓背。鸣人不屑地吐槽道。自来也脸上露出讥讽的表情，对着鸣人说道：“你这小鬼真是什么都不懂，灵泉可不只是给各国贵族泡温泉那么简单，它还是青年贵族们社交用的场所。据说5国大名有好几个都是在灵泉交流的时候，才跟现在的大明夫人确立了关系，因此将这个灵泉认为是贵族们互相结识的场所也不为过。”鸣人扯了扯嘴角，这帮贵族们脑子都进水的吗？居然到洗澡堂子相亲，这是什么奇怪的习俗？本来还以为这个灵泉是个什么牛逼的地方，原来就这样。经对方一介绍，他的兴趣全没了，对着自来也挥手说道：“你要是想去的话，这张洗澡券就交给你了，祝你给那些贵族阿姨们搓背愉快。”自来也闻言愣在当场，随后眼中爆发出神采，激动道：“真的吗？没想到你这小鬼居然这么上道！”哈哈，很好，非常好。随即他想到了什么，对着鸣人问道：“鸣人，你要不要跟我一起修炼呢？跟你说，我可是没兴趣。”自来也差点被鸣人干脆利落的拒绝给闪到腰，这小子拒绝的也太痛快了吧，就真的一点思考余地都没有吗？随后他又释怀了，既然这小子拒绝，说明他们2个无缘。大蛤蟆仙人说预言之子会是自己的弟子，既然小子拒绝，就说明他不是预言之子。不过这些都被他抛之脑后，他现在满脑子都是灵泉中的小姐姐，不知道明天会有多少漂亮小姐姐在等着他呢。鸣人可没管这个想入非非的老色批，找了个肃静的地方铺好床铺便睡觉。他的作息时间还是很规律的，无论身处于何地，只要到了睡觉时间，他都会用土遁忍术制造一座房子，然后就进去睡觉。轻轻闭上眼后，他陷入了梦乡。第2天一大早，自来也匆匆离开。鸣人揉着眼睛看着对方离开的方向，估计对方是去那个叫什么灵泉的地方了。他心中一阵嘲讽，自来也这个家伙，在他看来当色狼都有些不合格。那个灵泉虽说是贵族社交用的，但他也不想想那些大明夫人跟那些贵族有几个长得像正常人。之前他说进去的都是一些40、50岁的老阿姨，绝不是胡说八道。他敢打赌，自来也进了灵泉，见到的绝对是一帮极品。他可不打算掺和这个老丑男的事了。好不容易来到汤之国一次，
就让他好好找个肃静的地方泡个温泉吧。鸣人在汤之国温泉街上闲逛，这里的温泉可谓到处都是，但美中不足的是，这些温泉里面都吵吵嚷嚷，一点也不肃静。鸣人是个喜欢肃静的人，跟别人泡在一个池子里总感觉有些别扭，所以还是想要找人少一点的地方，最好全场只有自己一个人。东拐西拐找了半天，总算在整条街的最边缘找到了一家非常肃静的温泉馆——野斋温泉馆。牌子是一块十分破旧的木牌，整体木质结构看起来已经老得不能再老。鸣人点了点头，这么肃静的店，估计一天也没有多少客人，自己进去还有可能是一个人包场。走进这家老旧的温泉馆后，鸣人发现里面比外面还要老旧，柜台只是一个简陋的木质方桌，正对着门的是鞋柜，左右两侧各有一扇门，看起来是男浴和女浴的入口。简单的交流后，鸣人便进入了洗浴区，这还是他头一次洗温泉，之前只洗过桑拿浴，还真不知道泡温泉的流程。原来泡温泉之前还要先冲个凉洗个澡，以前他还真不知道，一直以为泡温泉就跟桑拿浴里泡池子一样，衣服脱光了一个猛子往里一扎就行。这时他不禁想起以前看过的一个电视剧，叫什么名字他忘记了，反正记着有个人到游泳池里搓了个澡，痛快的冲了个凉后，神清气爽的他身上裹着一条浴巾，便迈步来到了温泉区。果然如他所想，这里一个人都没有。为了提升温泉体验，他还特地到前台买了一瓶冰可乐，随后一边喝着冰可乐一边体会温泉的舒适，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真是爽透了。就在这时，池子边缘传来了一阵骚动。这时鸣人才发现，这个半椭圆的温泉池居然有一面用竹子围成的墙，墙的另一边此时传来了一男一女两个声音。只听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这么僻静的地方果然没有人，我们就像包场了一样，这种感觉真不错。”另一个男生点头说道：“是啊，在这里应该不用怕那帮偷窥狂了。”鸣人惊呆了，难道竹墙的另一面是混浴吗？他记得进门的时候只有男浴跟女浴两个门，按理说另一边应该是女浴的温泉才对，怎么会有一个男人的声音？这下可把鸣人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如果是混浴的话，自己偷偷看一眼应该没什么事，毕竟混浴可是要穿泳装的，看一眼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他趴到了竹子编成的墙上，透过缝隙往另外一边，结果却什么都看不到。麻蛋，竟然是双层竹墙！本来一面竹墙中间是会有缝隙的，但是另一面的竹墙跟它交叉着缠绕，导致严丝合缝，一点光线都透不过去。无奈鸣人只好放弃看一眼的想法，泳装男女而已，有什么好看的？就在这时，只听另外一旁那个女人大吼道：“有人偷窥！”鸣人被吓了一跳，连忙爬到了竹墙旁看看到底是谁偷窥，结果什么都看不到，只能将耳朵紧紧贴在竹墙听那边的声音。纲手和金银此时身上缠绕着白色浴巾，双目喷火地盯着远处一个拿着单筒望远镜往这里看的人。这家伙虽然穿的跟自来也很像，但纲手一眼就认出了对方是个冒牌货。随后他伸手抓住身旁的白色小酒瓶，用尽全身力气一酒瓶扔了过去，直直砸到了偷窥狂的脑门上。砰！酒瓶碎了一脑门，偷窥狂被砸得满头鲜血，从围墙上掉了下去，落在地上后根本不敢惨叫，连忙屁滚尿流的逃离了这个温泉馆。不过没人发现的是，这个偷窥狂除了脑门上流血外，鼻子上也流了不少血。纲手气得火冒三丈，他大吼一声道：“可恶的自来也！居然把汤之国弄成了这样，居然躲了这么远，还是会有偷窥狂，真是可恶至极！”纲手的骂声吓了鸣人一跳，竹墙后的这个男人居然还认识自来也，看来这个人的身份也不简单呐。这时鸣人发现对面的声音突然消失了，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停止了说话，温泉寂静一片。就在鸣人趴在竹墙上认真倾听时，轰隆，整面竹墙瞬间破碎，竹子的碎片朝着鸣人飞溅，幸好他皮糙肉厚，这些竹子根本无法伤到他分毫。鸣人被吓了一跳，刚想往后撤，结果却发现有什么东西拽住了自己的浴巾。低头一看，一只白嫩的大手死死地抓住了自己的浴巾，随后用力一扯，竟然将他的浴巾整个扯了下来。鸣人手疾眼快，一把抓住浴巾，另外一脚，随后二人同时用力，咔嚓一声，浴巾被撕成了两半，二人手中各抢走一半。鸣人抢到一半浴巾后，直接将它盖在了自己重要的部位上，随后满眼喷火的看向墙壁另外一边，正好跟满脸错愕的纲手对视在一起。纲手没想到偷窥自己的居然是一个乳臭未干的臭小鬼，随后心中更加愤怒，自来也那个混蛋居然把这里的风气带成了这样，连一个乳臭未干的臭小鬼都学会了偷窥，这里将来不是要成为流氓的聚集地？而与他对视的鸣人同样错愕，双眼不自觉地盯在了对方某个部位，无法挪动。这浴巾真大真白，可惜看不到，能不能扶起来？臭小鬼，看够了吗？就在这时，纲手的声音传进了他的耳中，让他瞬间回过神来。回过神来后，鸣人有些羞恼，对着纲手怒道：“你这死老太婆，为什么突然对我出手？你是脑子有毛病，还是发什么神经？”纲手一听对方恶人先告状也怒了，对着鸣人说道：“你这臭小鬼，居然还有脸问我？小小年纪不学好，居然学别人偷窥，你父母怎么教育的你？谁说我偷窥了？你自己看看，那面竹墙根本就看不到另一边，你说我怎么偷窥你？”纲手撇过头检查了一下竹墙，
发现视线确实透不过来后，眉头皱了皱，问道：“你怎么知道视线透不过来？这么说还是偷看了？只不过是偷看没成功而已。”这下鸣人没话说了，他还以为那个粗嗓门的是个男人，没想到居然是纲手这个混蛋。他都忘记了纲手虽然长相是个萌妹子，但那嗓门比男人都粗，猛然听到对方的声音，还真会把对方当成男人。但跟对方说这些显然解释不通。这时静音走过来，笑着打圆场道：“纲手大人消消气，刚才可能是那个偷窥狂饮的这个小朋友都好奇，所以才发生了这样的误会。”随后他又对鸣人笑了笑道：“非常抱歉小兄弟，纲手大人一怒之下才对你出的手，请你不要往心里去。对了，你没受伤吧？让我来给你检查一下。”纲手闻言则是冷哼了一声，这个小鬼刚才一直盯着自己重要部位看，一看就是小色批一个。鸣人摇了摇头说道：“我没事，你们可以离开了。”纲手转回头仔细盯着鸣人看，随后就发现了对方死死捏在身上的浴巾，笑道：“原来是浴巾遮不住全身了，是怕你先离开会对我们露出屁股吗？要不要我让静音把她的浴巾借给你啊？”哈哈，静音脸颊有些羞红，纲手大人竟然开这样的玩笑，真是羞死人了。鸣人则是又羞又气，他打死都想不到自己竟然有一天被女流氓给调戏了。看到鸣人那脸颊微红的羞怒样，纲手瞬间便来了兴趣，一步迈出从竹墙上破出的大洞，来到了另一边。看着迈步来到南池的纲手，鸣人惊呆了，这个女流氓究竟要做什么？就真不怕被和谐吗？他惊恐的朝后退去，退一边说道：“老妖婆，你给我站住！你要是再上来，我对你不客气了。”纲手舔了舔嘴唇笑道：“你最好别客气，不然就没意思了。”纲手一步一步靠近，每走一步浴巾都会摇晃一下，看得鸣人异常惊恐。这简直是人间凶器，其凶恶程度让鸣人不寒而栗。面对着不断靠近的纲手，鸣人只好不断后退，最终他被逼到南池一个角落中，再也无法后退，紧紧地贴着角落遮挡起重要部位。纲手来到鸣人面前，低头看着这个羞涩的小男孩，心中一阵冷笑，就这点定力还学别人偷窥，真是白瞎了长了这么张精致的小脸。他一转身坐到了鸣人身边，随后将右臂轻轻地搭在鸣人的肩膀上，笑道：“小鬼，怎么了？刚才不是很有活力吗？现在怎么不说话了？”鸣人憋得脸颊通红，池水上漂浮的雾气弄得他有些呼吸困难，右侧肩膀被纲手的右手搭着非常难受，当然左肩膀更难受。他死死挡住自己关键部位，身体紧紧靠在池塘的墙壁上，一动也不敢。这是他自穿越以来最狼狈的一次。纲手轻柔的呼吸吹在他的脸颊上，让鸣人鼻头一酸，险些喷涌而出，鼻血。看着被调戏的狼狈不堪的鸣人，纲手哈哈大笑，随后豪爽的站起身，再次迈步回了女池，跟满脸通红头顶冒烟的静音说道：“静音，我们走吧，这里被打坏了，我们跟老板商议一下要如何赔偿。”静音点头，随后二人消失在女池的浓雾中，原地只剩下咬牙切齿、满脸羞怒的鸣人。可恶的老妖婆，居然对自己这么一个心灵纯洁的孩子出手，真是可恶至极。要不是自己动机不充分，刚才绝对把他办得挺挺的，灭熊都保不住他我说的。随后他又想到了雏田，一想到对方那张温柔的笑脸，鸣人就给了自己一个巴掌。自己竟然在想对不起雏田的事，自己可真是个禽兽。随后他又记恨起了纲手这个老妖婆，连忙跳出南池，随后奔着更衣区而去。干净利索的穿好衣服，随后便准备出门找纲手那个老妖婆理论。没想到刚想开门出来，却见到温泉店老板匆匆忙忙路过。看着对方光着脚的模样，鸣人猜测这是去检查池子的损坏情况了吧。随后他迈步走出来，到了温泉店前厅，刚一出来便见到了头发凌乱、刚刚换好衣服的纲手和静音。纲手一见到鸣人，立刻露出了嘲弄的笑容，道：“怎么不接着泡了？现在里面可是全裸的混浴，你应该很喜欢才对。”哈哈！鸣人满脸怒容道：“你给我闭嘴，老妖婆！今天这件事儿，给我道歉还自罢了，你要是不道歉，老子让你看看马王爷长了几只眼。”纲手上下打量了鸣人几眼，刚才在温泉池里的时候没怎么注意，现在仔细感知一下，对方身上竟然隐隐传出了查克拉波动。这种反应，即便不是正式忍者，也是预备役忍者。看鸣人的年纪不过6、7岁左右，这个年纪掌握查克拉，应该是出自某个大势力吧。纲手丝毫没有理会对方的叫嚣，语气平淡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像你这个年纪就能掌握查克拉，绝不是普通的流浪忍者可以教导出来的。”纲手的话提醒了静音，他的感知力比起纲手来相差甚远，而且刚才一直在分神其他的事，根本没有注意到鸣人身上的查克拉波动。现在仔细看来，这个小男孩果然已经拥有了查克拉。鸣人冷哼一声说道：“我叫漩涡鸣人，你们也不用猜测我的姓氏了，我的父亲是4代火影波风水门，母亲你应该也很熟悉，就是漩涡九星奈。”纲手和静音闻言非常震惊，随后仔细打量了一下鸣人，确实在对方的脸上找到了很多跟波风水门、漩涡九星奈相似的地方。没想到在这里居然能遇到那2个人的孩子，纲手心中有些感慨。漩涡九星奈过去可一直被他当妹妹看待，如果不是对方人助力的身份，那个丫头应该是现在静音的角色才对。水门那个小子也可惜了，多好的人呐！就这么，随后他低头又看了一眼漩涡鸣人，这小子除了长相外，真是跟那2个人一点都不像，
真不知他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纲手说道：“你真是一点都没有继承到水门跟九星奈的优点，反倒是自来也那家伙身上的臭毛病，你学了个七七八八。”鸣人心知跟着老妖婆解释自己没偷窥已经说不通了，现在在对方的心中已经认定自己就是个年少有为的偷窥狂，再怎么解释对方也不会相信。一想到自己清白的名声就这么被玷污，刚才还被如此调戏，瞬间怒上心头，指着纲手的鼻子便开始了大骂：“我就算毛病再多也比你强！你个天生的飞机场，不好好研究保养飞机跑道，居然靠忍术催化奶牛，还有脸说别人毛病多，你的毛病是最多的。从小一身公主病，大小姐脾气一上来跟谁都欠你258万似的，跟个瘟神一样，谁靠近你就死得快，把周围人全都给克死了，还有脸说我？外表装的钢筋铁骨似的，实际上比谁都怂包，志村团藏，偷偷弄死你弟弟，你连个屁都不敢放，还有脸说我？”本来对鸣人产生了些许同情的纲手闻言，脸色越来越黑。当听到最后一句话时，他怒火直冲脑海，不管不顾的一拳砸上来，使出了7、8成力气。绳树的死一直是他心中无法磨灭的痛，如今被人揭开伤疤，让他一时间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居然想要一拳直接打死鸣人。当他清醒过来时，拳头已经快落到鸣人面前，他心中大惊，尽全力收手，想要撤回这一拳，但拳头已经打出，想要收回哪有那么容易？即便他使出全力，也不过收回了7、8成力量，还有3、4成即将落在鸣人身上。虽说只有3、4成，但这一拳也足够将一个上忍一拳打至濒死。仅凭鸣人这么一个7岁的小鬼，怎么可能挡得住自己如此强大的一拳？就在拳头即将落在鸣人脸颊的前一刻，纲手心中失落道：“小鬼别恨我，要恨就恨你说话太没遮拦吧。” 鸣人瞬间消失在纲手面前，随后他惊讶地发现自己那势如破竹的拳头居然改变了方向，最终他整个人来了个前空翻，先是脑袋，后是背部，最终整个人躺在了地。此时躺在地上的纲手脑海中一片空白，根本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这一拳会打空自己，又为什么会躺在地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静音可是将刚才发生的事尽收眼底。虽然他没来得及阻止纲手大人对那个孩子出手，但他可是亲眼目睹了那个叫漩涡鸣人的孩子一个过肩摔将纲手大人摔倒的全过程，真是难以置信，纲手大人居然会被一个年仅7岁的孩子一个过肩摔倒。他被震惊的呆愣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鸣人见到被自己摔成大字躺在地上的纲手，不屑一笑，随后眼角一瞥，看到了柜台后方放在地上的那个洗脸盆。刚才温泉店老板路过时可是光着脚，再加上这个脸盆放在地上，很明显这是一盆洗脚水。他以常人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来到了洗脚水旁，随后端起洗脚水朝着纲手的脸泼来。哗啦！刚刚还一脸懵逼的纲手被这么一泼，瞬间清醒过来，随后就看到一个木质脸盆扣在了自己的脑袋上，面前一片漆黑，一把将脑袋上的脸盆摔在地上，站起身四处寻找，但此时已经看不见鸣人的身影。纲手对静音满脸怒火地问道：“那个小鬼呢？那个可恶的小鬼去哪儿了？”静音木讷地摇了摇头，刚才鸣人的速度实在太快，以他现在上忍级别的实力都没有看清楚对方的动作。此时的纲手再也无法压抑自己的怒火，嗷的一声吼了出来：“可恶的小鬼，你给我等着！”这一声嚎叫声震屋啊，整条街都被这一声吼惊得颤抖不已。随后他跟个疯子一样跳出了温泉馆，四处寻找鸣人的身影。他发誓抓到那个小鬼后，一定要将对方摁在粪池里，洗刷自己今日的耻辱。对于纲手的愤怒，鸣人毫不在意。此刻他已经离开了这条温泉街，回到了他跟自来也一起租的旅店房间内。回到这里后，他直接来到了卫生间，用大木桶接了一桶热水后跳进去泡了起来。既然温泉泡不成，那就回来用木桶泡吧，反正都是泡澡，用哪个泡不一样呢？而且说实话，他也没感觉出来温泉跟普通木桶有什么区别。糙汉子的世界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就在他享受木桶浴的时候，自来也已经准备完毕，兴奋地走进了灵泉中。此时他穿着一个绿色泳裤，脸颊通红，眼中全是红星，一想到马上就能见到那些贵族小姐姐们，鼻血都快流出来了。距离灵泉池水越来越近，面前的浓雾也越来越淡薄，露出了里面遮盖的真容。当他看清了灵泉里的模样后，整个人愣在原地。随后他揉了揉眼睛，怀疑自己看到的究竟是灵泉还是河马栖息的池塘。几个白白胖胖泳装都快被身材撑爆了的小姐姐抬头看到了自来也，后者僵硬地打了个招呼道：“那个我走错路了，我想要去的是那边。”说完他扭身就准备开溜，但这几个小姐姐怎么可能会让自来也离开？他们都等了多久了，才等到这么一个优质资源，怎么可能让他如此轻易地从手中溜走？几人一拥而上，抓住了自来也的四肢，随后将他强行摁回了灵泉。望着周围围上来的莺莺燕燕，自来也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傍晚时分，自来也拖着疲惫的身体，一步一摇地回到了租住的旅店。咚咚咚，房门被敲响。没过一会儿，鸣人嘴里叼着牙签打开了房门。一看见自来也，鸣人便笑道：“这么晚才回来，还这么虚，看来那个灵泉的小姐姐很勾人啊。”自来也闻言，心中有些尴尬，但他又不想说出今天惨痛的经历，于是打肿脸充胖子道：“当然勾人了，那身材好的没话说。”鸣人心中暗道：这个家伙真是死要面子，既然对方不想说，那次急也没必要多问。转身回到房间中继续看电视。自来也关闭房门，走进客厅，才发现一桌子残羹剩饭布满道：“
你这家伙吃饭竟然不等我！鸣人吐槽道：“我为什么要等你？再说我不给你留菜了吗？每样都留了不少，保证你能全尝到味道。”看着说话时眼睛死死盯着电视，连头都没有转过来的鸣人，自来也心中暗骂：这个家伙性格果然恶劣，怪不得袁飞老师那么讨厌这个小鬼。吃饱喝足后，自来也端来一张小课桌，随后盘腿坐在课桌前继续写他的小说。鸣人不屑地瞥了一眼，随后好奇地溜了过来，拿着自来也已经写好的存稿仔细品读起来。越看他的眉头皱得越紧，不是因为这本叫做《亲热天堂》的小说有多无聊，而是这本小说怎么越看越像女频小说。其实鸣人前世就是个写网络小说的，虽说是个扑街写手，但对于网文也是有着些许了解。自来也写的这个《亲热天堂》，一听名字就给人感觉像是那种不正经的书，但仔细一看内容，这分明就是一本言情小说。虽说视角还是男性视角，但跟他前世所了解的主流男频完全不同。鸣人指着《亲热天堂》的存稿对自来也问道：“你每天取材就是为了写这种小说？”自来也放下了笔，疑惑道：“我的书写的有什么问题吗？”鸣人扶了扶额：“你写言情小说犯得着上女浴池偷窥吗？你替……”门外并没有应答，敲门声也停止了下来。自来也好奇地趴在门缝上朝外观看，只见一只沙包大的拳头距离门禁越来越近。轰隆，铁门整个被打了下来。自来也猝不及防之下被门压在了下面，浑身抽搐晕了过去。纲手敲碎铁门后往房间里观望，随后便看到了一脸懵逼的鸣人。小鬼，我可算找到你了！纲手咬牙切齿地奔着鸣人而来，一边走一边说道。鸣人很快便镇定了下来，这老太婆可真有毅力，不就摔了个跟头吗？至于找了这么远跟自己算账吗？他盘腿坐在坐垫上，语气平淡道：“你找我有什么事吗？”纲手来到鸣人面前，透过胸前的缝隙仔细盯着透过缝隙反过来盯着自己的鸣人。二人在胸前对视了片刻，随后纲手深呼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对鸣人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绳树的死跟团葬有关？你有什么证据吗？”说完，他便死死盯着鸣人的双眼，仔细分辨接下来对方说出的话是否是在骗自己。这时被压在门下的自来也苏醒了过来，听到纲手的话后，表情瞬间变得严肃。绳树他自然很熟悉，那小子小时候跟他是最合得来的，因此两人玩得很熟，关系甚至比自己跟水门还要亲近。没想到绳树的死居然跟团藏有关。说实话，这个情报自来也丝毫不感觉到惊讶，这确实像团藏那个家伙会做出来的事。甚至这件事发生时，纲手他们就怀疑起了团藏，但因为没有证据，而且还有袁飞老师劝说，他们便没有继续深究。他双手撑起大门，准备将这个铁门扔到一旁站起来，没想到刚刚抬起一点，突然一股巨力传来，他再次被压在了下面。静音抱着小猪屯屯踩着铁门走了进来，随后紧张地站在纲手身后，希望在鸣人口中得到答案。鸣人点了点头，随后说道：“我当然有证据，这是我在志村团藏私藏的个人笔记中找到的。那本笔记除了他自己外，没有任何人看过，哪怕袁飞日斩都不行。所以我十分确信牵手绳树的死就是团藏背后所为。”纲手皱眉问道：“这么机密的笔记，你为什么能可以看到？”鸣人刚想说话，结果却被自来也打断。他一把将铁门扔在了一旁，随后站起身道：“你们这帮家伙有完没完？一个个的全把我无视掉，当我不存在吗？”这时纲手才看到自来也，语气疑惑道：“自来也，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才怎么没看到你？”自来也一脸无语，今天真是他的倒霉日，从早到晚倒霉了一整天。之后鸣人将铁门安了回去，透风的地方用土遁忍术填满，也算是暂时能用。至于之后的赔钱就跟他无关了，毕竟是纲手这家伙打的。处理完这些后，鸣人便跟纲手几人讲起了木叶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听完对方的讲述后，纲手自来也和静音三人面面相觑，不敢相信这段时间居然发生了如此大事，根部居然已经被面前这个小鬼彻底掌握在手中，而且木叶跟宇智波已经彻底决裂，此时只是为了利益强行维持在一个忍村而已。这些情报简直令他们难以置信，宇智波可是木叶的创始家族之一，居然跟木叶闹到差点政变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发生了这种大事，忍界竟然没有透露出任何风声，只是传出了宇智波止水刺杀志村团藏的事，这保密工作做得真不错。在听鸣人讲述完毕后，纲手直接一拳砸碎了面前的小方桌，随后骂道：“可恶的团藏，让这混蛋就这么痛快死的，真是太便宜他了！要是落在老娘手上，非要一拳一拳砸碎他身上的骨头。”骂完，他的情绪又低落下来，就算自己真把他虐待致死，又能怎么样？自己的弟弟已经活不过来了。之后自来也跟静音轮番对纲手进行安慰，渐渐的他的情绪也缓了过来，不再像之前那么低落。鸣人看着面前的肥皂剧，有些皱眉。自来也一个写言情小说的，果然情商不低，哄纲手的话说的一句比一句漂亮，让他都有些自愧不如。既然如此，这老色批为什么不一举占领高地呢？别告诉他这老色批连趁热打铁都不会，他小说上主角都趁热打铁了好几个了。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自来也这个家伙本身就不想跟纲手在一起，应该是怕自己寻找预言之子的事耽误了纲手吧。都40-50岁的老头老太太了，还有什么可顾虑的？掏出武器正面上垒呀，混蛋！就在鸣人幻想着纲手跟自来也本子画面时，振作起来的纲手抬起头对着鸣人问道：“既然如此，团藏那个笔记上写没写过有关于段的事？”
想了想，他又补充道：“是一个叫加藤段的人。”听到这里，石鸣人愣了愣。加藤段他自然是知道的，纲手的那个死在战场上的男友吗？关于这一点，他可真是要好好说道一下。志村团藏虽然被称为忍界国王，但可不是什么锅都能往他身上扔的。有关于加藤段的事，志村团藏确实往笔记本上记过，而且笔墨还不少。因为加藤段本身就是志村团藏根部培养出来的忍者，否则凭加藤段这种平民出身的忍者，怎么可能学习到灵化之术这种高级的忍术？因此团藏才会惋惜加藤段的死。这个人如果不死的话，很有可能凭借着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将纲手发展成为自己人，他也就不用费时费力再跟大蛇丸这个家伙拉关系了。因此加藤段的死纯粹是个意外，这是个所有人都不希望他死的人，但他就是这么死在战场上了。不过把这些事告诉纲手可能会引起副作用，思考了半天，鸣人下定了决心，他决定把这口锅再甩到团藏的脑袋上，反正这家伙已经死了，不可能为自己申辩。没错，这件事确实是团藏做的，笔记本上写得清清楚楚。鸣人斩钉截铁地说道。纲手闻言瞬间眼圈通红，心中怒火升腾，却也毫无办法，毕竟团藏这个家伙已经死了，他还能拿一个死人怎么样？气氛就这么沉默下来，众人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片刻后，自来也对鸣人说道：“鸣人，你是否有成为火影的想法？”纲手跟静音闻言也看向了鸣人，确实鸣人如果想要成为火影，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此时的木叶如同空中楼阁，急需新鲜血液的补充。如果鸣人可以成为火影的话，就连自来也跟纲手都会认同。哪知鸣人毫不犹豫地摇头说道：“我才懒得当什么火影，成天除了批改文件就是管村里那点事儿，名义上是跟大名平起平坐的地位，实际上就是个大一点的村干部，一点意思都没有。”众人闻言一阵无语，居然把火影说成大一点的村干部，这家伙到底懂不懂火影的意义啊？就在众人心中吐槽时，鸣人却对自来也反问道：“话说回来，你想不想当火影？之后木叶可能要选新一任火影了，我觉得你去当比较合适。”纲手跟静音听到这话后还没有反应过来，自来也却炸了毛，焦急问道：“鸣人，听你这话的意思，难道是你想对袁飞老师出手吗？”纲手与静音也瞬间反应过来，瞪大了双眼望向鸣人，尤其是静音，他的反应最激烈，直接惊呼道：“你莫非是要刺杀火影大人？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你是想要成为叛人吗？”还没等鸣人说话，纲手却先一步吼道：“静音，这里没你说话的份！”被呵斥的静音打了个冷战，立刻闭上了嘴，但双眼依旧警惕地盯着鸣人，似乎随时要出手一般。纲手板着脸面向鸣人说道：“你继续说吧。”鸣人笑了笑说道：“哪里是我想对他出手，我都已经饶过他很多次了，但这个家伙不知吃错了什么药，还是一门心思要找我的麻烦。这家伙前不就在地下黑市中花了1亿两通缉我？虽然暂时我没有找到证据证明通缉我的人是他，但忍者做事从来就不讲究什么证据，只要怀疑就够了。我真不明白这家伙到底哪根筋搭错了，平时净跟我装怂，为什么这次这么勇敢，突然对我发难？不过他既然已经对我出手了，那我也没有留着他的必要。而我本身又不想当火影，所以才觉得应该让自来也你来做火影。怎么样，自来也，你有兴趣吗？”纲手跟自来也闻言沉默起来。按理说他们现在应该跟这个企图暗杀火影的叛人翻脸才对，不知为何他们对于鸣人就是恨不起来，也提不起心去帮助自己那个老师袁飞日战。但这时静音却再也坐不住了，只见他手中3根毒针脱手而出，向鸣人。鸣人见状，轻轻一歪头，便避开了3枚毒针，随后伸出右手食指对准了静音。丢丢丢！3发洞波，鸣人指尖射出，静音身上被打出了3个血洞，鲜血汩汩冒出。鸣人并没有瞄准要害这3个地方，全都绕开了内脏，只是想给他一个教训而已。被击中的静音痛苦地躺在地上，紧咬牙关，随后双手冒着绿光为自己治疗。只见他额头上全是冷汗，脸色变得异常苍白，心中充满了惊恐。这些年他一直跟着纲手满街乱逛，实力虽然比当初强上很多，但说实话眼界并没有开阔多少。他天真的以为凭他现在特别上忍的实力，在忍界中已经属于顶端层次，即便不是纲手大人这些顶级强者的对手，实力也不可小觑。谁知在鸣人这个7岁的小鬼面前，自己却毫无还手之力。此刻他才算清楚地认识到鸣人的实力以及自己的弱小。此时自来也站了起来，满脸怒火地盯着鸣人，但他没有贸然出手，而是咬着牙质问道：“你为什么要对静音下这么重的手？”鸣人指了指身后扎在墙上的毒针，对自来也说道：“你怎么不问问他为什么对我下这么重的手？这针上可是有毒的，击中了非死即残吧？”自来也咬着牙，不知该说些什么。这时静音大口喘着粗气爬了起来，说道：“自来也大人，我没事。鸣人大人没有伤到我的要害，麻烦您先帮我照顾一下纲手大人。”这时自来也才想起来纲手患有恐血症，连忙转头看向一旁的纲手，结果却看到对方身体蜷缩在一起，颤抖不止。他连忙上来安抚，尽量用身体挡住纲手的视线，不让他看到静音。后者也不断为自己进行治疗，二人手忙脚乱，总算是收拾光了现场所有的鲜血。等一切处理完毕后，3人又重新坐回了鸣人面前。静音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换了套新衣服，纲手除了面色还有些苍白外，基本上已经恢复了神智。Cool I Delta Odd， 而自来也则是坐在他们2人中间，面色严肃地盯着鸣人。良久后，他叹了一口气说道：“
你跟袁飞老师的恩怨我们已经不想管了，但我想恳求你帮个忙，不知道能否同意？鸣人说道。你先说是什么忙，我能答应的尽量答应，不能答应的尽量不答应。自来也嘴角抽了抽，你咯这呢？我想恳求你的是很简单，那就是能不能让袁飞老师以英雄的身份死去？自来也说完便沉默下来，等待鸣人的答复。后者闻言皱了皱眉，随后对自来也回答道，我拒绝，我可没心情陪你们玩什么木叶英雄的游戏，回去我就把那老头子弄死，剩下的人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见鸣人态度坚决，自来也不再劝说，众人没待多久后便转身离开，这次连自来也都离开了这里，他想要独自找个地方静一静。鸣人并没有远送三人，只是站在走廊对三人挥手道别后便将门关了起来。他不怕这三个人对袁飞日斩通风报信，你跑得了和尚还跑得了庙吗？他就不信袁飞日斩能放着火影不当成天在忍界瞎跑躲着他。等关好门后，鸣人一抬头看到了被自己用土遁忍术填补起来的门缝，这时他才一拍脑门，忘了向纲手这家伙要赔偿门的钱了。最终他叹了口气，既然对方走了，也没有必要再追上去，反正这个门也没有多少钱，就自己掏了吧。接下来的几天，鸣人又在汤之国转了转，这几天他再也没有见到纲手和自来也，看来这两人已经离开汤之国了。当把汤之国有趣的地方都转了一遍后，鸣人收拾了下行李，离开了这个旅游之国。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鸣人有些感慨，这里跟汤之国相隔不过2-3里地，城里城外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城中歌舞升平，城外哀鸿遍野，这些普通的平民除了会种地外，生存水平跟野人也没什么区别，甚至可以说他们活得还不如野人，毕竟野人顿顿都能以肉为食，这帮人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肉。看着这些衣着褴褛满脸麻木的忍界普通平民，鸣人不禁感慨，同样都是白绝的后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想到这里时，他不禁赋诗一首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情绪。煮豆烧豆干，豆在锅中喊，都是一个妈，为啥非杀俺？正在鸣人作诗时，前方小路上突然走来2个戴着斗笠的黑衣人，两人一个身材高大健硕，一个体型佝偻，而他们的黑袍上都绣着一朵红色祥云图案的标志，这个特征太明显了，鸣人一眼便认出了这两人的身份。不过认出了这两人的身份后，鸣人又有些疑惑，角斗跟赤杀这些这两家伙为什么会组队一起行动？如果他记得没错的话，赤杀这些这家伙这个时期应该是跟大蛇丸组队的，他们的队伍还有个响亮的名字叫做蛇蝎组合。不过赤杀这些加入不死2人组也说得过去，毕竟理论上来讲，这个家伙也是不死之身。就在他胡思乱想时，角都和赤杀这些已经来到了鸣人面前，角都从怀中掏出一张通缉令，随后比对着鸣人的脸反复确认，没错，就是这个家伙。角都点了点头，确认了鸣人的身份，随后眼中冒着贪婪的光芒。自从上次跟丢了对方后，他就一直在打探对方的情况，功夫不负苦心人，总算是被他找到了。在确认了鸣人的身份后，角都显得异常开心，随后警惕地观察了一圈四周，周围安静一片，根本没有木叶忍者埋伏的痕迹，这让他又不禁有些疑惑，难道这不是个针对自己的陷阱？木叶的3代火影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他在一旁疑惑，赤杀这些则是愤怒到了顶点。可爱 Delta Og， 这几天角都带着他四处闲逛，说是有个赏金任务需要完成，结果一直拖到了现在。本来他还在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忍者让角都如此上心，没想到竟然只是这么一个乳臭未干的臭小鬼。本来他在跟大蛇丸组队时就对对方经常抓小鬼研究感到不爽，倒不是他心地有多善良，而是觉得这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在他看来，与其研究那些天赋很高但是还没有成长起来的小鬼，还不如抓那些已经成名已久的忍者做成人傀儡，这才是省时省力的做法。正因为跟那条臭蛇不合，所以组织一有人员调动，他就立刻提议跟大蛇丸分开。结果没想到新队友居然比大蛇丸还不靠谱，自己折腾了这么久，居然只为了抓这么一个小鬼，简直就是在浪费他的时间。只见赤杀这些强压着怒火对角都的问道，你带我折腾这么多天，只是为了这个臭小鬼吗？角都的心情很好，对着赤杀这些说道，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小鬼，而是一个赏金高达1亿两的大猎物。原本我还以为这是木叶扔出的诱饵，打算对我进行埋伏，没想到周围一个伏兵都没有，这是真要打算给我送钱啊！既然如此，这笔钱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解决这个小鬼。赤杀这些忍无可忍，对着角都怒道，我没心情再等你，你要是再废话不出手的话，我就要对这个小鬼出手了。说完，他尾巴上的尖刺悄悄从背后升起，看那架势似乎已经迫不及待将鸣人干掉，然后打完收工。角都表情有些不爽，敷衍了一句道，好，我马上就解决他。说完便乘鸣人走来，丝毫没把面前这个小鬼放在眼里，想着赶紧解决掉对方，将对方的赏金落袋为安才是最稳妥的。走到了鸣人面前后，他抬起右手朝着鸣人的脖子抓来。对付这样的小鬼，他甚至懒得使用忍术，就是想直接一把将鸣人掐死。看着对方伸来的大手，鸣人无奈的笑了笑，果然跟他想的一样，自己赏金这么高，角度这家伙肯定会对自己动心。只见他轻轻抬起右手掌心，对准了角度的脑袋，随后一股火焰喷薄而出，将角度整个人吞没在其中。角度被鸣人这一手打得有些措手不及，鸣人在出手的时候根本没有结印的动作，因此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对方手中会喷出火遁忍术来。
剧烈的火海将角都吞噬，火光以鸣人为圆心，席卷了半径100米内所有的事物。不远处观战的赤沙之蝎瞳孔紧缩，后背上尾椎直接化作触手，将他整个人推了出去，险之又险地避开了火焰的席卷。片刻后，剧烈的火焰停息下来，土地都被烧得一片狼藉，而原地早就没有了角都的身影，似乎是被刚才的火焰彻底焚烧殆尽。鸣人嘴角勾起，看了看地下，随后说道：“出来吧。”随着鸣人话音落下，地面突然裂开，角都从地下钻出，表情严肃道：“真是小看你了，没想到一个7岁的小鬼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原本以为木叶会在你身边设下埋伏偷袭我，没想到你本身就是个陷阱，要不是我反应快，估计真要死在你的手上。”说这话时，角都的语气十分凝重。刚才他确实差点被鸣人的大范围火遁忍术直接烧死。他虽然有5条命，但那是建立在敌人不使用大范围忍术一个一个杀的情况下，如果被鸣人的火遁击中，那就有可能5条命一起死掉，根本无法复活。这时抓住了他语言中的重点，疑惑问道：“你说木叶会对你设下陷阱，你难道跟木叶有什么仇吗？”角都冷哼一声道：“你这小鬼真是明知故问，3代火影那个赏金2000万的儿子被我转走了赏金，别告诉我你不知道这件事。”鸣人这时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元飞日斩会突然对自己设下1亿两的悬赏，原来是想用自己为他儿子报仇啊。随后他又摇了摇头，元飞日斩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自己就算出手把角都干掉回去，不还是要找他的麻烦？还是说他已经决心为儿子报仇，已经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不过想这些暂时都没有用，现在还是要陪面前这个傻大个好好玩玩。这次他不打算使用气战斗，想要尝试一下自己练了好几年的忍术，毕竟练了这么多年也不能白练啊。就在这时，赤沙这些愤怒的声音传来，只听他怒声道：“你们这2个混蛋还要我等多久？角都，你要是再解决不了，我就要出手了。”本来角都就心烦，被赤沙这些这么一吼，瞬间怒火升腾，转回身怒对道：“你这混蛋，废话真多！要是不服气，你来对付这个小鬼，我看看你的速度能有多快。”谢文言二话没说，便来到了战场中心。他已经无法忍受角都这个混蛋的墨迹，准备亲自出手。鸣人打了个哈欠说道：“你们俩不用争了，一起上吧，不然我3两招就把你们解决了，一点意思都没有。”赤沙这些闻言有些恼怒，身后锋利的尾椎朝着鸣人的心脏急速袭来。这一击异常迅猛，即便是一旁观战的角都暗自点了点头。这赤沙之蝎不会被称为沙影的天才傀儡设计师，这具傀儡的出手速度已经不在自己之下了。鸣人见状眼前一亮，这傀儡术好像很好玩的样子，要是学会了，估计能产生很多新玩法，这让他异常兴奋。只见他大手一挥，2道查克拉从他的身体飞射而出，半空中凝结成了风盾跟水盾，随后在蝎和角都惊骇的目光中，风盾与水盾融合在一起，一面冰墙挡在了鸣人面前。叮！锋利的尾椎刺在了冰墙上，瞬间被弹开。这道冰墙的坚硬程度远远超过赤沙之蝎的想象，但更令他惊讶的是对方的手段，竟然是冰盾忍者，真是太有趣了。躲藏在飞流虎中的赤沙之蝎兴奋地舔了舔嘴唇，上次跟大蛇丸一起去雾隐转了一圈，却没有发现好的血迹忍者素材。水无月一族的冰盾跟辉夜一族的尸骨脉可是他到雾隐后的重点关注对象，结果转了一圈却发现这2个家族并没有值得收藏的藏品，倒是大蛇丸那家伙找到了一个辉夜一族的小鬼。那个小鬼的天赋确实很高，但对于他而言毫无收藏意义。他可不是大蛇丸那个捡破烂的家伙，什么样的破烂都收藏。他是一名艺术家，追求的是完美的艺术，一个还没有成长起来的小鬼根本不配进入他的收藏，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将那个辉夜一族的小鬼让给了大蛇丸。不过今天这个冰盾血迹的小鬼则是让他眼前一亮，对方忍术的娴熟以及出手的速度已经完全达到了忍界顶尖的层次，这可不是一个还没有成长起来的小鬼，而是真正能够加入他收藏的完美素材。想到这里，赤沙这些异常兴奋，对着漩涡鸣人激动问道：“小鬼，报上你的名字。”鸣人解除了冰墙，嘴角微微勾起道：“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角都那里不是有我的通缉令吗？不过回答你一下也没什么不可以，我叫漩涡鸣人，记住了吗？”赤沙这些收回了飞流虎的尾椎，这种小手段已经对付不了鸣人的血迹限界，所以他并没有在这个上面浪费时间。只见他在袖口掏出一个写着3字的卷轴，兴奋道：“我记住你的漩涡鸣人，接下来见识一下我的巅峰藏品之一吧。”说完他打开了卷轴，一股白色烟雾升起，当烟雾退去时，一具身披灰袍深蓝色长发的身影漂浮在半空中，如同鬼魅。这是赤沙这些收藏的最强傀儡之一，是他离开沙影前刺杀了3代风影后用对方的尸体制造成的人傀儡。人傀儡不仅基础能力远胜于普通傀儡，而且还可以使用傀儡生前所擅长的忍术或血迹限解。只见3代风影人傀儡张开大嘴，随后黑色的铁砂从他嘴中吐出，铁砂漂浮在空中，越聚越多，最后宛如一块黑云般压在所有人的头顶。一旁观战的角都连连后退，一边退一边对赤沙这些大吼道：“你这混蛋，千万不要把漩涡鸣人的尸体弄坏，我可还要留着他的尸体到换金所换钱呢。”赤沙这些嘴角微微勾起，他可不会把这具优秀的傀儡材料弄坏。至于角都想要换钱什么的，简直就是在做梦。漩涡鸣人的尸体他看上了，谁来也不好使。望着遮蔽了天空的沙铁黑云，
鸣人笑了笑，随后风遁与水遁查克拉在空中不断汇集，凝聚而出的查克拉越来越多，看得角斗和赤沙这些眉头紧锁。这查克拉量也太恐怖了吧！这种查克拉量，就连很多人助力都比不上。尾兽现出全形才能达到这种恐怖的量，这小鬼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最终，一只遮天蔽日的蓝色巨龙浮现在赤沙之蝎和角都面前。鸣人站在巨龙的头顶，对着下方呵呵一笑道：“接下来游戏开始。”鸣人站在冰龙头顶，内心澎湃不已。这条冰龙实在太拉风了，比骑着什么尾兽牛逼多了。骑着这玩意儿在忍界逛了一圈，绝逼轰动整个忍界。不过他并不打算这么做，毕竟自己是个低调的人，太张扬不是自己的性格。至于他是怎么学会冰遁血祭限界的，那当然要靠自己强大的查克拉控制能力。这种使用血祭限界的方式，鸣人愿把它称为体外血祭限界。普通的血祭限界都是血祭忍者在体内凝聚出血祭遁术的查克拉，随后结印施展忍术。但鸣人的查克拉控制能力几乎已经到了如臂使指的地步，像这种凝聚血祭查克拉的事根本不用在体内进行，直接在体外操纵两种不同的查克拉属性融合就可以。所以说，理论上来讲，他现在并不是冰遁血祭忍者，只是个会使用冰遁忍术的平平无奇平民忍者而已。不过现在他遇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影响了接下来的战斗。只见他摸着下巴沉思了起来，到底要给这一招起个什么响亮的名字呢？直接叫冰龙，太普通了，跟那些龙套忍术一样，一点意思都没有。摇头晃脑想了半天，最后鸣人一拍脑门，想出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只见他装模作势的结了个印，随后对着下方严阵以待的赤沙之蝎大吼了一声道：“冰遁绝冰魔龙！”赤沙之蝎闻言愣了下，他看对方结印，还以为是要施展什么忍术，原来是介绍一下刚才这条冰龙忍术的名字。这小鬼实力虽然强，但是脑子看起来很不灵光，哪有人忍术都用完了才想起来喊名字的？赤沙这些心中的吐槽鸣人并不知道，释放完忍术的鸣人觉得自己帅极了，这个名字又霸气又好记，以后打架前就召唤出这条冰龙出来装逼。就在他胡思乱想时，三代风影释放而出的铁砂云开始有了变化。只见铁砂不断变化凝聚，最终形成了一块巨大的棱锥形物体，朝着鸣人直刺而来。磁遁沙铁三棱锥。见到直刺而来的圆锥，鸣人笑了笑，随后操控着冰龙张开大嘴，一个龙之吐息喷了过去。汹涌的冰遁查克拉瞬间与铁砂三棱锥体触碰到了一起，迅猛而至的棱锥在触碰到冰遁吐息后瞬间变得迟缓下来，随后冰块沿着棱锥边沿不断蔓延，似乎要将整个铁砂包裹起来。赤砂这些眉头紧锁，立刻操控还没有完全被冰冻住的棱锥解散成为砂铁，随后躲避冰遁的冻结。三代风影人傀儡的铁砂逃跑出了大半，但仍然有一部分被绝冰魔龙的吐息彻底冰冻，最后一块巨大的冰雹从天空中掉落而下。轰隆！巨大的砂铁冰雹直接将地面砸出了一个大坑，随后整块冰雹碎成无数的铁砂冰雹碎块，崩溃的四处都是。躲在飞流虎中的赤砂之蝎利用巨大的尾巴一扫，将无数崩溅到他面前的铁砂碎块击飞，随后表情严肃地看着飞在天空中的绝冰魔龙。没想到冰遁对三代风影的磁遁居然有如此强的克制效果，看来想要大开大合以力压人是做不到了，要想办法用灵性的攻击打碎对方的龙之吐息。念及至此，他改变了策略，操控铁砂化整为零，尽量分散于这片天地之中。鸣人看着分散在自己周围蓄势待发的铁砂，嘴角微微勾起，随后操控着绝冰魔龙在虚空中猛然一个大转身。这一转身携带着无比强大的风压，吹得赤砂这些衣衫猎猎作响。随后就见到绝冰魔龙那巨大的尾巴朝着自己的飞流虎傀儡瞬息而至。冰遁神龙摆尾，这一招又快又狠，以飞流虎傀儡的行动速度根本无法躲避这一招的攻击。无奈之下，赤砂这些只好放弃了飞流虎傀儡，本体一跃而出，险之又险地躲开了神龙摆尾的攻击。就在他刚刚逃离的一瞬间，轰隆一声炸响，飞流虎傀儡连同地面被这一尾巴砸得彻底粉碎。现出了本体的赤砂之蝎狼狈地翻滚了几下身体，才用手撑住地面站了起来。站起身后，他面色凝重地牵动了右手的傀儡线，刚刚使用了神龙摆尾，还没有来得及转身的鸣人瞬间便看到不远处的铁砂凝聚成一根根锋利的铁针。磁遁砂铁十月，铁针趁着绝冰魔龙就力已去心力未生的空隙间，对鸣人本体发动了攻击，想要直接绕开强大的绝冰魔龙，直接攻击鸣人这个本体。鸣人笑了笑，随后一面冰晶墙壁在他面前缓缓升起，三代风影的磁遁铁砂全部打在冰晶墙壁上，没有对鸣人造成一点伤害。鸣人转回身对着赤砂这些随后笑道：“沙隐村的天才傀儡设计师只有这点实力吗？如果是的话，那就太让我失望了。”赤砂这些没有回应对方的嘲讽，此时他已经明白常规手段自己并不是对方那条魔龙的对手，看来只能使用特殊手段偷袭对方了。念及至此，他操控三代风影人傀儡径直朝着魔龙的方向飞去，魔龙一爪子朝着三代风影抓来，却被对方轻巧的一个转身从利爪的缝隙中绕了过去。紧接着三代风影不断在绝冰魔龙身上转圈，弄得鸣人烦不胜烦，一会儿扭龙腰，一会儿扭龙屁股，一个头两个大。这绝冰魔龙力量虽然强大，但面对这种小虫子的时候还真是别扭，看来这招仅限于拿来装逼用，
真正实战里不能纯粹依靠这东西战斗啊！就在他胡思乱想时，3代封印人傀儡的身影突然在他面前消失了。鸣人细细感知，这个3代封印人傀儡竟然在绝冰魔龙的腹部死角处快速接近自己的本体，看来这是想要擒贼先擒王啊！既然如此，自己就被对方假装擒一下吧。他还要跟对方学习傀儡术呢，要是干脆利落把对方自信心打没了，可就不好了。念及至此，他假装没有察觉到3代封印人傀儡的靠近，等对方从阴影中钻出时，故意露出一副惊骇的表情。他的表情被赤沙之蝎尽收眼底，到底是个7岁的孩子，实力虽强，但战斗经验上的差距与成年忍者相差甚远。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了，因为对方马上就要成为自己最优秀的藏品之一。只见他左手操纵傀儡线的手指微微动了动，3代封印人傀儡张开了他那张机械的大嘴，一股毒气从他嘴中喷涌出，将鸣人笼罩起来。鸣人见状，立刻用气护住了自己的身体，随后假装面色痛苦的样子，在地上挣扎了起来。见到自己的毒气起作用，3代封印人傀儡立刻伸出了右臂，抓住了鸣人的身体。随后在他这只右臂上又伸出了无数的手臂，将鸣人牢牢捆了起来，一点不给他留下挣脱的空间。见到对方身中自己的剧毒赤沙之蝎，露出了自信的笑容。随后3代封印人傀儡将漩涡鸣人带到了他的面前，望着痛苦不堪的漩涡鸣人，赤沙之蝎难得的露出一丝笑容，说道：小鬼，你不必感到痛苦，因为你马上就要成为我伟大的收藏之一了。这时满脸痛苦的鸣人突然表情变得平静起来，对赤沙之蝎疑惑问道：不是说要把我的尸体拿去换赏金吗？怎么又突然让我变成你的人傀儡了？赤沙之蝎察觉到鸣人脸上痛苦的表情消失，微微有些吃惊，对方居然没有被自己的毒素所侵袭，这是他没想到的。不过瞬间他便放下了戒心，即便没有中自己的毒，对方现在也被自己的傀儡牢牢束缚住，根本无法挣脱。念及至此，他不屑地说道：用你这样的优秀材料去换赏金，简直是暴殄天物，只有蠢货才会做出这种愚蠢的事。鸣人心下了然，这是跟角都分赃不均了啊！不过这些他都不在意，只见他对着赤沙之蝎笑了笑，说道：我现在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传授我傀儡术，我就饶你一命，你觉得怎么样？赤沙之蝎闻言失去了聊下去的耐心，这个小子现在已经被吓得神志都不清了，没有必要再跟对方交流，尽快离开，找个地方开始人傀儡的制作吧。随后他又将视线放在了缓缓朝这边走来的角都身上，看来要先解决这个家伙，才能安心的把这具傀儡素材收入囊中。随后他又开始琢磨起能不能将角都也同样放倒，毕竟对方也是个不错的傀儡素材，说不定比漩涡鸣人还要好用。随后他又放弃了这个想法，截胡漩涡鸣人不过是他跟绝都的私事，但如果他敢杀死绝都的话，可就是在跟小组织为敌了。一想到首领佩恩那强大的实力，又想起小南的指盾对自己人傀儡的克制、刺杀，这些又熄了偷袭角都的心思。正当他打算独自逃跑，将鸣人做成人傀儡生米煮成熟饭时，只听轰隆一声，缠绕在鸣人身上的傀儡手臂被他硬生生震得粉碎。赤沙这些惊骇的回头，随后便看到鸣人手中一团雷光刺目闪烁，随后雷霆瞬间击中了3代封印人傀儡，将这具他最喜爱的收藏品成了漆黑的碎渣，落在地上。见到自己最心爱的傀儡被人轰碎，赤沙这些异常愤怒，但他还是有理智的，没有盲目冲上去跟漩涡鸣人战斗，而是朝后猛然一跳，跟对方拉开距离。当时只见鸣人扭了扭脖子，随后笑道：热身运动到此结束，接下来进行 BOSS 战第2形态。就在鸣人话音落下时，2道光芒自远处瞬息而至，来到了鸣人近前，一道雷光，一道火光。雷遁、伟岸、火遁、头克苦。见2道光芒朝自己袭来，鸣人大手一挥，冰墙在他面前浮现，轻松挡住了2道忍术的轰击。挡住了角度的忍术偷袭后，鸣人的身体缓缓飘起，随后再次落在了冰绝魔龙的头顶。此时角都已经释放出了4个面具怪物加入战场，他来到赤沙之蝎身旁怒道：你这家伙怎么搞的？刚才怎么让这小鬼逃跑了？赤沙之蝎看着被鸣人彻底摧毁的3代封印人傀儡，本来就挺上火的，再加上角都这么一指责，让他瞬间怒火升腾，衣袍下的锥刺瞬息而出，奔着角都的方向而去。此时他已经将自己的身体也改造成了人傀儡，这锥刺便是他埋藏在自己体内的武器。见到赤沙之蝎竟然敢攻击自己，角都直接派出面具怪挡，在身前一拳打飞了锥刺，随后骂道：你这混蛋在做什么？想找死我成全你！赤沙之蝎也不是个好说话的主，闻言同意怒道：你这混蛋要是再敢拿前辈的语气跟我说话，我第一个把你做成人傀儡。角都嘲讽道：我用前辈的语气跟你说话怎么了？谁刚才信誓旦旦主动请缨，然后被对方打爆了手中最强的傀儡？赤沙之蝎闻言直接脱掉了身上小组织的长袍，才偷袭角都的那根锥刺尾巴在半空中散发着寒芒，手臂上各式各样的刀具全部对准了角都。角都也不甘示弱，4个面具怪纷纷将目标从鸣人挪到了赤沙之蝎身上。2人打算先把漩涡鸣人的事放在一边，先处理掉面前这个可恶的家伙。就在2人即将动手时，鸣人站在冰绝魔龙上对2人劝说道：你们2个不要再吵了，都是一个组织的，何必大动肝火？一个要是打不过，就2个一起上呗。反正你们都是一群小垃圾，多几个人都是一样，何必把有限的战斗力用在无限的内耗上？而且我要提醒你们，接下来我会使用一招我自行研发的忍术，
这个忍术的威力极强，哪怕是你们的首领也够呛能顶得住。要是把精力全浪费在那斗上，你们可就要死在这里了。角斗闻言冷哼一声道：“真是个大言不惭的小鬼。我承认你的实力很强，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听到有关首领的事，但他的恐怖绝不是你能想象的。”鸣人笑了笑说道：“随便你们怎么想，不过我要劝你们，这个忍术我也才刚刚发明不久，要是你们马虎大意的话，真有可能会被我射手杀死。尤其是你赤杀之蝎，我还打算跟你学傀儡术呢，你可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死。”赤杀之蝎冷哼了一声，但也同样警惕起来。之前的交手他已经知道了漩涡鸣人的实力，如果不小心应对他，真有可能会在这里翻车。角斗虽然嘴上叫削，身体却时刻处于紧绷状态，他可是个在忍界混迹了几十年的老油子，绝不会轻视任何一个敌人。家人做好了准备，鸣人点了点头，随后双手合十，假模假样的结了几个印后，大吼一声道：“小组织的两位，接下来你们将会见到这忍界有史以来最华丽的忍术。”只见他话音一落，整个汤之国的大地都在颤抖，天空瞬间变色，乌云遮盖了整个天空，大地寸寸龟裂，一副天灾末日般的景象。赤杀之蝎和角斗见状，瞳孔剧烈收缩，他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能感觉到冥冥中一种大恐怖即将降临。二人的身体早就被改造成了非人类，因此早就没有了生物本能的恐惧之类的情绪，但正因为没有了人类的生物感知，他们对于查克拉的探查才会更加敏感。此时在他们的感知中，天上地下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充斥了鸣人的查克拉。只见天空中雷霆的光芒不断闪烁，随后一道又一道惊雷朝着下方不断攻击，最开始只是1-2道，后来几十道、几百道，最终无数的雷霆如雨点般奔着角斗跟赤杀之蝎而来。见到这倾泻而下的雷霆，二人立刻使出忍术来抵挡。只见角斗与4个面具怪不停地从嘴中喷出火焰、雷电、水弹、风刃、土矛来对抗面前的雷霆，赤杀之蝎更是用他双手掌心的喷火装置不断对抗着四面八方迎来的雷霆雨幕。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很快他们便发现雷霆越来越强，越来越密集，他们即便使尽全力也根本无法抵挡，最后只能放弃正面硬抗，狼狈的闪避。二人狼狈地躲避着雷霆的攻击，但雷霆的速度极快，虽然躲过了大半，还是有一些冲击到了二人的身上。幸好二人的身体都异于常人，一个是人傀儡改造而成，另外一个是地怨鱼改造而成，否则被这么密集的雷霆击中，全身都会麻痹，最后被密集的雷霆淹没吞噬。二人已经来不及思考如何反击漩涡鸣人的事，他们只想着如何在这么密集的雷霆下保下性命，然后逃跑。漩涡鸣人的实力远远超乎他们的想象，对方单凭这个忍术就把他们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二人根本拿对方没有办法。但屋漏偏逢连夜雨，漫天的雷霆就将他们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此时地面却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地面裂开无数裂缝，一条条土龙从地底破茧而出，向他们袭击而来。这些土龙没有冰绝魔龙那么巨大，但被这些忍术打中同样不好受，再加上漫天雷霆的追击，二人腹背受敌下，越来越难以为继。不仅雷霆与土龙，他们所处的这片空间，整个世界仿佛都化成了恐怖的地狱，身边任何东西都有可能对他们发动攻击，没有任何留给他们喘息的机会。鸣人站在冰绝魔龙的头顶，哈哈大笑道：“看到了吗？这才是真正的忍术，这才是真正的查克拉，分解万物，创造万物，操纵万物，这才是忍术的正确使用方法。对了，应该给这个忍术起个什么样的名字呢？”鸣人摸着下巴想了一会儿，随后大吼一声道：“对了，就叫他忍法乱世狂舞。”哈哈，好好享受这一刻吧，在忍术的世界翩翩起舞吧。此时的鸣人活脱脱一个大反派的模样，现在要是有一个高喊着友情跟村子之类奇怪话的中二病，说不定能一拳把他打败。但现在角斗跟赤杀这些可没空欣赏他中二的模样，他们也不可能手拉着手高喊什么友情跟村子，他们现在都快被折腾死了。本以为这些攻击只是数量多，但威力并不太强，但随着时间慢慢流逝，他们发现周围攻击他们的忍术越来越强大，他们被逼得没办法决定使出自己的绝招。只见角都将4个面具怪物召集到自己身边，随后将他们全部吸进体内，紧接着的怨鱼触手一阵变化，最终他变成了一个长着8根黑色触须的8爪鱼怪物。赤杀之蝎同样使出了百击操演，数百鸣人傀儡将他团团包围，随后手中各种各样忍具忍术不要命的往外扔，阻挡着周围席卷而来的猛烈攻击。就这样二人足足抵挡了1个多小时。这时鸣人打了个哈欠，他有些看累了。这个忍术他并没有全力释放，否则这2个家伙早就被他轰死了。不过今天的娱性节目玩得还算不错，接下来该研究正事了。只见鸣人右手对准了角斗轻轻一抓，无数火球从角斗身旁凭空浮现，随后火球一拥而上，在角斗惊恐的眼神中将他整个吞没。啊！角斗痛苦的惨叫声传来，吞噬他的每一发火球都具有着好火球之术的威力，粗略一算，整整有数百颗之多。被火焰包围的角斗再也无力闪躲，随后雷霆、巨石、狂风，无数忍术轰击在他身上，后背的面具一个接着一个破碎，最后就连他的本体也翻起了白眼，意识逐渐陷入黑暗中。望着已经被烧成了焦炭的角斗，人对着赤杀这些笑道：“现在考虑的怎么样了？是要教我傀儡术，还是跟角斗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看着死相异常凄惨的角都，身旁只剩下2巨人傀儡的赤沙之蝎咬了咬牙，最终语气低沉道：“我可以教你傀儡术，但我并不保证你一定能够学会。”此言一出口，密集的忍术瞬间停止，天空的乌云也逐渐散去，就连冰绝魔龙都化作点点星光消失不见。只有鸣人的身形缓缓降落到赤沙之蝎面前，笑道：“只要你教就行，这世界上没有我学不会的忍术。”赤沙之蝎收起了仅剩的2巨人傀儡，随后咬了咬牙问道：“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学习傀儡术？凭你的实力，应该不需要忍具到辅助了吧？”这是赤沙之蝎始终不理解的一件事，像鸣人这种实力强大的忍术忍者，根本用不到傀儡术，这在对方的战斗体系中根本就是多余的，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学习这个呢？一说这个鸣人可就不困了，立刻眉飞色舞地介绍起来自己的计划。赤沙之蝎认真地听着对方的讲述，半晌过后，他深吸一口气，随后难以置信道：“你说你学习傀儡术是为了放风筝？”沼之国南部的群山中，大蛇丸跟宇智波直水不紧不慢地走在蜿蜒崎岖的盘山小路上。自从宇智波直水的上一任搭档琵琶石藏在与4代水影的战斗中战死后，大蛇丸便跟直水2人组成了2人小队。我们组队已经有好几天时间，也做过几个任务，对彼此的手段也算是有了一些了解。对于大蛇丸这个家伙，直水是非常熟悉的，在他还是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对方的传说，是第2次忍界大战中就扬名立万的3忍之一。当初在小组织见到这个家伙时，他还非常惊讶，没想到3忍居然也会加入这个叛人组织，但一想到首领佩恩的强大，他又释然了。这么强大的家伙，找一些实力强大的叛人加入也理所当然。不知为什么，对方的查克拉给人的感觉非常不舒服，其中像是夹杂着很多的怨念，好像是身体或者精神被人强行奴役的那种怨念。不过他也并没有多在意，据他的观察，小组织全是这种怪胎，每一个都不正常，像大蛇丸这种情况也可以理解。一路上，直水走在前面，大蛇丸就在后方紧紧的跟随。宇智波直水的背影打着弯舌头伸的老长，舔了舔嘴唇。自从离开了木叶后，他可谓是如鱼得水，再也没有人撤走自己的实验，再也没有人能干扰自己的实验进程。他宛如脱缰的野马般疯狂实验，收集各种血迹献界，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因此，对于宇智波一族的血轮眼血迹，他也格外好奇。虽说他也得到过血轮眼弹，那些毕竟只是血迹献界的表象，想要研究更深层次的东西，还是要完整的宇智波族人身体才能做到。正当他苦思冥想该怎么获得强大的宇智波上忍身体时，面前就突然掉下了个大馅饼。宇智波直水加入了小组织，他可是通过留在木叶的探子得知了宇智波直水开启万花筒血轮眼，并且跟自己老师大战的事。宇智波一族中还有比开启了万花筒血轮眼的宇智波直水更好的实验素材，这种近乎完美的宇智波实验素材就这样到了自己的面前，让他怎么能忍得住内心中的贪婪？所以一得到机会，他便申请跟宇智波直水组成队伍，并且通过几天的观察，已经摸到了对方很多情报。只要抓住对方，随后叛逃小组织，凭自己的躲藏能力，即便是首领佩恩也不可能抓住自己。念及至此，他的袖口中缓缓钻出了一条灰蛇，顺着他的手臂缓缓向外探出，最后猛然出手，宇智波直水整个身体缠绕起来。突然被灰蛇缠绕着的宇智波直水脸上全是惊慌，随后转过头对着身后的大蛇丸怒声道：“大蛇丸，你想做什么？为什么要突然对我出手？”大蛇丸嘿嘿怪笑道：“直水君，我实在是很好奇宇智波一族的血迹献界，不知道你能否帮助我完成我的研究呢？”直水闻言，脸上的惊恐又深了几分，一边用力挣扎，一边大吼道：“你这么做是在背叛组织，首领不会放过你的。”“哼哼，那也要首领能抓得住再说。但是在这之前，直水君就来陪我一起进行研究吧。放心，你不会像我那些廉价的实验品一样，我会小心翼翼的进行实验，不会伤害到直水君的生命。”大蛇丸说的是实话，万花筒拥有者这么珍贵的实验材料，他可不会像那些廉价实验品那样随意丢弃，一定要榨干宇智波直水的所有利用价值，甚至于作为自己的备用身体也不是不能考虑。就在他想入非非时，宇智波直水的脸上突然平静了下来。正在大蛇丸疑惑时，一把锋利的刃刀突破他的心脏，他的胸膛穿了出来。大蛇丸难以置信地看着穿透了他心脏的刃刀，最后艰难地转回头看向身后单手握刀的宇智波直水。这怎么可能？宇智波直水不是被自己抓住了吗？为什么会出现在身后 ？QI Delta Odd。这时被大蛇丸抓住的宇智波直水突然变得如同幻影一般消散，原来这只是一个用幻术制造出来的幻影。得知真相后，大蛇丸并没有愤怒，而是看向身后笑道：“真不愧是直水君，这是一直在提防着我吗？”宇智波直水没有作答，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大蛇丸，眼中全是冰冷与无情。本来他跟大蛇丸是没有仇怨的，虽然他对大蛇丸的老师袁飞日斩怀恨在心，但并不想将这份仇恨转移到大蛇丸的身上。没想到这个家伙居然把主意打到了自己的身上，真是跟袁飞日斩一样的阴险邪恶。大蛇丸丝毫没有被刺穿胸膛的愤怒，反而是越来越喜欢宇智波直水了。这具身体实在是太完美了，年轻、有活力、强大，最重要的还是万花筒血轮眼的拥有者。这具身体的上限强过自己的任何一个备用身体，简直是自己不时转生的完美素材。
想到这儿，他大嘴一张，一个完好无损的大蛇丸瞬间钻出，随后新出现的大蛇丸伸长着脖子，奔着止水的脖梗处咬来。止水眯了眯眼，大蛇丸的大蛇流体身术他自然是见过，身体可以无限恢复的敌人，使用物理手段很难造成有效攻击。念及至此，他猩红的三勾玉血轮眼瞬间旋转起来，连接成一个四角手里剑的形状。开启万花筒血轮眼后，他直直的与大蛇丸对视在一起，后者在对视的一瞬间突然脸色巨变，随后身体僵硬的趴在了地上，连那伸长的脖子都来不及缩回去，软塌塌的如同一条赖皮蛇。趴在地上的大蛇丸牙关紧咬，没想到成功使用不施转生夺取了别人身体后，自己的幻术抵抗能力居然变得这么差，就连宇智波止水都愣在原地。他虽然开启了万花筒血轮眼，但并没有使用专属瞳术，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幻术而已。这种幻术即便是迷惑一名普通的上人，顶多也就只有几秒钟时间，对方反应过来后会迅速清醒过来。玩这个家伙居然毫无抵抗之力的躺在了地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止水想破头也想不明白，堂堂的三人影级强者对于幻术的抵抗能力居然如此之差。不过想不通就不想了，只见他右手忍刀高高抬起，便准备割下大蛇丸的双手。想割掉对方的双手后，他再用束缚查克拉的手段将对方控制，随后交给佩恩去发落。不料这时右侧的森林中突然传出沙沙声，随后一把红色的巨大手里剑朝着止水袭来。金盾巨大六角手里剑，见到飞射而至的巨大手里剑，宇智波止水直接向后跳开，拉开了与大蛇丸之间的距离。同一时刻，一个绑着马尾辫的绿衣女人瞬间从林中窜出，来到大蛇丸身边，后背起了对方的身体，转身便逃。躲开了巨大手里剑攻击的止水瞬间便反应过来，这一定是大蛇丸的部下想要救走大蛇丸。随后他嘴角微微勾起，他已经看出了红莲的实力，就这点实力还想救走大蛇丸，简直是在做梦。只见他足尖轻点，瞬间消失在原地，下一刻便来到了红莲背后，速度快到连大蛇丸都差点没反应过来。此时的大蛇丸已经被红莲输入查克拉解除了幻术，见到宇智波止水忍刀即将落下，他大嘴一张，吐出了草雉剑，随后一把推开红莲，跟宇智波止水进行了剑术对决。一刀一剑在林中闪烁，刀光剑光飞舞，二人所过之处树木倒塌，岩石碎裂，如两道狂风过境般摧枯拉朽地摧毁着路过的一切。红莲捏紧的拳头为大蛇丸大人加油打气，在此等强者的战斗中根本没有他插手的余地。此时他除了站在原地等待大蛇丸的胜利外，没有任何办法。大蛇丸一边战斗一边琢磨撤退的方法，想要在忍界闻名的瞬身止水面前逃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不小心就会被对方追上死死缠住，要是引来首领的追杀，那就彻底玩完了。而与他对战的止水此时却在想着另一件事，他要不要使用别天神直接控制着大蛇丸这个家伙。大蛇丸这个家伙在忍界有着不少据点，黑白两道都很吃混得开，而且科研能力极强，虽说实力弱了点，但综合起来作用不小。思考片刻后，他觉得大蛇丸很有被控制的价值，于是便悄无声息地将万花筒血轮眼对准了大蛇丸的眼睛。与止水战斗的大蛇丸自然清楚不能跟万花筒血轮眼对视，毕竟刚才已经吃了一次亏，怎么可能中第二次招呢？只见他一直低着头，靠着止水的身体动作来判断止水的行动轨迹。这种方式虽说不利于战斗，但对付宇智波是最好的手段。但没想到瞬间天旋地转，大蛇丸只感觉自己的意识像是被什么东西拉扯一般，渐渐要沉沦下去。意识即将沉沦的前一刻，大蛇丸大惊，他不明白自己究竟是为什么会中幻术，明明他没有看宇智波止水的万花筒血轮眼呐。看着已经中了幻术身体一动不动的大蛇丸，止水的嘴角微微勾起，这个家伙果然吃了刻板印象的亏。宇智波忍者确实擅长用血轮眼发动幻术，但不代表只有血轮眼可以发动幻术。宇智波止水就是一名很强的幻术忍者，即便没有血轮眼，他的幻术水平也强过普通的上忍一个层次。刚才他就是用普通幻术迷惑了大蛇丸的视线，让对方以为他一直在看自己的身体，实际上他的双眼早就跟自己对视在了一起。还真当宇智波一族全是只会用血轮眼放幻术的铁憨憨吗？木叶卫灵碑前，一名黑长直头发的小男孩身穿和服面无表情地看着上面父母的名字。此时他的年纪太小，还不明白死亡的含义，但此时他心中的悲伤却无法抑制，因为他知道他再也见不到他的父母了。恍恍惚惚间，他在地上看到了一条白色的小蛇，鬼使神差的竟然走了上去，将小蛇放在了手心。看着同样孤单的白色小蛇，大蛇丸眼睑低垂，喃喃道：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活着又有什么意义？正当他自顾自嘀咕时，突然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吓了他一大跳。大蛇丸连忙回头看去，发现一个面容刚毅的大哥站在他的身后，对着他笑了笑说道：想知道生命的意义吗？大蛇丸木讷的点了点头。少年蹲下身，看着大蛇丸手中的白色小蛇说道：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没有意义的，但继续活下去，说不定就会找到存在的意义。就像你找到了他，就像我找到了你。听到少年的话后，大蛇丸若有所思，随后低着头，眼泪从眼眶中滑落。少年问道：发生什么事了吗？为什么要哭？大蛇丸一边抽泣一边说道：我的父母，他们再也回不来了。少年见状，直接将大蛇丸揽入怀中，拍着他的后背说道：不要悲伤，
他们已经找到了他们存在的意义，因此他们的死并不痛苦。大蛇丸擦了擦眼泪问道：真的吗？那他们存在的意义是为了什么？此时乌云散去，阳光透过云层洒向地面，照亮了少年的笑脸。当然是为了保护你啊。大蛇丸闻言，嘴角轻轻勾起心中的阴霾，尽数驱散，对着少年同样笑了笑问道：大哥哥，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宇智波直水。自那天起，宇智波直水跟大蛇丸变成为了要好的朋友，他们亲如兄弟，共同参加了第2次忍界大战以及第3次忍界大战。他们见到了无数同伴的死亡，感慨着生命脆弱的同时，也在庆幸着自己有着一个亲如兄弟的好朋友。随后大蛇丸发现了自己的老师猿飞日斩对宇智波的针对，多次劝说无果后跟自己的老师彻底闹翻，最终叛逃了木叶，加入了小组织。本来以为下半生都要以叛忍的身份活在这个世上，没想到他最敬爱的止水哥居然也加入了小组织，真是让他无比欣喜。时间来到现在，大蛇丸双目无神地站在原地，手中的草之剑叮当一声落在地上。远处观战的红莲吓得面色苍白，大蛇丸大人怎么站在原地不动？难道是右中幻术了吗？可恶的宇智波之水居然使用如此卑鄙的手段对付大蛇丸大人，真是个卑鄙小人。随后他义无反顾地冲了上来，想要帮助大蛇丸大人解除幻术。不料这时大蛇丸居然又动了起来，眼神茫然的四处看了看后，居然对着止水露出了个灿烂的笑容。他这一笑把红莲给整不会了，傻傻地站在原地看着朝宇智波止水笑的大蛇丸大人，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见大蛇丸对着止水满脸笑意道：好久不见了止水哥，真没想到你竟然也会加入小组织。此时的大蛇丸无比热情，让宇智波止水有些手足无措。他虽然知道别天神的能力，但毕竟从来没用过，也不知道别人中了别天神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因此见到性格180度大转弯的大蛇丸，他也有些不过弯来，支支吾吾回了一句道：还好吧。大蛇丸眉头一皱，对着止水问道：怎么了止水哥，你的语气怎么有些不对劲，是发生什么事了吗？这时止水也稍稍适应了下大蛇丸的改变，随后指了指不远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的红莲说道：刚才这个女人出手偷袭我，你知道她是谁吗？大蛇丸闻言转头看去，随后眼中杀意弥漫，冰冰冷对着红莲说道：红莲，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本来我还以为你是我部下中最机灵的，才把你带在身边，没想到你连止水哥跟我的关系都没搞懂，就拿他当做敌人出手，简直愚蠢至极。我的护卫工作你不必做了，回去加入试验品队伍吧。这时红莲才稍稍有一些回过味来，刚想出声解释，却又不知道如何开口，最终只能鞠了个躬转身离开。他不明白大蛇丸大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那个少年的年纪明明比自己也大不了多少，为什么大蛇丸大人要称呼对方为哥哥？难道是大蛇丸大人被对方控制了？但这怎么可能？大蛇丸大人即便中了幻术，意识也是清醒的，只是身体无法行动而已，怎么可能会胡言乱语到这个地步？他心中琢磨着大蛇丸大人的变化，丝毫没有察觉到背后的止水传来的丝丝杀意。他在想要不要将这个女人彻底灭口，隐藏大蛇丸被自己控制的事实，但思考了片刻，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一条杂鱼而已，放了就放了，这种小杂鱼量他也翻不出什么风浪来。就在这时，他左眼突然传来一阵剧痛，剧痛异常强烈，直接连接了他的大脑，让他疼得不自觉地叫出声来。随着他的呻吟声响起，左眼出一行血泪夺眶而出，顺着手指缝流到了地面上。大蛇丸见状大惊，连忙出声询问道：这是怎么回事？止水哥，你的眼睛为什么会流血？止水摇了摇头说道：小毛病而已，不必放在心上。大蛇丸露出一副关切的表情说道：这怎么能不放在心上呢？能让止水哥这么毅力坚强的人痛苦地叫出声来，这种病绝不是什么小毛病。止水哥你放心，我的基地里有全套的设备可以为你进行全身检查，一定可以找到你这种病的根源所在。看着大蛇丸的模样，止水有些犹豫，虽然对方中了自己的别天神，但这种把自己的性命交到别人手术台上的行为还是让他有些不适应。但犹豫了片刻，他还是同意了下来。他对自己的万花筒写轮眼有着绝对的自信，相信哪怕是3忍之一的大蛇丸也不可能靠着自己的意志力解除幻术，而且只是做个小检查而已。以自己的身手，即便对方想要害自己，自己也可以随时反制住对方。见到止水哥同意后，大蛇丸没有耽误时间，让止水哥在原地等待，随后独自一人进入深山中刺杀任务目标。没过多久，大蛇丸浑身是血的走了回来，对着宇智波止水焦急道：止水哥，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跟我去我的分阶的进行检查吧。止水点了点头，二人马不停蹄地前往大蛇丸的分基地进行全身检查。而就在同一时刻，鸣人也总算是学会了傀儡线的使用技巧。刚开始学的时候，鸣人还只当这种线就是纯粹的输送查克拉通道，顶多比普通钢丝强韧一些，觉得学会这个技巧并没有多困难。但真学起来，他发现根本不是自己想的那么回事。傀儡的查克拉线跟普通的查克拉线完全不同，打比方的话，就相当于网线和电线的区别。普通的查克拉线就跟电线一样纯粹的输送查克拉，输送的量越强，线的强韧度越高就越好，就像电线一样，单看粗细就知道这是什么级别的输电量。但傀儡师的查克拉线的定义更像是网线，
输送查克拉只是它作用中最小的一个，它的真正作用其实是为傀儡传递信号，肩负着给傀儡传递命令的任务。因此，傀儡师的查克拉线根本不需要像普通查克拉线一样那么结实，甚至它们非常脆弱，可以随意被切断，也可以随意被连接。鸣人看着自己5根手指上射出来的查克拉线，放声大笑道：“老子果然是天才，1天都没到就学会了傀儡术，老子果然是无敌的！”哈哈哈！赤沙这些满脸鄙夷，当年他也是1天时间就学会了释放查克拉线，这家伙有什么可跟自己装的？再说傀儡师释放查克拉线只是最基础的第一步，真本事全在操控傀儡战斗上，学会个傀儡线有什么好得意的？赤沙这些没好气道：“别得意了，这才只是第一步而已。想要成为傀儡师，还要学会制作傀儡，并且操控傀儡。你才学会了第一步而已，现在就高兴太早了。”鸣人挥了挥手笑道：“制作傀儡跟控制傀儡我不用学了，只要会使用查克拉就行。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走了。”赤沙之蝎疑惑道：“你说要学习傀儡术，就是想要学习使用查克拉线吗？”鸣人笑道：“当然了，不然我还要用傀儡术操控佐助的须佐能护跟人战斗吗？”赤沙之蝎眉头紧锁，他发现跟这小子交流实在太费脑细胞了，对方说的很多词汇他都听不懂。佐助他倒可以理解，应该是一个人的名字，至于那个须佐能护是什么东西，他听都没听说过。这家伙就不能说点正常人听得懂的话吗？不过这些都无所谓，只要现在他恢复了自由就可以，剩下的是他才懒得跟这个小鬼计较。就在他刚刚准备转身离开时，突然他的双脚僵在了原地，死活迈不动。低头看去，自己脚下居然连着一根查克拉线，而查克拉线的另一端正在漩涡鸣人的手指上。他疑惑地转头望去，只见鸣人对他笑道：“对了，你还记得药师兜吧？”被束缚住双脚的赤沙之蝎心下一惊，连忙使用傀儡线想要夺回双脚的控制权，结果却根本无法撼动鸣人的操控。鸣人笑道：“我问你话呢，你还记不记得药师兜那个孩子？”尝试了一会儿，发现无法挣脱后，赤沙之蝎放弃了挣扎，面无表情地对漩涡鸣人说道：“我没听说过什么药师兜，你认错人了吧？”鸣人闻言微微有些愣神，这家伙还跟自己装糊涂，自己都问得这么明显了，这家伙还不说实话。问他认不认识药师兜，只是想打开话题而已，这家伙居然跟自己装糊涂，说不认识药师兜。随后鸣人冷笑一声：“跟自己装糊涂是吧？等一下看你还装不装。”只见他手指微微勾了勾，赤沙之蝎瞬间全身僵直，随后朝着天空中飞去。鸣人则是在下方不紧不慢地操控着查克拉线，控制赤沙之蝎在天空中摆出各式各样的动作。飞在空中的蝎满脸怒火地看着身旁路过的鸟，随后他被逼无奈地转了弯，跟在鸟群的屁股后面飞去。这些鸟仿佛是受到了惊吓，鸟粪一坨接着一坨往他脸上砸，弄得他浑身臭烘烘的，恶心至极。幸好此时的他已经没有正常人类的嗅觉系统，否则估计他要在天上口吐莲花了。他实在不理解这个漩涡鸣人究竟发什么神经，问自己认不认识一个叫药师兜，自己确实没听说过什么药师兜，这家伙发什么火？不过这个漩涡鸣人的查克拉质量为什么这么强大？他想用查克拉线抢回身体的控制权，却像是用细钢丝拉扯帆船一样，使尽浑身解数扯动了一点点，结果一个风浪又回去了。最终他放弃了挣扎，眼睛一闭，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就这样连续在天空中遨游了1个小时，鸣人操控着蝎飞到一处小河旁，随后二话不说，直接将他整个人按到了水里，开始冲洗起来。等将身上的污秽全部冲洗完毕后，赤沙之蝎满脸怒火的从河底走了上来。此时他已经恢复了身体的控制权，双拳紧握，似乎随时要跟鸣人拼命。鸣人看他这副表情，嘴角勾起笑道：“想清楚了吗？”赤沙之蝎非常想直接动手宰的这个小鬼，但他知道自己根本打不过对方，这口气不忍也得忍。最终他咬着牙怒道：“你到底在说什么？让我想清楚的又是什么？”鸣人啧啧了2声说道：“想不到你的嘴这么硬，不就是一个药师兜吗？为什么不想回答我呢？”刺杀之蝎板着脸说道：“我根本没听说过什么药师兜，你让我怎么回答你？”鸣人皱了皱眉，这家伙至于跟自己这么装蒜吗？一个药师兜而已，像这样的案子对方应该还有非常多，为了一个药师兜没必要这么跟我装蒜吧。随后鸣人一拍脑门，好像现在赤沙之蝎根本不知道药师兜这个名字，这名字是药师爷乃宇给他起的，那时候赤沙之蝎上哪知道去。药师兜好像只是赤沙之蝎随手布下的一步闲棋，直到后来对方被大蛇丸看中，才重新回到了赤沙之蝎的视线中，否则药师兜这辈子可能都不知道他是吃啥这些的案子。随后鸣人大手一挥，用各种属性的查克拉在空中绘制了一幅图画，这一手看得赤沙之蝎瞳孔紧缩，心中惊叹了一声，好强的查克拉控制力。片刻后，药师兜的头像出现在虚空中，赤沙之蝎看到对方那张脸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那个小鬼。鸣人说道：“这回你应该想起来了吧？这个孩子脑海中应该有你留下的一道封印，赶紧把那个封印解除掉，你就可以离开了。”赤沙之蝎深深地看了漩涡鸣人，随后没有多说废话，食指与中指并拢，竖在胸前查克拉施展。远隔千里之外的药师都突然脑海一阵剧痛，紧接着他回想起了很多事情。解除了前脑操杀之术后，赤沙之蝎面无表情道：“我已经把他脑海中的封印解除了，现在我可以走了吗？”鸣人挥了挥手说道：“走吧走吧。”
别让我再看见你。赤沙之蝎先是迟疑了片刻，随后谨慎地转身离开，直到走出了一定距离后才稍稍放下心。看来漩涡鸣人是没打算杀人灭口。之后他眼睑低垂，开始思考接下来要怎么跟首领汇报漩涡鸣人的事。组织应该对这个小鬼重视起来，对方的实力远远超乎了他的想象。在他看来，就算是首领想要战胜这小鬼也没那么容易。而且对方今年只有7岁，要是让这小鬼再成长几年，首领估计也不是这个家伙的对手。而且他也异常讨厌漩涡鸣人这个小鬼，希望首领能重视起来，赶紧除掉这个家伙。正在他胡思乱想时，突然一道光芒穿透了他的胸膛，那里正是他的傀儡核心在生河。核心被击穿赤沙之蝎的视线逐渐暗淡，临死前他听到身后一声叹息传来：“哎，我仔细思考了下，还是弄死你算了。”鸣人看着倒在地上的赤沙之蝎，心中有些无奈，放对方离开，估计又要生出一堆事端。而且这家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次损失了这么多傀儡，肯定会在忍界抓不少人补充库存。与其留着他祸害忍界，还不如直接干掉他。随后他弯腰将赤沙之蝎的再生核掏了出来一脚踩碎，随后将赤沙之蝎的尸体连接上查克拉线，一屁股坐在了赤沙之蝎的后背上，向着天边飞去。大家不要误会，他杀赤沙之蝎真是为了维护人界和平，真不是缠人家身子。飞翔在天空时，鸣人心旷神怡，以前他还真不知道当傀儡师居然这么爽，就跟玩角色扮演的游戏一样，操控着角色跟人打架特别有感觉。美中不足的就是赤沙之蝎做起来有些不舒服，只要是宇智波斑就好了。对方那大长头发电在后背上坐着肯定特别得劲儿。正在天空飞行时，突然路过一个村庄，鸣人低头看去，下方人头攒动，好像是发生了什么骚乱。他好奇地从天空中降落下来，挑了个没人看到的角落，偷偷靠近，想要听听具体是什么情况。只见一群手持武器的壮汉站在村民面前，似乎是在说些什么。听了半天，鸣人的眉头紧锁。说话的这个壮汉好像是一伙山贼的首领，而他身旁那些同样满脸横肉的，则是他的山贼同伴。他躲在一棵树后，摸着下巴看了看身旁站着的赤沙这些傀儡，刚得到了新玩具，不如拿这些人试试刀。这个主意不错，鸣人直接操控着赤沙这些傀儡，一个箭步窜了出去，直奔这些山贼。山贼首领还在对着村民讲话，他唾沫横飞，像是公司领导给员工开会一样滔滔不绝。大家一定要发扬不怕吃苦不怕受累的主人翁精神，坚决贯彻匪民一家亲的重要。还没等他说完话，突然觉得脖子一凉，随后刚才还在慷慨激昂给众人打鸡血的他，脑袋突然从脖子上掉落下来，鲜血喷洒的到处都是。这一幕惊呆了众人，山贼们刚想拔刀看看偷袭的人是谁，结果人还没看到敌人的身影，便只觉天旋地转，看世界的角度突然发生了720度的变化。瞬间几十个人全被砍了脑袋，几十颗头颅滚得到处都是，吓得村民们嗷嗷乱叫。当所有的山贼尸体全部躺在地上后，现场只站着赤沙这些的人，傀儡在不缓不慢地甩着武器上的鲜血。见到山贼已经被全部解决，鸣人心中十分得意，果然助人为乐才是最让人开心的事。要是没有自己这帮村民们，肯定会被山贼迫害自己，这也算是积德行善了。就在他准备操控赤沙这些傀儡离开时，只见刚刚他救下的那些村民疯了一样趴在地上那些无头尸体旁哭泣，还有一些对着赤沙这些傀儡怒目而视，似乎要跟他拼命搞的。鸣人有些莫名其妙，这帮家伙想什么呢？自己从山贼手中就出了他们不感激也就算了，为什么还这么对自己？村民们纷纷捡起地上掉落的钢刀，警惕地看着赤沙这些，一些人咬牙切齿，似乎随时准备扑上去跟这个怪人拼命。这时村长突然站了出来，拦住了这些丧失理智的村民，随后板着脸一脸沉重地走到了赤沙这些面前，说道：“这位忍者大人，为什么突然出手伤人？”赤沙这些没有回话，当然他也不可能回话。就在这时，鸣人走了出来，对村长问道：“你这人说话真奇怪，我明明杀了强盗救了你们，为什么要说我出手伤人？”村长见不远处走来了一个年纪不满10岁的孩子，心中有些疑惑，但他也清楚忍者不能以常理度，之所以并没有轻视鸣人，严肃说道：“请问这位忍者大人是从哪里截取的剿匪任务？我们可是有准时上交粮食赋税，你的清剿土匪任务是怎么通过审核的？”鸣人摇了摇头说道：“我没接什么剿匪任务，路过看到他们像是土匪，就把他们解决了，有什么问题吗？”鸣人疑惑对方为什么问题这么奇怪，不接任务难道就不能剿匪了吗？看着鸣人的年纪，村长瞬间便明白过来，这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愣头青，管闲事管到自己头上来的。随后二人经过一阵交流，鸣人才大概知道了情况。刚才自己杀死的那些土匪盘踞在附近山上的本地土匪，这帮人大多是由当地青壮年组成，所以刚才才会有那么多村民愤怒，因为这些死的土匪都是他们的亲人。鸣人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问道：“你们跟土匪勾结，还有脸质问老子？”这时人群中一个中年妇女对着鸣人怒道：“谁让你多管闲事？又没接到剿匪任务，你凭什么乱杀土匪？你这属于恶意剿匪，是违背忍者守则的。”鸣人这回真是开眼界了，他还头一次听说忍界有恶意剿匪这么一说，难怪忍界有那么多剿匪任务给刚毕业的下忍们练刀，原来这些土匪全是当地人自己养的。这帮人自己养土匪，然后让土匪去抢劫其他地方的百姓，其他地方的土匪来抢劫他们这帮土匪，会出手保护百姓，双方都形成利益共同体了。
至于忍界的大名，根本不管这些底层百姓的事，他们只在乎税收，只要每年的税交够了，任凭这些百姓自己瞎折腾。但如果这些百姓敢不交税，那后果就非常严重了。大名们不会直接来处置这些百姓，而是允许其他地方的百姓发布剿匪任务，剿灭当地的土匪。一旦当地的土匪被剿灭，当地百姓也很快会被外地土匪洗劫一空，最后这个村庄将会彻底消失在忍界中。用这种方法可以变相的控制百姓人口，还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大名府准时缴纳粮食，同时还能给忍者们创造任务空间，让他们获得更多的任务机会。这种方式简直是一举四得，百姓得到了土匪的庇护，土匪得到了百姓的支持，大名获得了百姓的赋税，忍者获得的任务机会。这种模式下，整个忍界都是受益者，所有人齐心合力，创造了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鸣人嘴角直抽，这忍界还真 TM 的奇葩。前世鸣人看动漫的时候就很疑惑，明明火影世界有那么多开山猎食，如同吃饭喝水般轻松的忍者，居然还会有这么多的山贼土匪存在。原来这些土匪才是维持忍界底层治安的有生力量，而忍者却是大名用来制裁百姓手中的武器。不过这种制裁却非常优雅，不会直接出手屠灭村庄，而是借刀杀人，让其他地方的土匪出手。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忍界中也有一些有见识的土匪，他们会收拢其他地方的百姓，逐渐做大做强，最终会威胁到大名的统治地位。至于这些土匪，那就更好处理了，直接由大名发布任务，请忍者过来剿匪，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就把这些想要做大做强再创辉煌的土匪全部干掉。对于这其中的弯弯绕绕五大国的忍村心知肚明，甚至连之前的忍族时代估计对这些都门儿清。所以各大势力在培养忍者的时候都会反复强调，他们只是工具而已，不能让这些拥有实力而又识得一些字、懂得一些道理的忍者拥有思想，否则这些人很有可能会产生出大逆不道的想法，不利于忍界和平的环境。当然也有一些忍者对于现在的现状产生过质疑，但最终他们都会随着阅历的加深，将心中的那份疑惑转化为麻木。所有人都选择了默认这种潜规则，于是便造成了今天这副奇葩的场景。鸣人路见不平一声吼，结果杀了当地保安团，这 TMD 上哪说理去？他看着面前这帮对自己怒目而视的村民，心中也很无奈，自己这到底算不算是好心办坏事呢？按理说这些土匪手上也都有着人命案，估计杀人掠货的事也没少做死的，一点都不可惜。但这帮土匪的亲人用这种仇视的眼神看着自己，让自己也很不好受。这其中还有一些跟自己差不多大，甚至比自己还小的孩子，也都满眼怒火地盯着自己。鸣人觉得自己好像是杀人放火的大魔王一样，他也很委屈，没想到自己好心办坏事了。他看着面前这上百号村民，心中有些无奈。接下来这帮人没有土匪的保护，最后的下场肯定很惨。既然如此，就把这些人带回木叶去吧。即便木叶内城区这帮人可能买不起房子住不起，但在城区外找一个地方给他们盖几座房子，鸣人还是能做得到的。打定主意后，鸣人说道：“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木叶？到了那里，你们就不必担心被其他的土匪抢劫了。”人群中，一个60岁左右的老妪拄着拐杖对鸣人说道：“你别骗人了，木叶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住的，里面不是忍者的亲戚，就是火之国有钱有势的人。就连里面的平民背后的关系都不一般，他们怎么可能会收留我们这些没有任何根底的普通百姓？你这个黄口小儿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说能让我们进木叶居住，你想要骗我们离开，难道是想要把我们卖给人贩子吗？”村民闻言纷纷打了个冷战，这个忍者小小年纪心胸却如此歹毒，杀了他们的亲人不算，还要将他们卖给人贩子，真是邪恶至极。鸣人实在忍不住了，对着这些村民骂道：“你们这帮王八蛋，别给脸不要脸，老子是看你们可怜才想帮你们一把，要是真讲道理，你们这帮家伙供养土匪作恶，被抓起来也是要杀头的，不反思自己的过错，还指责老子，真是不要脸。”原本这些村民还有着对鸣人忍者身份的恐惧，但听到对方居然如此污蔑自己的亲人，纷纷破口大骂起来：“别一口一个土匪的，要是没有他们，我们这群人早就死了。就是，你这小鬼路过就路过没事，多管什么闲事？我看他那不是管闲事，他就是看中了我们，想把我们卖给人贩子换钱，所以才杀了我们的亲人，逼我们跟他离开。”这些人的指责听得鸣人怒火升腾，心中对这些人的同情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无边的怒火。他冷哼一声说道：“不想跟我回木叶那就算了，我也懒得管你们的破事儿。”说完他转身便要离开，这时一个与鸣人年纪相仿的小男孩拿起一块石头朝着鸣人的脑袋丢来，后者轻轻一侧身便躲过了石头，随后若无其事的继续朝前走。这一下虽然没有打中鸣人，但仿佛开启了潘多拉魔盒，人们纷纷捡起身旁的石子砖块朝着鸣人的后背扔来，就连赤沙这些人傀儡都没有放过。鸣人看到自己身旁扔了一地的砖石碎块，怒从心头起，回头大手一挥，一股狂风袭来，将数百名村民吹得东倒西歪，躺了一片。等他们再站起身时，已经不见了鸣人的身影。他们拍打了下身上的灰尘，宛如打跑了大魔王的勇士一般欢呼起来。鸣人飞在天空中，越想越气，自己好不容易见义勇为一次，结果却碰到这么个事儿。他也理解那些村民，毕竟换的是谁，看到自己亲人被杀死在面前，都会心里不好受。但自己的事也没有做错呀，自己出手剿灭一伙土匪，难道还有错了吗？随后他坐在赤沙这些的后背上，陷入沉思，自己没有错，那些村民也没有错，
甚至于那帮土匪也没有错，都只是为了生存而已。只能说错的是这个世界。他也逐渐可以理解了自来也和纲手这类人的想法。木叶确实很操蛋，元妃日斩也确实很虚伪，但他们至少保了木叶一方平安。相比起忍界来，木叶可以称得上是一片黄天乐土。他们除了默认元妃日斩的所作所为外，还能怎么样呢？他看着头顶上飘过的白云，陷入沉思，自己究竟要不要出手改变这个世界的运转？如果不改变的话，估计就会像原著中那样，打死个宇智波斑，封印个辉夜姬，然后就皆大欢喜，歌舞升平。忍界中这些看似不合理的乱象会被逐渐发展的科技所改变，生产力的提升会自然而然地淘汰土匪保平安的荒诞景象。但这样忍界的底层逻辑好像还是没有变化，这些普通百姓还是愚昧无知的活着，既害怕别人的屠刀落在自己的身上，又想在别人身上撕下一块肉来喂饱自己。念及至此，他狠狠地一拍大腿，要是来忍者世界什么都不做，岂不是白来了一趟？这世界不合老的心意了，老子就出手改变它，反正老子实力强，还有人能管得住老子吗？越想越有道理，回去他就扩充根部成员，随后撒到忍界中传播思想。先在忍界中普及教育，传授正确的价值观，然后再招兵买马控制底层，先取代土匪保民，这种荒唐的事情让忍者真正的维护起治安来。越想越激动，他这条趴在忍界7年的咸鱼总算想起来翻身了。经过1天1夜的赶路鸣人，总算回到了木叶的辖区内。来到木叶附近后，他便从赤沙这些的身上跳了下来，随后拿出一张卷轴，将赤沙这些的人傀儡收进了卷轴中。忍界的卷轴还真是好用，虽说比修仙界的储物装备差了点，但至少不用大包小裹的背着了。准备完毕后，他抬头看着不远处木叶忍者村的大门，元妃日斩，你个老王八，居然敢通缉老子！这次老子倒是要看看你还能整出什么活来。就在他刚迈步即将进入木叶大门时，突然从里面窜出了几个人，将鸣人团团包围住。鸣人对着围上来的几个木叶忍者看了看，这些家伙明显不是暗部忍者，身上也没有掌权家族忍者的外貌特征，看起来应该木叶的正规平民忍者。这帮家伙把自己围起来做什么？难道是元妃日斩派来对付自己的？随后他心中又摇了摇头，元妃日斩就算再蠢，也不可能用这些炮灰来对付自己，那对方又有什么目的呢？他在打量这些木叶忍者的时候，这帮木叶忍者也在打量他。众人的眼中浮现出惊奇与探究之意，最终为首的一名木叶忍者对着鸣人恭敬说道：“您好，鸣人大人，还是专程在这里等您归来的？”鸣人闻言疑惑问道：“等我？你们等我做什么？一时半会儿还说不清楚，请您跟我们来火影大楼一趟吧。”鸣人点了点头，便跟着这些人前往火影大楼。他并不担心前方会有什么危险，即便是个陷阱，也有信心全身而退。他只是好奇元妃日斩这个家伙到底在打什么主意。走在路上时，鸣人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路边的平民纷纷向他投来敬重的目光，有一些甚至满脸笑意的与他打招呼。那种打招呼的语气明显跟以前不同，以前那是恐惧中带着敷衍的语气，现在则是完完全全的尊敬。这帮家伙尊敬老子干什么？难道被老子打出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时鸣人听到街边2个平民小声议论道：“听3代火影大人说，鸣人大人是4代火影大人的儿子，现在看起来2个人长得真是太像了。”另一人点头小声说道：“是啊，之前都不敢正眼看对方，所以没有察觉，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有了鸣人大人木叶，一定可以回到过去的辉煌，鸣人大人一定可以带领我们夺回忍界第一忍村的名号。”鸣人一脸黑线，元妃日斩吃错药了吗？为什么非要给自己戴高帽子？很快他便来到了火影大楼门前，为守忍者恭敬地将他送。火影大楼随后顺身离开，鸣人轻车熟路地来到火影办公室门口，最后一把推开大门。坐在办公室中抽着旱烟的元妃日斩见鸣人归来，立刻放下了手中的烟袋，露出了和蔼的笑脸，说道：“小鸣人，你总算回来了。老夫正好要告诉你个好消息，经过高层协商以及上忍会议的表决，已经正式。”轰隆！还没等他说完，鸣人的拳头便落在了他的脸上，只见他整张脸扭曲变形，随后化作一道流光撞在了落地窗上，从火影大楼掉了下去。这里的动静瞬间惊动了影卫队忍者，直到元妃日斩飞了出去，他们才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火影大人居然被人袭击了。4名警卫队忍者刚想从落地窗的缺口上跳下去查看火影大人的情况，没想到鸣人抢先他们一步跳了下来，一脚踩在了刚想起身的元妃日斩胸前。元妃日斩瞪大的双眼，没有想到鸣人居然会出手，他的计划完全被对方打乱了。就在这时，只听鸣人说道：“之前在黑市里发布悬赏令的就是你吧？原本我只以为你是个怂包，没想到竟然这么有种，居然敢向我发布通缉令。”说到这里时，鸣人的语气带上了几分嘲讽，冷笑道：“居然借我的刀来杀死角都，真没想到你这老怂货也有这么胆大包天的一面，之前我真是小看你了。”鸣人说完后，戏谑地盯着元妃日斩看，不知道对方脸上丝毫没有露出惧意，反而嘴角微微勾起，露出了从容的笑脸，这让鸣人有些疑惑，这家伙这时候还笑得出来，难不成是被打傻了吗？只听元妃日斩笑道：“小鸣人，你还真是心急，就不能让我把刚才没说完的话说完吗？”鸣人冷哼道：“想说什么就说吧，不过你可要想好，这是你最后的遗言，要是说一堆无关紧要的废话，可就浪费了这次机会。”
袁飞日斩一指鸣人踩在自己胸口的脚，说道：“能不能让我站起来说？”鸣人闻言，将踩在对方身上的脚挪开，看看袁飞日斩的家伙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就在他站起身后，隐卫队忍者跟大批木叶忍者也来到了这里，众人将鸣人团团包围，大有一言不合就动手之意。袁飞日斩拦住了跃跃欲试的木叶忍者，随后对着鸣人说道：“经过村子的投票表决，已经正式决定由你漩涡鸣人来担任木叶村第5代火影。”说完，他对鸣人露出了个灿烂的笑脸，模样在外人看来就是个不计前嫌的宽厚长者，一时间对于3代火影的心胸与格局佩服不已。鸣人有些愣神，随后不屑地笑了笑，还以为这家伙有什么杀手锏，没想到居然是这么低级的招数，想要靠着让出火影之位跟自己讲和，这老东西的想法还挺天真的。而此时袁飞日斩心中却得意无比，在他看来，漩涡鸣人之前做了那么多，无非就是想要这个火影之位，而这小鬼比支撑团藏要难缠得多，想要用对付团藏的方法对付对方几乎不可能。再加上前不久他的长子袁飞飞心之助死亡，他的次子袁飞阿司马因为身份原因也不可能成为木叶村的火影。接下来他完全没有把这火影之位不放的必要，与其强行捧上来一个跟自己没有直系亲属关系的袁飞族人称为火影，还不如将这个位置让给漩涡鸣人，让他跟波风水门一样成为掌权家族手里的傀儡。正当他心中暗自得意时，只听鸣人冷笑道：“这就是你的遗言吗？说完了你就可以去死了。”袁飞日斩愣了愣，随后嘴角勾起，悄悄使了个幻术，这是一种传递情报的声音幻术，靠着震动查克拉达到将心中所想传递到别人耳中的传音秘术。只听他传音道：“小鸣人，我劝你不要做出不理智的行为，如果你想要成为火影的话，就不能对老夫出手，木叶不会同意一个杀死了前代火影的人成为现任火影。我知道你对我有着很深的误会，但千万不要为了一时冲动毁了这次成为火影的机会。”袁飞日斩苦口婆心的劝说，即便是使用传音秘术给鸣人递悄悄话，一副温厚长者的语气。乃至听了他的话后，鸣人非但没有如他所想的那样妥协，反而直接一个顺身来到他的面前，一脚将他手倒，随后再次踩在了他的胸口。袁飞日斩不可思议地问道：“小鸣人，你这是做什么？别一口一个小鸣人的，你也真不嫌恶心。在这儿我就跟你把话挑明了，什么狗屁的火影我根本不稀罕，即便是我想要木叶的权利，我也会直接自己来拿，轮不到你来施舍我。想让我跟我那便宜老爹一样当个傀儡火影，简直就是白日做梦。老子从来就不信什么地位身份，只信我这双拳头。”鸣人说完，便缓缓抬起右拳，准备给袁飞日斩致命一击。袁飞日斩被吓得面色苍白，他没有想到鸣人这个家伙居然这么莽，一点规矩都不讲，真是比雷之国忍者还不讲道理。只见他右手食指与中指并拢结了个印，随后他的身体便如同融入泥土中一般，渗透到了地下，脱离了鸣人的踩踏。鸣人转头看向不远处，那里袁飞日斩黑着一张脸，缓缓从地底浮了起来，随后对鸣人板着脸道：“漩涡鸣人，可要想清楚，现在你的行为已经与叛人无异。”这时，一名脾气火爆的木叶忍者直接怒道：“火影大人，还跟这个小鬼废什么话？身为4代火影之子，居然没大没小的攻击3代火影大人，难道他不知道3代火影大人是他父亲的师公吗？”另一名木叶忍者也插话道：“没错，这种欺师灭祖的家伙根本不必与其讲道理，我们直接一起上把他拿下就行了。可怜3代火影大人之前居然还在为对方据理力争，企图让这个小鬼成为5代火影为木叶而战，简直就是浪费了3代火影大人的一片苦心。”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将鸣人打成了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忍界败类。对此鸣人却毫不在意，再次奔着袁飞日斩而来。袁飞日斩见状通灵出了猿猴王元魔，随后抱起对方变成的如意金箍棒，企图抵挡住鸣人的攻击。不料鸣人的力量远远超乎了他的想象，仅仅一拳，他便被打得倒飞而出，撞碎了火影大楼的墙壁。周围忍者见状，立刻朝着鸣人出手，各种苦无手里剑忍术向着鸣人飞来，但这些忍术还没有到达鸣人身边，便被他大手一挥，用气拍得粉碎。他想再次靠近袁飞日斩时，只见2道光芒闪过，一蓝一绿2道身影奔着鸣人径直而来。鸣人轻轻向后挪了2步，躲开了对方的攻击，随后双方对立而视。来者正是木叶技师奇木卡卡西和苍蓝猛兽麦特凯，二人一个手持雷切，另一个开启了8门遁甲第6门，警惕地与鸣人对视。逼退了鸣人后，只听卡卡西对身后的袁飞日斩问道：“火影大人，请问您没事吧？”袁飞日斩强忍着身上的剧痛，从墙壁的坑洞中缓缓走出，随后对着卡卡西回道：“还能继续战斗？你们要小心，千万不要被漩涡鸣人近身。”卡卡西犹豫了片刻，随后对袁飞日斩说道：“火影大人，能不能让我跟漩涡鸣人说几句话？”袁飞日斩犹豫片刻，随后对卡卡西说道：“有什么想说的，就跟漩涡鸣人去说吧。”得到了袁飞日斩的同意后，卡卡西上前一步，对着鸣人问道：“鸣人，你为什么非要杀3代火影大人不可？我记得你跟3代火影大人应该没有什么仇吧？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完全可以通过村子的正规手段来解决。更何况你马上就要成为第5代火影，这个时候做出这种事来，太不理智了。”卡卡西确实认为鸣人的做法欠考虑，他也不想跟自己老师的孩子真正为敌，于是便苦口婆心的劝说，想要劝他回心转意。乃至漩涡鸣人皱眉说道：“我对什么火影之位根本不感兴趣，我要杀袁飞日斩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在黑市里对我下了悬赏。
你别告诉我，在木叶当了这么多年，忍者对于猿飞日斩这个人一点都不了解。你父亲木叶白牙七木寿茂是怎么死的，就不用我多赘述了吧？我在掌管了根部后，也查到了很多资料。当年在木叶里散播谣言的人，就是志村团藏的根部。而且这些事情，猿飞日斩这家伙也都清楚。虽然这些事都是志村团藏做的，但如果没有猿飞日斩这个火影的默许，他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散播这种谣言。齐木寿茂只不过是被迫害的木叶忍者其中之一，在暗地里像他这样被木叶出卖的忍者数不胜数，甚至就连你估计在暗部中也做过一些不上台面的事吧。现在我问你，猿飞日斩到底该不该死？木叶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虚弱成了这副模样，到底跟谁有关系？一时间，在场众人所有人的眼神都暗淡下来。其他的事情他们不关心，但木叶的衰弱是他们全都看在眼里的。这次猿飞日斩为鸣人宣传的时候，就是以鸣人肯定能带领木叶重回巅峰为核心发言的。这说明就连他本人也都承认了木叶的衰弱，因此众人不会自欺欺人的觉得木叶还是那个最强的忍村。即便是猿飞日斩这个当事人也都沉默了下来。现在他也不好自己打自己的脸，说什么木叶还很强盛之类的话，因此场面变得无比尴尬。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将隐晦的眼神投向了三代火影猿飞日斩，而猿飞日斩则是眼观鼻鼻观心，根本不接话茬。仅仅沉默了片刻后，卡卡西的眼神又坚定了下来，抬头对着鸣人说道：即便如此，你也不应该杀死三代火影大人。三代火影大人劳苦功高，为了木叶奋斗了几十年，即便他在任上做出了一些错误的事，也是他的无心之举，这是能力问题，而并非火影大人有心而为之。用这些事来苛责三代火影大人，就太吹毛求疵了。如果你对他有意见，完全可以在你上任火影后开启上忍投票，来决定如何处置三代火影大人，而不是在这里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鸣人比了个打住的手势说道：行了行了，这个话题到此为止，我不想再跟你们争论了。总之一句话，我就是要杀猿飞日斩，你确定要阻拦我？卡卡西闻言撩开了护额，露出三勾玉血轮眼，随后对着鸣人严肃地说道：你真的要一意孤行的话，即便你是老师的孩子，我也会尽全力阻止你。就在他下定决心打算使出全力制服鸣人时，突然一发能量炮从他身边穿过，直直的奔着猿飞日斩而来。这发能量炮的速度实在太快，除了一直紧紧盯着鸣人的猿飞日斩外，其他人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见能量炮轰来，猿飞日斩连忙让猿魔展开金刚牢壁，企图抵挡住鸣人的能量炮。轰隆一声巨响传来，火影大楼被这发能量炮轰击得支离破碎，恐怖的能量瞬间气化了还在里面办公的木叶忍者，剧烈的光芒晃得众人睁不开眼。当爆炸逐渐停息，众人才看到爆炸中心浑身是伤的猿飞日斩。此时他鲜血淋漓地躺在地上，进气多出气少。至于猿猴王猿魔，早就在这场爆炸中粉身碎骨，一个碎片都没有留下来。见到他们敬重的三代火影被打成这样，瞬间所有人都怒火升腾。木叶忍者们不顾双方实力的差距，一拥而上，企图将漩涡鸣人抓住。就连卡卡西跟麦特凯都加入了联手攻击中。就在众人的包围网刚刚形成，漩涡鸣人却瞬间消失在原地，来到了猿飞日斩的面前。这瞬间的速度惊呆了一众木叶忍者，回头看去，只见漩涡鸣人单脚踩着奄奄一息的猿飞日斩，右手食指上光芒闪烁，下一刻光芒一闪而逝，穿透了猿飞日斩的头颅。刚刚还在挣扎的猿飞日斩瞬间失去了声息，仅剩的手臂无力地垂落在地面，当场死亡。这一刻，木叶忍者大脑宛如雷霆炸响，一名木叶上忍颤抖着手指着漩涡鸣人说道：你竟然真的敢杀死火影大人！这个可恶的混蛋居然敢杀死三代火影大人，真是不可原谅！之前三代火影大人还在为了这个可恶的小鬼成为火影四处奔走，没想到这家伙居然对三代火影大人痛下杀手，真是可恶至极！今天绝不能让这个可恶的混蛋活着走出木叶。为了木叶忍者的荣誉，为了给三代火影大人报仇，大家一起上干掉这个家伙！说话的忍者话音一落，便率先冲了上去。其余人见状，情绪也瞬间被点燃，一拥而上，准备跟鸣人不死不休。杀死了猿飞日斩后，鸣人的心情异常畅快，这个烦人的老混蛋总算是死了，接下来也该收拾收拾这帮神志不清的木叶忍者们了。只见他掏出一个卷轴来，随后查克拉输入，取出了一把地摊长剑，随后拔出剑鞘，冲着人群杀了过去。这次他可谓是下了死手，所有敢对他出手的木叶忍者无一例外全都被他一剑斩去脑袋。最前排的体术忍者被干掉后，他就追着那些释放忍术风筝他的远程忍者杀去，不停的有木叶忍者被他杀死，又不停的有木叶忍者加入战团，现场乱成了一锅粥。麦特凯见状怒火中烧，刚想打开第7门金门跟鸣人拼命，便见到卡卡西伸手将他拦了下来。他疑惑道：卡卡西，你这是在做什么？为什么要拦住我？卡卡西对他轻轻的摇了摇头，随后拉着他往人哨的阴暗角落躲去。等发现四周无人后，他轻声对麦特凯说道：不要这么上去拼命，你没有察觉到现场的不对劲吗？麦特凯挠了挠后脑勺问道：不对劲？有什么不对劲的？随后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连忙说道：你是说漩涡鸣人的实力吗？他确实非常强大，但我们木叶忍者也不是吃素的。卡卡西无奈的叹了口气，随后说道：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现场居然一个大家族的忍者都没有，这件事非常奇怪。
确实如同卡卡西所言，自从纷争开始后，木叶的各大家族忍者就像是乌龟一样把头缩了起来，连半个露面的人都没有。就不说日向、朱露蝶、有女这些忍族，就连木叶的执政家族们也都作壁上观，没有任何派出忍者支援火影的意思。心思敏锐的他立刻便察觉到了其中的变化，这个时候绝不能荡出头鸟出去做炮灰，躲在远处按兵不动，等待着这些大家族的动静才是明智之举。麦特凯挠了挠，还是没明白卡卡西的意思，但他跟卡卡西是最要好的朋友，对方都这么说了，他自然要听从对方的意见。于是二人便躲在了隐蔽的角落，悄悄地观察着现场的变化。随着木叶忍者不断支援，地上躺着的尸体越来越多，忍术的爆炸声、受伤的哀嚎声越传越远。木叶的平民全都大门紧闭，有些直接躲到了床底下，瑟瑟发抖。鸣人脚下的尸体越来越多，起初他还能踩着尸体间的缝隙行动，最后尸体之间连缝隙都没有了，只能踩着这些柔软的尸体不断的闪转腾挪，创造更多的尸体。随着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多，木叶忍者们发热的大脑也逐渐冷静下来，清醒了一些后，看着一地同伴的尸体，还没有冲上去的木叶忍者们一起打了个冷战。这个小鬼是怪物吗？杀死他们这些成年忍者如同砍瓜切菜般轻松，这简直超出了他们对于忍者实力的概念。这些人中不乏实力强大的精英上人，他们可是见过世面，在战场上以一挡百以一敌千的强大影级忍者，他们也不是没见到过。但像鸣人这样轻松写意，如同吃饭喝水般轻松的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对方甚至连忍术都没有使用，拿着一把忍刀都不是的手工艺品，就把他们打成了这样。他们已经意识到，双方根本不在一个实力层次，己方的人数再多，也不可能是这个小鬼的对手。再打下去，只会白白丢掉自己的性命。而且打到现在，那些大家族的忍者一个都没有出来，地上躺的全是平民忍者的尸体，就算是再蠢的人，此时也应该察觉到的不对。家族忍者一个个全都冷眼旁观，只有他们这些平民忍者傻不拉几的上前去拼命，再察觉到不对劲，他们可就白当了这么多年忍者了。最终他们也选择了停手，不再上前。鸣人也止住了身形，围着在场众人笑道：“怎么不打了吗？”木叶忍者们齐齐沉默，他们此时已经完全失去了斗志，不想再跟对方为敌，但就这么停手，众人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场面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一伙人缓缓从远处走来，鸣人和仅剩的木叶忍者们转头望去，发现来者居然是木叶大忍族的族长们。到来的族长有日向族长日向日族、朱露蝶三族族长，有女犬种等，就连宇智波一族的族长宇智波富岳都到了现场，让鸣人感到十分诧异。这家伙不是一向跟木叶的忍族不和吗？怎么跟这帮人搞到一起了？鸣人直接问道：“你们这组团来是什么意思？别告诉我你们是来给猿飞日斩报仇的。别人想给他报仇我可以理解，富岳老哥，你要给他报仇，这玩笑可就开大了。”宇智波富岳尴尬的笑了笑说道：“这件事还是让陆九来说明吧。”鸣人闻言转头看向奈良陆九，后者露出了生无可恋的表情。富岳这家伙为什么把自己推出来？对方跟漩涡鸣人最熟，应该由他来说明才对。最终他深吸一口气，随后说道：“漩涡鸣人大人，我们一致决定推举您成为木叶村的第5代火影，请您务必同意我们的请求。”说完他带头对着鸣人弯腰鞠躬，其他的族长也都有样学样，就连宇智波富岳都拜了下去，态度异常诚恳。鸣人撇了撇嘴，随后说道：“你们怎么也跟我来这套？也想跟猿飞日斩一样扶我当个傀儡火影吗？”奈良陆九连忙摇头说道：“我们可不是想扶持您成为什么傀儡火影，而是货真价实的想要请您成为木叶村的第5代火影，带领木叶再次繁荣。之前猿飞日斩私底下找我们商量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这种想法。他的意思是扶植你成为一个傀儡火影，但我们的想法是想要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实权火影。”鸣人疑惑道：“让我一个7岁的孩子成为掌控木叶实权的火影，这不是在损害你们的利益吗？你们真的会心甘情愿听从我的命令？”这时日向日族站出来对着鸣人说道：“现在已经不是纠结这些事情的时候了。自从木叶最强忍村的名号被云影夺走后，木叶的地位在忍界中直线下降，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了忍界垫底的存在。而这一切的根源全都是因为猿飞日斩，因为他的嫉贤妒能，才导致了木叶这个忍界最强忍村越来越衰弱。本来我们想的是顺水推舟，借助对方的计划将您推上火影之位，没想到您主动出手杀死了猿飞日斩，这正合我们的心意。这几年木叶中混得最惨的，除了宇智波外，可能就是日向了。失去了最强忍村的名头后，忍界中各大势力都在打起了木叶的主意，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木叶的招牌血迹血轮眼跟白眼。宇智波那边的具体情况日向日族并不清楚，但日向一族最近已经有2名宗家成员外出执行任务的时候被人迫害，挖掉了双眼。他也曾为了这些事寻找过猿飞日斩，但对方的回答是木叶现在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实在是无力为日向一族找回族人的白眼。最后还郑重地对他鞠了个躬表示歉意，真是日了他娘的狗。这种除了鞠躬道歉和表示遗憾外屁用没有的废物火影留着还有什么用？于是各大家族的族长私下商议，决定假戏真做，让鸣人成为真正的火影，等上位后便将猿飞日斩一脚踢飞。见日向日族说话的时候情绪有些激动，鸣人对他笑了笑说道：“老丈人啊，不对，爹啊，也不是。”日向族长，众人一脸黑线，
这漩涡鸣人没过门的，连爹都叫上了。日向日足闻言愣了愣，随后脸色瞬间黑了下来。雏田跟宁次经常跟漩涡鸣人一起玩，这他是知道的，但没想到漩涡鸣人这小子居然在打自己女儿的主意，真是可恶！要不是场合不对，他就算拼了老命也要教训一下这个混蛋小鬼，竟敢对自己的贴心小棉袄动歪心思，真是不可原谅。鸣人心知自己刚才失言了，但是他脸皮极厚，深吸了一口气，便调整好的心态，再次开口说道：“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了，那我也就不再推辞。不过我还有件事想提前跟大家说清楚，大家既然认可我成为了火影，那就要无条件听从我的命令。无论我发布的是什么样的命令，大家都要执行，绝对不能有任何马虎敷衍。如果大家觉得这一点做不到，可以现在就提出来。我这个人向来是先明后不争，别弄得我当上了火影后，在暗地里给我使绊子。”说话时，他满脸笑容，环视了一眼人群。诸位族长互相对视了一眼，随后点头说道：“我们自然不会敷衍火影大人。”鸣人点头说道：“那就好，既然如此，我就发布担任火影后的第一个命令，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众人闻言纷纷竖起了耳朵，聚精会神，生怕一个不留神听错了鸣人的话。我发布的第一个命令很简单，那就是木叶忍者村从此刻起正式解散。在座的族长们愣了片刻，随后惊呼起来道：“那你？”鸣人压了压手，示意诸位冷静下来，随后笑道：“我的话还没说完，大家不要激动。我解散了木叶，是为了摒弃之前的所有恩怨，从此刻起再也没有了木叶，大家也不是木叶忍者。大家放心，我不会让大家无家可归的。我之前就建立过一个叫光组织的组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加入到光组织来？”作为族长，闻言松了口气，还真以为这火祖宗又要闹出什么幺蛾子来，原来是解散木叶的名号给木叶改了个名字而已。这点小事他们自然不放在心上，只要这个忍村还在叫什么光组织暗组织都无所谓。不远处幸存的平民忍者们捏紧了拳头，片刻不到的时间，他们所信仰的木叶忍者村便已经被漩涡鸣人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成立的叫做光组织的组织。他们心中异常反对，毕竟已经做了几十年的木叶忍者突然告诉他们木叶没了，换了是谁都无法接受。这些平民忍者们杀气外露，似乎随时都要准备出手跟漩涡鸣人拼命。宇智波富岳等族长全身紧绷起来，只要这群人敢出手，他们就会立刻扳机将他们抹杀。最终平民忍者们还是松下了紧握的双拳，他们已经丧失了对鸣人的勇气，也不敢脱离光组织自己出去当流浪忍者，最终只能默许了身份的转变，成为了这个光组织的忍者。角落中的卡卡西有些失落，他已经无力阻止木叶忍者村的消失，已经当了快20年木叶忍者的他，一时间还有些无法适应身份的转变。这时麦特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卡卡西哟，不要沮丧，无论我们现在是不是木叶忍者，都不要放弃自己的青春啊！”看着精力充沛的麦特凯，卡卡西有羡慕对方，能这样没心没肺的活着，可真是幸福。之后，众人在火影办公室中开了个会，决定将光组织正式改名为光影村，鸣人也成为了第一代光影。直到光影村正式成立后，一众族长才惊奇地发现这个组织的元老全是自己的儿子。他们虽然是各自家族的族长，但是若论在这个新组织中的地位，却是在自己儿子之下，成为了自己儿子的晚辈。陆丸等人更加惊讶，原本好好的在南河川摸鱼，突然收到了消息，去火影办公室一趟。然后鸣人就指着他们的老爹对他们说：“这是新加入的组织成员，从今天起，他们就是你的晚辈了，千万不要欺负他们哦！”“我欺负你大爷！这个不要脸的家伙，把我老爹都拉进组织来了，要不要这么扯淡啊？而且他们之间的辈分实在是不好论。”最后鸣人提议，今后各论各的，在家的时候叫爹，在组织的时候就叫小兄弟。就这样，木叶的3代火影身亡，木叶换了新火影，并且将木叶忍者村改名叫光影村的事，以各种渠道传播到了整个忍界。忍界中各大势力听到这个消息后嗤之以鼻，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木叶衰落的写照。居然让一个7岁的小鬼成为了新任火影，还任由对方改掉了木叶忍者村的名字，这也就象征着木叶彻底消亡了。嘲笑过后，众人心中又不禁感慨，结束了战国乱世的2位强者联手建立的忍村，不到60年的时间便自然消亡，这让老忍者们不禁感慨，时间真是最恐怖的武器。感慨过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无尽的贪婪。既然木叶已经消亡，那就是时候该到火之国身上撕下一口肉了。至于那个新成立的什么光影村，根本不被他们放在眼里，一个由7岁小鬼领导的忍村，简直如同儿戏一般。就在忍界各大势力对火之国蠢蠢欲动时，药师都站在光影办公室中，看着双目无神打着哈欠的漩涡鸣人，满脸惊愕。这才几天不见，对方居然解散了木叶忍者村，建立了另一个忍者村。不过片刻后，他又释然了。像鸣人大人这种强者做到这种事也是理所当然的，怎么能用自己的眼光来度量鸣人大人呢？鸣人耷拉着死鱼眼对药师都问道：“你不好好的在孤儿院里待着，跑我这儿来做什么？是孤儿院又缺钱了吗？”听到鸣人提钱，药师都赶紧摇头说道：“并不是钱的问题，我这次来有其他的事想要跟您说。”说完他便支支吾吾的看着鸣人，脑壳疼。这个家伙怎么犹犹豫豫的，有什么话就直说呗。看着对方犹犹豫豫的样子，鸣人不耐烦问道：“赤砂这些的封印应该已经解除了吧？”药师都闻言身体一震，身体紧绷了片刻后彻底放松下来，脸上露出一副释怀的笑容说道：“这件事果然跟您有关，请问是您让谢大人解除了我的封印吗？”
鸣人冷哼一声道：“废话，当然是我让赤沙这些解除的封印，不然还有谁会管你的死活？”药师都笑了笑，虽然被骂，但丝毫没有生气，恭敬地弯腰鞠躬，对鸣人感谢道：“谢谢您帮我解除封印，谢大人已经完全放弃了对我的控制，现在的我已经是自由的人了。”他说话的时候非常开心，自由2个字对他来说意义非凡。前不久，他正在孤儿院中帮工的时候，脑海中突然多出了一段记忆，而且似乎自己的大脑中某些枷锁突然消失了般，思维变得异常清晰。仔细地审阅自己多出来的记忆后，他才明白，原来他还是赤沙之蝎的间谍。大概10多年前，他被赤沙之蝎在战场中捡到，随后被对方施展了前脑操杀之术，控制成为了部下。得知这一切后，他被吓得浑身冷汗。这段时间在孤儿院的生活，算是让他重新体会到了自由的感觉。这种全身心属于自己的感觉，让他异常沉醉。他难以想象，如果赤沙之蝎使用那个前脑操杀之术控制自己的话，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再次变回之前任人鱼肉的状态，再次失去的自由，甚至有可能再次对爷乃宇院长出手，这令他不敢想象。之后的好几天，他都生活在恐惧之中，甚至将自己锁了起来，不敢跟任何人见面，生怕会被人控制，随后做出伤害周围人的举动。但过了好几天，他也没有发现被人控制的感觉。仔细检查了自己的身体后，他惊奇地发现前脑操杀之术居然被赤沙之蝎主动解除了。蝎大人居然会主动解除前脑操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他便找到了鸣人，怀疑这件事跟对方有关，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询问。如今看来，果然是对方的手笔。在确认了这件事确实跟鸣人大人有关后，他又开始担忧起了另一件事，那就是鸣人大人跟赤沙之蝎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他们属于敌人关系的话，那是再好不过，说明鸣人大人是用了某种手段迫使或者跟对方交易，才解除了对自己的控制。但如果对方跟赤沙之蝎是朋友关系，那问题可就大了。这说明赤沙之蝎自己的控制权移交给了鸣人大人，虽说他也很乐意为漩涡鸣人工作，但失去自由的感觉并不好。他也担心鸣人会用类似的手段束缚他，但这种事情又不太好开口询问，于是他只能旁敲侧击地试探道：“那么请问光影大人知不知道蝎大人现在的下落呢？”鸣人闻言点了点头说道：“当然知道了。你想见他吗？”药师都闻言脸上露出惊骇的表情。不会吧？听鸣人大人的语气，他居然把赤沙之蝎带到了光影村来。如此危险的人物，普通人唯恐避之不及，对方居然敢带到自己建立的忍村中，这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着绝对的自信，还是他跟赤沙之蝎的关系异常的好？他又开始担心起来，药师都是真不想跟赤沙之蝎见面，对方甚至都已经成为了他童年阴影。看药师都这副担忧的模样，笑了笑，随后从怀中掏出了一个巴掌大小的卷轴，铺在了办公桌上。他注入卷轴，瞬间一股白烟升起，砰！赤沙之蝎的人傀儡笔直地站在了鸣人的办公桌旁边。药师都见状，被吓得打了个冷战，看到了熟悉的脸，身体不自觉颤抖起来。但很快他便察觉到了不对，这个赤沙之蝎虽然外表一模一样，但脸上麻木的如同死人，身体虽然有血色，但皮肤僵硬无比，看起来十分诡异。鸣人见他愣神，对他笑道：“还愣着干什么？上去看看你的蝎大人过得怎么样？”药师都闻言壮着胆子上前查看了下赤沙之蝎，随后惊愕道：“这居然是一具傀儡！不对，这是一具人傀儡，由人类的尸体做成的傀儡。”鸣人点了点头，随后说道：“没错，赤沙之蝎早就将自己的身体做成了傀儡，他的思想被他自己创造成了一个再生核，不过已经被我破坏了。现在的赤沙之蝎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而已。”经过鸣人的解释，药师都长长的松了口气，随后心中有些埋怨鸣人：赤沙之蝎死了就早点说啊，弄得他还以为是赤沙之蝎本人来了呢，原来只是带回了一具尸体。鸣人笑道：“这下没有疑虑的吧？赶紧回孤儿院好好生活吧，当了这么多年工具人，你也应该好好享受享受了。”药师都闻言陷入了沉默，良久之后，他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光影大人，请您允许我加入光影村，成为您手下最锋利的刀吧。”说完，他担心跪在鸣人面前，低着头，态度极其诚恳。鸣人一脸黑线，这家伙是脑袋进水了吗？自己都给他自由了，还要回来给自己当马仔，这是有病吗？你等等，你是不是误会了些什么？我帮助你是真心觉得你可怜，应该好好享受自己的人生，我真没有别的意思，你不用胡思乱想，好好过你的日子去就行了。鸣人苦口婆心的解释，希望对方不要误会自己。谁知药师都斩钉截铁的回答道：“我并没有误会什么，这是我深思熟虑后的结果。我能够看出您和志村团藏赤沙这些完全不同，你的外表看起来比他们更加凶恶，但我能看出您的内心才是最善良的。”鸣人恨不得把鞋脱下来，狠狠地抽这家伙嘴巴。老子到底哪一点长得凶恶了 ？TND 的，给我好好说清楚。说不清楚，今天 TND 别想活着离开。这时，药师都将单腿下跪改成了双腿，额头贴在地面，诚恳道：“若是没有您爷乃宇院长，跟我都将生活在痛苦之中，请您让我报答您的大恩大德吧。”看着态度诚恳的药师，都鸣人叹了口气，他只是简单的希望好人有好报而已，真没有别的意思。现在弄得好像是自己要收服对方当小弟设的局一样，真是有些冤枉。不过既然对方诚心诚意想要投靠他，也没有不收的道理。不过他还是对着药师都说道：“既然你想加入新建立的光影村，我自然没有理由将你拒之门外。不过事先跟你说好，
我这里可不是个讨论任务和同伴哪个重要的弱智地方。你如果觉得在这里干得不顺心，可以随时辞职，我绝不会干涉你的自由。药师都点头笑了笑，并没有将对方的话放在心上。忍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是加入后可以全身而退的，生进死出几乎成为了忍界的潜规则，所以他并没有拿对方的话当回事，只觉得是客气的敷衍。见他这个态度，鸣人叹了口气，随后耐心的解释道：“我跟你说的话都是真的，既然你加入了，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们光影村接下来的战略目标吧。”随后鸣人将他的想法跟药师都说了一下，大概意思便是用忍者逐渐代替忍界的山贼，用于保护普通百姓，然后从光影村的辖区开始逐渐向外蔓延，最终将会是整个忍界全部改变成全新的模样。药师都听得目瞪口呆，随后眉头皱了起来，开始思考对方的计划可行性。片刻过后，他对鸣人摇了摇头说道：“光影大人这样的做法很可能会失败，毕竟这样会降低忍者们的任务收入。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家没有察觉，但日子长了，无论是光影村的忍者还是外面的忍者，最终都会联起手来抵制您的计划。”鸣人摇了摇头说道：“只做这种事当然维持不下去，我们还要改变光影村忍者的生存模式，不再以雇佣军的形式接取任务，而是采取跟大名府一样在地方缴纳税收的方式。”药师都吃了一惊，连忙提醒道：“您这样的做法可是在跟大名府抢税收，弄不好会跟整个忍界为敌的，请您三思。”鸣人挥了挥手说道：“为敌就为敌吧，这忍界恨我的人多了去了，不必在乎多几个。你之前就是在根部工作，对那里应该很熟悉，今后你就回根部当根部的代理部长做得好了，我给你转正，按照我的方法在光影村的辖区内推广忍者护国的模式。”说完，鸣人觉得有些不对劲，自己这说话方式怎么好像是在给员工画大饼的黑心资本家一样？难道自己也活成了过去最讨厌的那种人了？摇了摇头，将心中的杂念甩掉。鸣人对着药师都说道：“你先下去做吧，有什么不懂的可以来找我。”药师都木讷的点了点头，随后用着比赤沙这些人傀儡还僵硬的步伐离开了光影办公室。一路上，他不知道肩膀撞了多少次墙壁，但仍然没有回过神来。自己成为了根部首领，自己接替了志村团藏的位置，成为了根部的首领，自己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个家伙。药师都掐了掐自己的脸，这一切都太过梦幻，他一时间还有些接受不了。快书阁，火之国大名府中，衣着华丽，年纪大概70岁左右的火之国大名端正地坐在主位上，平静地看着面前对立而坐的两位年纪跟他差不多的老人。这两位老人正是已经解散的木叶忍者村顾问长老水户门岩和转请小春，只是双方正愉快地交谈，有说有笑，气氛非常和谐。水户门岩和转请小春与大明说话时异常恭敬，甚至言语间还有着讨好谄媚之意。而大明虽说也语气和善，但能明显感觉出来对方说话时有些敷衍。对于水户门岩和转请小春的目的，大明心知肚明，不过对方没有主动说，他自然不会主动提，双方就这样开始打起了哑谜。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客套后，水户门岩和转请小春互相对视了一眼，觉得时机差不多了。随后由水户门岩开口说道：“我想大明大人已经猜到了我们的来意吧？既然如此，我就不卖关子了。我们这次前来是想寻求大明府的帮助，请求大明大人帮助我们重建木叶忍者村。”说完，二人以头抢地给大明来了个土下座，态度极其诚恳。这要是搁在以前，二人这样的举动一定会让大明觉得十分有面子，毕竟这可是木叶忍者村的两位顾问长老，要论起身份来，只比自己稍低一等，根本没有必要为自己行这么大的礼。但现在的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说实话，他非常不想管木叶的事。这木叶忍者村自从建立以来，就没有几个火影拿他放在眼里过。木叶就跟国中之国一样，名义上隶属于火之国，但实际上自己这个大名想让他们出手还要付钱，这算哪门子火之国的势力？要说真正对他尊重的，可能也就只有4代火影波风水门，但可惜那只是个傀儡，不值一提。现在好不容易熬到了木叶自行解散，本来他还想着能不能扶植一个新的忍者势力代替木叶，这样的话也能将手伸到忍者群体中，拥有一片自己的基本盘。没想到这两个老家伙居然脸皮这么厚，求到了自己面前，想让自己帮忙重建木叶。真不知道这两个家伙是怎么想的，脸皮怎么能这么厚？忍者本来就是为了服务于贵族势力而诞生的，现在这两个家伙居然还要自己这个大明出手，反过来帮助忍者，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大明想要拒绝，但又怕这两个老家伙狗急跳墙跟自己玩命，毕竟像对方这样的丧家之犬，发起狠来做出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思考片刻后，他决定委婉地提醒一下对方，于是便说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们木叶忍者村应该没有全部解散吧？我听说有一部分忍者离开，但大部分忍者还是留了下来，还组建了一个叫光影村的忍者村。即便我支持了你们，帮助你们重建了木叶，也不过是重建了一个空壳，大部分的忍者还是在那个光影村当中。而且离开了木叶的那些已经成为流浪忍者，他们也不一定会回到新的木叶中。你们即便得到我的支持，恐怕也很难将木叶彻底重建成原状吧。”说到这个，水户门岩和转请小春脸色瞬间阴沉下来。还记得2个多月以前，猿飞日展跟他们提起要让漩涡鸣人成为火影时，他们人都傻了。他们不明白猿飞日展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决定，想要扶植傀儡，也要扶植一个拥有基本道德底线的。那个混蛋小鬼动不动就掀桌子，一言不合就打人，这种人乃是傀儡，完全是个不要命的战争狂。这种人物当上火影比团藏还要危险，
日展这家伙真是失心疯了，想要用这种家伙成为火影。他们并不知道，袁飞日展其实已经将自己逼上了绝路。当他被愤怒冲昏头脑，想到利用鸣人对付角度的时候，神智就已经完全不清醒了。日展发疯，他们可不想跟对方一起疯，于是，在劝说无果后，他们便来到了火之都这里避难。万幸漩涡鸣人那个小鬼在解散木叶重建的那个光影村后，并没有想起他们，这才让他们在火之都这里安心的生活了2个多月。不过在这里生活的时间一长，二人便感觉浑身不自在。原本在木叶时，他们风得风，要雨得雨。昨天晚上做了个梦，今天早上睁眼就能让手底下人为他们实现。快舒格，过惯了这种神仙般的日子，再让他们像个普通老人一样在火之都养老，他们根本无法接受。而且据他们观察，漩涡鸣人那个小鬼好像也对他们并不在意，根本没有派遣人调查他们的下落，仿佛都将他们遗忘了。这时他们的心思又开始活络起来，想着能不能依靠大明的力量重建木叶忍者村。即便达不到曾经木叶那么辉煌的程度，但他们也能成为一个小忍村的首领，至少不会像现在一样只是个平头百姓。其实他们也是做了一些准备的，在找到大明之前，他们已经暗中联系了在光影村沦陷区中生活的木叶掌权家族的族长们。这几位族长郑重承诺，只要他们建立了新的木叶，就一定带领族人入住，成为新木叶的创始家族。有了这些人的支持，他们才有底气来找到大明要支持。没想到大明一句话就戳穿了这件事情的核心，那就是他们成立的新木叶根本没有能够守护火之国的力量。本来也不过是他们想要成立一个让自己养老的村子，他们也没想着回复木叶往日的荣光。但这些事不能对大明说，守护火之国这杆大旗还是要竖起来的，否则大明怎么可能会出钱出人帮助他们重建木叶呢？念及至此，水户门言对大明忽悠道：“大明大人有所不知，之前我们已经联系到了3人。纲手、自来也和大蛇丸3人已经明确表示，只要您支持重建木叶，他们就会出山坐镇木叶，由他们3人其中1人成为新木叶的火影，足够守护火之国的安全。有了这3人的加入，一定可以号召忍界中各方势力的加入，新建的木叶有可能会比从前更加强大，所以请务必对新木叶有自信。您就算不信任我们，难道还不信任3人吗？”大明沉思起来，3人的公信力自然要比这2个人要强。他虽然也搞不清忍者之间的实力水平如何，但3人名声在外，这可是公认的影级强者。即便是他这个普通人，也知道对方的实力竟然无比强大。如果新木叶真有3人的加入，确实有可能重现木叶曾经的辉煌。但这样的话，问题又回到了原点。新建的木叶这么强大，肯定又不会将自己放在眼里，到时候自己扶持新势力取代木叶的想法不就落空了？念及至此，他不动声色地瞟了身后的守护忍一眼。此时的守护忍12世已经只剩11个人。元妃阿斯玛在得知木叶的变化以及自己父亲生死后，便火急火燎地回到木叶。如今的守护忍12世是由河马来担任首领。河马收到了大明的暗示后，稍稍往前凑了凑，随后双眼死死盯着水户门言和转请小春2人。只要对方有不对劲的举动，他会立刻出手制服对方，保护大明的安全。有了河马的保护，大明瞬间有了底气。他组织了一下语言，随后想要言辞拒绝2人。就在他拒绝的话即将说出口时，门外突然传来的敲门声。在通报过后，一名下人来到大明耳边，轻声细语了几句。在听到下人的汇报后，大明眼前一亮，随后对门外命令道：“将云影使者请进来吧。”听到云影村派出使者后，水户门言和转请小春眉头紧锁，他们本能的觉得对方的到来不是什么好事。事实证明，他们的预感还是很准的。只见云影村使者艾迪西进入大明府客厅后，不动声色地瞟了身旁的水户门言和转请小春一眼，随后对着火之国大明恭敬地说道：“您好，火之国大明阁下，容我自我介绍一下，在下的名字叫做艾迪西，在云影的职务是一名上人。这次在下来到火之国是为了寻求双方合作而来。”大明闻言稍稍产生了些兴趣，于是问道：“说说看，是什么样的合作？”艾迪西恭敬地将云影村的合作内容具体说明了一下。合作的具体事项也很简单，就和之前木叶的合作模式一样，没有任何变化，区别就在于云影村想要同时跟火之国与雷之国2个国家合作，成为同时拥有2个大国支持的者村势力。一旁的水户门言和转请小春越听脸色越黑，这云影村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当年他们木叶强盛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要跨国与其他的大名府合作，一个忍者村获得2个大国的支持。这云影村才成为忍界霸主几年的时间，就已经膨胀到了这个地步吗？更令他们惊恐的是，火之国大明在听到对方的提议后，脸色稍稍有了些变化。他们2人虽然已经很多年没有参与过审问之类的工作，但忍者的基本素养还在，一眼便看出了大明这是已经心动了。如果真让云影村得逞，那么他们成立一个小忍村养老的计划可能就要泡汤了。以云影村的霸道，是绝对不会允许火之国境内拥有其他的忍者势力。难道说他们的养老计划还没有成立就要胎死腹中吗？想到这儿，他们实在坐不住了。转请小春激动的一拍桌子吼道：“大明大人，千万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大明大人，千万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他们还没等转请小春把话说完，一把森冷的长刀便架到了他的脖子上，令他汗毛倒竖。轻轻侧头，便看到了满脸杀气的河马，目光严厉地瞪视着他。这时他才稍稍醒悟过来，自己已经不是木叶的顾问长老，现在的身份不过是一个跟大明相熟的老忍者而已。
他连忙对大明低下头道歉道：“非常抱歉，大明大人，刚才是我一时情绪激动才……”大明摆了摆手，示意河马退下。河马看到示意后，小心翼翼地收回架在转请小春脖子上的忍刀，随后回到大明身边。看到曾经叱咤风云的木叶顾问长老，如今成了这副模样，艾迪西不禁冷笑一声，心中嘲讽道：“堂堂顾问长老，居然会被大明身边一个守护忍吓成这样，拥有如此高层，难怪木叶会灭亡。”转请小春调整好心态后，对大明苦口婆心地劝说道：“请大明大人明察，千万不要听信了雷之国忍者的花言巧语。如果您真的接受了云隐村的提议，一定会将火之国拉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云隐忍者在签协议之前，一定会对您百般示好。但是双方一旦达成合作，这群人肯定会立刻架空您，彻底掌控火之国。所以你们千万不要上了这帮人的当。”大明听后眉头皱了皱，对方的话虽然危言耸听，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云隐毕竟是出自雷之国的忍村，将来彻底掌控了火之国的军事力量后，反过来控制自己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木叶虽然不拿他这个大明当回事，摆出一副国中之国的态度，但毕竟没有反过来对自己不利。相反，雷之国忍者是真的有可能将他架空，甚至彻底干掉，取而代之的。刚才还信心十足、云淡风轻的艾迪西闻言，脸色瞬间一变，见到火之国大明脸上升起的疑虑，心中暗叫一声不好，连忙解释道：“大明大人千万不要听信这两个人的胡言乱语，雷之国是雷之国，云隐是云隐，我们绝不会因为出身雷之国的原因而对火之国区别对待。”水户门言闻言冷笑道：“这些话从云隐忍者的口中说出，真是讽刺。当年你们可是在忍界中四处摧毁小国，并且掳走血祭忍者的小孩，甚至在不久之前还对我木叶的日向一族出手，导致两双白眼被你们夺去。这样的忍村说出来的话，你觉得有公信力吗？”艾迪西有些恼怒，对水户门言和转请小春嘲讽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来找大明阁下的目的是要重建木叶吧？说实话，这真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曾经全盛时期的木叶都被我云隐正面夺走了最强忍村的名号，现在哪怕你们再建木叶，真能够达到曾经的高度吗？简直是在白日做梦。我猜你们只是想在大明阁下这里骗到人手跟经费，然后成立一个二三流的小忍村给自己养老吧。真是老不要脸的两个家伙！身为忍者，我靠做任务养活自己，居然来到大明这里坑蒙拐骗，真是给我们忍者丢脸。”艾迪西这一席话说的水户门言和转请小说面红耳赤，被对方揭了老底的他们异常羞恼，如果不是打不过，早就跟对方拼命了。而坐在他们对面的大明则是摸了摸下巴，对艾迪西说道：“就算木叶重建艰难，我也没有必要跟云隐合作吧？据我所知，木叶解散后，大部分人并没有彻底成为流浪忍者，而是又建立了一个叫光影村的忍者村。那个忍者村完全可以替代以前木叶，我只要跟光影村签订同盟协议，没有必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尝试两国一忍村的模式吧？”艾迪西不屑地笑了笑，随后说道：“大明大人对光影村的了解似乎不是很详尽啊。据我所知，那个忍村的建立者是一个叫做漩涡鸣人的7岁小鬼，而且这个忍村的高层顾问并不是曾经木叶的各大家族族长，而是一群年纪只有7、8岁的小鬼。这样的组织简直如同儿戏一般，看似实力庞大，其实只是个松散的联盟。那个叫漩涡鸣人的小鬼根本不可能压制得住这么多的忍者家族，最后这个光影村的结果必然就跟之前的木叶一样分崩离析。这样的忍者村根本没有合作的必要。”此言一出，火之国大明主要是有些惊叹，他还真没有仔细了解过这个光影村，没想到这竟然是一个小鬼们建立的忍村。哪怕是他这个当了几十年大明，自认为见多识广的人，也直呼长见识了。至于坐在艾迪西身边的水户门言和转请小春，并没有为光影村解释什么，他们巴不得大明把光影村当个屁放掉，自然不会这个时候跳出来为对方解释。接下来，水户门言转请小春和艾迪西你来我往争论了起来，吵到大明脑壳疼，最后拦住了双方，说道：“双方的想法我已经知晓，接下来请大家回到我为诸位准备的客房中等候，我会尽快给出我的答复。”三人的闻言没有多纠缠，起身告辞后便走出了大明客厅的大门。走出门后，双方互相瞪了一眼，只有朝着不同的方向而去。而大明则是盘坐在地，仔细地思考起来。他发现这两股势力其实都不是很靠谱，新木叶可能只是那两个老家伙骗吃骗喝的产物，三人能否加入新木叶都是个问题。而且就算加入了，恐怕也回不到过去木叶的强盛程度，因此自己的支持很有可能收不到预想中的回报。至于云隐那边就更不靠谱了，万一这真是雷之国跟云隐村设下的陷阱，等自己真的敞开国门放对方驻军进来后，对方鸠占鹊巢，直接把自己给控制起来，那就真完了。这么一看，双方都不是很靠谱，究竟要怎么选呢？就在这时，他突然想起了光影村，那个由小鬼建立的忍村，虽然只是松散的同盟，但有了自己的支持，估计可以稳定住那些忍者家族们的心。对于那个叫漩涡鸣人的小鬼，他并不是很在意，估计只是个大忍族推出来的一个傀儡，没必要把他放在心上。不过单纯的扶持光影村，可能无法抵挡得住雷之国的窥视。既然如此，那么水户门言和转请小春那边，他也要给予支持。不过是付出一些钱财的人手而已，对他而言不值一提。如果新木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是最好；发展不起来也无所谓，就当是花钱看个乐子了。第二天一大早，大明便将水户门言、转请小春和艾迪西三人叫了过来，对三人说道：“诸位的事情，昨天晚上我想了一整晚，最后还是觉得重建新木业比较靠谱一些。
毕竟那是忍者之神千手柱间建立的村子木业的名字，就象征着这个忍村时代。如此有意义的组织就这样灭亡，实在是有些可惜。水户门言和转请小春闻言脸上狂喜，艾迪西则是满脸阴沉，额头上青筋暴起，怒道：“这就是大明阁下的答复吗？”大明板着脸点了点头，说道：“没错。”“好，很好。既然如此，那我也就不再打扰大明阁下了。不过我要给阁下一个忠告，拒绝了我们云影的邀请，就一定要付出代价。如果今后再发生战争，可就不是云影跟木业之间的事情了。希望大明阁下到时候不要后悔。”艾迪西威胁完，便准备起身离开，不料一道黑衣身影瞬间出现在他的面前，一脚踹到他的腹部，将他整个人踹得飞出了院外，直直撞碎了两面墙后，才仰面朝天的躺在地上，陷入了昏迷。水户门言和转请小春凝重的看着一脚踹飞艾迪西的河马，这个人的实力绝对到了精英上忍的层次，即便在还没有解散前的木业，这样的实力不可等闲视之。见到河马突然出手，大明训斥道：“为什么没有我的命令私自出手？”河马身体微微向前倾恭敬道：“这个人居然敢威胁大明大人，如果不给他一些教训，会影响大明大人的名声。”大明叹了口气，摆摆手说道：“去看看人有没有被踢死，如果没有的话，赶紧送到御医那里诊治，千万不要让云影的使者死在我火之国。”河马听令，随后指挥着手下的守护忍去查看艾迪西的情况。大明则是对水户门言和转请小春笑道：“有了我的承诺，二位可以放下心了吧？那么现在我也有一件事想要请二位帮忙，不知二位有没有时间？”水户门言和转请小春连忙点头笑道：“大明大人，只要开口，无论是上刀山下油锅，我们一定给你办成。”大明呵呵笑道：“那么我想请二位给我送一封信往光影村去，不知道二位有没有时间？”水户门言和转请小春笑意盈盈的脸瞬间僵住，随后瞪大着双眼，满脸惊恐的表情，看得大明有些莫名其妙。“怎么了？二位有什么问题吗？二位担任了几十年顾问长老，应该对现在光影村的那些大家族族长十分熟悉才对，帮我去送一封信有什么难度吗？”大明话音刚落止，见水户门言扑通一声倒在地上，陷入了昏迷。转请小春一口老血吐了出来，随后说道：“非常抱歉，大明大人，最近我们旧伤复发，恐怕难以帮您送这封信，您还是寻找一个飞脚忍者送去吧。”大明嘴角抽了抽：“我确实没当过忍者，但不是傻子，你们这戏演的也太假了，真把我当傻子忽悠。”3天后，守护忍12世中的地路独自一人来到了光影村门口。3天前，大明交给了他3封信，让他分别交给日向、宇智波和奈良一族的族长，并且命令他将信送到对方手上后，就在木叶暂时住下，等待3位族长的答复。这正合了地路的心意，他正想趁着这次送信的机会，看看阿斯玛最近的情况怎么样。一想起对方离开火之都时那惊慌的模样，他就担忧不已。他也知道对方是3代火影的儿子，如今3代火影不明不白的死在了木叶，而对方死后，很快木叶便解散成立了这个叫做光影村的忍村。如果说这其中没有猫腻，打死他都不信。因此他十分担忧阿斯玛的情况，怕对方陷入险境，于是想要亲自过来查看一下对方的情况。进入光影村的范围后，他便发现了这里但与众不同，建筑风格已经完全摒弃了木质结构，改成了石砖房为主。而且他记得以前木叶有着一道几十米高的城墙，现在也不见了踪影。这光影村到底在搞什么鬼？好好的为什么把城墙都给扒了？这其实是鸣人的主意，在他看来，木叶的城墙根本就是毫无卵用的装饰品。忍者们所以不借助任何工具，直接踩着城墙墙面翻越过城墙，甚至有一些体术高超的直接一跳就能跳过来。这种装饰品也就能抵挡一下普通人，但问题是哪有普通人的军队敢来攻击忍者的地盘？这不是有病吗？所以鸣人第一时间便下令拆除了这些城墙，将获得到的建筑材料全用来建设新的房屋，收纳光影村势力范围内的流民。之后为了加强光影村的防御，鸣人又在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8个方向建立了8座结界塔楼，24小时派遣结界班忍者带着8个塔楼展开8卦结界，用以防御身份不明的入侵者。于是刚刚迈进光影村结界中的地路便被结界忍者察觉，结界忍者立刻用远程传递情报的忍术将情报传递给光影大楼总部中的结界班总部。结界班总部的忍者收到情报后，立刻写了一份书面报告递给了结界班副班长。结界班副班长见到情报后大惊失色，连忙在报告上签了个已阅，随后传递给结界班班长。结界班班长见状眉头紧锁，正当他打算将情报传递给警务部队，让宇智波忍者缉拿地路时，结界范围再次传来的情报地路已经被宇智波忍者拿下了。宇智波南风带着几名宇智波忍者包围了地路，心中不禁吐槽道：这结界班到底在搞什么鬼？人都快走到光影村腹地了，这帮家伙的情报还没传过来，等他们的情报黄花菜都凉了。吐槽了一阵后，宇智波南风冷着脸问道：你是什么人？来到我光影村有什么目的？地路见到对方眼眶中那猩红的3勾玉血轮眼后，双手合十行了个礼，说道：在下乃是大明府的守护忍12世之一，此次来到光影村是带着大明的使命而来，不知可否能让我见到宇智波一族的族长宇智波富岳，我有事情要跟他说。宇智波南风闻言眉头紧锁，随后看了看对方腰间那象征着身份的守护忍标志，说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去叫族长出来。地路闻言点了点头，只见宇智波南风转身刚要离开，突然身体一震，
随后朝着虚空骂道：“人我早就抓住了，你们这帮混蛋干什么吃的？人都快走到光影村主接到了你们的情报才传过来，这要是敌人的话，都 TND 快打进光影大人的办公室了。”地路一脸懵逼地看着宇智波南风骂骂咧咧离开，心中不禁感慨：阿斯玛曾经说过，宇智波一族都是神经病，果然没有错。没过多久，宇智波南风带着宇智波富岳回到了地路面前，后者见状赶紧施礼。宇智波富岳说道：“不必如此多礼，找我有什么事就快点说吧。”地路小心翼翼地从怀中掏出了一封信，随后恭敬地递到宇智波富岳手上，说道：“这封信是大明大人亲手所写，请宇智波族长过目。”宇智波富岳点了点头，随后打开拆开信封，认真观看起来。身旁的宇智波忍者识相的往旁边避了避，避免被族长大人误会偷看信件。片刻过后，宇智波富岳收起信，对着宇智波忍者说道：“地路先生确实是带着大明大人的任务而来，你们不必再束缚他的自由，让他自由行动吧。”地路闻言感激地行了个礼，随后朝着另外2个家族的方向而去。宇智波富岳对着警务部族人吩咐了几句后，带着信准备前往光影大楼。一路上他都在思考大明信上所说的事，就他的立场上来看，代替木叶继续跟大明府建立同盟关系是一件好事，这让光影村在忍界也算是有了名正言顺的地位，不会像现在一样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这其实一直是一个令光影村忍者们担忧的事，自从光影村建立后，便跟大明府那边失去了联络，鸣人没有主动去大明府建立同盟关系，其他人也不敢主动提起，于是这件事就一直被搁置着。时间一长，光影村忍者们便产生了一种患得患失的感觉，总觉得这个光影村不正规，像是个2、3流的忍者势力。于是很多平民忍者或者小家族忍者纷纷脱离了光影村，成为了火之国的流浪忍者或者独立的小家族。那些成为了流浪忍者，这个人宇智波富岳并不在意，但那些成为了独立小忍族的，可就让他有些受不了了。要知道，自从木叶建立以后，已经有几十年火之国都没有出现这种独立的小忍族，这种脱离了正规忍村掌控的小忍族，将来都是一个又一个祸害。即便是初代火影时期，都没有能容忍这些独立小忍族的存在。根据记载，当时的初代火影可是一家又一家登门拜访，希望他们加入木叶忍者村，当然绝大部分也都同意了加入木叶，但也有少部分梗着脖子的钉子户表示什么狗屁的木叶他们根本就没听说过，让初代火影赶紧滚。面对这种钉子户，初代火影牵手柱间离开前都会叹息一声，然后当天晚上忍界修罗宇智波斑扛着个大扇子就来了。第二天早上，人们就会惊奇地发现这个小忍族全族被灭。至于是谁做的木叶不说，但是你们可以猜。正因如此，这些小忍族当时表示想要离开光影村的时候，宇智波富岳就私底下请示过鸣人，要不要让他出手灭掉这些家伙。但鸣人却拒绝了富岳的提议，表示这帮家伙想离开就赶紧滚蛋，正好能给老子节约点粮食。他不明白漩涡鸣人为什么要纵容这些小忍族分裂光影村，但这次大明的邀请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一旦确立了光影村在火之国的正统地位，这些小忍族们会慢慢的自己回来，甚至一些离开了光影村的流浪忍者也会回到村子中。就在他胡思乱想时，迎面走来一个刺猬头满脸欠揍的小白脸。富岳抬头便看到的小白脸，于是板着脸问道：“佐助，你不在忍者学校好好上课，在这里做什么？”宇智波佐助见到自己父亲迎面走来，被吓了一跳，但很快他稳定了心神，同样板着脸说道：“当然是要工作了，顾问长老的工作可是非常累的，你没当过，肯定不知道。”富岳闻言被气得牙根痒痒，这臭小子自从当上顾问长老后，越来越欠揍了，说话专往人心窝子里戳。到木叶解散光影村建立的时候，他天真的以为自己能够当上顾问长老，结果没想到当上顾问长老的不是自己这个开启了万花筒写轮眼的宇智波族长，而是自己二儿子宇智波佐助。不只是他，像是日向、有女、朱露蝶、犬种这些大人族的族长同样惊奇地发现自己成了自家孩子的部下，这让他们心中郁闷无比，甚至都产生过脱离光影村自己出去单干的想法。但冷静下来后，他们又觉得不能离开光影村，现在忍界的局势越发紧张起来，只有抱团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分离出去的那些小忍族总有一天会被人吃干抹净，连渣子都不剩。于是他们只好强忍着憋屈，继续窝在光影村，接受自己儿子或者女儿的领导。于是便有了今天这一幕。只见宇智波富岳脸色难看地说道：“你这臭小子，别以为当上了顾问长老尾巴就能翘到天上去，再敢这么嚣张，信不信老子回去把你吊树上打？”佐助闻言打了个冷战，随后强作镇定道：“你吓唬我没用的，只要不回家，那我就还是顾问长老，而你只是警务部的部长，我仍然是你的直系领导。大不了我躲在暗部一辈子不回家，你要是敢来暗部闹事，立刻就会被打成叛人，到时候我爱怎么收拾你就怎么收拾你。”宇智波富岳被气得牙根痒了，自己堂堂一个宇智波族长万花筒写轮眼的拥有者，居然被自己儿子拿捏了。他现在真想上去直接给宇智波佐助脑袋上来一拳，但又怕对方直接发难将自己打成叛人，到时候面子可就难看了。这小子不知为何给他的感觉越来越像漩涡鸣人了，这混蛋好的不学天偏跟那小子学这些歪门邪道，真是气死老子了。深吸了好几大口气，总算是调整好了心态的宇智波富岳对着佐助问道：“光影大人在不在办公室里？”佐助摇了摇头说道：“不在这里。你找他做什么？”宇智波富岳听到鸣人不在办公室中，便准备转身离开，为了佐助一个箭步挡在了他的身前，随后问道：“
父亲大人来找鸣人，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吧？跟我说说吧，我替你去找他。傅岳见佐助居然敢拦住他，瞬间怒火升腾，刚抬起手准备教训一下这个逆子，忽然又将手停住，最终无力的将手放下，说道：“这件事跟你没关系，快点闪开。”佐助见到自己父亲这样，心里有些不屑。果然如同鸣人所说，自己老爹宇智波傅岳就是个畏惧权力的怂货，哪怕自己是他儿子，只要自己挂着顾问长老的职务，这家伙就不敢拿自己怎么样。念及至此，面色一沉，说道：“傅岳部长，请你非常清楚现在的处境。我并不是以宇智波佐助的身份在跟你说话，而是以顾问长老的身份在向你询问工作情况。难道你还有什么工作是我这个掌管村子房屋的顾问长老无法过问的吗？”宇智波傅岳气得面色通红，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漩涡鸣人故意把佐助安排成掌管农业房屋的顾问长老，这明显就是在恶心自己。现在自己儿子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这种感觉比过去受元飞日斩和志村团藏的夹板气还难受。最终他强忍住怒火说道：“既然你这么爱管闲事，那这件事就由你去跟光影大人去说好了。”说完，他从怀中掏出了一封信，交到了佐助手上，随后说道：“这封信是大名府那边派人送过来的，送信的使者现在还在村子里，如果光影大人有了答复，可以直接找对方去商谈。”佐助拆开信阅读了起来，随后皱了皱眉问道：“这信不是大明写给你的吗？既然如此，你还找鸣人做什么？”傅岳强忍心中的郁闷解释道：“这信上所说的是，我根本无法代替村子做主。显然大明大人是以为光影大人是个傀儡影，所以才把信寄到我这里，把信送到光影大人那里，让他亲自去跟大明的使者说，也可以解开误会。”佐助撇了撇嘴说道：“那个家伙跟傀儡也没什么区别，成天跟条咸鱼似的，把木叶的大小事务全都甩给我们，这样的影友跟没有都是一个德行。”宇智波傅岳闻言，脸色一变，呵斥道：“住口！你身为光影村的顾问长老，怎么可以质疑光影大人身份的合法性？今后要是再让我听到你说出这种话，我绝对对你不客气。”佐助切了一声，但没有顶嘴，他这只是对着自己老爹口嗨几句而已，并没有真质疑鸣人的意思。随后他跟自己老爹又闲聊了几句，便拎着信离开了光影大楼。只见他出了光影村中心范围后，随便找了棵树，将树皮打开钻了进去，随后顺着蜿蜒的旋转楼梯一路朝着地下而去。不知走了多久后，总算是来到了最底层，顺着光亮来到了一片宽阔的地下广场。这片广场虽说在地下，但光线异常明亮，墙壁与地板全都用的白色瓷砖铺成，就连顶棚悬挂的灯光都是白色，整个地下室宛如一片白色的空间。不仅如此，这片地下空间面积也极为宽广。究竟有多宽广呢？此时在佐助面前有大概10万个鸣人的影分身，这些人或趴着或坐着或躺着，总之没有一个站着的。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将这片空间完全占满，可以看出这片空间的面积究竟有多大，比外面的光影村面积还要大上好几倍。佐助看着鸣人的影分身，每个人手中都捧着一本书，仔细阅读，不禁撇了撇嘴，这家伙是不是吃饱了撑的闲的没事干，忍术不练，跑到这儿看书来了？正在寒窗苦读的鸣人影分身们丝毫没有察觉到佐助的到来，仍然在寒窗苦读，不浪费任何一丝时间。每当这些影分身觉得自己将这本书读得差不多的时候，就会选择解除自身，随后一阵白烟升起，这个影分身带着刚才学到的知识便回归了鸣人的本体。正在佐助双手环抱欣赏着鸣人读书时的蠢样时，身后突然传来的脚步声，循声望去，原来是日向宁次跟奈良鹿丸来到了这个秘密基地中。佐助有些疑惑，这两个人来找鸣人做什么？最后想到了自己来到这里的目的，于是开口问道：“你们也是为了大明的邀请信而来？”宁次严肃的点了点头，鹿丸则是打了个哈欠，揉了揉眼睛说道：“那个叫什么地路的守护人拿着大明的邀请信来找我老爹，结果我老爹扫了一眼，就把信甩到我手里，让我来找鸣人商量。我跟他理论，结果被他一句‘你才是顾问长老’就给我顶回来了。”佐助闻言差点没笑出声来，这剧情咋跟自己对老爹时候有点像呢？只不过到了鹿丸家，角色反过来了而已。就在这时，一旁的宁次疑惑问道：“这里怎么都是他的影分身，鸣人的本体呢？”鹿丸也将问询的目光投向佐助，他们只来过一次这个地下基地，人生地不熟的，还需要佐助给他们当向导才行。佐助闻言也没有卖关子，直接来到一面纯白的墙壁前，随后伸手在墙壁上按了一下，一道暗门弹了出来。佐助对二人说道：“进来吧，鸣人的本体估计在里面睡觉呢。”三人进入暗门，刚一抬头，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张柔软的大床，床上鸣人四仰八叉，身体摆成了个大字，翻着白眼，时不时还浑身抽搐，正在呼呼大睡。宁次打开白眼，观察了一下正在抽搐的鸣人，发现鸣人本体抽搐的频率跟外面影分身解除时候的频率一模一样，只要外面的影分身一解除，鸣人的本体就抽搐一下，看来应该是记忆传回来导致的。不过看对方翻白眼的表情，这种学习方式应该很痛苦，不然他也不会在睡觉的时候都摆出这样一副表情来。就这样，三人观赏着二货睡梦图，欣赏了一会儿后，众人交换了个眼神，随后把信全都交到了佐助手上。佐助上前准备叫醒鸣人。喂，鸣人起床了，快起床！你干嘛？鸣人浑浑噩噩的醒来，一边揉着眼睛，一边有气无力的问道：“不是跟你说了吗？没事别来找我，我这每天头悬梁锥刺股，寒窗苦读的我容易吗？我连个觉都不让人消停睡吗？快书哥！”佐助冷哼一声道：“真不知道你看那些书有什么用，
忍者是要通过不断的修炼才能变强的，你这种光学理论知识是练死劲儿，真到实战上一点用都没有。鸣人打着哈欠说道：“我这也不是为了实战啊，我……”他刚想说话，抬头便看到了日向宁次，赶紧闭上了嘴，搞得宁次有些莫名其妙，这家伙又吃错什么药了？佐助和鹿丸却在鸣人的话语中猜到了些什么，这家伙不会是在琢磨怎么解除笼中鸟吧？他们猜对了，鸣人就是在研究怎么解除笼中鸟。自从光影村建立日向一族，加入后，鸣人严令禁止日向一族再使用笼中鸟咒术，即便是适龄的分家儿童都不准再被刻录上，否则就是违抗光影命令。一开始宗家长老还没拿这个命令当回事，直到鸣人当众宰了几个宗家长老后，日向一族才消停了下来，再也没有用笼中鸟咒术控制过分家忍者。按这种方式治标不治本，鸣人还是想彻底解除笼中鸟咒印，还这些人自由。为此，他强行闯进了日向一族族地，在日向一族的资料室中查找了日向的所有关笼中鸟的记载。但最后，他绝望地发现，笼中鸟这种咒印居然是没有解除方法的。这东西就跟烤肉一样，把肉烤熟容易，但你想把已经熟了的肉再变回生肉，几乎不可能。随后，鸣人冥思苦想，思考笼中鸟咒印是否跟大筒木一族有关。如果这个咒印真的传承自大筒木的话，说不定这是个开启转生眼的道路。通过笼中鸟咒印让宁次开启转生眼，这样不就变相的解除了笼中鸟咒印吗？但事实证明，他想错了。笼中鸟咒印就是忍界土生土长自创的，跟大筒木一点关系都没有。证据便是月球上的大筒木都没有笼中鸟咒印。如果这个咒印真的是传承自大筒木的话，月球上的大筒木宗家怎么可能不给分家盖一个呢？实在没有办法的他，只好将木叶中所有关忍者忍术的书籍全部集中起来，最后在这个地下基地中寒窗苦读，希望自己那聪明的大脑能够想出办法来。其实这也不仅仅是为了宁次，之所以读这么多书，还是想要丰富自己的知识。最后想到办法拔出自己跟佐助体内的因陀罗、阿修罗查克拉，这东西毕竟是外来物留在身体里，会让他浑身难受。这时佐助说起了正事，他将大明写的3封信全部递给鸣人，说道：“你看看这个吧，这个是大明写给。”鸣人赶紧比了个噤声的手势，示意佐助打住，然后一直门外说道：“把信交给我影分身，让他们来看。”佐助嘴角抽了抽，吐槽道：“本体和影分身谁看不都一样吗？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鸣人说道：“当然有意义，那些影分身是我已经释放了能量施展出来的忍术，不用白不用。”佐助、宁次、鹿丸、佐助3人无语了。鸣人简直是他们见过最黑心的资本家，别的资本家压榨起来无非是对别人狠，鸣人这家伙连自己的影分身都不放过，简直是资本家中的一朵盛开的黑莲花。佐助黑着脸走到房间外的巨大广场中，用脚尖踢了踢一个盘坐在地的鸣人影分身，随后将大明写的3封信交到对方手上，确认对方认真观看后，他便回到了房间中静静等待。没过一会儿，鸣人身体哆嗦了一下，像触电一样，随后说道：“我当是什么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时鹿丸皱着眉问道：“那么鸣人，你的答复是？”鸣人挥了挥手说道：“回去帮我转告那个火之国大明的使者，就说现在的光影村已经不接任务了，让他回去吧。”佐助跟宁次有些惊讶，鹿丸则是叹了口气，果然跟他想象的一样。自从这光影村建立后，村子的运转模式跟以前完全不同，外界一些零星的小任务，村子也会接，但已经不靠这个来创收，而是通过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直接向百姓征税的方式维持生活。说实话，这种方式已经跟大名府产生冲突了，他已经隐隐察觉到鸣人可能有脱离火之国自己成立国家的心思。这种行为十分危险，上一个这么做的余影村就是被整个忍界轮番围殴，最后不得已又请回了宇之国大明主持政局，才平复了各大忍村的怒火。忍者直接控制国家这种方式可以说是触及到了各国的底线，他实在不愿看到光影村成为众矢之的，于是便对鸣人劝说道：“鸣人，我劝你还是再考虑一下，不要那么痛快的拒绝，至少要见一见那个叫做地路的使者。”鸣人摇头说道：“有什么可见的？火之国大明的目的无非是让光影村成为第2个木叶，保持过去那种一国一忍村的模式。那种模式跟我们现在的发展路线完全不同，将来我们可是要成立一个独立国家的，这种同盟关系只会限制我们的发展。”鹿丸叹了口气，这个家伙果然是这么想的。他思考了下措辞，对鸣人说道：“之前你吩咐的我们的学校扩建已经筹备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有一些问题。”鸣人脑袋有些没转过弯来，刚才不是还在说关于火之国同盟的事吗？鹿丸这个家伙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了？他皱着眉疑惑地问道：“你说有一些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鹿丸两手一摊，摆出了个无辜的表情说道：“问题就是没钱了。自从光影村建立后，扩建房屋需要钱，安置周围流民需要钱，在火之国各处建立新据点也需要钱。现在轮到学校扩张的事了，村子已经1分钱都拿不出来，现在该怎么办吧？”鸣人闻言，眉头紧紧皱了起来。整个房间内针落可闻，所有人都在等着鸣人的答复。只见他坐在床上，眼睑低垂，眼珠左右摇晃，似乎是在思考着什么。众人见他认真的思考，也没有着急说话，纷纷等待着对方给出具体可行的方案。鹿丸其实是有解决方案的，不然他也不会将这个问题提出来。不过看鸣人这么认真的思考，他觉得应该先听对方的主意。思考良久后，鸣人缓缓抬起头，直视着鹿丸，一脸严肃地问道：“就不能出去抢一点吗？”噗！
陆完三人听到鸣人的回答，险些一口老血吐出来。这个家伙思考了半天，最后想出来的主意就是让他们跟土匪一样出去抢劫。他们是忍者，不是土匪。忍者挣钱讲究过名正言顺，哪有像鸣人这样一言不合就抢劫的？而且这么大一笔钱抢平民，肯定是抢不出来。就算抢劫，也要抢劫火之国的贵族，这样一来是可就闹大了，到时候引火烧身，悔之晚矣。陆完也不再卖关子，直接说道：“根本不用出去抢劫，现在就有一个来钱的好机会，只要你跟大名府那边建立合作关系，就能每年从那里得到一笔经费，这笔钱正好可以解现在的燃眉之急。”鸣人不屑地笑道：“一笔财政补贴而已，顶破天还能有多少钱？之前我让你建立的那几十所学校，可能是按照最高配设计的，就算往少里算，也要几十亿两才够。大明能给我们补贴那么多钱？”宁次跟佐助也对此表示怀疑，在他们印象中，大明给木业的补贴不过是一笔天彩头的钱，他们这些大家族子弟都从来没有见过这笔钱流到他们手上，本能的觉得这也没多少。陆完摆出一副死鱼脸说道：“确实没多少钱，每年的补贴大概也只有7000亿两左右吧。”鸣人三人点了点头，确实不算太多，只有7000。我操！你说多少钱 ？X3。鸣人三人被吓了一大跳。在宣布解散木业后，他们也从木业的财政部获得了一笔账单，那上面的钱满打满算也不过100亿两而已。而且这段时间，鸣人大手大脚的已经把这笔钱花的差不多了。本以为就算获得大明的财政补贴，也不会得到多少钱，没想到居然这么多。佐助双眼中迸发出神采，对陆完问道：“真有这么多钱吗？如果得到了这笔钱，一定要大力加强村子的防务。现在村子防御力量太弱了，人手明显不足，一定要大力扩充。”宁次也点头附和道：“情报部也需要一笔经费来培训新的感知忍者，单靠日向、犬种和有女3族的感知忍者，完全无法覆盖整个火之国。我们也要在平民忍者中大力培养优秀的感知忍者来扩充人手。”陆完满意的点了点头，这就是他想要的结果。这样一来，鸣人就只能答应跟大名府那边结盟，继续维持一国一人村的体系。倒不是他倾向大明，而是觉得鸣人的做法有些太激进了。就算将来想要建立国家，也要循序渐进的来，怎么能把步子突然迈得这么大呢？在这之前，又跟大明的同盟关系来伪装光影村的真实目的，才是最优的选择。等万事俱备，再吞噬掉火之国也不迟。三人目光灼灼地看着鸣人，等待着对方的答复。鸣人则是又一次摆出了之前沉思的模样，看得三人脑门上全是黑线。大哥，你思路清晰，就不用瞎琢磨了好不好？我们知道你脑回路不一般，但你这么胡思乱想，让我们很害怕啊。就这三人眼睛都已经眯成了豆豆眼时，鸣人一拍大腿吼道：“决定了！”陆完三人长长的松了口气，决定了就好，真怕这家伙脑袋一热，又想出什么奇奇怪怪的主意来。决定了，就抢火之国大明！噗！陆完三人又是一口老血吐出来。您老人家除了抢劫外，就没别的主意了是不是？有正路你不走，你走邪路，非要去打打杀杀去抢劫，还要去抢劫火之国大明，这家伙的脑回路为什么这么清奇？这下三人总算是有些理解了，为什么鸣人会在势力范围内大力剿匪。一开始他们只以为鸣人是痛恨土匪烧杀掳掠，原来这家伙才是火之国乃至忍界最大的土匪。别的土匪强抢老百姓杀人放火就已经顶天，这家伙都已经琢磨起来抢劫大明了。这家伙的称呼不应该是初代光影，应该改成初代山贼王。经过了三人好一阵劝说后，鸣人才打消了这个抢劫大明把对方当韭菜收割的念头。他摸了摸下巴，对三人说道：“既然如此，那就接受火之国大明的同盟建议吧。先把钱骗到手，然后咱们就磨洋工混日子，不给对方干活。等咱们羽翼彻底丰满后，就一举端掉这帮王八蛋，一血同盟之耻。”三人都无语了，跟大明结盟怎么就耻辱了？您老人家收钱不干活，还反过来把雇主端掉，这才是真耻辱吧？陆完、佐助和宁次此时已经算是彻底看清了鸣人这个人，这家伙是一点道理都不讲，纯纯的忍界大恶人。这要是在什么电视剧或者小说里面，纯粹就是个反派角色，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被主角维护世界和平给干掉。念及至此，鸣人闭上了双眼，随后用传音秘术联系到了光影村结界班班长。对方问道：“光影大人，找我有什么事吗？”鸣人也没废话，直接问道：“那个叫地路的使者现在在哪里？您等一下，我给您找找。”说完，他仔细在结界范围内寻找，片刻后睁开了双眼，对鸣人说道：“禀报光影大人，那名使者现在正在猿飞族地猿飞阿斯玛的家中。”鸣人皱了皱眉，随后又释然了。地路本来跟猿飞阿斯玛就是要好的朋友，来木叶一趟，去他家做客不算稀奇。话说回来，猿飞阿斯玛这家伙还真沉得住气，得知自己干掉了他老爹后，居然丝毫没有找自己报复的意思，低调的继承了猿飞一族族长的身份后，就在猿飞族地里当起了缩头乌龟。也不知道这家伙是怎么想的。不过根部传来情报，猿飞、志村、水户门和转寝这几个家族这段时间好像在计划着什么，看他们的行动，好像是要搬家离开光影村。难道是想出去自己建立一个村子？不过鸣人并不在意这些家伙，一群丧家之犬而已，就算离开也无所谓。打定主意后，鸣人腾的一下站起身来，随后说道：“我现在就去见见那个使者，你们要不要一起来？”佐助和宁次表示自己还有事情要忙，就不跟他瞎掺和了。陆完倒是耷拉着死鱼眼说道：“我跟你去一趟，要不然你这脑洞清奇的家伙指不定会做出什么来。”
鸣人没在意对方的吐槽，点头便准备离开。就在这时，又有几百个影分身同时解除，海量的记忆涌回他脑海，差点一个跟头栽倒在地。见到鸣人这副模样，陆完吐槽道：“要不然你还是在这里继续躺着睡觉吧，我去跟那个叫地路的使者见一面就得了。”鸣人想了想，决定还是要自己去一趟。刚听到地路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就想要跟对方见一面。结盟的事倒是次要，关键是他想看看对方那个无限往外飞拳头的忍术到底是怎么回事。记得那个忍术好像叫来迎牵手杀，不知道具体原理是怎么样。如果可以切磋一下，那是最好不过的。而与此同时，地路则是瞪大了眼睛，听着袁飞阿斯玛讲述木叶的遭遇。在他对面恭敬跪坐的袁飞阿斯玛，此时头发乱糟糟的双目暗淡无神，面色也很苍白。在讲述完木叶和袁飞日斩的遭遇后，他便沉默地坐在原地，一言不发。听完对方的讲述后，德路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对方。真没想到，之前木叶的解散居然有着这么多的蹊跷。其实对于三大火影袁飞日斩的死忍界，一直众说纷纭。那些原木叶忍者后来成为流浪忍者的人，并没有保守秘密的义务，因此这件事被传得沸沸扬扬，到处都是。但正因为说的人太多的关系，所以每个版本都不一样。有些人说袁飞日斩是被日向宇智波、朱鹿蝶等这些大家族联手弄死的。袁飞一族之所以没有为袁飞日斩报仇，就是因为敌人太多，他们怕引火烧身，才不得不妥协。但还有一种说法是，袁飞日斩如同志村团藏一样被叛人所暗杀。至于暗杀他的叛人究竟是谁，则没有确切的说法。有人说是宇智波止水，有人说是已经失踪很久的三忍之一大蛇丸，还有一种说法，暗杀三代火影的是那个新上任的7岁光影漩涡鸣人。但相信这种说法的人最少，因为这个说法最扯淡。袁飞日斩好歹是被称为忍雄的忍界强者，担任了快40年的木叶火影，怎么可能会被一个7岁的小鬼给杀死呢？但令地路难以置信的，这种最荒唐的说法居然是真的。那个号称忍雄的三代火影，居然真是被一个7岁的小鬼给杀死的。而且对方也并非如同大明大人推测的那样是个傀儡影，而是一个货真价实掌握着实际权力的实权首领。讲到这里时，的路突然打了个冷战，震惊地看着袁飞阿斯玛。常年伴随大明身边的他，见惯了大人物间的尔虞我诈，政治嗅觉自然灵敏，瞬间便想到了现在阿斯玛身份的尴尬，连忙劝说道：“阿斯玛，你不能再待在这里了。按照你的说法，那个叫做漩涡鸣人的光影心狠手辣，你继续在光影村待下去，恐怕会凶多吉少。这里是个是非之地，不如跟我一起回大明府吧。”神情低落的阿斯玛摇了摇头，最后强行挤出了个笑容，说道：“地路，多谢你的好意，但我现在不能离开袁飞一族，我已经是袁飞一族的族长，整个家族的责任都压在我身上，我怎么能离他们而去呢？”这时候的阿斯玛才真正体会到了父亲当年的心情。从小他就听着自己父亲的传说长大，一直以袁飞日斩这个火影父亲为荣。但当他逐渐长大，越来越觉得父亲跟他想象中的那个英雄有些不一样，似乎他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光明磊落。后来他跟袁飞日斩吵过不知道多少次架，最终离开了木叶，选择成为大明的守护人。之后这么多年，他甚至连书信都没有往回寄过，只是母亲去世的那一年，他回到木叶匆匆看了一眼，跟袁飞日斩见面的时候，他也没有说话，两个人形同路人。没想到再次听到对方的消息，居然就是对方的死信。有些东西只有失去了才知道珍惜，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初做的确实有些过分，根本没有体谅父亲的心情，只顾着自己表达，忽略了对方的感受。现在成为了袁飞一族的族长，他才明白这个位置有多难做。但其实他心底里还是有些不认同袁飞日斩的做法，就比如说现在袁飞一族账面上多出的那一堆零，就让他心中无比尴尬。怪不得袁飞一族这些年来发展的这么快，以前他以为他们袁飞一族是在战国时代积累了海量的财富，才能在忍村时代集中爆发，没想到原来这些都是贪污所得，让他心中有些汗颜。看着担忧不已的地路，袁飞阿斯玛笑了笑说道：“你放心吧，我早就给袁飞一族和我自己找好了退路。再过不久，我就会带领袁飞一族加入水户门岩和转井小春2位长老建立的新木叶中居住，到时候我就可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了。”听到阿斯玛的话的路眉头皱成了川字，随后疑惑问道：“那个光影会允许你们离开吗？你们这样举族离开其性质，可是相当于叛村，而且袁飞一族可不是小忍族，那么多人想要偷偷离开几乎是不可能的，你有把握全身而退吗？”袁飞阿斯玛无奈的摇了摇头说道：“没有，我也不知道漩涡鸣人会不会放过我袁飞一族，因此我们只能和志村、水户门、转井3个家族联手，希望那家伙会忌惮与我们4族联合的势力，而让我们离开。”说到这里时，他叹了口气，其实他也不想冒这么大的风险离开光影村，毕竟好死不如赖活着，能留在这混日子总比冒险离开早死强。但现在已经不是他想不想低调生活在光影村的问题，而是这个忍村的风向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之前木叶的4大执政家族通过在高层的话语权，掌握着木叶绝大多数的权力和资源，压得其他忍族喘不过来气。但在这个新成立的忍村，事情完全相反，其他忍族在高层都有自己人，只有他们4大掌权家族在高层中没有任何成员。现在这4个家族过得比当初的宇智波还要艰难，所有人都排挤压制他们，把他们弄得喘不过气来。而且4大家族的不动产疯狂被其他家族侵吞，当初在木叶核心地段的店铺租金已经全部被没收，他们每个家族只剩下当初在木叶辛辛苦苦攒下的几万亿两，勉强维持生活。
现在四大家族后悔极了，当初元飞日斩被沙木叶各大忍族投降的太快，让他们都没有反应过来。等回过神来，实行忍村都已经建立了，他们只好捏着鼻子加入，希望漩涡鸣人这小子能给他们这些执政家族一点面子。哪知这家伙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上台之后就镇压他们四大家族，把他们搞得疲于奔命。早知道会是这种情况，在木叶解散时他们就应该离开，现在属于自食恶果了。就在元妃阿斯玛满心愤懑无处发泄时，门外突然传来元妃族人的传报声：禀报族长大人，暗部忍者前来邀请帝路大人去光影大楼一趟。听到族人的汇报后，元妃阿斯玛叹了口气，转身对着帝路说道：看来宇智波馥月他们已经将你送来的书信交到漩涡鸣人手上了。后者点了点头说道：我要去跟光影商谈同盟的事宜，等我把结盟的事情处理好后，可以跟你们四大家族一起离开。想必有我这个大名的使者在，他们也不会太为难你们四大家族。元妃阿斯玛苦笑一声，但愿如同对方所说吧。毕露跟随着暗部忍者进入了光影大楼，见到了漩涡鸣人。刚一见面，他就皱了皱眉，这个光影给他的感觉有些怪异。鸣人的年纪大概7、8岁左右，身穿黑白色武道服，象征着光影身份的斗笠被他随手扔在桌子上。这些都不是奇怪的地方，最让他感到奇怪的是，这个小鬼为什么脸上看起来那么虚？这种虚就好像是熬了好几天夜一样，眼眶上是黑眼圈，精神无精打采的，时不时身体还抽搐一下，看得地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小小年纪就虚成这样，将来必成大器啊！不过他并没有因为对方的外貌而轻视这个年幼的光影，毕竟对方是个可以单挑杀死3代火影的强者。看对方的表情，应该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来意，索性他也没有卖关子，直接说道：想必光影大人已经知晓了我的来历，那么请问光影大人对于结盟一事给出的答复是什么？鸣人刚想开口说话，却由于影分身的解除，身体又抽搐了一下，让他刚要说出口的话给憋了回去。德路有些疑惑，对鸣人问道：光影大人是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吗？如果今天身体不适的话，我可以在光影村先住下，改日再来拜访。鸣人再次想开口，结果又抽搐了一下，看得一旁的鹿丸无奈的扶额。这家伙真是把光影村的脸都给丢尽了。最终还是由鹿丸跟的鹿说明了情况，最终双方达成了同盟共识。德路十分高兴，这样他也算完成了大明大人发布给自己的任务。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开时，鸣人虚弱的声音传来：你等一下，咱们到后山切磋一下再说。商讨完结盟事宜后，德路便准备转身离开。就在他的手即将搭到门把手时，鸣人那虚弱的声音传入他的耳中，让他的双手停在了原地。他惊讶地转回头，看着顶着黑眼圈、面色苍白的漩涡鸣人，迟疑片刻，随后说道：我看您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不如我们改天再切磋吧。他这话说得很委婉，鸣人在心中给他翻译了一下，对方的话意思大概就是：你都这个逼样了，还想跟我切磋？别交手的时候直接嘎在我手里，到时候我不好跟大明解释。不过鸣人并没有理会对方的轻视，挥挥手说道：你放心，我的状态很好，完全可以切磋。见对方执意要切磋，他将目光瞥向了一旁的奈良鹿丸。这个奈良一族的顾问长老虽然只有7岁，但看起来比鸣人靠谱得多，他想听听对方的意见。鹿丸耷拉着死鱼眼说道：你就放心跟他切磋吧，这家伙命硬的很，你可以放心的打。德路嘴角抽了抽，怎么感觉这个奈良顾问巴不得自己揍光影一顿？最终他只好无奈的答应下来，与对方切磋。三人来到一处僻静的修炼场，这里处于光影村结界边缘，人烟稀少，就算放开了的也不会损害到建筑物。两人对立而战后，鸣人轻松的说道：我已经准备好了，你攻过来吧。进入要使出全力，我可没心情跟你从热身运动开始，上来就给我来高潮的部分。德路一脸黑线的说道：那光影大人请注意，我要全力以赴的出手了。这次切磋他并不打算留手，面对鸣人这种高手，即便对方状态不是很好，而且年纪还小，他也不敢有任何的轻松大意。只见他身体站得笔直，随后结出一个很特别的印，左手食指与中指并拢竖在胸前，右手五指并拢掌心，向下摆到腰腹部位置。就在他的印施展完毕的瞬间，一道散发着金色光芒的千手观音身影浮现在他的背后。千手观音散发着金色的光芒，虚影的高度足有10多米高，无数的金色手臂如同孔雀开屏般在他后背环绕。这光芒四射的造型看得鸣人惊叹不已。从脉象上来看，这招忍术也绝不简单，至少比他的那些忍术好看得多。自己那些忍术说白了其实就是重复释放的好火球或者火龙岩弹，顶多数量更多，释放的方式更华丽，但从视觉效果上来看，根本没有对方这个高端大气上档次。这么一比，他的忍术都不好意思拿出手来了，自己练了这几年就会一些站桩输出的基础忍术，跟对方一比显得有些寒酸啊。地路准备完毕后大吼一声道：您准备好，我要开始进攻了。来迎，千手杀。随着他话音落下，一道又一道金色光掌朝着鸣人飞来，速度之快，另一旁的奈良鹿丸惊叹无比。他对于火之寺的仙族之才也有所耳闻，听说这是一种拥有特殊天赋才能释放出来的忍术，进可攻退可守，是一种十分强大的能力。面对着铺天盖地飞来的金色巨掌，鸣人暗自点了点，随后右手竖起一根食指火焰在他指尖聚集，以右臂肩膀为圆心，整条手臂为半径，虚空中一个标准的火焰圆圈被鸣人画了出来。火焰圆圈在虚空中浮现后，瞬间被熊熊烈火铺满，变成了一个实心的火焰圆盘。
德路疑惑地望着鸣人的动作，不明白对方的举动有着什么含义。不过他马上就会知晓了。只见无数的火焰光芒从圆盘中瞬间飞出，巨大的火球迎着铺天盖地的金色巨掌便撞了上去。轰轰轰！爆炸声接连不断响起，金色巨掌与火球不断相撞，产生的震动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热浪，吹得陆完脸颊发烫。陆完心中吐槽道：鸣人这家伙发什么神经？明明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破解对方的忍术，非要用这种华而不实的方法，真是搞不懂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就在这时，一发火球与金色巨掌相撞时，被打得偏离了轨道，朝着陆完飞来。陆完见状，眉头皱了皱，随后一抬手，脚下的影子从地面钻出，挡在了他的面前。火球撞在漆黑如墨的影子上，发生了剧烈的爆炸，但这爆炸的火光丝毫没有伤到影子后面站着的陆完。等爆炸停息后，陆完收回了影子，对鸣人大吼道：你注意一点，刚才火球都飞到我这儿来了。鸣人摆了摆手，敷衍道：知道了，知道了，你自己加点小心吧。远处的地路见鸣人跟陆完轻松的对话，眉头皱成了个川字。刚才鸣人随手释放的忍术确实惊艳到他了，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引以为豪的忍术居然被对方随手便抵挡下来。但这个漩涡鸣人也太不拿自己当回事了，战斗之余居然还有心思跟别人聊天，这是丝毫没把自己放在眼里啊。虽说他知道对方很强大，但毕竟这只是切磋双方点到为止，互相都应该留些面子，就算不想跟自己来一段商业互吹，也不要这么无视自己啊。感觉自己被轻视了的地路眼神瞬间一变，紧接着背后的千手观音虚影由金色瞬间变红，最终化成了一个红色面庞，一脸凶相的怒目金刚。德路深吸一口气，随后说道：光影大人实力之强确实令人敬佩，既然如此，便请领教我这一招吧。说完，数百道足有2米大小的红色拳头从地路身后飞出，径直朝着鸣人砸来。看着对方身后变换了形态的怒目金刚虚影，鸣人摸着下巴点了点头。在这场战斗开始前，他就将查克拉布满了整个修炼场，为的就是全方位无死角感受对方的查克拉，最终研究出这种名为仙族之才体质的秘密。而就在对方刚刚切换形态时，他突然察觉到了异常，这种体质居然跟宇智波一族的须佐能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须佐能乎是寄宿在宇智波族人体内的一种精神力投影，鸣人研究过，这就是纯粹的阴遁查克拉质变所产生的现象。不仅如此，这仙族之才让鸣人又想到了前世仙侠小说中的一种神通法天象地。其实很多人对法天象地存在误解，以为法天象地就是变得身体非常庞大，而像神话中猴哥就是变成一只巨大的猿猴，其实这是错误的。真正的法天象地其实就是类似于须佐能乎或者仙祖之才这样的纯粹能量投影，或者应该反过来说 ，UP 就是参考了华夏神话中的法天象地而设计出了须佐能乎这种招数。仙族之才给了鸣人不少的启发，既然没有宇智波血脉也可以施展类似于须佐能乎一样的忍术，那么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将查克拉修炼的质变释放出类似的招数？越想越有可行性，看来以后的修炼方向又明确了些。说时迟那时快，这些念头在鸣人脑海中不过一闪而过，抬头看着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的红色拳头，鸣人嘴角勾起笑了笑。只见他一挥手解除了之前的那个火焰圆盘，随后右手掌心朝天，剧烈的雷光从他掌心浮现。不远处观战的陆完眉头皱了皱，鸣人这是打算使用雷切吗？但这个招数的破坏力有些强，鸣人该不会一个不留神把地路给杀死吧？这可是大明派过来的使者，要是就这么死在木叶，肯定会引发不小的纠纷，到时候双方合作的事可能就告吹了。念及至此，他不动声色地将影子从地底探向了地路，一旦发现对方撑不住的迹象，他会立刻救下对方，以免被鸣人一上头给杀死。不过陆完的担忧是多余的，只见鸣人手中剧烈的雷霆突然缓和了下来，变得逐渐温顺，四处蔓延的雷光逐渐变成了一颗散发着蓝色光芒的球状闪电。雷遁球状闪电，这是鸣人自己开发的忍术，具体算作是什么等级的不太好说，毕竟忍术的等级跟威力无关，关键是看修炼难度。鸣人觉得这个忍术修炼难度并不算太高，只要有个影级实力，基本上都可以练成，所以应该算是个 C 级忍术吧。远处与他对峙的地路眉头皱了皱，这个圆球到底是什么东西？刚刚鸣人手中狂暴的雷霆让他额头上都布满了细汗，那种剧烈的查克拉如果施展出来，估计就连自己的仙族之才都无法抵挡。但那狂暴的查克拉被鸣人强行凝聚成了这颗雷霆圆球，估计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忍术，但他又看不懂这招的作用，于是便小心翼翼地进行了试探。一发红色巨拳朝着球状闪电轰来，巨拳离球状闪电越来越近，地路屏住了呼吸，眼睛死死地盯着球状闪电。下一刻，球状闪电突然消失了，随之失的还有那颗向他袭来的红色拳头。只见场地中蓝色光芒不断闪耀，球状闪电的速度快到了接近光速，瞬间便击碎了场中所有的红色拳头，最后出现在了地路的面前。直到球状闪电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紧接着数百发红色巨拳同一时间发生了爆炸，那爆炸的声响都整齐划一，没有任何的迟滞感。望着漂浮在自己面前宛如神明俯视蝼蚁般巍峨不动的球状闪电，德路叹了口气，举起手道：我投降了，光影大人。就在地路投降二字的说出口后，悬浮在他面前的球状闪电瞬间化作纯粹的蓝色光芒消散。望着球状闪电消失的地方，他有些怅然若失，
原本以为以自己的实力，即便打不过对方，也足以逼着对方认真对待。毕竟他可是火之寺数百年难得一遇拥有仙族之才天赋的强者，拥有这种天赋的自己，即便是面对影级别的强者，也拥有一战之力。如果毫无顾忌的站上一场，他才是守护忍12世中最强的。就算袁飞、阿斯玛与河马二人联手，他都有信心与之一战。但没想到鸣人只随手用了2个忍术就破解了自己赖以生存的仙族之才，这让他倍感失落。见帝路这副表情，鸣人有些于心不忍，毕竟对方是来光影村做客，自己这么欺负人，属实有些不地道。于是他走到对方面前，笑了笑，安慰道：“帝路先生不必如此失落，其实败给我一点都不丢人，或者说败给我才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为此感到失落的话，那你就有点小题大做了。你要尽早适应这种感觉，否则迟早会被我打击的自信心崩溃。”哈哈，陆王和的陆一脸黑线，还以为这家伙过来是想出言安慰，没想到是来嘲讽的。不过鸣人的嘲讽也是起了一些作用，刚刚还无比失落的帝路心情瞬间好了不少。此时他感觉败给鸣人一点都不丢人，甚至心中还有点可怜对方。多好的孩子呀！可惜天赋点全点在实力上了，导致精神力下降，精神有些不正常。双方交谈了一会儿后的陆提出暂时不想回火之都，想要在光影村住几天。鸣人爽快地答应下来，并且给对方安排了一个临时住所。之后他又把日常事务交给了满脸生无可恋的陆丸，便回到了自己的秘密基地中继续修炼。这次跟帝路的对练收获颇丰，洞悉了英顿查克拉质变后的形态。鸣人有信心自己创造一个类似于法天象地一样的神通法术，而且在他的设想中，这种神通法术可不是像须佐能乎那样华而不实的东西，他想创造的可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法天象地神通，扔到西游记里都能跟猴哥斗上几天几夜的那种。念及至此，他抬头看了看秘密基地的地下广场，近10万名影分身目光呆滞，表情木讷地坐在地上看书。这群被玩坏了的表情让鸣人都有些不好意思继续为难他们。随后他又叹了口气，不吃苦中苦，哪成人上人？这些影分身要是不吃苦，自己怎么能变强？怎么学习更多的忍术，学习更多的知识？他们的996是有意义的，是为了造福忍界，造福亿万生灵，因此这个班该加还是要加的啊。他清了嗓子，刚想跟影分身们训话，只见10万名影分身默契地扭转身体，或是用后背，或是用屁股对着他，根本懒得看他。奈他只好又分出了一个影分身，随后将这名影分身解除，把自己的想法全部传递给广场上东倒西歪的10万名影分身脑海中。收到新的工作计划后，10万名影分身一点表情都没有，麻木的如同机器人。与此同时，2女1男3人结伴进入了火之国。这3人正是纲手静音还有自来也。自从跟鸣人分开后，自来也便一直跟在纲手身边，他怕纲手这个家伙接受不了打击一蹶不振，所以一直在身边开导他。经过了自来也的开导与静音的陪同，纲手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是调整好了心态，甚至于连之前的心结都完全打开。孔血症本来就是一种心理疾病，纲手这么一个忍界圣手，如果想的话，克服自己的孔血症也不是没有办法。之所以这么多年一直都没为自己治疗过，不是因为他治不了，而是因为不想治。就像有的人在受到强烈的刺激后会在自己身上烫烟疤一样，都是类似自虐一样的心态。现在心结完全打开，孔血症自然也没有存在的必要。纲手1秒就治好了自己的孔血症，现在又恢复了之前没心没肺的状态。只听他满脸笑容的对自来也说道：“听说那个小鬼解散了木业，建立了一个叫光影村的忍村，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村子。那个小鬼会不会为了方便偷窥盖了一堆温泉馆？”哈哈，一提这个自来也可不困了。只见他双眼迷离地看向天空，幻想着一个又一个赤条条的素材摆在他的面前。一想到这个，他就激动的头皮发麻，差点流出鼻血。一旁的静音看到这2位大人如此不靠谱，不由得叹了口气，吐槽道：“纲手大人，自来也大人，你们的心态可真好。”纲手疑惑问道：“怎么了，静音？看你的情绪好像很低落，是偷偷交男朋友了吗？”静音被问得满脸通红，赶紧解释道：“我才没有交什么男朋友，我是为了木业的事情。”说起这个，他的脸色再次变得暗淡无比，语气十分低落地说道：“真没想到木业居然会解散，那个漩涡鸣人真是可恶。听说他是先当上火影，然后才解散的木业，明明都已经成为了火影，为什么还要解散木业？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自来也闻言摸着下巴想了想，这几人中他算是跟鸣人接触时间相对较长的，自认为对对方还是有些了解的。经过他仔细的思考，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于是对静音说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漩涡鸣人这么做的意义只有一个，那就是……”纲手跟静音都集中了精神，等待自来也的下文。自来也在吊足了2人胃口后，斩钉截铁地说出了一个字：“玩儿。”噗！静音差点没一口老血吐自来也脸上，等了半天，居然就给出这么个答案来，这不是扯淡了吗？有人会为了玩这么可笑的理由解散木业吗？谁知身旁的纲手点了点头，认同道：“确实有这种可能。那个小鬼的脑回路与众不同，突然产生想要成为初代影的想法，也不算稀奇。”静音无语了。如果说漩涡鸣人是一个奇葩，那么能够理解对方脑回路的纲手大人跟屠宰野大人也是2个奇葩。此时他有一种感觉，忍界中能够成为强者的人，个个脑子都不正常。玩笑过后，自来也又陷入了低头沉思。之前他在听说鸣人建立的新人村名字叫做光影村的时候，就想到了大蛤蟆仙人的预言。
预言中散发着彩色光芒的少年，难道跟光影村有关吗？难道说鸣人就是那个预言之子？预言中说，预言之子可能会给忍界带来和平与战争。按照他对于漩涡鸣人的性格来推测，带来战争的可能性明显比和平更大。想到这里时，他的面色有些阴沉起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一定要亲自去确认一下对方的态度，看看他对忍界究竟是什么样的看法。如果可以的话，他想劝说对方放弃战争，毕竟这是一条不归路。从小就经历过无数战争的他，对于战争这两个字有着天然的厌恶。就在这时，纲手自顾自说道：“你们说那个小鬼建立的光影村是什么样的？”自来也笑了笑说道：“不知道，但可以确定那个小鬼绝对不会消停，说不定现在正在新建的村子里胡乱折腾呢。”纲手点点头表示同意。这胆大包天的小子要是不折腾，可就有鬼了。这时一旁的静音笑意盈盈的插话道：“对了，纲手大人、自来也大人，你们听说了两位顾问长老建立的新木业吗？”此言一出，纲手跟自来也同时安静下来，随后二人默契的岔开话题，了解了别的，让静音有些尴尬。静音心中吐槽道：“不就是提了嘴新木业吗？这两个人为什么这么大反应？”他之所以提新木业，其实是想先去新木业看看，毕竟那是正牌的原木业长老水户门岩和转寝小春建立的忍村，而且加入的忍者也大多是不愿加入光影村的前木业忍者。要说起正统地位，德化新木业可是要比光影村血统纯正的多。纲手大人和自来也大人，按理说应该先去那里看看才对。静音那点小心思早就被纲手跟自来也看穿，他们才没有什么闲心到那个新木业去看那两个老不死。两个半截黄土埋身子的老家伙，舍不得自己权力，居然成立了这么一个半吊的忍村，还好意思挂着木业的名号，真是两个被权力冲昏了脑子糊涂鬼。如果他们成立的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忍界中不会有人关注，但他们只要挂上了木业的名号，就会被无数双眼睛盯上，到时候就以那两个老鬼拿什么抵挡忍界的豺狼虎豹。随后他们两个心中的叹了口气，木业的权力落在这种蠢货的身上，几十年不衰落才有鬼呢。他们现在可不愿意去新木业沾上一身麻烦，万一被人认为他们有加入新木业意图，肯定会被不少人关注，到时候他们自由自在的忍界流浪汉生活可就不复存在了。就这样，三人各怀心事的朝着光影村的方向而去。这一路上并不是单纯的赶路，而是走走停停，欣赏着周围的风景。而就在他们游山玩水赶路的这段时间中，前木业的四大掌权家族也做好了离开光影村前往新木业的准备。清晨时分，天蒙蒙亮，一支长长的车队自光影村中心地带穿过，朝村外而去。这支车队的规模异常庞大，装满着货物的马车一辆接着一辆往村外运，引得整个光影村一片哗然。虽然不知道这些马车中装的是什么，但规模如此大的车队，即便只是装一些日常用品，也足以说明这家人的不简单。仔细观察，村民们发现这支车队的家族标志有些杂，有元妃一族的族徽、至村一族的族徽、水户门一族的族徽，还有转寝一族的族徽。这不是以前木业的四大掌权家族吗？这帮家伙组队离开，难道是要搬离光影？就在众人议论纷纷时，元妃阿斯玛却看着长长的车队苦笑不已。他早就预想到这种情况，但却没有任何办法。四大家族的族地就建在木业繁华区不远的地方，因此他们想离开，就一定要经过繁华区，最终肯定会引起整个光影村的注意。带着这么多东西招摇过市，实在太显眼了。元妃阿斯玛真为这趟搬家之旅捏了一把冷汗。这个时候就会有人问了，元妃阿斯玛难道是傻子吗？为什么不用储物卷轴把家里的家当全都装起来打包带走？这个问题问得好，元妃阿斯玛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打包起来，装进了储物卷轴，装了这么多马车。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真当上元妃一族的族长阿斯玛才发现自己的家当原来这么多，仅仅钞票就用储物卷轴装了好几车之后，还有一些贵重物品也不得不拿走，所以就越装越多，组成了今天的车队。而且不仅是他们元妃一族，其他三大家族的家当丝毫不比自家少，相较之下，居然是至村一族的家底最薄，不知道是为什么。四大家族搬家的声势自然引起了鸣人的注意，他离开了修炼的秘密基地，来到了光影大楼的楼顶，欣赏着壮观的搬家场景。看到这些人辛勤的搬家，鸣人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之前他就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今天看到这四大家族搬家的壮观场面，一切都被他捋清了。之前跟大名府商谈结盟的时候，对方就提到过每年都会有7000亿两的财政拨款，他可不信这是大名府专门为光影村的优惠。很显然之前跟木业结盟就是差不多的价格。木业自从建立至今已经有50多年，快有60年了，就算刚刚建立的那几十年，大名府的财政拨款还没有现在这么多，那木业的账面上也不可能只剩下100亿两这么寒酸。现在彻底破案了，他奶奶滴这么多钱全让这四大家族给贪污了，这么多年他们到底贪了多少钱呢？火之国那么多穷苦人饿的皮包骨，就算木业范围内也有着不少锅。这帮人生存都是问题，四大家族却中饱私囊，吃的满嘴流油，搬个家都要组个车队，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木业 F4 果然没有一个好东西。这段时间他一直忙着建设自己地盘，把这四大家族给忘了。现在他都有点后悔当初没顺手把这四大家族给灭掉。越想越气，这么多钱让这帮家伙拿走，简直是为了狗了。鸣人皱着眉仔细思考了一阵，随后打了个响指。嗖，
一名暗部成员瞬间出现在鸣人身边，恭敬问道：“光影大人，请问有何吩咐？”“给我把佐助、宁次、全种牙还有小李找过来，就说我有事要跟他们商量。”“是。”暗部成员收到命令后，顺身离开原地。没过多久，佐助、宁次、全种牙还有小李便来到了鸣人身边。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一起到场的还有奈良鹿丸。鸣人歪了歪头，好奇问道：“鹿丸，你怎么来了？我记得刚才没叫你吧？”鹿丸叹了口气，随后说道：“鸣人，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但我劝你还是不要这么做为好。”这鸣人就不明白了，鹿丸能猜到他想打劫四大家族，这他不意外，但这家伙为什么要阻止自己呢？奈良一族好像跟四大家族牵扯的并不太深，犯得着过来为他们求情吗？只听鹿丸对众人解释道：“鸣人，我知道你很想斩草除根，彻底消灭四大家族，但你知道四大家族这次出去是想去哪里吗？”鸣人摇了摇头，佐助等人也表示不知道。只听鹿丸继续解释道：“这次四大家族是准备加入新木业，成为新木业的创始家族。这个新木业虽然名义上是水户门岩和转请小春建立，但实际上背后的人是火之国大明，也就是说现在四大家族已经成了大明的人。如今我们刚刚跟大明建立了同盟关系，这个时候对他扶植的势力出手，对双方的关系影响非常不好。”鸣人恍然大悟，随后点了点头说道：“鹿丸，你说的对，之前是我考虑不周了。”鹿丸长长的松了口气，这个家伙脑子总算开窍了一回，不枉费自己浪费了这么多口舌。只见鸣人来到了一脸懵逼的佐助等人面前，随后清了清嗓子，对佐助、宁次、全种牙和小李命令道：“接下来我以光影的身份对你们下达命令，你们每人带领5支暗部小队，从背后跟上四大家族。等四大家族走到光影村势力范围的边境时，立刻出手将他们拦住，随后只抢劫不杀人，要钱不要命，听明白了吗？”佐助4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道：“遵命。”鹿丸则是呆愣在原地，久久无法回神。等佐助4人走后，鸣人拍了拍鹿丸的肩膀说道：“你呀，就是想的太多了，考虑跟大明的关系有什么用？现在留着对方只是个缓兵之计，等咱们准备充足了，连那个大明也一起一窝端了，根本不必把对方放在眼里。不过你说的确实有些道理，没有必要把人得罪死，而且把这四大家族一口气全部杀光，确实有些残忍，所以我就只谋财不害命了。我这也算是道义有道了。”哈哈，看着哈哈大笑的鸣人，鹿丸摇了摇头，这家伙的土匪思维什么时候能改一改？能不能有点大局观？就在佐助等人带着暗部在四大家族的必经之路上重点时，四大家族的车队也总算是集结完毕，随后离开了光影村，朝着新木业的方向而去。站在街边目送车队离开的一名宇智波忍者不屑地冷哼一声道：“真是一群小人得志的家伙，靠着贪污弄到这么多钱，非但不低调离开，反而这么高调的招摇过市，真想上去直接砍了他们。”另一名宇智波忍者附和道：“没错，这帮混蛋就应该千刀万剐，一想到当初就是被这么一群贪婪胆小的鼠被逼得差点灭族，我就一肚子气。哼，最可气的还不是这4个鼠辈的家族，而是我们宇智波当中的那几个叛徒，宇智波鼬、宇智波止水还有宇智波带土，这3个家伙简直就是家族的耻辱，被我抓到一定把他们火炖烤成焦炭。”就在2名宇智波忍者站在街边角落小声嘀咕时，一只颤抖但却极有力量的大手抓住了2人的肩膀，2人肩膀一阵生疼。“混蛋，是谁啊？是谁用那么大力气？你想疼死我呀？”2人骂骂咧咧的转回身，结果却对上了奇木卡卡西那张充满杀气的脸，还有对方的已经露出来的3勾玉血轮眼。与卡卡西对视的一瞬间，2名宇智波忍者打了个冷战，他们仅是2个开启了1勾玉血轮眼的中忍，冷不丁与3勾玉对视同力的压制让他们脊背发凉。只见卡卡西满脸杀气的问道：“你们刚才在说什么？为什么对待土出言不逊？那可是战争英雄，虽然不是光影村的英雄，但也不容你们如此亵渎。”原本卡卡西只是出来看看热闹，结果却碰到2个宇智波忍者出言侮辱带土，这让他如何能忍？要不是还有一丝理智，他就直接出手教训这2个混蛋了。2名宇智波忍者逐渐冷静了下来，在认清了奇木卡卡西的脸后，其中一名宇智波忍者本能地闭上了嘴。他知道奇木卡卡西跟宇智波带土是队友关系，但宇智波带土的氏族长下过命令，严禁他们泄露出去。这么长时间以来，宇智波忍者一直守口如瓶，因此知道宇智波带土还没有死的人非常少。再加上这家伙本来就是个小透明，因此宇智波族人渐渐的都快把他忘记。要不是今天口嗨顺嘴说出来，估计宇智波带土就彻底死在他们心中了。正当他想编个瞎话蒙混过关时，身旁另一名宇智波忍者大吼道：“你这混蛋，少用这种质问的语气跟我说话！你跟那个宇智波带土都是一路货色，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个家伙放出9尾袭击的木叶，害死了自己的老师跟师母。你这混蛋，明知道光影大人就是波风水门的儿子，还对他不闻不问，真不愧是一对好友，都是同样的冷血动物。”这名宇智波忍者情绪异常激动，之前在跟宇智波带土的大战中，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哥哥死在了对方手上，因此对宇智波带土异常仇恨。要不是他忍者资质实在太差，亲眼目睹了哥哥死亡，也没有开启2勾玉血轮眼的话，他一定会亲自杀死宇智波带土，为自己的哥哥复仇。听到对方的话后，卡卡西愣在原地，双眼血丝密布，
随后拎着这名宇智波忍者的衣领怒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点给我说清楚！”之前叫嚣的宇智波忍者这时也稍稍冷静了一些，心知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立刻将嘴闭了起来，不发一言。卡卡西双目喷火地盯着对方，随后三勾玉血轮眼一转，面对对方施展的幻术。另一名宇智波忍者见状大惊，刚想转身逃跑，却被卡卡西一个手刀打晕，躺在了地上。随后他在这名被操控的宇智波忍者口中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经过，眼中充满着惊恐和难以置信。只见他松开双手，被催眠的宇智波忍者瘫软地躺在地上睡了过去，他则是噔噔噔朝后退了几步，踉跄地坐在了地上，双目无神。原来带土你还活着，既然你活着，为什么不来见我？为什么不回木叶来找我？而且你为什么要袭击木叶，还要放出九尾摧毁木叶？你的梦想不是成为火影吗？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时他的脑海中浮现了一个脸上画着油彩的少女，眼中的光芒逐渐暗淡，整个让人变得落寞起来。片刻后，他猛然站起身，随后朝着光影大楼的方向拼命跑去。此时他已经没心情用什么忍者跑的方式，直接用普通人的双手摆臂一路狂奔。站在光影大楼的楼顶俯视着四大家族的车队走远，鸣人刚想回到办公室中，突然视野内一道身影快速跑来。鸣人歪了歪头，疑惑地看着跑到自己面前的卡卡西，满脸的不解，这家伙吃错什么药了，这么风风火火的来找自己。周围负责保护鸣人的警卫队忍者见状一拥而上，拦住了卡卡西。警卫队队长呵斥道：“奇木卡卡西，你给我站住！再靠近光影大人一步，我们就要出手了。”鸣人直接摆了摆手，对警卫队队长说道：“不用这么紧张，放松点，卡卡西伤不到我。”即便鸣人这样说，警卫队队长也丝毫没有放松警惕。看着如此忠诚的部下，鸣人心中一阵感动。只可惜他把这个队长的名字给忘了，不然一定点名夸奖一下他。这时，只见卡卡西双眼通红地盯着鸣人，一字一句问道：“带土，宇智波，带土是不是还活着？”鸣人心下了然，怪不得这家伙如此激动，原来是听说带土还活着的事了。随后他对着身旁的警卫队忍者命令道：“你们先退下吧，我跟卡卡西单独聊聊天。”几名警卫队成员稍稍迟疑的一瞬间，随后嗖嗖嗖地消失在原地。望着周围人全部离开，鸣人对卡卡西笃定地说道：“带土确实还活着。”卡卡西脑海一阵嗡鸣，随后缓了缓心，神交急问道：“那光影大人知不知道他现在所在何处？”鸣人摸摸下巴，随后说道：“这个不太好说，他的万花筒血轮眼拥有时空间瞳术，来无影去无踪的，谁知道他现在在哪？”就在卡卡西满脸沮丧时，鸣人指了指对方的眼睛说道：“不过想找他倒也没那么困难，你不是有他的一只万花筒血轮眼吗？直接用这个找他不就行了吗？”我万花筒？卡卡西有些懵，他从来没听说过什么万花筒血轮眼，也不知道用带土的眼睛怎么找到他。随后鸣人给他解释了一下万花筒血轮眼，后者越听越感到不可思议。这只眼睛一直在他的眼眶中这么多年，连他自己都没发现这是一双万花筒血轮眼。鸣人说道：“没错，你这双眼睛就是万花筒血轮眼，名字叫做神威，跟宇智波带土的那只万花筒写在眼共享同一片神威空间。只要你能够自由开启万花筒血轮眼，并且施展神威，就可以通过神威空间找到宇智波带土。至于那家伙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你可以找他去讨论，我还有事情，就不陪你在这扯淡了。”说完他转身便走，只留卡卡西独自一人站在光影大楼的天台上独自沉思。鸣人可没心情搭理卡卡西这个家伙，他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哪有功夫陪他玩。只见他回到光影办公室中，随后对影卫队忍者说道：“你们先回暗部休息吧，如果有事我会用传音忍术通知你们，至于我的安全你们不必担忧，就算是六道仙人敢来刺杀我，我也让他跪着走出去。”鸣人一席话说的霸道无比，听得影卫队忍者面红耳赤。这几人对于鸣人甚至有些个人崇拜的意思在里面，尤其是影卫队的队长宇智波道火，这家伙对于鸣人的命令言听计从，也十分崇拜鸣人这霸道无比的行为方式。听到鸣人的命令后，几人丝毫没有犹豫，转身离开。而鸣人也在确认周围没有人后，从办公桌下掏出了一个透明的水晶球，将水晶球连带底座的盒子一起摆到办公桌上。随后鸣人双手抚摸着水晶球一顿乱搓，边搓边嘀咕道：“巴啦啦能量，拉巴巴小魔仙快显灵。”嗡！随着一阵查克拉波动，水晶球上逐渐显现出画面，四大家族的车队被水晶球展示的一览无遗。这便是当年元飞日斩用来偷窥木叶忍者的水晶球之术。鸣人在得到了木叶所有的忍术后，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好用的偷窥忍术。不过这个忍术也是有局限性的，只可以偷窥当初木叶结界阵法范围内的视角，出了木叶的结界范围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对此鸣人当然进行了改进，不过不是改进水晶球，而是改进阵法。现在覆盖光影村的阵法名为天光大阵，覆盖的面积更广，画面更清晰，基本上已经到了 4K 蓝光的程度。鸣人兴致勃勃地看着四大家族的车队，期待着佐助他们闪亮登场时的场景。没过多久，主角果然出现，只见前方呼啦超出来好几个身穿黑衣的身影，虽然没穿面具，但个个都穿着统一的制式服装，一看就是什么组织的成员。这支队伍为首的是4名矮小的身影，
身上披着白色的披风，站在了四大家族车队的面前，拦住了他们的去路。走在车队最前方的元妃阿斯玛脸色瞬间一变，右手比了个手势，示意车队停下来。随后只见一群元妃忍者来到了他的身边，张嘴嘀咕了些什么。元妃阿斯玛思考了片刻，随后嘴里又嘀咕了些什么。鸣人一头雾水，这帮家伙怎么跟生带落家里似的，干张嘴不说话。随后他突然想了起来，自己只打开显示器没开音响。他赶紧从办公桌里寻找起来，找了半天，总算是又拿出了一个巴掌大小的小喇叭，将小喇叭放在了水晶球旁边，这才算有了声音。只听元妃阿斯玛凝重问道：“你们要做什么？我们四大家族已经决定要离开，不再跟光影村纠缠。难道你们连一点活路都不打算给我们留吗？”显然他已经认出了面前这些忍者的身份，这服装风格明显就是光影村的暗部。漩涡鸣人那个小鬼连装都不装，直接派出他的直属暗部来，这是彻底撕破脸的呀！快输哥！本来他的心中还充满了担忧，但当看到为首的佐助四人时，突然心中又有了底气。漩涡鸣人会派人半路伏击走，就在他的预料之中，但没想到伏击自己的会是这四个小鬼。他可不认为这四个小鬼拥有漩涡鸣人那个级别的实力，因此只要双方一翻脸，他就上去挟持住四个小鬼，相信这帮伏击的忍者自然会投鼠忌器，不敢再动手。而听到元妃阿斯玛的质问，佐助昂着下巴向前走了一步，说道：“你们自然是可以离开，但……”还没等他说完，肩膀便被人推了一下。佐助疑惑的转头望去，只见全种牙满脸不爽道：“你这个家伙别抢风头啊！离开之前鸣人也没说咱们四个以谁为主，你这家伙跟老大似的站出来就说话，也太不把我们三个放在眼里了。”佐助冷哼了一声，不屑道：“这点小事也值得争吵吗？谁是这支队伍的首领是一目了然的事，自然是要有实力最强的我来担任首领，不然要让你这家伙来指挥队伍吗？”全种牙不服气道：“你说你是最强就是最强吗？要知道我的修炼速度可是最快的，跟我一起修炼的鹿丸他们几个早就被我远远甩开了。你这家伙要是不服气，咱们就先比一场，赢的人当首领。”这是小李也紧握拳头激动道：“没错，就让我们先来一场真男人间的较量吧。”宁次双手环抱，冷笑一声说道：“宇智波佐助，看来你已经忘了当年被我打败时候的悲惨模样，现在居然以首领的身份自居，真是可笑至极。”四人的争吵声越来越大，最后从言语冲突转换成了肢体暴力，看得鸣人一脑门子黑线。麻蛋的你们倒是先把任务完成再打架呀！敌人还在眼前，你们自己先打起来了，内斗也没有这个斗法呀！他立刻使用传音，忍术对着10几里外的佐助四人传音说道：“你们别吵了，还以为你们是忍者学校的小朋友吗？你们现在是光影村的顾问长老，要拿出应有的气魄来。”鸣人噼里啪啦一顿喷，总算让这些人冷静了些。最终由鸣人指定佐助成为临时队长，这才算平息了纷争。元妃阿斯玛都看傻了，这帮小鬼是来搞笑的吧？最终在达成了内部统一后，佐助站在众人的最前方，对着元妃阿斯玛说道：“你们这些人可以离开，但身上所有的钱要全部留下。”元妃阿斯玛闻言眉头一皱说道：“光影村虽然刚建不久，但也算是个火之国的顶尖忍村，居然做出拦路抢劫这种无耻的行为，难道就不怕忍界耻笑吗？”佐助嘲讽道：“如果是抢劫别人，我们自然抹不开脸面，但抢劫你们，我们何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你们敢说说四大家族现在拥有的财富究竟是怎么来的吗？”被佐助这么一问，元妃阿斯玛瞬间哑口无言。他的脸皮显然没有他父亲元妃日斩那么厚，而且这件事情本身他们就理亏，让他更不知道怎么解释。于是他就站在原地，口中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怎么说。看到周围四大家族的忍者眉头紧锁，这个新任的元妃族长脸皮还是不够厚啊，怎么能被一个小孩子几句话就得温噎住了呢？就在这时，四大家族的忍者齐齐让出一条路来。元妃阿斯玛回头望去，只见志村以藏走到了他的身边。以藏先是斜眼看了元妃阿斯玛一眼，随后不屑地撇了撇嘴，就这水平比元妃日斩可差远了。只见他面部红心不跳的对着佐助说道：“不就是说说财富的来源吗？有什么不敢说的？我们四大家族的钱全是通过正规渠道赚来的，每一笔进账都有迹可循，我们做的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不惧怕任何人的污蔑。”他这话说的铿锵有力，身后四大家族的忍者纷纷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他们四大家族虽然价值丰厚，但每一笔都是血汗钱，从来没有过坑蒙拐骗，所以心中坦坦荡荡。佐助闻言则是冷笑道：“你们真的问心无愧吗？敢不敢让我们搜一下你们车上的东西？”听到佐助的话，四大家族的成员心中升起一团怒火，他们已经不是光影村的人了，居然还要这么对待他们，简直是欺人太甚。志村以藏则是直接拒绝道：“凭什么你们要搜查，我们就让你搜？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光影村的忍者了，你们要管也管不到我们头上。而且我可要提醒你们，我们四大家族现在已经是新木业的创始家族了，新木业可是由大明大人出资支持的，如果你们再胡搅蛮缠，别怪我们这件事通报到大明大人那里。”这时的鹿野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对着佐助说道：“志村族长刚才所言非虚，元妃、志村、水户门、转请四大家族已经正式加入了新木业，还请宇智波佐助阁下不要苦苦相逼，否则这件事会让光影大人和大明大人都很难做。”对方这一套官腔和人情手段打下来，弄得佐助有些不知所措，
虽然跟鸣人吹了不少牛逼，但佐助今年毕竟才只有7、8岁，遇到了这种情况，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身旁3名同伴，宁次3人显然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几人就这么呆愣在原地。这时鸣人的声音传进了佐助耳中，只听鸣人吼道：“你还跟他废什么话？上去干他就完了。”听到脑海中的声音，佐助迟疑道：“那个地陆氏大名的使者，对方既然开口了这个面子，也不好意思不给啊。”鸣人一拍脑门，这一点他真是大意了。越是年轻人越好面子，尤其是像佐助、宁次他们这个年纪的小鬼，平时看起来咋咋呼呼的，但只要别人说几句好话或者威逼利诱一下，立刻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最终鸣人叹了口气，这件事还是要自己出场才行啊。说实在的，现在他有些想念志村团藏了。那老王八虽然无恶不作，但关键时刻是真能顶上去，根本用不着自己出手。看来该给自己培养一个背锅侠了，是让药师都来，还是让佐助来呢？不过这些都是后话，还是要先把面前等问题处理完，再考虑其他的。念及至此，他对佐助传音道：“你现在立刻结印使用影分身之术。”佐助闻言疑惑道：“现在施展影分身做什么？你别废话了，我让你用你就用，哪来那么多废话？”迫于鸣人的淫威，佐助只好不情不愿地抬起双手抵在胸前。这个动作吓了众人一跳，还以为他是要动手。志村倚藏眉头微微一皱，退至众人身后。猿飞、阿斯玛身体紧绷，随时准备出手。秦夏、宇智波、佐助4人，就连地鹿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又在众人紧张的注视下，只见佐助双手缓缓结印，身旁砰的一声烟雾声响起。这个举动令周围人十分疑惑，就连宁次等人都十分不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使用影分身之术？这不是浪费查克拉吗？随后令众人惊掉下巴的一幕出现了，只见佐助施展的影分身居然不是他的形象，而是漩涡鸣人的外貌。犬种牙走到鸣人身边，没好气道：“你这家伙吃饱了撑的变成漩涡鸣人做什么？”一边说话还一边伸手揉鸣人的头发，丝毫没管鸣人皱起的眉头，自顾自说道：“这一头金毛变得倒是有模有样，比我们犬种一族的金毛人犬发质还好。”鸣人一脸黑线的看着摸着自己头发不松手的犬种牙，随后反过来将手搭在对方的脑袋上，砰！鸣人瞬间发力，将犬种牙整个人摁进了土里。后者眨了眨豆豆眼，随后歪了歪头，疑惑道：“你是老大？”鸣人懒得搭理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转过头对着4大家族的方向喊道：“你们用不着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4大家族的钱到底是怎么来的，你们心知肚明。别跟我说什么靠店铺做买卖赚来的钱，你们现在车上这些钱，就算你们当初在木业的店铺，从6到仙人时期开始做生意，一直做到现在，连轴转只赚钱不花钱都赚不了这么多。”鸣人此言一出，4大家族的人瞬间有些哑火。他们有些人知道自己的钱并不干净，有些人则是不知道，被鸣人这一点拨才稍稍有些醒悟。但知道归知道，这个时候谁也不能嘴欠的承认，于是众人便陷入了诡异的沉默。就在这时，志村以藏色力内忍道：“就算如此，这件事跟你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当初都是木叶忍者，就算做出了对木叶不利的事，也需要木叶忍者来惩罚我们，轮不着你这个光影村首领指手画脚。”此言一出，引起了周围4大家族忍者的认同。确实这件事是他们跟木叶的事，与鸣人没有任何关系。这家伙拿这个说事，有些狗拿耗子了。一名转请一族忍者大声吼道：“志村族长说的没有错，就算我们做出了对不起木叶的事，也应该木叶来惩罚我们，轮不到你这个外人指手画脚。”众人纷纷附和，一时间4大家族仿佛占领了道德高地，就连佐助等人也都丧失了战斗意志，心中也不禁认同了对方的说法。确实对方贪污的钱都是木叶的，要处置对方也应该是新木叶来处置，不应该是他们光影村才对。鸣人见这群人不见棺材不掉泪，也失去了交流的耐心，他转回头对着佐助等人说道：“还看着干什么呀？早就让你们动手上去，直接干！你们在这废什么话？别忘了，咱们是来干嘛的？咱们是来抢劫！抢劫的，抢个劫还跟他们费这么多话，你们当贼都不专业，赶紧给我动手！”被鸣人这么一吼，佐助等人瞬间重拾了自信。对啊，我们本来就是打劫的，之所以提起对方贪污的事，只不过是找个理由抢劫而已。理由找不到，难道就不抢劫了吗？想到这儿，佐助灵机一动，对着气焰嚣张、盛气凌人的志村以藏大声问道：“你帽子呢？”4大家族的人同时止住了声音，看向了志村以藏。他们不记得志村以藏有戴帽子的习惯啊。志村以藏皱了皱眉，疑惑问道：“小鬼，你说什么帽子？”佐助闻言大怒道：“你这个混蛋，竟然不戴帽子！暗部忍者听令，给我上前干掉这帮不戴帽子的混蛋！”暗部忍者瞬间出手，朝着4大家族的忍者袭去。这突然的出手，打得众人有些措手不及。猿飞阿斯玛在经过短暂的愣神后，抽出了他自己的专属查克拉武器飞燕，随后对着身旁4大家族的忍者命令道：“4大家族的忍者保持队形，与敌人战斗，保护我们的财产。”双方大战一触即发。鸣人拍了拍佐助的肩膀，称赞道：“我果然没有看错你，让你当这个小队的队长，真是我最明智的选择。”佐助腼腆的笑了笑，心中则是乐开了花。身旁的宁次几人纷纷露出了不屑的表情，这股不要脸的劲儿，真是跟鸣人越来越像了。怎么总感觉这俩人像是不同父又异母的亲兄弟呢？
就在这时，一道身影突破了暗部忍者的防线，直奔佐助几人而来。此人速度极快，出手异常凌厉，正是猿飞阿斯玛。他早就打好了主意，只要双方翻脸，他就第一时间控制宇智波佐助几人，迫使对方退兵。至于此时站在佐助等人身边的鸣人影分身，则是被他彻底无视。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施展影分身的是宇智波佐助，而不是漩涡鸣人本体。根据他的推测，这个影分身应该不是影级忍者的影分身实力，顶多也就跟宇智波佐助实力差不多，根本无需在意。见到猿飞阿斯玛突破了暗部忍者的包围网，直捣黄龙四大家族忍者异常激动。这次佐助等人带来的暗部忍者只有100多人，虽说四大家族的联合军团比暗部忍者的人数多，但双方实力根本不在一个量级。暗部这些忍者最弱的是精英中忍，上忍更是比比皆是，而四大家族的忍者绝大多数都是下忍，就连中忍都不太多，更别说上忍了。当然，这里说的是真实实力，要是比忍者直称四大家族的忍者，在木叶时期可是有好几百名上忍，可见其水分之大到了什么程度。只见猿飞阿斯玛不管其他人的反应，直奔佐助而来。在靠近众人后，他手中的查克拉武器飞焰，闪烁起了蓝色的查克拉光芒。一股锐利的风遁查克拉附着在武器上，奔着佐助的脖子而来。他并不想杀死对方，只是想生擒而已，因此还是手下留情了的。反观佐助这边，则是丝毫没有任何动作，像是被他的行动吓傻了，呆呆地站在原地。猿飞阿斯玛心中苦笑，果然只是个只有7岁的小鬼，居然被自己的气势吓到了，连动都不敢动。看来抓住对方后，简单吓唬一番就可以了，不必使用幻术之类的手段逼对方就范。就在他胡思乱想时，只见近在咫尺的宇智波佐助嘴角微微勾起，随后对方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速度快到肉眼难以察觉。猿飞阿斯玛大惊，这小鬼为什么会突然消失？难道是使用了影分身之术吗？就在他疑惑之际，只觉一股大力从腹部传来，随后疼痛之感传遍全身，让他痛得险些昏了过去，身体倒飞而出，撞倒了好几棵大树，才堪堪停下。这一变故令关注这里的四大家族忍者瞳孔紧缩，难以置信地看着一拳打飞猿飞阿斯玛的佐助。这怎么可能？一个年仅7岁的小鬼，即便是偷袭，也不可能伤到猿飞族长这样一个精英上忍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不成是他们中了幻术吗？只见佐助缓缓收回侧踢的右腿，随后站在原地扭了扭脖子，抻了抻腰，对着四大家族的忍者笑道：“你们还真拿我当软柿子捏了？想把我们抓了当人质，想法也太天真了吧！也不想想我们几个7岁的孩子连护卫都不带就敢出来，究竟是为什么吗？不过既然你们主动来找死，那我就陪你们玩玩。暗部忍者听令！”随着他一声大吼，刚刚还气势汹汹与四大家族忍者战斗的暗部忍者齐齐停下手，后退一步，与敌人拉开距离，认真听着佐助的命令。只听佐助命令道：“接下来的战斗由我们亲自出手，你能靠远一点，守好周围的必经之路，不要让他们逃走。”暗部忍者听到命令后，立刻行动起来。现场再也见不到任何暗部忍者的身影，但众人知道他们就躲在周围的森林中，只要己方忍者敢落单，一定会遭到对方的偷袭。下完命令后，佐助晃了晃脖子，对宁次3人说道：“我要下场跟他们玩玩。你们要不要一起来？”宁次闻言，直接伸出食指指向了地路，说道：“那个人是我的对手，你们不要插手我们的战斗。”佐助撇了撇嘴说道：“直接挑走实力最强的，你可真是脸皮厚。既然如此，那个第2强的猿飞阿斯玛就交给我了，剩下的小李和牙，你们随便选吧。”犬种牙摸着下巴，还在认真思考究竟要选谁当对手。只见小李嗷的一声吼道：“这还选什么选？剩下的我全都要！”说完，他不理会其他人，一个箭步冲了上去，直奔人群。直到他都跟四大家族的人交起手来，犬种牙才稍稍回过神，满脸愤怒吼道：“你全都要个屁呀！给小爷我留几个呀！”说完，他也冲到人群中，开始了无双割草。双方战斗一触即发，鸣人则是用影分身和本体双重看热闹。只见影分身找了块平坦的巨石坐了上去，在办公室中的鸣人本体更是直接把可乐都搬了出来，一边吸着可乐，一边欣赏着双方的大战。经过刚才佐助出手的表现，四大家族已经再也没有了对这几个小鬼的轻视。果然龙不与蛇居，这几人能跟漩涡鸣人玩到一块去，果然都不是等闲之辈。只见佐助储物卷轴中取出了一把比他身高还要高上一些的忍刀，随后将其附着在人道上，跟猿飞阿斯玛对拼起了体术。真交起手来，猿飞阿斯玛才察觉到对方的恐怖，仅仅7岁的小鬼力量远在自己之上，交手之际他只能尽力抵挡，甚至连还击都很困难。不得不说佐助很有剑术天赋，这把忍刀只是最普通的暗部制式忍刀，却被他使用的如臂使指，剑术的精巧与华丽，即便是猿飞阿斯玛这个精英上忍都有些招架乏力。他的心中很郁闷，地路比他更郁闷。一开始的路以为这4个小鬼中实力最强的应该就是那个带队的宇智波佐助，但没想到真交起手来，他发现宁次实力竟然比佐助还要强大。只见他背后千手观音的金色虚影熠熠生辉，璀璨的光芒中，无数金色手掌飞出，或是掌推，或是劈砍，或是长拳，或是摆锤，无数精妙的拳法掌法不要钱般朝着宁次飞来。然而面对着铺天盖地的攻击，宁次则是丝毫不慌，一边施展着柔拳技巧将袭来的攻击一一弹飞，一边缓步接近着地路。
他的速度不快不慢，只相当于正常人走路的速度，但这却给地路带来的极大的压迫感。他的仙族之才并不是没有被人破解，但像宁次这样全靠肉身力量将自己的攻击弹飞，这还是第一次。随后他又想起了之前交过手的光影漩涡鸣人，这帮小鬼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个比一个恐怖？宁次不断靠近的路，后者则是不停后退，但根本无用。随着他后退的脚步加快，佐助前进的速度同样提升，最终的路保持着释放千手杀的姿势，严重的看着站在自己1米外的日向宁次。双方仅仅对视的片刻，宁次便称赞道：“你的实力果然强大。”不过到此为止了。地路脸上的表情逐渐从惊愕变得愤怒，背后的金色千手观音虚影也逐渐变红，露出了怒目金刚的形态。只见他满脸怒容，对着宁次说道：“可不要把人看扁了，小鬼！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小看前辈可是要遭报应的。”随着他话音落下，数百发红色拳头奔着宁次轰击而至，密密麻麻的拳头将宁次整个人笼罩，似乎要将他吞弄。面对着铺天盖地的攻击，宁次丝毫无惧，眼花缭乱的柔拳攻击迎着周围密布的红色铁拳对轰起来。二人就这样隔着1-2米的距离疯狂对攻，战斗的余波掀起了阵阵风浪，吹得杂草倾倒，树木摇曳。二人的战斗异常激烈，但猿飞阿斯玛等人已经无心欣赏这场战斗，因为他们即将到达崩溃的边缘。猿飞阿斯玛双手发麻，连连后退，不敢跟佐助再硬拼下去。此时他的双手都在颤抖，宇智波佐助的力量实在太强，他已经不敢继续跟对方决力。望着4大家族的忍者被小李和拳种牙打得东倒西歪，他咬了咬牙，心知不能再继续下去。只见他迈了个破绽，随后抽身后退，跟佐助拉开了一定距离，随后收起了飞燕双手，飞速结印火遁灰击烧。呼！只见一片灰蒙蒙的气体从猿飞阿斯玛口中吐出，随后将佐助笼罩起来。这是一招利用粉尘爆炸的原理进行攻击的忍术，这些灰色的粉末颗粒在遇到明火后就会剧烈的爆炸，这种爆炸的威力要远强于在目标周围发生的爆炸，甚至敌人如果将灰尘吸入肺中的话，有可能达到从内部炸毁敌人内脏的效果。见到灰击烧的灰雾将宇智波佐助彻底笼罩起来，猿飞阿斯玛心中有些迟疑，这招忍术的破坏力极大，一旦爆炸，发动目标很难幸存。他有些担忧，如果自己用这本书将对方杀死，会不会引来光影村的报复？宇智波佐助虽说只是个小鬼，但毕竟是光影村的顾问长老，要是因为这件事导致双方结仇。就在他胡思乱想时，只见被灰击烧包围的佐助嘴角微微勾起，随后双手搭在一起接了个火遁的印。这个举动吓了猿飞阿斯玛一跳，想要出声制止对方，此时已经来不及。只见佐助一发好火灭却之术施展而出，轰隆！剧烈的爆炸声响起，飞机烧所引起的灰雾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火光亮的人睁不开眼。而就在猿飞阿斯玛愣神之际，火光中一片火海奔涌而出，直奔他而来。不好！猿飞阿斯玛大惊，但他此时再躲已经来不及。在火海将他吞没的前一刻，他凝聚出自己所有的查克拉护住了全身，随后咬着牙闭上了双眼。好火灭却的火海规模十分庞大，剧烈的火焰奔涌出去数百米远才逐渐停息。4大家族的普通人们见到如此规模的忍术，被吓得瑟瑟发抖。他们在车队的后方，距离佐助等人比较远，甚至直到现在他们连具体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但看着火焰的规模，他们就知道这次家族恐怕是凶多吉少。与宁次战斗的地路也同样吃惊，这个宇智波佐助的火遁忍术着实有些恐怖。不知道阿斯玛现在怎么样了，可千万不要死啊！就在这时，站在他对面的宁次看准了机会，一发八卦空拳打来。就在地路为好友的安危担忧不已时，宁次看着时机，一发八卦空拳朝着的路胸口打来。这发空拳的威力极其恐怖，地路一时不察，被钻了空子，整个人被打得倒飞而出。被打得飞在空中的地路张嘴吐出了一大口鲜血，随后强忍着胸前剧痛，用仙族之才的千手观音在空中拨动了他的身体，开始的旋转。在旋转了10几圈后，总算卸去了大部分力气，最终被千手观音的2只手缓缓地放在了地上，大口喘气。好在他在关键时刻使出了一些卸力技巧，否则这一掌估计要把他所有的肋骨全部打断。但即便如此，他现在的身体也到达了极限，想要再跟宁次进行高强度对战已经不可能。很明显，这一战他已经输了。望着缓缓走来的日向宁次，地路大口喘着粗气，虚弱地说道：“快停下吧！光影村的长老日向宁村，你们的行为是在辜负大明大人的一片苦心。如果你们现在退去，我可以保证不会将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泄露出去，否则光影村就别再想着跟大明府进行结盟。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不仅是大明大人会无比失望，就连你们也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宁次皱了皱眉，随后撇过头看向小李和犬种牙的方向。此时他们已经将4大家族的忍者全部放倒，这些人已经被小李和犬种牙的彪悍吓破了胆。被打倒在地的人趴在地上装死不敢起身，一些被发现装死的赶紧跪下求饶，请求小李和犬种牙饶他们一命。宁次撇了撇嘴不屑道：“你说你们何必呢？我们就简单的抢个劫而已，至于闹成现在这样吗？小鬼，你倒是挺猖狂啊！老娘抢劫的时候还要给人假装治下病意思一下，你们这么明目张胆的抢是真，一点忍界的规矩都不讲了。”
宁次瞳孔紧缩，在听到有人说话的一瞬间，他便感觉到身后一股劲风袭来。根据他修炼体术的经验，这股劲风的力量着实有些恐怖，如果不进行防御，恐怕就算以他的体质也会被打伤。丝毫不敢迟疑，只见宁次身体快速的原地旋转起来，一道笼罩他全身的半圆形查克拉在他身周升起。施展出回天的宁次开启白眼观察袭击而来的身影，只见一只白嫩而又有力的拳头直直的轰在了他的回天上。轰隆一声巨响，宁次只觉一股强大而又蛮横的力量从回天上传了过来，紧接着他整个人飞了出去，在空中旋转了几圈，最终为他调整了身形，平稳的落地。落在地上后，宁次满脸凝重，刚才出手之人居然用拳头正面破解了自己的回天，这个人的实力绝对不可小觑。同一时间，一捆白色长发紧紧地缠住了佐助的身体，佐助尝试了几次想要挣脱，却发现这白色长发异常结实，试了几次发现无果后，他便放弃了挣扎，轻轻转头看向身后，在那里站着一个50岁左右的高大男人，男人的手中还抱着已经昏过去的元妃阿斯玛，正满脸严肃地看着自己。捆住自己身体的头发就是这个红衣男人的，而且这张脸佐助稍稍有些印象，好像在哪里见过。自从担任了光影村顾问长老后，佐助也不是混吃等死，对于忍界各种名人他也是查询过很多资料，因此仔细回想之下，很快就想起了对方的身份。你这张脸，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三忍之一的自来也吧？自来也很惊讶，面前这个小鬼居然认出了自己，看来自己蛤蟆仙人的名号已经到了老了妇孺皆知的地步啊！只见他大笑了一声，随后当着众人的面来了一段极其尴尬的舞蹈。至于甩头发这个步骤被他省略了，毕竟头发另一端还有一个人呢。大舞过后，他摆出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姿势，对着佐助笑道：“少年，你猜的完全没错，在下就是智慧与美貌并存，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人称蛤蟆仙人的自来也是也。”本来佐助的脸上还挂着邪魅的笑，在自来也这段尬舞跳完后，彻底愣在了原地。不仅是他在场所有人都觉得脚底下好像有32厅，众人都被雷得不轻，即便在场没几个人懂医术，也能看出来自来也的社交牛逼症已经到了晚期了。此时全场鸦雀无声，只剩下自来也尴尬的摆着造型，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本来自来也还抱着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的想法登场，结果没想到现在众人已经从尴尬中适应了过来，现在轮到他尴尬了。就在他不知怎么收场时，宁次的声音为他尴尬的表演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只听他对着纲手跟自来也嘲讽道：“真没想到堂堂的三人居然会偷袭我们这种7岁的孩子，身为忍界中数1数2的强者，你们就一点都不感觉到羞愧吗？”是纲手双手环抱在胸下，冷哼一声说道：“你们的实力可丝毫不像是7岁的孩子，更何况上过战场的两者都知道什么名号跟年龄都是虚的。只要开始了战斗，无论对方年纪有多大，职务是中忍还是下人，哪怕只是一个平民，都绝对不能轻视，否则只会要了你自己的性命。”他说话时用着一副教育的口吻，表情异常轻松，但其实他心中格外凝重，身体时刻紧绷。刚才出手时他虽然没有使上全力，但也用了7、8成力道。这个日向一族的小鬼在受了自己7、8成力道的一拳后，居然毫发无伤，这让他心中异常震惊。日向一族的最强防御忍术回天他自然知道，一开始看对方额头上缠着头巾，还以为是分家成员，闹了半天原来是宗家的人。不过这也难怪，听说最近忍界对日向一族白眼动歪心思的人越来越多，假装自己是分家成员躲避这些人的窥视也情有可原。但这个小鬼的实力也着实恐怖，回天挡住自己拳头的人，别说是现在的日向一族，就算是整个日向一族的历史上也都屈指可数。距离现在最近的可能就只有战国时期名声显赫的日向天忍了，哪怕是现在的日向一族族长日向日族也做不到用回天毫发无损地挡住自己的拳头。念及至此，他的表情开始凝重起来，想不到日向一族会出现如此强大的天才小鬼，真是令人惋惜。木叶解散后，日向一族很快就出现了这种天才，看来这一切都是天意啊。就在他感慨时，犬种牙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随后吐槽道：“我真是服了你们了，所谓的三人脸皮都是这么厚的吗？以前我以为你们都是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忍者，没想到说起话来一个比一个不要脸，把以大欺小说的这么冠冕堂皇，真不愧是3代火影的徒弟。”纲手跟自来也听到犬种牙的嘲讽后，心中的一些不悦，即便他们也很看不惯元飞日斩的所作所为，但毕竟那是自己的老师，他们自己嘲讽一下也就算了，但听到别人嘲讽自己的老师，心中自然不爽。此时自来也已经收起了尴尬的登场姿势，若无其事地转过身，对着犬种牙冷笑道：“你们可不是一群普通的小孩子，你们可是光影村的顾问长老，真正的核心高层，而且是一群敢带着精锐暗部忍者出来打劫其他忍者家族的狠角色。自从忍村时代诞生以来，你们可以算得上是最无法无天的忍村高层了。果然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的朋友性格真是跟你一模一样，漩涡鸣人。”说到这里时，自来也满脸嘲讽地看向缓缓走来的漩涡鸣人影分身，后者则是耸了耸肩说道：“跟我性格像有什么问题吗？至少我们这种性格的人不会像傻子一样被元飞日斩那种人忽悠。倒是你们2个勾搭在一起，让我挺惊讶的，这是终于脸皮厚了一回，牵手成功了吗？其实你们早就该这样了，都快50多岁，半截身子埋黄土的人了，脸皮再跟年轻人一样薄，这辈子可就白活了。”自来也和纲手闻言老脸一红，
互相指着对方对鸣人说道：“就这老家伙，老太婆，谁会跟他一起牵手？”二人说完话，惊讶地对视了一眼，随后默契地撇过头不看对方，看到鸣人嘴角狂抽。他总觉得这两个老家伙在秀恩爱，而且为啥这秀的感觉这么恶心呢？就在这时，自来也突然察觉到有些不对，转头看向佐助的方向，只见一团剧烈的火焰顺着他的头发向他蔓延了过来。我操！双手都被捆住了他怎么释放的火遁忍术？自来也大惊，迅速解开了对宇智波佐助的束缚，随后双手接应，召唤出了一只1人来高的蓝色蛤蟆。蓝色蛤蟆出场后直接双手结印，随后水遁忍术被使出来抵挡住了佐助的火遁。自来也一边用蓝色蛤蟆吐出来的水浇灭头发上的火焰，一边拍着胸脯劫后余声道：“吓死我了，还以为这下要变成秃头了呢。果然之前我没有看错，你们这帮小鬼都掌握了不需要结印就可以施展忍术的技巧吧？”佐助等人有些惊讶，没想到居然会被对方看出来，一时间全都愣在原地没有回答。自来也笑了笑说道：“真是一群怪物小鬼。”鸣人觉得扯淡扯得已经差不多了，于是面对自来也和纲手问道：“闲谈我看就到此为止吧，我们还有事要处理，就不跟你们胡扯了。你们从哪来回哪去，别耽误我们的事就行。”自来也闻言脸上表情瞬间变得严肃起来，郑重地说道：“既然你把话已经说到了这个地步，那大家也就不用再卖关子了。我跟纲手之所以出现，就是为了劝说你们停手。我知道你跟袁飞老师这些木叶高层有着很深的矛盾，但现在袁飞老师都已经死了，木叶都已经解散了，为什么还要追着4大家族不放呢？鸣人，现在你也是一个忍村的首领了，我希望你不要再像以前那么任性，做人要留一线，不要赶尽杀绝。”这回鸣人听懂了，这次来也是跟鹿丸一样，以为自己是来斩草除根的，这真是冤枉他了。他只想抢点钱就走，根本就没想过搞灭族屠杀。就在这时，他斜眼看了看身旁的佐助等人，这是个不错的机会。自来也跟纲手也是个很好的练手工具人，不如让他们帮忙训练一下佐助宁次他们。越想越有道理，佐助这帮人的实力其实已经很强了，但是缺少战斗经验，这样下去真到了战场上是会吃亏的。念及至此，鸣人说道：“多余的废话我也不想跟你们说，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我可以给4大家族的人一个活命的机会，但是我有个条件。”自来也闻言脸上表情舒缓了下来，对鸣人说道：“你还真有眼光，经过你上次提醒后，我已经改出了新版本的亲热天堂，等下我跟纲手就去光影村，到时候拿给你。”鸣人闻言嘴角抽了抽说道：“你可把你那小黄书给我收起来了吧，我说的条件不是这个，而是要让你那2个跟佐助他们4个人来一场公平的对决。”自来也先是有些疑惑，随后哈哈大笑道：“想让我们跟这几个小鬼来一场对决吗？哈哈，真有意思。我承认几位光影村的顾问长老确实是忍界难得一见的天才，但想让他们挑战我和纲手还是有些为时尚早。”佐助等人闻言脸上浮现怒容，想开口却被鸣人拦了下来，点头说道：“客观的来说，他们现在确实不是你们的对手，所以我才让他们4个人联手对抗你们2个，这样4对2他们的胜算也不算小，你们觉得怎么样呢？”自来也觉得不怎么样，即便对方4个小鬼一起上，他也不觉得能战胜自己和纲手，但这是个好机会，如果能通过一次对战让对方放弃追杀4大家族，也不失为一种办法。不过他还是仔细问道：“具体规则呢？这个要提前说清楚吧？”鸣人点了点头说道：“规则很简单，佐助他们4个跟你们2个来一场混战，如果你们赢了，我就放4大家族的人安然无恙的离开，如果你们输了，4大家族和他们所有的东西全归我们处置，你们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一听打赌，纲手啪的一拍巴掌说道：“这个赌我们打了，小鬼你可别毁约。”鸣人的影分身拍着胸脯说道：“你放心，小野，我是个遵守约定的人，绝不会背信弃义。”佐助等人闻言心中呸了一声，这家伙撒起谎来脸不红心不跳，真是够不要脸的。刚才规则中的漏洞连他们都听出来了，如果对方赢了就放4大家族的人安然无恙的离开，但没说4大家族的东西，也就是说即便纲手跟自来也赢了，也不过能救走4大家族的人，那几百车钱还是要留下来的。自来也察觉到了好像有些不对，但既然纲手都答应了对方，那他也没有毁约之理，于是他对鸣人说道：“既然如此，那这个赌约我们就接下了，不过有件事还要跟你提前说一声，忍者之间的战斗可是异常凶险的，如果你们真是普通的7岁小鬼，我自然有信心可以在战斗中收手，但你们的实力远超普通的上忍，已经到达了影级，我可没信心在战斗途中对你们收手，因此你的朋友很有可能在跟我们的战斗中被误伤甚至杀死，即便这样，你也要继续赌斗吗？”佐助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愤怒，指着自来也骂道：“你这长得跟癞蛤蟆一样的丑货，瞧不起谁呢？我可是骄傲的宇智波忍者，即便在战斗中死掉，也不会堕到我宇智波的威名。你们放心吧，就算是被你们打死的，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怪不到你们身上。”宁次、小李和犬种牙3人也是这样的想法，虽然他们年纪还小，但成为光影村顾问长老的这段时间，已经让他们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此时他们的想法已经不再是之前学校里玩闹的小鬼，而已经是真正用忍者的思维在思考问题。鸣人看着战意高昂的几人，哈哈大笑道：“你听到他们说的了吗？等下交手的时候，千万别手下留情，快点把他们全部打死，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说完他便化作一道白烟消失，
刚刚还雄心壮志的佐助三人，在听到鸣人的话后，瞬间变得一脸黑线。这家伙当着敌人的面灭自己的威风，有意思吗？心中吐槽了一阵，四人又开始激动起来。一想到等下就可以跟名传忍界的三忍交手，他们就有些激动。只可惜三忍中差了一个大蛇丸，不然今天的战斗就能更完美了。自来也跟纲手不知道这几个小鬼心中所想，否则肯定一口盐气水土这帮人一脸，也太不拿他们三忍当回事了吧。他们可是名传忍界的三忍，即便是其他大国的影见到三忍也要平辈相交，这几个小鬼真是狂妄的有些过头了。此时鸣人已经离开，自来也看了看这些小鬼们，随后对着佐助说道：等下的战斗能不能换一个地方，在这里的话恐怕会伤到很多无辜者。佐助闻言点了点头，随后六人缓步离开，朝着不远处的群山中而去。望着众人离开的背影，许久过后，四大家族的忍者们才回过神来，后背上全是冷汗。刚才发生的事真是太梦幻了，他们都已经到了边边崩溃的绝望之际，没想到从天而降两个猛男，一个猛男一个猛女救了他们，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些四大家族的忍者自然认识自来也和纲手，但刚才几人聊天的内容他们根本插不上嘴，于是只能这么傻傻的看着众人离开。直到这个时候，志村乙藏才在一辆马车下缓缓爬出，站起身后拍了拍身上的尘土，随后仔细观察起四周来。地上躺着很多忍者，但只有少数是真的死亡或者昏迷，绝大多数人只是躺在地上装死，还有一些跪在地上半天都不敢抬头的。志村乙藏见此场景怒道：你们还在这儿愣着做什么？赶快起来啊，一群废物！在确认了那几个恐怖的小鬼真的离开后，四大家族的忍者才敢从地上爬起来。随后一名水户门一族的忍者说道：乙藏大人，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志村乙藏上去直接一个大逼都扇在了这个人的脸上，骂道：还能怎么办？趁现在赶紧跑呗！快书阁！这时众人迟疑起来，被抽嘴巴的水户门一族忍者颤声说道：这有些不太好吧？刚才他们打赌的内容就是我们，要是我们这个后跑的话被他们发现。志村乙藏抡圆了，反手又给了这名忍者另外一边脸，一个大逼都骂道：他们还发现个屁！那几个小鬼怎么可能是自来也和纲手的对手？而且他们的赌斗输赢如何跟咱们有什么关系？纲手和自来也又不是咱们新木叶的人，根本没权利拿我们的命进行赌斗。水户门一族的忍者双手捂着脸说道：可那毕竟是纲手和自来也大人，将来说不定会回到我们木叶来，这个时候不理他们独自逃跑的话，会不会被他们记恨？看着对方用手将脸护得死死的，志村乙藏直接飞起一脚踢在对方的裤裆上，疼得对方趴在地上翻白眼。你这么担心他们，那你就留下来吧，剩下的人听令，跟我走。说完，他迈步从水户门一族忍者的头顶上迈过去，朝着前方的主干道狂奔。他知道这个方向肯定会有暗部忍者堵路，但那只是少数人而已，凭着他们四大家族忍者的数量优势，肯定能够冲过去。就在他刚往前跑出没有几步，突然天空中惊雷作响，四大家族的忍者惊骇地看着一道天雷从天而降，劈在了志村乙藏身上。啊！志村乙藏被这道惊雷劈的一声惨叫，随后雷光暗淡下来，志村乙藏身体被烧焦成了黑炭，彻底失去了生机，躺在地上。随后漆黑一片的尸体彻底粉碎成为飞灰，滋润了这片大地。见到对方死亡的惨状，四大家族的忍者一起打了个冷战，随后规规矩矩地站在原地，一动都不敢动。看着不敢有歪心思的四大家族忍者，鸣人坐在光影办公室中点了点头，这样才对嘛，战俘就要有战俘的觉悟，成天想着逃跑算什么好战士？随后他对着水晶球大手一挥，将镜头调整到了佐助几人的身上，他对这几人的战斗十分感兴趣，不知道这场战斗究竟是谁输谁赢。佐助和自来也等人来到了一条宽阔的山谷内，佐助看了看周围的场景，满意的点了点头，在这里施展忍术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山崩，可谓是进行战斗的绝佳地带。自来也和纲手则是撇了撇嘴，这几个小鬼也太爱作死了，居然挑在这么个地方，在这里使用忍术一不小心就会把整个山谷给埋掉，这是真要跟他们同归于尽的节奏啊！到达山谷底部后，双方分立两旁彼此对视，准备好后，佐助觉得应该先嘴炮几句，然后再战斗。听鸣人说这叫先礼后兵，他也想学习一下，但他刚刚张开嘴，还莫等声音出来，只见身旁的小李嗷的一声喊了出来，然后对着纲手大吼道：你好，我的名字叫做李洛克，梦想是向所有人证明努力也是可以超越天才的，因此我要向你挑战三忍之一的纲手前辈，请您接受我的挑战。说完，他嗖的一声一拳奔着纲手打来。早就听说纲手是三忍中体术最强的，小李早就想领教一下对方的体术。众人被小李的举动吓了一大跳，这家伙平时老实巴交的，怎么今天第一个就冲上去了？纲手更是被吓了一跳，怎么这个粗眉毛的小鬼突然就盯上自己了？不过他反应极快，伸出左手便准备挡住小李攻过来的拳头，谁知小李突然变招，突然停住了右手挥拳的动作，一脚朝纲手腹部踹来。纲手直接一个侧身躲避，随后跟小李展开了健身的体术对抗。其他几人看着一言不合就开打的纲手跟小李都有些茫然。佐助跟宁次对视了一眼，然后用眼神确认了对方想法。宁次直奔小李的方向，准备与对方联手对付纲手。佐助则是看了看身旁有些挠着后脑勺的犬种牙，满脸无奈。要带着这个蠢货一起对付三忍之一的自来也，
看起来难度不小啊。这时纲手跟小李的战斗已经步入正轨，只见纲手一拳奔着小李的左脸打来，这一拳速度并不是很快，但裹挟的力量却让小李头皮发麻。仅仅只是皮肤传来的刺痛感，便告诉了小李，这一拳绝对不能挨上，否则非死即伤。见纲手的拳头离自己越来越近，小李一咬牙，同样挥起拳头，准备跟对方来个对拳。只见他凝聚全身的气，对着纲手轰来的拳头反手打了上去，两拳相撞，发出一声爆响，空气都似乎炸裂了一般，丝丝电火花从两人的拳头上隐隐浮现。双拳紧紧僵持了片刻，小李便被一拳轰飞了出去。纲手的力量本就比小李强上不少，再加上对方是蓄力出手，小李仓促迎战，结果可想而知。被轰飞的小李撞碎了山谷的崖壁，轰隆一声巨响，整齐的崖壁裂开了一道大口子，小李半截身子被镶在了崖壁中。见到这个浓眉小鬼被镶到的墙壁中，纲手眼前一亮，只见他一个瞬身来到小李面前，举拳便要捶下。小李见状大惊，立刻使出全力想要将半截身体从崖壁中拽出来，站在崖壁中的碎石仿佛泥潭一般，根本不给他着力点，使了半天劲也根本拽不出来。正在他心生绝望时，宁次瞬间便来到了纲手身旁，随后手掌上汇集强烈的查克拉，朝着纲手的肩膀拍来。此时宁次的查克拉可是混合着气的，要是被这一掌击中，可不仅仅是受内伤那么简单，估计连纲手这只手臂都要被拍骨折。纲手也是个作战经验极其丰富的老忍者，瞬间便察觉到了宁次这一掌的与众不同，连忙收招躲避。获得了喘息之机的小李使用悟空术定住身形，随后一把将身体从崖壁缝隙的碎石中抽了出来，说道：“多谢了，宁次，刚才你要是没及时赶到，我可就惨了。”宁次冷哼了一声道：“你这家伙真是够冒失的，下次别自己一个人胡乱冲上来了。”小李尴尬的笑了笑，说道：“下次一定。”宁次没有闲心跟小李废话，再次将注意力全部放到了纲手的身上。此时的纲手已经再次攻了上来，宁次摆出柔拳架势正面迎战。纲手一步跃向空中，一个痛天脚朝宁次的头顶劈落，这一脚威力十分巨大。宁次赶紧收起柔拳的架势，朝旁边跳开。他的动作有些滑稽，刚刚摆出架势像是要正面迎战，结果对方出招了，他赶紧收招往旁边跳开，看起来要多搞笑有多搞笑。轰隆！宁次的动作搞笑，纲手的攻击可一点都不搞笑。地面如蛛网般开裂，整个山谷都震动了下，山顶的碎石不断滑落，裂缝也顺着崖壁不断朝上蔓延。正在跟佐助拳种牙进行体术试探的自来也无奈地叹了口气，他就知道以纲手的性格根本不知道收力，这么打下去用不了多久山谷就要崩塌了。此时的纲手可没心情管山谷崩塌不崩塌，与宁次小李的战斗让他热血沸腾，这两个小鬼的体术强大到让不怎么爱称赞人的他都赞叹不已的地步。那个日向一族的小鬼自不必说，依靠着强大的体质跟日向一族传承了千年的柔拳，能在近身体术上与自己缠斗，他都可以勉强理解。但最令他不可思议的是，那个粗眉毛的热血小鬼居然也能够正面抵挡下他的攻击，这就让他有些难以理解了。纲手可以察觉到对方使用的并非怪力技巧，但好像也不是纯粹的身体素质，而像是另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附着在他身体上一样。这种感觉异常奇怪，难道对方还拥有除了查克拉体系外的其他修炼体系吗？仔细一想，确实有这种可能。听自来也说起过漩涡鸣人的查克拉就很古怪，外表看起来像是查克拉，但用感知忍术却又丝毫察觉不到。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两个小鬼使用的也是类似的修炼体系，真是令人吃惊。其他修炼体系居然也能做到这个地步吗？之前他一直以为忍界中能打的修炼体系只有查克拉，其他像巫女或者僧侣之类的修炼体系虽说也有可取之处，但战斗力上绝对比不上忍者的查克拉。但今天看起来确实是他有些孤陋寡闻了，居然还有其他能量体系能跟查克拉正面对抗，真是有趣的力量。越想他出手越没轻没重，打得越上头。而宁次跟小李也都找到了心流时的那种感觉，双方你来我往，拳脚相交不断。纲手一拳是大力沉无往不利，宁次见招拆招，防守之余迅猛的反击，让纲手也不得不小心谨慎。小李的腿法越来越熟练，踢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准，越来越强。只可惜他今年才8岁，那双小短腿抡起来威力比上成年人的大长腿可能要逊色不少，不然他的力量还能更强几分。这边纲手、宁次、小李三人打得如火如荼，自来也那边也已经度过了试探阶段，进入到了白热化。只见两只小蛤蟆站在自来也的肩膀上，智麻仙人吐槽道：“怎么又把我们叫出来了？而且这次又是对付小鬼，自来也你究竟要我们陪你对付多少次小鬼啊？”自来也不好意思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谁让这些小鬼的实力都这么强呢？要不是实在打不过，我也不至于惊动两位出手。”这时身作仙人打圆场道：“孩子他妈，你就别数落小自来也了。凭他的实力，如果是一般的小鬼，根本用不上召唤我们，想必对手一定十分强大吧？”自来也凝重的点了点头，随后看着面前开启了三勾玉血轮眼满脸冷漠的佐助，还有双手拿着利爪形状武器的犬种一族小鬼，这两人的实力都非常强大，尤其是宇智波一族的那个叫宇智波佐助的小鬼，无论是体术、忍术还是幻术，佐助都已经修炼到了极其高深的地步，
这种实力放眼整个三勾玉写轮眼的宇智波中都无人能及。鸣人透过水晶球看着佐助现在的实力，满意的点了点头。他对于宇智波一族的实力有一个独特的标准，那就是同层次下的战斗力。所谓的同层次指的就是大家都处于三勾玉或者万花筒时单挑的战斗力如何。比如说同样是万花筒写轮眼，佐助万花筒时期是绝对没有宇智波鼬万花筒时期强的。原著中佐助开启万花筒后自信满满的去抓捕八尾人助力，结果却被奇拉比差点剁成肉酱。当时要不是香菱他们在场的话，就佐助这两下子连跑都跑不掉。而宇智波鼬在同样的万花筒时期是什么实力呢？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对比，四战时复活的宇智波鼬同样是对上了奇拉比，同样是使用体术对战的情况下，宇智波鼬将奇拉比的所有攻击全防出去了。要知道那时可是宇智波鼬绘图转生的状态，奇拉比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留守，被控制的宇智波鼬也没有必要留守。双方在正面对抗中，宇智波鼬赤手空拳挡住了能把佐助砍成肉酱的攻击。这还不是最恐怖的，宇智波鼬甚至还单纯用体术挡住了当时漩涡鸣人。要知道当时的鸣人速度可是不在雷影之下，而面对雷影的速度，佐助只能使用天照之火套自己身上，这种笨办法防御，可见二人的实力差距有多大。毫不夸张地说，两个人如果处于同样的万花筒写轮眼状态，宇智波鼬想要打败宇智波佐助，可能只用体术就够了。对视片刻后，自来也对肩膀上的两位仙人说道：“身作老大，智麻大姐头。接下来我要进入仙人模式，请协助我。”两位仙人没有犹豫，双手合十，将周围的自然能量往自己的体内吸收，随后转化为精纯的仙术查克拉，输送到自来也体内。观战的鸣人细细地观察着仙人模式的运转方法，之前他就自己一个人胡乱研究过，但没什么进展。这回他可以通过自来也这个样本，好好观察一下自然能量究竟是什么东西了。虽说自来也这个家伙只会劣质版的仙人模式，但也算是。我操！鸣人惊呆了。只见自来也将仙术查克拉吸收进体内后，没有像之前一样脸上长出癞蛤蟆一样的疙瘩，反而皮肤变得紧致起来，颜值居然有着上升的趋势。同时他的眼角浮现了橘色的眼影，再次睁开眼睛时，孔中的两道横向蛤蟆瞳孔格外显眼。鸣人张大着嘴巴，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口中喃喃道：“这自来也是吃了西地内飞吗？怎么变得如此生猛？完美仙人模式都干出来了。”此时自来也开启的自然就是完美的仙人模式。之前开启仙人模式时，蛤蟆的特征完全消失，甚至连颜值都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鸣人都不禁怀疑是不是换演员了。开启了完美仙人模式的自来也嘴角勾起，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握了握拳，感觉身上充满了力量。3年前面对暴走的鸣人狼狈逃跑后，他可不是没心没肺的继续忍界乱跑，而是在妙木山中潜心修行了一段时间，将自己没完成的仙人模式彻底补全。但修行的结果并不算顺利，而且他在忍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因此修炼一段时间便回忍界一趟，断断续续的，总算是在几个月之前完成了完美仙人模式的修行。瞪着三勾玉写轮眼的佐助严肃地看着变身完成的自来也，他感受不到什么自然能量，但能感受到自来也体内突然暴涨的查克拉。对方的查克拉量有了明显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发生了变化，对方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时犬种牙来到佐助身边，小声提醒道：“佐助小心一些。”对方的气息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明显气势更强了，但给我的感觉却更加温和，这是一种很怪的感觉，你千万要小心。观看直播的鸣人吃了一惊，这犬种牙的狗鼻子这么灵吗？犬种牙能感觉出来自来也的实力增强在他的意料之中，但这小子居然能察觉到自来也气息变得温和，这小子莫非也有修行仙术的潜质？被犬种牙提醒的佐助冷哼了一声说道：“用不着你提醒，这家伙一切的变化都逃不过我这双眼睛。”这傲慢的态度让犬种牙十分不爽，他紧紧握着手中的钢爪，把手恼火道：“你这是什么态度？你态度能不能好一点？快叔哥，我好心好意提醒你不说谢谢也就算了，居然还这个态度回答我，你这家伙真让人不爽。”佐助冷哼一声没有回话。这时不远处的自来也对二人笑道：“同伴之间可是不能吵架的，这样只会给敌人可乘之机，让己方陷入危险的境地。”佐助闻言脸色微怒，这倚老卖老的老混蛋居然还教育上自己了，真是个厚脸皮的老家伙。只见他将右手的忍刀高高的指向天空，随后雷顿查克拉附着在忍刀上，发出蓝色的光芒，噼啪作响。随着他的忍刀指向天空，天上瞬间乌云密布，山谷中空气突然变得阴沉，光线变得昏暗，一股山雨欲来之感萦绕着每个人的心间，就连犬种牙额头上都冒出冷汗，口中喃喃道：“佐助，你这家伙来真的啊！”叙事完毕后，佐助对着自来也说道：“刚才教育晚辈的口气让我听得很不爽，如果你真有实力，那就在实战中拿出来让我瞧瞧吧，让我看看你要如何挡住这一招。”话音一落，忍刀自半空挥落，指向自来也的方向。自来也、深作跟智麻三人凝重的抬头看去，只见天空的乌云突然裂开一道缝隙，一只体型足有100米的巨大麒麟虚影拨开乌云探出头来。这麒麟全身散发着蓝色的光芒，眼中充满着威严与霸气，恐怖的查克拉令自来也三人眉头直皱。他们无法理解一个7、8岁的小鬼为什么会拥有如此恐怖的查克拉量。
要知道一个忍者的查克拉想要增长是要经过时间积累的，即便是天生查克拉量庞大的忍者，在小的时候也不可能积如此庞大的查克拉。这个叫宇智波佐助的小鬼究竟是什么怪物？天空中的麒麟可没管自来也的想法，拨开云层后，他一眼便察觉到了自己的目标，随后张开血盆大口，挥舞着利爪，朝着自来也的方向扑咬而来。几人战斗的地方处于两座山夹缝中的山谷，麒麟之术根本没管狭窄的山谷能不能容得下自己的身体，一头扎了下去。轰隆！巨大的身形强行撞开拦在面前的狭窄山谷，麒麟的身影裹挟着岩石碎块，如煌煌天威般从自来也头顶压下。如果是之前的自来也面对如此威力，只能全力逃走，但现在的他可是开启了完美仙人模式，实力暴涨之下，也有了直面这招的勇气。超大玉螺旋丸！只见他右手一抬螺旋丸瞬间出现在他的手上，随后蓝色的螺旋丸越来越大，最终长成了直径50多米的巨大螺旋丸。自来也拖着螺旋丸朝着麒麟的方向摁了过去，双方距离越来越近，最终二者相撞，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麒麟与螺旋丸同时爆炸，剧烈的震动将附近区域的山谷炸得彻底崩塌，巨石不断滚落，烟尘四起。等爆炸声再次平静时，整个山谷被炸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坑洞上方灰尘浓雾遮蔽了所有人的视线。自来也在爆炸产生的巨大烟尘中紧紧闭着双眼，刚才的爆炸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只是衣服有些弄脏了而已。双眼紧闭的他依靠仙人模式的感知力搜索着佐助的位置，片刻后他双眼一亮，朝着一个方向快速奔去。自来也十分清楚宇智波忍者的弱点，因此想要依靠浓雾对血轮眼的限制对佐助发起偷袭。就在他信心满满朝着佐助的方向而去时，突然一股危机感传来，自来也没有多想，遵循着本能朝旁边一躲，一道银色光芒从他身边划过，没有造成任何伤害。银色光芒见偷袭失败后并没有恋战，转身再次消失在了浓雾之中。自来也大惊，刚才对方的行动居然躲过了自己完美仙人模式的感知，如果不是对方靠近，他根本没有察觉到对方的行踪。这时他想起之前拿着钩爪武器的那个犬种一族小鬼，那个小鬼的气息十分古怪，刚才在试探交手的时候，他就发现对方的感知能力很强大。本来还想用仙人模式的感知能力打对方一个出其不意，没想到对方有一个感知能力丝毫不在自己之下的人，看来偷袭计划是要落空了。不仅如此，现在他还要防着对方的偷袭，避免被这小鬼隐藏气息靠近偷袭自己。自来也和两位蛤蟆仙人站在原地，仔细感知周围的状况，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被他们所察觉，随后分析是否是敌人所为。浓雾之中一片肃杀，就在这时，智麻仙人突然大吼一声道：“小自来也，在你的脚下！”自来也赶紧低头看去，只见脚下的泥土突然松动，紧接着一道钩爪从地底直刺而出，奔着他的胯下而来。我擦！你这阴险的小鬼！自来也被吓得亡魂大冒，赶紧一个后跳，避开了对方这致命的偷袭。这一击要是被对方打中自来也以后，就不用去偷窥女澡堂了。偷窥不了，没这个能力知道吗？镇定下来后，自然也有些恼怒，这小鬼太不讲武德了，该好好教训一下。自来也一抬右手螺旋丸瞬间出现，紧接着向前一步，直奔犬种牙的肚子上按来。自来也明白了，这些小鬼一个比一个皮厚，螺旋丸的攻击力虽然强大，但绝对要不了这些家伙的命，因此他根本没有留手全力出击。处于仙人模式状态下的自来也速度极快，犬种牙在反应过来时已经根本来不及躲避，无奈之下只好将双手的钩爪交叉的挡在螺旋丸前方，试图正面挡下螺旋丸。嗡！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响起，犬种牙的利爪根本无法阻挡螺旋丸的威力，一点一点被螺旋丸消耗，眼看就要被彻底打断。犬种牙心中大惊，自己最擅长的就是体术没有了武器，战力会损失大半。随后他又心下一沉，区区武器而已，没了就没了，大不了自己用苦无手里剑进行消耗。打定主意后，他立刻引爆了附着在钩爪上的气和查克拉，两种能量在失去控制后狂暴的肆虐，再加上自来也的螺旋丸引爆，瞬间发生了剧烈的爆炸。轰隆！爆炸声再次响起，这次的爆炸虽然威力没有上回的足，但冲击力可一点都不小。自来也和犬种牙被爆炸的冲击力弹飞，朝着两个方向而去，这冲击力同时也冲散了战场中心的浓雾，整个战场瞬间变得清明起来。脱离了爆炸范围后，自来也刚刚喘过一口气，突然察觉到身后传来查克拉的波动，回头一看，佐助挥舞着雷霆忍刀一刀斩击，势如破竹的朝着他后背袭来。自来也看着朝着他后背袭来的雷霆斩击十分无奈，现在他可腾不出手来抵挡后背的攻击。就在他准备跳开时，身作智马两位仙人双手结印，随后张开嘴发出一阵声波。仙术蛙鸣，声波正好撞到佐助的雷霆斩击上，随后雷霆被声波打得偏离了轨道，在自来也面前拐了个弯，飞向了远方。见状，自来也没有丝毫犹豫，双手结印，便准备施术对佐助进行反击。就在这时，犬种牙手握苦无，朝着他后背刺来。无奈之下，自来也只好停止施法，躲避对方的攻击。犬种牙跟佐助的配合非常默契，一个近战牵制搞偷袭，另一个在远处使用大规模忍术输出。这个刺客跟法师的组合打得自来也这个上单半肉非常难受。自来也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于是虚晃了一招，朝着远处跑去，似乎是要逃走。佐助和犬种牙见对方要跑哪里肯让，立刻迈步追了上去。
这时佐助也不装了，直接使用悟空术在空中进行追击，牙更是直接钻入了地下，使用土中前行之术渐渐靠近自来也。逃跑中的自来也抽空回头看了一眼，随后就发现了飞在空中的佐助。这个小鬼居然会飞行，这是他没想到的。不过佐助似乎对自来也存在些许忌惮，明明可以很快追上，却死死地掉在身后，这给了自来也喘息之机。只见自来也逃到了刚才爆炸震得塌了一半的山脚下，随后一脚踩在崎岖不平的山壁上，朝山顶跑去。这时犬种牙也用土中前行之术潜入了山体中，就在他朝山顶前行时，突然察觉到一股危险之感来袭。山体的震动声传来，犬种牙暗叫一声不好，转身便要逃走。就在这时，强烈的冲击力袭来，山体被震得开裂，他被强行挤出了山体。被逼出来的犬种牙从高空降落，眼看就要落在地上。就在即将接触地面时，他施展出了悟空术，在半空拐了个 U 型弯，漂浮在空中。刚刚施展完土遁地洞合之术的自来也凝重地看着漂浮在空中的犬种牙，他想的果然没错，这些小鬼都掌握着飞行忍术，这应该是漩涡鸣人发明的，真是个大方的小鬼，连这种忍术都可以随意传授。只见他站在崩塌了一半的荒山上，居高临下的朝着佐助和犬种牙称赞道：“你们的实力确实很强大，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话音一落，只见这把也跟两位蛤蟆仙人同时双手结印，最后三人同时从口中吐出忍术。仙法五右卫门，金黄色的燃油被吐了出来，随后自来也能火遁将其点燃，形成一片流动的火海，最终被风洞强化，一片火焰浪潮自半空带路而下。在佐助和犬种牙的视线中，火焰的海洋覆盖了整个天空，仿佛吞噬的整个世界，炙热之感，即便是处于热流下方的他们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二人震惊无比，这种忍术的威力甚至比刚才佐助施展的麒麟还要强上好几倍，而且忍术的范围极广，想要避开十分困难。犬种牙并不担心这招忍术对自己造成伤害，毕竟他会土中前行之术，可以躲到地底深处规避这种攻击。于是他转头看向佐助询问道：“佐助，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逃脱？”佐助看着倾泻而下的火海，咬了咬牙，如果要逃脱的话，他自然是有办法，但这次他要正面击溃对方的忍术，并不打算躲避。于是他对犬种牙冷声说道：“管好你自己就行了，我的事不用你管。”犬种牙冷哼了一声，这个家伙的态度真是狂妄，既然如此，自己就不用热脸贴对方冷屁股，对方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只见他一转身，如同跳到池水中一般，一个猛子扎进了泥土中，消失不见。犬种牙离开后，佐助深吸一口气，随后收起了手中的忍刀，扎起了马步。只见他双手手腕处紧紧贴合，摆出了一朵莲花的形状，随后将双手收回腰腹处，开始聚气。嗡！蓝色的能量从他双手掌心中缓缓亮起，刺眼的光芒在这片被火海包围的世界中异常醒目。这个招数他在鸣人那里学会后，还没有用于实战过，不过看对方演示时使出来的威力，他觉得自己用出来一定不会比对方差。蓝色能量凝聚到巅峰时，佐助眸光大亮，随后拼尽全力将蓝色能量推向火海最中心，口中大吼道：“龟派气功！”看直播的鸣人一拍桌子怒道：“佐助这个家伙为什么听不懂人话呢？都跟他说了多少遍了，这4个字要分开来念，应该叫龟派气功，他怎么就是听不懂呢？”佐助的龟派气功接触红色火海的一瞬间，便如同热刀切黄油般击穿了火海，漫天的红色光芒中被打出了一条蓝色通道。佐助见生路出现，丝毫没有犹豫，直接朝着火海缺口的方向一头钻了出去。飞出来的时候，他异常警惕，全身处于紧绷状态，随时等待着自来也的偷袭。在他想来，自己卖了这么大一个破绽，自来也这种忍界知名的强者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对自己进行攻击。但令他没想到的是，直到他彻底摆脱五右卫门的攻击，自来也的偷袭都没有出现，这让他十分疑惑。飞在半空中的他四处张望，寻找自来也的身影，不过找了半天都没有对方的踪迹，不知道躲到了哪里去。就在他警惕张望时，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惨叫。佐助循声望去，只见犬种牙被自来也的螺旋丸打中了后背，趴在一个直径只有7、8米的坑洞，昏迷了过去。只是大略扫了一眼，佐助便猜出了事情的经过，肯定是犬种牙这家伙从地里探头张望情况时不小心被自来也逮到。随后在心中暗骂了一声蠢货，拥有那么强的感知能力，居然不先查看一下情况再从地里钻出来，真是蠢的可以。打晕了犬种牙后，自来也长长的松了口气，1打2的情况下他还真是有些吃力，不过现在造成了对方减员1人，接下来的战斗就好打多了。弯腰抓起了犬种牙的衣服，随后使尽全力将他扔得远离了战场。自来也估计凭对方的身体素质，这一下肯定撞不出问题来。等对方脱离了视线后，自来也转头对佐助说道：“还是不打算投降吗？刚才你们2个人都不是我的对手，现在只剩下你自己，失败是已经注定的结局。”佐助闻言不屑地冷笑一声道：“要投降的人应该是你才对，刚才有那个累赘的牵制，让我不好使出全力，现在没有了，拖油瓶你可是要面对全胜的我。”自来也呵呵一笑，这家伙真是跟大蛇丸一样嘴硬，不过这也是天才的通病，他表示理解。就在这时，天空一声巨响传来，蓝色的光芒在空中爆炸，巨大的能量倾泻而下，天空的云层被活动彻底搅散，风浪自空中降落到地面上，惊得自来也睁大了眼睛。他难以置信地抬头看向天空，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是刚才那个叫佐助的小鬼打向空中的忍术。那招忍术明明飞向了高空中不见踪影，间隔那么远，爆炸后居然还能有如此大的威力，要是打在地上，恐怕1/10的火之国都要遭殃。自来也背着佐助凝重道：“你叫宇智波佐助对吧？刚才那种忍术也是漩涡鸣人教给你的吗？”佐助冷哼一声道：“是又怎么样？那招忍术从今以后你千万不要再使用，这么恐怖的威力施展出来一定会伤及无辜，即便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千万不要使用，这样会让无数无辜者被这招忍术波及，从而丢掉性命。”自来也严肃的警告，但佐助却只好没有在意。这老家伙都这时候了，还对自己摆前辈架子，真不知道他在装些什么。自己的忍术自己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轮得到这家伙指手画脚吗？只听他冷哼一声不屑道：“你这家伙就不用在我面前倚老卖老摆前辈架子了。这要是以前木叶还在的时候，我说不定还会拿你的话当回事。现在你不过是忍界一个流浪忍者，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我自己的忍术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轮得着你来管吗？你这个长得跟癞蛤蟆一样的恶心家伙，看起来就让人不爽，长得这么丑还有脸来教训我，真是不要脸！”刚才还装出一副前辈高冷模样的自来也瞬间破了防，他指着佐助额头上青筋暴起怒道：“可恶的混蛋小鬼，你别以为长得人模狗样就随便瞧不起前辈，本仙人可是智慧与相貌并存的蛤蟆仙人自来也，你这小鬼居然说本仙人长得丑，真是可恶的臭小鬼！”自来也被气得鼻子都快歪了，这要是以前他那种不完美的仙人模式，脸上有着明显蛤蟆的特征，被对方骂长得丑也就算了，现在的他可是掌握着完美的仙人模式，甚至这仙人模式给他的颜值都加了不少分，这种情况下还被对方骂长得丑，这让他怎么忍？这小鬼以为自己长得好看了点就能随便骂别人丑吗？今天不好好教育一下这个没礼貌的小鬼，他自来也3个字倒过来写。听到自来也和佐助提到了颜值问题，鸣人在办公室中摸着下巴仔细思考起来。客观来说，鸣人也觉得佐助说的有道理，自来也的仙人模式虽然把鸣人惊艳到了，但对方的颜值基数就没达到及格线，就算仙人模式有了加成长的也没强到哪儿去。如果说人类的颜值有一个及格线是70分的话，自来也平时的颜值顶多也就是50-60分左右，比正常人都要差上很多。而佐助则是妥妥的95至98分的高颜值水平，这还是在他没有长成型的时候，要是再长大一些，常开一些，妥妥的满分帅哥。想到这里，石鸣人一伸手，虚空中凭空出现一面水遁做的镜子，看着镜子中倒映出来的身影，满意的点了点头。自己这颜值妥妥的200分以上，佐助这辈子看来是赶不上了。让我们把视线再调回佐助与自来也的战斗，没有了犬种牙的牵制，佐助独自一人跟自来也战斗非常艰难。不得不说，自来也虽然长得欠考虑了些，但这实力是货真价实的强。佐助每一刀挥砍都会被自来也精彩的体术完美避开，而自来也的攻击则是一次又一次精准的击中佐助。二人在体术对决中，自来也占尽上风，有好几次都差点直接把佐助以及 KO。开启了仙人模式的自来也宛如打了鸡血般，无论是体术还是忍术都将佐助死死压制住，打得佐助节节败退。现在佐助的实力可以称得上是妥妥的影级，虽然达不到3代雷影或者3代土影那种巅峰影级的程度，但跟角都大蛇丸之流打个5-5开也是没什么问题的。之所以跟自来也的战斗如此艰难，问题不是出在他的身上，而是自来也此时已经完全脱离了影级强者的范畴，达到了超影的层次。现在的他如果再跟掌门战斗一场，即便是没有情报的情况下，也有把握正面击败对方，而且是在掌门的本体双脚恢复可以使出全部实力的情况下。只见佐助抽身后退，与自来也拉开距离，腹部一条不浅的伤口正在往外鼓鼓冒着鲜血，这是刚才他在跟自来也交手时被身作仙人用风遁忍术偷袭所致。看着不断往外冒血的伤口，佐助一咬牙，肌肉发力，鲜血被肌肉的蛮力强行止住，但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如果不能快速击败自来也，他的伤口迟早再次崩开。只见他大口喘着粗气，眼神中全是不甘。此时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跟自来也存在着巨大的实力差距，这种差距是全方面的，无论是体术还是忍术，即便是自己施展的幻术都会被那2个小蛤蟆迅速解开。他也尝试过先攻击那2个小蛤蟆打破僵局，但那2个小蛤蟆的实力也不简单，他几次偷袭都被对方轻松躲过，好像后背都长着眼睛一样。难道说自己这一战要输吗？可恶，他不想输。他是忍界最强的忍者家族宇智波一族族长之子，在宇智波鼬这个兄长已经明确不可能继承族长之位的情况下，他继承族长之位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不仅如此，他还是光影村的顾问长老，以他的骄傲绝不允许自己败在这里。强烈的意志瞬间激发了他体内的气息暴涨间，汽油融入到了他的查克拉中，瞬间充斥着他的全身，在体内不断乱窜。一股诡异的查克拉在他脑海中缓缓浮现，仅仅片刻，这股查克拉便如同火焰吞噬汽油般疯狂蔓延，最终冲击到他的双眼之中。啊！佐助痛苦地捂住自己的血轮眼，一股火热的胀痛感在他眼眶中升腾，仿佛要将他的双眼燃烧。自来也停止了进攻的动作，警惕地看着佐助，这是怎么回事？这小鬼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痛苦？而在办公室中看直播的鸣人惊讶地瞪大了双眼，我勒个去，这佐助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感觉难道是要开启万花筒写轮眼吗？这也没死爹没死妈的，好好的，为什么突然开眼了？随后他闭上双眼，仔细的探查佐助查克拉的状态。片刻后，他再次睁开双眼，眼中全是惊叹。真没想到查克拉与气融合居然还能达到如此效果，看来质量更高的能量对于低质量能量确实有加成作用。气的质量不知要比查克拉高上多少倍，再加上宇智波一族特殊的体质情绪激动下，强行开启万花筒也不算是多稀奇的事。伴随着疼痛逐渐褪去，佐助缓缓地睁开了双眼。此时他的眼眶中已经不是三勾玉，而是一双六芒星标志的万花筒写轮眼。同时他体内的查克拉发生了质的变化，万花筒写轮眼不过是宇智波一族展现在外的身体特征，开启万花筒最根本的变化其实是使用着查克拉的质变。这也就是为什么万花筒写轮眼的拥有者即便眼睛缺失，或者像宇智波斑那样完全没有眼睛的情况下，都可以开启须佐能乎。他们的双眼只是被查克拉改造的，发生了质变，展现在外面的双眼只是他们血迹献祭的一部分而已。自来也惊骇地看着佐助的双眼，难道说这就是传说中的万花筒写轮眼吗？这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不愧是宇智波一族的终极血迹。此时佐助也觉察到了自己查克拉的变化，他将忍刀握在手中，借着刀身反射的影像看到了自己的双眼。在经过短暂的震惊后，他的嘴角微微勾起，紧接着不断上扬，最终张狂地大笑起来。这就是万花筒写轮眼，这就是他宇智波一族的终极力量。此时他感觉自己仿佛将世界握在手中一般，无论是面对任何敌人，他都有碾碎对方的信心。他笑得越发张狂，越发肆意，越发不在乎世人的眼光。就在他狂妄大笑时，鸣人的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骂道：“你大笑个屁啊！看你那副小人得志的模样，真是白瞎了！你长这么一张脸，要不是老子的水晶球不带截图功能，肯定把你照片拍下来做成表情包发到网上，高低让你火一把。”刚刚还得意狂妄大笑的佐助瞬间哑火了，最后恼羞成怒，在心中对鸣人大吼道：“你这家伙别嚣张，等我解决了自来也这家伙，回头就去收拾你！”鸣人有些微愣，这佐助真是个记吃不记打的二愣子，刚开启万花筒就以为能挑战老子的权威了。既然这家伙找死，那自己就成全他，无论这场跟自来也的战斗是输还是赢，回来这顿打他是挨定了。而与此同时，佐助那肆意释放的查克拉也引起了纲手等人的关注。纲手与宁次小李拉开距离，表情凝重地感受着佐助开启万花筒和阴冷的查克拉。这种阴冷的查克拉给他的感觉非常不好，所以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万花筒写轮眼的拥有者，但却本能的十分厌恶这种查克拉给人的感觉。自来也那边的战斗看起来很焦灼，之前那一轮又一轮忍术轰击的声音，他在山的另一头可是感受得清清楚楚。那边看起来已经打出了真火，既然如此，自己这边也要稍微认真起来了。此时宁次和小李互相对视了一眼，心下了然。身为光影村长老的他们自然知道万花筒写轮眼的事，他们对于佐助开启万花筒虽说震惊，却并不意外。在他们看来，以佐助的天赋开启万花筒是早晚的事，只不过没想到会这么早而已。就在此时，在他们对面的纲手额头上的菱形标志突然发生了变化，紧接着菱形标志蔓延开来，覆盖了纲手整张脸，形成了一个诡异的纹路。阴风印解，轰隆！随着纲手解开阴风印，海量的查克拉从他体内喷涌而出，将他整个人的笼罩在其中。他对着满脸凝重的宁次跟小李笑道：“真没想到会被你们这两个小鬼逼得我解开封印，不过忍者游戏就到此为止吧。接下来我会让你们看看三人真正的力量。”宁次和小李对视了一眼，随后更加小心的应对。这边的事情暂且不提，自来也此时额头上可是布满了冷汗。佐助此时给他的压力异常强大，但是对方查克拉的质量上就不比自己的仙术查克拉弱。而且他还听说万花筒写轮眼每一双都带有无比诡异的瞳数，这让他心中更加忌惮，以至于不敢率先出手，怕着了对方的道。佐助昂着下巴，十分傲慢地看着自来也，刚才这个家伙可是把自己压制得很惨，这份屈辱一定要让对方百倍偿还。念及至此，他双眼引六芒星中闪烁起一道诡异的光芒。就在这个瞬间，自来也心中警铃大作，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提醒着他危险即将靠近。他拼尽全力挪动着身体，想要离开原位。就在他拼尽全力挪动脚步后，一团诡异的黑色火焰从他身后的岩石上燃烧起来。黑色的火焰宛如扔进汽油桶中的火星般迅速蔓延，瞬间整块岩石都被他燃烧起来，于是不停地朝外扩散。自来也震惊地朝后跳开，随后警惕地看着那黑色的火焰。刚才如果不是他躲得快，恐怕就要像那岩石一样被烧得融化掉了。见多识广的自来也瞬间便看出了这黑色火焰的不凡，这火焰不仅出现了诡异，而且燃烧的方式也极其特别，让自来也拧紧了眉头。天照之火越烧越旺，很快地向着他们的方向蔓延而来。智麻仙人见天照之火蔓延而来，立刻双手结印，水遁、水乱波。水乱波朝着蔓延而来的天照之火盖了上去。在芝麻仙人看来，水遁克制火遁天经地义，无论这诡异的火焰如何强大，一定可以被水遁克制。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了他的意料，只见天照之火在碰到水乱波后并没有被扑灭，反而是顺着水乱波烧了过来。智麻仙人见状大惊，立刻停止了水乱波的施展，随后惊呼道：“这怎么可能？为什么火遁可以反过来燃烧水遁？这小鬼
难道是逆属性大师吗？不过这还没完，只见佐助眼中六芒星光芒再次闪烁，诡异的天道之火居然停止了胡乱向外扩散，化作一只巨大的黑色火焰手臂朝着自来也的方向抓来。见黑色手掌朝自己抓来，自来也来不及多想，连忙后退闪避，一击落空的黑色大手并没有停止追击，而是继续朝着自来也抓来。自来也一边后撤躲避，一边使用土阵壁防御，但厚实的泥土在被黑色手臂接触的一瞬间便被烧出了一个大窟窿，根本无法阻挡天照之火的侵袭。随后他又尝试使用火遁忍术牵引着天照朝其他方向追击，然而这些都是徒劳的，无论他如何努力，天照之火都如同复古之躯一般死死咬着他不放。接连闪躲了数次，随后也使用了各种忍术，发现都没有结果后，自来也想起了在水门那里学习到了一个封印术，一边逃跑一边从怀中掏出一个空白的卷轴来，随后又掏出一支笔，准备在空白卷轴上刻画烽火法印的符文。但就在他的笔即将落在纸上的一瞬间，佐助的身体裹挟着雷电瞬间来到了他的面前，随后缠绕着雷霆的忍刀毫不留情地朝着他咽喉斩来。自来也被吓了一跳，赶紧收起了纸笔，随后一个翻身躲开了对方忍刀的偷袭。佐助见状不依不饶，挥舞着忍刀，自来也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猛攻。原本正面拼体术，自来也是不惧佐助的，但他的身后还有这诡异的天照之火牵制他的心神，导致他不敢全力对抗佐助，战况十分被动。深作仙人看到了刚才自来也收起纸笔的动作，连忙问道：“小自来也，你刚才是要刻画什么符文吗？让我来帮你吧。”自来也闻言大喜，赶紧趁着战斗的空隙，将手中的纸笔递到了深作仙人的手上，随后说道：“深作仙人，你会烽火法印的术式吗？把那个术式刻画下来就行。”深作仙人摇了摇头说道：“我没听说过什么烽火法印，但你只要告诉我大概符文是什么样子就行了。”自来也无奈地叹了口气，随后说道：“首先画2个对立的4项封印术式。”二人旁若无人的交流，弄得佐助有些恼火。面对自己这个开启了万花筒血轮眼的强者，自来也还有心情刻画什么术式，真是没把他放在眼里。随后他的攻击又密集了一些，蓝色的雷霆与黑色的天照不断交织，打得自来也十分狼狈。如果不是他掌握了完美的仙人模式，再加上本体的实力强大，估计早就被对方的天照火焰刮到最后烧成焦炭了。二人缠斗了半天，就在自来也越来越吃力，即将支撑不住时，深作仙人总算是刻画好了符文，递到自来也的面前问道：“小自来也，你看一眼，是不是这个？”自来也见状大喜，连忙接过卷轴笑道：“没错，就是这样。2位仙人，麻烦你们帮我先对付一下那个小鬼。”2位仙人毫不犹豫的双手结印，随后对着佐助张开蛤蟆嘴，吼出了一道音波：“仙法蛙鸣！”刺耳的蛙鸣声震得佐助耳朵发麻，他连忙后退一步，脱离了音波的范围。自来也趁着这个空档，将卷轴打开，面向了天照之火。封印术，烽火法印。随着自来也施法完毕，刚才还气势汹汹的天照之火，宛如遇到了宿敌般，被拉扯着朝卷轴中而去。黑色的火焰化作海流漩涡，在空气中不断旋转，最后打着旋被烽火卷轴所吸收。片刻功夫，整片空间中没有留下一丝天照之火的痕迹。佐助惊讶地看着被吸收进卷轴中的天照之火，他还真没有想到，这种不会熄灭的火焰居然也有方法被克制。他对着自来也冷哼一声道：“我还真是小看你了，没想到你连天照之火都有克制的办法。不过接下来的攻击可就没有刚才那么简单了。”话音一落，他身上突然冒出了紫色的诡异查克拉，随后骷髅骨架从他身周显现，紧接着骨架长出了血肉，披上了盔甲，最后一个数十米高的紫色巨人出现在自来也面前。须佐能乎出现后，一抬左手，一把长弓出现，紧接着又被搭在弓弦上，一直剑士同样凭空浮现。佐助看着全神戒备的自来也露出了不屑的笑容，随后将弓弦拉至全满，一箭射了出去。这一箭速度快到了极致，自来也毫无防备的被射中的胸口，整个人被钉死在了地上。望着被射穿的自来也，佐助哈哈大笑，3人的实力也不过如此，在他宇智波的力量下仍然如同蝼蚁。随后他解除了须佐能乎，朝着自来也的尸体而去。这家伙虽然不着调，但是实力是真的强，把尸体带回村子，情报忍者说不定能在对方身上找到不少重要情报。就在他的手触碰到自来也尸体的一瞬间，整个人僵直在了原地，随后周围空间一阵变化，他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个透明的正方体透明牢笼内。透明牢笼四周有着4个巨大的蛤蟆，满脸狰狞地盯着他。在看到这4个蛤蟆的瞬间，诅咒就明白自己是中了幻术。意识到这个事实后，他震惊无比，自己可是万花筒血轮眼的拥有者，为什么会中幻术？别说对方只是一个没有血脉的普通忍者，即便是同样开启了万花筒血轮眼的强者佐助，都有信心抵抗住对方的幻术。然而事实就这么发生了，他与智波佐助居然中了自来也的幻术，导致被困在了幻术空间里。而现实世界中，自来也看着被自己的仙法蛤蟆灵畅控制住的佐助，长长的呼出一口气。刚才真是好险，这小鬼对自己真是下杀手，小年纪下手就这么狠，真不愧是宇智波一族的天才。击败了佐助后，自来也背着天空大喊一声道：“漩涡鸣人，这样算不算我胜利？”喊完后，他就站在原地等待。其实他的心中也没有底，毕竟漩涡鸣人这个家伙不按常理出牌，就算对方赖账，他也没有什么办法。片刻后，鸣人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中，语气慵懒道：“行了，你赢了。4大家族的人，我可以放他们离开，这下你满意了吧？”自来也长长的松了口气，拍了拍胸脯说道：“
还好，你这家伙总算是守信了一回。鸣人一脸黑线，这家伙为什么把自己想象的太坏了吧？自己虽然做事粗犷了些，但还是很守信用。愿赌服输他可是输得起的。在得到了鸣人的承诺后，自然也解除了对佐助施展的幻术。幻术解除后，佐助鲤鱼打挺般直接从地上蹦了起来，随后看见自来也便准备继续出手。鸣人赶紧传音到他耳中说道：“别打了，你已经输了。”佐助咬着牙大吼道：“我还没有输，自来也的幻术已经被我解除，接下来我只要……”看佐助这副输不起的屌样，鸣人就一肚子气，直接用他自己开发的瞬间移动来到了佐助面前。这招瞬间移动是他根据飞雷神之术研发的时空间忍术，可以飞雷神一样瞬间移动到坐标旁，也可以顺着气或者查克拉的感知进行瞬移。佐助在看到鸣人瞬间出现后愣了片刻，随后表情狰狞吼道：“你这混蛋来的正好，从很久以前我就看你不顺眼了，今天我要连你跟自来也一起揍。”说完他便打算再次开启须佐能乎，然而鸣人已经没有跟他胡扯的耐心，直接一个滑铲把佐助绊倒在地上，问道：“怎么样，冷静了吗？”被绊倒的佐助丝毫没有服气，反而双腿一缠鸣人的腰，打算一个十字固把鸣人摁在地上。鸣人失去了耐心，直接躲开了对方的搂抱，抓住对方的脚踝，随后一下往地上猛砸。轰隆！服了吗？不服！轰隆！服了吗？不服！轰隆！服了吗？自来也、深作和志麻三人眯着豆豆眼看着被收拾的宇智波佐助。刚才那个不可一世的小鬼被鸣人如同拎小鸡崽子一样收拾，地上被砸出了道道裂痕。佐助一次一次深入裂痕深处，又被鸣人从裂痕中拔出来，最终他精疲力尽喊道：“服！”听到对方服软，鸣人才放过对方，随后将佐助平铺在地面，蹲下身，苦口婆心道：“哎，佐助，你不要怨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刚才你癫狂的样子让我非常担心，生怕你从此坠入黑暗的深渊一蹶不振，所以才出手重了点，相信你会原谅我的。”“我原谅个勾巴呀，还怕我坠入黑暗的深渊？你 TMD 都快成深渊领主了。”既然佐助跟自来也的战斗落下了帷幕，纲手这边却还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双方的体术交锋已经来到了僵持状态，体术忍者的战斗没那么容易分出胜负，双方已经展开了拉锯战，谁也吃不下谁。宁次和小李抽身后退，利用这个机会大口喘气。纲手自从解开了阴封印后，一直使用以伤换伤的打法，弄得宁次跟小李十分头疼。他们本身的防御力虽然很强大，但也经受不住对方这么换血打，因此战斗逐渐趋于防守状态，想要消耗对方的体力。但是越防守漏洞就越大，漏洞越大就越容易挨打。此时他们的状态已经快到了极限，再打下去必输无疑。看着还在死撑的二人纲手，嘴角微微勾起。这两个小鬼的实力虽然强，但并没有可以决定胜负的手段，因此自己开启了阴封印后，对着二人就是碾压。就在他打算乘胜追击，一口气拿下两个小鬼时，几道熟悉的身影瞬间出现在众人身边。望着顺身而来的自来也，纲手撇了撇嘴道：“你怎么来了？石那边分出胜负了吗？”自来也点了点头，随后告诉了纲手自己已经胜利的消息。后者闻言冷哼道：“你这家伙出手倒是挺快的，那两个小鬼实力应该不怎么样吧？”自来也苦笑道：“怎么可能？那两个小鬼的实力可是非常……”这时自来也的表情突然一变，呆愣地望向鸣人众人的方向，后者也似乎想起了什么，瞪着无辜的大眼睛，同样与自来也对视起来。我擦，犬种牙去哪了？众人光顾着说话了，居然把这家伙给忘了。然后众人七手八脚地开始寻找起来，终于在一棵歪脖子树上找到了昏迷的犬种牙。纲手检查了一下这个小鬼的身体，发现只是受了轻伤，各种伤势在床上躺个几天自己就恢复了，根本不用担心。将犬种牙送回了光影村后，鸣人对自来也说道：“既然你们赢了，那我就遵守约定，放四大家族的人离开。如果有件事要提前跟你们说一下。”自来也和纲手心里咯噔一声，他们就知道这个小鬼没那么好说话。果不其然，只听鸣人说道：“四大家族的人可以离开，但他们马车上的那些钱财货物要留下来。”纲手闻言冷哼一声道：“你这小鬼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之前不是说好了我们胜利就让四大家族安全离开吗？”佐助、宁次等人用着看傻子的眼神看着纲手，这家伙现在还没发现鸣人给他们下套吗？只听鸣人冷笑一声道：“我当时只说让他们四大家族的人安全离开，可没说他们身上的东西也能跟着他们一起离开。而且你们也不必为他们打抱不平，这帮家伙的钱也不是从正规渠道赚来的。”最后鸣人讲述了一下四大家族巧取豪夺并且贪污木业财产的事。纲手和自来也闻言惊讶地瞪大了双眼，他们自然知道四大家族贪污的事，但从来没想过这帮家伙居然会贪污这么多钱。一想到他们在外面坑蒙拐骗勉强维持一下生活，四大家族什么都不用干就能每年分到几千亿两的财政拨款，他们为四大家族打抱不平的心瞬间就淡了。而且他们心中稍稍有些后悔，如果早知道有这么一笔好生意，他们自己就蒙着面过来打劫了，哪轮得到鸣人他们来动手。之后鸣人在光影村中又叫来了数百号人过来，将四大家族的钱财全部运走。后者眼睁睁看着自家积累了几十年的财富被运走，连个屁都不敢放。水户门一族的族长和转寝一族的族长还偷偷来到了纲手的身边，小声说道：“纲手大人，请您为我们做主啊！”
我们四大家族一直兢兢业业的为木业服务，如今我们的财产就这样被人洗劫了。您身为初代火影大人的孙女，可一定要帮助我们啊！纲手看着这两个猥琐的家伙，侵吞了木业这么多的财产，还想着让自己出手帮助他们，简直是在做梦。他转过头，笑眯眯地看着两个猥琐的家伙，随后伸出双手抓住了两个人的衣领。二人被吓了一跳，连忙问道：“纲手大人，您这是？” 嗖，只听两道划破虚空的声音响起，二人被纲手扔向了天边，再也看不到身影。处理完这两个讨人厌的家伙，和后纲手拍了拍手上的灰尘，随后对着自来也说道：“既然这里的问题解决了，咱们也该去光影村看看了。”静音提前一步去了光影，估计现在已经有些着急了吧。自来也点了点头。这时只见鸣人走了过来，对二人说道：“今天晚上我们要举办宴会，你们要不要一起加入？”纲手跟自来也对视了一眼，随后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场土匪瓜分战利品的狂欢中。当天晚上，光影村举办了盛大的宴会，整个光影村都被惊动，狂欢整整持续了一个晚上，众人吃喝玩乐到天都快亮了才昏昏睡去。在鸣人等人陷入狂欢时，雷之国的雷影办公室中，四代雷影爱一拳砸碎了面前的办公桌，身旁的小秘书麻布衣无奈的一捂额头，雷影大人这动不动就砸桌子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而此时的四代雷影根本顾不上面前碎成两段的办公桌，一步迈出来到了艾迪西面前，居高临下的怒道：“你刚才说的是真的？火之国大名真的让人打了你？”此时艾迪西鼻青脸肿地站在四代雷影面前，闻言咬着牙回道：“没错，火之国大名根本就没把我们云影放在眼里，丝毫不顾及我云影使者的身份，派人殴打了我一顿。”说完后，他摆出一副满脸愤恨的模样，内心中却乐开了花。之前他在火之国被河马打伤后，就一直被扣留在大名府中休养，直到身上所有的伤全部恢复，才让他离开。这可不是在为他好，而是火之国大名不想留下殴打使者的坏名声，于是他就这样极其屈辱的被放了出来，回到了雷之国。但这一路上，艾迪西越想越气，从来都是他们云影欺负人，今天居然让别人给欺负了，让他怎么能忍？于是他跟同行的几名部下商议了一下，这些部下对于艾迪西大人被打也同样很不服气。于是众人一拍即合，再次将艾迪西打了一顿，这次专往脸上打，怎么明显怎么打。回到云影后，众人异口同声地说是被火之国大名派人打的，想必这样就能栽赃陷害，成功勾起雷影大人的怒火。四代雷影确实愤怒，只见他怒目圆睁，低头看着鼻青脸肿的艾迪西，随后右拳紧握一拳砸到了对方脸上，将他整个人从雷影办公室中打了出去，撞碎了两面墙才停下来。艾迪西被这一拳打懵了，脑袋昏昏沉沉的躺在地上，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便被四代雷影拎着衣领提在了半空。这时他脑袋总算是稍稍清醒了一些，看着满脸怒火的四代雷影，哆哆嗦嗦问道：“雷影大人，您这是怎么了？”四代雷影爱咬着牙怒道：“你这混蛋，当我是傻子？这么蹩脚的谎话你竟然也能说得出口？你的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火之国大名就算是再蠢，也不可能留下殴打使者的证据，更何况你脸上留下的拳印已经有人比对过了，全是你部下留下的。”艾迪西闻言脸色大变，连忙出声解释道：“雷影大人，我真不是在骗您，火之国大名确实……”还没等他把话说出口，四代雷影的拳头便落在了他的脸上，随后便是疾风暴雨的一顿殴打，差点把艾迪西打得魂归西天。就在他被打得半死不活时，四代雷影停住了手，最后一把扔给了身旁的暗部，说道：“送下去治疗，等伤全部治好后，扔到暗部大牢中听候发落。”暗部忍者称是随后将半死不活的艾迪西带走，四代雷影则是回到了雷影办公室中，陷入沉思。这次使团前去火之国的经历，已经从艾迪西的部下身上得知的一清二楚。艾迪西这个混蛋确实是被打了，这一点毋庸置疑。如果这家伙跟自己实话实说，自己还不至于这么生气，但他非要耍小聪明，自己把自己又打了一顿，这才是他愤怒的根源。不过冷静下来后，他又开始思考起火之国的事。这次火之国大名不接受自己的好意，也确实让他有些气愤。现在的火之国可谓是忍界最肥的一块肥肉，无数双眼睛盯着对方，恨不得扑上去撕下一块肉来。这种情况下居然还敢跟云影叫嚣，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勇气。其实火之国大名的嚣张在忍界是人尽皆知的事，毕竟手中握着最强的忍者木叶，人家是有嚣张的资本的。但现在情况可不同了，木叶解散，火之国人才凋零，这个时候还敢这么嚣张，简直是粪坑里打地铺，找事。艾觉得现在是个对火之国发动战争的好机会，就以火之国大名殴打云影使者为借口。想到这里，他一拍脑门，对着暗部忍者命令道：“快去看看艾迪西的伤势怎么样了，等伤治好了，马上把他带出来见我。”暗部忍者闻言，立刻前往云影医院。没过多久后，带回来了一个极其悲痛的消息：艾迪西死了。听到艾迪西的死讯，四代雷影爱异常震惊。这个家伙被送走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死了呢？自己在打人的时候可是刻意留过手，以自己的手法，那家伙顶多也就是在床上多躺2天，绝不可能会死。见雷影大人疑惑，暗部忍者连忙解释道：“艾迪西上忍并不是被您打后伤势过重而死，而是因为中毒。”这下四代雷影更疑惑了，怎么好好的又扯到中毒身上？难道火之国大名给艾迪西下了慢性毒药吗？之后经过暗部忍者的一顿解释，
四代雷影才明白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忍界中，但凡是掌握了忍村重要机密的忍者，基本上都会在自己身上设下封印一类的东西。比如说日向分家额头上刻画的笼中鸟，虽说这个封印会限制分家忍者的自由，但也同样保护了白眼的安全。同样的，其他忍者也会或多或少的在自己身上设下封印。艾迪西便是这样在自己身上做了些手脚。他的其中一颗牙齿其实是假的，关键时刻可以将这颗牙齿咬碎，释放剧毒自杀，从而保证村子的秘密不外泄。这种事情是忍者的个人机密，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按理说是极其安全的自杀手段。哪曾想，之前四代雷影爱一通老拳下去，把他那颗牙齿给打碎了，毒药泄露出来，瞬间便侵袭了他的身体。如果是在他意识清醒的时候，说不定还有可能在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中拿出解药救自己一命。但问题是，他被四代雷影打得昏迷了过去。就这样，他在睡梦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艾得知真相后叹了口气，本来还想教育这家伙一顿，将来将功赎罪。既然这家伙这么倒霉死掉了，那也就算了吧。他对着暗部忍者说道：“既然如此，就把他好好安葬吧。另外，去把几位顾问长老叫过来了，就说有重要的事要跟他们商议。”暗部忍者点头离开。没过多久，几位顾问长老来到了雷影办公室中。四代雷影爱将他开战的想法跟几位顾问长老说了一下，几位顾问长老热切地表示强烈支持。他们也早就盯上了火之国，只是之前一直在消化成为最强忍村后得到了诸多好处，没空搭理这块大肥肉。现在这块大肥肉自己送上门来，众人巴不得明天就立刻开战，瓜分了火之国。既然决定了战争，自然要商讨一下策略。一名个子很高、身体却很瘦的顾问长老捋着胡须说道：“据我所知，火之国现在也并非是毫无还手之力。听说木叶解散后，大部分忍者家族还是留了下来，建立了一个叫做光影村的忍村。虽说传闻中这个忍村是一盘散沙，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也不得不防。而且除了光影村之外，火之国大名府似乎还扶持了水户门岩和转寝小春，成立了新木叶。如果我们对火之国开战，这两股势力就是绕不开的两道坎。”四代雷影点了点头，随后一头沉思起来。片刻过后，他抬起头，目光坚定道：“就先从这个光影村下手吧。”三位顾问长老闻言，同时点了点头。那个所谓的新木叶，在他们看来，不过是空有其表的空壳忍村。他们跟水户门岩和转寝小春打了半辈子交道，对这两个人异常熟悉。这两个家伙纯粹是混吃等死的两个废物，根本不足为虑。相反是那个光影村，让人不得不重视。木叶中上规模的忍族几乎全加入了这个忍村，而且传闻中那个叫漩涡鸣人的首领，似乎实力也不简单。虽说他们不相信漩涡鸣人杀死了猿飞日斩，但能弄出这种传闻来，至少说明对方也是个有实力的强者，至少应该是个妖孽级别的天才忍者。这种天才忍者再加上各大忍族的加盟，假以时日，这个光影村再次成长为木叶那种庞然大物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次瓜分火之国的行动应该先从这光影村入手，最好是将这个忍村彻底打服后并入到云影中，这才是以战养战的最好方法。就在这时，瘦高的顾问长老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艾问道：“九尾人助力的训练不知有没有什么进展？”另外两名顾问长老也好奇地看向四代雷影爱，他们也很好奇新得到的九尾人主力现在修炼到了什么程度。人助力是一个村子的核心底蕴，这么机密的情报，哪怕是他们这些顾问长老也都不知道，只有四代雷影和他的几名心腹才得知人助力的事。说起这个四代雷影，心中叹了口气，九尾现在已经被封印到了一名叫做库鲁马的忍者体内。库鲁马是一名夜月一族成员，跟他是远房表亲，算是他的一个表弟。这几年他想尽的办法帮助库鲁马驯服九尾，奇拉比和游牧也不止一次出手协助，然而却收效甚微。这九尾就跟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甚至八尾都偷偷地告诉了库鲁马九尾的真正名字叫九喇嘛。然而这非但没让二人关系变融洽，反而让九尾对库鲁马更加厌恶，甚至连八尾跟二尾都加入了对方的讨厌名单中，与两只尾兽彻底决裂。念及至此，他摇了摇头，对瘦高顾问说道：“九尾的事你们不用管，我自有分寸。”众人听他这样说，也就不再多嘴询问，继续研究起来进攻火之国的具体事宜。很快雷之国的行动便引起了忍界各大势力的注意，毕竟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可能做得密不透风，多多少少都会展露一些蛛丝马迹。各大势力在觉察到云影村的意图后，纷纷有了动作，一时间死水一般的忍界突然暗流涌动。各大势力暗中做足了准备，有些是抱着跟雷之国同样的想法，想要趁机瓜分火之国，有一些则是集中力量以图自保，生怕这些恶狼们瓜分了火之国后会将目光转向自己。就在忍界各大势力做准备时，一处光线昏暗的地下洞穴内，外道魔像的10根手指，其中8根的指尖浮现了彩色的虚影。8个看不清面容的彩色虚影出现后，互相打量了一眼。他们当中有一些是新加入小组织的，对其他人还不是很熟悉；有一些则是小组织的老成员，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新加入的这些新面孔。佩恩看着些和角都空置的位置，心中有些恼火。之前他收到了觉的情报说，角都跟赤沙这些很有可能已经死亡。他虽然心中惊讶，这也并没怎么在意，毕竟忍者之间，你杀我，我杀你，谁什么时候会死，没人知道。只是到达现场后，他就惊奇地发现，角都和些随身携带的2枚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
之后，他借助外道魔像仔细搜查，最终确认了角度的那枚戒指已经被损坏，彻底消失。至于谢的戒指，似乎是被敌人夺走了，具体在哪里，完全找不到任何线索。要知道，当初小组织的10枚戒指，可是他花费了不少力气才制作出来的，每一枚戒指都连接着外道魔像，佩戴着这些戒指才能使用幻龙九封禁封印尾兽。角度的那枚戒指被损坏了，实属无奈，但赤杀之蝎的那枚戒指，他一定要拿回来，毕竟这是关尾兽的封印，绝对不能马虎大意。之后绝四处收集情报，寻找杀死角都跟赤杀之蝎的人，很快便在一处偏远的小山村找到了线索。当时白绝们伪装成云隐忍者，抓住了这个小山村中的所有村民，随后在他们大脑中找到了漩涡鸣人的情况。这个漩涡鸣人他自然听说过，当初宇智波带土还提醒过他要小心这个人，但他心中并不是很在意。就算对方实力再强，也不可能强过自己这双仙人之眼，顶多就是处理起来麻烦一些而已。本想着赶紧找到对方，拿回小组织的戒指，不料就在这时雷之国展开了行动，忍界山雨欲来，战争随时有可能爆发。权衡之下，他决定暂时放弃漩涡鸣人手中的那枚戒指，现在有更重要的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随后他又抬头看向了3名刚加入的新成员，岩隐叛忍狄达拉、汤之国的飞段和雾隐叛忍干氏鬼鲛。这3名新人出身不同，目的不同，但有个共同的特征，都是宇智波带土那个家伙招进小组织的。自从宇智波带土摊开了自己的身份后，彻底化成了小组织的招新部部长。3名新人都是他通过威逼利诱等手段弄进组织的强力叛人。一开始他甚至怀疑宇智波止水是不是也是对方的人，但一想到止水那强大的实力，他又否决了这个想法。这种强者是绝对不会区于宇智波带土之下的。见全员到齐后，佩恩也没有卖关子，直接说道：现在忍界的形势越来越严峻，随时都有可能围绕火之国爆发忍界大战。飞段闻言张狂大笑道：这可真是个好机会，趁着这次忍界大战，我一定要将邪神大人的伟大光辉传遍整个忍界。小南眉头一皱，呵斥道：首领说话的时候不要随意插话。小南的呵斥非但没有吓住飞段，反而引起了对方的鄙视。当初他加入小组织可是奔着那个击败了他的面具男来的，结果加入后才发现那个面具男并不是正式成员，这让他有些失望，同时也对佩恩十分轻视。在他看来，这个佩恩就是那个面具男的傀儡，区一个傀儡而已，根本不被他放在眼中。有着同样想法的还有狄达拉，他跟飞段的经历类似，都是被面具男打败后要求加入这个组织，因此对于佩恩这个明面上的首领，心中根本就没有畏惧。看到二人的表情，佩恩眉头皱了皱，这就是不亲自招收成员的后果，以至于这些桀骜的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厉害。不过这都没有关系，等这次会议结束后，就组织一场线下 PK， 到时候这帮家伙的眼神可能就清澈了。掌门没有理会飞段的叫嚣，继续说道：接下来的5大国很有可能爆发新一轮的忍界大战，那时候将会是组织的大好时机，因此我才会召唤你们，想要重新安排一下队伍组合，以便于接下来的计划。长门还没有说完，打断的声音就再次响起。狄达拉冷哼一声，撇着嘴说道：加入组织这么久了，一件关键的事情你还没有说吧？咱们这个小组织建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总不是让我们来这里当什么赏金忍者的吧？这段时间狄达拉可算是被恶心坏了，那个面具男把他扔到小组织后就玩起了失踪，彻底不管了。跟他临时组队的家伙叫做飞段，是个脑子有些不太正常的精神病，成天念叨着什么邪神的，真是烦死了。更重要的是，那个蠢货成天想要把自己发展成邪神教的信徒，真是个又蠢又笨的家伙。那个什么狗屁的邪神怎么可能比得过自己的艺术？居然让自己去信仰那个什么邪神，但是愚不可及。为此他们2个人也大打出手过好几次，但这个家伙就跟个僵尸一样，无论被炸成什么德性都能活下来，过不了几天后又生龙活虎的，搞得他烦不胜烦。现在这个叫佩恩的傀儡首领说话还云里雾里，加入组织这么长时间一直在做赏金任务，一点正事都没有，这组织要是接下来还这样，他可要考虑叛逃了。佩恩黑着一张脸，心中满是不爽。狄达拉和飞段这2个新人真是欠教育。调整好心态后，只听他面无表情的说道：既然已经到了这个时候，自然要告知你们组织的目的。快书阁，小组织的建立是为了忍界的和平，为此我们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敛财筹备资金，所以之前才会让你们一直做赏金任务。狄达拉冷哼一声说道：这不就跟5大忍村做的一样吗？这只是组织的第1阶段目的，当资金筹备的足够后，就可以开启下一个阶段，也就是要收集散落在忍界的9只尾兽，随后复活10尾，威慑5大国，促成真正的和平。佩恩说完，用眼睛扫了小组织成员一圈，重点则是放在狄达拉跟飞段这2个刺头身上。果不其然，这2个刺头又开始闹幺蛾子了。只听狄达拉嗤笑一声说道：真是个无聊的计划，闹了半天不过是个想要统一忍界的组织，真是无聊至极。相比之下，还是我的艺术更有趣，你们谁离得比较近，我可以让你们看看我的艺术。飞段闻言冷哼一声道：什么狗屁的艺术，不过是暴盾血迹献祭而已，当谁没见过似的。刚刚还一脸得意炫耀着他爆炸艺术的狄达拉瞬间怒火中烧，随后当着众人的面跟飞段吵了起来。看着争吵不断的2个刺头，佩恩眼中紫色的轮回眼闪烁起妖异的光芒，背后一股恐怖的瞳力顺着幻灯身之术传入狄达拉和飞段脑海。2人在感受到这种恐怖瞳力的一瞬间，心神俱颤，
这种基于灵魂上的压制是他们过去的人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在这股同力的窥视下，他们宛如一叶扁舟，行驶在惊涛骇浪中，仿佛这双诡异紫瞳的主人只要一个念头，他们就好灰飞烟灭。哪怕是曾经将他们击败的面具男，都没有给他们带来如此强大的威胁。这个时刻，他们明白了佩恩的强大。这个家伙绝不是面具男的傀儡，一个傀儡绝不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被震慑了一顿后，二人瞬间老实了下来。看着不再吵嚷的二人，佩恩收回了视线，面无表情地继续说道：“按照原计划，收集到足够的启动资金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这次忍界大战机会难得。如果等第一阶段的计划完成，很有可能会产生其他的变数，甚至有可能出现人助力死亡这种情况。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可能又要被迫暂时。因此，我决定提前展开计划，趁着五大国混战的时候，对人助力进行偷袭，获得所有的尾兽。这次众人再也没有了疑虑。之前跳得最欢的迪达拉跟飞段跟乖宝宝一样，一句废话都没有。见众人没有疑问，佩恩继续说道：“不过在计划正式开始前，我觉得现在的队伍组合应该变动一下，让新人跟新人组成一队不是很好，应该让老成员带一下新人。”众人闻言，脸色产生了些变化，尤其是大蛇丸。现在组织中唯一还完整的老成员组合只有他们，难道说二人组合要被打散吗？大蛇丸心中叹了口气，好不容易加入了同一个组织，又进入了同一个队伍，突然要跟止水哥分开，还真是有些舍不得。接下来，佩恩交代了一下新组合的成员名单，由宇智波止水跟迪达拉组成新的小队，这个队伍可以命名为偏执二人组，队伍里2个偏执狂。大蛇丸跟飞段组成新小队，这个队伍可以继续叫不死二人组，但也可以叫信仰二人组。飞段信仰邪神，大蛇丸信仰科学。觉这个老实巴交没有什么存在感的，跟同样老实巴交没什么存在感的鬼交组成一个队伍。决定了，就叫他们老实人一人组吧。其他队伍老成员做队长，这个队伍要让鬼交这个新人来做队长。安排完所有人的队伍组合后，佩恩便准备解散会议。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宇智波止水插话道：“带新人的事可不可以往后推一推？近期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做。”众人闻言纷纷看向宇智波止水，佩恩眉头紧锁，不知道这个宇智波止水又闹什么幺蛾子。他面无表情地问道：“你有什么事？”被质问的止水丝毫没有怯场，同样面无表情地回答道：“当然要去一趟新木叶。还记得我刚加入组织时，你答应我的事吗？”佩恩这时才想起来，止水加入小组织的时候，自己曾答应过他要帮他摧毁木叶。不过木叶宣布解散后，他就把这茬给忘了，也没在意。思考片刻后，佩恩说道：“我确实答应过你摧毁木叶，既然如此的话，我就让新人和你一起去吧。”止水闻言皱眉说道：“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能解决，一群土鸡瓦狗而已，根本用不着这么多闲杂人。”止水言语间丝毫没将2个新人放在眼里，这让迪达拉跟飞段异常不爽。这个宇智波止水未免也太嚣张了。飞段对止水叫嚣道：“你这家伙说谁是闲杂人呢？别以为加入组织比我们早就能以前辈自居，信不信我把你献祭给邪神大人？”迪达拉也想嘲讽几句，但这时佩恩却对止水解释道：“我让他们去找，不只是为了给你找个帮手。等你摧毁了那个新木叶后，就能跟大蛇丸原地解散，跟新队友一起离开，这样省得你们浪费时间去找新队友。”迪达拉和飞段满脸震惊，这个实力强大的首领居然在为宇智波止水考虑，这不是个叛人组织的首领吗？怎么突然体恤起部下来了？你这么体恤部下，为什么不体恤我们呀，混蛋！止水听到佩恩的解释后点了点头，随后对着迪达拉和飞段说道：“我和大蛇丸现在的位置在田之国，你们2个快点来吧。”说完他便解除了幻灯身之术，留下了满脸怒容的迪达拉和飞段。这个叫宇智波止水的家伙语气也未免太嚣张了吧，言语间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比首领跟那个面具男还能装逼。二人解除了幻灯身之术，回到了本体。随后飞段大声吼道：“那个宇智波止水态度真是太嚣张了，我一定要把那家伙献给邪神大人，让他好好忏悔自己的人生。”迪达拉也阴沉着脸说道：“轮不到你那个什么邪神，这次就让他见识一下我的艺术，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我爆炸艺术的伟大。”止水还不知道他随口一句话引来了2个新人的不满，即便知道了他也不会在意，2个弱者而已，根本不值一提。此时的他和大蛇丸正在田之国一处秘密基地中望着同样心神回归的大蛇丸。止水平静说道：“大蛇丸，你那个移植手术准备的怎么样了？”心神刚刚回归的大蛇丸闻言笑了笑说道：“全都已经准备完毕，只要止水哥愿意，随时可以展开手术。”止水闻言点了点头说道：“既然如此，那就赶快开始吧。接下来的忍界将会越来越乱，要是拖得太久，有可能会错过很多东西。”止水心中隐隐有一种预感，接下来的忍界将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大事。自己这双眼睛的视力近期越来越差，如果真的像大蛇丸所说，移植了初代火影的细胞可以修复万花筒的损耗，那还是尽早移植为好。大蛇丸闻言点了点头，柱间细胞的移植前期要做很多准备，而且这个手术异常凶险，他可不想自己敬爱的止水哥死在自己的手术台上。就在他刚刚转过身时，止水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对大蛇丸说道：“我记得你说过漩涡鸣人的细胞中蕴藏着极强的力量吧？”大蛇丸闻言心里咯噔一声，当初他只是随口提了一句，没想到止水哥还记着这茬。他转过头对着宇智波止水笑道：“我确实说过这话，止水哥怎么想起来漩涡鸣人的细胞了？”
止水思考了片刻后，对大蛇丸说道：“把漩涡鸣人的细胞也给我移植到身体里吧。”大蛇丸闻言脸色大变，他最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止水的对于漩涡鸣人的细胞产生了兴趣，这是他最不想看到的事。他连忙出声劝说道：“止水哥，还是算了吧。漩涡鸣人的细胞有多么危险，之前也在我的实验报告中见过。那些移植的细胞的人，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为体内的能量无法控制自爆而亡。”止水自然知道鸣人的细胞有多么凶险，那些自爆成为碎片的实验体可是历历在目。但此时的他心中有着一丝急迫感。自从见到佩恩后，他深深地察觉到自己力量的不足，对于力量的渴望促使着他下定了决心。只见他面向大蛇丸，语气坚定道：“漩涡鸣人可以控制得了这股力量没道理，我控制不了。我已经决定了，你下去准备吧。”大蛇丸还想劝说些什么，但看到止水那坚定的眼神，最终放弃了劝说。凭他对止水哥的了解，对方已经决定了的事，谁也无法阻止。问自己再怎么劝对方，也不会回心转意。大蛇丸叹了口气，既然如此，他只能更加细致地完成手术，争取让细胞跟止水哥完美融合，这样应该能少一些危险。手术很快便在田之国一处秘密基地下展开，止水被折磨得痛苦不堪。原本他就听大蛇丸说过，柱间细胞的移植过程异常痛苦，但他觉得凭自己在暗部时经受的专业训练，应该可以轻松挺过来。但没想到这痛苦远超他的想象，即便他的意志顽强坚持身体的本能，也促使着他痛苦的吼叫。撕心裂肺的惨嚎声在地下基地中响起，幸好这个地下基地建得很深，隔音好，否则就这个吼叫肯定会把方圆10里所有的狼全招回来。手术持续了1天1夜，总算是彻底完成。这次手术大蛇丸只为止水移植了柱间细胞，他怕同时移植2种细胞，止水哥会撑不住中途殒命。望着大口喘着粗气从病床上坐起身的止水，大蛇丸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紧张问道：“止水哥，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止水坐在病床上缓缓将气，云随后摸着已经被大蛇丸用医疗忍术治愈的伤口，感受着身体的变化。此时他的体内蕴藏着充沛的生命力，感觉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正从体内往外翻涌。重要的是，他察觉到了双眼的变化。就在大蛇丸担忧的目光中，止水双眼缓缓闭合，随后再次张开，万花筒写轮眼出现在他的眼眶中。感受着逐渐恢复的瞳力，止水畅快大笑道：“果然成功了！我已经感受到能力的恢复，柱间细胞果然对血轮眼的损耗有修补作用。”大蛇丸闻言也十分激动，接下来的研究又有了新课题。宇智波的血脉跟千手一族的血脉一定有着某种关联，他有一种预感，如果破解了这其中的隐秘，一定可以让他的研究更上一层台阶。喂！就在大蛇丸兴奋沉思时，止水的声音突然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刚一抬头便跟止水那双散发着红光的万花筒血轮眼对视在了一起。瞬间万花筒血轮眼的幻术发动，大蛇丸身体僵直在原地片刻后，一直回归喃喃问道：“止水哥，刚才是怎么了？”止水摇了摇头说道：“没发生什么，继续完成漩涡鸣人的细胞移植吧。”刚才止水用万花筒血轮眼的幻术加固了一下别天神，这是一种给一次性幻术续航的手段。宇智波带土控制4代水影也是用了同样的方法。这个手段他还是在跟4代水影战斗的时候才发现的。他跟琵琶石藏在水之国执行任务的时候，突然碰到了4代水影，双方一言不合便打了起来。战斗途中，他就发现了4代水影狗菊史仓被人用幻术控制，并且为其解除了幻术偷袭，重伤了对方。也正是那次的战斗，他前任搭档琵琶石藏才会死亡，之后才换的新队友大蛇丸。之所以加固别天神，是为了防止大蛇丸突然解开幻术，随后在手术台上趁自己昏迷的时候一刀砍死自己。毕竟被人控制这种事，只要是个正常人都不会接受。见大蛇丸还处于疑惑中，止水面无表情说道：“别傻站着了，继续进行漩涡鸣人的细胞移植吧。”大蛇丸闻言回过神来，随后再次凝重地问道：“止水哥，你真的决定要移植漩涡鸣人的细胞吗？”随后他在手术室的一个小办公桌上面拿起了一沓文件，随后将文件递到了止水的手中，说道：“这是我整理的关于漩涡鸣人细胞的资料，止水哥，你最后看一下，如果你看完后还决定移植的话，那我也就不再劝你了。”看着满脸担忧的大蛇丸，止水突然心里一暖，真没想到3忍之一的大蛇丸居然还有这样的一面。之前在忍界的传闻中，这个家伙一直是冷血无情的代名词，其心狠手辣程度仅次于志村团藏那只老狗。但这段时间相处下来，他发现对方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同。对于那些实验体，他确实冷血的令人胆寒，但对于部下，他又散发出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吸引着那些部下为他出生入死。而对于自己又是另外一种态度，虽说是处于自己别天神的控制中，但自己仅仅改变了对方少部分记忆，并没有对人格进行大刀阔斧的更改。也就是说，现在大蛇丸的性格是他本来就存在于人格深处的一面，并不是自己强加给对方的。看着对自己关切不已的大蛇丸，止水心中突然有了异样的感觉，似乎有这样一个兄弟也还不错。他将大蛇丸递过来的文件随手扔在了一旁，随后站起身，在大蛇丸惊讶的目光中一把抱住了对方。大蛇丸被抱得有些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如死人般苍白的老脸上突然一红，难为情问道：“止水哥，你这是？”止水放开了大蛇丸，随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说道：“这些资料我就不看了，我相信你，大蛇丸，凭你的移植技术，一定可以完美的进行移植。
同样你也要相信我，我可是宇智波有史以来的最强天才，一定可以驾驭住漩涡鸣人那狂暴的力量。二人目光对视在一起，激情的火花在地下室中闪烁，空气中弥漫出浓郁的酸臭味，让二人打了个冷战。这时二人才回过神来，自己刚才在做什么？我勒个去！大蛇丸尴尬的去收拾散落在地上的资料，止水也装作四处看风景，二人默契的遗忘了刚才的尴尬。就在这时，手术室的大门被人敲响，为了缓解尴尬，大蛇丸赶紧前去开门，发现敲门的居然是红莲。大蛇丸有些疑惑，之前他命令红莲在外面待命，没有重要的事情不准来找他，现在对方过来，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大蛇丸板着脸问道：发生什么事了吗？看着大蛇丸大人那张微微有些透红的面庞，红莲又悄悄挪了挪身体，观察了下手术室当中装作四处看风景的止水，总感觉两人好像有奸情。很快他便想起了正事，连忙汇报道：今天阴忍村的情报忍者传来的消息，您让我们关注的迪达拉跟飞段已经进入了田之国范围，好像正在寻找您和止水大人。大蛇丸闻言愣了愣，还以为这两个家伙会再过几天才到田之国，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随后他又想起来，好像那个叫迪达拉的小鬼会飞，这样一来就说得通了。他将目光投向了然后病床上坐着的止水，随后问道：止水哥，你觉得要不要出去会会他们？坐在病床上的止水思考片刻后说道：不必管他们，先完成细胞移植手术吧。大蛇丸点了点头，随后转过身对着红莲命令道：你去派人通知迪达拉跟飞段那两个小鬼，就说让他们在田之国等几天，不要乱跑，几天后我们自然会去找他们的。红莲点了点头，随后有些话欲言又止，他严重怀疑大蛇丸大人被宇智波止水用幻术控制了，但几次想要将怀疑说出口，却又生生被他忍住。每当他想说出这件事时，都会有一种极其不好的感觉，好像自己说出口后就会被无情灭杀一般。看出了他的犹豫，大蛇丸嘴角微微勾起，随后挑起了红莲的下巴问道：怎么了红莲，是有什么事情还想说吗？与大蛇丸四目相对的瞬间，红莲感到一股冰冷的寒意，连忙摇了摇头说道：没有，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我就先离开了。说完他一溜烟的逃出了这个秘密基地。大蛇丸看着他的背影笑了笑，转身对止水说道：红莲这个家伙不知怎么搞的，已经有好几次这样欲言又止，真是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止水微微勾起嘴角笑道：谁知道呢，说不定他是想向你表白呢。随后二人哈哈大笑，手术室中充满了欢快的气息。而在田之国边境一片森林中，迪达拉跟飞段可丝毫都笑不出来。他们来到田之国后，就四处寻找止水跟大蛇丸，但没想到人没找到，却迎来了一个送情报的下人。只见六道托斯恭敬地弯着腰对迪达拉跟飞段说道：非常抱歉两位大人，大蛇丸大人的原话就是这样，请二位大人耐心等待。六道托斯此时异常害怕，对面在白色大鸟上站着的两个人气息十分恐怖，他甚至不敢抬头直视二人的双眼。这次传信的任务他可谓是硬着头皮接下来的，基地中那些实力强大的忍者都不愿意做这次任务，最终只能落到了自己这个没什么天赋的下忍头上。看着面前弓着身浑身颤抖的六道托斯，飞段直接从白色大鸟上跳了下来，拽着他的衣领问道：你说宇智波止水跟大蛇丸那两个家伙有事情要做，让我们先等2天，他们算是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让我们等着？托斯被吓得浑身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说他是原著中第一个出现的6道级强者，但毕竟一代版本一代神，他这个前期小 boss 面对飞段这个中期 boss 连个屁都不敢放。就在这时，一脸恼怒的飞段突然看到托斯的肩膀上有一只白色蚂蚁在爬，瞬间他面色大惊，一把将托斯整个人扔飞了出去。被扔出了10几米外，脑袋晕晕沉沉的托斯摇摇晃晃地站起身，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便觉得有什么东西好像爬进了自己的耳朵中。就在他一脸懵逼的想要伸出手掏耳朵时，一声巨响穿破了他的耳膜，轰隆！只见他的脑袋如同被塞了2踢脚的西瓜般炸得漫天血花，鲜红的汁水崩得到处都是，但与汁水掺杂的却不是黑色的西瓜子，而是白色的豆腐脑。看着脑洞大开缓缓躺下的无头尸体，飞段抱怨道：你动手前就不能先打个招呼吗？差点崩我一身血。迪达拉冷哼一声说道：反正你这家伙也成天在血里打滚，崩一点血而已，我觉得也无所谓。飞段冷哼一声，不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计较，而是对着迪达拉皱眉问道：那么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乖乖在这里等着还是？迪达拉闻言冷哼一声道：等。那2个混蛋有什么资格让咱们等着？既然他们不肯出来，那咱们就逼他们出来。刚才那个出面的忍者带的护额好像是阴影村的护额吧？那2个混蛋要是不出来，咱们就到阴影村搞破坏，我就不信这样他们还不出来。飞段舔了舔嘴唇说道：这个主意可真不错，就这么办吧。之后迪达拉跟飞段2人就冲到阴影村中一顿轰炸，阴影村忍者被炸得损失惨重，数百忍者被轰炸致死，平民的死亡人数则更多。几名上人想要出手击杀迪达拉跟飞段，但双方一照面，阴影村上忍连还手之力都没有，便被飞段杀死。这种水平的忍者甚至让飞段使用死丝贫血的兴趣都没有，直接用血腥3月连几刀便砍下了他们的脑袋，随后继续进行破坏。无奈之下，阴影村忍者只好率领平民躲进了避难所，每天担惊受怕地听着外面的轰炸声，浑身颤抖。有人也试图通过红莲想要寻找大蛇丸大人，
但红莲却告诉他们大蛇丸大人有要紧的事情要做，让他们没事别去烦他。这可把阴影忍者给愁坏了，别人都上门开着轰炸机轰炸了，这还不算大事，到底什么样的事才算是大事啊？时间就这样过去了3天，3天后止水的细胞移植手术彻底完成。手术完成后，饶是大蛇丸也都累得瘫坐在椅子上。他的身体虽然经过改造可以无限恢复，但精神可不是无限的。这几天高强度的集中注意力让他心神疲惫，现在手术终于完成，他累得差点昏睡过去。止水也在昏睡中逐渐苏醒，站起身来检查着自己的身体，他心中有些疑惑，为什么这次移植手术没有上次移植柱间细胞时那么痛苦？根据他的推测，鸣人细胞应该比柱间细胞蕴藏着更多的能量，移植过程应该更痛苦才对，怎么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转头看向大蛇丸的方向，想要开口询问，不料此时的大蛇丸已经因为过度劳累而睡了过去。见对方累成这样，他也没好意思打断对方，只好自顾自地开始研究起来。只见他双眼缓缓闭合，随后心神沉浸于身体中，用查克拉一寸寸地检查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就在这时，异变突生，一股极其庞大的力量从他意识深处苏醒，以后这股力量如摧枯拉朽般击溃了他的查克拉，冲出了他的身体。止水大惊，他早就知道鸣人细胞中蕴藏的能量十分恐怖，但没有想到居然恐怖到这个地步。要知道他的查克拉可是开启了万花筒写轮眼后质变过的查克拉，单纯质量上来说比普通人的查克拉要强上好几倍，但就是如此强度的查克拉，在碰到那种恐怖的能量后居然被瞬间冲散，这种感觉宛如皮肤撼树，让他异常惊恐。如果任由这种能量肆意扩散，他的身体一定会被撕裂，最后爆炸。想要解决，必须要找到一个宣泄口才行。念及至此，他一个瞬身朝着地下基地的大门跑去。如此巨大的能量绝不能在这么封闭的地方施展，必须要找到一处宽阔的所在才行。他的动作惊醒了昏昏欲睡的大蛇丸，像他这种经历过2次忍界大战的老牌忍者早就练成了浅睡状态，只要身旁出现一点风吹草动，他就会立刻惊醒。因此在止水跑出手术室大门的一瞬间，他便醒了过来。清醒过来后，他马上便理清了事情的经过，随后冷汗爬满了他的全身。果然如同他想象中那样发生了意外，鸣人那狂暴的能量绝没有那么好控制。止水哥，你一定要撑住啊！只见止水快速来到地下基地门前，随后他顾不得其他，直接开启虚弱能护，一拳把大门砸出了个大窟窿，顺身而出。刚刚走出来，体内的能量便不受控制的想要宣泄，止水直接抬手对着天空，将全身的力量全部释放出来。嗖！能量光束从他掌心激射而出，飞向天空，随后轰隆一声巨响，整个天空都变了颜色，爆炸所产生的光芒所覆盖了天空，宛如出现了另一个太阳。咬牙看着能量爆炸的威力，止水长长的松了口气。刚才他只要再晚上一步，这股恐怖的能量就有可能将他的身体撕碎，这使他不禁感叹漩涡鸣人的细胞能量真是太强大了，如果可以利用这种能量的话，他相信即便是忍界之神复生，他也能战胜对方。就在他惊叹于传超赛亚人的力量时，轰隆爆响声在天空中响起，声浪以音速传遍了整个忍界，引得无数人惊叹。土之国岩影村3代土影大野木办公室中，一个猛子扎出来飞向天空，随后站在空中感受着远处爆炸传来的音浪。从方向上来看，音浪应该是从田之国传来的，但那个方向并没有查克拉的波动，究竟是什么东西爆炸了？风之国沙影村4代风影罗莎立刻命令暗部开启了护村结界，随后派出情报忍者前往田之国的方向调查情报。虽然这场爆炸没有查克拉波动，但能引起如此大规模的音浪，规模一定不小。无论是用忍术造成的，还是普通人使用工具造成的，对于能造成如此大规模破坏的家伙，他们都应该重视起来。接下来的忍界随时有可能爆发忍界大战，在这场瓜分火之国的盛宴中，他可是打算撕下一大块肥肉。这个时候，忍界可千万不能再出什么变数啊！水之国雾影村刚刚结束了血雾政策的雾影村，此时犹如惊弓之鸟，在听到远处传来的爆炸声响时，全副武装的拿着武器来到了村口集合。雾影忍者卿来到了长老元师的身边，恭敬说道：“已经在雾影周围调查过了，村子周围没有任何异常，看来这次事件并不是针对我们雾影。”元师叹了口气说道：“派情报忍者去忍界大陆调查情报吧。不仅这次事件的情报，还要调查有关于雷之国即将发动战争的消息。”轻鞠了个躬，随后离开。元师站在村口，心中有些惆怅。我是忍界大战，他不求能获得多少利益，只要别被别人盯上就好。雷之国云影村4代雷影以及云影村的几大影级高手，全都满脸凝重地站在一处山峰顶端，眉头紧锁地看向田之国的方向。达鲁伊耷拉着死鱼眼，挠了挠后脑勺，说道：“在这个时候弄出这种动静来，这是火之国发现了我们的动作，在向我们示威吗？是那个光影村弄的，还是星木叶弄的？”2位游牧人撇了撇嘴，不屑地笑道：“不管是谁弄的，搞出这种动静来，恰恰说明了他们外强中干的本质。”说完，皱着眉看了看不远处自顾自唱跳 rap 的奇拉比，心中吐槽道：“这家伙又在跟九尾交流吗？真不知道这家伙吃错了什么药，被九尾骂了这么多次，还继续把脸凑上去，真是不知所谓。”这时，爱转身朝着雷影办公室走去，临走前还撂下一句道：“不必在乎这些细枝末节，
等我们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后，火之国到底是外强中干，还是真有底牌，一试便知。众人也点了点头，随后各忙各的。有些人已经跃跃欲试，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就是他们云隐村一忍界的好契机。在吞并了火之国后，只要安心发展一段时间，就可以转手再灭掉其他3个大国。到时候，他们就能完成忍者之神都没有做到的统一忍界的壮举，这让他们如何不兴奋？但此时有一个人说是兴奋了，都快吓傻了。鸣人张大了嘴巴，漂浮在光影村上空，感受着田之国传过来的气息，一脸懵逼。止水释放能量的声势极其浩大，即便是光影村中的普通平民都听到了响动，纷纷走出家门，抬头观望。在看到天边那变了颜色的天空后，众人惊恐的浑身颤抖。有人惊呼道：“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那边的天空会变了颜色？我猜应该是什么东西发生了爆炸吧？这怎么可能？什么样的爆炸会把天空都炸得变了颜色？”众人议论纷纷，随后恐慌的情绪在平民当中蔓延开来。就在这时，有人指着天空激动道：“你们快看，是光影大人跟几位高层顾问。”众人朝对方指的方向望去，只见鸣人等12小强身体化作10道流光飞向了天空，随后站在空中朝爆炸的方向观望。见到鸣人等人，村民们仿佛有了主心骨，激动地喊道：“你们看到了吗？光影大人跟顾问长老们飞在空中，他们居然可以飞行，真是太厉害了！”哼，光影大人自然厉害。想当年你们这些蠢货还到处诋毁光影大人，现在都被打脸了吧？你在胡说些什么东西？我们从来就没诋毁过光影大人，你简直是在诽谤。没错，我们自始至终都是支持光影大人的。之前木叶还在的时候，有人诋毁光影大人，我就站出来力挺光影大人过。你可拉倒吧！记着你当初就是诋毁光影大人的主力军，光影大人还把你打的在医院里住了大半个月，都忘记了吗？我当时是去拉架的，是被误伤。鸣人等人的出现给了平民们信心，他们突然发现，像鸣人这种暴徒，如果是敌人的时候十分令人恐惧，但如果突然变成自己人，就会成为最坚实的后盾。这就是鸣人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没有这个暴徒摆不平的事，只要有他在，任何的妖魔鬼怪都会被他这个魔王一拳打碎。而他们不知道的是，飞在空中的鸣人现在下巴都快掉地上了。这时田之国方向传过来的气息，如果没有感受错的话，那是自己的气，自己传超赛亚人的气。虽然这气的质量比自己弱上了无数倍，但绝对是同根同源的力量，不会有错。再加上这股气息传过来的方向，鸣人很快便断定了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绝对又是大蛇丸那个混蛋搞出的幺蛾子。这个混蛋真是烦死了！上次这家伙给团藏移植了自己的细胞，自己还没找他算账，这次又不知道为什么人移植了自己的细胞，这是拿自己的细胞当公交车了随便用。这次他下定了决心，无论手头有再要紧的事情，也要先放一放，一定要先解决大蛇丸这个王八蛋，再说别的。念及至此，他转身对其他的小强们说道：“你们留在这里看家，我亲自到那边看看是怎么回事。”说完，他便想用瞬间移动离开，不料这时一只柔软的小手抓住了自己的手，这手感鸣人一摸就知道肯定是雏田。他转过身，疑惑地看着雏田，后者则是担忧地说道：“鸣人君，要不要我们陪你一起去？”我担心。其实不只是雏田，其他人也很担忧鸣人的安全。他们也感受到了天边那股强大的气息，而且也察觉到了这股气息跟鸣人同根同源，因此他们担忧这是一个针对鸣人的陷阱，所以想跟对方一起去看看，如果真有什么危险，也可以掩护对方离开。毕竟鸣人现在的身份是一个忍村的首领，绝不能让首领独自犯险。鸣人瞬间明白了众人的想法，随后不理会其他人，对着雏田安慰道：“不必担心，你还不相信我的实力吗？现在不是跟你吹，我要是不压制着自己体内的力量，分分钟把这忍界震成碎片。就我这实力，无论是任何人设下的陷阱都不可能伤到我，你就安心在这里看家就行了。”雏田闻言脸色通红，其他人则是心中吐槽：这两个人玩过家家玩上瘾了，真把光影村当成他们家的私人财产了。这时陆丸凑了上来，对鸣人凝重说道：“鸣人，你先别着急走，我正好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随后他掏出了一份文件递到鸣人的手上，说道：“这是镇守雷之国边境的光影忍者送过来的战书，雷之国已经向我们火之国正式宣战，而且指名道姓的要先进攻我们光影村。这个时候你不能离开村子，你要留下来指挥接下来的战争。”鸣人看了看对方递过来的文件，并没有多惊讶，这件事他早就通过根部的情报网提前知晓。当时他还跟药师都吐槽过，这雷之国真是有病，跟火之国大名有仇，你直接去干他不就完了吗？非要绕个远路先来干自己，是不是吃饱了撑的？也不知道4代雷影这个莽夫到底是怎么想的，有大名府这块肥肉他不先吃，先奔着自己这个手中囤枪的打，这不是脑子有病吗？不过他并没有对此事担忧，而是对着众人笑道：“你们已经是成熟的顾问长老，不能什么事都靠着我这个光影，你们也是时候独当一面了。”众人闻言满脑子黑线，前不久忍界的新年刚刚过去，现在众人最小的一批已经8岁，而宁次他们几个年纪长1岁的已经有9岁，让自己这么一帮年纪不满10岁的小屁孩独当一面，鸣人这个家伙到底是怎么想的？鸣人见这群家伙那鄙视的眼神，连忙鼓励道：“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年纪小而低估了自己的实力，卡卡西像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已经在战场上扬名了。
现在你们的实力远超那个时期的卡卡西，完全有能力独当一面，指挥一场忍界大战。而且，就算你们有些事不明白，你们父母不是还能给你们出谋划策吗？直接把他们提拔成为顾问长老的顾问，这样让他们给你们白打工，有什么问题让他们去解决，不就迎刃而解了吗？众人脸上的黑线更深了一层，这个混蛋把村子的日常事务外包给了自己，现在还叫自己把战争义务再外包出去，这混蛋是真会偷懒甩锅。不过陆完迟疑了片刻，还是提醒道，即便如此，你还是要留下来，即便是只留下一个影分身也可以。毕竟这次战争是一次忍界大战，如果没有了你这个首领的参与，底层忍者们就像没有了主心骨一样。这个村子毕竟是你建立的，你的公信力比你的战斗力更有用。还有一句话陆完没说，那就是顾问长老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如果鸣人不在，很容易出现乱子。其他人暂且不提，要是鸣人不在，宇智波一族都未必会听从他们这些顾问长老的命令。毕竟他们这些顾问长老只不过是一群不到10岁的孩子，他们的实力虽强，但从来没有在众人面前展示过，也没什么机会给他们展示。总不能跟别人打仗之前先把自己人打一顿，展示自己的实力吧？这做法也太蠢了，也就只有弱智会这么做。因此，哪怕鸣人只留下一个影分身，也要让对方留下绝对的权威，这样才能凝聚人心，方便高层下达作战命令，整个村子不乱套。鸣人听到对方的解释后点了点头，随后分出了一个影分身，将自己的一部分力量注入其中，保证其不会轻易消散。随后笑了笑，对众人说道，既然如此，我就留这个影分身代替我处理公务。不过先跟你们说好，我这个影分身只负责凝聚人心，这场战争还是要交给你们来领导指挥。这是我留给你们的一场试炼，只有经过了战火的洗礼，你们才能够成长成为真正的强者。我相信你们一定不会辜负我的期望。这回众人没有再说多余的话，陆完叹了口气说道，真是麻烦，早知道我就不当这个顾问长老了，哪怕回忍者学校当学生，成天听那些无聊的课，也比当这个顾问长老清闲。鸣人笑了笑，拍了拍对方的肩膀说道，能者多劳吗？我很看好你，你一定可以做好这次的指挥官。之后他又吩咐了一些事，便准备瞬间移动离开。临走前，鸣人总觉得有些奇怪，但又说不上来，好像是有哪里不对劲，但回头仔细看了看在场众人，又不知哪里不对劲。就在这时，也不知怎么回事，鸣人刚分出来的分身鬼使神差的说了一句道，本体你在想什么？赶紧去田之国呀，再晚的话大蛇丸可能都要跑了。鸣人浑身打了个冷战，随后垂死病中惊坐起，用杀人的目光盯着分身，把分身盯得浑身发毛。分身尴尬的笑了笑问道，怎么了本体，有什么事吗？鸣人嘿嘿怪笑道，你要是不说话，我差点忘记了，我可是个下流无耻的王八蛋，我的分身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要是不给你身上加点保险，我还真有些不放心。分身惊恐的后退了几步问道，本体你打算做什么？只见鸣人二话没说，一个箭步来到了分身面前，随后右手食指上光芒闪烁，在分身的脑门上刻画了几个诡异的符文。符文刻好后，光芒一闪便消失不见，本身也打了个冷战，如梦初醒，随后指着本体骂道，你这个本体真是不要脸，连君子都防，真是小人一个。鸣人嘿嘿怪笑道，果然被我猜中了，你这家伙果然对雏田图谋不轨，不过你的邪恶计划已经被我看穿了，死心吧你。哈哈，这是个类似转写封印一样的术式，效果是只要接近异性，就会像同性的磁铁一样被弹开。想趁着自己不在泡雏田，门儿都没有。看着奸计被识破，一脸生无可恋的影分身，鸣人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跟众人挥手道别。雏田强忍着不舍与鸣人道别，佐助见状一脸不屑道，又不是再也回不来，至于像你们这么夸张吗？话音一落，只见他的身形如同炮弹般从空中坠落而下，众人反应过来后低头看去，只见地上被砸出了一个深深的大坑，而佐助摆出了雅木茶同款姿势趴在坑里。看着屁股撅得老高的佐助，鸣人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使用瞬间移动离开。在他离开后，陆丸开始组织起村子的战争动员，整个光影村进入了备战状态。火之国境内的光影忍者开始坚壁清野，收缩势力，众多家族也行动起来。而就在同一时间，田之国境内一只白色大鸟驮着迪达拉和飞段在空中艰难的飞行。此时他们的发型有些凌乱，身上也有着些许灰尘，似乎摔了个跟头，刚从地上爬起来一样。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是刚从地上爬起来，刚刚止水释放的爆炸威力极强，就连天空中的云彩都被吹得烟消云散，整个田之国上空只有一片蓝天，可见其威力。而就在刚刚止水释放能量波时，迪达拉和飞段正飞翔在天空中，剧烈的爆炸直接摧毁了当时他们乘坐的粘土巨鸟，风暴直接裹挟着他们飞出了田之国范围。二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从田之国外又飞了回来，刚一回来，二人便直奔爆炸的中心而去。按理说被如此剧烈的爆炸波及，差点丢掉性命，二人应该很生气才对，但此时他们的脸上丝毫没有愤怒的神色，反而充满了兴奋。能弄出如此大的动静，而且还在田之国境内，这不用想肯定是宇智波止水跟大蛇丸搞的鬼。找了这么多天，总算是有了些线索，只要往那道绿色光芒发出来的方向去，肯定就能找到那两个人。果不其然，刚一来到这附近，他们便看到了一切的罪魁祸首宇智波止水。此时对方正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喘着粗气，神态看起来有些疲惫。刚一见到止水，飞段便从粘土大鸟上一跃而下，从空中落在地面上，
最后一个瞬身来到了止水面前，大吼道：“你这个家伙可真是能藏！我们都快把田志国翻个底朝天了，都没找到你。”抱怨了几句后，飞段又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问道：“刚才的爆炸是你弄的吧？你居然会威力那么强大的忍术，真是令人兴奋。你要不要加入邪神教，信仰邪神大人啊？邪神大人可是很伟大的，跟你说。”飞段滔滔不绝地介绍着邪神。止水连理都没理这个话痨，自顾自的调理的气息，恢复着刚才气对他身体造成的损伤。就在这时，迪达拉也来到了止水面前。此时的他板着一张脸，一言不发，似乎是受到了什么刺激一般。看到一反常态的迪达拉，飞段皱了皱眉，这家伙是怎么回事？自从见到刚才那股爆炸后，就一直是这副表情，难道是被刚才的爆炸吓傻了吗？随后他心中冷笑，果然是个乳臭未干的小鬼。刚才的爆炸威力确实很强，但这种程度就把他吓得连话都不敢说，这也太逊了。此时止水已经差不多调理好了身体的状态，不得不说柱间细胞的生命力真是强大。原本这种损伤他至少要在床上躺个几天才能恢复，但拥有了柱间细胞后，仅仅片刻时间便恢复了体内所有的损伤，此时已经生龙活虎，可以随时投入战斗。感受着体内充沛的生命力后，止水站起身来，随后对着面无表情的迪达拉说道：“既然你找过来，那就别耽误时间了，赶紧出发去新木叶吧。”说完，他跳下了巨石，准备朝新木叶的方向进发。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利用自己新得到的力量摧毁那个虚伪的村子了。刚走没两步，只听迪达拉阴沉的声音说道：“刚才那个爆炸是你引起的吧？”止水疑惑地转回头，思考了几秒钟后，点头承认道：“没错。”闻听此言，迪达拉如同被火鸡点着的核弹般瞬间爆炸。只见他表情兴奋到狂热，脸部扭曲成了表情包，兴奋道：“这就是艺术，这就是艺术啊！宇智波止水，快告诉我，快点告诉我，刚才那个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东西爆炸会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快点告诉我，宇智波止水！”他的面部扭曲，表情癫狂，这疯狂的程度，就连公认的精神不是很正常的飞段都精神不是很正常。止水眉头紧锁，看着表情扭曲到一起的迪达拉，果然小组织一个比一个神经病。等灭掉新木叶后，他就脱离这个组织吧。此时的他已经有了战胜佩恩的信心，因此他也不必委曲求全待在小组织中，是时候带领宇智波一族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忍村了。念及至此，他对迪达拉面无表情地说道：“刚才的爆炸只是个意外，不要管那些细枝末节，赶紧跟我执行任务去吧。”执行任务？这还执行个球啊！见到了如此瑰丽的艺术，迪达拉哪还有心情执行什么狗屁任务？只见地面的泥土突然破开了一个又一个细小的裂缝，随后从裂缝中钻出了数百只指甲大小的白色蚂蚁，将止水团团包围。止水眉头紧锁，看着包围了自己的白色粘土蚂蚁，问向迪达拉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不知道组织成员之间不能私自内斗吗？”迪达拉哪还能顾得上这些，激动地问道：“你这混蛋，快点告诉我，刚才那个爆炸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多么绚丽的艺术啊！我一定要再次见到那伟大的艺术！”看着表情癫狂的迪达拉，止水冷哼了一声，这家伙看来精神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没必要再跟对方交流了。正当他想使用瞬身术脱离粘土蚂蚁的包围时，突然不远处呲呲的电流声响起。雷遁地走，密集的雷遁电流瞬间铺满了止水附近的地面，数百只粘土蚂蚁在被电流扫过后倒地不起，其中的暴盾查克拉被完全摧毁。见到这一幕，迪达拉有些惊讶，居然知道自己暴盾的弱点，这到底是谁？众人转头望去，只见大蛇丸嘴角勾起，露出玩味，一边朝这里走来，一边说道：“居然对组织成员出手，迪达拉，你的行为已经相当于背叛了组织。”迪达拉闻言嗤笑一声道：“什么狗屁的小组织，以为我乐意加入吗？要不是……”他刚想将面具男的事情说出来，突然又闭上了嘴。对方严厉警告过他，不准将自己的存在说出来。所以说他是个四处搞破坏的恐怖分子，但答应过别人的事，他从来不会食言。因此他及时闭上了嘴，转移话题道：“这个什么狗屁的组织我根本就不在乎，快点把刚才那个爆炸的原理告诉我，否则我一定让你们看看我艺术的威力。”止水先是和大蛇丸对视了一眼，随后又看向了飞段问道：“你怎么想的？是要跟迪达拉一起背叛组织，还是要跟我们一起抓叛徒？”飞段显然还没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突然迪达拉就成组织叛徒了？不过是不是叛徒他都无所谓，迪达拉这个家伙很有趣，跟对方一起玩那这段时间感觉跟对方非常对脾气。思考片刻后，他嘿嘿怪笑道：“背叛组织这么有趣的事，我当然要加入，而且把你跟那个大蛇丸一起献给邪神大人的话，邪神大人一定会非常开心。”结。止水闻言先是皱了皱眉，随后又点了点头。他懂了，这俩人就是两个纯粹的疯子，自己背叛组织是有硬实力支持，这两个家伙纯是精神病在支持。这两个人的组合名字他也想好了，就叫他们疯子二人组吧。不过他已经失去了耐心，在确定迪达拉这个疯子不打算善罢甘休后，他缓缓抬起双手，解开了小组织宽大的长袍，随后一撩衣服，将身后的忍刀抽了出来，面无表情道：“既然你们找死，那就不要怪我了，两个疯子就去地狱作伴去吧。”飞段兴奋地拍一下背后背着的血腥三月莲，最后对着迪达拉嗷一声喊道：“开打了，迪达拉，执行 A 计划吧！”迪达拉笑了笑，随后将手伸进了装有起爆粘土的忍具袋内。所谓的 A 计划
指的就是两个人有什么技能和什么技能，瞎勾八干把敌人干死。只见迪达拉大手一挥，两条白色蜈蚣从他手中扔出，随后奔着止水的方向快速爬行而去。飞段也挥舞着血腥三月莲朝着大蛇丸杀来。就在双方即将正面交手时，战场最中心突然嗖的一声出现了一个人影。鸣人还保持着跟雏田挥手道别的姿势，甚至连手都没有放下来，就见到两条4、5米长1米多高的巨大白色蜈蚣奔着他爬了过来。还没等他回过神，两条蜈蚣便爬到了他的身上，随后轰鸣之声炸响，白色蜈蚣瞬间爆炸火光吞噬了漩涡鸣人。正要开打的4人突然停住了手，一脸疑惑地看着烟雾中突然出现的奇怪家伙。这家伙是谁啊？怎么突然就出现了？这是某种时空间忍术吗？只见烟雾逐渐散去，鸣人黑着一张脸从烟雾中缓缓走出，随后环视一周，语气微怒道：谁扔的炮仗？此时的鸣人感觉非常郁闷，刚刚才跟朋友们温情的挥手道别，转眼间就被人拿炮仗崩了满身灰，这让他觉得面子上十分受挫。等烟雾散去后，打量了一下四周，附近站着4个人，而且全是些熟面孔。大蛇丸在这里这很正常，毕竟自己找的就是这家伙，他不在这里的话，自己找谁去？迪达拉跟飞段这两个神经病居然也在这里，这让他有些惊讶。这俩人现在不应该跟蝎跟角斗一起组队吗？怎么这俩人混到一起了？啊，对了，那俩人已经被自己顺手解决了，那没事了。最后一个便是宇智波止水，鸣人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气就是从这个家伙体内传出来的。这个王八蛋可真是恩将仇报，自己解救了宇智波一族，帮助了对方，这个家伙还移植自己的细胞恶心自己，真是丧尽天良。鸣人打量着小组织4人，后者同样在上下打量鸣人。大蛇丸跟止水在见到漩涡鸣人后，身体立刻进入紧绷状态。他们可是很清楚漩涡鸣人的真实实力，大蛇丸当初被揍的差点怀疑人生，险些当场去世。止水虽然没跟鸣人交过手，但接触的几年时间中也隐约察觉到了对方的实力。他们两个全神戒备，但飞段跟迪达拉却毫不在意。只见飞段撅着嘴嚣张问道：喂，小鬼，你是从哪儿来的？鸣人没有回答他，而是在思考接下来要如何处理这帮家伙。首先止水今天是死定了，来了都救不了他，我说的，居然敢移植自己的细胞，但是这一条他就已经犯了必死之罪。但是剩下的人该怎么处理呢？连同止水一起干掉。说实话，他不是很喜欢这种乱杀人的做法，这种有事没事就乱杀人的做法纯属莽夫行为，自己这种靠智力吃饭的做这种事有些太粗鲁了。就在他胡思乱想时，飞段怒了，指着鸣人破口大骂道：小鬼，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吗？你这家伙要是再不说话，我可就要动手了。鸣人回过神来，随后好奇地打量飞段，在他印象里，这神经病应该是见人就砍的类型，居然砍人之前还会跟人打招呼，这真让他有些没想到。不过他仍然没有搭理这家伙，而是将目光看向了迪达拉，问道：刚才就是你扔的炮仗吧？迪达拉闻言表情微怒，瞪着鸣人纠正道：我那不是炮仗，是艺术。鸣人闻言冷哼一声道：一你奶奶的腿，炸的还没一个屁响，狗屁的艺术。迪达拉闻言双目赤红，表情凶狠道：小鬼，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竟然敢侮辱我的艺术，简直是不可原谅。看到对方恼羞成怒的模样，鸣人有些惊讶，这家伙气成这样了，怎么还不动手？小组织不是穷凶极恶的叛人组织吗？自己都这么侮辱他们了，还不动手？忍者全是忍者神龟吗？唉，算了吧，山不向我走来，那我便向山走去。这帮家伙不主动干我，我就先出手干他们吧。念及至此，他瞬间消失在原地，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到了迪达拉面前，一拳打在了对方脑袋上。迪达拉本身体术就一般，再加上毫无防备，根本没有反应过来，被鸣人一拳打晕了过去。直到迪达拉倒在地上时，其他3人才反应过来，随后3人露出震惊的表情。鸣人刚才出手的速度快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大蛇丸心中暗道：难道鸣人军是用了某种时空间忍术吗？很有可能，刚才对方出现的方式应该就是类似飞雷神一样的时空间忍术。本来鸣人的实力就足够让人忌惮，如今对方还会是空间忍术，这下子麻烦了。而止水在鸣人出现后便一言不发，只是凝重地盯着对方，全身紧绷。而飞段的反应最为激烈，在意识到自己的队友迪达拉被人偷袭后，他想都没想，直接挥舞着血腥三月连奔着鸣人砍去。他的举动就连鸣人都被吓了一跳，在看到自己实力后，丝毫没有犹豫，果断朝自己攻击。就这份勇气，在忍界中都少有人能及，真不愧是用小脑思考的顶级人才。这么勇敢的小脑袋，瓜不砍下来，清醒，实在是太屈才了。念及至此，鸣人一侧身躲开了对方镰刀的攻击，随后手中一道锋刃飞出，不偏不倚，正好砍在对方的脖子上。锋刃从飞段右侧脖梗飞入左侧脑梗飞出，直接砍了个通透。等锋刃飞过后，飞段的脖子如同他的名字一样飞成2段，一颗银色大背头的脑袋掉落在地上，滚了几圈后仰面朝天躺在了地上。见飞段被杀，止水跟大蛇丸都没有丝毫意外，这种心里没个逼数，面对什么样的敌人都猛着往上冲的家伙，死了也是活该。2人不再关注飞段被砍掉的脑袋，而是将目光转向了鸣人。他们心知对方就是冲着自己来的，暗地里思考接下来该如何应对。就在大蛇丸即将说些场面话，
缓和下气氛时，只听飞段那嚣张的声音再次响起：“你这混蛋小鬼，真是个王八蛋，竟然敢偷袭！老子真是个小杂种，大畜生！”大蛇丸跟止水惊讶地看向飞段脑袋掉落的方向，只见被斩首按理说已经死透的飞段正躺在地上对鸣人破口大骂。由于飞段刚加入小组织的原因，因此他们并不知道飞段的能力。猛然间见到这种脑袋被砍掉还能存活的人，心里格外吃惊。尤其是大蛇丸，吃惊过后，心中便涌现了无尽的好奇。居然有人被砍掉脑袋后还能活下来，这个叫飞段的家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真想把他带到实验室里好好研究一下。而被骂的鸣人此时额头上青筋暴起，只见他弯腰捡起了飞段的脑袋，随后怒道：“你要是再敢多说一个字，老子立刻把你脑袋扔茅坑里，让你压吸了雷！”飞段脑补了一下茅坑的场景，立刻打了个冷战。他已经发现了这个大概只有10岁的小鬼是个无法无天的主，性格比自己还混，完全有可能像对方说的那样把自己脑袋扔茅坑里。随后嘴闭得严严实实的，生怕发出一点声音。现在他恨不得自己脑袋上能长出一双手来把自己的嘴死死捂住。见飞段老实下来，鸣人点了点头，随后将目光投向了大蛇丸：“你的胆子很肥啊，之前就敢把我的细胞移植给志村团藏，现在又把我的细胞移植给宇智波止水，看来你是真把我当实验材料了。”鸣人说话时嘴角含笑，但落到大蛇丸耳中却异常冰冷。他额头上全是冷汗，身体不自觉地朝后退了一步。之前他就分鸣人交过手，自然知道对方的实力。之前在收到袁飞老师死亡木叶解散情报的时候，大蛇丸就知道这一定是漩涡鸣人搞的鬼。大蛇丸没有回答鸣人的话，而是悄悄来到止水身边，小声说道：“止水哥，我掩护你撤退吧。凭你的速度，先逃走的话，他未必可以找到你的踪迹。之后我会用逆通灵之术离开你，不必担心我的安危。”止水闻言摇了摇头说道：“没用的，漩涡鸣人刚才出现使用的是时空间忍术，想要在对方面前逃走太困难了，而且我也不会离开，与其躲躲藏藏，不如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当初决定移植对方身体细胞的时候，我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止水确实是这么想的，与其像老鼠一样在移植了对方的细胞后躲躲藏藏，不如正面跟对方拼一下，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实力。这还是他在鸣人身上学到的特质，不得不说这样做确实会省很多的麻烦。相信对方在知晓自己的实力后会理智的选择退去。现在他对自己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自信，对方所拥有的那种力量自己同样已经拥有，在相同条件下自己不会输给任何人。这一切都是为了宇智波一族的繁荣兴盛，为了让宇智波一族再次伟大，冒这样的风险是很值得的。但此时的鸣人丝毫没有心思理会止水的想法，因为他被大蛇丸刚才的那句止水哥给惊到了。这是什么情况？他没有听错吧？大蛇丸管止水叫止水哥，这 TMD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大蛇丸年纪跟宇智波止水他爹差不多大，就算是一结金兰也应该是大蛇丸当哥才对，这怎么管止水叫上哥了？而且大蛇丸这家伙什么时候变成这副狗腿的模样？原著中4战之后，大蛇丸确实老实了很多，但也没到给鸣人佐助他们当狗腿子的地步呀。现在的大蛇丸就跟止水的一个小跟班似的，这搞得鸣人都有些不自信的，自己身边都没有这种狗腿子，止水先有了，这公平吗？就在这时，鸣人察觉到大蛇丸体内的查克拉有些凌乱，特别是对方的大脑里有着一道极强的阴遁查克拉，深深的扎根在脑海中。这下鸣人算是搞清楚了，闹了半天是被别天神控制了，这下就好办了。只见鸣人心念一动，周围的环境悄悄发生了一些变化，周围的自然能量被他所引动，开始流动起来。自从上次观战自来也的仙人模式后，他就学会了使用自然能量，这是一种纯粹利用自然能量的方式，并不是变身仙人模式，因此无声无息，任何人都没有察觉。只见一道无形无质的查克拉凭空浮现，随后瞬间冲击了大蛇丸的脑海，大蛇丸如同触电般颤抖了一下，随后被鸣人解开了幻术的大蛇丸呆愣在原地，眼神变得木讷起来。止水发现了他的异常，随后便感受到了自己留在大蛇丸脑海中的别天神查克拉被人破解。他是惊讶的瞪大的双眼，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鸣人。大蛇丸可是一直站在自己身边，就算鸣人能破解自己的别天神，但相隔10几米远，对方是如何做到的？就在他疑惑时，意识苏醒后的大蛇丸双眼中逐渐焕发了神采，眼神当即变得无比凶恶。自己这些天都做了什么？居然被别人控制，给别人当小弟！可恶的宇智波止水居然敢如此羞辱自己，真是不可原谅。他可是3人，纵横忍界的时候，宇智波止水他爹还在上忍者学校呢，这个小鬼居然让自己管他叫哥，真是可恶至极。念及至此，他大嘴一张，草剃剑被他吐了出来，握在手中，随后二话没说，一剑朝宇智波止水的后背斩来。这一剑异常迅猛，完全不是大蛇丸的风格。以前的他都是以技巧施展剑术，很少有这种大开大合使用蛮力的时候。这也是被止水气的失去了理智下意识行为，因此他的偷袭很快便被全身紧绷的止水所察觉，挥舞忍刀抵挡了下来。叮！草之剑跟忍刀相撞在一起，擦出了火花。二人四目相对，大蛇丸表情凶恶道：“你这个可恶的混蛋，居然敢用幻术控制我！准备好再次上我的手术台，成为我的实验品了吗？”止水面无表情道：“
好歹是忍界3人，说出这话你也真不嫌丢人。我没有杀你已经是我仁慈的体现了，身为忍者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吗？而且，说话间，止水开启了万花筒写轮眼，随后对大蛇丸嘲讽道：“你这家伙真是一点记性都不长，还敢跟我对视，你简直是愚蠢至极。”说话间，幻术发动，大蛇丸眼神再次变得木讷起来，似乎是又中了幻术。止水冷哼了一声，大蛇丸这个家伙真是太弱鸡了。同样的当会上2次，这种低级错误，哪怕是普通的上忍都不会犯，3忍难道只有这个水平吗？就在他准备干掉大蛇丸，随后全神贯注对付漩涡鸣人时，只见大蛇丸的皮肤突然破裂开来，无数的毒蛇从他体内喷涌而出。万蛇罗之阵，止水见状连忙朝后退去，只见大蛇丸之前所站的位置已经被一片毒蛇海洋所吞没，无数的毒蛇不停地朝外喷涌，似乎是打开了一个无穷无尽的蛇窟一般，不停往外冒。止水见状一退再退，拉开了一定距离后，双手结印对着喷涌而来的蛇潮，一口大火吐了出去。火遁，好火灭却！火海与蛇潮相撞，一时间焦糊的烤蛇味与鲜血蒸发的腥臭味蔓延了方圆数里范围。鸣人拎着飞段的脑袋跟身体，扛着昏睡的迪达拉来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只见他右手薅着飞段的头发，左手喷出了水遁忍术给飞段洗了洗头，字面意义上的洗洗头。飞段被水刺的咬牙切齿，呛了好几大口水，幸好他的肺跟他的脖子不连着，否则可能要呛死。等鸣人把水龙头关闭后，飞段嗷的一声骂了出来道：“混蛋小鬼，你不要欺人太甚，我都已经认输了，你这家伙为什么还要捉弄我？”鸣人切了一声，随后拎着飞段的脑袋按回来身体上，将脖子严丝合缝的拼好后，发动医疗忍术，将飞段的头再次接了回去。头接好的一瞬间，飞段果断出手，一口咬在了鸣人的手腕上，想要咬出血来，随后施展死丝，贫血诅咒对方。咔嚓，半颗虎牙从飞段的嘴里崩了出来，露出了神经的牙齿，疼的飞段嗷嗷直叫，捂着嘴在地上打滚。鸣人没空管在地上打滚耍宝的飞段，来到了迪达拉面前，再次开闸放水，刺在对方脸上。昏迷的迪达拉被鸣人的水遁忍术呲等缓缓醒了过来，意识恢复后，他瞬间打了个哆嗦，一个翻身跳了起来，与鸣人拉开了距离。你这个家伙到底是谁？想要做什么？迪达拉右手伸进忍具包内，警惕问道。鸣人一指远处正在大战的止水跟大蛇丸，对二人说道：“当然是请你们一起当实况解说了。如此精彩的比赛，由我一个人来解说有些没意思。二位在整个动漫界精神都属于不正常的存在，想必由二位来充当这次比赛的解说会非常有趣。”迪达拉跟飞段怒不可遏，这家伙纯粹是想耍着自己玩，老子就算是死外面从这跳下去，也不会为了取悦你当什么实况解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初代光影独家赞助播出的忍界巅峰赛比赛现场，我是主持人迪达拉，我是主持人飞段。就在止水跟大蛇丸战斗的战场最上方，一张4-5米长的白色方桌漂浮在虚空中，方桌前摆着3个座位，鸣人坐在最中间，而他左手边的是飞段，右手边是迪达拉。讲完开场词后，迪达拉看向鸣人介绍道：“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光影村初代光影漩涡鸣人。”他说完便带头鼓起掌来，飞段也响应号召，二人一起鼓掌。鸣人则是悄悄整理了一下用来操控迪达拉跟飞段的查克拉线，随后对着镜头打招呼道：“大家好，我是漩涡鸣人。”他说话时表情非常郑重，根本没有平时那样的嬉皮笑脸。他很久之前就想进行一场这样的实况解说，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如今好不容易赶上止水跟大蛇丸大战，又赶上身旁有这2个傻缺给自己当主持人，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来一场实况转播简直天理难容。就在这时，只听飞段惊呼道：“你们快看，大蛇丸好像有些撑不住了。”3人低头看去，果然看到大蛇丸被开启的须佐能乎的宇智波止水打得狼狈逃窜。迪达拉凝重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止水开启的应该就是宇智波一族引以为豪的须佐能乎。虽说只是半身须佐，但这威力远不是大蛇丸这种没有血脉的普通忍者可以抗衡的。”飞段也点了点头说道：“没有错，这大蛇丸虽说名号响亮的吓人，但毕竟只是个没有血脉的常规忍者。他会的忍术也许比别人见过的忍术都要多，但忍术这种东西贵精而不贵多，现在的大蛇丸就是最好的例子。会着成千上万种忍术，却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打破须佐能乎的防御，常规忍者的极限也就如此了。”就在这时，鸣人冷笑一声道：“飞段先生现在下断言，恐怕为时尚早吧？”哦，鸣人先生何出此言？莫非是大蛇丸还有什么常人所不知的隐藏手段吗？鸣人笑而不语。就在这时，只听迪达拉惊呼道：“你们快看，那是什么？”只见被止水死死压制的大蛇丸看准时机，来到了一片空地上，随后双手结印通灵之术发动，3口漆黑的棺材竖直着从地底缓缓升起。当棺材完全挺出地面后，盖板突然打开，露出了里面3个挺拔的身影。飞段瞪大了双眼，难以置信的惊呼道：“这3人莫非是？”迪达拉点了点头，最后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对着镜头激动道：“不会有错的，这就是木叶村的3位火影，初代火影千手柱间，2代火影千手飞间，3代火影猿飞日斩。真没想到大蛇丸居然可以复活这3个强者，而且看样子他们此时的状态都是生前最鼎盛时期。
看啊，三代火影猿飞日斩此时的年纪应该只有30多岁，正处于一个忍者的实力最巅峰时期，对方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获得了忍雄的称号。拥有了这3名强者坐镇，这下看来双方的攻守之势一眼。这时鸣人轻轻摇了摇头说道：我看未必。迪达拉和飞段有些疑惑，鸣人不急不缓地解释道：这个忍术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应该就是2代火影发明的绘图转生之术。这个忍术确实可以召唤已死之人生前的灵魂为自己而战，但凡事有利就有弊，这些被复活的死人实力强度是根据复活他们所消耗的祭品而定的。根据我多年经验来看，大蛇丸复活这3人所用的祭品顶多也就是普通中忍级别的实力，这种肉体强度勉强可以让3名火影发挥影级的战斗力，而且为了更好的操控这几个人，大蛇丸绝对不会让他们保留自身的意志。一名忍者可以发挥出多强的战斗力，跟他们的战斗经验息息相关，被压制了意志的他们能发挥的战力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我敢断言，即便大蛇丸召唤出了这几名火影，在面对现在的宇智波止水时也根本占不到任何便宜。迪达拉跟飞段闻言茅塞顿开，随后对着镜头激动道：真不愧是忍界至强者漩涡鸣人先生，简单3两句话便将如此深奥的道理说得如此鞭辟入里，让我们将最热烈的掌声献给漩涡鸣人先生。就在3个傻缺在空中热情鼓掌时，下方的2代火影牵手飞间，双手环抱抬头看向天空，问向猿飞日斩道：猴子，天上飞着的那3个二货你认识吗？被召唤出来的牵手飞间经过一段时间适应后，总算是知道了大概情况。使用绘图转生之术复活自己和兄长的是一个叫大蛇丸的家伙，这家伙是猴子的学生，相当于是自己的徒孙。他要对付的敌人就是不远处那个开启绿色须佐能乎的宇智波小鬼，这些他都可以理解。但天上飘着的那几个对着空气自言自语的家伙究竟是谁，他直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而被问的猿飞日斩也抬头看向了天空，迪达拉跟飞段他并不认识，所以并没理会。当他看到鸣人的一瞬间，脸色瞬间变得阴沉无比，杀意不自觉的外露，引起了初代、2代的注意。牵手飞间皱眉问道：看来你认识上面的人，他们又是什么来路？猿飞日斩深吸了一口气，随后解释了起来。他对初代、2代严肃说道：坐在两边的那2个青年我并不认识，但坐在最中间的那个金发小鬼可是木叶有史以来最大的叛人。牵手飞间闻言有些嗤之以鼻，这猴子年纪大了，说话也变得越来越浮夸，一个小鬼而已，居然被他说成了木叶有史以来最大的叛人，有些夸张过头了。他冷笑一声问道：猴子，你有些太夸张了吧？你忘了木叶最大的叛人是宇智波斑吗？牵手柱间也好奇的抬头看向天空那个金发小鬼，这么小的年纪就能被猴子称为木叶最大的叛人，看来应该是个实力很强的天才忍者，真是厉害啊！这么小的年纪就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当初他和班这么大的时候还在河边扔石子玩呢。被问的猿飞日斩咬着牙说道：在我看来，他应该是比宇智波斑更可怕的叛人。随后他将鸣人的事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遍，尤其是说到最后鸣人公然刺杀了猿飞日斩，随后使用武力控制木叶的事。在听到鸣人暴走时，初代、2代还并没有很在意，不过是类似九尾一样会暴走而已，他们并不是很在意。但当听到鸣人已经控制了木叶时，2人脸色变得难看起来。牵手柱间面色一沉，直视着猿飞日斩的双眼严肃问道：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在见到牵手柱间那双严肃的面容时，猿飞日斩不知怎么的突然心跳加快，额头上布满了冷汗。上次见到如此严肃的柱间大人，还是在宇智波斑控制九尾入侵木叶时，在离开木叶跟宇智波斑决战前，对方就是这个表情。柱间的身上丝毫没有露出杀意，但却让猿飞日斩感觉到莫大的压力。他强压下心中的紧张，严肃的点了点头说道：我可以向您保证，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我虽然已经被那个小鬼刺杀身亡，但以对方的作风，在我死后绝对会趁机夺取火影之位，从而控制木叶。呵呵。就在这时，大蛇丸的冷笑声响起，众人循声望去，发现是大蛇丸后，牵手飞间冷哼一声道：小鬼，有什么可笑的吗？大蛇丸嘴角勾起，邪魅道：刚才袁飞老师的措辞有些不当，漩涡鸣人已经不能称之为木叶的叛人，而应该是木叶的终结者才对，因为现在木叶忍者村已经不存在了。漩涡鸣人在得到了火影之位后，立刻就解散了木叶，如今的忍界已经不存在一个叫木叶的忍者村。柱间与飞间2人闻言，脸色难看到了极致，恐怖的杀意从他们身体内迸发而出，弥漫在四周，让大蛇丸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大蛇丸心中暗道：不愧是建立了木叶的2位火影，在无法使用全部实力的情况下，都能有如此恐怖的力量，真是难以想象他们全盛时期到底有多强。其实大蛇丸以前是见过牵手飞间的，小时候他加入忍者学校时，开学仪式上牵手飞间就到场过，但当时只是匆匆一面而已，而且他也只是个小屁孩，根本察觉不到牵手飞间的实力有多强大。现在看起来，对方的实力可能已经远远超过了普通影的级别，而且牵手柱间的实力明显比牵手飞间还要强，真是一对怪物兄弟。随后他嘴角勾起，心中冷笑，就算对方生前实力再强也没有用，因为只见力量不断上升的牵手兄弟身体突然裂开一道缝隙，刚才还节节上升的气势瞬间萎靡下来，恢复了平静。
千手柱间恢复了冷静后，撇了撇嘴说道：“飞间，你这个忍术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刚放出来这点力量，身体就受不了了？”千手飞间闻言满头黑线道：“大哥，你好好看清楚，这个忍术是那个叫大蛇丸的小鬼释放的，而且他改进了不少细节，跟我当初设计的原版本已经完全不同。”大蛇丸点了点头笑道：“我确实在2代火影的绘图转生基础上进行了改良，这个忍术已经从纯粹的自爆型忍术变成了通灵术一样的召唤型忍术。只是我没有想到2位的实力居然如此强大，施展的祭品根本无法让2位使出生前的全部实力来，真是可惜了。”柱间闻言瞬间抑郁下来，仿佛脑袋上顶着一片乌云般，身体松松垮垮的嘟囔道：“这哪是不能发挥出全部实力，连1/10都不到，这点实力够谁用的？”飞间点了点头附和道：“这点实力确实太弱了，不过你的改良也有其独到之处，比我当初设计的版本要强上不少。不过细节上还有些残缺，比如我设计这个忍术使用的封印符文中。”还没等他说完，天空突然阴沉下来，天上的太阳似乎被什么东西遮挡，黑影遮盖了众人。众人一齐抬头看去，只见一把散发着绿色光芒的螺旋形巨剑从天空盖压而下，朝着众人挥砍而来。柱间、飞间、猿飞日斩、大蛇丸同时朝四周跳开，随后绿色的螺旋巨剑瞬间洒落在地面，掀起了剧烈的震响，地面被砸得蛛网般开裂，须佐能乎的螺旋巨剑竟有一半都插进了地面中。宇智波止水控制须佐能乎拔出了巨剑后，看向了不远处又聚在一起的初代火影几人。只见他面无表情，语气淡漠道：“闲聊我看就到此为止吧。真没想到大蛇丸你这家伙居然会这种复活王者的忍术，不过这样也不错。摧毁那个新木叶之前，先把木叶的历代火影重新杀死一遍，也算是为被木叶高层迫害的宇智波族人讨回些利息吧。”闻听此言，千手柱间有些不解道：“宇智波的少年，你说被木叶高层迫害的宇智波族人，这话是什么意思？”猿飞日斩闻言瞳孔一缩，他很了解柱间大人的性格，如果知道的这件事，一定会向自己问责。站在他身边的千手飞间看到了猿飞日斩表情的变化，瞬间便明白了一切，在心中暗自点了点头，称赞道：“猴子这个家伙不愧是我最优秀的弟子，看来他已经完美领会到了我当初的想法，只是这做法有些粗糙，居然让宇智波幸存了下来，还诞生了万花筒写轮眼的拥有者，看来只学到了自己的思想，没有学到自己的手段啊！既然猴子这个家伙是为了完成自己的遗志才陷入这么尴尬的境地，那自己要给他打个圆场才行。”正当他想开口为猿飞日斩打圆场将这件事糊弄过去时，天空中嗷的一声吼，吓得众人捂住了耳朵。你们这帮王八蛋到底开打不开打呀？老子这实况转播很费电的，你们 TMD 聊天聊上瘾了。众人捂着耳朵抬头看去，只见鸣人站在桌子上，指着下方破口大骂。他可真是气死了！你说你们一帮忍者本身就是一个不服就干的职业，结果打架前聊了这么长时间的天，有意思吗？本来看到宇智波止水动手，他还以为要正式开打，结果这千手柱间又要嘴遁止水。TMD， 你们倒是打呀，快点打呀！这什么狗日的剧情？你给我搁这灌水呢？千手飞间看着漩涡鸣人的精神状态有些疑惑，他转过头看向猿飞日斩，表情有些古怪。他现在心中所想的是，这么一个不靠谱的莽夫，你都没有忽悠到自己的麾下吗？猿飞日斩苦着一张脸，心中暗道：我都已经尽力在忽悠了，但没有用啊！这家伙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软硬不吃我也没有办法。就在二人眼神交流时，只见初代火影千手柱间一步向前站到了众人最前方，随后抬着头直视着漩涡鸣人。众人见状，表情瞬间严肃了下来，就连宇智波止水都停下了进攻的动作，想看看对方到底想做什么。这可是忍者之神，创立了木叶忍村，结束了战国乱世的最强忍者。刚才对方已经得知了自己建立的木叶忍村被漩涡鸣人所摧毁，众人猜测现在的千手柱间一定愤怒到了极致。一时间，现场的空气都凝滞了下来，火药味在现场不断的蔓延，一股山雨欲来之感压迫在众人的心中，让人呼吸变得困难。此时大蛇丸心中稍稍有些遗憾，如果能有更好的祭品给初代火影，让他恢复生前的巅峰实力，跟漩涡鸣人战斗，那就太完美了。只可惜如此珍贵的素材都是他重要的实验对象，我让他拿出来当祭品实在是太可惜了，他有些舍不得。就在这时，初代火影有了动作，只见他90度弯腰给鸣人鞠了个躬，大喊一声道：非常抱歉，浪费了您的电，我们一定会奉献一场精彩的战斗，让您满意的。众人看到这个时候还在耍宝的兄长千手飞间愤怒地呵斥道：大哥，你又在耍什么宝？这可是摧毁了木叶的敌人，你为什么要跟这个小鬼道歉？本以为柱间会如同往常一样挠着后脑勺，一脸尴尬，不料千手柱间竟然保持着躬身的姿势，稍稍侧了侧脸，瞪了千手飞间一眼。被瞪的千手飞间瞬间闭上了嘴，在跟对方对视的一瞬间，特别明白了对方的想法，心中无奈地叹了口气。大哥真是太天真了，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必要再跟对方谈判，为什么非要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呢？快叔哥见自己的弟弟闭上嘴，中间不再搭理他，而是直起腰看向空中的漩涡鸣人问道：能否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解散木叶吗？鸣人有些疑惑，这个家伙怎么突然又认真起来了？一会儿逗逼一会儿认真，
这喜怒无常的性格是不是好像在哪里见过？你问这个做什么？木叶都已经解散，再问这个已经毫无意义了。鸣人站在司仪台上，对下方疑惑问道。千手柱间深吸了一口气，随后将自己心中的疑问和盘托出。你的事情我已经听猴子还有那个叫大蛇丸的年轻人说过了。木叶明明已经推举你成为了火影，为什么还要刻意解散一遍木叶，再建一个忍村呢？这是令柱间最难以理解的事。对于鸣人用暴力手段当上火影，他倒并不是很在意。这种事情在忍族时代非常常见，如果千手一族中有族人实力比他强，他也会将族长的位置让给对方，不会有任何怨言。而既然对方已经成为了木叶的火影，为什么非要做这些多余的事情呢？要知道，木叶这块金字招牌可是有着巨大的价值，拿了这块招牌另起炉灶，简直是多此一举。其他人也好奇地看向了鸣人，这个行为确实有些怪异，他们也很好奇鸣人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尤其是大蛇丸跟宇智波止水，他们可是十分清楚木叶解散后光影村的所作所为，在火之国范围内大力清剿匪寇，让身份高贵的忍者从事低端的生产活动中，大大的削弱了忍者的社会地位。现在火之国底层忍者中，不少人恨透了光影村。由于鸣人的存在，之前忍者很多的特权都被剥夺了，就连火之国大名那边对此都颇有微词。要不是现在战争在即，恐怕早就向他问责了。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他们实在是想不到有什么意义，所以也将好奇的目光看向鸣人，等待对方的答复。鸣人想了想，随后在空中缓缓降落而下，片刻功夫便来到了千手柱间的面前，漂浮在半空，跟千手柱间对视在一起。看着眼神极为认真的千手柱间，鸣人笑道：“因为我很讨厌木叶的生存模式，但是想在他的基础上改革的话，又会有更多的麻烦，还不如推倒重建。”千手柱间闻言疑惑道：“木叶的生存模式怎么了？一国一村的生存模式有什么问题吗？”鸣人撇了撇嘴说道：“问题大了去了，你制定的这种生存模式，注定了忍者跟底层群众脱节，最终会完全脱离群众，成为某个阶层的工具。”柱间挠了挠头，疑惑道：“这有什么问题吗？收钱接任务，这就是忍者的生存模式。之前小家族之间就因为任务原因争斗不断，自从我建立了木叶后，这种私下的争端消失了，之后所有的争斗都是因为任务，这有什么不对劲的吗？”千手柱间有些疑惑，他实在不理解鸣人说的忍者跟底层群众脱节是什么意思。忍者跟底层群众从来就是脱节的。他在成立木叶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火之国平民的事，这些事都是大明管的，跟他也没有关系啊。他疑惑鸣人比他更懵逼，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对方了。两个人的世界观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对方的心中，忍者的生存模式就是拿钱办事，只不过是接任务的方式不一样而已。想要跟对方解释自己的做法，首先要从忍界的基本格局来讲起。现在的忍界忍者跟平民完全是脱节的，忍者不从事生产，只负责国家的战争以及清剿境内的土匪势力，也就是所谓的维护秩序。但这维护的却不是平民们的秩序，而是火之国贵族的秩序。忍者的特权来自于贵族，就一定会为贵族负责。当贵族跟平民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忍者们会更倾向于站在贵族的一边。而鸣人要做的就是改变这种模式，实现让忍者站在平民利益这一边，让忍者履行保护平民和从事生产的义务。但鸣人发现，想要跟千手柱间解释这么多，实在是太麻烦了。这些东西从他脑海中过一遍，都快烦死了。想让他讲出来，根本不现实。就算他讲了，对方也未必会听，听了也未必会懂，懂了也未必会信，还不如一开始就什么都不讲。这就是成年人的苦恼，沟通成本实在太大，两个人的世界观完全不同。想要交流，先要从世界的基石开始讲起，这要聊到猴年马月去。念及至此，鸣人的眼神逐渐变得坚定，直视着千手柱间说道：“其实我刚才是骗你的。我之所以解散木叶，是因为五代火影的名字一点也不霸气，我更喜欢初代光影这个名字，所以我就解散了木叶。”柱间扯了扯嘴角，他虽然不像飞间那么善于思考，但也不是个傻子。这话一听就是敷衍，谁信谁傻子。见对方不信鸣人也并不在意，挥了挥手，不耐烦道：“行了，你们别废话了，赶紧打吧。老子来这里就是为了解说这场忍界巅峰赛的，不是来跟你们扯犊子的。再不打，老子就要动手打你们了。”说完，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之势，一把抓住了千手柱间的胳膊。千手柱间被吓了一跳，意识上反应了过来，但身体根本跟不上对方的速度，直接被鸣人抓住了左手手臂。随后，一股无法抵挡的拉扯力从左臂上传来，他整个人被鸣人一把扔向了宇智波止水。做完这一切后，鸣人缓缓飘回了解说台，只听迪达拉跟飞段还在激情解说呢。真是漂亮的抛投，又准又狠。千手柱间毫无反抗之力的被扔向了宇智波止水。可惜漩涡鸣人先生是本次比赛的评委嘉宾，如果他能亲自下场的话，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场十分精彩的比赛。鸣人一脸黑线的坐回他们两个中间，这两个家伙真是解说解上瘾了，连自己都给解了，真是法克油啊。且说宇智波止水还在思考鸣人话中的含义，只见迎面突然砸来了一个初代火影，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不过他很快便反应了过来，直接开启须佐能乎右拳，挥舞巨大的拳头，迎着千手柱间打了过来。飞舞在空中的柱间有些无奈，这漩涡鸣人怎么一言不合就动手？有什么话你就好好说啊。
我也不是不听，你说你会动什么手呢？望着前方逐渐接近的须佐能乎拳头，柱间查克拉集中在右臂，迎着拳头正面打了过去。轰隆一声巨响，千手柱间整个人被打得飞了出去，在地上拖出了长长的痕迹，最后撞在一块巨石上才停了下来。须佐能乎右拳彻底破碎，此时正跟柱间的右臂同频率恢复，靠在巨石上看着自己已经破碎的右臂柱间叹了口气，这具身体实在是太弱了，根本无法承载自己的力量。如果是他生前修炼了几十年的身体，再加上自己的怪力拳，这一击自己根本不可能被打飞出去。而止水也警惕地看着远处缓缓站起来的千手柱间，还莫等他须佐能乎的右臂恢复，突然心中警铃大作，水遁，水断波！一道纤细的高压水柱从止水的背后急射而至，速度之快，威力之强，连止水都被惊得浑身冷汗。他立刻拼尽全力操控须佐能乎，将左臂挡在水断波前方。只听噗呲一声，水断波击穿了绿色半身须佐能乎的左臂，直奔止水而来。须佐能乎虽然没挡住水断波，但也给了止水反应的机会。只见他快速侧身躲避，险之又险地避开了水断波的攻击。在脱离危险后，他迅速朝后跳开，避免被初代火影跟二代火影两面包夹。随后警惕地看着二人，再也不敢有任何的松懈。这二人不愧是结束了战国乱世的强者，就连实力被削弱了这么多，还拥有能打穿须佐能乎的力量，真是可怕的家伙。随后初代与二代配合，一人负责用怪力近战拖延另一人使用远程忍术偷袭攻击，猿飞日斩也时不时抽2次给止水来上这么一下，三人配合的十分默契，一时间止水陷入劣势中。而同一时间，无数的情报忍者也来到了田之国境内。一名头戴眼影护额的情报忍者全力赶往止水等人战场的中心，距离骚动声传来的地方越来越近，他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就在他全力赶路时，砰的一声，他撞到了一面透明的墙壁上，险些被撞晕过去。站起身后，他仔细地查看起来，这是一面肉眼根本无法察觉的透明墙壁，要不是用手能够摸到，他真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幻觉了。他并不是个例，之后陆陆续续又有几十名忍者在田之国四面八方遇到了跟他同样的问题。这是鸣人随手布下的结界，他可不想来一群乱七八糟的人打扰他的实况转播。田之国边境的结界边停留着不少情报忍者，他们被鸣人的结界关在这里，根本无法进入，只能大眼瞪小眼。这些人当中还有不少相互碰了面的，但他们是以收集情报为主，根本没有必要战斗，所以并没有产生冲突。而一处无人的角落中，黑爵悄悄从一棵树的阴影中探出身形来，用手抚摸着前方根本无法察觉的结界。他那黑漆漆的手搭在透明的结界上，随后用尽全身力气想要穿透过去。然而这面看不见的结界宛如钢筋水泥般，根本没有动弹分毫。发现自己都无法通过后，黑爵更大的双眼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虽然他的脸色根本就看不出任何表情来。自从他被母亲大筒木辉夜创造以来，一直隐藏在忍界中，忍界各大家族的结界封印术他想过就过，没有任何一个能够阻拦住他的。要知道他可是6道级的造物，哪怕是漩涡一族的封印术也不可能封印得住他。并不是说漩涡一族的封印术不强，而是漩涡一族忍者的实力太垃圾，施展的封印术质量太差，根本无法封印他6道级别的生命体。因此他肆无忌惮地游走在忍界中，从来没将任何结界放在过眼里。但没想到今天居然会碰到连自己都无法穿透的结界，这背后存在的意义实在是太恐怖了。出现这种情况基本上只有2种可能，第一种是施展结界的人结界术天赋高到逆天，这种情况十分恐怖，说明对方拥有封印自己甚至封印母亲的能力。而第二种情况更为恐怖，那就是施展封印术的人实力已经到达了6道级。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对他来说都糟糕至极，让他瞬间压力倍增。等待的1000年总算是迎来了解救母亲的时机，没想到就在这个档口，忍界的变故越来越大。现在居然连一次6道级的强者都出现了，这让他这个全靠阴谋诡计的幕后黑手压力非常大。带土那个家伙也根本靠不住，最近那家伙胆子越来越小，自从2年多以前去了木叶一趟后，他好像就化身了纯粹的宅男，基本上全躲在长门身后，根本不敢在人前露面。看样子是被那个叫漩涡鸣人的家伙给打怕了，真是个没用的废物。宇智波斑怎么找了这么个没用的继承人？沉思片刻后，他咬了咬牙，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只能使用 B 计划了。宇智波带土既然越来越靠不住，那么想要加快计划，就只能靠宇智波斑了。还好斑那个家伙不算太蠢，给自己留了其他的复活手段，没有把所有鸡蛋全放在带土这个篮子里。而与此同时，止水跟3位火影的战斗也逐渐进入了白热化。漂浮在空中的迪达拉惊叹道：“这宇智波止水真不愧是宇智波的最强天才，以1敌3居然能够坚持到现在这个状态，简直太令人惊叹了。”说到这儿，他突然话锋一转，语气变得黯然道：“只可惜毕竟是寡不敌众，现在3名火影已经牢牢地占据了战场的主动权，宇智波止水已经露出了颓势，看来距离失败已经不远了。”飞段也点了点头，显然他也认同迪达拉的说法。宇智波止水刚才几乎已经使光了他所有的手段，火遁手里剑术，甚至连幻术都使用过，更别说从来就没关过的须佐能乎。然而他的对手是3名战斗经验极其丰富的火影，虽说3人都因为秽土转生的祭品原因无法发挥全部实力，
但依靠丰富的作战经验，仍然将宇智波带土逼入了绝境。就在二人都断定宇智波止水必输无疑时，只听鸣人呵呵一笑道：“你们都觉得止水必输吗？我看可未必。”闻听此言，狄达拉疑惑道：“难道鸣人先生还认为宇智波止水有胜算吗？这怎么可能？宇智波止水几乎已经使用了他会的所有手段，底牌尽出的他此时已经黔驴技穷，我实在想不出来他还能有什么方法取得胜利。”鸣人嘴角微微勾起，别人感受不出来，他可是感受得一清二楚。止水这个家伙可一直都没有使出实力，因为无法操控传超赛亚人气的原因，他可是一直在压抑着自己体内的力量。现在他绝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压制自身，所以才会被几个残次品秽土转生，被打成现在这样。一旦他放开了对于自身的压制，可以瞬间秒杀这3个残次品，因此鸣人才会说最终的胜利者一定是他。毕竟兔子被逼急了还咬人呢。止水要是真到了必死的地步，谁还会还体内的力量压制不压制？肯定跟窜稀一样，一股脑全放出来。不过他并没有将这些告诉身旁的狄达拉跟飞段，虽说他们现在正在被自己控制，但也是有自己独立思想的。这就是一种类似于别天神的幻术，只不过是用傀儡线当作媒介，没有走幻术路线而已。因此他轻咳了一声，对于狄达拉跟飞段忽悠道：“这你们就不懂了吧？忍界中其实一直有2个鲜为人知的潜规则，只要触碰到了这2条潜规则，就可以获得极强的力量，纵横忍界也不是难事。”狄达拉跟飞段听后震惊无比，他们还是头一次听说有这种事，连忙问道：“究竟是什么样的潜规则？”鸣人笑了笑，随后伸手想捋一捋自己的胡须，结果这一摸才发现自己今年才8岁，根本没有胡子。他尴尬地将右手攥成拳头放在嘴前，轻咳了一声，随后说道：“这第1条便是精神越不正常的人实力就越强。你看看那宇智波一族有一个精神正常的吗？越不正常的写轮眼等级就越高，最不正常的一个连自己母亲都给封印了。”飞段挠了挠后脑勺，经对方这么一提醒，他发现小组织里好像都是符合这种规则的人，那帮家伙精神一个比一个不正常，实力却一个比一个强。这时鸣人继续说道：“这第2条便是越搞基的人实力越强。你们知道千手柱间跟宇智波斑生前为什么那么强吗？那就是他们激情四射的结果。而且不只是他们，像什么元飞日斩和至村团藏、大蛇丸跟自来也，总之例子多到数不胜数。”飞段闻言茅塞顿开，经对方这么一提醒，他发现忍界这种人还真是不少。比如说云隐村的夜月一族，每一代雷影的继承人在成年之后都要给自己找一个实力差不多的人组成 AB 2人组。难道说夜月一族早就发现了这个规律，然后卡 bug 变强吗？就在飞段心中暗骂雷之国人鸡贼时，狄达拉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对着鸣人问道：“那么依照您的理论来说，精神越不正常的人搞起机来实力越强吗？”鸣人自信地点了点头，说道：“那是自然。”狄达拉露出了会心的笑容，道：“怪不得鸣人先生如此强大，既精神有问题又疯狂搞基的您，真是实至名归的忍界最强者呀！”鸣人噗的一口老血吐了出来，这王八蛋到底会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就在3人扯淡闲聊时，下方战斗的止水也已经有些支撑不住3位火影的攻击。此时他开启着须佐能乎，陷入一片黑暗之中，这是2代火影的黑暗行之术。在这一片黑暗的空间中，他的视野被完全封锁，为了不被偷袭，只能一直开启须佐能乎被动防御。也正因如此，被初代火影千手柱间找到了机会，直接使用木盾将他的须佐能乎死死缠住。现在他已经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解开须佐能乎，他会立刻被3位火影联手偷袭，而不解开须佐能乎，则会被木盾一直吸收查克拉，最终会因为查克拉枯竭而被打败。僵持了大概10几分钟左右，止水便有些撑不住了，感受着体内快要见底的查克拉，他决定放手一搏。只见他深吸一口气，随后迅速解除了须佐能乎。在须佐能乎解除的一瞬间，他朝着漆黑一片的空间其中一个方向飞速狂奔。在他的观察中，这个黑暗行之术应该是一片区域幻术，只要他一直往一个方向跑，一定可以走出这个区域，破解这个幻术。就在他刚刚解除须佐能乎，刚跑出去10几米远时，突然感觉脚下一软，下方坚硬的土地突然变成了一片泥沙，随后将他的脚死死地缠住。在黑暗行之术范围外，双手合十、双目紧闭的3代火影员飞日斩突然睁开了双眼，吼道：“我抓住宇智波止水的本体了！”千手飞剑闻言，立刻结印解除了黑暗行之术，瞬间漆黑的世界消散，露出了里面被泥沙死死缠住的宇智波止水。初代火影见状，立刻使用木盾将宇智波止水整个人缠绕了起来。在看到对方彻底被束缚后，他才长长的松了口气。这种虚弱的感觉还真是让人不适应。要是换了他全盛时期，直接一个木人之术就能打破对方半身须佐能乎，根本不必这么麻烦。木盾的坚固程度超乎想象，被缠绕住的止水想要用蛮力挣脱，却发现根本无济于事。就在这时，千手柱间等人来到了止水的面前，千手飞间双手结印，便想使用忍术结果掉止水的性命。没想到千手柱间伸手阻拦住了他，随后说道：“飞间不要动手。”被阻止的千手飞间瞬间脸色阴沉下来，语气低沉道：“大哥，你还想劝降这个邪恶的宇智波族人吗？还记得刚才他说过什么吗？他要去摧毁岩和小春建立的新木叶，那可是木叶留下的最后火种。
你真要看着木叶彻底被这个宇智波的小鬼给毁灭吗？千手柱间丝毫没有理会自己弟弟的劝说，只见他来到止水面前，语气诚恳道：“我知道宇智波一族与木叶一直有着矛盾，但现在木叶都已经解散了，难道你还不能放下仇恨吗？”被木盾捆得严严实实的止水闻言，不屑地冷哼一声，他甚至都没有回答千手柱间的话。在他看来，木叶的这群高层都是一个德性，根本没有交流的必要。千手柱间不过是又一个元飞日斩而已。宇智波的问题，如果他们真有心解决，早就解决了，何必拖到现在？无论如何，新木叶他是一定要摧毁，他就是要把木叶这两个字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抹去。这就是宇智波一族畸形的爱，当他们信任你的时候，将会无条件无理由的信任，甚至会达到盲目崇拜的地步。但这份信任并不是毫无代价的，一旦他们发现自己被骗了，将会百倍千倍的憎恨那些辜负了自己信任的人。如今的止水已经到了半魔怔地方，跟木叶有关的一切人和事，哪怕只是一个名字，他都无法容忍。柱间叹了口气，果然宇智波一族都是这种油盐不进的家伙，接下来该如何处理这个少年呢？而站在不远处的大蛇丸越看越感觉情况不对，心中不好的预感不断蔓延。当即他双手结印，并准备强行控制三位火影，让他们立刻出手杀掉宇智波止水。如今他已经不想着夺取宇智波止水的身体了，宇智波一族还有那么多人，天赋强大的也有不少，没必要非在止水这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但就在他推动忍术时，惊奇地发现三位火影居然纹丝未动，自己的控制居然失效了，这怎么可能？他又不死心地尝试了好几遍，但结果一模一样，三位火影好像跟他已经彻底断绝了联系一般，根本无法操控。千手飞间见到大蛇丸的举动，嗤笑一声道：“不用白费力气了，秽土转生本来就是老夫创造出来的忍术，自然知道该如何反过来解除与施术者之间的联系。作为前辈，我奉劝你一句，禁术这个东西不要胡乱使用，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害了你自己。”原来刚才在战斗时，千手飞间便已经悄悄将解除秽土转生的方法告诉了柱间跟元飞日斩。现在三人已经完全解除了秽土转生状态，成为了拥有无限查克拉的活死人。就在这时，元飞日斩悄悄对大蛇丸使了个眼色，示意大蛇丸等会儿找机会赶紧逃走。这个世界的元飞日斩跟大蛇丸可是从来没有撕破过脸，大蛇丸人体实验的事情也没有曝光，两人还是相亲相近的师徒俩。千手飞间也看到了元飞日斩的小动作，但并没有阻止。一来大蛇丸也属于他的徒孙，二来大蛇丸召唤他们也是为了对付宇智波一族的万花筒拥有者，因此他也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饶大蛇丸一马。见此场景，大蛇丸识趣的使了个金蝉脱壳，在原地留下了个分身本体，钻进了一条白色小蛇中，钻到地底偷偷溜走。千手飞间跟元飞日斩满意的点了点头。就在他们思考如何劝说千手柱间杀掉止水时，异变突生。只见一股磅礴的气势从止水身上喷涌而出，这股气势不是查克拉，但给人的感觉异常强烈。束缚在他身体周围的木盾树枝瞬间被这股气势吹成无数碎木屑，朝四周分散。柱间三人见状，脸色大变，连忙跳开躲避对方气势的波及。恐怖的能量立刻摧毁了他们之前站立的地方，震得整个田之国都开始摇晃起来。见到止水现在的状态，鸣人嘴角微微勾起，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果然跟他想的一样，走投无路之下，止水决定不再束缚体内的气刃，凭他们爆发出来。这么强大的气，以他的身体绝对撑不住。接下来不仅是宇智波止水，如果全力释放出来，估计能整个田之国都会被这股能量给炸成碎片。在这个时候，需要一名英雄闪亮登场拯救这个世界，而这个英雄将会是谁呢？没错，区区不才，正是在下。就在迪达拉跟飞段还在激情解说的时候，鸣人再次站到了主持人的司仪台上，对着前方的镜头微微一笑说道：“看起来该是我上，勿草。”鸣人直接草了出来，不对，喷了出来。鸣人直接骂了出来，瞪大了双眼看向下方的宇智波止水。只见被传超赛亚人的能量折磨的精神都快崩溃的止水，突然祭出了虚佐能护。绿色的半身虚佐瞬间出现在他的身体中，随后肆意释放的狂暴能量突然凝聚在虚佐能护中。虚佐能护在接触到这股能量后，并没有被撑爆，反而是以传超赛亚人的气开始滋养起自身，不断凝实。无穷无尽的能量流向了虚佐能护，被这些能量滋养的绿色虚佐巨人也逐渐升高，逐渐长出了下半身。很快，完全体虚佐能护便展现在众人的面前。但这还并不算完，因为止水还在不断的给虚佐能护注入能量。已经达到了完全体的虚佐能护头顶上逐渐长出了双脚，变成了个牛角巨人。但能量仍然太多，无处倾泻。无奈之下，他只好又长出了一根长长的犄角，变成了三角巨人。但这还没完，能量还是太多，他憋得很难受。紧接着，翅膀尾巴能长的他全都长出来了。只可惜他是个正经巨人，否则一定长出个40米的大地，亮瞎众人的双眼。但即便如此，也无法消耗光止水那庞大的能量。于是须佐能乎只好整体变大，体型不断膨胀。原本就足有上百米的身形不停生长，体型不断拔高，压迫感也越来越强。鸣人目光呆滞地看着绿色的须佐能乎从自己的下方越长越高，最后自己要抬头才能看到对方。
这尼玛也太不科学了！长那么高个，你就不怕骨质疏松吗？不过仔细一想，好像也说得过去。须佐能乎本来就相当于人精神意志的一部分，理论上来讲，这个招数的实力是没有上限的，使用者的实力越强，他展现的威力也就越强。鸣人一拍脑门儿，他怎么就没想到用气来强化须佐能乎呢？等他将法天象的给开发出来之后，就用气对其进行强化，到时候自己也能开高达出来玩一玩。不过本以为这次又会像团藏那时候一样来一个自爆，然后自己华丽的出场拯救下所有人，没想到居然会变成现在这样。这宇智波止水不愧是忍界少有的天才，智商方面不好说，但对于修炼的理解确实高出常人很多。鸣人抬头想要寻找宇智波止水的身影，然而巨大的须佐能乎中根本看不见对方的位置，只能看到须佐巨人那夸张的裤裆。没错，现在抬头只能看到须佐巨人的裤裆了，对方的上半身由于太远的原因根本看不清楚，而且此时的绿色须佐能乎已经完全没有了之前半透明的状态，变得有血有肉，看起来宛如真人。这是个黄色皮肤穿着绿色盔甲的高大身影，头上长着像叉子一样朝天生长的3个角，屁股后面一条看不见尽头的猴子尾巴携带着飓风在半空中挥舞，最终缠绕在巨人的腰间。千手诛间，千手飞间，猿飞日斩3人目光呆滞地看着高耸入云的绿甲巨人，这体型也太夸张了吧，居然都看不清对方的上半身，这到底有多大的体型才能够做到？千手诛间估计了一下，即便他现在恢复全盛时期的力量，使用真数千手大概也就到对方的腰间而已。这么巨大的巨人，而且似乎已经生成了血肉，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宇智波一族的须佐能乎难道还能有这么恐怖的变化吗？鸣人更是直接用气感知了一下须佐巨人的身高，我尼玛足有2000多米高。要知道完全踢10尾和真数千手的身高大概也就只有1000米左右，现在止水的这个须佐巨人完全可以把10尾抱起来当自家大黄狗玩。而且鸣人发现此时的止水肉身已经消失，整个人化为了精纯的能量，融合进了这个须佐巨人当中。也就是说，这个巨大的须佐能乎已经不是宇智波止水的忍术，而是变成了宇智波止水的肉身，这就是宇智波止水的本体。这回鸣人都笑不出来了，止水这家伙也太疯狂了。本来以为对方顶天也就跟团藏一样搞出个自爆，没想到对方居然搞出来个2000多米高的巨大巨人，这 TMD 谁顶得住啊？呼叫艾伦，艾伦，你他喵的在哪啊？止水巨人的高大身影彻底惊呆了田之国结界外的一众情报忍者，在他们的视线中，远处有着一个上半身插入云层中的恐怖巨人，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到底是有多巨大的身形才能有这么恐怖的威势？他们纷纷愣在原地，甚至连回自己的忍村报信都忘记，只是张大着嘴巴惊恐地看着远处的止水巨人。就在整个田之国陷入一片沉默为止，水巨人的巨大身影而震惊时，迪达拉跟飞段仍然对着前方的屏幕激情解说。天哪，宇智波止水居然变成了如此身形庞大的巨人，简直是不可思议！这难道就是须佐能乎的最终形态吗？竟然能拥有如此之高的体型，简直 basketball 之 unbelievable！ 看着现在还有心情对空气激情解说的迪达拉跟飞段，鸣人嘴角抽了抽，这两个货也太敬业了吧，这入戏入的也太深了，老子都没心情继续搞实况转播了，这俩货还在这玩呢。此时他可没心情管这耍宝的两个人，而是严肃地看着不远处的止水巨人。从一开始他就决定了宇智波止水必死，刚才放任对方跟大蛇丸战斗不过是想打发一下无聊的时光而已，现在自己已经玩够了，也是时候出手干掉这个敢移植自己细胞的祸害了。至于逃跑的大蛇丸，他根本就不担心，自己在田之国布下的结界可是连时空间忍术都能封锁的，大蛇丸想用逆通灵术逃走门都没有，只要他还在这个范围，自己随时可以找到对方，因此他根本不在意现在对方跑到哪里去。与此同时，宇智波止水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这种身体变大的感觉十分奇妙，周围的山川河流在他的面前变得都无比矮小，崎岖峰峦的山路在他的面前宛如一片平原般。双拳紧握，感受了一下此时自己的力量，自己并非只是身体单纯的变大，这力量也是强上了无数倍。他可以确定，哪怕是同体型自己过去的身体素质也远远不如现在的自己，这股力量实在是太强了，强大到令人难以置信。打眼扫了一下下方的千手柱间、手柱间等人，就用这些人试试自己的力量究竟有多强吧。只见他右手轻轻挥了挥空气，就这么轻轻一挥，携带出的风压化作数百米高的风浪朝着地面飞去。还在地面愣神抬头张望的千手柱间、千手飞间和猿飞日斩，瞬间一股庞大的压力倾泻而下，落在他们的肩头。这股力量异常强大，以他们秽土转生的脆弱身体，仅仅支撑了2-3秒钟便开始崩溃。先是双腿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被碾压破碎，随后是腰胸腔，最后整个人都碎成了无数飞灰散落在地面。三人破碎后，以他们为中心，方圆数百米内瞬间被巨大的风压砸出了一个大坑。巨大的能量在原地漂浮了半天后才缓缓散去。此时现场除了一个巨大的深坑外什么都不剩了。不过千手柱间等人并没有死，10几秒后他们的身体在虚空中不断凝聚，最后毫发无损地从深坑中爬了出来。这时他们再次抬头看向天空的时候，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掉以轻心，随时戒备着对方下一次的攻击。
然而预想中的攻击却再也没有出现，巨大的宇智波止水已经对地面这几个小家伙失去了兴趣。这几个家伙已经是死人了，没有必要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接下来就以这副姿态飞到新木叶，将那里一品吧。念及至此，止水嘴角勾起，先是冷笑，随后哈哈大笑。这声音传遍了整个田之国，听到这声音的人无不被震得耳朵发麻，头晕目眩。就连田之国结界外的忍者们都听到了这恐怖的声音。笑过之后，只见他身体微微弓起，做出了跳跃的姿势。千手柱间见状，连忙提醒道：“你们小心！”他似乎想要行动了。千手飞间跟猿飞日斩同时做好了应战的准备，所以说他们也没有信心能够战胜如此强大的怪物。但身为忍者，面对敌人时没有任何退缩的道理。最重要的是，他们是绘图转生的身体，根本就不怕死，因此即便敌人实力恐怖，他们也丝毫不惧。谁知身形巨大的止水并没有对他们发动攻击，而是双脚一蹬，跃向了空中。三人震惊地瞪大了双眼，千手飞间直接吼道：“可恶的宇智波小鬼！那么大的体型，要是胡乱跳跃的话，会造成很大的破坏的。”千手飞间提醒的没有错，宇智波止水这一跳，直接将地面踏地裂开了足有上千米长的巨大裂缝。裂缝不断蔓延，地仿佛被踏出了一片巨大的深渊一般。而下方大蛇丸的秘密基地早就被震得彻底崩塌，里面的无数试验体与实验数据尽数被摧毁，造成了如此大的破坏。止水却毫不在意，此时他已经不在乎这些普通人的死活。现在在他的感觉中，自己的力量恐怕已经超过了神话传说中的神，不，自己就是神，是人间的真神。现在的他已经完全适应了气这种力量，整个忍界在他的感知中一览无余，只要他想，整个忍界都会被他在一个瞬间打碎成为碎片。拥有能够摧毁忍界的力量，这无疑是只有神才能拥有的力量。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东西能够阻挡我，我就是这是。咚！正在他慷慨激昂的幻想自己是人间之神时，一个猛子扎向天空的他突然感觉撞到了什么东西上。此时他的身体可不是须佐能乎那样虚幻的能量体，而是货真价实的肉体。这一下宛如普通人全力奔跑撞到墙壁上一样，疼得止水脑袋都直发晕，直接从天上掉了下来。轰隆一声巨响，整个田之国都被止水砸到地面的声音所惊动。田之国百姓只觉得脚下发麻，身体酸软，随后倒在地面。无数人被惊动，当他们走出房门，当他们看到止水那遮天蔽日的身影时，被吓得浑身颤抖，双腿发麻。有些胆小的直接被吓晕了过去，胆子大一些的仅仅是尿了裤子而已。就在田之国普通百姓为止水那巨大的身影感到战栗时，止水则是感到十分羞愧。自己刚刚还激情澎湃的想要一飞冲天，结果刚飞到半空就被撞得晕了过去，真是丢死人了。羞愧过后便是无尽的恼怒，居然有东西敢阻挡自己这个人间真神的去路，无论那是什么，自己都要将它尽全力将其摧毁，展示自己的威严。站起身后，他再次飞向空中，这次他没有一个猛子扎过去，而是缓慢的飞行，直到感觉前方碰到了什么东西，才缓缓停下。用手触碰到这道透明结界上，止水心下了然，看来这是某个人设下的空间结界，按照这个强度上来看，很有可能就是漩涡鸣人设下的。这个家伙还真是可恶，自己已经尽量不跟他发生冲突了，居然还在这种关键的时候戏耍自己。之前他一直感念鸣人对于宇智波一族的救命之恩，所以尽量躲着鸣人，不与对方为敌。不过看样子对方并不想放过自己，是因为自己移植了对方的细胞吗？呵呵，真是天真的小鬼。人界的一切都是要以力量来说话的，现在自己已经获得了对方引以为豪的那种血迹现剑，力量早就远远的超过了对方。不过他也并不打算直接杀死漩涡鸣人，毕竟对方对宇智波一族有恩。思考片刻后，他决定给对方一个警告，在对方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现在的力量，让这小鬼脑子清醒一下，不要再跟自己为敌。念及至此，他缓缓地降落在地面，随后四下寻找，来到了鸣人的面前。二人四目相对，空气中似乎擦出了火药味。此时迪达拉跟飞弹还在激情解说中。哇，大家看到了吗？身体变大的宇智波止水居然找到了鸣人先生，这难道是来对鸣人先生挑衅的吗？双方应该不会打起来吧？如果宇智波止水对鸣人先生出手的话，这可算是殴打裁判了。这种行为极其恶劣，搞不好将来会被判终身退赛。鸣人嘴角直抽，他现在真想把迪达拉跟飞段这两个人的嘴给缝上。他现在已经有点后悔让这两个人当解说了，这两个逼人解说起来比 LOL 的职业联赛解说还要上头。不过止水却丝毫没有理会聒噪的迪达拉跟飞段，在与鸣人对视后，他邪魅一笑，随后说道：“漩涡鸣人，你给我看好了。”鸣人有些蒙圈，这货突然来自己面前让自己看好了，这是要看什么啊？下一刻，只见止水右手中突然出现一把螺旋巨剑，这把巨剑足有1000多米长，往地上一立，比千手柱间的真树千手还要高上不少。无穷无尽的能量从宇智波止水的体内朝着螺旋剑中汇集，恐怖的气势让田之国内外所有观众尽数倒吸了一口凉气。下一刻，止水使用全身力气将螺旋剑对准了天空，随后磅礴的能量化为一道尖锥形龙卷风，朝着天空狂袭而去。这道螺旋剑气我学着摧枯拉朽的威势攻击到了透明结界上，恐怖的力量瞬间沿着结界蔓延开，整片天空化为一道绿色，恐怖至极。
整个田之国都被这一击打得震荡开来，大地摇晃，山川破碎，宛如天灾末日。止水见状，口中缓缓喘着粗气，心中却异常得意。想必这漩涡鸣人在见到自己现在的恐怖力量后，就不会再生出杀死自己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了。等打破了这个结界后，自己就飞到那个新木叶去，将那里夷为平地，所有人化为齑粉，让木叶彻底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就在他胡思乱想时，突然感到头顶上的光芒有些刺眼，抬头一看，他被吓得亡魂大冒。只见绿色能量打在结界上，丝毫没有对结界造成伤害，反而被结界弹了回来，马上就要打到自己的身上。这怎么可能？我的全力一击怎么可能会被弹回来？下一刻，绿色能量全部倾泻在了止水的脑袋上，后者的脑袋承受不住如此强大的冲击力，直接被打入的胸腔中。现场的情势急转直下，弄得众人措手不及。鸣人呆愣在原地，久久无法回神。这止水在搞毛啊！刚才来自己面前放个狠话让自己看好了，搞得他自己都有些紧张。之后，鸣人确实聚精会神地看着，丝毫没有溜号。然后对方就在自己面前表演了个自杀。这尼玛是什么上古狠活儿？没活儿你要打火机去啊？干嘛非想不开自杀呢？就在这时，迪达拉惊呼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快看！止水的死亡并不是结束，他的身体似乎发生了某些变化。”听到迪达拉这么说，鸣人才注意到，止水的大脑袋瓜子被打到胸腔之后，他全身都在发着剧烈的光芒。同时，在他的感知中，止水的气息变得越来越混乱，能量已经束缚不住，将要朝外扩散。我靠，这家伙不是要爆炸了吧？就在鸣人刚刚升起这个念头时，止水的身体发出轰隆一声巨响，剧烈的光芒瞬间笼罩了现场所有人。这爆炸的速度来得太急太快，鸣人根本来不及出手，只能仓促地升起一道小型保护罩，将自己还有迪达拉飞段这两个智障给保护起来。爆炸的光芒不断向外扩散，恐怖的能量以一个球形疯狂朝外吞噬，将整个田之国都笼罩了起来。不少平民还没有明白具体发生了什么，便被这股能量所吞噬。就连远在田之国边境的大蛇丸都察觉到了不对，他在逃离了现场后，便朝田之国外疯狂逃跑。但就在跑到边境时，突然被一道透明的墙壁所阻拦。就在他思考如何打破这道透明墙壁时，身后传来了剧烈的爆响声。回头一看，他被吓得浑身冷汗，纯白色的能量光芒化作一颗巨大的能量球，疯狂吞噬着周围的一切，朝自己的方向扩散而来。这股能量属于气和查克拉的混合体，因此大蛇丸清楚地感觉到了其中蕴藏的恐怖威力，要是被卷入其中，自己必死无疑。他虽然拥有蛇退之术，可以很快地恢复受伤的身体，但这个忍术也不是万能的，不能做到不死不灭。假如是手脚被砍断，哪怕是头颅被砍断的伤，都可以使用蛇退之术恢复。但如果整个身体都被剧烈的能量吞噬粉碎成为粉末，那还恢复个鬼，直接刨个坑埋了吧。因此，在见到白色能量球朝自己袭来时，他当机立断，咬破手指，施展了通灵之术，想要将龙地洞的蛇通灵过来。人法通灵之术，砰！一股白烟升起，大蛇丸傻了眼，面前什么都没有出现，通灵之术居然失败了。不死心的他又尝试了几遍，结果还跟第一次一样，除了白烟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时他想到了身后那无色的透明结界，该死的肯定是这个结界拥有封锁空间的属性，在这个结界中根本无法使用时空间忍术，通灵之术的施展自然无法成功。通灵之术施展失败，自己就无法让龙地洞的蛇施展逆通灵之术将自己传送走。无奈之下，他只好使用自己生平最快的手速，施展了10几面土阵壁将自己围起来，随后躲在了土墙之中，咒骂起布置结界的王八蛋。不知道是谁布置了这个结界，要是被他找到，一定要弄死这个混蛋。就在他心中咒骂时，白色能量瞬间吞噬了土阵壁形成的完美防御。躲在其中的大蛇丸亲眼见到土阵壁在这道白色能量面前软如豆腐般脆弱，坚固的墙体瞬间被碾为粉末，白色能量也很快将它吞噬。在临死前，他用尽最大的力气大声喊道：“可恶的混蛋，真是该死！”说完，他便被白色能量彻底吞噬，随后绞杀成为了肉眼不可见的细小颗粒。白色能量的扩张速度非常快，很快便吞噬了整个田之国。但当他想突破透明结界继续朝外吞噬时，却被这道薄薄的结节死死地挡住。站在田之国结界外的黑爵震惊地看着那股恐怖的白色能量撞到了透明结界上，随后被完全阻挡下来的恐怖场景。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黑爵现在非常懵逼，他发现自己这个在忍界活了上千年的幕后黑手，居然有些看不懂现在的形势了。刚才田之国最中心出现的那个巨人，感觉上很像须佐能乎，但体型上却又比须佐能乎大太多了，让他有些不敢确认。紧接着，那个高大的绿色巨人发出了一道能量剑气飞向空中，然后剑气又返回来，来了个自杀。自杀之后，他的体内冒出了剧烈的白色能量，吞噬了整个田之国。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啊？谁能告诉他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啊？难道说那个巨人是宇智波止水的须佐能乎吗？那个家伙为什么会拥有如此强大的须佐能乎？而且对方既然已经那么强了，为什么还要自杀呢？就在他胡思乱想时，田之国结界内出现了一幅奇幻的场景。见到这幅场景后，黑爵大脑瞬间宕机，停止了思考。鸣人一开始用来笼罩田之国的结界是个圆球形的，
裸露在地面之外的只是个半圆，还有另外半圆深埋在地下。但止水自爆所产生的爆炸，可不管你在天上还是地下，白色的能量将地面上的所有一切吞噬后，便开始往地下渗透。紧接着，整个大地都被白色能量所吞噬，土地被融化成为岩浆，随后岩浆被白色能量打碎，成为了无数细小的粉尘颗粒，在整个田之国飞舞。由于这些物质的加入，导致白色能量变得越来越暗沉，最后变成了一片灰蒙蒙的空间，整个田之国变成了一颗巨大的灰色球体。这枚球体并不是固体，而是像木星那样不断流动的气体。看着这颗巨大的球体，周围来打探情报的忍者纷纷看得出了神。这枚灰色圆球充满了神秘与诡异，不知为何，仅仅是在外面观看，都会给人一种生命在大自然面前的无力感。这颗灰蒙蒙的球体，此时在众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就在外界忍者们感慨于生命的脆弱时，身处于田之国结界中的鸣人也逐渐从愣神中清醒过来。他漂浮在自己临时释放的小型结界内，看着周围混沌的场景，随后对止水这个王八蛋破口大骂：麻蛋的这只水干毛泥，在自己面前表演了个自杀，这家伙想死就自己去死啊，干嘛还要拉着一个国家的人当垫背？刚才的爆炸实在是让人猝不及防，鸣人根本没有准备，导致没有阻止爆炸的扩散。随后鸣人对周围的情况进行了探索，最终悲哀地发现整个田之国全都被爆炸所牵连，大几百万人近千万人彻底死亡，现在骨灰都被扬了，根本就不回来。这宇智波止水真是个傻缺，你那瞬身止水的名号是白叫的吗？能被自己反弹回来的能量打中脑袋，这家伙不愧宇智波精神病之名。就在他骂骂咧咧的时候，迪达拉和飞段也悠悠转醒。刚才爆炸结束后，鸣人四处寻找幸存者时，这两个人还在旁边巴巴解说个没完，弄得他心烦，就一人一拳打晕了过去。此时鸣人已经解开了对他们的控制，到现在这地步了，自己哪还有心情控制这两个王八蛋？醒来之后，二人很快便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按理说被人控制后，第一反应都应该是发火，但此时二人的表情十分奇怪，呆滞地看向了周围的混沌。片刻过后，只见飞段啪的一下跪在了司仪台上，双手高举掌心，向天热泪盈眶道：太壮观了！刚才的爆炸实在是太壮观了，居然直接炸死了一个国家的人，可惜我没有提前为这些人做祷告，也不知这些人的灵魂有没有被献给邪神大人。一旁的迪达拉更是双拳紧握，高喊道：这才是艺术，这才是完美的艺术啊！能够看到这么完美的艺术，这辈子真是死而无憾了。鸣人实在是忍不了这两个王八蛋了，自己正为死的这么多人心烦呢，这俩狗日的在这儿嗷嗷鬼叫，真是把他烦透了。看着宛如信徒朝圣般的迪达拉跟飞段，鸣人直接冷哼一声道：喜欢艺术跟邪神是吧？那我就送你们去见他们吧。说完，他一手一个拎住了二人的衣领，随后嗖嗖两声将二人扔进了周围的混沌空间中。被扔进混沌空间中的二人脸上非但没有惊恐之色，反而脸色变得异常潮红。就这样，两个疯子被剧烈的混沌能量所吞噬，肉身直接被撕成了碎片，消散在周围的混沌中，成为了灰蒙蒙雾气的一部分。看着迪达拉跟飞段二人能如此快乐的死亡，鸣人的心情也算好受了一些。今天这一行也不算没有收获，至少彻底解决了自己细胞外流的隐患。接下来他打算去一趟宇之国，彻底解决小组织的问题。虽说现在的小组织对他根本构不成威胁，但放任这么一群无法无天的疯子，终究还是不好。这次他不打算直接莽上去干掉掌门小南，而是想尝试说服对方加入光影村。掌门虽然只是个棋子，脑子也不是很灵光，但至少也是个向往忍界和平的大好青年。这家伙可不是宇智波斑和宇智波带土那种纯粹的疯子，而且跟自己也没有什么仇怨，属于值得拯救的类型。田之国结界外，此时结界前又来了不少忍者，这些人都是听到了田之国的动静赶到的流浪忍者。这些人来到这里只是来凑合热闹，顺便收集一下情报，但没想到吃到了这么一个大瓜，纷纷张大了嘴巴，惊愕地看着这巨大的球形物体。此时田之国结界之球里面狂暴的能量已经逐渐稳定下来，不再像最开始那样狂暴无序，而是逐渐变得平缓柔和。浑浊的世界逐渐变得清晰起来，黑色的沙土逐渐向下方堆积，清澈的空气逐渐飘向上空，二者停止了混乱的纠缠，开始泾渭分明。这种奇幻的场景让田之国外所有的忍者都感到心中震撼，他们无法形容此时的心情，这感觉就像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被创造出来一样，有种如梦初醒的清新感。就连见多识广的黑爵都呆愣愣的，久久无法回神。今天看到的一切太冲击他的三观了。此时他心中的预感越来越强烈，能够创造出如此奇观的人绝对不简单。就在这时，田之国结界圆球中出现了一道身影，黑爵不动声色地朝后退了退，在一棵树的阴影中暗中观察。只见一个年纪10岁左右的金发小孩从田之国结界球体中飘了出来。这一变故惊醒了众人，一众情报忍者纷纷朝这个方向汇集而来，想要看看出来的人到底是谁。当看到天空中缓缓飘过的漩涡鸣人时，众人纷纷皱起了眉。这个小鬼是谁？刚才田之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且这个小鬼竟然没有依靠任何忍具在天空飞行，会这种飞行忍术，难道是土之国的忍者吗？一众情报忍者理智的没有上前询问，任凭鸣人飞过了他们的头顶。
这些情报忍者个个见多识广，心中十分清楚，这个年纪就有门路学习飞行忍术的忍者，即便是个小鬼，也不是他们能招惹的。他们的目的是来收集情报，没必要平白无故招惹这种有背景的天才小鬼。而躲在一棵树阴影中的黑爵凝重地看着飞走的鸣人，他的记忆力非常好，一眼便认出了漩涡鸣人的身份。全是漩涡鸣人，这个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听带土叙述过对方的实力，虽然宇智波带土脑子不大，好使实力也比宇智波斑差上很多，但也是实打实的影级强者。而且带土还有十分难缠的时空间瞳术神威，在他想来忍界中很少有的人能够威胁到带土的存在。然而在带土的描述中，对方可谓是将他血虐，虽然这个蠢货嘴硬说他只是情报被人泄露才导致战败的，但他可以从对方的描述中得知漩涡鸣人的实力有多强。对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田之国又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这突然出现的结界跟对方有关吗？快叔哥，越想越觉得心中不安，他总觉得现在的忍界已经脱离了自己的掌控，朝着不可预知的方向越走越远。最终黑爵决定使用宇智波斑的后手将他提前复活。相较于掌门跟带土，还是宇智波斑这个棋子更好用，而且复活对方还要很长一段准备时间，自己要提前去准备一下。念及至此，他的身形悄悄消失在阴影中，一阵风吹过现场，再没有了可以觉得任何踪迹。已经飞出了田之国结界一定距离的鸣人回头看了一眼，这时的田之国结界中能量已经完全稳定下，他打了个响指，透明的结界瞬间关闭。看着被田之国结界里的热浪吹得东倒西歪的情报忍者们，鸣人长长的叹了口气，心情有些郁闷。就算是再豁达的人，亲眼见到这样一出人间惨剧，心情也不会好受。亲眼看到这么多人死在面前，鸣人现在要多闹心有多闹心。最终他转身继续朝着宇智国飞去。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弱肉强食，强者们不经意间的动作都不知道会踩死多少像蚂蚁一样的普通人。与其为了这些平民的感慨，不如赶紧解决小组织，等他把忍界彻底统一后再好好改造一番，到时候普通人的生活应该就会改善一些了。向前赶路的鸣人总觉得自己好像忽略了些什么，但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索性也就不想了。既然自己能忘记的东西肯定是无关紧要的，想不起来也不用强迫自己去想，随他们去。就在同一时间，田之国无比平坦的沉沙地面上突然钻出三道人影来。三人从地底钻出后，先是抬头看了看晴朗的天空，随后同时一声长叹，如梦初醒。之前在田之国结界中的感觉令他们终生难忘，牵手柱间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有一天会经历如此梦幻的场景。那将自己轻易撕碎的能量无穷无尽的肆虐，自己的身体一次又一次重组，又一次的被能量撕碎，这种感觉真是让人难受。不过幸好秽土转生的身躯没有痛觉神经，否则这三人就算肉体能恢复精神，也会被疼得崩溃。就在三人席地而坐，恢复着精神上的创伤时，千手飞间突然表情一肃，对千手柱间说道：“兄长，有人靠近。”千手柱间闻言，先是有些疑惑，随后便了然。田之国这么大的动静，怎么可能没有人过来查看情况？念及至此，千手柱间说道：“我们用变身术乔装打扮一下吧。我们这三个死人出现在世人的面前，有些不太好。”其他两人同意，随后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乔装打扮了一下，朝着田之国外而去。沿途也有不少情报忍者见到他们三人，但仅仅是看了一眼便错身而过，没有理会。这田之国现在聚集了不知多少情报忍者，身边路过几个不认识的生面孔，很正常，也没人会在意。相反是千手柱间几人，经过了最初的快速跳跃后，逐渐停住了脚步。最主要的是千手柱间停住了脚步，另外两人只好跟随他站在原地。袁飞日展看着满脸严肃的柱间大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转头看向自己的老师千手飞间，后者则是上前一步对千手柱间问道：“兄长为什么停住脚步了？”千手柱间没有理会他，而是原地转了个身，向周围扫了一眼，随后闭上眼睛感知起了周围的情况。片刻过后，他睁开了眼，感觉头晕目眩，险些晕倒。这并不是身体原因，他的身体现在还是秽土转生状态，根本不会出现这种生理状况。这是心理原因，千手柱间的心态差点崩溃掉。飞间连忙上前扶住了柱间，紧张问道：“兄长这是怎么了？是秽土转生出现什么问题了吗？”柱间摇了摇头，没有回答千手飞间的问题，而是看向了袁飞日展问道：“猴子，我记得你说过这里是田之国吧？”袁飞日展闻言点了点头，不明白千手柱间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千手柱间继续问道：“我跟飞间死之后，田之国有没有搬迁或者灭国？”袁飞日展闻言摇了摇头，千手飞间则是明白了兄长的想法，同样心情十分沉重。千手柱间闻言捏紧了拳头，满脸沉重道：“也就是说，刚才的爆炸将田之国摧毁了？一个100万人的国家就这么没了吗？”此言一出，三人同时沉默了下来。千手柱间表情有些崩溃，一时间还没有能够接受这个悲惨的现实。千手飞间则是镇定很多，他可不像柱间那么圣母。这些田之国人又不是木叶人，而且这次爆炸也不是他们弄的，死了也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三人中最无所谓的就是袁飞日展，他对于田之国人毫不在意，甚至就连火之国人和木叶人也完全不在意。他现在只在乎一件事，那就是新木叶的袁飞一族过得怎么样。
失去了自己的庇护后援，非一族一定比过去艰难很多。一想到这里，他就满心的怨气。可恶的漩涡鸣人，居然杀死了老夫，还解散了木业，驱赶了老夫的族人。老夫跟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屡次三番帮我作对，真是可恶至极。不过他心中暂时没有报复鸣人的想法，一来是还没有弄清楚新木业的情况，心思不在这里；二来是真打不过那家伙啊。不过他也并不气馁，自己打不过身边可是有着初代、二代两位大人。根据大蛇丸的描述，火之国现在同时存在着2个大忍村，这种模式绝不可能长久。也就是说，光影村跟新木业最终只能留下来一个。只要说服初代、二代大人留在新木业中，总会有机会向漩涡鸣人报仇的。念及至此，他对千手柱间跟千手飞间说道：“两位大人请节哀吧。田之国的惨剧固然让人心痛，但毕竟惨剧已经发生，我们也不可能改变田之国已经消失了的事实。”千手柱间闻言也压下了自己悲伤的情绪，双目无神地看着前方，不知接下来要做什么。现在他已经是秽土转生的状态，按理说应该立刻回到净土，继续当自己的死人才对。但他的心中总有些东西放不下，在得知了木业消失后，他的心绪始终不能平静。虽说他也清楚任何的势力都不可能永久存在下去，但想要接受自己跟班浩尽了毕生心血建立的村子就这样消亡，他也不是很甘心。就在这时，袁飞日斩来到千手柱间身边，小心翼翼地问道：“那么柱间大人，请问接下来我们要去做哪里？”被问的千手柱间一脸茫然，他也很迷茫，不知道接下来该何去何从。思考了片刻后，他摇了摇头说道：“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去哪。飞间、猴子，你们有没有什么意见？”千手飞间在袁飞日斩刚一张嘴时就明白了对方的想法，此时他闭着嘴一言不发，等待袁飞日斩自己提出来。而被问的袁飞日斩则是顺水推舟的说道：“依我看，我们还是先不要回归净土，现在的忍界暂时还离不开我们。虽说木业已经被漩涡鸣人解散掉，但也并没有彻底灭亡。听大蛇丸说，炎和小春还建立了一个新木业，我觉得我们应该去那里看一下。毕竟新木业也是挂着木业的名字，相当于是老木业的意志传承。我们至少要在那里住一段时间，确认新木业可以和平的发展下去后，才可以安心的离开。不知柱间大人和飞间老师是什么看法？”袁飞日斩说完，便站在原地等待着二人的回答。千手飞间早就猜到袁飞日斩会这么说，其实他也很想去新木业看一看。虽说这新木业只不过是挂着木业的名字，但毕竟是炎和小春建立的忍村，也算是木业的一部分。不过他看柱间还有些迟疑，连忙劝说道：“大哥，我认为猴子的提议很不错，反正我们现在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新木业说不定还能帮上什么忙。”柱间迟疑了片刻后，还是点了点头，同意了二人提议。其实他是更想去光影村看一下的，毕竟那个地方才是他跟班当初建立村子的位置。虽说那里换了个忍村的名字，但毕竟人还是之前的那群人，回到那里说不定会碰到一些熟人。不过飞间和猴子想要去新木业，那他也只好跟着一起去，毕竟他们都是死人的时间多的是，今后有的是机会回到那里看一看。随后三人便一边收集情报，一边朝新木业的方向而去。而就在同一时间，鸣人也来到了余影村上空。飞在空中的鸣人停住身形，看着不远处的奇景，只见天空中一片漆黑的乌云笼罩在余影村上空，任凭狂风呼啸，这些云彩也没有飞走的趋势，始终漂浮在上面下着雨。不过鸣人却看出了一些端倪，这片云中有查克拉的波动，应该就是掌门那个鱼虎自在之术。鸣人这次来可不打算躲躲藏藏，他就是要正面去找掌门，因此也不用害怕被这个感知忍术察觉。不过被灵异深雨的感觉也并不好受，时时刻刻开着保护屏障也有些麻烦。随后他打定了主意，伸出右手食指对准了远处的乌云，风遁真空炸弹，嗖！一团乒乓球大小的风属性气弹射入了乌云之中。就在他飞到了云层中心时，瞬间爆炸，狂暴的飓风直接吹散了天空中的乌云，破解了鱼虎自在之术。乌云溃散，笼罩整个雨之国的雨全都停了下来。鸣人抬头望着晴朗的天空，满意的点了点头。而在余影村高塔中的掌门则是惊讶的瞪大了双眼，随后对身旁的小南说道：“鱼虎自在之术被人破解了，外面有人想要闯入。”小南微微有些惊讶，随后便恢复了平静，说道：“我这就去干掉对方。”在他想来，能够破解掌门鱼虎自在之术的人绝不是泛泛之辈，这种人余影村那些废物肯定是解决不了的，还是要自己出马才行。但就在这时，掌门却阻止了他，说道：“你不用去，对方的实力很强，还是直接让佩恩出马吧。”这下就连小南都有些凝重，平时掌门不是很喜欢让佩恩出面解决问题，毕竟佩恩的身份是小组织的首领，随便抛头露面很有可能被别人察觉到他的存在，因此平常有什么事都是由他去解决。没想到这次掌门直接要让佩恩出场，这么看来敌人的实力应该很强啊。念及至此，小南说道：“我明白了，我会在这里等待你收拾掉的，然后去处理尸体。”掌门点了点头，随后心神沉浸在佩恩六道中，他想要查看一下究竟是谁这么胆大包天，敢硬闯余影。而鸣人现在在干什么呢？此时他正在手搭凉棚，看着余影村上空又一次飘来的乌云。刚才他刚想进入余影村，便看到远处又飘来一片乌云，这雨之国还真邪门，乌云一片接着一片的，怪不得下了几百年的雨。
这地方好像是忍界特殊的地形造成的，气流汇集导致这里的雨水格外充足。相反，跟它挨着的风之国却遍地沙漠。这两个地方要是平均一下水量，就都能受益，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不过这些都算是小问题。掌门这家伙如果真想治理的话，很轻松就能让雨之国所有的雨水全跑到风之国去。这种事情，别说是掌门这么一个实力达到了超影级的强者，就算多找几个擅长风遁或者水遁的上忍都可以轻松做到。然而，就是这么轻松的事，几百年来却从来没有人做，甚至掌门都想到了要用雨水当做护村结界，都没有想到把乌云赶到风之国去。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意识不到，他们根本没有察觉到这么做的意义。也许之前有人这么做过，不过发现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也就停止了继续这么做。毕竟他们是忍者，忍术在他们手中就是战斗的工具，拿这种工具去改变天气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这并不是说他们的脑袋有多蠢，而是因为他们的屁股坐在忍者的位置上，根本不会考虑停止下雨对农民有没有好处。想要停止雨之国的雨，对这些飞天遁地的忍者来说易如反掌，但要停止忍者们心中的雨可没那么简单。只有停止了这些忍者们心中的雨，他们的脑子才会少积一些水，这样忍界才有可能消停几年。随后他长长的叹了口气，改造忍界的计划看来任重而道远呐。就在这时，远处突然飞来一只奇怪的大鸟，这只鸟展翅大概有10多米长。鸣人对鸟类没什么研究，但这只看起来有些像是巨大的乌鸦。这些都不是奇怪的地方，最奇怪的是这只大鸟居然肚皮朝上，后背朝下的飞行。说实话，这是大鸟的骚操作把鸣人给惊到了。老子纵横忍界8年，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拽的鸟。这是谁的部将？来者可留姓名。正在他胡思乱想间，大鸟飞到了他的面前。这只大鸟的后背上、肚子上，总之上面站了3个人，3人都是橙色头发，脸上镶着各式各样的黑色铁钉，看起来像是杀马特家族的 VIP 中 P 会员。鸣人一眼便认出了这3人的身份，这3个便是佩恩6道中的畜生道、恶鬼道跟人间道。来到鸣人面前后，绑着马尾辫的畜生道佩恩向前走了一步，面无表情地对鸣人说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来雨之国？”他并没有驱逐鸣人，而是问对方的来意。很明显，他是不打算放鸣人离开。即便对方老实回答，他也会杀死对方，并且保留对方的尸体当作备用佩恩来用。鸣人见到对方这么拽，心里不屑一笑。来到这个世界这么久，装这么多次逼没一次成功的，这次他一定要好好的装个逼。在他的想法中，正常的装逼流程应该是直接叫出对方掌门的名字，这个时候对方一定会震惊，随后恼羞成怒问自己究竟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随后他就可以啰里吧嗦的嘴遁一套，等对方恼羞成怒动起手来后，轻而易举的镇压对方，然后将对方收入自己的胯下，不对，麾下。但就在他即将开口，实话到嘴边又让他憋了回去。仔细一想，这套装逼流程实在是太 low 了。别人装逼这个流程，他也这个流程，实在是有些掉价。要知道他可是忍界的至强者，传说中的超级赛亚人，这么粗糙而又套路的装逼方式，实在不符合他的身份。在他看来，真正的强者装起逼来都是那种我做事何须向你解释的类型。像这么一套啰里吧嗦说一大堆，最后把对方收入麾下，根本不是强者的装逼方式。这 TMD 不就是元飞日斩跟至村团藏收服人的方法吗？这做法实在太 low 了，根本不符合他的气质。念及至此，他深吸了一口气，随后面色一沉，板起脸来。站在他面前的佩恩眉头皱了皱，这小鬼是打算直接动手吗？就在这时，只见鸣人双手背在了身后，眼神淡漠道：“我要做什么与你无关。”畜生道佩恩见状有些愣神，怎么突然感觉这个小鬼的气质产生了一些变化，好像变得有些傻缺了。随后他回去了脑海中奇怪的想法，对着鸣人面无表情道：“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们对你出手了。肆意擅长雨之国，无论你来自于什么势力，是什么身份，都犯了必死之罪。”鸣人见状不屑地冷哼一声道：“我漩涡鸣人做事，何须向尔等解释？区区蝼蚁，快快让开去路！混子胆敢说个不让你人头落地！”说话时，鸣人面无表情，但他心中畅快的难以自持。这装逼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这一刻，他陈逼王、徐逼王灵魂附体，仿佛是那亘古不变的存在一般，傲立于天地之间。我太帅了，我太强了，我太无敌了！哈哈哈！鸣人高傲的昂着下巴，眼中全是不屑。此时他心情极好，仿佛战胜了的公鸡一般，傲立于鸡圈之中。不过这一切都是他自我感觉良好，在掌门的眼中，鸣人仿佛就是个忍者学校刚毕业出来装逼的孩子。这小鬼的实力暂时还不知道，但根据对方刚才的表现，看起来应该也是跟迪达拉、飞段他们一个级别的弱智，能够不借助任何通灵兽或者忍具漂浮在空中，看起来应该是个风遁或者土遁忍者。刚才破坏鱼虎自在之术的忍术是风遁，看起来是风遁忍者的能性更大。念及至此，他双手结印拍在了脚下，一只巨大的变色龙出现在巨鸟的后背上，如叠罗汉般叠在了一起。看着通灵出变色龙后缓缓隐去身形的3名佩恩，鸣人激动的热泪盈眶，险些哭出来。8年了，他来忍界整整8年了。这8年来，他嚣张跋扈，用各种理由找人打架，结果这帮人都一大堆废话，磨磨唧唧，弄得他脑壳疼。
这还是他8年来头一次见到这么痛快的人，一言不合就开打，真不愧是小组织的首领，领袖风范真他娘的足。这种干净利索、丝毫不拖泥带水的敌人，简直就是他梦中情敌啊！啊，不对，这应该怎么说呢？喜欢的人叫梦中情人，那喜欢的敌人叫梦中情敌，好像对又好像不对，总感觉哪里怪怪的，却又说不上来。就在鸣人纠结该怎么称呼掌门的时候，一只巨大的犀牛突然从上空坠落，而下朝着鸣人的方向砸来。鸣人抬头看去，犀牛的牛角距离自己越来越近，巨大的阴影将他整个人笼罩，似乎是想将他从天上砸落地面，碾压致死。这只犀牛他有些印象，原著中这个通灵兽被鸣人抓住了头顶上的角拦了下来，之后又一发大玉螺旋丸送他归西，但他可不打算用这么低端的方式处理这个大块头。此时他的人设可是一名天下无敌的绝世强者，简简单单的把这家伙秒了，一点意思都没有。看来要想个别出心裁的方法战胜这个犀牛，这样才能彰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和无敌强者的身份。但很可惜，犀牛不给他思考的时间，就在他像光屁股的思考者一样沉思时，犀牛重重的砸在了他的身上。在不远处隐身飞行的佩恩满意的点了点头，他虽然也会飞行，但大多数的忍术都属于地面忍术，空战他并不是很擅长，所以他才召唤出这只犀牛，想要将鸣人从空中砸落到地面，这样进行地面战斗，自己有更多的手段可以使出来。然而预想中鸣人被从天空中砸落的场景并没有出现，掌门瞳孔中的轮回眼稍稍凝重了些，他发现鸣人似乎比他想象中的要难对付一些。只见鸣人左手高高举过头顶，足有几10米长的巨大犀牛就被他随手托举在空中，甚至连他的右手还在捏着下巴思考怎么战胜犀牛。直到这时鸣人才稍稍回过神来，自己这还思考个屁啊，下意识就把犀牛给接住了。抬头看了看上方还在挣扎的犀牛，鸣人嘴角微微勾起，掌门的目的是想把自己砸到地面吧？既然对方想要打地面战，那自己就随对方的意，反正他天下无敌，在哪儿打都一样，在对方擅长的领域战胜对方更有成就感。念及至此，他拖着犀牛缓缓降落在地面上，紧接着随手一挥，一把犀牛扔到了不远处。佩恩见鸣人主动降落到地面上，也悄悄操控着飞鸟降落，随后仔细的观察鸣人的战斗方式。他发现鸣人并没有多少攻击欲望，犀牛对他发动的进攻都被他随手拦下，似乎是跟对方嬉戏。佩恩冷哼了一声，既然想玩，我就多召唤出来一些陪你玩。念及至此，他快速双手结印，紧接着双手拍在地面上，巨大的烟尘凭空出现。鸣人转头望去，好家伙，自己这是掉进了动物园了。就见到大号的螃蟹、大野牛、大蜈蚣，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要不是知道这些动物基本上都是死后被佩恩操控的尸体，鸣人都差点没忍住直接生火来一场路边烧烤。不过这些动物之中最让他感兴趣的还是那只的玉犬，原著中最令人头疼的通灵兽估计就是这个了。只要挨打就分裂，挨打就分裂，要是没有像天照一样持续攻击的忍术，很难消灭掉这个通灵兽，只能通过干掉畜生到佩恩的方法解除掉对方的威胁。不过鸣人倒是稍微感了些兴趣，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无限分裂啊？众所周知，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永动机，因为世界上的能量是守恒的，不可能凭空创造能量。但这个地狱犬好像有些违背物理法则，这东西如果真能无限分裂，那可就逆天了。念及至此，他不等一众通灵兽发起进攻，直接身形一晃，消失在原地，彻底失去踪影。依靠变色龙悄悄隐藏身形的畜生道，佩恩瞳孔一缩，这个小鬼的速度真是太快了。刚才他可是全神贯注将视线落在鸣人的身上，而且除了他之外，剩下的所有通灵兽以及恶鬼道人间道佩恩可都是紧紧地盯着鸣人。这么多视野，加上自己轮回眼的敏锐洞察力，如此严防死守之下，鸣人居然能够当着自己的面消失，这难道是某种时空间忍术吗？说起时空间忍术，他就想起了面具男和木叶的4代火影波风水门，好像忍界中只有木叶盛产擅长时空间忍术的忍者，难道这个家伙也跟解散了的木叶有什么联系吗？就在这时，他的视野中有了鸣人的动向，只见他通灵出来的一大堆通灵兽中，地狱犬的视线前方鸣人凭空出现，随后打量起来地狱犬。佩恩操控着地狱犬没有轻举妄，而是同样通过地狱犬的视线跟鸣人对视在一起，打量着面前这个金发小鬼。这个小鬼的脸看起来十分熟悉，似乎是在哪里见过，但一时半会还真有些想不起来。躲在中央高塔中的掌门思考片刻后，突然睁开了双眼，这个小鬼就是光影村的首领漩涡鸣人。之前他在收集到的情报中看到过对方的照片，由于宇智波带土的提醒，他并没有像外界那样小瞧漩涡鸣人，因此仔细阅读过对方的情报。而且经过止水的介绍，他也得知了杀死志村团藏的并非他，而是这个名叫漩涡鸣人的小鬼。弄清楚了对方的身份后，站在变色龙上隐藏身形的3名佩恩缓缓现身。畜生道佩恩看着鸣人说道：“光影村的光影居然会来到我们宇之国，别告诉我你就是来这里闲逛的，快说吧，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对于自己的身份暴露，鸣人丝毫没有理会，他一指的玉犬对着畜生道佩恩问道：“你这个地狱犬是不是可以一直分裂啊？有没有数量上限之类的限制？”佩恩没有回答，但是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这个家伙果然像宇智波带图所说的一样邪门。难道说自己的情报也被对方摸清楚了吗？鸣人见对方不说话，也就懒得继续询问，还是自己做一下试验为好。念及至此，他右手缓缓抬起五指并拢成刀状，随后对着地狱犬缓缓挥落一道锋刃，直接将地狱犬劈成两半。这似乎是个信号一般，随着第一犬被一分为二劈成两半，所有的都向鸣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斗牛顶犀牛撞，蜈蚣放毒，螃蟹吐水浪。通灵兽满奋力的攻击，但鸣人毫不在意，有牛角顶来他就随手挥飞犀牛，蜈蚣放毒他就吹一口气把毒气吹散。这些反击都是他的下意识行为。此时他的注意力全放到了地犬身上，仔细的观察对方分裂的过程。只见被劈成两半的地狱犬身体断口处缓缓蠕动，随后不断有血肉长出，片刻后一分为二，变成了两只一模一样的地狱犬。鸣人见状眼前一亮，还真是凭空生成血肉，这就有趣了。刚才在他的观察之中，掌门并没有给这只地狱犬输送额外的查克拉，这也就说明地狱犬的分裂属于种族天赋，跟掌门的轮回眼能力丝毫没有关系。这就有趣了，这只地狱犬最多可以分裂多少呢？鸣人可是个爱玩的家伙，随着他的实力增强，忍界让他感兴趣的事越来越少了。今天好不容易又找到了一件有趣的事，他怎么能放过？念及至此，他大手一挥，无数的锋刃飞出，直接将周围阻挡他视线的其他通灵兽全部撕成碎片。这些通灵兽被锋刃切碎后，纷纷化为烟雾消散，现场只留下了两只暗红色的地狱犬还在对着龇牙咧嘴。鸣人这一手有些震惊到掌门了，对方的出手速度实在是太快，以至于他都没有来得及让恶鬼道佩恩上前吸收对方的忍术。就在他愣神之际，鸣人又一道锋刃飞出，直奔着两只地狱犬其中一只而去。掌门见状，立刻操控恶鬼道佩恩挡在地狱犬前方。虽说知道地狱犬可以无限分裂，但在没有搞清楚对方的意图之前，还是用恶鬼道吸收对方的忍术更为稳妥。看着快速飞来的白色锋刃，恶鬼道举起的双手便打算吸收掉这个忍术，乃至就在锋刃即将触碰到他双手的前一刻，突然拐了个弯从他身边绕了过去。恶鬼道佩恩难以置信地回头看着被切成两半的地狱犬，他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灵活的风遁忍术，居然可以半路拐弯，对方的查克拉操控力这么强大吗？恶鬼道佩恩震惊地看着绕过自己，将自己身后的地狱犬斩成两半的锋刃，他还是头一次见到如此灵活的分段忍术，居然可以中途拐弯对方对于查克拉的操控力，真是令人震惊。鸣人并没有理会被自己的锋刃震惊到的佩恩，而是一道又一道锋刃朝着地狱犬飞去。这些巨大的锋刃又快又准，刚刚生成的几只地狱犬还没来得及嘶吼，便再次被斩成数段。这回佩恩再也没有阻拦，而是站在远处观察对方的动作。他已经清楚以自己的移动速度根本无法拦下锋刃，而且至今为止他也没有察觉到鸣人这举动到底有什么意义，除了会给他的地狱犬增加数量，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既然如此，他也没必要去理会，不如让对面发疯，让自己的地狱犬大军继续扩张。这个小鬼的行为只是在自掘坟墓而已。于是就在佩恩冷漠的注视下，一只又一只的狱犬分裂而出，而鸣人则是越来越兴奋。原本还以为这些地狱犬会因为分裂数量的增加而体积变小，但是没想到现在已经分裂出来上百个地狱犬分身了。这些地狱犬丝毫没有变小的迹象，还跟之前最开始那只体型一样大。这个发现令鸣人异常兴奋。如果说这种地狱犬可以无限分裂，自己说不定就找到了宇宙的终极答案。只要想办法将这无限分裂的地狱犬转化成为能量，那什么狗屁的忍界，就连诸天万界他都不放在眼里。拥有无穷无尽能量的他，可以横扫世间的一切。此时他看眼前这些地狱犬龇牙咧嘴的模样异常可爱，恨不得上去把它们抱在怀里，用力撸一撸。就在这时，一只的狱犬拖着被锋刃斩碎的残缺身体爬到了鸣人面前，张开血盆大口，便准备将鸣人吞下去。鸣人兴奋的又一道锋刃将它斩为两半，随后摸着下巴思索起来。这样创造地狱犬分身的效率实在是太低了，自己这双手就算化身加特林攻速也是有限的，而且双手这么拖着时间长了也会酸，要想个什么办法彻底解放自己的双手，达到哥哥不用动妹妹全自动的地步。念及至此，他闭上眼睛陷入了沉思。见到鸣人停止攻击后，已经有200-300只的地狱犬怒吼着撕咬了上来。不过他们在接近鸣人20米的地方便被一道无形的墙壁所阻挡，无论他们使用爪子横扫还是牙齿撕咬，都无法打破墙壁对鸣人造成伤害。闭目沉思了一阵后，鸣人突然睁开了双眼，随后双手一拍，查克拉在面前凝聚。只见查克拉形成一个球状，随后逐渐塑形，化成了一个半圆形的炮台，落在了地上。炮台上有5根炮管，它们可以360度无死角地对周围进行攻击。看着被自己创造出来的炮台，鸣人满意的点了点头。查克拉不愧是创造万物、毁灭万物的能力，连自己想象中的东西都可以化为现实。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他做不到的？不过很快他就明白什么事情查克拉做不到了，那就是给这个忍术起个名字。这妖牛逼的忍术，要是不起一个霸气的名字，可就对不起自己的查克拉了。只见他再次摸着下巴，陷入了沉思。片刻过后，他一拍脑门，激动道：“有了，就叫他风遁大炮台之术。”起完了名字后，鸣人便行动了起来。
只见他拇指与食指塞进嘴里吹了个口哨，大炮台之术的5根枪管宛如添加了化学成分般，瞬间抬起了头，随后对准周围的地狱犬疯狂扫射，喷出一颗又一颗白色的真空玉来。这些大概篮球大小的风盾真空玉打到地狱犬的身上不疼不痒，被打中的地狱犬甚至都懒得理会，只当是被蚊子叮了一下。但紧接着这些地狱犬可就察觉到了不对，剧烈的撕扯之感从他们体内传来，真空玉在他们体内爆炸，将他们撕成了4、5块大小的均匀碎块。鸣人见状，嘴角露出满意的笑容，看来这个真空玉的威力自己控制的还算不错，如果力量太强的话，可能会直接把地狱犬打成粉末，这样他们可就不能分裂，与自己的想法背道而驰。但如果力量太弱，又无法做到让他们分裂的程度，现在这个力道就正好，既可以让他们分裂，又不至于彻底打死。大炮台的5个炮管接连喷出无数的真空玉来，成批成批的地狱犬在鸣人的结界外被创造而出，看得掌门是目瞪口呆。此时在宇之国中央高塔的掌门瞪大了双眼，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弄得在他身旁的小南担心不已，连忙出声问道：掌门，你为什么露出这个表情？是出什么事情了吗？掌门恢复了情绪，随后安抚了小南一句，便继续将心神投入到佩恩们的视野中。他实在无法想象漩涡鸣人到底是怎么样的精神状态才能够做出这种事情来，居然主动帮助他的地狱犬分裂，让自己生产出这么多的地狱犬，这家伙到底是犯了什么病？但很快他便察觉到了异样，这地狱犬生产的数量与频率简直令他难以想象。他的表情逐渐从不屑变成了惊骇，只见地狱犬的数量越来越多，2变4， 4变8， 8变16， 16变32，子子孙孙无穷无尽也。仅仅片刻的功夫，地狱犬的数量就达到了数千头。要知道，数千头地狱犬跟数千个鸣人的影分身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毕竟地狱犬可是个身长10多米的大块头，数千头这种大型生物聚集在一起，密密麻麻的场景，光是想一想都让人头皮发麻。此时掌门异常庆幸双方在余影村之外战斗，否则就这些地狱犬什么都不用做，光是被召唤出来就足够压垮半个余影村了。然而即便是这么多的地狱犬也无法伤到鸣人分毫。掌门发现鸣人的身体周围有着一圈直径20多米的查克拉结界，这层结界异常坚固，地狱犬根本无法撕开。长门心念一动，地狱犬们让出了个缺口，紧接着地狱道佩恩从缺口中一跃而入，瞬间便来到了结界前方，将手搭在了结界上。刚一触碰到结界海量的查克拉，便被恶鬼道佩恩所吸收。长门满意的点了点头，只要破开这个结界，凭借着自己地狱犬的数量，绝对可以将漩涡鸣人彻底撕成碎片。之前他还想将鸣人做成佩恩的备用尸体，但现在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现在他要控制着数千头地狱犬十分艰难，这些地狱犬已经到了他能操控通灵兽的极限。以前他在战斗时顶多也就操控10几头地狱犬而已，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操纵如此之多的通灵兽。如果他无法控制这些地狱犬，那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失去了自己控制的地狱犬会漫无目的的进行破坏，而距离战斗地点最近的余影村一定会损失惨重，因此一定要速战速决，解决掉漩涡鸣人后立刻解除通灵术。这地狱犬的分裂很有时效性，只要解除了通灵之术，再召唤出来的地狱犬还是只有一头，自己也不必担心地狱犬反噬的危险。但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他做好了完整的计划时，障碍又再次出现了。只见地狱道佩恩双手搭在鸣人的结界上，不停地吸收着查克拉，海量的查克拉不停朝他的身体内涌入，但这结界就是丝毫不见溃散的迹象。此时在余影村中央高塔中的长门额头上已经全是冷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查克拉？这个结界难道是用尾兽做的吗？即便是尾兽这么长时间也早就应该吸干了才对，怎么可能丝毫不见忍术消散的迹象？就这样长门足足吸收了10分钟的查克拉，期间大炮台之术还在不断创造新的地狱犬，让长门的操控越来越艰难。最终他长叹一口气，看来吸收掉这个透明结界的计划是失败了。既然如此，只能先送地狱犬回去了，自己再想其他的办法战胜漩涡鸣人这个家伙吧。念及至此，他便打算操控畜生道佩恩解除通灵之术。收到命令后，畜生道佩恩抬起双手便打算结印，而这一幕则是被结界中正在喝茶水的鸣人所注意。见到对方想要解除通灵之术，鸣人被吓得茶水直接喷了出来。麻蛋，老子好不容易对着地狱犬产生那些兴趣，怎么可能让你解除通灵之术扫了老子的心？念及至此，他瞬间展开了净空领域，瞬间整个宇之国范围内都被限制了时空间忍术的使用。畜生道佩恩双手结印，却发现地狱犬根本无法解除通灵，再次尝试仍然如此。这时他透过地狱犬的视野观察到了鸣人刚才的举动，瞬间他怒火升腾，操控着畜生道佩恩对鸣人大骂道：你这个可恶的混蛋，到底想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利用我制造出这么多的地狱犬？你到底有什么目的？现在掌门也算是明白过来了，对方就是为了制造地狱犬而来的，之前故意挑衅自己，完全是为了让自己通灵出地狱犬而已。这个家伙到底有什么目的？难道是想要让地狱犬无限繁殖，摧毁忍界吗？他猜的果然没错，漩涡鸣人果然是跟迪达拉飞段一个级别的疯子，而且这个家伙比迪达拉和飞段还要疯狂，他是真奔着毁灭忍界来的。被质问的鸣人若无其事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挥了挥手，身旁茶桌上的茶水化作星光消散，
随后一瓶冰可乐出现在他手中，打开瓶盖，狠狠地喝上一口后，鸣人哈了一声，随后对着佩恩一脸无辜道：“这可是你的通灵兽啊！我帮他们多繁殖一些，扩充你的通灵兽队伍，难道不是好事吗？”畜生道佩恩面色阴沉道：“别跟我插科打诨，这种地狱犬是极其危险的生物，如果召唤的数量太多的话，我也无法全部操控，最后绝对会陷入暴躁，对忍界造成极大的危害。”鸣人眯着死鱼眼，有气无力地说道：“你不是恐怖组织的首领吗？既然如此，你还在乎个屁的忍界和平？早死早超生，说不定下辈子投胎还能穿越到异世界呢。”掌门觉得鸣人这个家伙简直不可理喻，他觉得自己对于这种疯子已经有了极强的抗性，没想到今天居然被鸣人这个家伙给弄破防了。小组织的叛人确实个个都是疯子，每一个精神状态都不是很正常，但这些疯子们也是有底线的，他们只是疯子而不是傻子。即便是迪达拉跟飞段这种家伙也知道收敛，清楚肆意的破坏最终只能害了自己。然而漩涡鸣人这个家伙却丝毫没有收敛的意思，这个家伙看来是真不在乎忍界的死活，甚至连他自己的死活都不在乎，真是可恶！忍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疯子？就在他咬牙切齿不知如何是好时，鸣人突然从座位上站起身，走向了大炮台。随后畜生道佩恩就看到鸣人一挥手解除了大炮台之术，瞬间不再有锋刃攻击地狱犬，这帮蟑螂也就停止了繁殖。掌门见到这一幕，心中长长的松了口气，看来漩涡鸣人这个家伙还是稍稍有一些理智的。就在他认为鸣人已经放弃了的时候，只见对方一挥手，又一台崭新的机器出现在了他的身旁。这台机器主体部分与之前的大炮台之术十分相似，区别在于它没有大炮台的5个炮管，而是在炮台的炮身上有一圈黑色的缝隙，360度缠绕在半圆形的炮台上。鸣人在创造出这个炮台后，还装模作样的结了个印，口中还大吼了一声道：“风遁，拔刀斩炮台之术。”掌门看着鸣人新制造出来的炮台，心脏骤停，一种不妙的预感浮上了他的心间。这个小鬼又要做什么？这又是什么奇怪的机器？难道跟刚才的大炮台是同一类型的武器吗？很快，他的疑问得到了解答。只见拔刀斩炮台的黑色缝隙中突然闪烁起了蓝色的光芒，蓝色的光芒闪烁到极致后，突然弹射而出，一道环形360度的斩击从炮台中心喷射而出，朝着外面数千地狱犬横斩而去。数千地狱犬瞬间被拦腰截断，直到拔刀斩的光芒从自己的头上飞掠而过，畜生道佩恩才算缓过神。看着被拦腰截断、正在分裂的地狱犬们，畜生道佩恩心中先是挫折，随后怒不可遏。这个新的拔刀斩炮台比之前的那个大炮台还要凶残，之前那个大炮台每次的制造地狱犬效率只有5个，这次直接是整体翻倍。照这个频率下去，用不了多久，整个忍界都会被地狱犬给铺满，到那个时候，忍界就会彻底毁灭，和平不和平的都没有意义了。看着数量翻倍的地狱犬，掌门心中满是绝望。现在已经有上万只地狱犬，而他早就无法操控所有的地狱犬，一些地狱犬已经陷入了暴走，开始疯狂攻击周围的一切。掌门无奈之下，只好操控着自己可以控制的地狱犬，招与之国外狂奔。这是他现在能想到的最好办法，至少要将地狱犬的威胁驱散到与之国外。至于与之国外面的那些国家，他就管不了了，只能让他们自求多福，希望少死一些人了。然而，他驱散的速度根本比不上拔刀斩炮台制造的速度，地狱犬以几何倍数开始增长，很快便聚集了数万头之多。地面可供人站立的位置越来越少，最终佩恩无奈的通灵出巨型大鸟飞在空中，才勉强有了喘息的空间。畜生道、恶鬼道跟人间道3个佩恩面色凝重的看着下方密密麻麻数不胜数的地狱犬，这么多的数量，即便是5大国的忍者全加上，估计也无法抵挡。这下该怎么办？难道要使用地爆天星封印这些地狱犬吗？随后他又暗自摇了摇头，凭自己现在的实力，哪怕拼上性命使用地爆天星，也不可能封印这么多的地狱犬，这数量实在是太多了，估计也就只有6道仙人那个级别的强者能够一口气封印这么多的地狱犬了。无奈过后便是绝望，此时在中央高塔的长门眼神无比空洞，呆呆地望着天花板。这难道就是忍界最终的结局吗？毁灭于战争，真是个糟糕的结局。就在他绝望之际，一只地狱犬突然仰天嘶吼一声，那声音中充满着愤恨，在嘶吼过后，它便缓缓地消散，最终消失不见。透过与地狱犬的联系，得知了这个地狱犬的状况后，掌门眼前一亮，这只地狱犬的消失并不是通灵之术解除而导致的，难道说地狱犬的分裂也是有上限的吗？很快他便得到了答案，在第一头地狱犬消散后，紧接着一头又一头地狱犬开始了崩溃消失，成片的地狱犬开始消散，场面异常壮观。飞在天空中的畜生道佩恩欣喜不已，他紧张地低头注目，直到数万只地狱犬一只不留，全部化作灰烬消失，他才长长地松了口气。可总算是消失了。刚才他都做好带领小南与少数宇智国忍者逃到地下长期避难的准备，他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地狱犬的分裂是有极限的，这可真是虚惊一场。而在结界中的鸣人也叹了口气，收回了拔刀斩炮台。看来地狱犬分裂到8万只就已经是极限，继续分裂只会导致整体的崩溃。这么看来，这些地狱犬无论分裂出多少，都属于一个整体。话说回来，掌门好像每一次召唤最初时只能召唤出一只，
看来最初被召唤的那一只才是地狱犬的本体，之后无论是分裂出多少通灵之术解除后，都会回归成一只的状态。鸣人解除了保护在自己周围的结界，随后走了出来，摸着下巴沉思。虽说上限只有8万，但这种分裂可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神技，可以完美的复制另一个自己，这可是直接让战力翻倍的神级技能，比什么影分身强太多了。只可惜被攻击才会分裂，显得有些被动。看来有机会要将2代土影无通灵出来，研究一下对方的分裂术。那个家伙的分裂术属于主动分离，如果能将他的分裂和地狱犬的分裂结合一下的话，那就能形成独一无二的本体分身忍术。就在他沉思时，前方突然凭空出现一道身影，原来是变色龙悄悄带着人间道佩恩来到了鸣人面前，准备对他进行偷袭。掌门现在恨死鸣人了，恨不得直接把这个可恶的小鬼撕成碎片，所以根本不打算留手。只见人间道佩恩伸出蒲扇般的大手抓到了鸣人的脑袋上，人间道能力发动，竟然是想直接将鸣人的灵魂从体内抽出来。鸣人早就察觉到了对方的攻击，但他并没有闪避，而是任由对方抽取灵魂的能力施加在自己的身上。他对轮回眼这个抽取人灵魂的能力也很好奇，可以直接对灵魂发动攻击，这可是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英顿查克拉使用方式。他在木叶遗留下来的忍术中自然也学习过灵化之术，但轮回眼的这个抽取人灵魂的忍术明显更加高级。既然如此，那就让自己亲自体验一下这个招数，说不定对他灵魂方面的修炼能有什么启发。鸣人的表情风轻云淡，而抓住他灵魂的人间道佩恩却是面色凝重。鸣人的灵魂任凭他使尽浑身力气也无法拽出来，这种情况他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他的印象中，人类的灵魂通常都轻盈无比，宛如一团气球一般，哪怕是普通人都可以轻易拿在手上把玩。但这个漩涡鸣人的灵魂不知怎么回事，犹如一块镶嵌于地底的顽石一般，任凭他使出浑身力气也无法撼动分毫。就在这时，恶鬼道佩恩也来到了鸣人身后，只见他双手死死抓住鸣人的肩膀，疯狂地吸收对方的查克拉。但恶鬼道吸收查克拉的结果与刚才吸收结界时候一模一样，海量的查克拉被他吸收而出，但鸣人丝毫没有崩溃的迹象，依然神采奕奕地站在那里。掌门就不信邪了，这个小鬼的查克拉难道还能是无穷无尽的吗？他就不信拥有轮回眼实力比肩神明的自己会被一个小鬼给难住。于是他便操控着人间道跟恶鬼道对鸣人疯狂发动能力，两人一个抽灵魂，一个吸查克拉，可谓是个显神通，是要将鸣人置于死地。他表情时而扭曲，时而凝重，看得身旁的小南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从掌门拒绝自己的请求，排除佩恩去对付入侵者以后，对方的表情就跟霓虹灯一样，各种颜色交替变化，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愤怒，一会儿凝重，一会儿绝望。掌门他不会是跟小组织那群疯子接触的时间太长，导致自己的精神状态也出现问题了吧？掌门此时表情凝重，在他的视野里，漩涡鸣人拼尽全力抵挡着自己人间道和恶鬼道的能力。不得不说，这个小鬼的实力是真的强，居然能够靠意志与对查克拉的理解抵挡住自己轮回眼的能力，真是让人忌惮的天赋。但这一切也就到此为止了。漩涡鸣人现在已经处于油尽灯枯的地步，随时撑不住被自己抽出灵魂都不算稀奇。于是他更加认真，全神贯注地盯着鸣人，不放过对方的任何动作。掌门的想象很完美，然而事实却是鸣人根本没有搭理，正在全力解析轮回眼的人间道能力。相比于恶鬼道吸收查克拉的能力，鸣人更在意人间道抽取人的灵魂。这是一种英顿查克拉的特殊使用方式，类似灵化之术，但使用逻辑却完全不同。经过长时间的解析之后，鸣人总算是清楚了人间道能力的具体使用方法。不过这个能力对鸣人来说有些鸡肋，对付强敌的时候根本没有用，而且这忍界对于鸣人来说也没有什么人能称得上是强敌。不过这一招于英顿查克拉的运用倒是有些许可取之处，等以后回去仔细研究一下，说不定会有什么用。解析完毕后，鸣人抬头看了看前方一脸凝重的人间道佩恩，既然已经解析完毕，自己也没必要站在这里陪着两个人当雕塑了。只见他右手轻轻一握，抓住了头顶人间道的右手，后者拼尽全力想要挣脱结果，却发现鸣人的力气大得惊人，他根本无法抗衡。掌门脸色大变，操控着恶鬼道佩恩想要离开鸣人，没想到他的手刚刚松开鸣人的肩膀，就被鸣人反手抓住了手腕。玩得很不错，下回别玩了。鸣人说完便原地转起了圈，把两个佩恩传得晕头转向，随后将两人同时扔向远处，几道锋刃随后补了上去。还没等两名佩恩落在地上，锋刃便将他们的身体斩成数段。解决了人间道跟恶鬼道后，鸣人对着畜生道说道：就这点实力吗？还有什么本事就全使出来吧。畜生道看到鸣人这副模样，心中越发忌惮，随后他双手快速结印，一股白烟升起，另外3名佩恩出现在畜生道面前。被通灵出来的3人便是佩恩6道的另外3个，分别是天道、地狱道和修罗道。只见地狱道出场后，直接奔着人间道跟恶鬼道的尸体而去，来到二者面前后，直接发动能力，将二人扔进了预言王的嘴里。预言王嘴嚼了片刻，再次张开嘴，人间道跟恶鬼道毫发无伤的从里面走了出来。自此佩恩6道再次到齐，所有人都严肃地看向鸣人，6双散发着妖艳紫光的轮回眼看到鸣人有些不自在。这6个家伙虽然外表上看起来栩栩如生，但可是货真价实的6具尸体，
被6具尸体这么盯着看，是个人都会感觉有些别扭。就在这时，天道佩恩向前迈了一步，站到了所有佩恩最前方，对着鸣人冷漠地说道：“漩涡鸣人，你的实力得到了我的认可，我以小组织首领的身份正式邀请你加入小组织，告诉我你的答复吧，是同意还是拒绝？”鸣人闻言眉头挑了挑，随后伸了个懒腰说道：“老子生居于天地间，从不郁郁久居人下，想要加入组织，老子也是自己建立。你那个什么狗屁小组织，老子一点兴趣都没有。另外，我有个悲伤的消息想要告诉你，前不久宇智波止水大蛇丸迪达拉和飞段都死了，他们就死在田之国，你也不用过去找他们的尸体，他们现在连一个细胞都不剩了。”远在中央高塔中的掌门闻言愣住，之后他赶紧利用小组织传递情报用的戒指想要联络这4个人，但结果显而易见，别说这4个人，就连他们的戒指都一点反应没有，似乎是真的被摧毁了。确认了对方所言句句为真后，掌门大怒，这个漩涡鸣人居然杀死了这么多小组织的成员，真是可恶至极。这些小组织成员如果只是死1、2个他还可以勉强接受，但一起死了4个，这可是直接死了现任小组织成员中的一半人。接下来他还要计划用这些人来抓捕尾兽，这下子计划泡汤，抓捕尾兽的计划恐怕又要推迟了。越想越气，长门操控着天道佩恩，声音冷厉道：“你到底想说什么？”鸣人见火候差不多了，轻咳一声，随后将双手背负在身后，刚想说话，却被佩恩打断道：“不要再装腔作势了，有什么话快点直说。”被打断施法的鸣人差点闪到腰，最终他放下了双手，恢复了懒洋洋的姿态，说道：“我来这里是想收编小组织，成为光影村的一员，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加入？”掌门闻言差点被气笑了，他操控的天道佩恩言辞拒绝道：“你真是白日做梦，小组织是不会投靠光影村的，你死了这条心吧。”此时鸣人也不想再打架了，打来打去的真是烦，不如一起坐下来吹吹牛逼，这多带劲啊。于是他对掌门安抚道：“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但你先别生气，你本体在哪儿呢？带我过去，我跟你本体好好谈一谈。其实你啊，就是误会了，刚才我之所以出手，就是想要在你面前装个逼，让你看看我不是好惹的。现在示威完成了，我觉得我们还是好好谈谈吧。”掌门可不会傻乎乎的带着对方来找自己的本体，他从头到尾就没有信任过鸣人这个混蛋，这可是个敢放任地狱犬无限繁殖的疯子，谁知道他进入鱼影村后会做些什么？而且漩涡鸣人果然跟宇智波带土说的一样，对方似乎是拥有某种特殊的收集情报能力，似乎对自己的身份调查的一清二楚。天道佩恩面无表情的说道：“你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吧。”见掌门拒绝鸣人也没有多矫情，直接在原地劝说道：“如果我猜的没错，你们小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收集尾兽合成10尾吧？”天道佩恩眉头挑了，随后承认道：“没错，只要将所有的尾兽全部收集起来融合成10尾，这样就能对吴大国进行威胁，迫使忍界实现永久的和平。”鸣人抓住了对方言语中的漏洞，疑惑道：“你的意思是想要威胁吴大国？”掌门回答道：“没错，只有感受过战争的痛苦，才会从心底里畏惧战争，只有让吴大国也尝试小国所受的痛苦，他们才会从心底里渴望和平。”停！鸣人赶紧打断了对方的长篇大论，无奈的说道：“我问的不是这个，我的意思是说，你仅仅是想要威胁武大国，而不是消灭掉他们，完成忍界统一吗？”天道佩恩闻言有些愣神，随后他疑惑的问道：“统一武大国？我为什么要统一武大国？而且武大国要怎么统一？他们的信仰、文化和思想完全不一样，根本不可能统一。”鸣人闻言一拍脑门，失望道：“我还真是有点高估你了，还以为你们这种恐怖组织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到称霸世界，原来你们合成10尾后也是要当一个暗地里威胁武大国的恐怖组织。你都已经有能力威胁武大国了，难道就不能自己当大明统一忍界吗？”这回掌门沉默了下来，他还真从来没有思考过要自己成为大明治理忍界。最开始他只是跟迷燕小南一起在宇之国流浪的孤儿，那时候能不能吃饱饭都是个问题，谁有心思管谁当大明？再后来小组织建立，他也一直随波逐流的听从迷燕的命令，跟随对方救治宇之国的灾民，也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等迷燕死后，他一门心思想要收集尾兽复活10尾，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统一忍界的事。于是思考了片刻后，他用天道佩恩回答鸣人道：“你太天真了，大明可没有那么好当，这其中有很多的困难，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鸣人闻言不屑的笑道：“那么具体困难在哪里呢？”这回天道佩恩沉默了下来，因为背后的长门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这么说只是想搪塞一下鸣人，具体成为大明有什么困难他怎么会知道？他从小学习的就是忍术，只会跟人打打杀杀，从来没有研究过怎么当大明。这时他看到了身旁满脸担忧的小南，对方一直在管理宇之国的内政，也许他会知道一些。听到掌门的问题后，小南满脸疑惑，随后沉思片刻，对掌门回答道：“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当大明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等着手下为自己做好就行了。”掌门有些惊讶，连忙追问道：“就这么简单吗？”小南也不是很确信，但从他对宇之国大明的监视上来看，大明确实就是什么都没有做，所有事都是下面人自己为他做的。这一点令掌门十分惊讶，他可是见到过小南处理于隐村政务时那焦头烂额的模样。
他一直以为大明也应该跟忍村的首领一样，成天忙东忙西，没想到对方会这么悠闲，什么都不用做，下面的人就全做完了。那大明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他将自己的疑惑传达给了鸣人，后者则是冷笑道：“没什么意义，只是利益阶层的傀儡罢了。”鸣人的发言震惊到了掌门，在他的印象中，大明虽然是普通人，但可是一个国家的实际拥有者。别看忍者村的影地位上看似跟大明平起平坐，但实际上影还是要比大明低半级的。原著里就曾出现过火之国大明威胁5代火影纲手的剧情。这样一个掌握着国家实权的统治者，怎么可能是毫无作用的傀儡？天道佩恩皱着眉对鸣人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也是一个忍者村的首领，大明的地位如何，你应该十分清楚才对，怎么会说出来大明只是傀儡这种话？”鸣人闻言笑了笑说道：“我这话可不是危言耸听，在真正成为忍者村首领后，我可以十分负责任地告诉你，大明根本就是利益阶层的一个傀儡。其实不仅是大明，所有的忍者村首领也都是忍者家族的傀儡，或者用代言人这个词更加合适。”刚穿越到这个世界时，鸣人一直很疑惑，这帮忍者们难道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成天发动战争吗？如果说是那些忍界中的小势力成天想要打仗，倒还可以理解，毕竟他们的生存都是个问题，为了生计跟其他势力争夺资源无可厚非。但5大忍村可是有着稳定的收入来源，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也不可能养不起一个忍者村，为什么还要频繁的发动战争呢？直到鸣人成为了光影村的首领，获得了木叶之前所有的历史资料后，他才明白忍界的弯弯绕绕。就拿火之国举例，这个国家实行的是官员世袭罔替的制度，在这个国家想要成为官员，必须要你老子是官员才行。官员的位置一个萝卜一个坑，除非这些官员犯了谋反之类的大罪，否则即便是大明也没有权利剥夺这些官员的官位，甚至即便是谋反大明，也只能处理谋反的那个人，官位还是要由那个人的儿子来继承。这样问题就出现了，贵族们自己分这些官位都不够，怎么可能会给普通人留有上升的通道？快输格！因此底层平民永远都是底层，想要实现阶级跃迁成为贵族十分艰难，但任何情况都会有一线生机，忍界也不例外。如果你非要想出人头地的话，也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你还可以去选择另一条路，那就是想办法成为忍者。你可以趁着自家的孩子年纪还小搬进5大忍村中，等到孩子年纪足够大了，就去报考忍者学校，一旦被录取，将来你的孩子就有可能成为忍者，一飞冲天。承受不了5大忍村的高额房价，那就去加入忍界一些小势力，或者找一些流浪忍者拜师。流浪忍者的日子是很难过的，每天刀头舔血做一些死亡率极高的赏金任务，能够像角都那样潇洒活着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流浪忍者都不会活过40岁。但即便是处于忍者最底层，也有无数人削尖的脑袋往忍者队伍里面钻，毕竟这是平民唯一出人头地的方法。随着这些人的加入，忍者的队伍越来越庞大，成为了忍者的人自己也有孩子，同样会让自己的孩子接替自己成为忍者。不断循环之下，忍者的队伍逐渐庞大，最终到整个国家都无力供养的地步。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忍者，就连那些世袭罔替的官员贵族也同样备受折磨。这些官员的官位只有一个，但他们的孩子可能有10几个甚至几十个，这些孩子中只有一个能继承自己的官位，而剩下的也不可能全扔到河里淹死，自己还是要花钱养的。而这些孩子将来又会给自己生孙子孙女，子子孙孙无穷无尽也，贵族阶层的人数也几何倍数的暴涨。这些人可以肆无忌惮的撒种暴兵，但忍界的普通百姓可没有他们这么强的繁殖能力。忍界的土地是有上限的，可耕种的土地只有那么多，每年能产出的粮食极限也就只有那么些。这些贵族忍者们多吃一口，平民们就会少吃一口，平民少吃一口，家里就可能多饿死一个人，于是忍界平民的数量也越来越少。长此以往，忍界的收支平衡被打破。以前只要10个平民供养一个贵族老爷就能维持的生活，现在要5个甚至3个平民供养一个贵族老爷。这帮贵族老爷就跟蟑螂一样无性繁殖，平民们哪能供得起他们？于是便形成了魔幻的一幕。农民们看着地里面的粮食大丰收，丝毫没有欣喜，因为不久之后就会有收税的官员将他们9成以上的粮食全部拉走，只给他们留下1成不到的粮食勉强糊口。时间一长，家里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明明是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结果到丰收的时候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亲人还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因为粮食不够而饿死。那么这样一来，问题又出现了，这些平民无论怎么样努力工作，都无法改变亲人被饿死的情况。那我为什么还要努力种粮食？安心在家当农民也是饿死，还不如上山当土匪，这样说不定还能活得更久一点，吃得更好一些。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上山当土匪，导致成片的土地没人耕种了，地里不产粮食，贵族老爷们和忍者也饿肚子了。这回大家可不干了，饿死了你腿子平民倒是无所谓，饿死了贵族和忍者可是天大的事儿。于是战国时期曾举行过轰轰烈烈的剿匪运动，各大忍者家族踊跃地参与到剿匪事业中来。而这些土匪本来就只是一帮平民，这些人里面甚至有很多老窝妇孺，怎么可能斗得过那么多实力强大的忍者？更搞笑的是，对这些被逼上山的土匪下手最狠的不是那些家族忍者，而是学习了查克拉实现了阶级跃迁的那些平民忍者。这帮家伙下起手来可是真狠。
为了向各大家族忍者以及贵族阶层展示自己的价值，这帮家伙都快把忍界的土匪杀绝了。整整几十年时间，忍界就跟疯魔了一般，把人逼上山当土匪，然后再上山剿匪，弄得忍界人口锐减。后来上山剿匪直接成了忍者的新手任务。所有刚成年拥有战斗能力的小忍者们，出山的第一步就是上山屠杀一个匪窝。后来杀着杀着，贵族阶层查到的不对，光这么杀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问题是出在贵族和忍者太多，而不是平民太多。要杀也应该杀忍者跟贵族才对，怎么能杀平民呢？改变了思路后，忍界豁然开朗，以大明为首的贵族阶层不再把屠刀对准平民，而是想办法开始削减忍者的数量。这些忍界的贵族极有默契的开始挑拨各大忍者家族的矛盾，而这些忍者家族基本上也是胸大无脑的肌肉男，被轻轻一挑拨，便展开了无穷无尽的争端。战国时代的混乱就正式开始了。而贵族阶层对付平民的方法更是绝，这回他们不再选择竭泽而渔的方法剿匪，而是选择让平民们之间自己进行内耗。他们先是暂时停止了剿匪活动，然后又禁止平民百姓自己组织抵挡土匪的武装势力。所有民间组织的自保行为通通被大名府视为造反，于是黑暗森林法则就在忍界形成了。所有的平民村落都成了无法抵抗土匪入侵的待宰羔羊。要是真有土匪势力攻击他们的村子，这些平民连自保之力都没有，因为所有的平民武装也会被认定为是土匪。所以这些响应号召的平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不遵守规则的平民屠杀自己的承诺，毫无办法。那么既然如此，留给他们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自己组建一个土匪势力保护自己。于是匪民一家亲的魔幻场景便在忍界出现。在忍界没有不通匪的平民村落，如果有，那早就被其他的土匪给灭掉了。之后大名府的工作就简单多了，哪个村落的平民赶不上交足够的粮食，就发布对当地的剿匪令。然后一些刚刚成为了忍者还没有杀敌经验的新手菜鸟们就屁颠颠的跑去刷经验。刷完经验，这些菜鸟们拍拍屁股走了，没过多久就会有其他的土匪将当地的村落洗劫一空。就这样，忍者数量过剩的问题与农民摸鱼不劳作，不养活贵族阶级的这两个问题就全解决了。至于贵族人数过多的问题也不必担忧，聪明的忍界贵族们直接将家族成员分成了宗家和分家。宗家是主脉，对分家拥有绝对的掌控权。每当家族数量太过庞大，养不起人的时候，就将一部分分家成员驱赶出去，将他们从贵族打落成平民身份。从此这些人不配再拥有家族的姓氏，成为了一群学习过文字有知识的平民。当时鸣人还顺手查了一下自己便宜老爹波风水门的资料，波风这个姓氏就是波风水门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被逐出家族后自己给自己起的姓氏。所以忍界的平民才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像大蛇丸自来也这样连姓氏都没有，只取了一个名字的平民；另外一种就是像波风水门这种拥有姓氏的平民，这种平民祖上往前查也是贵族，只不过他们是分家被驱逐出了家族而已。所以忍界的战争其实就是贵族阶层为了转移阶级矛盾而发动的，跟什么仇恨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世界上哪有什么主义，全都是生意。鸣人说的是口干舌燥，佩恩听的是沉默不语。看着听到自己的话后一言不发的佩恩，鸣人有些无奈，这家伙到底是听懂了还是没听懂啊？自己来忍界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对人施展别天嘴之术，到底有没有成效，倒是给我句痛快话啊。此时在中央高塔中的长门还处于震惊中，鸣人所说的一切对他而言宛如天书一样，有很多词汇他虽然听不懂，但从字面意思上也能推测出来具体的含义。将对方所说的仔细梳理一遍后，掌门有些愣神。对方说的好像非常有道理，这套说辞比自己坚信的仇恨那一套似乎更贴合现实。不过他并没有完全相信鸣人的话，而是问道：你说的虽然很精彩，但要我如何相信你所说的话？鸣人嗤笑一声回答道：我说的这些事可不是什么秘密，忍界只要是有点年头的忍者家族都会记载这一段的历史。如果我猜的没错，你们宇之国也记载着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具体时间大概是在800年到900年之前开始的，你们可以自己去查一下资料。掌门立刻吩咐小南去鱼忍村的资料室将这一段的历史资料拿过来，后者虽然不明所以，但还是照对方所说的去做。就在小南前去拿历史资料的空隙，掌门犹豫了半天，最后操控着天道佩恩对鸣人说道：跟我来吧，我带你去见我的本体。鸣人很痛快地答应了下来，随后跟随着6道佩恩缓缓走进了鱼隐村。刚一进入，鸣人便闻到了一股雨水蒸发的潮气，地面上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条长长的下水沟。鸣人抬头看去，整个鱼隐村高楼林立，除了建筑风格有些复古外，俨然就是一个现代都市。鸣人对佩恩好奇地问道：你们这鱼隐村怎么高楼这么多啊？天天下雨的地方盖起楼来不应该很麻烦吗？掌门此时心思全在忍界的历史上，闻言极其敷衍地回答道：不知道，我从出生起鱼隐村就是这样。鸣人听出来的对方没心思搭理自己，这一下又勾起了他的兴趣。你越不搭理我，我越想问，那你在鱼隐村住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好奇过吗？你当上鱼隐村首领后，难道就没有去查一查历史资料，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吗？你们下水道囤积的那么多污水，平时怎么处理的啊？是直接弄一根管道通到大海里去吗？就没想过囤积起来卖到风之国换的钱吗？鸣人一连串的问题听得长门脑壳疼，
最终他实在忍不了，直接切断了佩恩们的听觉，才算好受了一些。这也就是鸣人了，要是其他小组织成员这么烦他直接一个神罗天征送对方坐飞机。很快，众人来到了鱼影村最中心的中央高塔，刚一进入高塔，鸣人便朝着楼梯走去。结果一回头，六道佩恩根本没有朝楼梯走的打算，而是来到了一面墙面前。鸣人惊讶地看着天道佩文在墙上滑落了几下，随后一道暗门打开，里面是一条朝下走的旋转楼梯。鸣人心中直呼卧槽，还是这长门会玩啊！上面盖了那么高一座高塔，结果是个摆设，对方的本体其实是藏在这座塔的地下，可真够阴险的。顺着旋转楼梯来到了地下空间，在这里鸣人见到了骨瘦如柴的长门和面色冷若冰霜的小南。长门此时正坐在一个像是水缸的大木桶里面，背后插着好几根管子连接着地面。顺着管子朝下探查，鸣人发现在他们脚下是一片十分空旷的地下空间。地下空间中，一个十分巨大的灰白色怪物正闭着眼睛盘坐在地面。看来这就是外道魔像了。仔细一看，这外道魔像长得真是丑啊！你看那9只尾兽，一只长得比一只萌，怎么他们的原型长得就这么丑呢？话说把尾兽分离出来的好像是6道仙人，这老家伙虽然长得跟元飞日斩一样丑，但审美还是很正常的。此时的长门正在小南的陪同下翻阅着宇智国的历史资料，而小南则是用着眼角的余光警惕地瞄向鸣人。鸣人察觉到对方身上散发着若有若无的杀气，无奈地耷拉着死鱼眼回应对方。掌门丝毫没有理会到达的鸣人，此时他正凝重地查看鸣人所说800到900年前的那段时间的历史。上面记载的历史跟鸣人所叙述的分毫不差，甚至连鸣人没有提起的很多细节都详细地记载了上去。许久之后，他放下了书本，看向鸣人。此时掌门已经认同了鸣人的说法。之前他还以为是因为纠缠了1000年的仇恨，所以才让忍界征战不休。现在看过这些历史记载后，他觉得拨云见日，茅塞顿开。上千年来忍界的动乱，居然是这帮家伙搞的鬼，真是一群可恶的混蛋。他沉声对鸣人问道：“确实就如同你所说，这些忍界的贵族们才是动乱的源头。说说看吧，你究竟想要怎么做？”鸣人刚想介绍一下自己的想法，只听小南出声打断道：“等等，长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从刚才开始你就很不对劲，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之后突然又要看什么史书，现在又问这个小鬼要怎么做，到底要做什么？”小南现在可谓是一头雾水，从头到尾他都像木头人一样看着两个人表演，直到现在他都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这时鸣人清了清嗓子，自我介绍道：“还没跟你做自我介绍，你好，我知道你是漩涡鸣人，光影村的首领，我自然是久仰大名。但现在我不是在跟你说话，而是在问长门，你给我闭嘴，在一旁老实待着。”小南不客气地打断道。鸣人闻言有些恼火，这小娘皮吃错药了吧？自己没招他没惹他，就是想要自我介绍一下而已，还被骂了一顿。要不是还有正事要谈鸣人高低，要教训对方一下。掌门闻言则是无奈道：“漩涡鸣人的事之后，我会跟你好好解释。现在我们在讨论一件很重要的问题。”见小南还有些疑惑，掌门对他露出了个坚定的眼神，示意对方安心。最终小南点了点头，不再插嘴，但仍然用警惕的目光看着鸣人，像是在防贼一样。不知为何，鸣人总给他一种不像好人的感觉，这种感觉比宇智波带土还要强烈。鸣人也没有理会这个疯婆子，而是把自己这段时间做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跟掌门说了一遍。一开始掌门听得云里雾里的，之后鸣人又跟他耐心的解释起来，如何让忍者参与到生产中，为忍界创造价值，如何建立完整的社会制度，让下层平民拥有上升空间，如何给平民忍者出路，让他们可以出头。经过鸣人的解释，掌门的眼睛越来越亮，最后点了点头说道：“很好，我同意让小组织加入光影村，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我。说说看吧，只要不过分，我都可以答应。我要你先将这套制度在鱼影村铺开，我要先尝试一下你的制度是否真正有效。”掌门说话时表情十分凝重，看起来非常认真。鸣人则是爽快地答应道：“没问题，等我回到光影村后，会派一些熟悉变革流程的忍者来到鱼影推广我的制度。”之后二人又探讨了一下具体的合作事项，一旁的小南也逐渐明白了二人探讨的内容。说实话，这些内容十分颠覆忍者的三观，甚至可以说有些大逆不道。不过小南对这些并不在乎，他只关心鸣人到底靠谱不靠谱，是不是跟宇智波带土一样也另有所图。大致将合作内容商量的差不多后，掌门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对鸣人问道：“你觉得收集尾兽的计划还要不要继续执行？毕竟9只尾兽收集齐可以获得10尾，将来也是一股推翻5大国统治的重要力量。”掌门觉得收集尾兽的计划跟鸣人的改革并不冲突，二者完全可以同时进行，谁也不耽误谁。鸣人闻言摸了摸下巴，陷入沉思，貌似收集一下尾兽也不错，毕竟毛茸茸的撸起来应该很爽。经过了深思熟虑后，鸣人觉得养尾兽也不是不行，毕竟自己现在是忍界的绝世强者，普通的宠物根本配不上自己的咖位，也就只有尾兽能勉强凑合了。鸣人说道：“可以继续收集尾兽，不过没有必要那么心急，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先把鱼影村建设好。”掌门也点了点头，认同了对方的说法。经过鸣人的点拨后，掌门不再把所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10尾的身上，这也让他对于收集尾兽的紧迫感一扫而空。
而经过刚才的交流，小南也逐渐放下了对鸣人的戒心。这个漩涡鸣人虽然看起来不像好人，但至少要比那个宇智波带土要真诚很多。从一开始他就觉得收集尾兽复活10尾的计划不是很靠谱，但掌门一意孤行，他也只好顺从对方的意思，跟着对方一条路走到黑。不过漩涡鸣人的提议倒是给了他另一条出路，不管这个漩涡鸣人的方法究竟靠谱不靠谱，最起码能让掌门安心的发展与隐村脚踏实地一些。话到此处，接下来也没什么好说的了。鸣人抻了个懒腰，便准备回到光影村。自己离开之前委托陆丸进行战前动员，也不知道对方做的怎么样了。这么多天过去了，也应该回去看一下，避免弄出什么幺蛾子来。就在鸣人转身准备离开时，又突然想到了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萦绕在他心间很久，一直没有得到答案。今天掌门就在这里，倒不如直接问出来。他对掌门疑惑道：“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为什么不用轮回眼复活迷焰呢？”这个问题困扰了鸣人很久，不仅是他，前世论坛贴吧中无数人为这个问题争论撕逼。不过绝大多数人还是比较支持掌门，是想要等忍界彻底和平后再用轮回眼复活对方。鸣人也比较支持这种说法，毕竟除了这个说法外，其他的说法都不是很靠谱。不过今天掌门这个大活人就站在面前，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没人打算从对方这个正主嘴里得到答案。鸣人兴致勃勃地盯着掌门，等待对方的回答，后者则是瞪大着双眼，呆愣愣地僵直在原地。掌门的表情弄得鸣人有些奇怪，这表情是怎么回事？难道自己的问题有什么不对劲吗？只见长门先是僵硬地咽了咽口水，随后缓缓转过头看向身旁站着的小南，后者同样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转头看向掌门。二人视线死死对视在一起，眼中全是惊讶与难以置信。看到两个人这副表情，鸣人的嘴角直抽，因为他想到了一种十分扯淡的可能。不会吧？你别告诉我掌门没复活迷焰，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想到使用轮回天生之术复活对方？不会吧？不会吧？不会这么扯淡吧？只见对视在一起的掌门跟小南惊讶的表情突然变成了狂喜，随后小南对着掌门激动道：“掌门，复活迷焰这种事，你的轮回眼能够做到吗？”掌门激动的一点头，随后双手快速结印。这次他可没心情操控地狱道施展能力，直接本体亲自动手。此时他心中骂了自己无数遍，悔的肠子都青了。在熟练掌握了轮回眼的各种能力后，他一门心思的想要杀死山椒鱼半藏，为迷焰复仇，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真是该死。看着他如此激动的双手结印，召唤出预言望，鸣人无奈的一拍脑门，差点晕过去。原来搞了半天，居然真的是掌门这家伙，从来就没想到过复活迷焰，就这智商还想搞恐怖组织呢，怪不得被带土那个二傻子一忽悠就上当了。这长门外表看上去严肃沉稳，实则上也是个头脑简单的傻缺啊。长门激动的召唤出来预言望，随后便开始寻找迷焰的灵魂。没过多久，预言望似乎是感受到了什么，大嘴一张，一道蓝色的光点呈抛物状落入到了天道佩恩的体内。刚刚还气势十足站在佩恩6道最前方的天道佩恩，被这道蓝色的光芒射入体内后，突然身体僵硬的朝后再倒。鸣人好奇的来到迷焰的身边，仔细观察对方的身体情况。只见被做成天道佩恩的迷焰尸体脸色突然变得异常苍白，之前被制成傀儡时还有些许活人的脸色，现在则是彻底变成了一具尸体。鸣人有些疑惑，不是说要复活对方吗？这怎么还比之前更像死人了呢？就在他疑惑时，迷焰鼻子上的黑色铁钉突然砰的一声弹了出来，飞向空中，最终在重力的牵引下叮当一声落在了地上。随着这颗铁钉落地，迷焰脸上其他的铁钉也都砰砰砰的抛向了空中，最后叮当落地。随着铁钉们全部脱离身体，迷焰脸上的孔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愈合，同时他的脸上也浮现了活人该有的红润。最终在三人的注视下，迷焰缓缓地睁开了双眼。刚刚睁开眼，他就看到了距离他最近的鸣人。迷焰缓缓从地上坐起身来，对着鸣人疑惑道：“小弟弟，你是谁啊？我记得我应该是死了才对，你是死于战争的平民吗？”鸣人刚想说剧场面话装个逼，只见身旁一道身影突然闪过，鸣人被掀得翻了个跟头，骂骂咧咧站起身后，才发现掀飞自己的是小南。此时这家伙哭得梨花带雨，抱着迷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嘴里只剩下哭声。看着这两个家伙恋情意绵绵，见鸣人也不好意思打扰，转头准备跟掌门道别时，却发现对方面色苍白，额头上全是虚汗。他瞬间便察觉到了对方身体的情况，连忙来到掌门身边，将手搭在了对方的肩膀上。瞬间一股极强的阳盾查克拉注入到了掌门的身体，被轮回天生直数掏空了身体，险些丢掉半条命的掌门脸上瞬间恢复了血色。掌门用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随后声音低沉道：“谢谢。”看着神情疲惫的掌门，鸣人决定好人做到底，帮对方把双腿也治好。毕竟对方成为了自己的合作伙伴，现在双方也算是处于蜜月期，双腿残疾度蜜月也不太方便，还是给对方治好了比较好。念及至此，鸣人问道：“你穿裤子了吗？”刚刚擦去额头上冷汗的掌门闻言，差点一个趔趄从木桶上摔下来。此时小南正在给迷焰说明现在的情况，听到鸣人的话后，瞪大着双眼，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看向着鸣人和掌门的方向。迷焰也张大了嘴巴，自己死的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掌门现在玩的已经这么花了吗？
被两位好友盯着的掌门有些不好意思，鸣人也发现了自己这个问题好像有些奇怪，连忙解释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误会了，我是想帮你治疗双腿上的伤，所以才问你穿没穿裤子，方不方便出来。”这时众人才反应过来，掌门因为身体残疾的原因，一直坐在这个特殊的轮椅中。这是个特殊的装置，可以根据掌门的想法随意移动，只要坐在里面就可以操控这个装置。而掌门嫌穿着长袍坐在里面有些难受，于是便喜欢赤裸着上半身待在里面。鸣人到来之后，一直看着赤裸着上身的掌门，下半身始终在这个奇怪的装置里面，他也不知道对方穿没穿裤子。而且小南这个家伙长时间服侍在身边，哪怕掌门养成了不爱穿衣服的习惯也是很正常的，所以他才多嘴问了这一句。等鸣人解释完毕后，现场的气氛比之前还尴尬，掌门和小南心中有些羞恼。他们俩虽然关系密切，但真不是那种关系，与其说掌门跟小南有一腿，还不如说小南跟迷燕有一腿。当初要不是迷燕死得早，恐怕他跟小南的孩子都有鸣人这么大了。就在二人尴尬不已时，迷燕的大笑声打破了二人的尴尬。哈哈，你叫漩涡鸣人是吧？你这想象力也太丰富了，我真是越来越欣赏你了。看到这个笑得跟二傻子一样的家伙，鸣人撇了撇嘴，没有搭理。这个家伙真是个逗逼，他把天道佩恩的脸都丢尽了。同样的一张脸，看看人家天道佩恩那气势，一看就是个 boss 级别的存在。再看看这个迷燕，妥妥就是个大号的犬种牙，这么缺心眼儿，怪不得会被山椒鱼半藏给阴死。之后，掌门在小南和迷燕的搀扶下被抬出了装置，鸣人则是使用医疗忍术治好了对方的腿伤，还给对方输送了不少杨顿查克拉供对方续命。输送杨顿查克拉的时候，他可是仔仔细细、小心翼翼地将查克拉中的气全部剔除光，他可算是被吓怕了，生怕再弄出一个宇智波止水那样的怪胎来。被输送的巨量的杨顿查克拉后，掌门的肤色肉眼可见的红润起来。此时他惊讶地看着自己的双手，手指上那充盈的血色让他有些怀念。自从觉醒了轮回眼的能力，通灵出外道魔像后，他的身体日渐憔悴，如此充盈的肉体能量，他已经忘记了多久没有感受过了。看着掌门身体恢复，鸣人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说道：“既然你身体恢复，我就不打扰你们同学聚会了。你们电话号码是多少？说一下，我打给你们。”一边说，他一边从怀中掏出一个卷轴来，随后查克拉注入一只砖头一样大的黑色大疙瘩出现在他的手中。其实鸣人也想弄个小一些的手机，不要求什么智能机，最起码能够方便揣在口袋里，不用这么麻烦。然而此时的忍界科技根本不支持他的想法，即便是这大的像砖头一样的大疙瘩，都已经代表了忍界的最尖端科技。而他也跟光影村的技术人员讨论过，这些技术人员们表示他们也无能为力，毕竟忍者是搞生物技术的，电子产品这玩意儿实在是玩不来。无奈鸣人只好先将就着使用这玩意儿，等什么时候忍界科技革新了，他立刻就换一台小的揣兜里。端着大疙瘩的鸣人低着头准备记对方的电话号，然而等了半天都没有人回答他。抬头一看，掌门三人正用着疑惑的目光看着自己。鸣人有些纳闷，这帮家伙怎么傻站着不说电话号码啊？随后他便想到了有没有可能是没见过大疙瘩，不过转眼间他又摇了摇头，否定了这个想法。要说迷燕这个死了10多年的死人没见过大疙瘩还有可能，小南跟掌门两个站在忍界食物链顶端的忍者，怎么可能没见过？就在这时，长门清了清嗓子，对鸣人说道：“漩涡鸣人，我建议你以后少用这种叫做电话的东西。等我的材料准备充足后，会再做几枚小组织的联络戒指，到时候我送给你一颗，用那个联络。”这下鸣人就有些不明白了，对方那个小组织的联络戒指确实很好用，但自己这个大哥大也不差对方多少，而且这东西没有使用门槛，只要长手的人就能用，能够联系人的数量远胜小组织那种戒指。掌门跟小南他们为什么不喜欢用呢？鸣人疑惑问道：“没必要弄得那么麻烦吧？你们雨之国如果没有，可以去外面买一个，火之国就有，而且很便宜，比你那个戒指方便得多。”掌门跟小南有些迟疑，他们对于这种不习惯的东西有着本能的排斥，就像一些年纪大了的人不习惯使用网络一样。鸣人也并没有强迫对方，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后，便与众人道别，准备回到光影村中。目送着鸣人离开，小南的脸色逐渐严肃起来，他对掌门凝重道：“掌门，你真的决定要让小组织加入光影村吗？”被问的掌门面无表情回答道：“没错。你是担心那个叫宇智波带土的家伙吗？”小南闻言点了点头，掌门则是无所谓道：“不必理会那个藏头露尾的家伙，接下来我们只要做自己的事就好。至于收集尾兽的计划，就算暂时放缓，对方也说不出来什么，毕竟小组织损失了这么多成员，就算想要收集尾兽，一时半会儿也做不到。”小南闻言点了点头，而一旁的迷燕则是满头雾水，什么宇智波带土和尾兽的，他怎么有些听不懂呢？随后他心中又苦笑了一声，自己毕竟已经死了10多年，跟这个时代脱节也很正常。随后他又抬头仔细地看着小南跟掌门二人，总觉得现在跟这两个人有了一些距离，这种感觉让他异常失落，好像永远的失去了什么东西一样。就在他伤感时，小南和掌门走到了他的面前，一人一边牵起了他的双手。迷燕惊讶地抬起头，正好对上了掌门和小南那熟悉的笑脸。迷燕，欢迎回来。迷燕突然感觉鼻子有些酸，
不过还是强忍了哭出来的冲动，对二人笑道：“我回来了。”话说离开了雨之国的鸣人，并没有立刻回到火之国，而是来到了火之国西南方与风之国交界的一个叫川之国的国家中。这个国家土地面积很大，差不多有3个雨之国那么大。这里地势多以山地为主，资源匮乏，又在忍界边缘地带，与它相邻的2个大国火之国跟风之国，每次发动战争都在雨之国进行，因此他幸运地躲过了一次又一次忍界大战，成为了一片安乐的净土。一开始在暗部的情报中得知川之国的情况时，鸣人还很意外，实在难以相信，在忍界这种人命不如狗的混乱世界中，居然还有能够和平发展的国家。后来仔细一想，他也就明白了。之前他受了火影原著的影响，一直以为忍界的忍界大战跟前世的世界大战一样生灵涂炭，但其实忍界大战每次只发生在忍界大陆的中心地段，像川之国或者雪之国这种很偏僻的国家是不会被忍界大战牵连的。也正因如此，忍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越在忍界大陆中心的国家科技水平就越落后，因为全部心思都在忍者之间的战争上，根本没时间发展科技。而且这些国家也没有必要发展科技，忍者们手段通天，什么事情做不到，还用得着费那个力气研究科技吗？但处在忍界大陆边缘或者远离忍界大陆的一些地方，科技则是异常发达，因为他们远离战争，忍者也不会在这种资源匮乏的地方长期定居。哪怕是留在当地的忍者，也都是那种厌恶的战争，只想过平静日子的人，因此这里有充足的时间与精力研究科技。鸣人这次之所以来到川之国，就是想过来看看忍界的尖端科技到底发展成什么程度了。说出来挺奇怪的，自己生活在忍界最繁荣的火之国，研究尖端科技却要到忍界边缘的小国来，说实话有些讽刺。他飞行的速度非常快，过一会儿就从川之国边缘来到了这个国家的都城川之都。以鸣人的速度直接从天上飞进了川之都中，都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即便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忍者都没有察觉到刚才有人飞进了自己的城市。进入川之都后，鸣人使了个变身术，变成了成年人的模样，随后就大摇大摆的用着自己成年后的样貌在大街上闲逛。这座城市的建筑风格很像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前世西方，街上有着彩色的大屏幕播放着一些品牌的广告，路上黑色的马车匆匆而过，给鸣人一种自己又穿越了的感觉。说实话，鸣人如果一开始穿越在这个城市里，绝不会想到自己在火影世界，这里跟火影大陆中心的科技水平就像是2个时代一样。鸣人之所以来到这里，其实还是受了掌门跟小南的影响。要知道这2个人在现在这个时间段可是已经站在忍者食物链顶端的强者，而且他们还是生活在小国当中军事实力最强的雨之国，这可是被3个大国三面包围的国家。这样的国家虽然动乱，但眼界也不是其他的小国可以比的。雨之国的科技以及武力水平是可以随随便便灭掉一些边缘的小国家。然而就是掌门跟小南这样2个绝对的强者都对忍界的科技产生了明显的抗拒，可见在忍界走科技这条路有多么的艰难。至于大蛇丸研究的那个跟鸣人所熟知的科技完全不同，对方研究的是基因科技，本质上也算是超凡册的一员。科技这条路未来虽然长远，但在前期绝对打不过超凡册，这也就可以理解《博人传》里面那个疯狂推销科学忍具的科学家了。原著的鸣人已经算是很开明的大国首领，但对方还是对科技造物产生了明显的厌恶感，这样科技怎么可能发展得起来？因此鸣人想先来这些科技发达的小国先参观一下，一来是先探探路，看看将来要怎么促进2国合作，二来是想找一找前世的感觉，看看有没有什么能跟自己前世接轨的科技产品。然而一圈逛下来，鸣人显然有些失望，这里的科技水平虽然比忍界中心要高上一些，但并没有超脱时代的东西，像什么电视冰箱之类的火之国也有，差距只不过是这里的家用电器材质更好一些，没有什么科技上的蜕变。鸣人来到了一间网吧，付过钱后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这里的电脑还处于大头机的时代，这显示屏占了半个桌子的，而且屏幕一闪一闪，看得鸣人有些脑壳疼。等了老半天，总算是开机完毕，在电脑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任何游戏。由于忍界大环境的原因，这些电脑基本上都是用于办公的，来到这里上网的人也基本上都是文职人员来这里查一些资料，所以电脑上根本就没有任何游戏，就连网络都是局域网，靠这个跟人聊天还不如站起来朝着对面桌的那个哥们喊一嗓子方便。鸣人失望地离开这间网吧，还以为能找找前世上网的感觉，结果找到了前世上课的感觉，真是够无聊的。就在鸣人百无聊赖的在街上闲逛时，无意间一转头看到了一家武器店。一开始鸣人还没怎么当回事，毕竟木叶也有不少刃具店，天天他们家还是开刃具店的，鸣人自然不会在意。但刚走没2步，他似乎察觉到了不对，赶紧后退几步，回到了武器店门口，仔细看着墙上贴着的广告。这武器店卖的不是忍者的武器，而是普通人也能使用的枪支弹药、手榴弹之类的。这下鸣人来了精神，没有男人不对枪感兴趣，如果有那也只是说葡萄酸的狐狸而已。大跨步迈入武器店中，迎面便看到了一个身宽体盘的彪形壮汉。店长见鸣人到来，慢悠悠地走进柜台中，边走边问道：“客人想买什么武器啊？”这店长看起来有些漫不经心，这随意的神态比超市里但售货员还要随便。鸣人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店长是一名忍者，仔细一想也算是合理，没2把刷子谁敢开武器店？
自己要是没点实力，万一客人接过武器后把枪口瞄准自己怎么办？看着墙上琳琅满目的枪械，鸣人馋得直流哈喇子。他激动地对着胖店长问道：“你们这里有可以射击的地方吗？我想试试你这里的枪好用不好用。”胖店长无所谓道：“后院就有试枪的地方，你先告诉我想是什么枪，我给你准备子弹。”鸣人摸了摸下巴，对胖店长说道：“先给我来一把火麒麟，我先试试手感。以前我一直使黄金 AK 和水晶 M4A1，自从出了火麒麟，我就退坑了，还一次没有用过。”本来还十分懒散的胖店长闻言，瞬间脸色一变，只见他怒目圆睁，瞪着鸣人怒道：“你到底是来买枪来的，还是来消遣我的？趁着我还没发火，赶紧给我滚！敢到我的店里来撒野，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胖店长十分恼火，我以为今天生意能开张，结果却碰到一个来找茬的，真是晦气。这要是放到以前，他还做云隐忍者那时候，直接上去一拳就把这小子给撂倒了，哪会跟对方说这么多废话？随后他心中又叹了口气，和平的生活确实很美好，但也把他过去的棱角全部磨平了，就连当年练出的那一身强健的肌肉也都烟消云散，8块腹肌彻底融为一体，变成了一整块腹肌。就在他感慨着岁月匆匆时，突然听到桌上被拍的什么东西，抬头一看，鸣人把一沓子钱拍到了桌上，不耐烦道：“这些钱够不够？别跟我废话，快把枪拿出来！”胖店长见状冷哼一声道：“大爷您稍等啊，我这就去拿。”武器店后院是一片宽阔的射击训练场，鸣人在武器店老板的耐心教导下，已经学会了枪械的使用方法。砰砰砰，子弹击中标靶的声音不断响起，鸣人端着一把56冲，看着枪不离准心的射击成果，非常满意。自己这个快10年没玩了的清朝老兵枪法，居然还不输往日，真可谓是老枪不倒啊！而在一旁观战的店老板则是频频咂舌，闹了半天，这个来买枪的家伙是一个忍者，怪不得这么狂妄，原来是有底气的。不过他也有些好奇，忍者购买忍具应该去专门的忍具店才对，枪械这种东西对于忍者来说根本没什么用，即便是下忍的速度与反应都足够躲开子弹，更别说那些实力强大的中忍和上忍，他们连用手接子弹这种事都可以办到，根本没必要特意来买枪。不过对方愿意花钱，自己也不会阻拦，谁让人家有钱呢？有钱就是大爷。鸣人在这里试了不少枪，而他最喜欢的则是一把做工十分精美的左轮枪。这把枪通体散发着银色的光芒，枪管比鸣人印象中的左轮手枪要长上一些，使用的子弹也比正常子弹大上一圈，拿在手里非常有质感。说实话，这把枪并不是刚才试过的枪里最好用的，但却是所有枪里最好看的。鸣人买枪不在乎这把枪的性能如何，只在乎这把枪颜值高不高。毕竟枪对于忍者几乎没有什么杀伤力，性能再好自己也用不上，但帅不帅可是一辈子的事儿，丝毫马虎不得。将这把枪随意地插进了自己腰间的枪袋内，随后在怀中掏出了一个储物卷轴来，将桌上几十把枪还有几万发子弹全部封印到储物卷轴里。做好这一切后，他跟武器店老板挥手道别，后者也满脸笑容地将鸣人送走。在川之城中又转了几圈，买了几个大哥大后，鸣人便准备瞬移离开。掐指一算，自己离开光影村已经快1个星期，火之国跟雷之国的战争应该已经开始，自己也应该回去看一看战场的局势怎么样了。念及至此，他一个瞬间移动，回到了光影村结界之外。落地后，鸣人看着周围的环境，疑惑地歪了歪头。奇怪了，他定位的明明是自己的办公室，怎么来到这里了？随后他意识到是村子开启了空间结界，这种结界会封锁一切的时空间能力，甚至鸣人觉得哪怕不是查克拉体系的空间能力都能封锁。这种封锁空间能力的原理来自于加固空间，是纯粹的物理原理，并不仅限于查克拉体系。因此，哪怕是恶魔果实的空间能力，来到这个结界中也照样给他打回去。见此场景，鸣人耸了耸肩，既然没法瞬移回去，那就翻墙回去吧。轻松绕过了所有侦查忍者的岗哨，轻车熟路地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中。刚一进门，他便看到了满脸愁容批阅文件的奈良鹿丸。此时这家伙都快瘫倒办公椅上了，满脸都是生无可恋。鸣人走后，战争片正式打响，他这个掌管木业参谋部的顾问长老便被推举成了临时光影来处理日常事务。这几天他是又当爹又当妈，村子里的事务他要批阅，外面的战争他也要指挥。还好自己那个咸鱼老爹还算有点良心，帮他分担了一部分公务，不然他可就要被累死了。正在批阅文件的他，突然听到了鸣人归来的动静，抬头一看，便见到了伪装成成年模样的鸣人从外面走了进来。鹿丸有气无力道：“你可算是回来了。”鸣人笑着笑便回了原样，随后坐在了旁边的沙发上，拿起了茶几上的苹果，一边啃一边笑道：“怎么被搞成这个样子？长老团里那么多人，就没人帮你分担一点工作吗？”鹿丸无奈道：“你这家伙还有脸说这个？前不久你刚离开雷之国，就派兵进入了火之国边境，我也赶紧调集忍者队伍去边境应战。佐助宁次他们几个一听说战争开始了，一大群人组团上了战场，11个长老团成员直接去了前线6个，剩下的也各忙各的，哪有空来管我？”鹿丸的怨气看起来非常大，吐槽完长老团的其他成员，又转过来吐槽起了鸣人。话说回来，这几天你都去哪儿了？我在田之国那边打探到了你的消息，派人去那边找你回来，又没找到。我们这边忙的都快脚打后脑勺了，你这逍遥自在的出去玩，真没见过你这样当首领的。鸣人将手中的苹果核扔进了垃圾桶，随后打了个哈欠说道：“不要在乎那些细节，说说前线的事吧。”
你刚才说长老团里去了前线5个，都是哪5个呀？佐助、宁次、小李、丁次还有志乃，这几个家伙当时跟打了鸡血一样，蹦蹦跳跳的就走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要去野餐呢。雅本来也想去，但他家族给他选拔了一个人犬同伴，现在正忙着跟人犬一同训练，就没能去前线。云影那边的队伍也挺豪华的，4代雷影还有2尾8尾2个人，主力全来了。不过前线还没有传来9尾人助力到达战场的消息，看来是还没有成为完美人助力，在云影待着呢。随后陆完又给鸣人介绍了一下现在战场的形势，总体算下来双方打了个势均力敌，谁也没占上风。这还是在陆完留了2/3的光银忍者当预备役的情况，否则如果清朝出动的话，雷之国忍者早就被打出火之国边境了。鸣人疑惑地问道，怎么留了这么多人当预备役，是提防着其他什么人吗？一提这个陆完的神情更颓废了，他叹了口气说道，自从雷之国正式开战后，其他几个大国也集结了兵力，随时有可能向火之国发动进攻。根据暗部的情报，沙影和岩影已经在边境上集结了部队，看情况也是盯上了火之国这块肥肉。雾影倒是没什么动作，只是封锁了自己周围的海域，禁止忍界大陆的忍者靠近，看样子是不打算参与到这场忍界大战中。说到这里，石鹿丸的表情突然变得凝重了起来，对着鸣人郑重地说道，不仅是这几个大国的忍者，就连新木叶看起来都有向我们发动进攻的趋势。鸣人闻言并没有多少意外，自己可是抢了4大家族不少家产，可以说4大家族在掌权木叶道这几十年积攒的财富被自己洗劫一空，这种深仇大恨，对方不报复才怪呢。这些事情鸣人都不是很在意，只要他想的话，随时可以出手解决这次战争。之所以任由佐助他们自己发展，只是想给他们一个小小的考验而已。将事情交代的差不多后，陆完便准备离开。不过临走前他还想起了另一件事，斟酌了半天，对鸣人说道，奇木卡卡西前不久失踪了。接替了陆完在办公室办公桌前批阅文件的鸣人闻言停下了手上的动作，他抬起头对着陆完疑惑道，奇木卡卡西失踪了？派人调查了吗？有什么线索吗？陆完闻言摇了摇头说道，暂时还没有任何线索，据说对方失踪前曾有过一些怪异的举动，根据推测对方被敌人偷袭掳走的可能性并不算大，更大的可能是……陆完犹豫了下，最终还是说了出来道，更大的可能是对方叛逃了村子，成为了叛人。鸣人觉得卡卡西成为叛人的可能性并不大，自己又不限制忍者的自由，他如果不想做忍者了，完全可以提出辞职，没必要突然玩失踪。比起叛逃成为叛人，鸣人更倾向于对方是去偷偷去找宇智波带土了，这种可能性估计才是最大的。就凭忍界这些忍者们的尿性，还有那什么羁绊什么的，去找宇智波带土才是最合理的解释。话说回来，鸣人真不知道这家伙怎么想到了羁绊这个词。这家伙知道羁绊是干什么的吗？所谓的羁绊最开始不是形容词，而是一种名词，指的是拴驴或者马这种牲畜的那根绳子。也就是说，我跟你之间的羁绊这种话不是什么好词，翻译成通俗语来讲，就是我拿拴驴的绳子拴你。鸣人越想脑门上的黑线就越重，卡卡西这家伙主动想要去被拴驴的绳子拴他也管不着，随便那家伙去吧。至于卡卡西会不会有生命危险，鸣人根本不在乎，这一世他跟奇木卡卡西不过是萍水相逢，自己没有因为父母的事情给对方穿小鞋已经够仁慈了。自己也劝过对方不要独自去找宇智波带土，那样会很危险，对方不听他也无可奈何。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对方作死就怨不得他了。陆完见鸣人并不在意，也就放下了心中的疑虑。奇木卡卡西的实力虽说在忍界中达不到顶尖，但他可是掌握着以前木叶的不少重要情报，可以说对方就是预备役的木叶高层，这样的人情报价值远远高于实战价值。不过鸣人不在意，他也就懒得多管了，这段时间的工作把他折腾得够呛，这回总算能好好休息一下了。等陆完走后，鸣人沉思了片刻，对着办公室中一处空旷无人的角落叫道，盗火。嗖，宇智波盗火瞬间出现在鸣人办公桌前，单膝下跪道，光影大人，请问有何吩咐？去暗部基地中拿一些我父母的血肉细胞来，然后再到暗部大牢里挑2个恶贯满盈的重刑犯，记住一定要死刑的那种。宇智波盗火闻言犹豫了下说道，光影大人还是去暗部一趟吧，将死刑犯带到这里的话，我担心会……被对方这么一提醒，鸣人才反应过来，这里毕竟是光影办公室，在这里使用死刑犯进行禁术施展，确实有些不好看。思索片刻后，鸣人点了点头说道，那好，我跟你一起去吧。现在他的身份毕竟跟以前不同了，就算自己无所顾忌，也要考虑一下下面人的感受。万一自己再像以前那么不守规矩胡作非为，下面的人有样学样，最后倒霉的还是那些无辜的平民。一边朝外走，鸣人一边叹气，想当年自己也是个不服就干无法无天的主，别说是大庭广众弄死个死刑犯，就算是弄死3代火影他都没眨过眼。但现在为了形象不得不委屈自己躲在暗地里杀人，让他不禁感叹世事无常，大肠包小肠啊。没过多久，二人便来到了一处暗部的地下基地中。进入基地后，宇智波盗火主动去找这里的分部长，而鸣人则是百无聊赖的在暗部基地中遛弯。现在的暗部基地跟以前相比已经模样大变，虽说还是深埋地下，但光线比以前明亮了不少，天花板灯光充足，再也没有了之前阴沉沉的模样。一路上见到他的人都向他热情的打招呼，鸣人也礼貌的
朝这些人回礼。路上还碰到了几个熟人，原著中的卯月夕颜和月光疾风，这俩人都是过去依附于元妃一族的小家族。元妃一族倒台后，他们也没有离开光影村成为自由的家族忍者，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光影。二人并肩从走廊另外一边走来，看起来十分亲密。一见到鸣人，立刻慌乱地绷直了身体，随后对鸣人鞠躬，拜见光影大人。X2 看着二人这副撒狗粮的样子，鸣人有些尴尬，不知为何他想起了雏田来，好像过去光组织出去野餐时，他跟雏田就是这么撒狗粮的。当时没觉得什么，现在从路人角度来看，这种行为真是太让人尴尬了。他在路过二人的时候，挥了挥手对二人说道：“不必这么多礼，今后收敛点，这是工作场合。”二人看着鸣人的背影，脸上微微发烫。这光影大人年纪不大，懂得倒是不少。一路闲逛，鸣人便来到了地下监牢，这里关押的都是暗部缉拿的重罪犯。鸣人对这里有些好奇，自从接手了原木业暗部后，他还是头一次来到这里，不知道这里关押的都是什么样的罪犯。只见他大摇大摆地走向了监牢大门，看门的暗部忍者见是他来了，纷纷让开去路。一名忍者还主动凑上前对鸣人问道：“光影大人，请问您要找哪个囚犯？我可以为您引路。”鸣人挥了挥手说道：“不用你操心了，我就是来闲逛一下，具体要提出哪个重刑犯，你们分部长等下会来交代。”证明忍者没有多说废话，将鸣人请了进去。鸣人在里面百无聊赖的闲逛，观察其监牢中的囚犯。这些人真是奇形怪状的，什么人都有，高矮胖瘦长的一个比一个奇怪。没逛多久，身后便传来的动静，原来是宇智波道火和分部部长赶到。宇智波道火来到鸣人面前说道：“光影大人，人已经带来了。”说完便将2个小瓶子递到了鸣人手上。鸣人接过瓶子，发现里面分别放着2撮头发，一撮金色头发跟一撮红色头发，应该就是波风水门跟漩涡九星奈的了。随后分部部长又指定了2个恶贯满盈的木叶判人给鸣人，得到了2个重刑犯后，鸣人挥了挥手让其他人全部离开，只留下他跟2个重刑犯。等所有人都离开后，鸣人便开始准备按照之前见过的绘图转生开始运转查克拉改造2名重刑犯。其实鸣人早就偷偷研究过绘图转生，但很可惜这个忍术本来就是个半成品，是大蛇丸将它彻底完成的，再加上自己忍术天赋实在是太高了，这种小儿科一样的忍术根本引不起他的兴趣，于是便一直没有对其进行改良。不过上次在见到大蛇丸的绘图转生后，他就明白了这个忍术的改良方向，这次很轻松的就施展出了比大蛇丸那个还要完美的绘图转生。只见灰色的泥土逐渐从地面爬满了2个重刑犯全身，后者痛苦的惨叫却根本无法挣脱泥土，最终被整个包裹起来。紧接着鸣人将波风水门跟漩涡九星奈的头发放进了绘图中，之后便感知全开，等待着绘图转生从净土中抽出灵魂。片刻过后，右侧被放置了漩涡九星奈头发的绘图体突然发生了变化，绘图体突然改变了形态，红色的长发从头顶钻出，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鸣人面前。鸣人十分激动，果然成功了，看来自己的忍术天赋真是高到了逆天。趁着漩涡九星奈意识还没有苏醒，鸣人又将目光投向了波风水门的绘图体。自己这便宜老爹咋复个活这么慢呢？旁边那便宜老妈都变身完毕了，这边还是软泥怪的状态呢。片刻后，波风水门的绘图体突然散落一地，那名被献祭的死刑犯尸体从绘图中僵硬地躺在地上，已经失去了生息。鸣人呆愣地看着死去的死刑犯，一脸懵逼，这不对啊，这怎么能失败呢？突然他想到了什么，猛地一拍脑门，自己可真是糊涂了，波风水门的灵魂还在死神肚子里呢，这能召唤得出来就有鬼了。靠，自己这回可真是大意了，这下怎么办？尸鬼封禁自己也不会啊，更别说反过来从死神肚子里掏出波风水门的灵魂。就在这时，身旁一个惊讶的声音响起：“你难道是鸣人吗？”这个声音很熟悉，非常熟悉。8年前他刚穿越到这个世界就听到过这个声音。鸣人尴尬地转过头，对着这一世的便宜老妈笑了笑。说实话，他还真不太好意思跟对方相认，毕竟他前世的年纪可是比漩涡九星奈死之前还要大，对这么一个小妹妹喊妈，实在是有些难为情。不过就在他犹豫时，突然感觉眼前一黑，只见漩涡九星奈一把抱住了自己，声音温柔道：“果然是鸣人，居然长这么大了吗？真是太好了。”鸣人被勒得有些难受，漩涡九星奈现在的身体还是绘图转生的身体，身上硬邦邦的，鸣人感觉自己像是被一块石头拥抱一样。不过感受着漩涡九星奈激动的神情，鸣人也没好意思挣脱，只好生无可恋地站在原地，等待对方的母爱泛滥完。许久之后，漩涡九星奈才放开了鸣人，语气疑惑道：“咦，鸣人，你怎么也到净土来了？”说完他又捂住了嘴巴，惊讶道：“莫非你也死了吗？”“我的小鸣人这么小就死了吗？”鸣人嘴角抽了抽，漩涡九星奈现在的身体是绘图转生的状态，不使用水遁忍术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流出眼泪来。于是在鸣人的视线中，漩涡九星奈虽然尽力在哭，但怎么看怎么像是假哭，干打雷不下雨，看得鸣人很尴尬。那个老妈，九星奈疑惑道：“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是谁欺负你了吗？告诉我，我帮你去出气。”鸣人一脸黑线道：“我没死，这里也不是什么净土，是忍界。”之后，鸣人简单的跟九星奈讲述了一下现在的情况。不过九星奈听得云里雾里的，最终也只明白了个大概。
也就是说，你用秽土转生之术把我复活了，然后在复活水门的时候出了状况，对方的灵魂被死神吃掉了，没有召唤回来，是吧？鸣人点了点头，证实了对方的说法。九星奈则是哈哈大笑道：“这有什么难的？尸鬼封禁我也会，咱们娘俩一起研究，一定可以把你父亲从死神的肚子里救出来。”说到这里时，他突然想到了什么，笑得更加开心了，对鸣人说道：“记得当时你在我肚子里的时候，水门跟我都在盼着你快点出来。现在你出来了，我跟你又要一起把水门从死神的肚子里弄出来。想想还真是有趣。”哈哈哈！鸣人的眼睛已经耷拉成了死鱼，这漩涡九星奈果然跟他印象中那个逗逼女一模一样。不过这也没什么办法，谁让对方是自己这一世的便宜老妈呢？接下来可有的忙了，要好好规划一下怎么从死神肚子里白嫖便宜老爹的灵魂，还要尝试自己的劣质版轮回天生之术，好用不好用？一大堆糟心事儿想的他脑袋都要炸了。正当他生无可恋的准备转身离开时，突然被漩涡九星奈从身后抱住。鸣人耷拉着死鱼眼说道：“老妈能别抱了吗？好歹我现在也是个忍村首领，让人看到了影响很不好。”九星奈哽咽的声音说道：“抱歉小鸣人，妈妈实在是太激动了，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没想到。”感受着身体微微颤抖的漩涡九星奈，鸣人心中一暖。虽然漩涡九星奈的身体现在还是如同石头一样的冰冷，但鸣人可以感受到对方那颗火热的内心。原来被母亲拥抱的是这种感觉吗？这种感觉还真是不错。与此同时，一处光线昏暗坐落着大大小小无数四方形平台的神秘空间内，宇智波带土端坐在一座石质座椅上，面无表情地看着不远处浮现的黑色漩涡。带土端正地坐在神威空间的石椅上，面无表情地审视着不远处的空间漩涡。此时他没有戴着面具，身上也没有穿着小组织的长袍，而是穿着自己那身深蓝色的宇智波传统服饰。看着不远处即将成型的空间漩涡再次溃散，带土心中不屑的冷笑：卡卡西这个家伙真是个废物，就这水平还被称为天才呢，真是可笑至极。几天前他就发现了神威空间中会经常出现一些奇怪的东西，有石子、木屑，还有一些苦无手里剑之类的。心思缜密而又聪慧过人的他，一瞬间便想到了弄出这些动静的人是谁。这不用想，肯定是卡卡西那个混蛋。看来是这家伙也觉醒了万花筒写轮眼，而且另一只眼的能力也是神威。根据空间漩涡的状态，带土推测卡卡西这个家伙这段时间一直在尝试本体进入神威中，看来是已经得知自己还没有死的消息了。不过这样也好，能跟卡卡西这个家伙做个了断，也算是了结了之前的因果。而且他还想趁机拿回送给卡卡西的那只万花筒写轮眼。自从上次遇到漩涡鸣人后，他就深感自己的实力太弱，神威这个能力防御有余，进攻不足，而且单眼根本无法开启须佐能乎。于是这几天他就一直在这里等待着卡卡西有能力进入到神威空间中来。片刻过后，空间漩涡再次打开，这次漩涡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要大。就在漩涡扩张到极限时，一道身影瞬间从漩涡中钻出。银白色头发的期末卡卡西在跳入漩涡中后，在地上翻了几个滚，随后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朝着四周观望。仅一眼，他便看到了坐在石椅上的宇智波带土，瞬间瞪大了双眼，惊呼道：“带土，果然是你！”此时的带土跟过去他印象中变化很大，右侧的脸被毁得面目全非，但还是能从左脸看出带土过去的面容。此时的带土已经为自己的左眼移植了一枚新的三沟玉血轮眼，上次的那一只因为使用伊邪那岐而被毁坏，这一只可是他在宇智波斑的库存里找了很久才找到的。看着满脸震惊的卡卡西，带土坐在石椅上冷哼一声道：“你可真是个废物，卡卡西，这么多天才能勉强使用神威，真是愧对了你天才的名号。”带土说话时眼中全是讥讽，他从很久之前就想这么嘲讽卡卡西，今天总算是如愿以偿了。卡卡西没有理会带土的嘲讽，而是攥着拳激动道：“你还活着，那就说明光影大人并没有骗我，发动九尾之乱害死水门老师跟九星奈大姐的人就是你。”本来还满脸讥讽的带土突然脸色一沉，对着卡卡西板着脸说道：“不要提那个废物，居然连自己的学生都保护不好，这样的家伙根本不配被称为老师。”一提起这个，卡卡西的脸色也暗沉下来，他的头逐渐低了下来，视线下沉，眼中全是愧疚。临死的那个时候你果然在场，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杀了我？卡卡西暗沉说道。带土眼神瞬间变冷，杀气瞬间弥漫开来，令卡卡西汗毛倒竖。带土这个家伙现在给人的感觉真是今非昔比，这股强大的气势恐怕是已经达到了影的级别。直到现在，卡卡西也不敢相信，当年那个吊车尾居然会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快输哥！就在卡卡西震惊的目光中，带土缓缓地收敛了气势，不屑道：“杀了你这个废物根本就毫无意义，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不会因为一时冲动做一些无意义的事。现在的我是为了谋求忍界的和平，让这个混乱不休满是仇恨的忍界进入梦幻一般的和平时代。至于你……”带土眯着眼看向卡卡西，语气逐渐平静，无悲无喜地说道：“卡卡西，我已经不恨你了，你只不过是这混乱忍界的一个缩影而已，即便是杀死你，也根本无法改变这个混乱的忍界。现在我要做的是一劳永逸地解决忍界所有的混乱，而不是跟你进行无意义的纠缠。
说到这里，他对着卡卡西伸出右手道：“加入我的组织，与我一起实现永久的和平吧。”卡卡西看着逐渐走到自己面前伸出右手的带土，陷入了纠结。如果是以前的他，一定会立刻拒绝对方并且开战，但现在情况跟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以前木叶还在，他是一名木叶忍者，自然要跟带土拼个你死我活，但现在连木叶都解散了，他已经失去了跟带土拼命的理由。他加入光影村也不过是得过且过，在这个熟人很多的地方混日子而已。于是面对着带土伸过来的橄榄枝，卡卡西陷入了天人交战，自己究竟要不要离开光影，加入带土的组织呢？他眉头皱在了一起，眼睑低垂问道：“你的计划具体是什么呢？”带土嘴角微微勾起，随后讲述了月之眼计划。听完对方讲述的卡卡西沉默了下来，他双目微合，陷入了思考。带土也没有催促，而是耐心地站在面前等待。二人就这么在光线昏暗的神威空间中静静地站立，整片空间中只剩下二人的心跳声还在回荡。许久过后，卡卡西睁开了双眼，右手抬起，朝着带土的手握去。带土心中冷笑，卡卡西这个家伙果然跟以前一样，还是那么没有主见。不过这些都无所谓，既然卡卡西想要加入小组织，那么他就不挖对方的眼睛了。这只眼睛留在对方那里也无所谓，毕竟……正在他思考时，突然滋滋的电流声响起，带土下意识地使用神威回避。只见卡卡西的手穿过了带土的身体，交汇处没有流出一丝血迹，显然是带土使用的神威规避了所有伤害。卡卡西见一击不成，立刻收回手朝后跳去，带土则是面色阴沉地说道：“这就是你的回答吗？”卡卡西没有说话，他已经下定决心杀死宇智波带土。现在的带土已经不是他当初认识的那个阳光的少年了，这是个对自己的老师和师母都能痛下杀手的刽子手，自己是绝不会跟这种人合作去完成什么月之眼计划的。要对整个忍界使用幻术，让他们沉浸到无穷无尽的梦境中，这种邪恶的计划对方都能想出来，看来带土是真的已经疯了。看着带土现在的模样，卡卡西心痛不已，当年跟自己并肩作战的那个开朗阳光的男孩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深吸了一口气，随后眼神也冷了下来，就让他来了结一切，纠正这个犯下了大错的好友吧。坚定了信念后，卡卡西不再迟疑，右手再次亮起雷电的光芒，雷切被他握在手中，朝着带土刺去。带土这次没有继续使用虚化能力躲避，而是右手掌心长出了一根木刺，被他握在手中。他决定从正面击败卡卡西，他要正面了结与对方的一切因果。随后二人便展开了近身体术之间的对决。卡卡西曾收集过带土的情报，知道这种扦插之术的恐怖，于是他战斗时格外小心，丝毫不敢让木刺碰到自己的身体。而带土也同样谨慎应对卡卡西手中的雷切。他之所以不用神威，其实也是忌惮于卡卡西的左眼。上次在跟鸣人一战后，他明白了自己的神威并不是无敌的，忍界中有太多的办法可以破解自己的神威，单纯依靠这个能力只会被对手找到破绽，一击致命。要知道卡卡西也是拥有神威写轮眼的，同样拥有神威的情况下，他可不敢用身体经常接对方的技能，因此二人打得格外小心谨慎。不得不说，带土的天赋是真的高。曾经他在忍者学校时跟卡卡西的体术对决，可是被吊起来打，之后仅仅接受了宇智波斑不到1年的特训，就拥有了不弱于卡卡西的体术水平。这样的天赋在忍界中都十分罕见。要知道卡卡西的体术几乎已经达到了常规忍者的极限，比卡卡西体术强的都是雷影或者麦特凯这种专精的强者。在忍者的基础实力中，卡卡西的体术已经达到了顶尖水平。但即便如此，他在带土手中也占不到任何便宜。对方的宇智波体术打得卡卡西束手束脚，见体术占不到任何便宜，卡卡西抽身后退，双手开始结印。雷遁、雷兽追牙，两只雷电组成的饿狼呲着獠牙朝带土的方向扑咬而去。卡卡西猩红的神威血轮眼死死地盯着带土，此时他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只要对方敢发动神威躲避，他就同样用神威破坏对方的虚化。对方使用神威虚化的原理，无非是将被攻击的地方用时空间忍术传送走。此时对方正处于神威空间中，施展虚化应该是把身体传送到忍界。不过这都无所谓，只要带土敢使用神威，他就可以定位对方的位置，同时把自己的雷兽追牙同样转移到相同的位置去，这样就能让自己的忍术攻击到对方的实体。这种破解神威的方式，只有他这个同样拥有神威起轮眼的人能够做到。原本还想用虚化能力躲避雷兽追牙的带土，也察觉了卡卡西的想法，他当即解除了虚化，心中冷哼一声：卡卡西这家伙还真是瞧不起人，真以为自己除了神威的虚化外一无是处了吗？既然卡卡西这个家伙喜欢用忍术，那自己也用忍术陪对方好好玩玩。火遁，好火球之术。宇智波带土双手结印，一发巨大的火球吞没了卡卡西的雷兽追牙。看到朝自己袭来的好火球，卡卡西顺势跳开，随后双手结印，召唤出了一个影分身。只见卡卡西本体与影分身一个抬起左手，一个抬起右手，雷电的光芒从他们二人的手中连接到一起，形成了一条锁链。雷遁，雷传。雷电的锁链不断靠近带土，途中宇智波带土也释放了几发火遁忍术，企图阻止卡卡西靠近，但却全都被雷电锁链给切碎。眼看锁链即将把自己斩为两段，带土却丝毫没有惊慌之意，双手结印，巨大的石质平台上长出了茂密的树林来。
粗壮的树木拔地而起，将整个平台吞没。还在向带土发动突击的卡卡西突然被树林淹没，无数的藤蔓树枝阻挡住了他的去路，使他停下了进攻的脚步。见到周围茂密的树林，卡卡西只好暂避锋芒，跳到其他的平台上。在这里战斗对他实在是不太友好。卡卡西获得血轮眼的这些年，学会了无数忍术，但这些忍术大部分都是五行遁术，适合当做绝招的秘传忍术非常少。这些忍术如果在忍界的自然环境中非常好用，在沙石土地比较多的地方，他可以使用土遁；在靠近水源的地方，他可以施展水遁，这样可以大幅度减少他使用忍术时消耗的查克拉，而且还能增强忍术的威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在神威空间中，所有的忍术全要依靠自己的查克拉来进行，根本无法依靠自然环境施法，这对他这个查克拉稀少的忍者来说非常难受。反观带土的查克拉宛如无穷无尽一般，看来就是情报中移植了初代火影大人的细胞导致的。换了一片全新的平台，仔细观察带土的卡卡西目光变得凝重起来，与对方的战斗一定要速战速决，拖下去自己必败无疑。就在这时，他察觉到身后似乎有杀气，他凭借着直觉向前一个翻滚，躲避了宇智波带土在他身后的偷袭，使用神威移动到卡卡西身后的带土，收回了刺向对方后背的扦插之术，称赞道：“你的反应还真快，水门老师当时都差点被我这一招偷袭得手，你竟然可以反应过来，提前一步躲避，真是敏锐的直觉。”卡卡西大口喘着粗气，并未答话，刚才只是运气好而已，才勉强躲过去，要是慢上半拍，估计他就要被戳一身窟窿了。将气息喘匀后，卡卡西右手抬起，再次释放雷切，他决定用这一招跟对方决胜负。带土也正有此意，他也懒得跟卡卡西这个家伙纠缠了。二人快速靠近，一个手中握着雷切，另一个手握扦插之术，瞬息之间，二人靠近在一起，雷电的光芒与木刺同时刺穿对方。卡卡西的雷切刺穿了带土的心脏，带土的木刺刺穿了卡卡西的胸膛，二人来了个两败俱伤。就在这时，带土察觉到了不对，自己的扦插之术在刺穿卡卡西的胸膛后并没有蔓延生长，甚至连一滴血都没有滴出来。那艰难的低头看去，发现自己刺穿的并不是卡卡西，而是对方刚才释放的影分身。砰！影分身化作烟雾破碎，卡卡西则是从地底钻了出来。看着被击穿心脏倒地不起的带土，卡卡西叹了口气说道：“对不起，带土，灵的那一次真的只是意外，但这一次我可是认真的。”卡卡西已经决定杀掉带土，这个家伙现在已经彻底疯了，留着对忍界只是个祸害，不如早点杀掉。就在卡卡西准备使用雷切了结掉带土时，只听趴在地上的带土呵呵冷笑了起来，他的笑声越来越大，越来越狂妄，最后宛如站街十几年终于傍上大款的站街女一般癫狂大笑。卡卡西眉头紧锁，看着站起身的带土，随后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刚才贯穿对方胸膛的那个大洞居然消失不见了。带土笑道：“果然跟我设想的一样，现在我总算是自由了。”原来带土的心脏上一直有一个宇智波斑设下的咒印，像宇智波斑这种疑心病极重的人根本不可能全心全意地信任带土，这个咒印可以随时杀死带土，是宇智波斑留的后手。带土曾想过不少方法解除这个咒印，但最后都失误而归。宇智波斑的咒印怎么可能是那么简单就能解开的？但这次跟卡卡西相遇，他想到了一个绝佳的主意，既然自己不能摧毁这个咒印，那就让卡卡西来。于是他就赌了一次，在卡卡西贯穿他胸膛时，使用神威将心脏转移，利用卡卡西的雷切破坏了那个咒印。现在的他可算是彻底自由了，没有了宇智波斑的束缚，他可以真正的实现自己的月之眼计划，不必担心被宇智波斑摘走胜利果实。大笑过后，他又看向了满脸凝重的卡卡西，既然目的已经达成，那也没必要再跟对方玩忍者游戏了。只见他身形如电，快速接近卡卡西，后者被惊得瞪大了双眼，带土的速度比刚才快了太多，让他根本无力躲避。只见带土一拳打到了卡卡西的腹部，卡卡西被打的胸腔一阵翻涌，一口鲜血从口罩上渗到了衣领，随后他便感觉天旋地转，整个世界似乎颠倒了过来，他的意识陷入了昏迷。带土低头看着被自己用幻术击倒的卡卡西，不屑的冷笑，要不是为了摧毁心脏上咒印的计划，他早就能击败对方了。过去的天才现在在他的面前不过是随手可以击败的蝼蚁，这个家伙跟自己已经不是一个次元的存在了。带土感慨了一阵后，弯腰挖去了卡卡西的左眼，卡卡西的身体本能的颤抖了一下，但幻术并没有解除，仍然处于昏迷中。看着自己当初送给卡卡西的血轮眼，带土先是犹豫了片刻，随后摘掉了自己左眼的三勾玉，直接将这颗万花筒血轮眼按了上去。双眼万花筒凑齐的一刻，一股强大的查克拉瞬间激活了他的血脉，一根散发着青蓝色光芒的脊椎骨从他身后的虚空中凭空浮现，脊椎骨迅速生长，变成了骷髅骨架，随后长出了血肉皮肤，最后披上了盔甲。感受着自己现在的强大力量，带土激动不已。这股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拥有了这股力量，自己一定可以更快的实现月之眼计划。随后他又看向了脚边昏迷不醒的卡卡西，眼中凶狠的光芒越来越盛，杀气逐渐弥漫在须佐能乎之中。片刻后，他解除了须佐能乎，走到了卡卡西身边，右手搭在卡卡西的身体上，空间漩涡凭空出现，他和卡卡西消失在神威空间中。光影村结界外的一片空地上，带土将卡卡西放在地面后冷哼了一声，朝着卡卡西踹了一脚后，使用神威离开了这里。没过多久，三个人路过这里，神木出云对玉手洗红豆安慰道：“
红豆你不必沮丧，大蛇丸大人实力那么强大，怎么可能会死在天之国呢？刚子铁也安慰道：是啊，虽然有小道消息称田之国大毁灭时大蛇丸大人也在，但那毕竟是小道消息，当不得真。听说光影大人是田之国大毁灭事件的唯一幸存者，而且对方已经回到了村子，到时候你可以向对方咨询一下大蛇丸大人的情报，说不定会有新发现。玉手洗红豆愁眉紧锁的点了点头，心中却没抱太大的希望。田之国的惨状他也亲自到现场看过，现在那里已经成为了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地，是一片比沙漠还要平坦的宛如梦幻一般的地方。但是从田之国现在的场景就可以推测，当时那场爆炸的威力究竟有多大。那么恐怖的爆炸，即便是大蛇丸老师恐怕也很难幸存。而鸣人那边他也不敢去询问，他其实更担心那场爆炸就是鸣人搞出来的。毕竟漩涡鸣人可是个无法无天的性格，就算他真一怒之下搞出毁灭田之国的事，也不算稀奇。如果真是对方杀死了大蛇丸老师，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漩涡鸣人的实力那么强，自己究竟要如何给大蛇丸老师报仇呢？就在他胡思乱想时，只听身旁的神木出云惊呼道：你们快看，前边好像有个人！玉手洗红豆和刚子铁朝前方看去，前方的路边果然趴着一个人，而且看装束应该是他们光影村的忍者。三人立刻警惕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接近对方，在确认敌人已经离开后才走到卡卡西身边，确认卡卡西的身份。神木出云惊呼道：居然是卡卡西！到底发生了什么？玉手洗红豆一指卡卡西的左眼皮说道：敌人应该是奔着这个来的吧。这时众人才发现卡卡西的左眼血轮眼已经被人挖走，瞬间便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这种事情在木叶末期没少发生，毕竟当时木叶已经衰落到了人尽可欺的地步，经常会有宇智波一族或者日向一族的成员被人袭击挖去双眼，只是光影村建立后这还是第一次。三人确定了周围没有其他敌人后，赶紧将卡卡西送回了光影，将对方送到光影医院后，赶紧来到光影办公室汇报情况。鸣人皱眉听着三人的讲述，面色阴沉。正当他想开口说话时，身旁的漩涡九星奈一拍桌子怒道：究竟是哪个混蛋敢偷袭卡卡西，还挖掉了他的双眼，让老娘抓到一定把他脑袋锤烂！鸣人被九星奈的吼声吓了一大跳，心中不禁吐槽道：这便宜老妈这么激动干什么？一惊一乍的，差点把自己心脏吓得跳出来。而且玉手洗红豆他们汇报的可是说卡卡西被扣走了血轮眼，可没说双眼全都被偷走。这家伙听汇报的时候怎么不认真一点？心中虽然吐槽，但鸣人并没有表现出来，而是对着玉手洗红豆三人说道：大概情况我已经知道了，你们先回去吧，卡卡西的事我自会处理。神木出云与刚子铁稍稍松了口气，鞠了个躬，便准备转身离开。鸣人的赫赫威名他们可是如雷贯耳，这个村霸出身的忍村首领可是给了他们不小的压力。情况汇报完，他们是一秒钟都不想多待，但打算离开时却发现一旁的玉手洗红豆站在原地丝毫未动。两人心里咯噔了一声，他们看到了红豆那犹豫的表情，立刻猜到了对方的想法。这家伙不会傻乎乎的直接跟光影大人提出来大蛇丸大人的事吧？不要啊，千万不要多嘴问出来啊！万一大蛇丸大人和田之国真是被光影大人灭掉的，那麻烦可就大了。他们这些小虾米要是知道了如此大事，会不会被灭口啊？就在二人内心忐忑不已时，玉手洗红豆深吸了一口气，被鸣人问道：请问光影大人知不知道大蛇丸大人的下落？此言一出，神月出云和刚子铁额头上渗出了冷汗，他们的呼吸都停滞了下来，心脏砰砰直跳。他们现在恨不得把自己的耳朵用水泥封起来，这种事情哪是他们这些小虾米能够知道的？万一听到什么不该听的，被光影大人顺手灭掉怎么办？鸣人没理会这两个门神，而是看向玉手洗红豆问道：你怎么确定我就见过大蛇丸？玉手洗红豆凝重道：我并不知道您见没见过大蛇丸大人，只是大蛇丸大人失踪后，我一直在调查对方的行踪。前不久我收到了对方在田之国曾经出没的情报，正想去田之国调查，就发生了大毁灭事件。听说您是田之国大毁灭事件的唯一幸存者，所以我才想向您询问一下大蛇丸大人的安危。说完，他对着鸣人90度鞠躬，鸣人也无奈地叹了口气。他一直玉手洗红豆的身后说道：我知道大蛇丸的下落，他已经死了，就在那里。玉手洗红豆疑惑地朝身后看去，结果却什么都没有。他皱着眉转回身，对着鸣人有些不满道：光影大人，请不要开这种玩笑，我是很认真的向您打探大蛇丸大人的情报，请您认真回答。鸣人眉头挑了挑说道：我可没跟你开玩笑，他确实死了，现在就在你身上。众人闻言疑惑地看向玉手洗红豆，神月出云和刚子铁本能地打了个冷战，稍稍往后退了一步。他们老早就觉得红豆这个家伙精神状态有些不一样，平时残暴又腹黑，一看就不像正经人。闹了半天是被大蛇丸大人的冤魂附身了吗？一看众人的表现，鸣人就知道他们误会了。他刚想出声解释，结果九星奈的拳头便捶到了他的脑袋上。鸣人扒拉着死鱼眼，用手揉着脑门上的大包。刚才要不是他提前察觉了对方的动作，收敛气息，自己便宜老妈这一拳下来，估计要把他自己的手捶爆。老妈，你这是做什么啊？鸣人，你这家伙太没礼貌了，怎么能跟别人开这种玩笑呢？快点跟人道歉！九星奈十分心痛，没有了自己跟水门的教育，鸣人居然变成了现在这样，跟人说话一点礼貌都没有，吃饭的时候也没有规矩，
更重要的是，居然跟别人开这种玩笑，真是太差劲了。看来自己要好好教导一下对方平时的言行举止。现在对方也是一个忍寸的首领，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无法无天了。鸣人没有搭理暴怒的九星奈，而是对玉手洗红豆说道：“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大蛇丸现在的灵魂就在你肩膀上的那个咒印里。”红豆心里咯噔一声，随后难以置信地用手抚摸着肩膀上的咒印，喃喃道：“大蛇丸大人在咒印里。”鸣人点了点头说道：“没错，大蛇丸的本体已经死在了天之国，不过他提前将自己灵魂的一部分封印在了天之咒印中。他一共给多少人施加了天之咒印我并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你肩膀上的那个天之咒印里肯定有他的灵魂。”这时众人才明白过来鸣人的意思。漩涡九星奈疑惑道：“把自己的灵魂封印在别人的身体里，真是恶心。大蛇丸那家伙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吗？”其他人也很疑惑，闲着没事把自己的灵魂分裂出来封印到别人身体里，做这么变态的事，不会只是为了好玩吧？鸣人笑道：“当然有意义，这可是大蛇丸的复活手段。如果对方的本体因为意外而被人杀死，他就可以通过这些天之咒印中的灵魂碎片复活过来。”众人惊讶地瞪大了双眼，实在是难以置信，大蛇丸居然还拥有复活的手段。随后众人心中又不禁称赞起来，居然连复活这种事都能够做到，真不愧是传说中的三人。玉手洗红豆闻言则是激动道：“这么说，大蛇丸大人可以通过这个咒印复活吗？那么具体要怎么做才能让他复活呢？”鸣人闻言一摊手说道：“我知道复活对方的方法，但很抱歉，我并不想让对方复活。实话告诉你吧，我去天之国就是为了杀大蛇丸。虽说后来他不是死在我手上，但并不影响我是想去杀他这个客观事实。”玉手洗红豆闻言整个人低落了下来，现场的气氛变得安静，一股悲伤的情绪在光影办公室中蔓延开来。许久过后，红豆僵硬的施了一礼，转身离开。神月出云和刚子铁也匆匆离开，办公室中只剩下了鸣人和漩涡九星奈。看着失落离开的玉手洗红豆，漩涡九星奈有些动容，犹豫了片刻，还是下定决心对鸣人说道：“鸣人，你就真的不考虑一下复活大蛇丸吗？”鸣人十分疑惑地看向九星奈，自己这便宜老妈吃错什么药了，居然给大蛇丸求情。只听漩涡九星奈凝重道：“大蛇丸前辈的事我已经听说了，虽说对方做人体实验违背了木业的忍者准则，但毕竟也是为了木业才做的这些人体实验。而且水门跟大蛇丸前辈的关系不错，就算你讨厌自来也老师，也应该看在你父亲的面上饶对方一命。”鸣人被吓了一跳，自己老爸居然跟大蛇丸关系不错。不过仔细一想，好像还真挺合理。原著里被绘图转生召唤出来的波风水门，好像对大蛇丸态度确实不错。而且两个人都是木业的平民天才，有共同语言能玩到一起去也是正常的。不过鸣人还是拒绝道：“老妈，这件事你不用劝了。不管怎么样，对方都是进行了人体试验，残害了不少无辜的生命。如果对方还活着的话，我说不定会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将功赎罪。但对方既然已经死了，那我就没有必要费心费力让对方复活。”见鸣人的态度坚决，九星奈也不再劝说，随后二人一起前往卡卡西昏迷的病房，想要查看一下对方的情况。一路上，鸣人不断的胡思乱想，刚才提起大蛇丸做人体实验，让他想到了最近自己在做的事。没错，最近他也在做人体实验，按部死刑犯的数量最近急剧下降，就是他的手笔。刚才骂大蛇丸做人体实验的时候，自己义正言辞，但仔细一想，好像自己也在做人体实验，只骂对方不反思自己，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不要脸了？鸣人这个人一身的臭毛病，人缘非常差，但他也有不少优点，其中一个就是他经常反思自己。他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像他这样，反正他是经常在心中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每当他看到别人做了一件坏事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是反思自己是不是做过跟对方同样的事。人类就是这样，有些时候自己在做坏事都不自知。鸣人真怕自己哪天下意识的做了坏事，酿成大错，所以经常性的反思自己。也正因为他这个经常反思的习惯，让他改正了自己不少的错误。因此这次在想起大蛇丸做人体实验时，他第一时间就开始反思起自己的人体实验。随后他的内心进行着天人交战，自己做人体实验跟大蛇丸那个人体实验的意义完全不同。自己可是拿一些犯下了重罪的死刑犯来做人体实验的，而大蛇丸则是用一些刚出生没多久的婴儿，二者性质完全不同。而且另外，老子就 TMD 做人体实验了，能把老子怎么地？大蛇丸不能做人体实验，因为老子看他不爽。老子可以做人体实验，因为老子照镜子的时候觉得爽。老子就是这么双标，就是允许自己做人体实验，别人不许做，爱咋咋地。想到这里，他心情豁然开朗，往医院走时步伐都变得轻盈起来，看得九星奈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就是鸣人的第二个优点，脸皮极厚，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别人爱怎么看自己那是别人的事，背地里怎么讨论自己都无所谓。老子就是双标，你打老子呀！一片漆黑如墨的空间中，卡卡西独自一人漂浮在空荡的世界。此时他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漆黑的水潭，周围一点光亮都没有，整个世界一片死寂。他奋力地朝远方游动，周围如墨一般的河水被他波动掀起了涟漪，河水的动静告诉他自己的游动产生了效果，自己的身体正在位移。
卡卡西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般，朝着一个方向疯狂游动。他不知道前方有着什么，但潜意识告诉他，自己不能沉沦在这片黑暗中，自己要动起来。突然，在他视线前方漆黑一片的河水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小亮点。那亮点散发着白色的光芒，与周围漆黑的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卡卡西眼前一亮，疯狂朝那个方向游动。那里一定就是这片空间的出口，只要到了那里，自己就能脱困。只见他距离亮点的位置越来越近，他发现自己越靠近，那个亮点周围冰冷的河水就越发温暖。没错，那里一定就是这片空间的出口。他使尽全力朝那个方向游动，最后终于到了那片光芒面前。看着这颗直径只有1米的巨大亮点，卡卡西丝毫没有犹豫，一头扎了进去。突然，整个世界豁然开朗。正当他准备呼吸一口新鲜空气时，一个大鼻斗呼在了他的脸上，让他整张脸都变得扭曲起来。卡卡西震惊地瞪大了右眼，难以置信地看着拎着他的衣领的漩涡九星奈。这是怎么回事？不是已经从那片死水中挣脱出来了吗？怎么又产生幻觉了？随后他又释怀了，看来这里就应该是传说中的净土，自己应该是被带土那个家伙给杀了。死了也算不错，最起码这里还有很多熟人，而且这里的熟人怎么比自己印象中的要多上几个？九星奈师母在这里他可以理解，纲手大人跟自来也大人怎么也在这里？难道是年纪大了自然死亡吗？而且漩涡鸣人为什么也在这里？这个家伙是得罪人太多，被众人群起而攻之给打死了吗？随后他心中又是一声苦笑，死都死了，还在乎这么多干什么？自己这也算是解脱了。在察觉到自己死亡后，卡卡西非但没有失落，反而产生了一丝解脱感，但他解脱了精神，却没有解脱肉体。只见漩涡九星奈听着卡卡西的衣领前后摇晃，差点把他的脑袋从脖子上摇下来。他一边摇一边说道：“喂，卡卡西，你醒了吗？振作一点啊！”一旁的纲手见到漩涡九星奈这副模样，双手环抱在胸下，无奈道：“九星奈，你怎么还是跟以前一样性急？卡卡西的幻术已经解开，接下来要让他自己恢复意识，你这样强行打扰他的思路，就不怕把他弄失忆吗？”自来也闻言吐槽道：“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这里是现实世界，又不是小说里，哪有那么容易就失忆的？”九星奈也知道自己是情绪有些激动了，赶紧放开了卡卡西的衣领，紧张的等待卡卡西恢复清醒。这时卡卡西才稍稍有些清醒过来，看样子自己应该没有死，但九星奈师母为什么也在这里呢？就在他满头狐疑时，鸣人上前一步来到卡卡西的床边，对着他严肃地问道：“你几天前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突然离开了？这些天你都去哪儿了？而且眼睛被谁挖走的还有印象吗？”鸣人其实最关心的还是卡卡西的血轮眼，对方那个可不是普通的三勾玉血轮眼，而是万花筒。万一被哪个傻缺二货安到自己眼睛上，然后胡乱施展一邪那棋，那可就完犊子了。卡卡西闻言沉默了下来，他不知道该怎么跟众人说有关于带土的事，甚至他都没有想好到底要不要说。沉思良久后，他决定还是要将这件事说出来比较好，毕竟带土现在是光影村的敌人。他虽然这个村子的认同感没有木叶那么大，但毕竟这里有不少自己的熟人，因此他还是决定向光影村说明带土的情况。之后他将这些天的经历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大概总结一下，就是他开启了万花筒血轮眼后想要去找带土，结果却发现在光影村的结界中无法觉醒神威瞳术，因此只好到忍界中一个僻静无人的角落，开始修炼万花筒血轮眼的时空间忍术。听到对方的说法，和鸣人认同的点了点头。光影村的结界可是由他亲手设计的，一旦开启，哪怕是6道仙人想要攻破，也需要费一番手脚。而且这个结界是个纯粹的净空结界，空间忍术在这里根本无法使用，就连鸣人每次回来都只能顺一道村口，然后走进去。后来卡卡西费尽了千辛万苦，总算是彻底掌握了神威这个瞳术。随后他第一时间钻进了神威空间中寻找宇智波带土，之后的事情就不必赘述了。听完对方的讲述后，鸣人摸了摸下巴，这卡卡西也是真够莽的，单枪匹马就想去找带土单挑，还真把对方当以前的吊车尾了。不过说起来，宇智波带土也是时候该抽空解决一下了。就在鸣人琢磨该怎么找到宇智波带土时，一旁的漩涡九星奈对着卡卡西激动道：“卡卡西，你说的是真的吗？当初我生产时袭击我的是带土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漩涡九星奈十分激动，他根本无法相信当初见到的那个开朗乐观的少年会变成卡卡西描述的那个模样。而被提问的卡卡西满脸愧疚的低下头，在他看来，带土变成今天这副模样，全是目睹了自己杀死灵才导致的。归根结底，问题还是出现在他自己的身上，这让他如泄了气的皮球般丧失了所有的斗志。自来也想要安慰一下二人，但却不知道如何开口。纲手走到九星奈身旁，安抚对方激动的情绪。看着意志消沉的众人，鸣人皱了皱眉，随即他想到了些什么，瞬间眼前一亮。他对着卡卡西咧开嘴笑道：“卡卡西，不用这么难过了，我送你一个礼物吧。”坐在床上的卡卡西耷拉着死鱼眼，有气无力道：“光影大人，请不要拿我寻开心了，现在的我真的没心情陪着您取乐。”鸣人挥了挥手笑道：“你放心，我这个礼物保证你会喜欢。”说到这儿，他嘴角露出了淫邪的笑容道：“说不定你会喜欢到晚上抱着他睡觉呢。”对鸣人相对比较熟悉的纲手和自来也不能的察觉到有些不对劲，他们瞬间便猜到鸣人的礼物有可能是跟颜色有关。纲手眉头皱了皱，但并没有多说什么。
自来也则是露出了痴汉般的笑容，紧紧地盯着鸣人。这小子的笔，他可是知道的，一旦鸣人开起车来，那可是一骑绝尘，如履平地。可惜对方对于写小说没有什么兴趣，不然对方绝对能在忍界颜色小说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就在自来也激动的注视中，鸣人双手缓缓抬起，随后在胸前接着各种各样的印。众人的目光被鸣人结印的动作所吸引，在场众人都是忍界数一数二的强者，忍界的12种常见印式以及众多非常规印式，他们可谓是知之甚详。尤其是卡卡西跟自来也这两个对忍术十分擅长的高手，基本上只要对手开始结印，他们就能从认识上猜出对方大概使用的是什么忍术。然而在欣赏了鸣人这眼花缭乱的结印后，二人开始怀疑人生了。这尼玛结的都是什么印啊？火遁跟水遁的起始印你给我连着放也就算了，水阵壁之术的印中间你还给我加了断通灵术，你这是真打算通灵海水啊？一系列眼花缭乱的结印后，鸣人觉得有些无聊了，于是便停止了结印，把右手摁在了医院的地板上。瞬间地面白烟升起，等烟雾溃散后，一口粉红的棺材出现在病房的空地上。众人疑惑地看向这口粉红的棺材，越看越觉得别扭。谁吃饱了撑的没事，把棺材刷成了粉红色？这是得了多少大病才能干出来的事儿？紧接着，粉红色的棺材盖板砰的一声落在地上，众人惊讶地看着从棺材里走出的小女孩。女孩棕色短发，戴着木叶护额，脸上满是大地皲裂的痕迹，脸颊两侧还刷着紫色的油彩。在看清楚这个女孩的长相后，卡卡西瞬间瞪大了右眼，身体都在颤抖。他不自觉地撩开身上的被子，想要下床，结果却扑通一声摔在了地上。自来也赶紧上前一步，将卡卡西搀扶起来，随后疑惑问道：“卡卡西，这个女孩是谁？”卡卡西逐渐回过神来，随后踉跄地走到鸣人面前，抓住鸣人的衣领，弯下腰对鸣人怒道：“你这个混蛋，居然用这种忍术玷污了灵的灵魂，真是可恶！”鸣人露出了无辜的表情，双手一摊说道：“你这么激动干什么？我可是打算把野原灵复活的，不把他灵魂召唤回来怎么复活？而且我是看你一直那么消沉，才把他召唤出来陪陪你。你不领情也就算了，跟我吼什么吼？”卡卡西闻言，脸色又是一变，抓着鸣人衣领的手力气更大了，激动问道：“你说你能复活灵？这是真的吗？真的是真的吗？”被抓住衣领的鸣人有些难受，刚想伸手打掉对方的手，只听身后的野原灵突然疑惑问道：“请问这里是哪里？你们是？”野原灵此时已经恢复了意识，他先是小心翼翼地观察了一下四周，看到前方有几个人后，想要问一下这里是哪里。然而在看到奇木卡卡西时，他的话瞬间咽了回去，下意识问道：“你是卡卡西？”刚刚还情绪激动的卡卡西瞬间僵硬在原地，他将头狠狠地低了下去，用鸣人的身体挡住了他的脸。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灵，无奈之下选择了最简单直接的方式，那就是逃避。不过他的体型根本不是鸣人能遮挡得住的，透过鸣人背影露出的人体轮廓，野原灵逐渐确定了对方的身份。卡卡西真的是你吗？你怎么也在这里？难道你也死了吗？还有九星奈姐姐，你们怎么都在这里？发生了什么？见到熟人后，野原灵紧绷的身体逐渐放松下来，一个接一个的问题问的众人不知从哪里开始回答。就在卡卡西不知道怎么跟对方打招呼时，九星奈第一个坐不住了，他来到了野原灵身边，一把抱住了对方，语气颤抖道：“小灵，总算又见到你了。”被暴露的野原灵尴尬地笑了笑，随后向九星奈问起了现在的情况。九星奈没有隐瞒，将他所知道的事情全说了出来。野原灵则是认真的倾听，时不时还会问出一些问题。随着二人打开心扉的交流，卡卡西也逐渐放松了神情，他不再躲在鸣人的身后，而是愧疚地来到了野原灵的面前。灵看着青年版的卡卡西，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望着对方的笑脸，卡卡西的心仿佛被治愈，最终深吸了一口气，将腰弯了下来，对野原灵鞠躬道：“对不起。”一旁的鸣人好学没接话，对不起要是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做什么？但看现场严肃的场合，他又生生忍下去了。不吐槽太难受了，他实在是受不了这种严肃的场合，现场的气氛让他尴尬的都快用脚趾头抠出3室2厅了。这时和卡卡西九星奈聊天的野原灵总算是注意到了鸣人等人，他先是跟传说中的3人打了招呼，毕竟自来也跟纲手是木叶传说级别的忍者，而鸣人怎么看也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鬼，要打招呼也是先跟他们打才对。自来也和纲手礼貌回礼后，就轮到了鸣人。刚才他已经从九星奈的口中得知了鸣人是对方的儿子，既然是九星奈姐姐的儿子，那也就算是自己的晚辈了。他刚走到鸣人面前，想要跟对方自我介绍，突然被鸣人伸手拦了下来。在野原灵愣神的表情中，鸣人指着对方头上戴着的木叶护额直言道：“多余的废话我也不说了，我就跟你说一下你现在的处境。首先，我的名字叫做漩涡鸣人，木叶已经被我解散，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没有木叶忍者了。我现在的身份是光影村的首领，你可以称呼我光影大人，也可以称呼我漩涡鸣人，这些你都随意。”野原灵惊讶地捂住了小嘴，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他怎么都没有想到木叶居然会解散，这是真的吗？他转头看向自来也等人，这些人默认地点了点头，证实了鸣人的说法。灵的大脑有些宕机，就在他还陷入蒙圈时，鸣人继续说道：“而你之所以可以复活，全都是因为我使用了绘图转生之术，将你通灵出来。因此，现在我应该算是你的主人，你要无条件地听从我的命令。”
野原绫疑惑地歪了歪头，这个九星奈姐姐的儿子貌似不是很好说话的样子。九星奈则是握着拳头训斥道：“鸣人，你这家伙说话太没礼貌了，快点给绫道歉。”鸣人无视了头发已经向上飘扬，开启超级赛亚人模式的便宜老妈，对野原绫命令道：“我现在给你发布一个任务，从现在起由你来负责照顾奇木卡卡西的日常起居，避免这个头脑发热的家伙趁着没人的时候自寻短见，必要的时候要用你那娇小的身体安慰卡卡西脆弱的心灵，这是我对你下达的命令，不准违抗。”野原绫闻言脸红到了耳根，卡卡西更是打了个冷战，似乎是有什么可遇不可求的东西在等着他。漩涡九星奈实在是没忍住，捏着拳头上来就要捶鸣人的脑袋。鸣人赶紧一个错身躲了过去，无奈道：“老妈，你冷静一点，别动不动就处打人啊！”漩涡九星奈不依不饶道：“你这臭小子下的是什么命令？居然对一个女忍者下这种命令，真是个混蛋的首领！”鸣人一边躲着九星奈的拳头，一边解释道：“我这也是为了他们两个人着想，不然我吃饱了撑的管他们的破事儿。就卡卡西那 gay 里 gay 气的骚包样，要是不人为干预一下，估计这家伙会母胎 solo 一辈子。像这种白毛倔驴有多难配种，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这也算是给他牵线搭桥，他配种成功与否跟我这个种子战没什么关系了。”提着拳头想要捶鸣人的九星奈突然停了下来，仔细一想，撮合卡卡西跟野原绫也不是坏事。卡卡西这个家伙脸皮那么薄，要是不主动给他们撮合一下，这家伙说不定真能单身一辈子。现在这家伙都20多岁了，连个女朋友都没有，自己这个长辈也确实应该为对方操心一下终身大事。念及至此，他转过身对着卡卡西跟野原绫说道：“鸣人说的也算是有些道理，既然如此，你们好好相处吧，记得年轻人不要玩得太过火哟。”说完他还朝着二人抛了个媚眼，野原绫羞的快要钻到病床底下去，卡卡西也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早知道是这样，他宁可死在带土的手上，现在他安静平和的单身生活被打破了，真是要了亲命。鸣人四下看了一眼，见没有自己的侍候，便准备悄悄离开。临走前还看到了自来也对他挑了挑眉，竖起了大拇指。鸣人心中冷笑一声，这老家伙别得意，下回就把你跟纲手安排一下，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趁着众人不注意，鸣人悄悄溜出了医院，随后分出了一个影分身代替他留在光影，本体则是朝着雷之国前线的方向飞去。他还真是有些好奇前线到底怎么样，之前收到的消息一直都是两边在试探，没有动手的打算，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如何。就在他奔着战场前线飞去时，双之国东北方向的云影忍者大营内正在进行一场高层会议。四代雷影端坐在主位上，看着下方参会的众人。在场的众人并非是云影中地位最高的，但却是云影中最能打的一群人。自己的义弟奇拉比和二位游牧人自不必说，达鲁伊等一众实力强大的上人也纷纷到齐。这次大会的目的是为了探讨接下来的作战计划。近些天他们已经进行了很多次的尝试，派出小股精锐部队试探光影村的实力。正所谓狮子搏兔，亦用全力，哪怕是对付光影村这种新成立不久的忍村，他们也并没有脑袋一热都莽上去。更何况光影村也不是什么软柿子，对方可也是收纳了原木业各大忍者家族的强大势力，其实力绝对不容小觑。不过几天的试探也逐渐消耗了四代雷影的耐心，今天要不是达鲁伊和奇拉比等人将他拦下来，他就要带着小股部队亲自冲锋，试一下对方的实力了。见人员到齐后，四代雷影沉声道：“达鲁伊，既然你认为不应该主动进攻，那就由你先发言吧。”众人看向了达鲁伊，后者则是站起身纠正道：“雷影大人，我想纠正一下，我并不是认为不应该主动进攻，而是觉得应该再多试探一下，摸清光影的真实实力。这段时间的侦查工作一直是由他来负责，因此他才是云影高层中对于光影村最熟悉的那个。之前他就在战场上遇到了日向分家族长日向日差，对方的实力非常强大，他跟对方打了个平手，最后不得已撤了回来。要知道他的实力可是准影级，对方能跟自己战平，说明实力不会相差多少。仅仅是日向一族分家的族长就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这个光影村说是新建立的，但简直就跟老木业没有区别。听说就连宇智波一族的族长宇智波富岳都来到了战场，他认为至少应该再多试探几次，争取把宇智波富岳逼出来，试一下对方的水平。但他的想法遭到了在场众人的嘲笑，尤其是二位游牧人直接开口嘲讽道：“达鲁伊，你的胆子真是太小了！我听说你跟日向日差战平的事，但对方顶多也就不过是个准影级强者，根本就不足为虑。至于那个宇智波富岳，哪怕比日向日差要强，也就不过是一个影级。你要是害怕的话，那个宇智波富岳就由我来对付，到时候你清理一下杂兵就行了。”游牧人说话时十分嚣张，这要是换了其他云影忍者，肯定直接一拍桌子跟对方玩命。但很遗憾，他嘲讽的人是达鲁伊，脾气对于这家伙来说是个奢侈品。如果哪天这家伙被人嘲讽了，会直接一拍桌子骂回去，那绝对是被人假扮的。于是面对着游牧人的嘲讽，达鲁伊无精打采的从嘴里蹦出了一句道：“抱歉，那到时候就麻烦您亲自动手了。”本来还有些期待二人会打起来的其他上人瞬间蔫了下去，这达鲁伊的脾气为什么会这么好？被游牧人这么嘲讽，居然还能主动道歉，这家伙到底是不是雷之国人啊？见到达鲁伊这家伙如此颓废的模样，奇拉比叹了口气，原本还指望着对方出来劝说兄长，没想到这家伙这么快就妥协了，真是靠不住。
既然对方靠不住，就只能自己亲自出手了。只见他站起身，对着四代雷影劝说道：“兄长，我觉得还是应该仔细调查一下光影村的情况，毕竟这是我们云影成为最强忍村后的第一战，如果不能赢得漂亮，势必会影响我们云影村的形象。”他这么一说，众人激动的情绪稍稍退却了一些。大家仔细一想齐拉比的话，觉得对方说的也很有道理。现在忍界各大势力都在盯着火之国这块肥肉，还没有动手，只不过是想要暂时观望这场战争的局势。如果云影没有迅速拿下光影，甚至被对方拖住，无法迅速解决战斗的话，一定会引起其他忍村的轻视。到那个时候，丢掉最强忍村的称号是小，万一在瓜分火之国的计划中利益受损，可就得不偿失了。就在众人沉思时，游牧人起身说道：“正因为其他大国也都在关注这场战争，我们才要干净利落的赢下来，树立我们的威信。况且这次敌方的指挥官不过是一群还没到10岁的小鬼，如果我们碰到这种小鬼都要束手束脚，更会让其他势力轻视。”这次游牧人在说话的时候十分注意自己的语气。他在跟奇拉比说话时，可没有了之前的轻蔑，对方无论是实力还是身份，都要比游牧人高，而且对方还是雷影大人的弟弟，他可不敢像嘲讽达鲁伊一样嘲讽对方。屋内众人在听到游牧人的话后，也觉得对方说的有道理，要是面对一群小鬼还要束手束脚，那更会让人瞧不起。说实话，他们在刚听说对方的指挥官是一群不到10岁的小鬼时，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这些10岁的小鬼，哪怕个个都是天才，实力也顶多是一群特别上人。这种实力带一支小队做任务还没问题，指挥一支忍者部队是不是有些太过儿戏了？而且听说这些小鬼的父亲也在他们那队伍中，这些忍者家族的族长们居然甘心在自己儿子的手下当职，真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想的。就在众人思考得失时，四代雷影则是双手环抱，闭目沉思。片刻后，他双眼猛然睁开，有了决议。而在另一边，火之国营地指挥部中也在进行作战会议，不过这里的会议气氛要比雷之国那边轻松很多。佐助这些年纪不到10岁的孩子，哪怕严肃起来也没什么气氛，还不如轻松一点，这样大家开会的时候也舒服一些。虽说会议气氛轻松，但交流意见的时候，众人还是吼得面红耳赤。他们也在为明天的战场布置争论，不过佐助对这些丝毫没有兴趣。好不容易有一次指挥战争的机会，结果他就只能在后方背着手喝茶水，这谁顶得住啊？他是来战场上扬名立万的，在后方蹲着能立个屁呀！随即他又叹了口气，指挥官不能轻易踏足最前线，这是光影这边所有忍者的共识。本来还想着跟那个四代雷影的交手，没想到自己连前线都上不去，真是郁闷。佐助感到很郁闷，但指挥部下方坐着的一群成年人比他还郁闷。这些人里有日向一族的日向日叉，宇智波一族的族长宇智波富岳，犬种一族的族长犬种爪。这些人都是家族忍者中的代表，但私下里光影忍者称呼这帮人另外一个名字爸爸帮。爸爸帮顾名思义是由一群爸爸组成，虽说这些成员里还有犬种爪这名女性存在，但总体而言还是爸爸居多，因此起了这个名字。这群人基本上都是光影高层的父母，按理说他们在这场战争中也应该有着话语权才对。但问题是，自己这帮逆子一招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发布命令时根本不参考他们的意见，拿他们的话当耳旁风。他们找到这帮逆子理论，后者一句我才是光影长老，就把他们全怼回去了。现在他们坐在指挥部里，如坐针毡，如芒在背，如鲠在喉。现在他们只想赶紧结束这场憋屈的会议，反正他们也没有话语权，也懒得搭理这帮熊孩子们的讨论。但怕什么就来什么，这帮熊孩子们在战术上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他们谁也不服谁，眼看就要在这指挥部里来一场真人 PK。 端坐在椅子上的日向日叉用胳膊肘对了对宇智波富岳，后者对日向日叉施展了一个幻术，二人开始在幻术里交流。日向日叉说道：“富岳，你快去说2句话，不能让这群熊孩子再闹了，再闹下去他们自己就先打起来了。”宇智波富岳苦笑一声说道：“我能有什么办法？现在我家那个逆子已经彻底管不了了。”最近宇智波富岳过得很郁闷，非常郁闷。前不久佐助突然从暗部回到了家中，这可是个稀奇事儿。这臭小子自从敢跟自己叫板后，就一直躲在暗部里不敢回家。今天突然回来，他还以为对方是想要跟他道歉，请求他原谅这个臭小子。结果没想到这臭小子一回来，就想要跟自己来一场真男人之间的对决。他被气得火冒三丈，决定教训一下这臭小子，重新树立自己作为一家之主的威严。结果没想到这个臭小子居然跟自己和鼬一样，同样开启了万花筒写轮眼，而且对方的实力远远超乎了他的想象。宇智波富岳被击败了，被打得鼻青脸肿，躺在地上怀疑人生。那时候他很绝望，十分绝望。他这个父亲连最后的威严都被自己这个小儿子给剥夺，这让他连死的心都有了。不过现在他也算是有些看开了，这小子自己已经彻底管不了，索性也就不管了。他爱跟漩涡鸣人那小王八蛋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他管不了也不想管了。随后他抬头看向了日向日叉，撇了撇嘴说道：“劝我去管佐助，你怎么不去管你儿子去？”日差闻言一脸尴尬，他要是有能力管早就去管了。自从成为了光影村长老后，宁次可谓是一飞冲天，谁也不会想到一个分家的8岁孩子会成为光影的顾问长老。宁次的名号也在整个日向一族彻底打响，
成为了新生代日向忍者的偶像。紧接着问题就出现了，宁次的活跃引起了宗家成员的不满，甚至直接上门威胁宁次将长老之位让给他们。当时日向日茶害怕极了，自己死了倒无所谓，但如果自己儿子被对方用龙种咬杀自己，还怎么活？然而令他震惊的一幕出现了，自己年仅8岁的儿子日向宁次直接出手打晕了这几个宗家成员。这件事引起了日向宗家强烈的不满，对宁次喊打喊杀，却也不敢真动手。他们害怕鸣人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浑人找他们日向一族的麻烦，因此只敢给宁次一家施压，不敢真动手。日茶当时也劝过宁次，不如就上门道个歉，将这一篇掀过去也就算了。毕竟对方是宗家，而他们只是分家。虽说宁次现在成为了顾问长老，但毕竟性命还在人家手中捏着。但宁次就是不听，甚至后来还处处找宗家的麻烦，弄得双方都下不来台。为此，宗家成员还故意当着日茶和宁次的面，用笼中鸟咒印惩罚了一个分家族人，想要以此杀鸡儆猴。结果没想到这件事被捅到了鸣人那里，不得不说鸣人的办事效率是真高。上午消息传到他的耳中，下午发动笼中鸟咒印的那个宗家成员就被他砍了脑袋。这下可算是把日向一族给震慑住了。鸣人有多凶残，他们总算是心里有了点逼数。本来还想着对方顾忌日向雏田的身份会偏向宗家，没想到这个小子居然这么混，不管不顾的就杀了那个宗家成员。日向宁次虽说是个刺头，但最起码还讲些道理。鸣人这个家伙是真敢动手杀人的，惹毛了对方这家伙是什么都不管就会杀人。一时间日向宗家消停了，宗家与分家的关系也彻底决裂。现在分家成员只是机械地履行着保护宗家的任务，日向宗家也再也不敢用笼中鸟惩罚分家成员。就这样，两家在鸣人的威慑下达成了暂时的和解。宁次也从此被捧上神坛，成为了日向分家的精神领袖。别看他是掌管日向分家的分家长老，现在在日向分家中，宁次说话比他管用得多，他连在族中的话语权都被儿子给剥夺了。二人同时叹了口气，解除了幻术。此时外面的争吵也陷入了尾声。日向宁次、小李、全种牙、秋道丁次和有女智乃同时看向了主座上的佐助。宁次冷哼一声问道：“佐助，你想好了吗？明天究竟是全力进攻，还是继续战略防守？”剩下的4人捏紧拳头，等待着对方的决定。下方的一众上人们也都屏住了呼吸。佐助并没有着急回答，而是盘算起了另一件事。他先是不动声色地看了宇智波富岳一眼，随后盘算着接下来该怎么说。被偷偷打量的宇智波富岳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就在他疑惑时，只听佐助发言道：“你们的提议我已经知道了。宁次跟小离你们认为应该主动进攻，智乃跟丁次你们觉得应该稳扎稳打防守反击。”4人同时点了点头。只见佐助突然看向自己的父亲宇智波富岳问道：“富岳族长，这件事你怎么看呢？”众人齐刷刷地看向了宇智波富岳，尤其是爸爸帮里的成员。这些人看宇智波富岳的眼神如同看叛徒一般，仿佛在说：“你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竟然叛变革命了，跟自己儿子关系搞得那么好。”富岳被搞得也有些蒙圈，佐助这个臭小子今天是怎么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居然会征求自己的意见，难道是万花筒写轮眼的影响吗？虽然搞不清楚这小鬼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富岳可以确定佐助这小子一定下的什么套在等自己。只要他自己不往套里钻，这小子也拿自己没什么办法。于是他冷哼一声回答道：“佐助长老真是太抬举我了，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上人而已，哪敢发表什么意见啊？”这阴阳怪气的语气让身旁一众爸爸帮的成员点了点头，看来这只是敌人的反间计。富岳这家伙革命意志还是很坚定的。上首位的佐助长长的叹了口气，无奈道：“父亲，你好像对我有很深的误解啊，我这次可是非常认真的在征求您的意见，真没有其他什么意思。”富岳见对方态度不是作为，于是摸着下巴认真思考了片刻，回答道：“我认为还是应该稳扎稳打比较好。以我对雷之国忍者的了解，这群家伙一定会最先沉不住气朝我们主动进攻，到时候我们只要占据有利地形进行反击，就可以在战斗中处于上风。再加上我们的整体实力远远强过于雷之国忍者，一定可以以逸待劳，尽量保存实力战胜对方。”其他上人们闻言也点了点头。这些上人中不少都参加过第3次忍界大战，甚至有一些年长的都参加过第2次忍界大战。前几次忍界大战石火之国就是这么对付雷之国忍者的，这次只要如法炮制就可以，根本不必主动出击。佐助闻言点了点头，随后带头鼓起掌说道：“富岳族长说的真好，让我们为富岳族长掌声鼓励。”见总指挥都带头，其他人也只好像征信的鼓了鼓掌。不过众人鼓掌时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佐助到底要做什么。鼓完掌后，佐助的表情突然变得失落了起来，语气颓废道：“看来我果然不适合做这个总指挥。本来以为这个总指挥应该会十分轻松，直到我真正坐到这个位置，才发现指挥忍者部队压力会这么大。”说完，他看向了宇智波富岳，语气诚恳道：“富岳族长，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接替我成为这个总指挥呢？”哗！众人差点没被佐助的退位让贤闪到腰。这宇智波佐助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都兵临城下了，才想起退位让贤来，这是真把打仗当戏了。宇智波富岳疑惑地看向佐助，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弄清楚对方的想法。这小鬼突然把总指挥的位置让给自己，到底是在盘算着什么？众人一头雾水，
但坐在佐助身旁的宁次几人则是瞬间便读懂了对方的心思。这家伙原来是打着这个主意，总指挥要坐镇后方，不能够轻易到最前线，所以这家伙才退位，让贤来了这么一出。就在众人心思各异时，佐助站起身，对众人命令道：“现在我对光影村全体忍者下达命令。第一条命令，今晚做好战前准备，明天一早向雷之国忍者发动进攻。第二条命令，任命宇智波富岳成为新任的战场总指挥，从现在起接替我的一切职务，指挥部队。命令一下，打宇智波富岳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这臭小子也太不当人了！你退位就退位吧，居然在退位前一刻下达了作战命令。既然你已经决定要打了，刚才为什么还特意问一下我的想法？这臭小子真是太欠揍！要不是打不过他，早就动手教训这混蛋了。”第二天一大早，准备完毕的光影忍者兵分3路朝雷之国营地袭去。上路由宁次带队，佐助中单，丁次肉辅配合志乃这个射手。至于小李，则是战场机动部队，俗称打野，哪一路需要支援他就去哪一路，尽量多抓人，少脏兵，多拿小龙。佐助带着1000多人的忍者部队，浩浩荡荡地奔着雷之国营地冲去。身旁为他打副手的日向日差对他叫喊道：“佐助，不要跑得那么快，我们要等待其他2路发起进攻后再出手，否则很容易成为云影集火的目标。”对于日向日差的话，佐助毫不在意。之所以选中路线，就是因为这条线最短，兵线快升级就越快。像他这么吃经济的忍者，等级高经济高，绝对能1打5，根本用不着上路跟下路那几个废物。见佐助不搭理自己，日差暗自咬牙，这小鬼怎么就不听人劝呢？无奈之下，他只好开启白眼时刻警惕前方的动静。既然对方不听劝他，也什么办法，只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了。就在这时，他白眼中突然发现了情况，数公里外突然出现大量云影忍者，敌人的数量之多让他额头上全是冷汗。对方已经出现的人数已经有己方的好几倍，看来是敌人的大部队。他连忙对佐助大吼道：“佐助小心！云影忍者大部队就在前方，正朝我们的方向而来。”他的声音惊得周围忍者亡魂大冒，云影忍者的大部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随即众人想到了什么，纷纷倒吸一口凉气。难道说云影也想要在今天发动总攻吗？居然赶在了同一天开战，真是太巧了。而且己方还分兵3路，这不是要被各个击破吗？一时间人心惶惶，只有佐助激动的浑身发抖，居然全是奔着自己这条路来的，自己真是太幸运了。这样一来，根本用不着宁次那些家伙，只需要自己一个人就能解决这次战争了。念及至此，他速度又加快了几分。临走前，对着身后的大部队命令道：“全体在这里待命，等我把敌人全部解决后，会回来通知你们的。”一众忍者全愣在原地，佐助长老居然想自己一个人去，难道是在找死吗？就在他们迟疑时，佐助已经不见了踪影。众人看向了日向日差，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处理。日向日差咬了咬牙说道：“大部队在此留守，来3个精英班跟我一起掩护佐助长老。”就在日向日差安排忍者大部队这个空档时，佐助都已经冲到了云影大部队面前。指挥部队前进的4代雷影见到前方出现一个小孩子，想都没想就一拳捶了上去。他一眼便认出了这个小鬼额头上各手电筒标志，这就是光影村的护额标志，在情报上见到过。他可不会因为敌人只是一个小鬼而手下留情，只要上了战场，那就全是敌人，哪怕对手是一个婴儿，只要带着敌对忍村的护额，都要无情灭杀。他信心满满的一拳 A 了上去，甚至连雷顿查克拉模式都没开。这一拳打得也十分随意，完全没有给自己留闪转腾挪的空间，根本就是随手一击。佐助见到迎面打来的拳头，嗤笑一声。4代雷影没有认出他来，他可是认出了4代雷影。这家伙居然如此敷衍的出手，真是没把自己放在眼里。既然如此，就给对方一些教训，让这家伙明白轻敌的代价。只见他轻轻一侧身，便躲开了4代雷影随手的一击，随后在4代雷影爱震惊的目光中，抽出了背后的忍刀，一刀朝着对方的腹部斩去。佐助的动作非常快，4代雷影震惊的瞪大了双眼，下意识的开启了雷顿查克拉模式。噗！谢电飞剑，腹部被切开一道细小伤口的4代雷影连忙后退，与佐助拉开距离。双方的动作非常快，仅仅是一个照面交手便已结束。还处于懵逼状态的云影忍者们见到自己的首领4代雷影停了下来，也纷纷止住了脚步。由于视线的原因，他们没有看到4代雷影腹部的细小伤口，只见到前方有一个手拿忍刀、年纪10岁左右的小忍者。4代雷影凝重地看着前方的宇智波佐助，刚才他真是被吓了一跳，对方出手的速度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幸好在千钧一发之际，自己开启了雷顿查克拉模式，否则这一刀即便自己不死，也要受重伤。此时他已经认出了宇智波佐助的身份，眉头不由得皱成了个川字。这时奇拉比走到了他的身旁，说唱道：“优兄长，你怎么停下来？”优是还想继续说唱的奇拉比突然停住了嘴，因为他低头间看到了爱腹部的那道细小伤口。这道伤口非常细小，不仔细看甚至都无法察觉。然而就是这么一道细小的伤口，却令奇拉比瞳孔紧缩。他抬头看了看不远处手握忍刀的宇智波佐助，对爱凝重道：“那个小鬼是什么人？你腹部的伤口是被那个小鬼所伤吗？”4代雷影爱凝重的点了点头，随后对奇拉比说道：“如果我猜的没错，对方就是光影村的顾问长老宇智波佐助。”
原本还以为这些小鬼长老只是一群傀儡，没想到对方的体术居然会如此强。奇拉比震惊地瞪大了双眼，兄长的肉身有多强大，他可是比任何人都清楚。普通的上忍，即便是偷袭，也不可能伤到兄长。这个宇智波佐助真的今年才只有8岁吗？二人的对话丝毫没有掩饰的落入了云隐忍者的耳中，数千名云隐忍者齐齐倒吸一口凉气。忍者们的听力远超普通人，四代雷影和奇拉比说话时并没有故意压低声音，因此距离他们比较近的忍者将他们的对话听了个一清二楚。他们实在是难以相信，自己崇拜的雷影大人居然会被一个小鬼打伤。虽然只是皮外伤，虽然只是一道非常细小的伤口，但这也足够冲击众人的三观。就在这时，二尾人助力游牧人越过人群，来到了四代雷影身边。他先是不动声色地扫了雷影腹部那细小的伤口一眼，随后恭敬地问道：“雷影大人，您没事吧？”四代雷影摇了摇头说道：“我没事。”对方是光影村的顾问长老宇智波佐助，实力非常强大，不可小觑。其他人点了点头，不敢有任何的马虎大意。只听四代雷影继续命令道：“奇拉比、游牧人、达鲁伊，你们3个过来掩护我，剩下的云隐忍者原地待命，不准参与这场战斗。”云隐忍者闻言不甘心地低下了头，他们也清楚以自己的实力参与这场战斗只会添乱。可爱 Delta Odd， 因此并没有一窝蜂地冲上去围殴佐助，而是远远地观望。而奇拉比等人听到四代雷影的命令后，立刻跟随对方朝着佐助杀去。奇拉比和达鲁伊抽出了背后的忍刀，游牧人也是将手伸进了忍具袋。众人上来就绕过了试探，准备使用杀招，根本没有手下留情的意思。佐助见气势汹汹冲来的4人，嘴角微微勾起，开启了万花筒写轮眼后，他发现自己的实力上升了一个大段位。现在的他感觉，即便不开启万花筒写轮眼，也可以吊打10个之前的自己。如今总算有了几个像样的对手，他可要好好测试一下自己的实力上限在啊！首当其冲的便是气势汹汹的4代雷影，这次他可是提前开启了雷遁查克拉模式，再想轻松的砍伤他可没那么容易了。只见他右手紧握成拳，比佐助脑袋还要大的拳头呼啸而来，携带的风压吹的佐助头发飘扬，一股雄浑的气势扑面而至。佐助万花筒一扫，将对方的动作尽收眼底，随后身上雷光闪烁，同样升起了蓝色的电弧。雷遁雷光忍体术，这是光影村忍术库中一门强化肉身的雷遁忍术，原理跟4代雷影的查克拉模式类似，可以说就是木叶忍者仿照查克拉模式创造而成的忍术。这一招整体上自然是比不过夜月一族世代相传的雷遁查克拉模式，但对于体术的强化仍然强过了绝大多数的人体术。只见开启了雷光忍体术的佐助十分轻松的便躲开了4代雷影的拳头，随后不等对方反应过来，瞬间绕过对方，奔着对方身后而去。4代雷影震惊的瞪大了双眼，他还以为这个小鬼刚才躲过自己的攻击只是碰巧，没想到对方的速度居然这么快，真是后生可畏。不过他以为绕过自己就能先收拾掉自己的部下，那样想就大错特错了。只见4代雷影嘴角微微勾起，回头望去，此时的佐助已经被奇拉比和达鲁伊2人用剑术阻拦下。雷之国忍者的体术都异常强大，更不要说擅长剑术的奇拉比和达鲁伊。3个人10把刀光芒照的周围人睁不开眼。奇拉比的剑术宛如杂耍般眼花缭乱，几次角度极其刁钻的攻击，要不是佐助反应快，早就被刺个对穿。达鲁伊的剑术虽然没有奇拉比那么华丽，但他的剑法更加稳重，佐助想要攻破他的剑术防御，甚至比奇拉比还要困难。这时佐助突然感到一股劲风袭来，抬起忍刀回头格挡，只听砰的一声，他整个人倒飞而出，被4代雷影一拳打飞了出去。轰隆！佐助直接砸到了一块巨石里，数十米高的巨石被砸得从中间裂开，佐助被拳头大小的碎石块掩埋在巨石的裂缝中。鼠尾球域，几十个拳头大小的幽蓝色火球嗖嗖嗖地飞向了巨石裂缝中，进入其中后发生了剧烈的爆炸，整个巨石被炸得崩溃瓦解，将佐助整个人埋在里面。2位游牧人站在一棵大树上，双臂环抱，此时他的后背伸出了2条幽蓝色的诡异尾巴，这是他在人形状态下借用尾兽查克拉时进入的半尾兽化状态。看着被巨石掩埋的佐助，他冷哼了一声，不屑道：“还以为这小鬼有什么本事呢，原来只有这2下子，亏我刚才还小小有一些期待。”这时达鲁伊挠了挠后脑勺，懒散道：“不要大意，宇智波佐助可还没有死，他的查克拉生龙活虎根本没有死亡的迹象。”就在这时，碎石堆里突然有了动静，一道雷光伴随着火焰瞬间激射而出，朝着达鲁伊的方向飞速袭来。佐助的速度非常快，在场只有4代雷影和奇拉比反应了过来，2人立刻挡在达鲁伊的面前，抬手挥刀便要拦一下佐助。佐助轻笑一声，随后凌空跃起，直接从2人的攻击间隙中穿了过去。突破了2人的防御后，佐助径直奔着达鲁伊杀来。经过刚才的试探，他已经确定了这个人是4人里实力最弱的。名人说过，柿子要挑软的捏，既然如此，自己就先把这最软的柿子给捏碎再说。经过4代雷影和奇拉比的缓冲，此时的达鲁伊已经可以跟上佐助的动作。只见他将忍刀插在了地上，随后双手结印，蓝盾的查克拉激光从他双手激射而出，径直奔着佐助而去。看着径直朝自己射过来的激光，佐助嘴角微微勾起，随后万花筒写轮眼光芒一闪，天照之火顺着蓝盾激光烧向了达鲁伊。天照蔓延的速度非常快，瞬间便触碰到了达鲁伊的双手。
感受到双手炙热的灼烧感，达鲁伊瞬间脸色大变，随后便像施展水遁忍术扑灭黑色火焰。但还没等他双手结完印，火焰已经将他全身包裹起来，双手也因为天照的灼烧变得僵硬，结印的动作无比迟缓。四代雷影见状大惊，立刻朝着奇拉比吼道：“比，快使用水遁给达鲁伊灭火 ！”OK。只见奇拉比双手结印，随后一颗水球从他口中喷涌而出，落在了达鲁伊的身上。见到这一幕，四代雷影稍稍松了口气，刚想上前查看达鲁伊的情况，却听到了对方更加撕心裂肺的惨嚎声。只见奇拉比的水球非但没有扑灭黑色的火焰，反而助长了黑色火焰的气势，让天照之火烧得更加旺盛。原本还能坚持一会儿的达鲁伊，瞬间被烧得面目全非，进气多出气，少眼看就要咽气。四代雷影见状，连忙对身后吼道：“封印班在哪里？快过来，把这诡异的火焰给封印掉！”话音一落，3名封印班忍者瞬间来到达鲁伊面前，三人摘下了背后背着的巨大卷轴，随后围绕着达鲁伊展开。巨大卷轴上的符文如同蝌蚪般凭空飞起，奔着天照之火而去。三人紧紧地闭上了双眼，全神贯注地操控封印术士封印这诡异的黑色火焰。但很可惜，他们的封印术水平虽然达标，但个人实力太差，即便是使用了类似烽火法印的封印术，也无法完全封印天照。只见绝大部分的天照火焰被三人小心翼翼地封印在卷轴，但零星的黑色火焰却跳出了封印的术士，落在了三人的卷轴上。刚刚已经有了偃旗息鼓架势的天照之火，瞬间再次燃了起来。这次燃烧比上一次还要猛烈，不仅达鲁伊，就连3个封印班忍者都搭了进去，一同惨嚎起来。众人惊恐地看着哀嚎声逐渐停息的4人，片刻时间不到，原地只剩4具被烧成焦炭的尸体。现场的气氛陷入鬼一样的死寂，云影忍者们瞪大了双眼，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的场景。达鲁伊大人死了？这怎么可能？云影忍者经过片刻的愣神后，瞬间沸腾了起来。他们愤怒地抽出武器，准备要跟宇智波佐助拼命。要知道，达鲁伊的身份在云影可是异常尊贵，虽说平时看起来只是4代雷影的护卫，但其实际地位在整个云影中都能排到前10。要知道，这种人物甚至是有资格竞选下一代雷影的。然而达鲁伊就这样死在了云影众人面前，这让云影群情激愤，恨不得上来乱刀砍死佐助。至于那3个封印班忍者，则是被众人无视，3个小角色而已，也就跟他们熟悉的队友会难过一下，其意义根本无法跟达鲁伊大人的死相比。就在众人失去理智，想要围攻佐助时，只见4代雷影大吼一声，身上的气息暴涨了数倍。他对着部下大吼道：“你们全都给我站在原地不许动！这小鬼不是你们能对付的，别给老子添乱！”此时他已经开启了雷遁查克拉模式的第2阶段，最强雷遁之铠。此时他的速度、力量、攻击力、防御力都比之前提升了1大截，这是他压箱底的绝技。开启了这个状态的他，甚至有信心跟自己的父亲3代雷影碰一碰。此时的他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达鲁伊是他最为看重的部下，而且对方出身于夜月一族，还继承了霹雳之刻印，可以说是自己钦定的第5代雷影。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自己的继承人，居然当着自己的面被人烧成了焦炭，这让他愤怒的已经失去了理智。此时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这个宇智波佐助包括光影村都要为达鲁伊偿命。4代雷影用尽全力朝佐助一拳打来，此时他的怒火已经升腾到了顶点，是要将佐助一拳打成肉酱。佐助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将忍刀向前一横，准备挡住对方这发势大力沉的攻击。砰！爆响声传来，佐助被一拳击飞。很显然，他有些高估自己的体术水平了。对方这一拳的威力远远超乎他的想象，把佐助打得有些措手不及。倒飞而出的他还没等落地，便看见一道雷光从自己身旁呼啸而过。他惊讶地发现4代雷影居然速度快到追上了倒飞而出的自己。这家伙的速度果然如同情报上说的一样，快到了极致。看来想单纯用体术战胜对方有些不现实。只见4代雷影先一步跑到佐助飞行的必经之路上，随后右脚高高抬起，朝着佐助的脑袋一脚劈了下来。一雷沉怒雷斧，这一脚威力极大，若是被正面踢中，哪怕是以佐助这副锻炼了气的强韧身躯，估计也会受伤。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佐助的万花筒血轮眼一转，天照之火瞬间朝着4代雷影的方向飞去。天照也是有弹道的，并不是看到什么就会直接燃烧什么，因此只要提前反应，外加速度足够快，完全是可以躲避天照火焰的。而这2点条件4代雷影都有，因此他第一时间便察觉到了天照之火的靠近。说实话，他是想这一脚踢下来跟着小鬼同归于尽的，毕竟这一脚下来自己可能只是断一条腿，这个小鬼可是会直接没命。但见到越来越近的天照，他又犹豫了。跟着小鬼如此拼命，他感觉有些不值。现在正是云影村崛起的大好时机，要是自己因为这个小鬼断一条腿成为废人，一定会对云影的士气造成重大的打击。最终他一咬牙侧了个身，躲开了天照之火的攻击，但随之而来的便是错过了攻击佐助的最好时机，让佐助卸掉了刚才那一击的冲击力，站稳了身位。2人稍稍拉开距离后，佐助瞪着万花筒血轮眼仔细观察4代雷影。对方此时的查克拉异常狂暴，而且如同大海般无穷无尽，这种查克拉量在他所见过的人里，恐怕也只有鸣人能胜过一筹。舔了舔嘴唇，露出嗜血的笑容，体内宇智波一族好战的血液彻底被激活，宛如嗜血的凶兽般盯着4代雷影。
这次卸任总指挥真是个明智的决定，否则他可能就要错过4代雷影这么一个好对手了。对方似乎很忌惮自己的天照，不过这也正常，就凭这帮家伙半吊子的封印术水平，根本不可能像自来也那样完全的封印自己的天照之火。既然对方忌惮于自己的天照，那就让他们好好尝尝天照的威力。只见他将手中的忍刀收回了卷轴中，紧接着眸光一闪，天照之火在他手中凝聚成一把漆黑的长剑。天照之剑凝聚而成后，他二话没说，直接奔着雷影的方向杀来。雷影皱着眉躲避佐助天照之剑的攻击，这种诡异的黑色火焰实在是令人讨厌。4代雷影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无法克制的忍术，像是3代土影的沉遁，还有这个小鬼手中的黑色火焰，这种没有天敌不可以用蛮力抵挡的东西最令他头疼。明明是忍者间堂堂正正的战斗，难道就不能使用些常规招数吗？非要使用这些歪门邪道，真是一群卑鄙的法师。仓皇躲避攻击的雷影越打越气，就在他束手无策时，只见一发章鱼触须从自己后方突袭而至，来到了战场中心。4大雷影一眼便认出了这是奇拉比的触须，因此并没有惊慌，他只是有些好奇比突然伸出触须来做什么。就在他疑惑时，章鱼触须突然缠住了他的腰，让他前进的势头突然一动，整个人停在了原地。他震惊的眼珠子都快跳了出来，捏着拳头回头对着奇拉比大喊道：比，你这家伙在搞什么？你去缠住那个小鬼啊，为什么要缠住我？远处的奇拉比并没有搭话，而是触须一用力将4代雷影拽离了战场。佐助好奇地看着骂骂咧咧被拽走的4代雷影，不知道对方在搞什么鬼。但下一刻他瞳孔紧缩，因为远处忽然飞过来一颗漆黑如墨的查克拉圆球。这颗圆球直径大概有2-3米，其中查克拉的浓度之强，哪怕是佐助也吃惊不已。能将查克拉浓缩到这个地步，已经不是查克拉控制可以做到的，这貌似是需要查克拉中带有某种特殊的性质变化才行。不过这些都是后话，见到一颗如此高浓度的查克拉球朝自己飞来，佐助瞬间感到头皮发麻。现在展开完全体须佐能乎时间上有些来不及，看来只能使用半身须佐勉强抵挡一下了。念及至此，他身旁瞬间冒出紫色的光芒，就在半身须佐还没有完全成型时，尾兽玉先一步到达了他的面前。轰隆！剧烈的爆炸声传进了每一个人的耳中，看着不远处爆炸的火光，远处躲藏在森林中的日向日叉死死地攥紧了拳头。他早就到达了战场，但佐助等人的战斗他实在插不上手，于是只好藏起来在远处观望。他只是个常规忍者，进行常规的战斗他还可以出手协助一下佐助，但现在战斗的规模已经不是他这种实力没有达到影级的普通上忍可以参与的。在他身旁同样观战的其他光影忍者也都咽了咽口水，这些人个个都强得跟怪物一样，忍者之间的实力差距为什么会这么大？看着尾兽玉爆炸所掀起的巨大火光，日向日叉皱着眉将手伸进了怀中。片刻过后，他掏出一个黑色的大哥大，拨通了号码，对着电话另一头说道：宁次，中路遭遇敌方主力，请求支援。请求支援。电话另一头沉默了片刻，随后宁次那稚嫩却显得十分沉稳的声音传来：收到。之后日向日叉给其他路的几个人都打了一遍电话，将这里的具体情况三言两语的全说清楚后，他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将大哥大又收回了怀中。这大哥大果然比传音忍术好用，之前使用传音忍术传递情报的方式特别繁琐，先是要每支队伍都要配一名山中一族，随后还要由山中一族的族长作为信号基站联络每个山中族人，想要说话要由这些山中族人们传达，哪像现在一样自己不好自己打，有什么事自己就能说得清楚，不用依靠这些嘴笨的山中族人来传达，提高了不少通讯效率。联络完其他队伍后，他又将视线投回了战场中心，只见已经进入了完全尾兽化的游牧人桀桀怪笑道：混蛋小鬼，这下死透了吧，竟敢杀死达鲁伊，真是不可原谅。奇拉比收回了捆住4代雷影的章鱼触须，一边 rap 一边说道：哟，这下总算是死透了吧。哟，不同于两人的乐观，4代雷影爱眉头紧锁的看着浓烟之中，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似乎是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在浓烟之中酝酿。就在这时，众人瞳孔紧缩，浓烟之中一道紫色光芒拔地而起，穿透了浓烟的包裹，直冲天际。众人惊恐地发现，这紫色光芒居然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紫色巨人。见多识广的4代雷影瞬间被认出了这是什么，惊呼道：这难道是须佐能乎吗？一些年纪稍大的忍者听到这个名字后瞬间变得脸色苍白，一些没听说过的年轻忍者开始还有些疑惑，但抬头看着那接近100米高的紫色巨人时突然打这个冷战。这不必其他人给他们介绍了，光是见到这个巨大的体型就知道这个忍术绝对不好对付。就在众人惊恐与震撼的表情中，身处于须佐能乎中的佐助突然猖狂地大笑起来，这股力量真是太棒了。每次使用这股力量时，他都有一种无可匹敌的感觉。他伸出右手紧紧握成拳头，巨大的须佐能乎跟他做着同样的动作，感受着这股深藏于自己血脉中的力量，佐助心中生出一种天下英雄出我辈的自豪感。狗屁的雷之国，狗屁的云隐，狗屁的玄。想到这里时，他打了个冷战，抬头朝四周看了看，确认鸣人的那个家没在周围偷看后，小声骂了一句：狗屁的漩涡鸣人。骂了几句，鸣人过了过嘴瘾后，佐助操控着须佐能乎一步一步朝着雷影的方向走去。
须佐能乎每迈一脚地面都会剧烈的震颤，每动一下巨大的风压都会吹得雷影的衣衫猎猎作响。他咬牙看着越来越近的须佐能乎，他对身旁同样面色凝重的奇拉比说道：“比，你也进入完全尾兽化吧。”随后他又转身对着一众云隐忍者吼道：“你们退远一点，接下来的战斗已经不是你们可以近距离观战的了。”云隐忍者闻言，心中十分不甘心。这些人平时天不怕地不怕，一直以最强忍村的忍者自居，但没想到今天他们居然沦落到了连观战的资格都没有的地步，真是让人不甘心。但最终他们还是无奈地接受了现实，朝后方退去。这些人速度很快，如同跳蚤，嗖嗖嗖便不见了踪影。见到这些普通忍者们全部撤退，四代雷影深州的雷光更加耀眼了几分，对着已经进入完全尾兽化的游牧人和奇拉比吼道：“我们上！”须佐能乎与雷之国三大战力的战斗如火如荼的进行，10几公里外，数千名云隐忍者找了个地势较高的地方驻足观望。站在这么远的地方，根本看不清双方战斗的具体过程，只能听到能量爆炸掀起的光芒与战斗的震动声。震动传来的声响越来越大，直到一颗尾兽玉朝他们斜侧方飞来，然后在他们几百米外的位置爆炸，才惊醒了众人。刚才他们正沉浸于这场战斗的惨烈，这场爆炸提醒着众人，即便是离这么远观战，也不是很安全。此时负责指挥云隐军团的是精英上人土台，他看着不远处被炸得满目狼藉的森林，叹了口气，命令道：“继续后撤。”随着他的命令下达，火影忍者有秩序地继续朝远离战场的方向撤退。他们可不想因为观战而被战斗的余波所波及致死，这么死也太亏了。忍者的行动力异常强大，土台的命令下达后，数千人瞬间消失在原地。数千人同时使用瞬身术消失的场面非常壮观。此时如果有普通人在这里，肯定会被吓得晕过去。一边指挥队伍撤退，土台一边皱着眉思考着什么。这次战争真是大意了，没想到光影村居然隐藏着宇智波佐助这种开启了万花筒写轮眼的高手。最令人惊讶的是，对方的年纪仅仅8岁就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如果放任不管，将来一定又是一个忍者之神级别的强，甚至比忍者之神还要强大。此时他心中祈祷起来：雷影大人、奇拉比还有游牧人，你们可千万要杀死这个小鬼！如此天赋的小鬼绝对不能让他活下来。此时正是云隐崛起的关键时刻，无论是云隐还是忍界都无法承受再出现一个忍者之神的后果。就在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一个荒谬的可能，有没有可能光影村的那些顾问长老都是这种恐怖的怪物呢？紧接着又摇了摇头，苦笑了一声，怎么可能有这么邪门的事？火之国就算人才辈出，也不可能出现那么多的少年强者，一定是自己想多了。土台心事重重的朝前赶路，丝毫没有察觉到此时云隐部队的心态已经产生了变化。队伍后方的阿慈一紧紧地握着拳，随后嗷的一声叫，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周围忍者全都用惊讶的目光看着今年只有10岁的阿慈一，不知道这小子又犯了什么病。只见阿慈一怒吼一声道：“真是可恶！凭什么我们这么一大群人要被那个宇智波佐助吓跑？我们可是忍界的最强忍村云隐的忍者，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什么忙都帮不上，只能远远地跑开，甚至连观战的资格都没有，我实在是不甘心。”阿慈一郁闷到了极点，他在云隐中也是个小有名气的天才忍者，年仅10岁就在忍者学校毕业不说，实力也早就达到了中忍的级别。如果不是突然爆发战争，他早就参加中忍考试，成为一名货真价实的中忍了。本来他还信心满满的想要通过这场战争证明自己的实力，获得大家的认可后晋升为中忍，没想到刚一上战场就碰到了宇智波佐助这个变态，居然比自己的年纪还小就只身挡住了云隐村的3大战力。要知道这3大战力可都是他崇拜的存在，尤其是4代雷影大人，那更是整个云隐村的国民偶像。然而这3位大人居然被一个比自己年纪还小的家伙给挡住了，这让从小天才光环加身的他如何能够忍受？再加上这一路的逃窜，更是让他的情绪到达极点，此时终于彻底爆发了出来。周围的云隐忍者们听到阿慈一的话后，纷纷低下了头。他们在开战前也都是信心满满，准备大干一场的。不料上了战场后，仅仅是碰到了一个8岁小鬼，就弄得他们灰头土脸，这让众人的情绪失落到了顶点。难道他们云隐最强忍村的名号是假的吗？难道他们雷之国永远也比不上火之国吗？此时土台也注意到了部下们的情绪，心中暗骂一声，自己真是大意了。一直在思考宇智波佐助的事，忽略了自己人的感受，他连忙站出来安抚众人的情绪，保证士气不崩溃。然而云隐忍者的情绪比他想象中的还要糟糕，无论他如何打鸡血这帮人，就是提不起兴趣，甚至都已经有了投降停止战争的心思。这可不妙啊！雷影大人将云隐部队的指挥官这么重要的位置让给自己，万一自己把部下面的士气给搞没了，那可就太辜负雷影大人的信任了。沉思的片刻后，他对众人大吼一声道：“大家先不要失落，先听我说。”见众人看来，土台深吸一口气，郑重说道：“我有一个提议，我们不如趁现在雷影大人牵制住敌方的主力，绕路偷袭光影部队的后方。光影村的忍者此时一定跟我们一样，都在远处远远的观战，绝对想不到我们会绕路偷袭他们。”这时人群中一名上忍对着土台凝重道：“土台大人，我不是给您泼冷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光影村还隐藏着其他强者的话，我们要怎么办？”土台心中暗骂一声，这个蠢货，他一个劲的想要转移注意力，
这个家伙居然给自己拆台，真是可恶至极。他还不知道这么做风险巨大吗？自己这个提议完全是为了鼓舞士气，转移忍者们的注意力。至于这次绕路，他就根本没想过要碰到敌方忍者，只不过是换个路溜溜弯，最终一句没找到敌方主力部队，敷衍了事就得了。结果这个家伙还给自己拆台，等回去一定要把这家伙这个月奖金全给扣光。深吸一口气后，他再次对着众人鼓舞道：“大家不必担心，我曾经调查过，那个宇智波佐助完全是另类的存在，纯属是意外的产物，火之国不可能再出现第二个。”这下众人稍稍提起了一些事情，仔细一想，土台大人的话确实很有道理。像宇智波佐助那种级别的怪物小鬼，怎么可能满地都是？如果真满地都是，那才是见了鬼。伴随着土台的鼓舞，众人逐渐恢复了斗志，一边在心中给自己打气，一边跟随着土台往那个位置的方向绕路而去。见到身后这群部下再次恢复了斗志，土台长长的松了口气，算把这帮家伙忽悠住，接下来只要带着他们四处绕路就行了。他闭上眼睛，仔细观察周围的查克拉波动，随后便察觉到了远处有一个不到20人的小股部队潜伏着。他立刻脸色一变，掀开了左眼的眼罩，看向查克拉传来的方向。只见他眼罩下的左眼赫然是一只日向一族的白眼，这是几年前他在一场狩猎木叶日向一族增加成员时获得的战利品。他在少年时就因为一场与敌人的死斗失去了左眼，这只白眼的补充可谓是完美的弥补了他的缺陷。只见他左眼眶周围青筋暴起，随后远处的画面清晰地落入他的眼中。日向日叉也似乎发现了什么，开启白眼朝这个方向看来。二人的白眼看到了彼此，同时脸色大变。日叉想都没想，直接命令着部下朝远处逃窜。如今己方的增援还没到，如果碰到了对方主力部队，必死无疑。土台见到对方逃跑后，稍稍松了口气。原本他就只想带着这些士气低落的忍者溜溜弯，可不想真被对方缠住，等来火之国忍者的支援。就在这时，身旁一名上忍来到土台身边问道：“土台大人，是出现什么敌人了吗？”土台摇了摇头说道：“没有，继续朝预定的方向进军吧。”随着他的命令下达，众人继续漫无目的地跟随着土台溜弯。经过这么一散心，众人的士气也算是稍稍有了提振。刚才被佐助打没了的士气又稍稍有了回升。什么狗屁宇智波一族的天才，不过是一个臭小鬼而已，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临走前，雷影大人、奇拉比大人和游牧人大人三人已经把宇智波佐助死死地压制住，想必不久后就能传出他们胜利的消息，到时候他们就能一鼓作气，直接打到火之国腹地，消灭那个可恶的光影村。就在众人士气恢复了的档口，土台再次发现前方出现一股查克拉波动，这次的查克拉波动比之前的还要强烈无数倍，令他整个人汗毛倒竖，头皮发麻。如此强烈的查克拉，甚至超过了之前见过的宇智波佐助。到底是什么人会拥有如此恐怖的查克拉？他立刻挥手制止住云影部队的行军，随后开启白眼朝查克拉传来的方向看去。首先映入他眼帘的不是人，而是一道水柱，一道细小而又绵长的水柱。水柱从树上流下落，洒入地面一个水坑中。土台顺着水柱抬头看去，只见树上一个金发小鬼手扶着作案工具，正给脚下这棵树施肥呢。见到这一幕，土台突然愣在原地半天没回过神。本来还以为要见到什么实力恐怖的高手，结果没想到是一个站在树上撒尿的臭小鬼。就在他愣神时，鸣人已经放水结束，身体抖了抖，随后提起裤子看向了土台的方向。只见鸣人面色不善地看向自己的方向，嘴角动了动，似乎是说了些什么。土台以前学习过唇语，瞬间便通过对方的嘴型读出了对方的话：“老东西竟敢偷看我施肥，再看老子把你眼睛抠下来！”土台瞬间打了个冷战，刚想通知身后的部下转身逃跑，便看到鸣人消失在了原地。什么？那个金发小鬼怎么突然消失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只觉左眼一黑，随后无尽的黑暗笼罩了他一半的世界。原来鸣人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顺便抠下了他的左眼，握在了手中。土台疼得嗷嗷大叫，捂着眼睛痛苦不已。周围人也都瞪大了双眼看向土台和鸣人的方向，一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鸣人低头看了看手中这枚白眼，随后从怀中掏出一个装有特制药水的瓶子，将眼睛装了进去。直到这时，距离最近的几名上忍才回过神来，只见他们双手结印，便要攻向鸣人，但手刚抬起来便倒飞而出，撞断了好几棵树，又在地上犁出了长长的沟壑，最终昏迷了过去。鸣人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众人刚反应过来，他都已经出手完毕，双方的实力明显不在一个层次上。土台连忙制止了身后还想继续出手的部下，随后左手捂着左眼，右眼死死地盯着鸣人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刚想继续问下去，土台突然止住的话，惊恐地看着鸣人的脸。刚才事发突然他没有仔细看，现在仔细一看，他立刻就想起了这张脸的身份。他指着鸣人颤声说道：“你是光影村的首领漩涡鸣人。”鸣人点了点头说道：“没错，能认出我，看来你的眼睛也不算太瞎。”土台心中拔凉的，对方出现在这里，很显然是有备而来。己方虽然勉强提升了士气，但面对跟宇智波佐助一个级别的怪物小鬼，他心中也没什么底。这时，只听鸣人不耐烦地说道：“本来我是想出手把你们全部干掉，但我也知道你们只是奉命行事的大头兵，要是为难你们，我就太小家子气了。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机会，立刻投降，我可以优待你们这群俘虏，否则可就别怪我出手狠辣，让你们菊花不保了。”还没等土台回话，
身后的一众云隐忍者群情激愤道：“你这个可恶的小鬼，别太嚣张了！没错，以为会一些时空间忍术就可以再忍界为所欲为吗？你这可恶的小鬼，还真把自己当成宇智波佐助了！我就不信你们火之国的小鬼一个个都那么变态。那个宇智波佐助拥有万花筒写轮眼，我们不是对手，但你明显就是个没有血脉的普通忍者，就算你拥有时空间忍术，也不可能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众人越说声音越大，越说气数越足，甚至看向鸣人的目光充满了贪婪与兴奋。这些云隐忍者正愁捞不到功劳，如今敌方的首领亲自送上门来，这将会是多么大的一个功劳啊！坐拥如此功劳，他们一定也可以名传忍界，到时候荣誉和财富自己唾手可得。想到这里，众人看鸣人的目光仿佛是在看猎物一般。鸣人也满意的点了点头，欣赏的看着这些搞不清楚状况的云隐忍者，果然符合他对雷之国人的刻板印象，这帮家伙不见棺材是不会死心的。念及至此，他身形一晃，消失在原地，下一刻出现在距离他最近的一名云隐忍者面前，随后一拳砸猛了这个丝毫没有反应过来的倒霉鬼。众人震惊的看向鸣人的方向，却发现鸣人的身形再次消失不见，下一刻又出现在另一个人面前，一拳又打猛了一名云隐忍者。这土台才反应过来，心知已经没有缓和的余地，他也不再迟疑，立刻对身后命令道：“张开时空间结界，不要再让漩涡鸣人使用时空间忍术。”结界班忍者闻言，瞬间朝东西南北4个方向跑开。站到合适的位置后，双手结印，一道透明的空间结界瞬间成型。望着成型的结界，一众云隐忍者们长长的松了口气，随后眼含杀气的看向了鸣人，嘲讽道：“呵呵，这下你没咒念了吧？现在你已经失去了释放时空间忍术的能力，接下来你要面对的可是……”还没等这名云隐上人嘲讽完毕，鸣人的拳头就落在了他的脸上，下一刻他脸部变形扭曲，随后身体螺旋着飞了出去。众人震惊的看着飞出去的同伴，惊恐大吼道：“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在时空间结界里还能够施展空间忍术？”鸣人眨了眨眼，疑惑道：“我也从来没说我使用了时空间忍术啊！我虽然会时空间忍术，但基本上都是用那东西赶路。那东西打起架来晕晕乎乎的，一不留神就撞墙上。谁打架时会用那玩意儿？这不纯缺心眼吗？还在死神肚子里的波风水门打了个喷嚏，想不到自己死了这么多年，还有人骂自己，真是稀奇了。”而与他同样封印在死神肚子里的半只九尾嘲讽道：“你这家伙还真是乐观，都不知道还要在这里待多久，居然还笑得出来。”波风水门尴尬的挠了挠头，一脸无辜。而此时在双之国战场的鸣人则是玩嗨了，只见他一拳一个打这些云隐忍者，如同砍瓜切菜。最后他打得有些无聊，直接制造出了一个打人机器人来帮助他机械化的来揍这些云隐忍者。这是一个10多米高的人形机器人，通体洁白，没有五官，看上去有些像蒸汽机器人。只见他左手呈现一个漏斗形的吸尘器模样，只要将吸尘器对准谁，那个人就会像磁铁一样被吸进打人机器人的身体里。这是不是风遁？而是鸣人观摩天道佩恩的万象天影学会的招数，被他加入到这个打人机器人当中。而云隐忍者们被吸入到打人机器人的身体后，仅仅只是个开始，里面拥有各种拳打脚踢、恭候您的光临。在经历了一番蹂躏后，会被打人机器人从右手的出口上吐出来，随后翻着白眼在地上睡觉去。这么一套流水线工程，打得火影忍者头皮发麻。他们尝试了使用各种方法对这个机器人进行攻击，但丝毫没有效果。这个机器人仿佛根本不会受到伤害一般，不会思考，不会休息，只会机械地将他们吸到身体里，然后打一顿吐出来，极度凶残。众人见奈何不了这个打人机器人，纷纷将目光投向了鸣人本体。收拾不了那个奇怪的通灵兽，难道还收拾不了这个小鬼吗？然而事实证明，他们还真收拾不了。鸣人见这帮人总来烦自己，直接打开了打人机器人胸前的入口，随后一头钻进了打人机器人中睡觉去了。这下好了，打人机器人的最后一个短板也被彻底弥补，现在他唯一的任务就是机械化的打人了。云隐忍者们痛苦地看着一个又一个同伴被打人机器人吸进肚子里，然后被打得鼻青脸肿吐出来，倒在地上昏迷，却无能为力。这令他们的战斗意志再次陷入崩溃。在将近一半云隐忍者已经被打晕的时候，开始有人崩溃逃跑。此时他们已经顾不得最强忍村的荣誉，面对这么一个根本无法战胜的怪物，任凭是谁都会心里崩溃。土台见士气已经崩溃，心知大势已去。正当他准备正式下令大军撤退时，打人机器人突然身体一抖，发生了一些变化。只见他后背缓缓打开，随后一块黑色的幕布弹射向了天空，飞到了数百米的高空之上。众人疑惑地抬头望去，随后脸色大变。只见那黑色的幕布在天空中不断弥漫，最终笼罩了整片天空。众人目力所及之处已经被黑色的幕布完全遮盖，整片空间失去了光彩，只听到打人机器人哈哈的大笑声。这大笑声参考撸啊撸中的蒸汽机器人，笑出了机器人的猖狂，机器人的风采。在确保所有的猎物不会逃跑后，打人机器人的胳膊又粗了好几圈，吸附力又强了几倍，工作效率有了质的提升。云隐忍者们哭爹喊娘，有一些则是趁乱躺在地上装死，希望可以用这种方法逃过打人机器人的追捕。然而他们的想法注定要落空，因为打人机器人身体里有生命探测装置，可以精准地扫描周围人的生命特征。只要在他的扫描中还存在着一个健全的生物，他就不会停下工作的脚步，
其工作效率与认真程度是人类007都拍马而不及的。在他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下，所有的云隐忍者都被他吸进了身体内，就连土台都满脸绝望着看着黑暗将自己吞噬。经过了一阵鸡飞狗跳后，打人机器人收回了笼罩天空的幕布，阳光再次照向这片土地，满地被打得昏迷的云隐忍者也再次见到了光明。只可惜他们现在一个个都翻着白眼陷入昏迷，根本无心欣赏着爽朗的天空。见到工作完成后，打人机器人满意的一点头，随后身体里内置的闹钟000响了起来。在他身体里睡觉的鸣人翻了个身，随后在内部一拳打爆了打人机器人的脑袋，不耐烦道：真是吵死了，谁 TMD 定的铃声就不能让人好好睡个安稳觉吗？此时被他当枕头一样枕在脑袋底下的打人机器人 CPU 满心绝望，是你让我工作结束后叫你起床的，你不表扬我就算了，怎么还打我呢？人类真是坏透了。就在鸣人呼呼大睡时，另一边的战斗也接近于尾声。战场中心满目狼藉，之前战斗的那片森林已经完全夷为平地，地上坑坑洼洼，大地一片焦黑，似乎是被火焰炙烤而成。奇拉比此时已经退回了平常状态，只见他衣服破破烂烂的站在一片空地上大口喘气，身旁的游牧人躺在地上进气多出气少，似乎受了很严重的伤。艰难的将气喘匀后，抬头看了看不远处双手环抱的宇智波佐助，这个小鬼简直是个怪物中的怪物。与对方的战斗是他这辈子打过最艰难的一场，就算是当年跟九尾的大战都没有这次凶险。那次跟九尾的战斗虽说也很艰难，但他们仍然可以保证配合不乱，气息平稳，消耗的查克拉跟恢复的查克拉达成了某种平衡，才能消耗了几天几夜才逐渐力竭。但这次仅仅不到半个时辰，他们的查克拉就已经见底，游牧人更是查克拉耗光被打晕了过去，如果不是自己出手及时，很有可能会被宇智波佐助直接打死。他又偏头看了看身受重伤查克拉几乎枯竭的兄长爱，对方正扶着一块巨石呼呼的喘气。如今的形势再明显不过，他们已经输了，这个叫宇智波佐助的小鬼实在是强的令人难以想象。接下来已经不是能不能战胜对方的问题，他们接下来要考虑的是究竟要如何逃走才对。但以兄长的性格，估计很难接受自己的失败，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独自留下来断后，尝试跟那个小鬼同归于尽。奇拉比墨镜下的眼神越来越凝重，最终他下定决心对着四代雷影爱说道：兄长，你带着游牧人先走吧。爱瞪大着双眼看着奇拉比，只听比释怀的说道：你是云影的雷影，村子那边还需要你来主持大局，所以你绝对不能死在这里。我已经留好了后手，绝不会被敌人活捉，从而抽走尾兽，所以兄长你就放心的离开，这次由我来给你断后。说完他深吸了一口气，体内的查克拉不停朝外翻涌，似乎是打算再次进入半尾兽化模式。就在他的气势即将达到顶峰时，只见四代雷影一个箭步来到了他的面前，一拳打在了他的脑门上。哎呦！奇拉比捂着脑门对四代雷影问道：兄长你这是干什么？四代雷影目光凶狠地瞪着奇拉比，咬牙怒道：你这蠢货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呢？就算是断后也轮不到你来，老子是云隐村的四代雷影，守护这个村子就是我存在的意义，哪轮得到你来为我断后？赶紧背着游牧人给老子滚回云隐，否则别怪老子收拾你。奇拉比还想说些什么，却被四代雷影哀求的眼神所阻止。他还是头一次见到性格强势的兄长用这种祈求的眼神看着他。最终他紧握的拳头逐渐松开，眼神暗淡的弯腰扛起了游牧人，便打算转身离开。就在这时，几道人影顺身来到战场中心，随后按照一定队形将四代雷影三人团团围住。佐助挑了挑眉，随后对宁次众人说道：你们怎么来了？这场战斗没有你们的事，赶紧一边待着去。来者正是宁次、小李、丁次和志乃四人。听到佐助的话后，宁次撇了撇嘴说道：你这家伙也太贪心了，所有敌人都一个人独吞，简直跟那家伙一个嘴脸。佐助冷哼了一声说道：你这家伙也就敢在我面前逞点口舌之能，你这话敢到那个家伙面前去说吗？二人旁若无人的交流引得四代雷影和奇拉比眉头紧锁，此时他们再也不敢轻视火之国的这些小鬼，敢跟那个怪物小鬼宇智波佐助这么说话的人估计也是个怪物。二人对视了一眼，这下可难办了。最终四代雷影下定了决心，大吼一声，再次开启了最强雷遁之铠。这次他的雷遁之铠强过他以往任何一次。最强雷遁之铠这个忍术其实对忍者是一把双刃剑，每次施展的时候他都要留出一部分查克拉用来护住身体，防止狂暴的能量将自身的内脏伤到。但这次他连防护自身内脏的查克拉都没有保留，全部拿了出来，显然他是想要拼尽生命为自己的弟弟奇拉比杀出一条血路。只见他瞬间出手，地狱突刺一本贯手，直奔宁次杀来。两行清泪从奇拉比的墨镜下流下，他知道这次兄长恐怕是凶多吉少了，不过他会好好珍惜兄长给他争取的这次机会，紧紧地跟在兄长身后，打算突围而出。四代雷影偷袭的时候正好赶上宁次对着佐助说话，因此他是侧身对着四代雷影，没有展开防御架势。四代雷影眸光一亮，看样子有戏。然而就在这时，他身体一僵，体内的查克拉瞬间消散一空，他的身体也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般，整个人瘫软在地上。这是怎么回事？自己的查克拉为什么突然消散了？这时他才发现，不知何时自己身上爬上了一些黑色的小虫子，
见多识广的他一瞬间便猜到了这虫子的来历。这应该是火之国有女一族的控虫忍术，但为什么只有这几只小虫子就可以引得自己的查克拉全部溃散？要知道，以他的查克拉体量，即便是被虫海包围，都可以全身而退。如今仅仅是这几只小虫子而已，怎么可能将他的查克拉全部吸光？就在这时，智乃推了推墨镜说道：“果然还是对付你这种只会胡乱挥舞查克拉的人最简单，只需要偷偷让他们爬到你们的身体，吸食查克拉就行了，比对付宁次他们要简单得多。这些虫子是由女智乃最近才培育成功的特殊虫子，这些虫子本身都掌握了气，而且经过数代的培养，食量比普通的虫子大无数倍，属于精英特工虫。只要被他们盯上，哪怕是尾兽都会被吸光查克拉。像四代雷影这种强弩之末，怎么可能挡得住这些特制虫子的吸收呢？”被吸干了查克拉的四代雷影强打精神，想要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缓缓地闭上了双眼，陷入了昏迷。最后场上只剩下奇拉比一个人，刚刚想要趁机逃跑的他被丁次一发大拳头捶了回来。望着趴在地上陷入了昏迷的四代雷影，奇拉比最终叹了口气，将游牧人放在了地上，随后说道：“我投降，希望你们能看在两国和平的份上，饶过兄长一命。”听到对方的话后，众人稍稍放松了一些，随后将目光投向佐助，毕竟雷影等人严格来说是佐助的战利品，应该由对方来处理才对。佐助也懒得管这些破事儿，但他还是打算最后装一波，于是双手环抱，冷哼一声说道：“你这是在说些什么鬼话？你要明白，你们是被我抓获的俘虏，即便是我要谈判，也要去跟雷之国大明谈，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你们根本没有资格代表雷之国。”所以，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不远处突然传来一个男人雄浑的声音：“光影村接受你们的投降，跟我们回村子一趟，商讨两国停战的事宜吧。”佐助惊讶地回头望去，只见说话之人竟是自己的父亲宇智波富岳，带领着大批忍者赶来。这家伙怎么也过来了？正常指挥官不是轻易不能上前线吗？他立刻对着自己老爹不满道：“你怎么来了？指挥官轻易离开指挥中心是不合制度的，你就不怕我以顾问长老的身份弹劾你吗？”宇智波富岳冷哼了一声，不屑道：“还真把顾问长老当上方宝剑了。你可别忘记，顾问长老的本质不过是光影大人的幕僚，你们的权力都是来自于光影大人，因此最终我是否要被惩罚，还是要看光影大人的意思，轮不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佐助被噎得哑口无言，至于鸣人究竟会不会惩罚自己老爹，他用脚趾头想都想明白。那家伙巴不得看到自己吃瘪，能惩罚自己老爹就有鬼了。看着自己这个逆子露出吃了死苍蝇般的难看表情，宇智波富岳的心情畅快极了。这个逆子平时用顾问长老的身份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来气，这回他就用漩涡鸣人反过来压着逆子，让这逆子明白他老子永远是他老子。最终佐助冷哼的一声说道：“既然如此，就随便你怎么处理吧，我累了需要休息。”说完，他头也不回地朝营地的方向走去，丝毫没把自己老爹这个战场指挥官放在眼里。傅岳也没有管这个逆子的态度，这欠揍的小子赶紧滚蛋也是好事，他还巴不得这小子滚得远远的，最好再也别出现在他面前。处理了佐助这个逆子后，宇智波富岳看向奇拉比说道：“虽说我们有意与雷之国签订和平协议，但毕竟人柱力和雷影都是危险人物，因此适当的措施还是要进行的。”奇拉比无奈地点了点头，他知道现在就算自己反对也没有用，于是配合的被对方用封印束捆了起来，随后押走。处理完3名俘虏后，宇智波富岳继续命令道：“剩下的队伍继续去寻找云隐忍者的大部队，能活捉的尽量活捉，捉不住的就赶回雷之国去。”众人得令，随后朝着四面八方搜索起云隐忍者的动向。而就在这时，鸣人这个睡美男也总算是从睡梦中苏醒了。啊！鸣人慵懒地打了个哈欠，随后缓缓地睁开了眼。坐起身后，他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堆破铜烂铁里，这是怎么回事？自己不是在打人机器人里吗？右手下意识地乱摸，随后就摸到了打人机器人的 CPU， 将 CPU 的记忆传回了自己大脑后，他才明白发生了什么。随后他尴尬地销毁了打人机器人的 CPU， 装作无事发生的样子，迈步从一堆废铁中走了出来。抬头看着晴朗的天空，鸣人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一觉睡得真天地舒服。随后他又环视了一圈周围的情况，此时这片森林内躺满了云隐忍者，个个鼻青脸肿，嘴角流血，有些还翻着白眼。不过打人机器人还是很讲分寸的，把人的血线打得剩下 20% 左右就不打了，因此这些人绝大多数都还活着。至于一些死的，则是重伤昏迷后被队友的忍术波及到所致，毕竟人类可没有打人机器人那么精确，而且刚才还被打人机器人用幕布遮蔽了视野，技能打歪伤到自己人很正常。看着满地的忍者，鸣人露出了会心的笑容，这帮家伙都是优质的苦力啊！接下来想要建设火之国，需要非常多的人手，仅靠自己培养的人现在已经有些捉襟见肘，不如把这些人当作劳工建设火之国。话说回来，宇之国那边应该也需要不少人手，毕竟那里的环境比火之国恶劣得多，改造起来应该更费力气。现在掌门跟自己也算是合作伙伴，既然如此，还是要给对方提供一些便利的，不如就在这些劳工当中给对方分出一部分帮对方打工算了。不过问题又来了，这么多人要怎么弄回去呢？使用影分身背回去倒也可以，毕竟几千个影分身对于他来说根本不算个事儿，弄出几10万个他都可以承受。问题是就这么回去有些不拉风啊，
自己这么英俊帅气的人，背着这么多胡子拉碴的大叔，一身肌肉的壮汉，这画面想想就太美，他有些不寒而栗。就在这时，他灵机一动，有了主意。只见鸣人环视了一周，随后找到了人群中躺着的土台。此时这家伙也被打得鼻青脸肿，双目紧闭，左眼的眼皮还凹陷下去，显得有些凄惨。鸣人直接伸出右手的食指点在对方的眉心，当手指离开对方眉心时，一根查克拉线在二者中间连接。查克拉线连好后，鸣人动了动手指，只见土台宛如抽风一般，从地上砰的一下蹦了起来，双目紧闭，身体紧绷，宛如一具提线木偶。鸣人满意的一点头，随后控制着土台转身面向了一众云隐忍者。只见土台双手缓缓平举起来，五指并拢成手刀状，掌心向下，随后他10根手指上亮起蓝色的查克拉波动，10根查克拉线瞬间连接到前方10名云隐忍者的身上。紧接着，被土台用查克拉线操控的10名云隐忍者以同样的姿势从地上蹦了起来，随后又伸手朝着另外100名忍者伸出了查克拉线。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数千云隐忍者就被查克拉线彻底连接在一起。此时，他们通过同一条查克拉线将自己的意志与精华相互传递，实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完美状态。看着被查克拉线全部连接在一起的数千名云隐忍者，鸣人满意的笑了笑。这么一来，所有人就都连接到一起了，接下来只要操控着他们自己走回光影就可以了。随后鸣人手指动了动，操控土台向前走路，但没想到这一下出了问题。只见土台刚一迈步就重心不稳，栽倒在地上。鸣人看着倒下的土台，嘴角抽了抽。刚才他想凭借自己的意志操控对方走路，没想到这走路看起来简单，实际上这么复杂。走路的时候要调节浑身的平衡，不能栽倒；迈步的时候不只是腰部跟胯在使力，承重的那条腿脚踝也要随着身体微微前倾，整体运转起来实在是太麻烦了。而且这只是操控一个人的工作量，看着后面成片的云隐忍者，鸣人一个头2个。就在这时，他突然想起了什么，脑海中金光乍现。既然迈步不行，那自己可以用简单的移动方式让对方移动啊。就比如说蹦，这是最简单的移动方式。如果所有人都奔着走路，那不就免去了迈步的麻烦了吗？想到就做，鸣人勾了勾手上的查克拉线，土台收到命令，双腿一用力，朝前蹦了一大步。看着稳稳落地的土台，鸣人大受鼓舞，立刻操控着土台又向前蹦了一次。这次让他往前蹦的时候，顺便操控身后那10个人。随后信号一个传一个，数千人如同浪潮般一蹦接着一蹦，场面异常壮观。鸣人看着往前一步一蹦哒的云隐忍者极为满意，自己又创造出了一个实用的忍术，自己真是太牛逼了。不过问题也随之出现，这样牛逼的忍术到底该起个什么样的牛逼名字呢？鸣人摸着下巴陷入了沉思。首先这个忍术不属于阴阳遁术，因此不能使用火、水、土、雷、风5种属性的遁术来命名。既然如此，就应该用人法来命名才对。接下来就是名字了，该叫什么好听的名字呢？想了半天，竟然一拍大腿有了主意，就叫你人法，人传人变僵尸之术。哈哈哈，这个名字实在是太屌了，我简直是太有才了，我都快被自己的才华秀哭了。随后他操控着僵尸大军们一步一步朝前蹦去，每次朝前蹦的时候都有土台带头，随后他身后的人群如同浪潮般一浪接着一浪往前跳。起初鸣人还觉得很好玩，但看久了就没什么意思了，而且操纵这些僵尸真是累啊。念及至此，他一伸手在虚空中凝聚出了一个铃铛，将那根查克拉线绑在铃铛上，随后每次一摇铃，僵尸大军们就往前蹦一下，一摇铃就往前蹦一下，非常好玩。就这样，他操控着数千俘虏在森林中慢悠悠的行进，另一边光影忍者部队也向着他的方向不断行进。就在刚刚感知，忍者察觉到了这个方向的查克拉波动，而且查克拉的数量非常多，看来云影大军就在这个方向。跑在人群最前方的小李对着身旁的宁次兴奋道：喂，宁次还没有到吗？刚刚感知忍者不是说距离不算太远吗？这怎么还没到？我都有些等不及了。宁次瞥了小李一眼，冷哼一声道：你那么兴奋干什么？这次云影部队最强的几个都被解决了，剩下的不过是一群杂鱼，有什么可兴奋的？小李捏着拳头激动道：这不一样，我可是十分期待能够在战场上击败更多的敌人，这样我就能证明即便是没有任何忍术天赋也可以成为优秀的忍者了。宁次叹了口气，小李的这个问题不仅是他头疼，就连鸣人都头疼不已。按理说学习了气的小李应该很轻易的能够施展忍术，毕竟可以用气引导压缩查克拉，释放忍术这种事对于小李来说应该轻而易举才对。但问题是小李这个家伙怎么也弄不明白性质变化，那查克拉形成一个火团的形状，活活往大树上撞，把大树都撞出一个大洞了，还没点着树呢。一开始宁次和鸣人他们以为是小李没有对应的查克拉属性，但后来五行遁术小李练了一个遍，结果一个都没练明白就学会用查克拉球砸人了。最后没有办法，众人默认了小李没有忍术天赋这个事实。小李也知道了自身的情况，从那天起专心修炼体术，再也没有对忍术产生过非分之想。但他不学忍术了不代表不在乎，因此他就一直想证明即便是不会忍术也能依靠单纯的体术成为忍界的至强者。宁次叹了口气，小李这个家伙就是太偏执了，这种性格其实不太好，遇到事情太容易钻牛角尖，早晚会吃个大亏。就在他想劝一劝小李别那么执着的时候，在他的白眼视野里突然出现了一大群人。
宁次先是愣了片刻，随后嘴角微微勾起，这帮云隐忍者可算是被他找到了，接下来他一定要……刚刚想到这里，他便愣在原地，因为他发现远处的云隐忍者居然跟僵尸一样，双手向前平举着跳了过来，而且这帮家伙跳的还挺有艺术气息的，跟浪潮一样，一浪接着一浪，跳起来还挺好看。宁次甩了甩脑袋，将乱七八糟的想法甩了出去，随后认真的在人群中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果然，他看到了举着铃铛朝自己招手的鸣人，果然是这家伙。这整个忍界估计也只有这个脑洞大开的家伙能干出这种事来。片刻后，双方见了面，宁次撇着嘴对鸣人说道：“你这家伙在搞什么鬼？怎么突然来到这里了？”鸣人耸了耸肩说道：“还不是你们打仗打得太磨叽了，这么一堆小嘎嘣菜居然啃了这么久，亏我给你们训练了这么长时间，连这么些杂鱼都解决不了，太让我失望了。”宁次冷哼了一声，不想跟这个家伙说话。这场战争他连一个敌人都没碰到，所有敌人都被鸣人跟佐助这两家伙给包圆了。敌人解决的慢跟他有什么关系？他连敌人的面都没碰到，既然见到了自己人，那事情就好办多了。鸣人直接把铃铛扔到宁次手中，随后说道：“这个东西送给你玩吧。”说完，他就迈着溜亲不认的步伐离开了这里。现场只剩下大眼瞪小眼的宁次和小李。宁次看了看手中这个平平无奇的铃铛，随后试探性的摇了摇。当铃铛的声音响起的一刻，土台仿佛触电般，身体笔直的朝前蹦了一下，吓了宁次和小李一大跳。紧接着，身后数千云隐忍者如同浪潮般各自往前跳了一步。见此场景，宁次跟小李对视了一眼，随后眼中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鸣人这个家伙虽说不靠谱了些，但他出品的玩具是一个比一个好玩。你可以不相信鸣人的智商，但绝不能怀疑鸣人整活的能力。随后二人摇着铃铛，将这些俘虏全部带回了营地。看着这些俘虏，宇智波傅月头发都要被薅掉了。这么多俘虏，而且还全是忍者，这到底该怎么抓捕啊？要是人少，直接让封印班多弄几个束缚查克拉的封印就行了。但这么多人累死封印班，也不可能全部封印。最终没办法，傅月只好让宁次和小李摇着铃铛把这些人带走。就这样，轰动整个忍界的雷火两国大战落下了帷幕。几天后，光影村正式对忍界宣布已经击败了雷之国的消息，甚至连4代雷影本人和2位尾兽人助力都被活捉。这个消息彻底轰动了忍界，无论是5大国的贵族，还是忍者村的忍者，全都被震惊得目瞪口呆，怀疑自己收到了假情报。但经过反复确认后，各大忍村接受了这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云隐村确实被正面击败，4代雷影跟2位人助力确实已经被活捉。更令人震惊的是，做到这一切的仅仅是一个年仅8岁的少年，那就是光影村顾问长老宇智波佐助。一时间，宇智波佐助的名字轰动了整个忍界，甚至有人已经传出宇智波佐助已经成为了忍者之神级别的强者，这让蠢蠢欲动的忍界势力全都消停了下来，不敢再有多余的动作。之前的火之国在这些人眼中就是一只人畜无害的肥羊，然而现在火之国再次成为了曾经的忍界最强，这让岩影和沙影蠢蠢欲动的势头再次平息下来。一时间，忍界陷入了沉默的和平中。众人纷纷在观望光影村的动作，不知道接下来他们会如何处理跟雷之国的关系。星木叶火影办公室，一群人眉头紧锁地坐在办公室中的沙发上。水户门岩和转寝小春两个平时趾高气扬的顾问长老，如今身体缩得像鹌鹑一样正襟危坐，如同面见老师的小学生一样，生怕露出失礼的举动。在他们两人身边，绘图转生状态下的袁飞日斩则时稍微放松一些，虽说身体也坐得笔直，但并没有两个老伙计一样紧张。在他们对面的沙发上，千手柱间跟千手飞间两人并排而坐。就在这时，暗部忍者顺身到了办公室中，将5份情报分别递给了5位顾问长老。担任星木叶顾问长老的千手柱间看着暗部递来的情报，哈哈大笑起来。哈哈，真不愧是宇智波一族的天才，居然年仅8岁就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看来这个叫做宇智波佐助的少年，很快就会超越我跟班，成为新的忍界传说了，真是令人激动。哈哈，火影办公室内的其他人满脸黑线的看着千手柱间，这种事有什么好笑的？现在宇智波一族是光影村的忍者家族，双方是竞争关系，对方强大了，自己可一点好处都没有。千手飞间皱着眉看着情报上对宇智波佐助的介绍，尤其是在对方的能力介绍上看得格外认真。开启了万花筒写轮眼倒是不令人意外，战国时期开启万花筒写轮眼的宇智波族人不少，最令他在意的是对方居然能够使用完全体的须佐能乎。要知道，即便是宇智波斑，也是在获得了宇智波全奈的万花筒写轮眼后，才能够真正的使用须佐能乎的完全形态。这个宇智波佐助难道也是移植了兄弟的万花筒写轮眼，开启了永恒的万花筒写轮眼吗？在翻阅到对方家庭情况的时候，千手飞间点了点头。情报上说，对方的兄长宇智波鼬也同样开启了万花筒写轮眼，而且因为背叛了宇智波一族的原因，已经被关押了起来。这种情况下，挖掉对方的眼睛，给族中更天才的宇智波佐助弥补万花筒的缺陷，也很有可能。看到这里，他心中冷哼了一声，真是个丑陋的家族，以爱之名，心安理得的想用兄弟的万花筒写轮眼。这种邪恶的家族果然应该尽早除掉为好。随后他又叹了口气，这种事情看来也只能想想了。之前他还想趁着光影和雷之国的战争灭掉这个火之国境内的竞争对手，没想到雷之国忍者居然这么废物，
这么轻易就被打败了，让他的准备落了空。想到这儿，他把手中的情报扔到了火影办公桌上，随后对着5代火影元妃阿斯玛说道：“这些事情暂时跟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阿斯玛小鬼，关于财政拨款增加的事，大明那边是怎么说的？”元妃阿斯玛叹了口气，随后对着自己父亲的老师2代火影无奈地说道：“大明大，阁下的态度很坚决，拨款只有那么多，不能再涨价了。其实还有些话他没有说。大明的原话是：有招想去，没招死去。过去老子给你们拨了那么多钱，结果你们全揣到了家族的口袋里，那么有钱就自己去想办法，别来找老子要。”听到这个答复的时候，元妃阿斯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实在难以相信那个儒雅随和的大明大人说话居然会爆这种粗口。这时柱间也放下了佐助的情报，对着弟弟飞间笑道：“实在不行，咱们也不必强求。大明不愿意给咱们拨款，大不了我们多接几个任务养活自己就行了。”飞间鄙视地看着自己的兄长，没有跟对方多解释。现在光影村正在逐步扩张火之国境内的势力，每当他们的势力扩张到一个地方，当地的山贼土匪还有流浪忍者势力就会被清除一空，当地的治安会立刻变好。这对平民来说是件好事，但对忍者可没那么友好。忍者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接暗杀和保护要员的任务，治安的提升代表着忍者任务的减少，再加上大明的拨款越来越少，新木业的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念及至此，他回头瞪了一眼元妃日斩三人，后者被瞪得打了个冷战，就连已经处于秽土转生状态的元妃日斩都感觉到了一股凉意。他们纵容家族贪污的事已经被千手飞间知道，而且这么多年他们的所作所为，千手飞间也已经调查清楚。最开始水户门言和转寝小春被吓得觉都睡不着，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飞间老师并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这件事黑不提白不提就这么过去了。这也让他们稍稍的松了口气，看来飞间老师是觉得他们的存在还有些作用，否则以对方的性格早就动手收拾他们了。看着3个不争气的学生，千手飞间冷哼了一声，随后陷入了思考。财政的事情实在不行，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了。那个光影村的方法就不错，自己维护自己地盘上的治安，随后对平民收税，自给自足。至于大明那边也不必太过在意，光影村这种事都干了这么久，大明也没敢放一个屁，可见那家伙也是个外强中干的软蛋。财政的事情好解决，但另外一件事肯定他皱起了眉头，那就是他们新木业居然连一只尾兽都没有。尾兽这种东西虽然对于他们这个级别的忍者来说可有可无，但对于普通忍者的杀伤力远远胜过常规忍者，而且尾兽也是个身份的象征，他们新木业想要建立忍之国正统的合法性，一只尾兽坐镇必不可少。随后他便想起了雷之国的那只九尾，现在如果自己带人去抓捕的话，应该可以抓到，但这样的话自己和兄长的存在必然会暴露在忍界势力面前，万一成为众矢之的可就麻烦了。随后他又想到了龙之国的七尾，当初兄长为了平衡小国的实力，将9只尾兽中实力靠前的七尾低价卖给了龙之国，之后这几十年龙之国也靠着这只尾兽在一次又一次的忍界大战中保全了自己。既然已经靠着这只尾兽享受了这么多年的和平，那么这只尾兽也是时候物归原主了。念及至此，他目光闪烁，打定了主意。而就在同一时间，鸣人来到了根部基地中，找到了身穿和服拄着拐杖的药师斗。对方的这身打扮，鸣人越看越像志村团藏。他黑着脸对药师斗问道：“你真是吃饱了撑的，居然穿着这么一身，就这么喜欢团藏那个老狗吗？”都尴尬的笑了笑，他还是觉得穿上这身衣服指挥根部忍者的时候比较有感觉。闲聊了几句后，药师都郑重的问道：“光影大人来这里找我，应该是有什么事吧？”鸣人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道：“那些杂鱼忍者训练的怎么样了？”都嘴角抽了抽，就算他们真是一些杂鱼，你也不用这么直白的说出来吧。随后他强忍着吐槽的冲动回答道：“这些忍者作为炮灰来讲已经算是合格，但如果想要面对5大忍村级别的正式强者，那完全就是在送菜。毕竟这些人满打满算也不过接受了1年的训练，实力普遍也就处于下人水平，而且还是流浪忍者那种下人。”鸣人闻言笑了笑说道：“这水平就足够了，反正他们面对的也不是其他大国的忍者，只是一帮平民或者山贼而已，他们的实力绰绰有余。”药师都似乎是猜到了什么，疑惑道：“您的意思是说，我们打算朝火之国外扩张了吗？”鸣人点了点头，随后说道：“等下你点出1万人跟我来一趟雷之国，进去之后我对付忍者，你们负责灭掉雷之国大明的势力，争取在最短时间内灭掉雷之国内一切反抗势力，将雷之国捏在我们的手上。至于那个大明你看着办，要是合作就留他一命，把他贬为庶人就行了，要是不合作那就把他9族全杀光，避免将来弄出一堆来找我报仇的小崽子，搞得我心烦。”药师都倒吸了一口凉气，真不愧是无法无天的光影大人，敢对5大国的大明出手，这忍界恐怕也就只有这位大人敢了。之前他可是亲眼见到鸣人当着他的面杀死了火之国大明，然后让自己的分身假扮对方操控火之国的局势。最开始大明府中还有不少人对大明的身份产生了怀疑，在之后这种怀疑声越来越小，最后彻底不见再也没有人怀疑大明的真假。随之而来的是大明府中卧槽你妹的之类的话络绎不绝，上到大明下到普通的仆人，那脏话说起来一个比一个丝滑。火之国的大明府此时已经彻底沦陷，现在鸣人又要对雷之国大明出手了，他真是打算直接这么统一忍界吗？
一想到这里，药师都整个人开始兴奋起来。统一忍界这种事，以前他想都不敢想，现在心中莫名的开始有了些期待。接下来的几天，中药师都点齐了1万名炮灰忍者，随后跟着鸣人浩浩荡荡的进入了雷之国。雷之国没有想到两国的战争都已经结束，还会有人对他们发动攻击。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攻击居然不止针对忍者，就连普通人的军队也都被偷袭，所有不投降的人都被杀死，投降的人则是被关押了起来。雷之国大名在睡梦中被药师都抓获，经过一阵劝降后，雷之国大名决定退位让贤，辞去大名之位，以普通人的身份生活。药师都也没有为难对方，简单的处理一下雷之国大名府的烂摊子后，便带着一堆精英根部成员跟随鸣人来到了云隐村。刚一到云隐村附近，鸣人便召唤出了打人机器人，他准备先让打人机器人进去好好教育一下这帮家伙，然后自己再闪亮登场，收编了这帮肌肉壮汉为我所用。目送着打人机器人走进云隐村，鸣人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准备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等待着对方归来。但没想到睡觉的地方还没找到，身高10多米的打人机器人挠着后脑勺就走回来了。鸣人惊讶的抬头看着打人机器人，今天这家伙效率怎么这么高？就算云隐忍者排队挨打，也应该打一会儿吧。打人机器人不会说话，于是只好对着众人做了个手势，意思是里面的人已经全躺下了。这下鸣人更糊涂了，转头看了看身旁的药师都，后者也同样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见实在解释不通，打人机器人比了个手势，意思是跟他来。鸣人疑惑的带着众人跟着打人机器人走进了云隐村。刚一进入，一股血腥气冲入众人的鼻腔，鸣人皱起了眉头，看着满地的残垣断壁和下面压着的忍者尸体，有些疑惑。快叔哥，这伤口看起来不像是打人机器人打的，难道说这世界上还有截胡打人机器人的机器人吗？鸣人立刻展开了感知，搜索起了周围的情况。云隐村被破坏了大半，死伤忍者不计其数，造成这一切的看起来是一个体型庞大的生物，莫非是云隐村的九尾人助力暴走了？不过云隐忍者也并没有死绝，鸣人指了一个方向，随后说道：那个方向有躲起来的云隐忍者，你们去把那些残兵败将给抓过来吧。药师都与根部忍者点头，随后众人一拥而上，突袭了鸣人所指的那个方向的避难所。这些刚刚经历过浩劫的残兵败将们，怎么可能是根部精英的对手？被药师都带着人轻松击败，几千名忍者和几十万避难的平民成为了鸣人的俘虏。看着这一大群人，鸣人挠了挠头，随后问道：你们当中有谁能代表云隐村说话？全场鸦雀无声。众人你看好我，我看看你。最后将目光投向了一个穿着连衣超短裙、身材性感的女忍者。这个女忍者梳着一头白色短发，身材丰满，皮肤黝黑，一看就是盛产雷影的夜月一族忍者。鸣人一眼便认出了这个人，这不就是原著中死在石尾尾兽域下的那个性感雷影秘书麻布衣吗？说实话，鸣人前世还挺喜欢这个角色，但没想到这家伙会这么倒霉，被石尾一个尾兽域就给喷死了。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鸣人对着这个黑妹疑惑问道：你们这儿发生什么了？怎么突然打成这副德行？是九尾暴走了吗？麻布衣咬着牙，一句话都不说。他已经认出了这帮忍者头上那个手电筒的标志，赫然就是跟他们云隐开战的光影村忍者。这帮光影忍者真是太可恶了，都已经擒获了雷影大人与2位人助力还不满足，居然偷袭云隐村，真是可恶至极。看着对方紧咬嘴唇不说话，鸣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说，希望能用自己的嘴遁劝这个少女迷途知返。然而这个黑妹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不说话，脑袋撇向一边，双眼紧闭，摆出一副拒不合作的态度。鸣人见对方不合作，也就不再劝说，直接身体漂浮而起飞向麻布衣的方向。麻布衣被吓得连连后退，咬着牙问道：你要做什么？鸣人露出了邪恶的表情，随后伸出了右手，手指如同章鱼触须那样挥舞摆动，看得麻布衣惊恐不已。这个猥琐的小鬼难道是想要？真是可恶，这里还有这么多人呢，这种青春期的小鬼真是够恶心的，跟路边的野狗一样，也不挑个地方。不过转念一想，他又释然了。云隐村经此一役，恐怕会彻底衰败，甚至于在忍界中消失。云隐村就是他的信仰，自己的信仰倒下，他也不愿意独活。就在他准备咬下牙齿上的毒药时，突然感觉有人将手搭在了自己的脑袋上。只见鸣人右手搭在了麻布衣的头上，随后山中一族秘术发动，麻布衣的记忆化作一幅长长的幻灯片出现在鸣人的面前。鸣人将这幅幻灯片拨动到对方系，拨动到云隐村出现变故的时候，随后一幅幅画面出现在他的脑海中。1天前，麻布衣正在雷影大楼中进行文职工作，突然一只青蓝色巨人一拳打破了云隐村的结界，闯入进来。村中忍者与那个巨人大战，由于他常年进行文职工作，战力有限，所以并没有加入到这场大战中。他带着一些同样擅长文职的忍者，组织村民们进入避难所避难。在之后的事情，他就不知道了。得知了这些情报后，鸣人将手从麻布衣的头上放了下来，后者则是惊慌的后退了几步，语气惊恐地问道：你对我做了什么？看着对方那副惊慌的模样，鸣人挥了挥手说道：没你的事了，赶紧归队吧。随后他不顾麻布衣的质问，自顾自地飞向了对方记忆中的一个方向，那是关押九尾人助力的所在。来到了云隐村中一处空旷的修炼场后，鸣人一道气功波砸穿了地面，露出了下方宽敞的地下基地。这是云隐村专门用来保护九尾人助力库鲁马所制造的地下基地，
然而现在这个地下基地中到处都是尸体，九尾人伫立库鲁马更是不翼而飞。鸣人摸着下巴陷入了沉思，那个青蓝色巨人应该就是宇智波带土的须佐能乎，对方来到云隐的目的应该也是这个九尾人伫立了。自己居然来晚了一步，被对方钻了空子带走了九尾，这家伙出手倒是挺快的。随后他又笑了笑，表示无所谓，毕竟这个家伙想要封印九尾，最终还是要借助掌门的力量，自己只要跟掌门那边保持联系，等待对方找上门就行了。而且他还想到了另一件事，自己要不要跟在对方屁股后面，等对方收集了一只尾兽，自己就把那个尾兽的忍村给灭掉，这样一来自己能省一些力气，而且对方收集了尾兽，最后还是要送还给自己，相当于给自己白打工。这个想法不错，自己也可以趁对方收集尾兽的这段时间研究一下怎么复活自己那便宜老爹。看来应该先给掌门打个电话，然后去一趟倭之国，把那里的面具全拿回来。念及至此，他从怀中掏出了大哥大，随后拨通了一个号码。电话拨通后，鸣人不管3721，直接说道 ：“Hello 啊，来海绵豆啊。鸣人呢？雷击波带土在雷拉里吗？”另外一边长门不耐烦道：“说人话。”鸣人拿着大哥大撇了撇嘴，这长门真是太死板了，一点幽默细菌都没有。随后他将宇智波带土抓走了九尾的事跟对方说了一下。当得知那个宇智波带土居然亲自捕捉尾兽时，掌门也被吓了一跳。那个家伙可是一直潜藏起来当阴沟里的老鼠，这次为什么要突然出手？是发生什么变故了吗？听到掌门的疑问，鸣人为对方解释道：“宇智波带土以前只有一只万花筒血轮眼，无法将他血脉中全部的力量施展出来。现在他取回了自己的另一只眼，已经可以使用宇智波一族瞳术的最终奥义须佐能乎，所以他可能是脑袋一热就准备提前执行计划吧。”掌门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随后他凝重地说道：“那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做些什么？趁着宇智波带土来找我的时候偷袭将他拿下吗？那么做太没有意思了。这家伙既然喜欢收集尾兽，就让他收集去，等他把尾兽收集的差不多了，咱们就给他来个没收，到时候让他来个人兽两空，岂不美哉？”鸣人一边说一边桀桀地怪笑道。掌门有些皱眉，他很不喜欢这种做事的方式，但现在漩涡鸣人是他的合作伙伴，对方既然已经这么决定，他也没有什么意见，又交代了一些事，二人便挂断了电话。挂断电话后，鸣人回到了云隐村腹地，药师都见他回来，连忙凑上前问道：“光影大人，请问接下来要如何处置这些人？”说完，他一指身后被俘虏的忍者和几十万平民，意思是这些人是要继续留在这里，还是要带回火之国？鸣人想了想，随后说道：“这里的自然环境比较恶劣，说实话不是很适合平民生存，火之国也不缺养活这点人的资源，送回火之国是个不错的选择。”听到这里，药师都兴奋了起来，难道说光影大人又要施展人传人变僵尸之术了吗？要知道当时宁次和小离赶着数千僵尸回到光影村的时候，他可是着实被震惊到了，这种操控尸体的忍术实在是令他着迷，没想到今天又可以见到这个忍术，真是太令人兴奋了。随后就在他期待的目光中，鸣人蹲在地上，用手拍在地面，手掌抬起时，一道白色光芒从他掌心连接在地面上。鸣人手掌离开白色光柱，手臂粗细的白色光柱笔直朝天生长，最后长到了30-40米的高度。长到一定高度后，白色光柱停止了生长，紧接着光柱如同门户一般一分为二，缓缓拉开，一扇空间门出现在众人的面前。门的另一边是火之国一座城市，这是一座新建的城市，各种资源应有尽有，就是缺人。想必把这几十万人送到那里后，一定可以迅速将那个城市发展起来。就在鸣人畅想的时候，回头一看，药师都满脸失望地站在原地，满脸幽怨地看着自己。鸣人被看得有些莫名其妙，不过他也并不在意。等根部忍者将几十万人全部送进传送门后，他对着药师都命令道：“安顿好这些人后，你的任务就完成了。接下来我有些事要单独去处理一下，如果有人找我，告诉他们打我电话。”药师都表示明白后，鸣人关闭了传送门，随后独自一人飞往倭之国寻找漩涡面具。倭之国距离雷之国不算太远，或者说对于现在的鸣人来说，整个忍界都没有太远的距离。仅仅片刻后，他便来到了倭之国，低头看了看这个荒无人烟的小岛国，很难相信这是战国时名传忍界的漩涡一族居住地。漩涡一族虽然性子急脾气暴，但本质上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家族，因此受够了忍界纷争的他们，主动将族地从忍者大陆迁徙到了这个小岛国。之后，漩涡一族便在这个小岛国繁衍栖息，几百年来与世无争，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只可惜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战国时期倭之国的实力足以跟任何大忍族抗衡，而且他们跟千手一族是几百年的盟友关系，因此才可以独立于忍者体系之外，建立属于自己的小国家。但忍村时代的来临彻底颠覆了这种平衡，单个忍者家族确实很难拿漩涡一族有什么办法。但忍村的实力比忍者家族强上无数倍，更何况漩涡一族还拥有忍界最强的封印术，实力弱小又怀有重宝的漩涡一族自然被大国给盯上。于是由雷之国的云影和水之国的雾影联手，再加上木叶暗中承诺的装糊涂加持下，倭之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灭了国，真是好人没好报，祸害1000年。鸣人漂浮在倭之国上空叹了口气，随后根据自己便宜老妈讲述的位置寻找起漩涡一族的祠堂。就在他寻找死神面具时，一道黑色的空间漩涡出现在宇之国的中央高塔中。漩涡并没有出现在长门本体所在的地下基地，
而是出现在高塔顶端天道佩恩的所在地。天道佩恩转回头看着从空间漩涡中走出的宇智波带土，不动声色地问道：“宇智波带土，你来这里做什么？”带土皱了皱眉，此时天道佩恩已经换成了另一具尸体，不再是之前迷艳的模样。不过他并没有在意这些细枝末节，只当是迷艳的身体时间长发臭了，所以换了一具，将肩上扛着的一个15、16岁的少年扔在了地上，声音沉闷道：“这个人交给你了。”天道佩恩低头看了眼趴在地上陷入昏迷的库鲁玛，装糊涂道：“这个家伙是谁？”“这就是九尾人助力库鲁玛，你抓紧时间封印吧。”天道佩恩装出了一副惊讶的表情，低头死死盯着库鲁玛。此时的带土还戴着那个漩涡面具，面具下的嘴角勾起显然十分满意对方的表情。前不久凑齐了一对万花筒的他，委托白绝给自己进行了移植手术。不得不说，这些白绝个个都是人才，随便变了一个医疗忍者就能熟练的进行换眼手术。换眼手术非常成功，他已经将自己收集的那颗三勾玉血轮眼换成了自己原本的万花筒血轮眼。现在的他觉得自己实力已经强到了无可匹敌的地步，再碰到那个漩涡鸣人，一定可以一拳打死那个混蛋小鬼。就在他获得了完整的一对万花筒后，他在白绝那里获得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小组织的半数成员突然死亡。这个消息让他震惊的差点没将眼角上手术的伤口给瞪开。小组织居然死了一半成员，那可是自己用来收集尾兽的工具人们，到底是谁这么大胆子敢对自己的工具人动手？难道是小组织的存在被五大国发现并且联手围剿导致的吗？随后在白绝的讲述下，他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田之国突然发生了巨变，整个国家所有人全部死光，止水、大蛇丸、迪达拉、飞段4个人正巧就在田之国中。而且根据对方打听到的消息，整个田之国当时只有一个人幸存，那就是光影村的首领漩涡鸣人。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带土眼圈通红，恨不得一发神威直接把鸣人撕成碎片。一定是这个可恶的家伙捣的鬼，不然那么大个田之国怎么可能会突然发生爆炸？这个家伙一定是发现了小组织的存在，并且得知了小组织收集尾兽的计划，所以想要来阻止。这个可恶的小鬼处处跟自己作对，真是该死！再这么拖延下去，对方迟早会找到宇智国。他倒是不怕对方找上门来，怕就怕这个家伙把小组织的事公布出去。万一五大国有人将尾兽藏了起来，导致收集尾兽的计划出现变故，可就得不偿失了。再拖延下去，后患无穷。因此他决定提前展开收集尾兽的计划。这次不需要什么小组织，他亲自出手，用自己这双已经忍界无敌的神威万花筒收集尾兽。所以这次他趁着雷之国内部空虚时偷袭了云影村，掳走了九尾人助力库鲁玛，准备一番后便来找到掌门，想让对方封印。此时他已经不担心自己的存在被人发现，现在他心脏上束缚自己的封印已经被解除，即便是黑绝也拿他没办法。等合成了10尾后，他就趁机夺取长门的轮回眼，将10尾封印到自己体内，成为10尾人助力。至于能不能打得过长门，他根本没有考虑过，因为他根本就从来没想过跟他们打。宇智波斑可是在掌门的身上下了跟自己类似的封印，那个封印自己并不知道具体内容，这些事只有黑绝知道。只要等黑绝发动封印制服掌门后自己夺眼就可以了。话说回来，自己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到黑绝，这家伙去哪儿了？随后带土心中冷笑，说不定对方已经发现自己体内的封印被解除，现在正在哪个阴暗的角落躲着自己。宇智波斑的意志化身就只有这点出息，可见宇智波斑本质上也不过是个阴沟里的老鼠而已。现在的他自信心爆棚，跟人说话时那种沉稳冷漠的声音都消散了一些，取而代之的是霸道与张狂。快书阁，他对着满脸凝重的天道佩恩问道：“你封印9尾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地下深处的长门眉头皱了皱，宇智波带土跟他说话的语气让他很不爽，不过他并没有发作，而是回答道：“如果是小组织成员满编的时候，大概需要3天，现在只有我和小南2个人，最快也要半个月才行。”带土冷哼了一声说道：“太慢了，你封印尾兽的速度根本供不上我抓捕尾兽的速度，这样你只会拖我的后腿。”天道佩恩目光一冷，身上的杀气逐渐弥漫出来。带土面对长门的杀气丝毫没有在意，此时他自信心爆棚，认为哪怕是长门全力以赴也不会是自己的对手。其实这还真不是他们一直自信，此时他的实力已经正式踏入了超影级，实力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在他的推算中，掌门如果被治好了双腿，身体也没有那么虚的话，说不定还能跟自己斗一斗。但此时双脚残废身体虚弱的长门，想就单凭几个傀儡战胜自己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长门忍不住对自己动手，那更好，正好借这个机会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只有让对方心服口服，对方才会毫无保留地服从自己的命令。面对着嚣张的宇智波带土，长门面色阴沉，最终缓缓呼出一口浊气。自己不能跟这种蠢货一般见识，一个收集尾兽的工具人罢了，不值得自己生气。天道佩恩身上的杀气缓缓消散，随后对着带土说道：“你如果对自己的实力真那么自信的话，那我们可以群体封印。这段时间由我和小南2个人封印9尾，你去将其他的尾兽全部抓住。等我们把9尾封印完，估计另外8只尾兽也抓不完毕了。接下来剩下的8只尾兽一起封印，到时候有你的参与应该会快一些。”其实掌门故意隐瞒了一些事，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彻底恢复实力，比以前强上了很多。真要认真起来，封印9尾甚至比小组织成员满员的时候还要快。
不过他打算在戴土面前藏拙，毕竟还要让这个家伙去抓捕尾兽，万一自己展示的实力太多，这个家伙忌惮之下不认真干活就不好了。就在这时，一道阴冷的声音传来：“不必那么浪费时间，你们一起去收集尾兽吧。有我在，只需要1天时间就可以封印所有尾兽。”戴土和天道佩恩同时转头望去，只见说话之人居然是黑爵。此时这个家伙附着在一个白爵身上顶着猪笼草的伪装从地下钻了出来。戴土听到对方的话后，瞳孔剧烈收缩。这个宇智波斑的化身果然有后手，居然可以瞬间封印所有的尾兽，看来宇智波斑留下了不少秘密。长门则是脸色变得难看，他操控着天道佩恩对黑爵质问道：“你凭什么说可以在1天之内封印所有的尾兽？如果你做不到，我们不是要陪你浪费时间？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这些天都去哪里了？小组织近些天的任务一直都是你那个白爵身体去做，你这个黑爵的身体这段时间去做什么了？”掌门越来越觉得这个黑爵神秘，对方是宇智波带土带进组织的。原本以为对方只是一个普通的情报忍者，至于对方那种黑白各一边的体质，应该是人体实验的产物。但如果对方胯下的海口不假，那说明对方的实力也绝对不容小觑。1天之内封印所有的尾兽，即便是他火力全开都做不到。如果对方可以做到，那对方的实力绝对不在自己之下。黑爵没有回答，而是看向了戴土，后者明白了对方的意思，看向长门打圆场道：“黑爵的体质有些特殊，他说可以做到，就一定可以做到。另外，黑爵也有着自己的事情要做，在小组织没有任务的时候，成员的行动是自由的，这一点可是当初我们一起定下来的规矩，你不会忘记吧？”掌门的面色极其凝重，最终他默认了对方的说法，不再追究对方的去向。之后三人商讨了一下尾兽的捕捉事宜，九尾已经弄到手，接下来的8只尾兽戴土和长门各收集4只。最开始掌门提议由他收集1尾、2尾、7尾和8尾，这4只尾兽相较于另外几只算是比较困难的，最主要的就是2尾和8尾。此时他们可是被光影村捏在手里，宇智波佐助超影级的实力已经展露无遗，想要在光影村手中获得这2只尾兽，势必要对上对方。掌门十分有信心，因为他可以走鸣人这个后门得到这2只尾兽。但戴土一听就不乐意了，此时的他正处于自信心最爆棚的时候，掌门这么说明显是在小瞧自己，把几只好收集的尾兽留给自己，这是啪啪在打自己的脸啊！他当即表示要跟对方对调，由掌门来收集眼影跟雾影的3、4、5、6尾，自己去收集1、2、7、8尾。最终长门拗不过对方，也就随对方去了。此时他心中也稍稍有些窃喜，这家伙居然想去触漩涡鸣人的眉头，这下可有他好受的了。二人商量完毕后，戴土开启神威消失在原地。临走前他跟黑爵对视了一下眼神，黑爵会意同样钻到地里消失，显然他们之间还有个小的碰头会要进行。见两人走后，天道佩恩将库鲁玛带到了掌门面前。此时迷燕和小南都在这里，三人低着头看着地上躺着的青年，沉默不语。迷燕看了片刻，随后抬头说道：“有没有不伤害到这个人性命也能抽出尾兽的方法？”他实在是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好友掌门变成随意杀人的杀人狂。小南拧着眉，不知怎么劝说迷燕，或者说他有些不好意思劝。回想起当初他和掌门也是现在迷燕这样的单纯，转眼间他们都变成了现在这样，只有迷燕还跟当初一样单纯善良。掌门沉默了片刻后说道：“可以做到，但是抽出尾兽后，这个人还是要处理，毕竟他知道了太多的秘密，无论是我们的还是宇智波带土的。”迷燕先是凝眉叹了口气，随后眼前一亮说道：“既然如此的话，不如把他交给漩涡鸣人，相信鸣人一定可以妥善安排对方。”掌门和小南闻言脸上的表情有些奇怪，本来他们只想把这个青年关进地牢里一辈子不放出来，现在迷燕居然提议把对方送到鸣人的手上，这可比扔到地牢里或者杀死还要残忍。迷燕不会直到现在还没认清漩涡鸣人是什么人吧？那可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怪物，抓着个蛤蟆都要捏出3斤尿的存在，落在对方手上怎么可能有好？不过看着迷燕那天真的表情，二人又压下了给对方科普的心思，就让他一直误会下去吧。而在一处隐蔽的地下基地中，刚刚分开的戴土跟黑爵再次碰面，这回一见面，戴土便问道：“这些天你去哪儿了？”说话时眼睛死死地盯着黑爵，似乎是只要对方露出一点破绽，他就有可能随时出手制服住对方。黑爵冷哼了一声说道：“本来是去调查一下有关于田之国的事，但就在调查完毕即将回来的时候，突然感受到了班大人留在你体内的封印被解除。你可真是好大的胆子，做出这种事就不怕班大人复活后找你算账吗？”戴土冷哼了一声道：“宇智波斑找我算账，那也要等他复活之后再说。现在一个死人对我能有什么危险？而且你的胆子还真不小，明知道我已经解除了班大人的封印，还敢只身来见我，你可真是继承了宇智波斑的狂妄。”说完，他身体一晃，瞬间来到了黑爵面前，右手伸出，直奔着黑爵抓来，似乎是想要将他关进神威空间。谁知就在右手处碰到黑爵的一瞬间，黑爵化作一滩漆黑的物质，直接钻进了宇智波带土右手袖口的阴影中。带土大吃一惊，开始在身上翻找起来。他真没想到黑爵居然还有这么一手，一时不察，居然被对方钻了空，指着了对方的道。就在他到处摸索时，只听不远处黑爵的声音传来：“不要以为没有了封印，你就能躲开挣脱班大人的束缚。
我劝你理智一些，弄清楚自己的定位。警告完戴土后，黑爵便沉入地下的阴影中，消失不见。戴土黑着脸，面色阴沉地看着黑爵消失的地方。这个黑爵不愧是宇智波斑用轮回眼创造的生命，看来自己获得轮回眼，成为6道级强者之前，是无法对付这家伙了。念及至此，他更加迫切地想要收集尾兽，只有尽快成为10尾人助力施展无限阅读自己，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另一边警告了戴土的黑爵迅速离开了这个地下基地，3拐2拐又来到了一座更加隐蔽的地下基地中。刚一进入，他便看到了一具躺在地上的尸体。这具尸体没有双眼，头发雪白，体内没有一丝生命的气息，已经被抽成了干尸。他没有理会这具干尸，继续往前走，来到一间密室门前，顺着门缝钻入进密室内。刚一进入，便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他的名字：“是黑爵回来的吗？”黑爵看着双眼缠着绷带、赤裸上身躺在石床上的长发男人，恭敬说道：“是我，班大人。”宇智波斑从石床上坐起身，此时他的身体十分强壮，一点也没有10多年前的老迈之相。他面向黑爵的方向问道：“事情办得怎么样？”已经成功劝说戴土和掌门尽快收集尾兽，接下来只要在他们封印尾兽的时候出手夺取，就可以完成计划。宇智波斑闻言，嘴角微微勾起，戴土这个小子居然脱离了自己的掌控，想要单飞，真是异想天开。他宇智波斑的棋子想这么容易就脱离自己的掌控，简直是在做梦。其实刚复活时，宇智波斑还是十分惊讶的，没想到戴土那个脑子不是很清醒的傻小子，居然能想到破解自己封印的方法。要知道，宇智波斑的封印术也是宗师级别的，也许比不上漩涡卢鸣，但对于其他人简直是降维打击。别说是开启了万花筒写轮眼的戴土，就算对方夺取了长门的轮回眼，也不可能解除自己的封印术。然而复活后，他就发现戴土心脏上的封印跟自己失去了联系。虽然难以置信，但戴土一定是通过什么方法解除了自己的封印。果然跟当初自己想的一样，戴土这个家伙根本不值得信任。幸好自己留了后手，没有将宝全压到对方身上，否则自己可就作茧自缚了。他刚刚为自己移植的这双3勾玉血轮眼，就是他老年时一直用的那一双。这双眼睛的瞳力非常高，已经被他孕育到了3勾玉血轮眼的极限，随时有可能突破成为万花筒。但毕竟这是别人的眼睛，即便宇智波斑的英顿查克拉天赋再高，也不可能将别人的眼睛晋升成为万花筒血轮眼。至于奇木卡卡西的那一只，完全是个意外。当时真正刺激万花筒血轮眼开启的，其实是戴土这个原主人的查克拉，否则卡卡西就算把眼珠子瞪爆了，也不可能开启万花筒。虽说不能开启万花筒，但这双眼睛依然可以做到很多事，比如可以用转写封印将自己原本轮回眼的瞳数写入其中。这个方法就是他为自己留的后手，将轮回眼的天生轮回之术写入到这双3勾玉血轮眼当中。一旦带头那边出现问题，就有黑爵来找到新的宿主复活自己。之前扔在外面那具满头白发的尸体，正是轮回天生之术的宿主。不过这个复活方法的成功率并不算太高，毕竟轮回天生之术是轮回眼瞳数，由3勾玉血轮眼施展，需要消耗的生命力远超正常情况，这样很容易形成一个死局，那就是忍术还没有成型，施展轮回天生之术的人自身生命力枯竭先挂了，使用者都已经死亡，忍术当然也就释放失败，因此想要找到适合释放的人非常困难。黑爵也是找了很久才找到的这个适合释放的宿主。不过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只要自己复活，就可以在暗中操控尾兽的收集，即便现在带土那个家伙已经脱离了掌控，也不会影响自己的月之眼计划。这时他突然想到了白爵汇报过的一个消息，准确来说是一个令他十分在意的人。只见宇智波斑从床边站起身来，随后大跨步走向了不远处的石质座椅，来到座椅旁，一屁股坐了下去，后背靠在椅背上，对着黑爵问道：“那个叫宇智波佐助的小鬼好像很活跃，那个小鬼你接触过吗？”黑爵闻言眉头紧锁，随后摇了摇头回答道：“我并没有接触过宇智波佐助，对他的情报仅限于纸面上的那一些。他其实也曾尝试过接触这一世的因陀罗转世，毕竟佐助的名声越来越大，传闻中对方的实力也超乎了自己想象的强，这令他非常不安。这一世的因陀罗和阿修罗转世简直强得有些离谱。根据他的推测，现在的因陀罗转世已经拥有了超影级别实力，而且在超影级强者中也属于最顶尖的存在，哪怕比不上巅峰期的宇智波斑，也不会相差太多。但问题是，现在因陀罗转世的年纪只有8岁，这个年纪就拥有如此实力，难道这一世的因陀罗转世会突破灵魂的限制，达到6道级吗？这个猜测令他心惊胆战。以往的因陀罗跟阿修罗转世实力达到超影级就已经是极限了，大概衡量一下，也就是千手飞剑那个程度。虽说强大，但也做不到忍界无敌的程度。这也是为何他决定在宇智波斑这一代实施计划，因为千手柱间跟宇智波斑这一世，阿修罗跟因陀罗转世是他见过最完美的一世。这两人的实力甚至已经达到了因陀罗跟阿修罗生前的水平。最恐怖的是千手柱间，这家伙的实力甚至已经超过了阿修罗本人，这才是他选择在这一世进行计划的原因。然而没想到事情发生了变故，本以为千手柱间跟宇智波斑这一世已经够完美了，没想到下一世比他们还变态。漩涡鸣人他没有见过对方出手，但田之国那次事件让他确信对方的实力绝对也是超影级，不然根本无法从那么恐怖的爆炸中生还。
而宇智波佐助也在前不久的雷火两国大战中展示了实力，妥妥的超影级巅峰强者。这两人的实力强到令他难以想象，他甚至怀疑再放任下去，这俩人有可能成长到羽一和羽村那个程度。可爱 Delta Odd， 当时他就决定了，想要去忽悠一下宇智波佐助，至少要想办法让这两个人出现矛盾，不能让他们两个和睦相处。于是他派出白绝，想要去打探一下宇智波佐助的情况，看准时机就由自己亲自上场进行忽悠。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些打探消息的白绝刚一进入光影村，就如同石沉大海般消失。无论他如何联系，都无法联络上对方。在损失了7、8个白绝后，他停止了行动。这个光影村的结界实在是太邪门了，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也不敢再去打草惊蛇。于是这件事便不了了之。听到对方的讲述后，宇智波斑冷笑了一声，这个光影村居然能够发现白绝，看来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他不禁点头赞叹道：“那个光影村的结界是首领漩涡鸣人亲手布置的吧？真是个有趣的小鬼。”鸣人跟佐助让他想起了自己跟柱间，当年他们两个也是这样通力合作建设忍村，如今两人已经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想起来真令人惋惜。随后他眼神一变，心中坚定道：“柱间，你看好了，我一定会向你证明我的路线才是正确的。”这时他突然想到了那个新木叶，虽说已经不是他跟柱间联手建立的那个，但毕竟挂着木叶的名字，这个名字还是他亲自起的。他不动声色地对着黑绝问道：“之前提到过的那个新木叶有没有什么新情报？”他问的时候语气十分随意，似乎只是随口一提，并没有放在心上。然而对因陀罗转世十分了解的黑绝瞬间便觉察到了对方的心思，他在考虑要不要将牵手柱间的消息告诉对方。凭他对宇智波斑的了解，一旦知道了对方复活的消息，这家伙极有可能偷偷去见对方。万一泄露了消息，很有可能会造成出人意料的变故，要是因为这个影响了计划，可就得不偿失了。不过不告诉对方也不太好，毕竟牵手柱间也是个不小的阻碍，万一宇智波斑心里没数，一头撞上去，很有可能会吃大亏。深思熟虑后，他思考了下措辞，对宇智波斑说道：“前不久，白绝在新木叶收集情报时，见到了木叶的初代、2代和3代火影。”宇智波斑闻言，立刻坐直了身体，眼睛上虽然缠着绷带，但正脸却直直地对着黑绝，表情严肃问道：“你说的初代跟2代，指的是柱间跟飞间吗？”黑绝点了点头，随后补充道：“他们两个人的状态有些奇怪，看起来应该是有人用秽土转生之术复活了他们。”宇智波斑严肃的脸逐渐绽放一丝诡异的笑容，身上阴冷的查克拉弥漫，语气兴奋道：“是吗？是这样吗？柱间那个家伙也复活了？”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真是令人兴奋。看着宇智波斑这副模样，黑绝连忙劝说道：“斑大人请不要意气用事，如果您现在抛头露面的话，很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计划造成影响。”宇智波斑逐渐压下了激动的查克拉，随后对黑绝冷哼一声道：“用不着你来提醒老夫，老夫自有分寸。”他才没有傻到因为这点事而丧失理智。柱间复活这件事确实很令人兴奋，但月之眼计划才是重中之重，这一点他还是分得清的。不过小组织一旦开始收集尾兽，估计柱间那个家伙也会行动起来。他对柱间非常了解，这个家伙要是不管闲事，可就有鬼了。到时候自己一定会跟对方再次碰面。想到这里，他捏紧了拳头，兴奋的查克拉再次弥漫在这片空间中。果然，无论在任何的时代，有柱间的世界才会变得有趣，没有柱间的话，单纯跟这些小鬼们起舞一点意思都没有。现在的宇智波斑非常兴奋，恨不得立刻找到柱间，跟对方来一只老年迪斯科。话说另外一边，鸣人总算是在倭之国遗址中找到了那个摆放死神面具的祠堂。这是一处十分隐蔽的地下密室，潜藏在地下很深的地方，而且入口被厚厚的泥土所掩埋。看那个掩埋的痕迹，不像是被敌人攻击，是仓促间留下的，反倒像是长年累月就这么埋着。片刻后，鸣人便想清楚了其中的关窍。这个密室的进入方法根本不是通过走正常渠道，而是要用土中潜行之术钻进来。恐怕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屠杀了倭之国的云隐忍者跟雾隐忍者，才没有找到这个地方。对于这里的记载，漩涡九星那也不是很清楚，毕竟他当时只是一个孩子，根本没有资格进入这里。不过也幸好他不知道这里的位置，不然就以他那个脑容量，肯定会告诉猿飞日斩。而如果被猿飞日斩知道了这个祠堂，就根本不可能留到现在。到这里，鸣人心中暗骂了一声猿飞日斩，要是没有这个老王八倭之国，根本不会像今天这么惨。幸好自己早早送对方去净土了，不然看到那张脸自己。想到这里，他突然愣在原地，好像有什么东西被他忽略了。麻蛋的猿飞日斩不是被大蛇丸用秽土转生召唤出来的吗？田之国爆炸会不会没炸死他？自己当时离开田之国的时候没有多想，现在仔细一想，牵手柱间、牵手飞间和猿飞日斩这3个人当时已经是秽土转生状态，即便被高能量的爆炸粉碎身体，最终也会复活。我靠，这么说他们现在还在忍界呢？这下鸣人可真是大意了，这么久才想起来这档的事儿，现在可到哪儿找这3个死鬼去？随后他摇了摇头，这3个死鬼暂时就由他们去吧，等什么时候碰到再送他们3个回净土也不迟。想到这里，他将注意力再次放到了满墙的面具上，这面墙壁上的面具足有好几百个，各式各样的都有。鸣人凭着记忆中死神的模样开始挑选起来，结果在这几百个面具中挑出了几十个样子十分相似的死神面具。这些死神面具外形长得都差不多，
只是细节之处有着些许的不同，这让人怎么区分哪个是封印自己老爹的那个死神？我擦嘞，这死神难道还是一个种族吗？长得都这么像，长得这么像，自己可上哪儿找尸鬼封禁的死神？万一找错人了，让人家死神把肚子嘎开没放出自己亲爹，放出了别人爹那多尴尬。本来预计给自己便宜老爹来个剖腹产，结果抛出了别人爹，这上哪说理去？随后他叹了口气，实在不行就只能把这些面具全拿回去，让自己老妈辨认了。虽说自己出生那天没有剖腹产，但他毕竟生过孩子，比自己有经验，怎么给自己老爹剖腹产，他应该比自己熟悉一些。念及至此，鸣人掏出了一个封印卷轴，随后在封印卷轴上画了一堆常人难以理解的符文。刻画好符文后，鸣人开始从墙上往下摘面具，摘下来一个就往卷轴里面放一个。面具被放在卷轴阵法的中心处后，如同落在水面中一样融入了卷轴中。鸣人一边收集面具，一边打量着这些张牙舞爪的鬼脸。看着这帮张牙舞爪的鬼脸面具，鸣人丝毫没有感觉到恐惧，甚至还感觉到很萌。不知为何，这些面具让他想起了《龙叔历险记》里面那些可以召唤鬼影兵团的面具，跟这些面具十分相似。看着这些表情夸张、长得十分搞笑的鬼脸面具，鸣人朝四周打量了一下，确认周围没有人偷看后，悄悄拿上了一个戴在自己脸上。他挑了一个红色上面粘着2撇白胡子的鬼脸面具，这个鬼脸红面獠牙，看起来十分凶恶。就在他戴上的一瞬间，屋子内突然产生了些许变化。鸣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变化，而是使用水遁化成一面水镜，观察自己的样子。噗嗤，哈哈哈！鸣人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笑得肚子都直疼。这鬼脸面具也太蠢萌了，戴着这个一点都不吓人，反倒有点像傻逼。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蠢样，鸣人忍不住的开始跳起了大神。说实话，戴上这种面具跳起大神来丝毫没有羞耻感。果然如同前世那个至理名言所说，有些人戴上面具实际上是摘下了心中的面具。现在鸣人就有这种感觉，戴上这个面具跳大神实在太有感觉了。此时这个祠堂中正上演一幕滑稽的场景，一个个头1米多一点的小萝卜头戴着一个红面獠牙的鬼脸面具四处转圈，正在跳大神。只见那恐怖的鬼脸越跳越滑稽，越跳越开心，最后那鬼脸面具上面的鬼脸开怀大笑起来，笑得非常萌，非常可爱。鸣人也似乎放下了心中的束缚，全心全意地跳起舞来。这种完全不用顾及周围人的感受，全心全意跳大神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就在他开心的跳大神时，祠堂中传来了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小鬼，别跳了！”鸣人丝毫没有理会这个声音，这里都荒废几十年了，怎么可能还有别人存在？刚才一定是自己的错觉，不用理会他。接着奏乐，接着舞。看着无视了自己，继续快乐跳大神的鸣人，漩涡卢鸣黑着脸沉声道：“小鬼，别跳了！你这跳的是什么东西？一点都不标准，别在这丢人现眼了。”这时鸣人才察觉到刚刚说话的声音不是错觉，一扭头便发现了祠堂正上手处漂浮着一个虚幻的身影。这个虚幻的人影看起来有7、80岁，红色的头发，黑色的衣服，满脸皱纹。最关键的是，这个人的身体非常虚幻，甚至能通过他的身体看到背后建筑的模样。鸣人呆愣地站在原地，傻傻地看着漩涡卢鸣，随后无穷无尽的尴尬涌入了他的心间。这种感觉就像是独自一人回到家，没有开灯前先放了一个无比响亮的屁，此时你内心感觉非常舒爽，脑海中一阵清明，感觉世界都豁然开朗了一般。但当你打开灯时，却发现亲朋好友抱着生日蛋糕，目瞪口呆看着你时那种感觉。现在鸣人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如果可以，他真想把这个面具戴到下辈子，永远不摘下来。深吸了一口气后，他勇敢地摘掉了脸上的红色面具，随后面无表情地将面具扔进了卷轴中，淡定地跟漩涡卢鸣对视在一起。漩涡卢鸣也没有说话，二人就这么面无表情的对视，时间1分1秒的过去，两个人心中都尴尬无比。为了打破尴尬的气氛，漩涡卢鸣率先开口问道：“我感受到你查克拉中有我漩涡一族的气息，你是我漩涡一族的族人吗？”随后他又看到了鸣人金色的头发，想了想，试探性问道：“你应该是拥有我漩涡一族的血脉吧？虽然你的头发是金色，但你的血脉应该是很纯正的，父母之中应该就有一个纯血的漩涡一族成员。不过你的查克拉量着实雄厚，即便是在我漩涡一族中，也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雄浑的查克拉。怪不得你那拙劣的舞步可以召唤老夫，原来全是靠那雄浑的查克拉硬堆出来的。”一边说他，一边捋着胡须，摆出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结果说了半天，鸣人连搭理都没搭理他。此时鸣人直勾勾地看着漩涡卢鸣，把他看得头皮发麻，浑身发毛。他心中暗道：这小子怎么回事？老夫都说了这么多了，倒是回应一句啊！你这不接话，让老夫怎么接着往下装逼？这个逼装不圆，老夫怎么进行自我介绍？不自我介绍，你这小子怎么纳头便拜，随后接受老夫的传承？这是谁家的愣头青蠢儿子，这么不上道？人家的套路，你家长没教过你吗？最后憋得实在没办法，漩涡卢鸣决定绕开装逼过程，直入主题。就在他刚要自我介绍时，只见漩涡鸣人身形一晃，消失在原地。漩涡卢鸣大吃一惊，随后便看到一只小巧白嫩的手掌搭到了自己的脑门上。他被吓得亡魂大冒，这是谁的蠢儿子？怎么话都没说完就直接动手？这也太不按套路出牌了。而且对方到底是怎么抓住自己虚幻的灵魂的？要知道他现在可是纯粹的灵魂状态，可不是单纯使用查克拉就能够抓住他的。
就在他疑惑时，只见鸣人漂浮在空中，右手搭在漩涡卢鸣脑门上，左手虚空一划，打开了一道空间通道。漩涡卢鸣面色震惊，这个小子居然还会时空间忍术，而且这时空间忍术看起来高深无比，这天赋着实令人震惊。鸣人没管震惊的漩涡卢鸣，而是在空间门中随手一抓，拽出了一个身影。被拽出的人披头散发，身上缠绕着锁链，身上全是审讯后的伤口。这是鸣人专门让暗部预留的死刑犯之一，专门给他使用绘图转生用的。这个被抓出来的死刑犯眼神中充满了麻木，即便被人这么拽出来，也丝毫没有感到震惊，双眼空洞无神。鸣人丝毫没有理会这个死刑犯的感受，只见他心念一动，绘图转生之术发动。披头散发的死刑犯突然眼神一变，感受到了来自灵魂的痛苦。鸣人抓起漩涡卢鸣的灵魂，像揉棉花糖一样揉成了一个棉花团。漩涡卢鸣惊恐的大吼道：“小鬼，你要做什么？”鸣人没理会这个嗷嗷乱叫的老头子，直接把棉花团塞进了死刑犯嘴里。随后，死刑犯被地面爬上来的绘图所包裹，最终不断扭曲，化成了漩涡卢鸣的样子。看着绘图转生之术发动完毕，鸣人满意的点了点头，果然还是使用人类当做祭品更有感觉。之前他已经用白绝的身体给便宜老妈漩涡九星奈重做了肉身，现在只要使用轮回天生之术，就能将他完美的复活。但白绝的身体对于他来说非常珍贵，给这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漩涡一族老头子使用，实在是有些暴殄天物。还是使用死刑犯吧，这些家伙多得用不过来，而且多处理掉一些，还能减少暗部的粮食储备。这帮家伙活着根本就是在浪费粮食，早死早超生，下辈子投胎别当人了。绘图转生之术施展完毕，漩涡卢鸣震惊地看着自己的身体，久久无言。绘图转生这个忍术是2代火影千手飞剑在木叶建立，收集了各大家族忍术后取长补短研究而成。而那个时候漩涡卢鸣早就死了，所以他从来没有见过或者听说过这种忍术，一时间震惊的不知道说什么好。片刻过后，他喃喃道：“这个忍术还真是精妙，居然可以赋予灵魂新的身体。虽然本质上我还是处于死亡状态，但是已经不影响我正常的行动。小鬼，这个忍术是你发明的吗？”鸣人可不是那种会冒领别人成就的人，而且他也懒得跟对方闲聊，直接说道：“这个忍术不是我发明的，而且我复活你也不是为了说这个。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漩涡一族战国时期的老族长漩涡卢鸣吧？”漩涡卢鸣点了点头，说道：“没错，老夫就是漩涡一族前任首领漩涡卢鸣。”见对方承认，鸣人毫不客气地说道：“我叫漩涡鸣人，我的父亲被漩涡一族的禁术尸鬼封进封印的灵魂，现在他就在死神的肚子里，过得十分难受。好几次想要从巨门出来，但是因为口太小出不来，想要从嘴出来，那个死神又把嘴闭得死死的。无奈之下，只能想到用剖腹产的方法让我老爹顺利生产。但这里的死神面具实在是太多了，一时间我还真找不出来哪个是封印我老爹的那个死神。于是我想请你帮我个忙，寻找一下那个尸鬼封禁的面具，只要能够找到我，必有重谢。”鸣人说话时很诚恳，漩涡卢鸣听话时很懵逼。这小鬼刚才面无表情说了一些令人十分震惊的话，漩涡卢鸣虽然听不懂，但大受震撼。简简单单一个解除尸鬼封禁的方法，被对方用如此清新脱俗的方式说出来，请原谅漩涡卢鸣这个快100岁的老人接受不了年轻人的花活。心中虽然吐槽，但他一个活了快100岁的老头子，也不可能跟这个小子一般计较。毕竟自己是对方的长辈，老祖的架子还是要端着的，怎么可能跟对方一般见识？随后他又想了想对方话中的意思，大概就是这个叫漩涡鸣人的少年父亲灵魂被死神吞进了肚子，他想要剖开死神的肚子，救出他父亲的灵魂，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吧。仔细一想，这个方法好像还确实可行。之前漩涡一族一直拿这个忍术当做同归于尽的忍术，还真没有人想过反过来将灵魂从死神的肚子里拽回来。毕竟人都死了，你把灵魂拽回来也没有什么用，在净土还是在死神肚子里，在活着的漩涡族人看来没什么区别。他又想到了鸣人的绘图转生，于是他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叫漩涡鸣人的少年是想用这个忍术复活他的父亲。他侧头扫了眼墙上的面具，随后又看向鸣人，表情严肃说道：“鸣人，我大概听懂了，你要解除尸鬼封禁的方法。说实话，这种方法虽然危险，但也确实是个可行的方案，但我劝你还是不要这么做。你的这个方法虽然可以救出你父亲的灵魂，但却要把你自己的灵魂给搭进去。听老夫一句劝，生死各安天命，你的父亲被死神收割了灵魂，这些都是命数，想必你父亲也不希望你为了他冒这么大的风险。”漩涡卢鸣苦口婆心的劝说，希望鸣人能够停止这么危险的想法，但鸣人则是毫不在意。他既然有信心召唤死神，就有十足的把握弄回父亲的灵魂。至于自己有没有危险，他从来没考虑过。这忍界，老子已经无敌了，还有谁能杀老子？他对着满脸郑重的漩涡卢鸣挥了挥手，无所谓道：“这些就不劳烦您操心了。我既然敢召唤那个死神，就有办法对付他。你只要帮我找到死神面具是哪个就行。事成之后，我在复活我父亲的时候会顺手帮你一起复活。你要是怕年纪太大，复活没多久会再死，我就给你加个几年寿命，说不定您老当益壮，还能趁着这个机会给咱漩涡一族再添几个人丁呢。”漩涡卢鸣气的额头上青筋直冒，这谁家的熊孩子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居然跟自己这个祖先说话没大没小的，要是不好好教训一下这小子，自己老祖的面子往哪放？
念及至此，他挥着拳头上来就准备捶鸣人脑袋，不料刚一产生这个念头，身体便僵在原地无法动弹。他咬着牙攥着拳头，浑身用力，但身体宛如沉入凝固的水泥中，丝毫无法动弹。快输哥！鸣人眯着死鱼眼说道：“我开个玩笑而已，你何必那么认真呢？而且我说的这件事，你也要认真考虑一下。毕竟现在漩涡一族已经被灭族，只剩下零星几个族人还在忍界中四处游荡。”漩涡卢明瞪大了双眼，难以置信地问道：“你说漩涡一族被灭族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你赶紧跟我说清楚！”随后鸣人便给这个100岁的老同志讲了讲他死后的事。听完之后，他气得牙根紧咬，眼睛瞪得通红，怒道：“可恶的木叶，居然背叛了跟倭之国的同盟，坐视我们被灭族！这群背信弃义的家伙一定不得好死！”鸣人眯着死鱼眼看着破口大骂的漩涡卢明，心中吐槽道：“你一个死人骂别人不得好死，你觉得你这话有说服力吗？”经过一阵苦口婆心的劝说后，漩涡卢明总算是答应了鸣人的请求。他倒并不在意鸣人提出的让他复活的条件，毕竟他已经活得足够久了，最后也是寿终正寝死的，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留恋，因此并不在意什么复活不复活的。之所以答应鸣人的请求，其实只是担心这个家族的后辈胡乱使用禁术，把自己的性命搭上而已。此时他已经下定了决心，如果漩涡鸣人的计划失败，死神在吞噬对方灵魂的时候，他会用秘法救下对方，用自己的灵魂代替鸣人被死神吞噬。想到这里时，他心中叹了口气，这些年轻人实力虽然强大，但性格一个比一个鲁莽。正所谓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想必经过了这次教训后，这个小子应该会成长一些。将来振兴漩涡一族的任务还是要落在这小子身上，至于自己这个死人，早就该回归净土，现在只不过是换一个地方到死神肚子里面安眠而已，没什么。别！他给鸣人指出了尸鬼封禁死神面具的位置，鸣人将对方指的那个面具拿下来，随后拿在手中仔细观看。在确认了这个面具就是自己想找的那个面具后，鸣人满意的将它单独收了起来。收好了这个面具后，鸣人又将墙上其他的面具打包装好，随后拉着漩涡卢明瞬间移动回到了光影村。在自己的秘密基地准备了一番后，他便将自己的便宜老妈叫了过来，毕竟这次是要复活老爹，自己跟对方见面有些尴尬，有便宜老妈再能缓解一些尴尬。漩涡九星奈刚一赶到，便看到了跟他同款绘图转生的漩涡卢明，二者礼貌性的问好，但却并没有多亲近。鸣人感到很好奇，通过传音忍术对漩涡九星奈问道：“老妈，你好像跟这个漩涡卢明不是很熟的样子，你以前不是经常说你的漩涡一族的地位很高吗？按理说你跟这个老头应该很熟悉才对。”漩涡九星奈偷偷瞄了一眼漩涡卢明，随后悄悄说道：“我上哪认识这老头去？这老头死的时候，我的母亲你的外祖母还只是个孩子，我对这个老头的印象仅限于祭祖时见过照片，我怎么可能跟他认识？”听到对方的解释后，鸣人点了点头，随后清了清嗓子对二人说道：“既然如此，那我就准备开始了。”这时漩涡九星奈打断道：“再等一等，我还邀请了别人一起来，等他们到了之后再开始吧。”鸣人刚想问对方邀请的是谁，突然察觉到了什么，脸上浮现了一阵坏笑。九星奈见鸣人这副表情有些奇怪，片刻后，只见卡卡西拉着野原灵的手，扭扭捏捏的从秘密基地的门口走了进来。被拉着走进来的野原灵脸红到了耳根，尴尬的对着漩涡九星奈打了个招呼。九星奈脸上瞬间浮现了姨母笑，这笑容把卡卡西尴尬的快用脚趾头抠出3室2厅了。他举起跟野原灵牵着的手，对鸣人一脸黑线道：“这是你搞的鬼吧？我跟灵的手突然就粘到一起，拿不下来，思来想去，也就只有你这么恶趣味了吧？”鸣人挑了挑眉笑道：“你可真是不识好人心，我这是在帮你脱单，你要感谢我才对。”卡卡西想骂人，他感谢个锤子，莫名其妙被叫过来，然后莫名其妙跟野原灵手粘在了一起，最后还要自己去感谢别人，自己怎么就那么倒霉？就在鸣人想要继续施法复活波风水门时，外面又走进来一个人，众人抬头一看，正是自来也。鸣人叹了口气，这不用问，一定又是自己便宜老妈叫过来的，不就是复活自己便宜老爹吗？至于搞得这么兴师动众，叫过来这么多人吗？自来也一眼便看到了人群中的漩涡卢明，他虽然也没跟对方见过面，但曾经看到过对方的照片，连忙走上前与对方打招呼。九星奈也热情地对漩涡卢明介绍卡卡西等人，众人相谈甚欢，只有鸣人一个人尴尬地站在原地。这不是来进行复活仪式的吗？怎么成了认亲大会？一阵亲切的认亲大会完毕后，众人并排而立，等待着鸣人的表演。他们对于召唤死神的仪式很感兴趣，就连熟悉流程的漩涡卢明都目不转睛地观看，生怕鸣人仪式出问题。被众人这么直勾勾的注视，鸣人显得有些尴尬。之前一个人跳大神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感觉，现在被这么多人注视他，反倒有些不好意思跳了。犹豫了半天，还是将死神面具戴在了脸上，区区一段尬舞而已，凭自己的脸皮还不是手到擒来。不过在跳舞之前，他深吸了一口气，在虚空中一滑，打开了一道空间通道，伸手探入空间通道中，将一只目光呆滞的白绝拽了出来，放在脚下。这白绝是前不久来到光影村打探情报被鸣人抓住的，除了这个之外，他还有4只，剩下的都在他做实验的时候被玩死了。想想还真有些可惜。鸣人这一手时空间忍术看得众人赞叹不已，他们都在想，如果自己拥有这样方面的时空间忍术就好了。
就在这时，鸣人对着卡卡西招了招手，说道：“卡卡西，你过来一下。”卡卡西眨了眨无辜的右眼，随后疑惑地来到鸣人身边，问道：“你叫我做什么？我可不会什么请神仪式，帮不了你什么忙。”鸣人切了一声，随后弯腰抠下了白绝的左眼，看得众人一阵皱眉。不过众人也没有说些什么，他们也知道鸣人的性格，虽说对方出手狠辣，但也不是滥杀无辜之辈，能被他这么凶残的对待，估计这个一身白色的家伙也不是什么好人。而鸣人摘下了白绝的左眼后，直接递给了卡卡西，说道：“把这个安到你左眼眶里吧，安上你就能恢复光明了。”卡卡西眉头紧锁，野原灵则是惊慌的上前一步，对鸣人说道：“光影大人，请不要这么儿戏，就算想给卡卡西移植眼睛，也要先进行排异反应的测试，只有确认了二者的细胞没有排异反应后，才可以进行眼睛的移植，否则一旦出现排异反应，不仅是这只眼睛会报废，卡卡西的另外一只眼睛都有可能会失明。这可不是危言耸听，换眼手术十分危险，如果没有提前进行准备的话，很有可能会引发身体的排异反应。”看着惊慌的野原灵，鸣人表情古怪，他歪了歪头对野原灵道：“你也知道有排异反应，那你当初在战场上为什么直接给卡卡西移植了宇智波带土的眼睛？”说到这个，野原灵先是愣了一下，随后尴尬的笑了笑，不知说什么好。当时他刚成为医疗忍者没有多久，理论知识背得滚瓜烂熟，真用到实战的时候全忘到后脑勺去了。给卡卡西移植血轮眼的时候，他甚至都没想过排异反应的事，脑袋一热，含着泪就给移植完了，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后怕。鸣人见他这副模样，挥了挥手笑道：“你放心吧，卡卡西绝对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向你担保，卡卡西如果移植了这只眼睛出现任何问题，我负责，我以我的人格担保。”野原灵将信将疑地看着鸣人的眼神让鸣人有些不自在，自来也则是直接吐槽道：“你如果不拿人格担保，我还稍稍有些相信，你一提你的人格，我彻底确定了，你就是个骗子。”鸣人有些恼怒，直接把眼睛扔到了卡卡西的手上，冷哼了一声道：“信不信随你。”说完他就去准备召唤死神的事宜，卡卡西则是看了看手中的白色眼球，最终下定了决心，对野原灵说道：“灵，帮我把它移植到我的眼眶里吧。”野原灵犹豫了片刻，最终选择相信卡卡西的判断。就在他准备张嘴说一些你侬我侬的话时，鸣人那赖赖唧唧的声音突然响起，那眼睛用不着复杂的移植程序，直接往眼眶里面一塞就 OK 了。二人没有搭理鸣人，而是找了个安静的地方进行移植手术去了。鸣人毫不在意地戴上了死神面具，他可没有闲心搭理这一对狗男女，他还要考虑等下的大舞要怎么跳呢。就在这时，漩涡卢鸣走到了白绝身边，蹲下来查看白绝的身体情况。从刚才起他就注意到了这个浑身白色的人，对方身上的旺盛的生命气息，就连他这个漩涡一族的老族长都惊叹不已。仔细查看后，他的脸色则是越来越难看，最终他站起身，黑着脸对鸣人问道：“鸣人，你是不是在用千手一族的族人做人体实验？”此言一出，空气瞬间安静，刚刚还对卡卡西那润物细无声的泡妞技巧感叹不已的自来也和漩涡九星奈，突然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他们的眼睛死死盯着鸣人，等待着对方的答复。虽说千手一族已经正式解散，但毕竟是曾经忍界第一家族，而且他们跟千手一族也都颇有渊源。他们也知道鸣人私下里做人体实验的事，不过对方用的是一些犯了重罪的死刑犯，他们也不好说什么。但如果鸣人真的用千手一族的后人进行人体实验的话，他们一定要阻止，毕竟这些人是无辜的，而且他们也不希望鸣人变成无视人命的冷血动物。鸣人戴上面具后，仔细思考到底要怎么跟这帮人解释。思考片刻后，他突然一拍大腿，自己解释个屁啊！这白绝本来就是他缴获而来的战利品，他虽然做过人体实验，但从来没有用千手一族的人做过。他这么冰清玉洁，根本就不怕这些人调查，实话实说也不会露出什么破绽。于是他腰板一挺，对众人说道：“我可以对你们发誓，我绝对没用千手一族的族人做过人体实验，我用我的人格。”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只见漩涡九星奈直接走到他面前，拉住了他2次脸颊，一边拽一边说道：“你小子又想说那些个半真半假的谎话来忽悠我们是不是？趁着老娘没发火，快点儿把这个白色怪人的来历说清楚，否则回去你就等着老娘皮鞭子蘸凉水吧。”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九星奈也算是了解了自己这个满嘴跑火车的儿子。这家伙说话时，如果懒懒散散的，多半说的是真话；如果信誓旦旦的发誓，那一定是撒谎。鸣人伸手拨开了漩涡九星奈的双手，随后眯着死鱼眼对众人说道：“你们真想知道？”众人点了点头。鸣人叹了口气，既然如此，他就把6道仙人一家的事情说一下吧。其实这些事就算全说出来也无所谓，毕竟故事里的这些人，除了6道仙人和黑绝外，剩下的几乎都已经嘎了。黑绝那个家伙，要是真敢来光影，他就直接把这家伙团吧，也扔月球上去。至于6道仙人，自己跟对方也没有什么仇怨，对方要是真敢来闹事，他也不虚这老头。于是他将6道仙人一家的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包括因陀罗和阿修罗查克拉转世成为千手柱间和宇智波斑的事。众人听的是目瞪口呆，就连进行完换眼手术从半路开始听的卡卡西和野原灵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自来也惊讶道：“这么说，6道仙人现在还没有死，只是躲在净土里没有出现而已吗？”鸣人想了想，随后说道：“也不能说他没有死，他只是死了之后还有意识而已。生与死对6道仙人来说只不过是一种状态而已，
他随时可以把自己的状态调整为生，这对他没什么难度。众人惊叹不已，真不愧是忍者的始祖六道仙人，居然已经到了永生的地步。不过最令他们震惊的还是初代火影跟宇智波斑的关系，怪不得他们的实力远超其他强者，原来他们是仙人之子查克拉的转世，这样一来就能说得通了。这时漩涡卢鸣突然想到了什么，震惊道：你刚才的故事中并没有讲黑诀的下落，难道说那个黑诀现在还隐藏在忍界中吗？鸣人点了点头，确认了对方的想法。众人瞬间感觉到脊背发凉，一个隐藏了千年的老怪物在暗中布局谋划复活自己的母亲，想不到忍界中还有这样的惊天秘闻，真是令人震惊。就在这帮人还处于震惊中时，鸣人已经开始了尬舞，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复活了便宜老爹后，还要去平定炎影、沙影和雾影，他都忙得脚打后脑勺了，没有时间给这些人排疑解惑。只见宽敞的地下空间内，鸣人扭动着身体，进行着辣眼睛的尬舞。漩涡卢鸣看到鸣人的舞步后，被气得面色涨红，他黑着脸大吼道：你跳的这是什么舞啊？这根本就不是漩涡一族的请神仪式，你这小子不会跳就先问一下，干嘛瞎跳啊？他被气得面红耳赤，看这小子信誓旦旦的把面具戴上，他还以为对方很熟悉漩涡一族的请神仪式，没想到这家伙只是戴着面具瞎跳，而且那跳的要多尴尬有多尴尬，真是难看死了。只见他背对着人群，双脚呈马步状侧腰抖肩，随后用力往上一蹦，空中转体面向众人，伸出右手五指对准众人，随后扭动身体。这套动作把众人尴尬的都快用脚趾头把忍界挖穿了。鸣人这家伙是从哪里学到这么尴尬的舞步？而且对方还是戴着鬼脸面具跳的，比正常跳舞还要滑稽。鸣人此时已经跳得有些嗨了，根本不管这老头子的怒吼，跳得越来越兴奋，越来越忘乎所以。此时他恨不得将头发梳成中分模样，穿上一身帅气的背带裤，等会儿打起篮球一定又鸟你太美。众人满脸古怪地看着尬舞的鸣人，他们就算是没见过漩涡一族的请神仪式，也能看出来鸣人这就是在瞎跳。只有漩涡卢鸣嘴角不规律的抽动，对漩涡一族秘术最为敏感的他，一瞬间便察觉到了什么。不会吧，这种胡乱跳的仪式不会真能把死神召唤出来吧？从刚才鸣人开始跳舞起，他便感受到了死神被召唤出来时的那种气息，只有请神仪式成功时才会传出这样的气息。不过他并不确定鸣人的尬舞到底召唤没召唤出来死神，因为尸鬼封禁的死神只有施术者可以看到，他除了能感到那股死亡的气息外，什么也看不见。而在鸣人的视线中，不远处虚空中突然凝聚出了一道虚幻的人影。这道人影身高有2米多，将近3米，头上生有双角，长得青面獠牙，一看就不是人类。口中叼着一把半米左右长的短刀，身体轻如纸张般漂浮在空中，冷冷地看着下方将自己召唤出来的小黑子。死神似乎是没有感情的机器一般，被召唤出来后就这么面无表情地漂浮在空中。鸣人也没有着急动手，而是侧头瞟了一眼身后的人群。这帮人对于死神的降临丝毫没有察觉，果然只有自己这个施术者才能够看到。其实死神的状态无非是跟死人的灵魂类似，只要掌握精神秘法的人也是可以通过修炼看到死神的。别人不说，就说那掌握了灵化秘术的加藤段估计就能看到这个死神。就在这时，迟迟等不到鸣人命令的死神自顾自地行动了起来。这个人类召唤了他之后一直没有指令，既然如此，他就只能按照本能做事了。只见他伸出长着尖锥利爪的大手伸向鸣人，他准备先拽出鸣人的灵魂再说。鸣人见对方的大手抓来，冷笑一声，他还以为这死神召唤出来就是个像须佐能乎那样的工具，没想到居然还有自己的思想，直到主动攻击人。看过原著的他自然知道死神想要做什么，无非是想拽出自己的灵魂，然后吞入肚子里。按照原著中大蛇丸的做法，这个时候应该控制死神剖腹，将便宜老爹的灵魂放出来。而死神剖腹的同时，自己的肚子也会被划开，等波峰水门的灵魂获得自由后，自己也会死，然后被对方抽走灵魂，吞进肚子里。然而鸣人并不打算这么做，虽说他有绝对的信心死神不可能伤到自己，但他可不是个会跟死神公平交易的人。守规矩的忍者只是老子的兼职，老子的正牌职业可是个无法无天不讲规矩的土匪。身为一个土匪，怎么可能跟死神等价交易？老子不把你这个死神抢的裤衩子都穿不起，老子跟你姓儿！只见他在死神惊愕的目光中一把抓住了对方伸过来的手，随后鸣人右手光芒大盛，一发能量拳砸到了死神的肚子上。死神疼得伸出另一只手捂着肚子，表情十分痛苦。鸣人也卧槽一声松开了死神的手，捂着自己的肚子。这一幕震惊了众人，漩涡九星奈更是惊呼道：鸣人你怎么了？说话间他便准备过来查看鸣人的情况，他也会施鬼封禁这个忍术，自然知道这个忍术的凶险，看鸣人这么痛苦的表情，一定是出现了意外，他宁可不救水门的灵魂，也不想让鸣人出现意外。就在这时，鸣人一伸手拦住了他，呼出一口浊气说道：老妈你不用那么紧张，我没什么事，你在那里看着就行了，别过来。九星奈非常担心，但是他也怕自己胡乱上前耽误了鸣人的计划，于是只能焦急地站在原地祈祷鸣人没事。而鸣人则是惊奇地看着自己跟死神之间隐隐传来的连接之感，原来这所谓的神是通过这种方式与施术者进行连接的吗？居然跟飞盾的死丝品血一样，可以将伤害共享，一个是邪神，一个是死神，难道神都是有这种能力的吗？
只见他虚空一握，似乎是抓住了一些什么东西，随后仔细的感觉这条灵魂通道，鸣人的嘴角微微勾起。原来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这次收获可真是不小，居然获得了这么多有关灵魂的秘密。这是一种灵魂等价交换的方式，通过交换双方灵魂的一部分，达到某种平衡，使灵魂产生共享。打个比方，比如说鸣人是一团面团，死神也是一团面团。鸣人刚才的请神仪式，其实就是将自己的灵魂一部分交到了死神手中，但这种方式可做不到将受到伤害共享的程度。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大蛇丸，它的本体死亡并不影响它灵魂分裂出去的天之咒印，甚至那分裂出去的灵魂可以自己补全，形成另一个完整的灵魂。死神和邪神之所以可以让两个灵魂的伤害共享，其实是在获得了宿主灵魂的同时，将自己的灵魂也分给了对方一些。这时候鸣人拥有了死神的灵魂一部分，死神也拥有了鸣人灵魂的一部分，二者建立了联系，便可以将伤害共享。如果鸣人没有猜错，飞段的死丝平鞋也是通过这种方法做到的，只可惜当时弄死这家伙的时候没多想，否则把这家伙留下来仔细研究一番，说不定早就发现这个秘密了。念及至此，鸣人将右手伸进了自己的胸膛中，随后在死神惊愕的目光下扯出了那段死神的灵魂碎片。看了看手中这段死神留在自己身体内的灵魂碎片，鸣人一把将其捏爆，随后抬头笑道：“这样我再打你就不会受到反噬了吧？”说完，鸣人的表情从戏谑变得严肃起来，幸好自己没上来就一拳直接打爆这个家伙，否则自己的肉身可能也要被干爆。他奶奶的，老子这暴脾气是应该改了。想到这里，他一拳打爆了死神的身体，速度快到死神反应过来时，他已经成为了无数碎片，即将消散。他对着鸣人大吼一声，伸出爪子想要抓住鸣人，却抓了个空，最终愤怒的大吼消散在空气之中。而他的尸体碎片中则是飞出了无数光点，鸣人一眼便认出了其中一个金色光点，伸手便将其抓住，随后拎着波风水门的灵魂便来到了白绝的身边。被抓住灵魂的波风水门眼中全是疑惑，刚才他还在跟九喇嘛聊天，怎么突然就被人抓住了？而且他不是在死神的肚子里吗？还有人能把手伸进死神的肚子里吗？波风水门的灵魂疑惑地朝四周看了看，他先是看到了抓住自己的漩涡鸣人，眼中有些疑惑，这长相怎么看着有些眼熟。随后他又看到了人群中的漩涡九星奈，他瞬间精神了起来，朝着九星奈挥手道：“九星奈，你怎么？”还没等他把话说完，鸣人便将他的灵魂团了团，捏成了一个灵魂球，随后对着灵魂球说道：“你现在是灵魂状态，他看不见你，不过你不用着急，等我把你复活后，你自然就能跟他说话了。”说完，他便将老爹球塞进了白绝的身体里，随后双手快速舞动，假模假样的结了几个印，绘图转生之术发动。为什么要假模假样的结几个印呢？当然是为了装逼了，没有别的理由。随着他结印完毕，地底钻出了秽土，包裹了白绝的身体，随后秽土扭曲变化，最终变成了波风水门的模样。波风水门缓缓地睁开了双眼，脸上全是茫然和疑惑，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先是看了一眼人群中激动的漩涡九星奈，随后又看了一眼离他最近的鸣人，疑惑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谁？这里又是哪里？”波风水门的问题有些多，鸣人不知从哪说起比较好。就在这时，漩涡九星奈跑了过来，一把抱住了波风水门。太好了，水门，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漩涡九星奈用力地抱着波风水门，要不是绘图转生的身体，估计他现在眼泪都已经流成自来水了。波风水门尴尬地拍了拍九星奈的肩膀，安慰道：“是啊，又见面真是太好了。另外，这里是哪里？难道是净土吗？”漩涡九星奈缓和了一下情绪，刚想说话，却又被鸣人的动作所打断。鸣人确定波风水门的绘图转生施展成功后，马不停蹄地准备彻底复活对方。不仅是波风水门，剩下的漩涡九星奈、漩涡卢明和野原灵，他也要一起复活。只见他双手舞动，无穷无尽的生命力涌入了波风水门四人的身体，四人被这无穷无尽的生命力滋养后，迅速焕发的生机，皮肤开始变得红润起来。四人震惊地感受着身体的变化，没有死过的人绝对无法理解这种重获新生的感觉。仅仅片刻后，四人彻底复活，轮回天生之术发动完毕。漩涡九星奈握了握拳，随后双手捂着脸颊惊呼道：“我真的复活了，真是太神奇了！”漩涡卢明捋了捋自己的胡须，惊叹道：“这个忍术实在是太神奇了，老夫能感受到血液在体内流动的感觉，已经记不清多久没有这种生命的感觉了。”这时一时清脆的声音从一旁响起，野原灵跑到波风水门身边，激动道：“水门老师真是好久不见了。”波风水门先是愣了一下，随后震惊地看着野原灵，没想到连灵都复活了，那么带土呢？带土有没有复活？波风水门复活后，地下基地内又是一阵尴尬的认亲大会。这认亲大会，所有人都相谈甚欢，只有鸣人一个人觉得尴尬无比。前世他就受不了火影中各种强行煽情的场景，每次看到这些场面的时候，他都直接快进，生怕多看一秒就会爆炸。谁知今天他竟然在现场看了个现场版，这让他恨不得用脚趾头抠出个3室2厅，然后钻进去把门反锁上。这时大家也想起了站在人群最外围的鸣人，漩涡九星奈对鸣人挥了挥手说道：“快过来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爹。”鸣人和波风水门的嘴角同时抽了抽，这回不止鸣人尴尬，连波风水门都感觉很尴尬。
就在这时，野原绫和卡卡西来到了鸣人面前，随后直接对鸣人鞠了个躬，感谢道：“多谢光影大人。”鸣人无所谓的摆了摆手，说道：“不用感谢我，救你不过是举手之劳的事，而且我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去处理，不能再陪你们在这里瞎扯淡了。”说完，鸣人便准备转身离开，他要回去等掌门的电话，看看宇智波带土有没有去找他。就在他准备离开时，他的手一把被九星奈抓住。鸣人耷拉着死鱼眼说道：“老妈，你又干什么？老爹都复活了你，赶紧跟他你侬我侬去啊！别来烦我了。”九星奈一拳敲在鸣人的脑袋上，随后说道：“你这小子又想偷溜出去，平时也就算了，今天好不容易大家重聚在一起，无论有多么重要的工作，都要一起吃个饭再说。”野原绫等人也劝说道：“是点光影大人，我也想请你吃顿饭，好好感谢一下你。”看到这么多人劝说鸣人，最终叹了口气。他这个社恐最烦的就是这种聚会，吵吵嚷嚷的气氛，他实在是不适应。不过这也没办法，毕竟今天情况特殊，便宜老爹更便宜老妈复活，自己这便宜儿子不去祝个寿，有点不像话。波风水门和漩涡九星奈正式复活的消息，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而且就算是知道了，也不会有多少人感兴趣。木叶忍者村都已经解散了，4代火影夫妇的复活根本不会有人在意。不过一些跟波风水门和漩涡九星奈相熟的人，则是被他们邀请来了宴会。比如宇智波一族的宇智波富岳和宇智波美琴，日向一族的族长日向日族一家，还有奈良鹿九、秋道丁作等人。这些波风水门前世的熟悉人一个又一个赶到，气氛越来越热烈，鸣人越来越生无可恋。他在一阵应酬后，来到了宴会的一个角落，随手关了把椅子，如条死狗一样靠在椅背上。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鸣人的耳中。鸣人君似乎不是很喜欢这种热闹的氛围。雏田身穿正装，满脸笑容的走到鸣人身边说道。鸣人叹了口气，有气无力道：“是啊，这些人叽叽喳喳的吵死了。”雏田尴尬的笑着笑，他其实也不是很喜欢这种场面，但身为日向一族嫡女的他，从小就被教育适应这种场面，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就在这时，雏田有意无意的朝后看了一眼，他的父亲日向日族对他点了点头，随后他硬着头皮对鸣人说道：“鸣人君，有件事，我想。”鸣人看着不好意思说的雏田，嘴角微微上扬。自从跟自己混熟了之后，多久没见到这么扭捏的雏田了？这么扭扭捏捏的，难道是想要对自己告白吗？哎，自己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啊，真是害人不浅啊！就在这时，雏田也似乎鼓足了勇气，对着鸣人小声说道：“鸣人君可不可以减轻一些对家族忍者的限制，给家族忍者更多的生存空间？”鸣人闻言愣了下，随后有些失望，原来不是向自己告白来的，太令人失望了。随后他又仔细的思考了一下对方的请求，眼睛不动声色的瞟了下日向一族的族长日向日族。他最担心的事情最后还是发生了。最近不只是雏田、鹿丸等人也有意无意的跟他提起了这件事。自从光影村建立后，这些原木叶的忍者家族从单纯打打杀杀的忍者开始向着贵族政客转变。家族中没有什么忍者天赋的也可以成为管理一方的要员。虽说光影村实行的不是忍界那种世袭罔替的制度，但家族忍者毕竟识字懂得更多的知识，由他们来管理地方，比一些平民选拔上来的平民忍者要强上一些。这些以前只知道打打杀杀的忍者家族，在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后，心态产生了些许变化。现在的他们对以前的木叶一点留念都没有，因为现在光影村的模式让他们获得了更大的利益。傻子才会怀念以前那看木叶高层脸色活着的日子。但对于这些家族忍者鸣人也不是100%的信任，仍然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限制。鸣人也清楚，这种家族政治模式绝不是什么好事。等彻底统一了忍界后，这些人一定会成为掣肘自己的障碍。虽说他跟雏田等人的关系好，但不代表着自己会放任这些家族忍者胡作非为。但是人心就是这样，无穷无尽的贪婪才是人类的本质。以前他们在木叶的时候，木叶高层对他们的压制比现在强烈得多。现在鸣人稍稍松开了一些对他们的管制，他们就有些遏制不住扩张的欲望，甚至准备将手伸进刚刚被平定的雷之国中，这让鸣人对这些人产生了些许警惕。看雏田的表现，应该是被他父亲要求过来的，否则凭雏田的性格是绝对不会跟自己说这种事的。叹了口气后，将雏田拉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随后直视着对方的双眼说道：“雏田你。”鸣人刚想苦口婆心的劝说一下对方，结果话到嘴边却不知该怎么说出口。这话到底要怎么说？难道要跟对方说不要让日向一族扩张，要让渡更多的利益给平民吗？要是这么简单就能解决忍者家族的问题，他早就解决了。就在这时，雏田笑了笑，语气突然变得轻松说道：“鸣人君，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家族的做法，私下里我也劝说过家族的成员，但没人知道这件事确实有些难为雏田了。这种两难的抉择，即便是成年人都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更别说雏田这个只有8岁的孩子。”鸣人拉起了雏田白嫩的小手，直视着对方的双眼说道：“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有些时候一味的忍让与妥协，并不能换来问题的解决，反而会让问题更加严重。既然今天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跟你交个实底，家族忍者我是一定会继续打压下去，这一点绝对不能妥协。我这不仅是为了整个忍界，也是为了这些忍者家族。过分的贪婪只会招致自己的灭亡，最终整个忍界被他们拖得崩盘，到时候他们一定会自食恶果。鸣人前世熟读历史，
深知历朝历代的灭亡都离不开这些大家族的贪婪。这批人在历史上有着不同的称呼，有着不同的身份，但他们都在做着同一件事，那就是疯狂吞并一切可以吞并的资源。这些人贪婪且自私，愚蠢却又胆小，他们不敢将贪婪的目光看向其他跟他们同样体量的同类，只敢将目光投向更加弱小、更加松散的平民势力。他们不停地吞噬世界上一切的资源，将世界上 99% 的资源集中到他们这些只占世界 0.001% 的人身上。而且这个忍界将会比前世更加残酷，前世的平民活不下去了，还能揭竿而起，推翻腐朽的王朝。这一世平民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推翻一群忍者建立的帝国。因此，鸣人对这些家族势力可谓是非常头疼。由于佐助和雏田这些人的关系，他也不好打压的太过严重，目前只能靠将蛋糕做得更大，突然是更多的国家来满足这些人的胃口。但这么做完全是治标不治本，统一了忍界后，这些人到底该怎么处理，是个无解的难题。这时鸣人想到，要不要把这些人分封出去？将来自己不可能只窝在忍界这里，一定会朝着忍界外面扩张，最终迈向星辰大海。到时候自己可以把这些家族分封到一些资源丰厚但是没有人的星球，这样说不定就能解决双方的矛盾。鸣人越想越有道理，拉着雏田白嫩的小手笑道：“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各大家族的问题。”雏田闻言惊喜道：“真的吗？真是太好了！就知道鸣人君一定有办法。”鸣人笑了笑，刚想将自己的办法说出来，突然身上的忍具带传出了一阵查克拉波动。这个忍具带被鸣人用封印术刻画了封印符文，因此说是忍具带，其实已经跟储物袋没有区别了。鸣人伸手探进储物袋中，随后掏出了一个大哥大，对雏田抱歉道：“我先去接个电话，有事等下再说。”雏田笑着点了点头，说道：“我等你。”鸣人拎着大哥大赶紧来到了一个无人的地方，随后脸上的笑容完全消失，语气变得严肃起来，接听了电话：“长门吗？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是宇智波带土联络你了吗？”电话另一头的长门语气淡漠道：“没错，九尾人助力已经被对方送到了我这里。”鸣人闻言脸上露出了邪恶的笑容，带土这狗日的总算是出现了。随后掌门将他和带土的计划对鸣人和盘托出，鸣人越听眼睛越亮，这带土真是不知死活，居然还想亲自找上门来。不过这样一来也好，省得自己浪费时间去抓他。将计划讲述完毕后，掌门对鸣人打听道：“你知不知道那个黑爵的来历？我总觉得那个黑爵不一般，而且对方夸下海口说可以1天之内封印9只尾兽，我很好奇对方究竟是什么来路。”鸣人想了想，对掌门说道：“黑爵是真正宇智波斑的意志分身，宇智波斑临死前用他的轮回眼制造出了黑爵。”鸣人将黑爵和长门轮回眼的事全都告诉了对方，还没等他说完电话，另一头突然传来了嘟嘟嘟的忙音。鸣人有些疑惑，这大哥大信号这么差吗？不是跟掌门说了吗？用大哥大打电话的时候要来地面上，这家伙不会是又在地下空间里给自己打电话吧？过了一段时间，电话铃声再次响起，这次显示的号码是小南的大哥大。刚一接听，便听到掌门那粗壮的声音传来：“询问鸣人，你之前说的话是真的吗？”鸣人听出了掌门语气中的激动，于是他说话的语气也沉重了几分，确认道：“没错，我向你保证，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你的轮回眼确实是宇智波斑趁着你小的时候移植给你的。黑爵接近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给他收集尾兽，复活10尾。”鸣人并没有将大土木辉夜的事情说出来，今天他已经不知道跟多少人解释过这件事了，他嘴都有些磨秃噜皮了，实在是懒得再跟人解释大土木辉夜姬，所以就直接将黑爵说成了宇智波斑创造的意志分身。其实黑爵的身份怎么样都无所谓，根本不影响他收集尾兽的计划。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辉夜姬出过场，也用不着跟别人解释大土木辉夜姬的事。在得到了对方确认的答复后，掌门缓缓平静了下来。刚才他太激动了，一把就捏碎了大哥大，还好小南那里有个备用的，不然就要花时间再买一个了。平静下来后，他决定将黑爵的事放在一边，接下来最重要的还是先收集尾兽，至于黑爵，只要留神防备对方就可以了。随后二人商议了一下具体的行动时间，最终决定明天早上同时出发前往土之国。等灭掉土之国，收集完4尾和5尾后，再去水之国收集3尾和6尾。也许看过忍界地图的人会觉得这2个国家离得太远，想要迅速灭掉2个国家，可能会花大量时间用于赶路上。毕竟这2个国家，一个在最北方，一个在最南方，一个在忍界的西北角，一个在忍界的东南角，可以说遥远至极。但其实这2个国家距离得非常近，甚至水之国跟土之国的距离比水之国与火之国之间的距离还要短。那这种情况发生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便是忍界是个球形，只要土之国再往北走一些，就能从地图的另外一边出来，到达水之国。因此这次出征根本就不用绕远路，直接一趟线往北绕忍界一圈就 OK 了。掌门这个急性子还建议鸣人今天晚上就出发，毕竟兵贵神速，早日统一了忍界，早日实现忍界和平。但鸣人一再推辞说自己今天有很重要的事走不开，掌门也治好他的口气，同意明天再行动。二人约好时间后便挂断了电话。掌门继续在自己的基地内进行战争的准备，鸣人则是回去继续参加宴会。与此同时，一个跟掌门一样心急的家伙已经迫不及待地来到了沙隐村。在明亮的月光照耀下，带土站在沙隐村外围的沙漠空地上，冷冷地注视着这个防御松懈的忍村。
他可没有鸣人和掌门的耐心，会时空间忍术的他，在与黑绝分开后，简单的进行了准备，便迫不及待的来到了沙隐村门口。为了收集尾兽，他已经等待了足有10年之久。此时胜利就在眼前，他是一天都不打算等，火急火燎的来到了沙隐村。之前他就已经做好了行动规划，收集了沙隐村的1尾后，就去龙隐村收集7尾。等这2只尾兽搞定后，就去光影把2尾跟8尾都搞到手。不发生意外的话，这全套计划3天之内就可以完成。等全部搞定后，就回到云隐村等待掌门。就凭那个瘸子收集尾兽的速度，肯定没有自己快。到时候只需要在宇之国安心等待对方回来就行了。随后他又抬头看了看防御松懈的沙隐村，堂堂5大国之一风之国的沙隐防御力居然如此松懈，整个沙隐村丝毫感觉不到防御阵法的气息。这种情况不是阵法太过高明，就是根本没有防御阵法。这沙隐也未免太不寒酸了吧？堂堂一个大忍村，居然连防御塔都没有。念及至此，他心中冷笑一声，这种垃圾忍村还没有被其他忍村灭掉，估计是因为其他大国看不上风之国沙漠的环境吧。这里如果是一片肥沃的土地，拥有巨量资源，估计早就被其他大国瓜分灭国了。心里满含不屑的他，刚要迈腿，却察觉到了有些不对，开启万花筒写轮眼，低头仔细看去，沙漠环境中有着一道又一道细小的微不可察的丝线，这些丝线根本就没有查克拉痕迹，看样子只是普通的细钢丝，估计连传导查克拉的作用都没有。然而就是这么普通的机械结构，却是最让忍者难以察觉的，毕竟忍者对于查克拉敏感，至于这些机械类的东西都会本能的无视。戴土长长的呼出一口气，小心翼翼的收回了腿，刚才这一步要是迈出去，估计就要打草惊蛇，惊动沙隐村了。虽然现在的他有自信硬闯沙隐村也无所谓，但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的目的是来抓捕一尾，而不是跟沙隐村开战。上次之所以硬闯云隐，是因为他们的防御结界拥有禁止时空间忍术的能力，戴土的神威根本无法进入，最终没办法只能硬闯。如果可以偷偷带走一尾人助力，那是最好的，实在无法做到，再硬闯也不迟。念及至此，他身形逐渐扭曲，缩进了神威空间中，随后根据他目测的距离，使用神威进入了沙隐村内部。空间漩涡在沙隐村城墙内一处不起眼的角落中凭空浮现，戴土一步迈出，随后看着城墙上闲聊的忍者，不屑地冷笑一声。这帮家伙除了能发现硬闯的敌人外，还能发现什么？忍者村这种巡逻忍者一点用都没有，还不如弄个感知结界实在。戴土的想法着实有些为难沙隐村了。感知结界那东西不是说有就有的，那需要很高深的封印术造影，还需要有关精神类的秘术加持才能够做到。5大国中有能力弄出感知结界跟时空间结界的，也就只有火之国跟雷之国。火之国是由于底蕴深厚，忍者家族众多才能够做到，雷之国纯是运气好，抢到了漩涡一族的封印术，才能够自主研发出来。至于水之国在早年间也是有的，但后来被戴土操控了雾影之后，把这些东西全销毁了。那些高超的封印术以及感知结界雾影已经彻底没有，现在已经全进了宇智波戴土的口袋。然而凭借戴土的智商，也根本看不懂这些东西，于是就只能落在他的收藏架中吃灰了。谨慎地观察了下四周，确认没人发现后，戴土紧了紧身上的黑袍，小心翼翼地朝着白绝情报中一尾人助力的住所而去。一路上碰到了几个巡逻的沙隐忍者，但以这些人的实力，根本无法发现宇智波戴土。他很轻松的就绕过了这些人的视线，靠近了一尾人助力我爱罗的住所。今夜月明星稀，但沙隐村却格外安静。这个生活在沙漠中的忍者村，由于资源匮乏，根本没什么夜生活。而且由于这几年一尾守鹤不断暴走，导致村民们更不敢晚上出来，于是夜晚格外安静。戴土刚一靠近，便发现了不远处躲藏起来的几个忍者，他也隐藏了气息，悄悄靠近这几人，随后确认了几人的身份。这4人很明显是暗部中一个满编小队的成员，估计他们的任务就是监视一尾人助力了。戴土悄悄看向人助力住所的方向，天台上一个红色头发黑眼圈的小男孩面无表情的抬头看着月亮，他头顶上写着一个爱字，年纪大概10岁左右，肤色非常苍白，眼神冷漠无比，似乎看谁都像是看死人一样。拥有万花筒写轮眼的宇智波戴土一眼便确认了对方的身份，黑夜中散发出的这种令人厌恶的查克拉，绝对就是一尾守鹤的查克拉。想不到一尾人助力的封印居然如此松动，平时都会泄露出这么浓烈的尾兽查克拉，这沙隐村的封印术真是够垃圾的。当初他在抓捕9尾人助力库鲁马时，可是反复观察才确认了对方人助力的身份，因为对方的封印完美的封印了人助力的查克拉，一点尾兽查克拉都没有泄露。反观我爱罗的这个封印，都快把守鹤半个身子露出来，现在我爱罗肚子上随时钻出个守鹤的屁股，戴土都不感觉奇怪。就在戴土悄悄靠近了暗部忍者一定距离后，总算是听到了几个暗部忍者小声的嘀咕。只听一名沙隐暗部小声说道：“人助力的情况好像有些不对劲，难道是又想暴走吗？”另一人则是摇了摇头回答道：“不用这么紧张，人助力经常这样，晚上不睡觉出来看月亮，一边看一边散发尾兽查克拉。这怪物晚上很少睡觉，偶尔想睡觉的时候会去封印班，让那里的忍者将它封印起来，然后睡觉，不必这么大惊小怪。我也不想这么大惊小怪的，可是这查克拉实在是有些吓人，万一突然暴走可怎么办？”众人闻言点了点头，随后认真的观察我爱罗，不怕1万就怕万一，万一人助力突然暴走，肯定会酿成巨大的灾祸。最开始说话的那名暗部一边死死盯着我爱罗，一
一边冷哼一声抱怨道：“哼，真是个该死的怪物！风影大人，为什么非要让这种怪物住在村子里？在外面弄个基地，悄悄关押不就行了吗？”说话的暗部是一个刚刚晋升的年轻忍者，对于人柱力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另外三人没有回话，他们可是看守人柱力一段时间的老暗部成员，十分清楚人柱力的身份，那可是4代风影大人的亲儿子。虽说4代风影大人并不是很看重这个儿子的性格，但可是十分在乎对方体内的尾兽。这种珍贵的兵器当然要放在身边才保险，万一离得远了，人柱力被其他人洗脑，并且拐跑到别人的阵营中，可怎么办？就算不被人拐跑，放在外面也有被人夺去的风险。万一人柱力的行踪泄露出去，被其他大国忍者抓走，可就得不偿失了。留在村子里，人柱力暴走，只不过造成一些人员和财产损失，要是在外面尾兽，可是有被别人夺去的风险。于是4代风影大人觉得冒着村民和杀银忍者死亡的风险，将人柱力留在村子里面更划算。不过众人也没有回答这个新兵的话，这个新人时间长了会自己弄明白的。就在几人闲聊时，丝毫没有察觉到身后传来空间波动，宇智波带土从几名暗部忍者身后出现，随后看准时机，直接3发扦插之术射进了3名忍者的喉咙。3名杀影暗部瞪大了双眼，想要发出声音，却发现自己的喉咙被什么东西死死卡住，只能发出细不可闻的呜呜声。另外一名稍微远一些的杀影暗部察觉到了身后的动静，刚刚转回身想要查看身后的情况，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如同漩涡般被扭曲成了一副诡异的模样。仅仅一瞬间，神威的空间裂缝关闭，这名杀影暗部只留下一具无头体缓缓倒下，至于他的头已经进入了另外一片空间中。处理完这4名暗部后，带土直接奔着我爱罗的方向走去。此时一尾人柱力近在咫尺，他也没有必要继续隐藏身形。坐在天台上的我爱罗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不远处暗部的尸体，随后又打量着地面上缓缓向自家走来的神秘面具男。此时带土已经摘掉了那个橘色的螺旋面具，换上了画着6道勾纹的白色轮回面具。万花筒的双眼在黑夜中显得异常阴冷，身上并没有穿着小组织的标志服装，而是披着黑色微微发棕的长袍，手上戴着黑色手套，不知是为了隐藏指纹，还是单纯为了装逼。看着走来的宇智波带土，我爱罗冷峻的表情开始有了变化，一抹兴奋与嗜血爬上了他的脸颊。这个人杀死了暗部，所以肯定不是父亲派来的人，这么说那就是敌人了。如果是敌人的话，就可以随意杀死了。我爱罗越想越激动，身旁的沙子随着他的情绪开始有了变化，缓缓地流向了带土。沙子最开始只是像水流一样缓缓流动，随后越来越快，最后直接化成了一片沙海，扑向了带土。带土看着前方朝自己扑来的沙海笑了笑，随后若无其事地朝着沙子中走去。我爱罗的表情越来越狰狞，越来越兴奋。这个敌人被自己的力量吓傻了吗？太好了，又可以将新鲜的血液献给母亲品尝了。然而令他难以理解的一幕出现，沙海已经将带土团团包围，按理说对方应该已经被捏成了肉酱才对。然而我爱罗却丝毫感受不到沙子里面有物质的存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方到底是怎么逃出自己沙子的控制的？随后他瞪大了双眼，狰狞的表情稍稍变得有些疑惑。只见身穿黑袍的宇智波带土闲庭信步般从自己的沙海中走了出来，身上毫发无伤，甚至连一角都没有擦破。我爱罗瞪大了双眼，满脸的难以置信。随后他不死心地操控着沙子继续朝带土进行攻击。然而一轮又一轮的攻击却丝毫没有任何效果，他就仿佛在跟一个虚幻的影子搏斗一样，不管自己的力气再大，也拿对方毫无办法。面对这诡异的一幕，我爱罗非但没有恐惧，反而表情越来越兴奋。只见他体内泄露的尾兽查克拉越来越多，周围的沙子也不断向他的身体聚集，将他包裹起来。最终沙子汇聚成一个圆球，将他死死包裹，作茧自缚般将自己困在的沙子当中。带土一跃跳到了我爱罗所在的屋顶，随后看着面前的土黄色圆球，不屑的冷笑。想要用这种方法防止自己靠近，未免也太小瞧自己了。既然如此，就直接钻进去把这小鬼带走，让这小鬼知道一下人心险恶。念及至此，他大跨步的迈向了我爱罗的绝对防御，最终他身体如同幻影般穿越进了绝对防御沙球中。带土的万花筒血轮眼拥有着在夜间看透事物的能力，因此即便是在漆黑一片的空间中，也能够清楚的看到周围的一切。就在他刚刚踏进圆球时，突然跟一道凶恶的绿色眼瞳对视在了一起。带土先是愣了一下，随后便反应过来，人柱力这是进入半尾兽化状态了。只见我爱罗此时上半身已经完全变成了守鹤的模样，如果鸣人在这里，一定会上去抱着我爱罗一顿乱吸。此时半狸猫状态的我爱罗真是太他喵的萌了。不得不说，守鹤真是9只尾兽中除了9尾外最萌的一只。鸣人前世一直喜欢猫，家中也养过不止一只。穿越到这个世界后，一直顾着吃喝玩乐，把猫这一茬给忘了，因此让他看到了现在的我爱罗，不上去把对方吸秃了，就算他没长毛。然而带土可没有鸣人这种雅兴，看到半尾兽化的我爱罗，他直接跟对方眼神对视，随后万花筒血轮眼幻术发动。此时没有达到完美人柱力状态的我爱罗根本无法抵挡万花筒的幻术，在跟带土对视的一瞬间便陷入了幻术，随后身上的沙子彻底崩溃，最终瘫软在了地上。看着倒地昏迷的我爱罗，带土弯腰便准备将对方送进神威空间中。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了动静，4代风影已经察觉到了这边的不对劲，带着一队暗部赶到了现场。
刚一靠近，便发现了遭到毒手的4名暗部尸体。这几人死状异常凄惨，身上被树枝穿成了一个又一个稻草人，还有一个脑袋不翼而飞，死状极其凄惨。随后4代封印罗刹又看到了将手伸向我艾罗的带土，他勃然大怒，操控着沙鲸化作一片海洋，朝宇智波带土抓去。这沙鲸的规模远不是刚才我艾罗的沙子可以相比，2层楼房瞬间被碾碎，整间楼被沙鲸海洋吞没，捏成了废墟。然而他的攻击注定无效，就在他的沙鲸即将碰到带土的前一刻，他便带着我艾罗消失在了原地。此时他们已经出现在了神威空间中。看着陷入昏迷的我艾罗，他满意的点了点头。就以这个效率来看，收集其自己负责的4只尾兽，估计连1天时间都不用。随后他又在怀中掏出了一个小药瓶，在里面倒出了一颗药后，塞进了我艾罗口中，用水顺了下去。这是一种可以抑制查克拉并且让人昏迷的药，这种药对于人助力也是有效果的。话说这种药的配方还是大蛇丸发明的，当初他去云隐村搞破坏，引得8尾人助力暴走，就是依靠这种药物。一提到大蛇丸，他就不禁想起了田之国的那场大爆炸。事后他在一个白绝的脑海中也查看过，当时他实在无法相信白绝看到的一切是真的，甚至他都怀疑白绝是不是中了幻术。那爆炸的恐怖规模实在是有些令人难以想象。如果当时自己在田之国，绝对死无葬身之地，哪怕是神威可以无敌，也承受不住那么长时间连续的恐怖爆炸。那么恐怖的爆炸究竟是什么人所为，至今还没有个准确的说法。不过他更倾向于是漩涡鸣人做的，毕竟那天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出来，谁活到了最后，那么谁就是施暴者，总不可能引发爆炸的人自己都死在爆炸里了吧？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就太扯淡了。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傻子呢？念及至此，他收集尾兽的情绪更加急迫。漩涡鸣人的实力远超自己的想象，而且自己的神威已经完全被对方看穿。即便此时自己已经拥有了双眼万花筒，估计也不是对方的对手，还是要尽快收集尾兽复活10尾，才有对付对方的机会。念及至此，他身形一阵扭曲，消失在神威空间中。空旷的神威空间只剩下处于昏迷中的我艾罗和被抑制了跟人助力查克拉的联系的一尾守鹤。清晨的阳光缓缓升起，睡梦中的龙隐村缓缓醒来。这是个被4个国家包围的封闭忍村，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他们所拥有的7尾重鸣，这个忍村极其低调，生怕被其他势力盯上。于是他们将自己隐藏在群山中一处极其隐蔽的所在，入口隐藏在一处瀑布内，非常隐蔽，难以寻找。即便是来过一次的人再次前来，在没有人指引的情况下，大概率也会迷路，找不到入口。浑身湿漉漉的带土满脸黑线的站在瀑布下隐藏的入口内，他撇过头瞪着身旁一个白绝，这个蠢货连续指了4、5次位置都不对，害得他用神威位移过去后直接掉到了瀑布里。明明跟踪龙隐忍者来过一次还能迷路，真是个没用的废物。一晚上的时间全被这个蠢货给浪费了。随后他深吸了一口气，无视了手舞足蹈的白绝，朝洞口内走去。他是个极具智慧的忍者，不能跟弱智一般见识。顺着洞口一路往前走，没过多久便走出了山洞，来到了龙隐村。这个村子的警卫不能说是松懈，只能说是根本没有。带土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在龙隐村的居民区里面乱走，居然都没有被发现，或者说这大街上根本就没有几个人，这里简直像是安静的世外桃源。不过他没有心思欣赏周围柔和的气氛，直奔白绝给他的地址而去。一边走他心里一边嘀咕，这个蠢货白绝可千万别把7尾人助力的家庭住址给弄错。昨天一晚上他可真是怕了这个白绝了，对方指一次自己用神威瞎跳一次，指一次自己用神威瞎跳一次，他就怕这白绝连人助力的所在都找错，但他这一晚上可就真白忙活了。就在这时，一群人将他围住，看了看周围龙吟忍者头上的护额，带土不屑地笑了笑，自己都大摇大摆地走到这儿了，这帮人才发现就这警觉性活到现在真是全靠运气。这时一个为首的龙吟忍者站了出来，对着宇智波带土严肃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来到我们龙隐村？看着这名为首的龙隐上人，带土二话没说，一个幻术送了过去。这名龙隐上人收到幻术后，眼神瞬间失去了神采，如同木偶般站在原地。随后带土砍瓜切菜的干掉了身旁包围他的龙隐忍者，将已经被控制了的龙隐上人叫到一旁问道，7尾人助力在哪里？龙隐上人表情木讷的回答道，他失踪了，现在不知去向。带土瞳孔紧缩，随后对着这门上人仔细盘问。就在几天前，7尾人助力符突然在龙隐村中消失了，他们发动了所有人手，将龙隐村周围找了个遍，甚至连龙隐村外都派人去寻找过，但至今也没有消息。这名上人只知道这些，剩下的什么都不知道。带土见无法从对方身上得到更多的情报，直接一刀砍了这个废物，随后直奔龙隐村首领社木的住所而去。社木非常的年轻，而且性格有些懦弱，在面对带土的时候，他没有带领龙隐忍者拼死抵抗，而是直接跪地求饶。带土看着跪在地上的社木，语气平淡的问道，你知道7尾人助力的下落吗？带土来询问社木是有原因的，据那名被自己干掉的上忍回忆，首领社木安排他们寻找7尾人助力的时候十分敷衍，对方推测首领应该是知道7尾人助力的下落，所以才象征性的派人出去搜查一下。跪在地上的社木闻言，心里咯噔了一声，仔细思考了片刻后，他抬起头对着带土说道，我可以告诉你，但请你放过龙隐村。带土不耐烦道，快点说，我没耐心陪你在这里浪费时间。他可是十分心急收集尾兽的，
哪有时间跟这家伙在这里浪费？社木不确定对方是否会放过龙隐村，但死马当作活马医，他也只好赌一下对方没有死马了。快书阁！只见社木站起身来，满脸焦虑地说道：“服，他被木叶村的2代火影带走了。”宇智波带土瞪大了双眼，难以置信道：“你竟敢耍我！2代火影已经死了几十年了，你居然用这么低劣的谎言来骗我！真当我有那么多耐心陪你在这玩吗？我没有骗你，我说的都是实话。几天前木叶的2代火影突然找上门，自报了身份，说要带走符。对方的模样很奇怪，身上似乎是有着泥土干裂一样的裂痕，我还以为是什么人假扮成2代火影的模样搞破坏，但没想到对方的实力非常强，跟我们完全不是一个次元的。对方的态度非常强硬，最终没办法，我只好允许符自己做决定。符为了保全村子，就跟那个人离开了。我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些，请您放过。”还没等社木把话说完，带土便直接用神威转移离开。社木呆呆的看着对方离开的方向，久久无法回神。这到底是同意饶自己一命，还是不同意饶自己一命？等在龙隐村外的白绝无聊的玩着踢石子，就在他将一个食指握在手中，即将用拇指弹出去的时候，突然感觉眼前一黑，抬头一看，戴着白色轮回面具的带土眼中含怒的盯着自己。白绝歪了歪头，对带土问道：“怎么了，带土？为什么这么看着我啊？”带土懒得跟他废话，直接用幻术控制了白绝，随后使用特殊秘法，将精神投入到白绝的思维世界中，收集对方的记忆。当调查到自己想知道的信息后，他直接一把掐死了这个白绝。可怜的白绝到死都不知道带土为什么要杀他。将白绝的尸体扔进神威空间后，带土满脸阴沉，该死的黑绝居然对自己隐瞒了初代火影、2代火影跟3代火影被绘图转生复活的消息，真是可恶至极。他从白绝的脑海中已经得知了新木叶的情况，看来七尾人助力应该就是被绘图转生的2代火影带走了。这个插曲直接打断了他收集尾兽的路线，本来定好了收集完7尾后直接奔着光影村去收集2尾跟8尾，没想到居然碰到了这么个插曲。接下来是先去新木叶收集7尾，还是去光影村收集2尾跟8尾呢？思考了片刻后，他决定先去会初代2代以及3代火影。在他看来，还是光影那边更加难缠一些，他打算先易后难。他抬头看了看已经彻底明亮的天空，随后身形一晃，消失在空间漩涡中。与此同时，清晨的阳光同样照进了鸣人的房间中。鸣人睡眼惺忪地睁开了双眼，他耷拉着死鱼眼走出房门，抬头便看到了假装看报纸，实际上在看自己的波风水门。鸣人懒散地跟波风水门和漩涡九星奈打招呼，波风水门回应时有些紧张，似乎还没适应自己突然有了这么大一个宝贝儿子。九星奈回应时倒是轻松很多，毕竟他复活的早一些，跟鸣人也算是相处了一段时间，两人算是比较熟悉了。简单的吃过早饭后，他声称有事，于是便出门离开，转身便来到了根部基地中。见到药师兜后，鸣人打了个哈欠问道：“根部的人员都准备好了吗？”都点了点头说道：“都已准备完毕。”战斗型炮灰忍者一共1万人，仅仅学会了查克拉的使用方法，根本不会战斗的文职忍者3000多人，这个数量我想应该暂时足够管理新打下来的底盘了。鸣人点了点头说道：“文职忍者不需要会多少查克拉技巧，只需要懂得数学会识字，能进行文职工作就行。战斗型炮灰忍者连字都不用识，会拿着砍刀喊兄弟们跟我冲就行，我对他们没有多大期望。”其实鸣人觉得这些忍者的数量还是少了一些。第4次忍界大战时，忍者联军一共拿出了8万人忍者部队。要知道，这帮忍者可是身经百战的老忍者，像木叶丸这种下忍在第4次忍界大战中根本没见到，所以可以确定五大国是没有将实力弱小的下忍送进战斗部队的。当然，鸣人跟佐助除外，这俩下忍一开始就是奔着毁天灭地去的，也不是为了参加4战。不过鸣人选择这些炮灰忍者，是想让他们消灭各国大名的私人武装，对付五大国的忍者村，自己跟掌门会出手，根本用不到这帮人。在空旷的地下基地中，1万多名忍者整齐地排好队列。其实，忍者大规模行军是从来不会排规律的队形的，他们更擅长单兵作战。即便是参加忍界大战，也是闷头往上冲，谁跑得快，谁是前排。不过在鸣人有意的训练下，这帮单体实力远远不如五大国常规忍者的杂牌部队，看起来却格外精神，非常正规。鸣人点了点头，这群半路出家的忍者，单兵作战能力肯定比不上从小训练的忍村忍者，但如果配合起来组成军阵，其战斗力也绝对不会低。之前鸣人跟云隐村的正规忍者作战过，根据他的推测，在双方数量相等的情况下，如果爆发全面战争，估计赢的会是自己这些军容整齐的部队。这就是集体的力量，即便是宇智波斑释放的好火灭却，也会被一大群临时凑在一起释放水阵币的上忍给挡下来。鸣人相信，只要训练有素，这种忍者部队即便是面对千手柱间跟宇智波斑，也会死得很有排面。全员到齐后，鸣人站在所有人最前方，慷慨激昂地吹着牛演讲。演讲足足持续了1个小时，鸣人的情绪从最开始的敷衍，逐渐讲得越来越激动，越来越慷慨激昂。他还真是没想到，站在众人前方讲话居然这么爽，怪不得前世那些领导一讲话讲1天都不觉得累。而下方这些情绪激动的忍者，则是越听越烦躁，越听情绪越低落。从刚开始的身姿挺拔，开始变得松散懈怠，甚至有一些已经开始打着瞌睡，左耳听右耳冒，根本不记得鸣人说了些什么。药师都见状，心中十分无奈，
本来这些忍者情绪很高涨的，现在让鸣人这么一弄，士气都低落了。他连忙来到鸣人身边，用手戳了戳鸣人的后背，提醒他差不多就行了。鸣人也逐渐反应过来，自己好像有些说上头，连忙止住了话头，对着下方严肃的命令道：“多余的废话我就不说了，现在我命令大家立刻出发，向着土之国前进。”下方有气无力的忍者们听到鸣人的命令，立刻精神了起来，随后下方爆发了热烈的掌声。这一早上听了光影大人说了1个多小时的废话，总算是听到有用的了。众人在药师兜的指挥下，还是整齐的队伍准备离开这个地下基地。没想到在他们即将走出去的时候，鸣人突然喊了一声：“等一下！”药师兜以及一众忍者心里咯噔一声，这光影大人要做什么不会还有话要讲吧？只见鸣人摸着下巴对药师兜问道：“咱们还没给这支队伍起个名字吧？你觉得应该叫个什么名字好呢？”药师兜嘴角抽了抽，这家伙这股闲折腾的劲儿到底有完没完？接着只听鸣人一拍手惊呼道：“不如这支队伍就叫欺负普通人联军吧，这个名字还真恰当，1万多名忍者去欺负一堆普通人，给这些普通人上强度见识下什么叫降维打击。”哈哈哈！药师都无视了鸣人指挥队伍朝基地外整齐的走去。光影大人这家伙对自己的起名水平可真没个逼数，明明起的名字一个比一个难听，还总喜欢到处起名字，真不知道他哪来的勇气把这些羞耻的名字说出口的。就在欺负普通人联军朝着土之国进发时，宇智波带土则是使用神威出现在了新木叶驻地的外围。站在一片茂密的森林中，带土朝着远处一个村子观望。这个村子的房子很新，看起来就是最近盖的，周围的地形很好，靠着一条河取水方便，而且背后还靠着一座崖壁，上面如果部署忍者的话，视野会非常好，可以轻松地观察周围的情况。不过这些都不是他在意的，只见他打开万花筒写轮眼，随后看向了前方2米左右的位置，那里有一片朦胧的查克拉波动，带土一眼便认出了这是感知结界，估计就是新木叶搞出来的。这个结界完全隔绝了内部的气息，导致他的神威都无法精准定位。不过这个结界并没有静止时空间能力的效果，不知道是本来就没有，还是平时闲置着不开启。这次他并不打算使用神威偷偷潜入，这次他要正面强攻抢夺尾兽，即便知道里面可能有3个前任火影，他也毫无惧意。自从他开启万花筒写轮眼，成为宇智波斑的化身后，始终躲在暗处进行着见不到光的计划。虽说成为忍界幕后黑手的感觉也不错，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横推更有感觉。这就像某些事情一样，虽说关灯在暗中解决也不错，但绝大多数人还是喜欢欣赏别人迷离的表情。我说的是洗脚，大家不要误会。自从他获得了双神威，感受到了须佐能乎那强大的力量后，就变得越来越喜欢横推的感觉。这种站在须佐能乎上俯视下方蝼蚁的感觉让他欲罢不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根本没必要躲躲藏藏，直接正面上就行。只见带土面具下露出了自信的表情，随后迈步越过了新木叶的感知结界。就在他踏入结界的一瞬间，眼前的朦胧之感瞬间消失不见，新木叶里无数查克拉气息瞬间出现在带土的感知中。而就在他刚踏入新木叶的感知结界的一瞬间，他的查克拉便出现在了新木叶结界班忍者们的感知中。4名负责值班的感知班忍者前一秒还在说笑，下一个表情同时变得严肃起来，随后瞪大了双眼，露出难以置信的眼神。4人互相对视了一眼，确认感知的无误后，为首的一名中忍站起身严肃道：“我去通知班长。”就在这时，感知班班长严肃地走了过来，显然对方也察觉到了一些异常，立刻来到结界操控室查看情况。刚一进来，他便对着众人问道：“我察觉到了一股陌生的气息，那股气息是什么人？有什么线索？”为首的感知忍者立刻将感知中的情报告诉了感知班班长。感知班班长闻言大惊，随后顺身离开，奔着火影办公室去。火影办公室中，初代、2代、3代火影端坐在沙发上，跟现任火影猿飞阿斯玛一起听着感知班忍者的汇报。至于水户门岩和转寝小春，则是以年迈为由暂时卸下了工作。至于他们的工作，全权交于3位绘图转生的火影来负责。猿飞阿斯玛瞪大了双眼，站起身问道：“你是说有一名实力至少影级以上的强者闯入结界范围吗？”感知班班长点了点头，随后继续补充道：“不仅如此，那名强者的查克拉非常古怪，根据属性上来看，对方很有可能是宇智波一族的成员。”千手柱间跟千手飞间闻言脸上轻松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猿飞日展更是心里咯噔一声，不会是光影村打过来了吧？而感知班班长在汇报到这里时突然卡壳了一下，似乎有话没有说完，但又顾忌些什么，没敢继续说下去。猿飞阿斯玛皱着眉问道：“还有什么问题吗？”感知班班长有些迟疑，不知道该不该说，最终一咬牙说道：“对方身上的查克拉气息很复杂，除了宇智波一族的查克拉气息外，还有……”他犹豫地回头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的千手兄弟，随后咽了口水，紧张道：“还有初代火影大人的查克拉气息。”此言一出，办公室中突然变得肃静，众人齐刷刷地将目光看向了初代火影，脸上浮现震惊之色。很快，千手飞间第一个反应了过来，身上爆发出了狂暴的查克拉，吓得周围人瑟瑟发抖。感知忍者更是一屁股直接坐在了地上，汗毛倒竖。2代火影大人真不愧是战国时期就成名的绝世强者，这查克拉的致和量已经完全不是普通忍者可以触及的地步。只见千手飞间满脸寒霜说道：“这一定是有人移植了兄长的血肉细胞，从而获得了兄长的查克拉。”
说到这里时，他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袁飞日展，后者低着头，身体缩在了一起，恨不得把自己塞在沙发缝里，消失在老师的面前。他们木叶 F4 这么多年做的事情也已经被飞监老师发现，像什么贪污公款、做人体实验之类的事情被查了个底朝天。更重要的是，自己在暗中迫害千手族人的事情也被发现了。千手一族在木叶建立没多久后，便在初代火影的号召下解散了家族，随后彻底融入木叶中，成为了木叶的主体核心村民。本来这么一个已经解散了家族的势力，不可能威胁到3代火影的火影之位，袁飞日展也犯不上跟这么一个已经没落的势力为难。但问题是，团藏的人体实验是真缺材料啊，普通人的身体素材根本无法满足他的人体实验需求。于是团藏找到了他软磨硬泡，想要对千手一族的后裔族人下手。身为3代火影的他，自然义正言辞地拒绝，并且严厉警告志村团藏千万不要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搞些小动作，否则他绝饶不了团藏。得到了自己的训斥后，团藏就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千手一族的人体实验。不得不说，这千手一族的繁殖能力是真强。团藏做了这几十年的人体实验，非但没有让千手一族的后裔数量减少，反而让他们开枝散叶，变得人口更加繁盛。只可惜这次搬迁千手一族的后裔没有一起来新木叶，通通留在了光影村中。而且这些千手一族的后裔中，还有一个成为了光影村的顾问长老，就是那个叫做春野樱的小丫头。得知了这些 F4 的黑料后，千手飞间果断地辞退了水户门岩和转请小春。可怜两个老人一开始只是为了给自己养老才建立了这个忍村，没想到忍村建立后居然把他们给开除，真是世事难料。之后千手飞间还想过要不要处理掉袁飞日展，不过后来并没有处置这个家伙，毕竟对方都已经是一个死人，而且接下来还有自己的监视，想来这家伙也翻不出什么风浪。而且留着这家伙还能给木叶冲锋陷阵，比起处理掉这个不争气的徒弟，还是留着他为木叶服务更好。只可惜团藏那个家伙死得太早，否则自己就可以连那个家伙一起处置了。看着情绪激动的弟弟，千手柱间连忙安抚道：飞间别那么激动，现在具体情况还不清楚，来的人到底是敌是友还不知道。而且就算来的人真的体内有我的细胞，也不一定是出自于自愿，说不定是其他人做人体实验，把这个人当做了试验品，也不一定。看着缺心眼的哥哥，千手飞间无语地收回了查克拉，兄长居然连自己发火的目标都没弄明白就来劝，这让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好。千手飞间发火可不是因为来的人体内有柱间的细胞，而是猴子他们几个背地里用兄长的细胞做人体实验。现在被柱间这么一搅和，他也没心思追究袁飞日展这几个人，看来还是先处理这个不请自来的外人再说吧。念及至此，他看向了现任火影袁飞阿斯玛说道：阿斯玛，你先出去会那个闯入者，我们先隐藏在暗处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袁飞阿斯玛收到命令后丝毫没有犹豫，点了点头便准备行动。然而千手柱间却有些迟疑，他对着众人小声嘀咕了一句道：干嘛要藏起来？按照他的想法是直接出去跟那个人见面，对方身上拥有宇智波一族的查克拉，多半就是宇智波族人。如果是单纯移植了血轮眼，是不会拥有宇智波一族查克拉的，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如果对方真的是宇智波族人的话说，那根本没有必要躲起来，直接出去见面也没什么不行的。但众人默契地无视了他的观点，在场的所有人都认为应该藏一手，先探探对方的虚实，再决定是理还是兵。只见袁飞阿斯玛清点了一队暗部成员，随后顺着感知忍者指的方向，很快便找到了宇智波带土。进入结界后，宇智波带土丝毫没有隐藏，大摇大摆地朝着木叶的方向而去，因此他的行踪很容易就被众人发现。双方见面后，先是互相打量了一眼。此时带土戴着特制的轮回眼花纹面具，而且身上没有任何忍村的标志。阿斯玛上下打量了半天，也没看出对方的来历，于是试探性问道：阁下是什么人？为什么要靠近我木叶的领地？说完，他全神戒备地盯着带土，丝毫不放过对方任何一个小动作。他在打量带土的时候，带土也在打量这个忍校的同学。袁飞阿斯玛穿着一身白色的火影长袍，头上戴着红白色的火影斗笠，下巴上标志的大胡子看起来老气横秋的，不像是个年轻人，反倒像是个40-50岁的中年人。看着这个小时候嚣张跋扈的同窗带土，丝毫没有感情波动。他跟这个家伙并不是很熟悉，况且对方的母亲就是自己杀死的，跟对方他也没有什么交情可言。只见带土面具下沉稳的声音响起，他说道：七尾人助力在哪里？把他交给我，我就离开。一众木叶忍者眉头紧锁，七尾明明是龙隐村的尾兽，为什么要到他们新木叶来找？而在不远处一个隐蔽的所在，潜伏观察的千手飞间眼神立刻变得凶厉起来。对方来木叶找七尾人助力，对方难道是龙隐村在外游历的忍者吗？随后他又否定了自己的猜测，对方身上的查克拉气息很明显就是宇智波族人，那种令人讨厌的感觉他绝对不会认错。既然不是龙隐忍者，那估计就是单纯为了尾兽而来，看来打尾兽主意的不止自己啊。自从木叶解散后，这忍界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估计像这样打尾兽主意的人不在少数，自己提前将七尾人助力藏了起来，果然是明智的决定。当初就不应该听兄长的，将七尾低价卖给龙隐，这根本就不是帮助小忍村，而是害他们。如今七尾又回到了木叶的手上，这才是对所有人都好的处置方法。将七尾人助力带走这件事，千手飞间没有告诉任何人，就算是他的兄长千手柱间，他都没有告诉。
他本来是打算把七尾人柱力当作秘密武器的，袁飞阿斯玛也自然不可能知道七尾的下落。于是面对带土的要求，袁飞阿斯玛皱了皱眉回答道：“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七尾人柱力在哪里，七尾应该在龙隐村才对，你应该去龙隐村找。”阿斯玛说话的时候非常诚恳，言语中根本没有驱逐之类的意思，只是很平静地叙述客观事实。然而带土并没有买账，而是冷哼了一声说道：“竟然还跟我装糊涂！七尾人柱力明明就在你们手上，还想跟我装蒜吗？龙隐村我已经去过了，他们说七尾人柱力被二代火影带走了，我不来木叶找，还要去哪里找？”此言一出，一众暗部忍者，包括袁飞阿斯玛都瞪大了双眼。三位火影复活可是新木叶的最高机密，为了防止这个秘密泄露，知道内情的人甚至要在身体里设下封印术士，避免在外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敌人俘虏泄露情报。然而这个秘密却被面前这个面具男直接说破，这家伙到底是在哪里得到的情报？而且对方指名道姓说是二代火影做的。根据袁飞阿斯玛对于对方的了解，二代火影大人确实有可能做出这种事来，他可没有袁飞日斩那么深沉的心机和城墙拐角一般厚的脸皮。在确认对方已经知道了二代火影的情报后，他滋滋眉头紧锁，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远处潜伏的千手飞间满脸黑线的看了一眼身旁的袁飞日斩，猴子的儿子怎么跟他父亲一点都不像，这么薄的脸皮，这么差的临场应变能力，两个人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要不是这张脸长得十分相似，他都要怀疑阿斯玛这个孩子是猴子头上挂彩的产物。被看的袁飞日斩也有些尴尬，之前他一直将所有心思都用在培养袁飞星之柱上，忽略了对于这个儿子的培养。如今他只剩这么一个儿子，而且新木叶中能拿得出手的也只有他，总不可能让自己这一个死人顶着秽土转生回来重新当火影吧？他要是真顶着秽土转生回来当火影，那可就真成了忍界的笑话。从古至今，第一个死人首领就这么诞生在木叶了。看着半天没说出一句话的袁飞阿斯玛，千手飞间冷哼了一声，一个瞬身术窜了出去，随后他拔出身后背着的忍刀，一刀砍向了带土的脖子。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再跟对方多说废话，直接干掉这个家伙，一了百了，比什么都干脆。带土如木桩一样站在原地，似乎根本没有察觉到千手飞间的靠近。千手飞间冷笑一声，这种反应力居然还想来找自己要回尾兽，真是自不量力。就在他认为胜负已分时，只见他锋利的刃刀长在带头脖子上，如同长在空气中一般，丝毫没有阻碍地穿了过去。砍了一辈子人的千手飞间，在忍刀触碰到带土脖子的一瞬间便反应了过来，还没等忍刀彻底切断带土的脖子，他便抽刀朝后退去，跟带土拉开了一定距离。袁飞阿斯玛瞪大了双眼，二代火影大人的刀居然从对方的脖子上穿了过去，没有造成丝毫伤口，对方难道是使用了某种幻术吗？念及至此，他悄悄地打乱了自身的查克拉，然而眼前的世界丝毫没有变化，他也不确定自己到底是解除了幻术还是没解除。就在这时，只听千手飞间冷哼一声说道：“你就是宇智波一族的那个叛人宇智波带土吧？”暗部忍者们表情十分疑惑，他们根本没听说过宇智波带土是谁，互相你看看我看看，你想要从同伴身上得知对方的情报。然而结果却令他们十分失望，这些消息灵通的暗部忍者也没有听说过宇智波带土的存在。然而袁飞阿斯玛听到这个名字后则是瞳孔紧缩，他虽然现在事事都要听从长老团的命令，看起来像傀儡火影，但他跟波风水门可完全不同。波风水门是个纯粹的草根上尉，手下一点根基都没有，纯粹是个睁眼瞎。长老团跟身边暗部说什么他就必须要信什么，一点独立判断事物的能力都没有。但他可完全不同，他可是袁飞一族的族长，而且长老团中还有一个是自己的亲爹。因此新木叶得到的最新情报与最高机密他都是心知肚明，这其中自然包括宇智波带土还活着的消息。刚开始得知宇智波带土还活着，并且就是杀死自己亲生母亲的凶手时，他异常愤怒。自己在忍者学校的时候跟他也算是比较熟悉，虽然一起打过架，但也没有结过什么仇，甚至如果对方没有假死的话，说不定他们还是一对酒肉朋友。但这个家伙丝毫不讲同学情义，无情地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他对宇智波带土这个王八蛋可谓是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恨不得生吞活剥了这个家伙。只见他眼中充满了血丝，咬牙切齿怒道：“你这混蛋真是带土！”宇智波带土早就猜到会有这么一天，自己的情报已经彻底泄露，再否认也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他爽快地摘下了脸上的面具，随后一把捏碎了白色轮回面具，抬头将他的真容展示给了面前的袁飞阿斯玛。看到对方的脸后，袁飞阿斯玛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怒火，从腰间的忍具包中掏出了飞燕，便要冲向带土了结了对方。阿斯玛一眼便认出了宇智波带土的模样，虽说对方被毁了半张脸，但依旧可以从另外半张完好的脸上看出一些小时候的轮廓。此时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袁飞阿斯玛恨不得直接把面前这个混蛋剁成肉酱。带土毫不在意朝自己冲来的袁飞阿斯玛，这家伙此时在自己眼中就像是蝼蚁一般，根本无足轻重。只见一根木棍的木刺出现在他手心，只要阿斯玛敢靠近他，就会直接杀死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二者距离越来越近，带土的木刺也缓缓抬了起来。就在阿斯玛即将进入他攻击范围时，一道身影瞬间在带土面前闪了一下。只见三代火影袁飞日斩一个瞬身来到了袁飞阿斯玛面前，随后一把拽住对方，瞬间离开了自己的攻击范围，令他蓄势已久的木刺刺了个空。
戴土的脸上露出一丝惊讶之色，三代火影的速度超出了他的想象。根据他收集到的情报，绘图转生应该无法发挥出死者生前的实力才对。但是从刚才三代火影跟二代火影的身法上来看，二人跟生前并没有多大区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他思考时，被猿飞日斩死死拽住的阿斯玛用力挣扎，想要摆脱对方的束缚，口中叫嚷道：“父亲，你放开我，我要给母亲报仇，别拦着我！”他拼命的挣扎，想要挣脱猿飞日斩握住他手臂的双手，然而他的力量怎么可能比得上猿飞日斩，被对方死死的禁锢住，无法挣脱。猿飞日斩皱眉训斥道：“阿斯玛，你冷静一些，凭你的实力上去就只是送死而已。”“不行，我一定要亲手为母亲报仇，杀死这个混蛋！”“阿斯玛，不许胡闹！”戴土没有理会猿飞父子俩的家庭剧，而是转过身对身后的二代火影面无表情道：“既然你肯现身，那问题就好办了，赶紧把七尾人助力交给我，否则就别怪我大开杀戒了。”二代火影一听都被气笑了，他一边冷笑一边不屑道：“果然宇智波就是宇智波，即便是判出了家族的叛人，也保留着宇智波的习性，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稍稍有些实力就忘乎所以，狂到没边。不过这样也好，我正愁实验缺少宇智波一族的身体素材，接下来正好可以用你补充一下库存。”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戴土也懒得跟对方废话，空置的左手上再次长出一根木刺，双手木刺指向了二代火影，千手飞肩。就在他即将进攻之时，只见一个人不慌不忙地走了过来，随后站在了千手飞肩面前，跟戴土对视在一起。千手柱间凝重地看着戴土，随后语气和善地问道：“你叫做宇智波戴土吧？我听说过你的事，我们可以聊一聊吗？”戴土没有说话，也没有头铁地莽上去。就算他再狂妄，也清楚忍者之神的名号代表着什么，那可是曾经击败了宇智波般的强者，即便是自己拥有了双眼神威，也不敢无视对方。见戴土不说话，千手柱间顺着刚才的疑惑继续问下去道：“在我收集的情报中，你过去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好孩子，后来在战争中表现也非常英勇，是继承了火之意志的优秀忍者。”戴土没有回话，依旧表情淡漠地盯着千手柱间，只是握着木刺的手稍稍松懈了一些。“我想知道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你会从一个那么善良的孩子变成现在这副模样？我相信你当初对于村子里同伴的热爱绝不是假的，想必你一定是经历了十分痛苦的事，才让你变成现在这样，可以跟我聊一聊吗？”这时千手飞肩打断了柱间的话，语气清冷道：“兄长，你不要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宇智波一族是什么德性，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对方是不可能被你劝说，最后双方握手言和的。”飞肩觉得自己兄长实在是有些天真，对方已经明确表示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尾兽，怎么可能会因为兄长的三言两语而放弃目标？这样的对话只是在浪费时间，不如直接一刀宰了这小鬼来的痛快。不过柱间丝毫没有理会自己的弟弟，而是双眼真诚地盯着戴土，希望从对方的言语里获得答案。他可不是想要用话术跟对方握手言和，而是真心想要知道对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如果自己获得的情报没有错的话，那么戴土小时候简直是自己儿时的翻版，那种执着不放弃，为了同伴挺身而出的勇气，甚至连他这个忍者之神都赞叹不已。他实在是无法理解对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让一个那么积极阳光的孩子变成现在这样。戴土看着千手柱间那真诚的眼神，心中有了些动摇。思考了片刻后，他神威万花筒在眼中不断旋转，随后将目光投向了柱间的双眼。“大哥小心！”他要用万花筒的幻术。飞肩大惊，连忙抬手要将查克拉注入到兄长体内，帮助他摆脱幻术。然而柱间却摆了摆手，对飞肩平淡地说道：“放心吧，我没事，这种幻术并不会让我中招，对方只是想用这种幻术跟我单独聊一聊而已，等我们聊完了，我会自己解除幻术的。”飞肩闻言还想劝说什么，结果却发现自己的兄长站在原地不再动弹，目光呆滞，似乎是意志脱离的身体。而在一片混乱的幻术世界内，戴土面无表情地漂浮在虚空中，对着千手柱间冷漠地说道：“这还要从神无皮桥之战后我受了重伤说起。”随后他事无巨细地将自己受伤后的过程讲述给了千手柱间，后者也认真地倾听，从始至终没有出声打断。戴土一边说，还一边将当时发生的场景以幻术的方式展现给千手柱间看，后者越看越惊叹，越看越凝重。良久过后，他深吸了一口气，心中不禁感叹起来：“巴安，真不愧是你！当初那一战，我还以为是我赢了，原来你当初是假死脱身，而且还开启了轮回眼，比我多活了几十年的时间。这么看来，那一战应该是我输了才对。”随后他又凝重了起来，月之眼计划无限阅读，收集尾兽，让所有人进入幻术的世界。这个计划真是太疯狂了，不过也确实符合班那个家伙的性格，这也确实会像那个偏执的家伙会做的事。随后他将这些事情抛之脑后，表情严肃地看着戴土说道：“那么戴土，你现在还是跟当初一样的想法吗？还想要实现无限阅读，让所有人进入幻境的世界吗？你也应该知道，那些只是虚幻的，都是假的。过去的你有可能是受限于班那个家伙封印术，不得不实现无限阅读。现在你已经摆脱了控制，为什么还要继续实现这个疯狂的计划？”戴土冷哼了一声说道：“这个计划疯狂吗？哼，我倒是觉得这个忍界才是真正的疯狂。战乱不休，混乱不断，五大国无数的小国连年征战，人性中的贪婪与邪恶根本就无法抑制，只有无限阅读的世界才能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
满足所有人一切贪婪与邪恶的欲望，实现忍界真正的和平。他缓缓向着千手柱间的方向漂浮而去，最终跟对方保持在1米范围外，直视着对方的双眼说道：你那一条人跟人相互理解的道路已经失败了。战国时代结束，忍村时代开启。没有结束战争，相反是让战争变得更加惨烈。这忍界宛如一个活地狱一样，没有任何一处可以远离战火，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逃避战争，只有无限阅读的世界才能孕育真正的和平，那里才有真正的公平可言。戴土越说越激动，表情越来越狰狞。此时的他已经不是为了宇智波斑而执行月之眼计划，而是真心认可了月之眼计划，并且将之视为自己的信仰。区别便在于，他是想要自己成为10尾人柱力，将无限阅读的使用权捏在自己的手。他甚至已经开始幻想在幻术的世界中跟灵再次相遇的场景。而看着前方这个表情狰狞的年轻人，柱间叹了口气，对方看来已经将无限阅读视为拯救忍界的唯一方案。要是在自己生前，他一定会尽力劝说对方，但现在的他实在没有立场。毕竟自己创造的忍村时代确实如同对方所说，没有制止战争，相反让战争变得更加惨烈。这种情况下，他真不好意思鼓吹自己那个人和人相互理解的世界。最终他叹了口气，挣脱了幻术的束缚，回到了现实世界。而就在他心神回归的一刹那，便听到了身旁自己的弟弟千手飞间大吼一声：水遁，水断波！一道高压水柱从千手飞间的口中吐出，迅速射向戴土。他在确认了自己兄长已经解除幻术后，果断出手。不管在幻术中兄长跟这个宇智波的小鬼谈得怎么样，他都要杀死对方。柱间见到这一幕，下意识想要制止，但为时已晚。水断波已经射穿了戴土的胸膛，然而戴土的身体却丝毫没有被高压水柱伤到分毫，显然是再次开启神威，规避了水弹波的伤害。看着出手偷袭自己的千手飞间，戴土冷哼了一声说道：真不愧是3代火影和至尊团藏的老师，这阴险程度远超你那得意弟子。千手飞间冷哼了一声，无视了对方的嘲讽。他可是个身经百战、听过无数骚话的老忍者，怎么可能你会带吐着低劣的嘲讽？只见他双手飞速结印，随后朝着带土吐出无数的细针。水遁，天气。水遁的高压水针如同雨点般呈抛物线状朝着带土落下，这水针密集的如同一块天幕，遮天蔽日的挡住了天空的阳光，好似一块乌云一般。带土抬头看着这密集的水针，冷哼了一声。按照这水针的密度来看，对方已经摸透了自己神威的能力，这是打算用密集的水针不间断的攻击破除自己的神威虚化。而且对方应该是忌惮自己的虚化，所以才用远程手段攻击自己，真是可笑。以为自己除了虚化之外就没有其他的能力了吗？今天就让这帮家伙开开眼界，见识一下自己现在拥有的力量是多么强大。此时的他自信心爆棚，硬闯云隐村和沙隐村给了他无与伦比的自信，让他有一种天下英雄不过如此的感觉。只见他双手结印，随后深吸一口气，随后一枚直径数十米大小的火球从他口中吐出，朝着天空中密集的水针飞去。火遁，好火球之术！巨大的火球撞开了天空中密布的水针，随后在天空中炸响，将天气这个忍术彻底破除。千手飞间眉头皱了皱，看来对方除了那个虚化的时空间忍术外，本体的作战能力也不弱呀。但很快他便再次双手结印，2条水龙从他脚下升腾而起，向着宇智波带土的方向飞。带土也同样接近2条火龙从他口中吐出，二人展开了远程的忍术对决。不过很快带土便被千手飞间的水遁牢牢压制住，随后节节败退，不断闪避，躲避不了的就使用神威暂时虚化躲避，再也不敢用忍术跟对方硬扛。这2代火影的水遁果然名不虚传，带土仅仅跟对方对了几招就支撑不住，而且对方现在处于秽土转生状态，查克拉是无限的，继续跟对方这样消耗查克拉对自己非常不利。念及至此，他便打算悄悄靠近千手飞间，他有十足的把握，只要接近对方就能用神威虚化躲避对方的攻击，随后使用扦插之术彻底制服这个家伙。打定主意后，他一边闪避一边逐渐靠近千手飞间，而千手飞间见到对方的举动，不动声色地笑了笑，这就是他想要的效果。经过他的观察，这宇智波带土的体术稀松平常，虽然对于普通忍者来说是碾压般的强大，但在他们超影级的强者对战中，对方的体术可以说是极其拉胯。举个例子来说，现在的带土体术实力顶多跟卡卡西五五开，甚至比现在的卡卡西还要弱上一些，因为卡卡西已经没有了写轮眼这个累赘基础战斗能力，比之前可能还要更强一些。而超影级的强者，即便是不擅长体术的，也能轻松用体术吊打卡卡西，更何况2代火影还是千手一族成员，对于体术的修炼甚至在忍术之上。因此带土这个家伙选择近战，简直就是在找死。就在带土逐渐靠近，即将跟千手飞间短兵相接时，身旁突然一道黑影吸引了2人的注意力。2人转头一看，原来是猿飞日斩。只见他手中握着一根正常粗细的黑色细棍，自上而下一棒子朝着带土的脑袋砸来。带土眉头一皱，使用神威躲避的这一击，随后脚尖一点，地面一个后跳，与2人拉开了距离。逼退了带土后，猿飞日斩自信的回头对千手飞间笑道：老师你没事吧？然而迎接他的并不是千手飞间的笑容，而是一双杀人的目光，这让他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刚刚费了一番口舌，猿飞日斩总算是安抚下来的阿斯玛，
随后安排暗部忍者带着阿斯玛到远一些的地方观战，他才放心的加入战斗。他在通灵出了元魔的儿子小元魔后，便让对方变成了小号的如意金箍棒。就在这时，他看到宇智波带土朝着老师突袭而来，当时他想都没想，便直接跳过来逼退了带土。直到现在，他才稍稍有些回过味来。飞间老师的体术水平远在自己之上，那宇智波带土靠近了飞间老师，简直是自寻死路，根本轮不到自己来救才对。想到这，他尴尬的笑了笑，牵手飞间也懒得跟他计较这些，而是冷哼了一声说道：“猴子，你靠过来一些，我有个计划，等下你就这样。”二人小声嘀咕了一下，只见袁飞日斩自信的点了点头，随后挥舞着小号的如意金箍棒奔着带土杀来。带土冷哼了一声，双手握住两根木刺迎战，然而结果显而易见，带土这拉胯的体术根本不是袁飞日斩的对手，被对方是大力沉的攻击死死压制住。他此时心情非常郁闷，刚才他信心满满的跑过来向二代火影讨要七尾人助力，那时候他是多么的意气风发，有一种天下英雄出我辈的快感。结果没想到才过去几分钟时间，自己先是被二代火影用忍术教育，现在又被三代火影用体术教育，真是日了他娘了个狗。带土越打越艰难，三代火影的攻击连绵不绝，棍子舞得跟电风扇一样，搞得带土狼狈不已，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不过他本来就皮糙肉厚，再加上移植了初代火影的细胞，这些皮外伤几秒钟时间便已完全复原。但这么下去根本不是办法，三代火影不停用体术牵制，二代火影也时不时用水遁忍术考偷袭，两人的配合十分默契，打得带土这个没经历过多少战争的年轻忍者狼狈不已。这两个老同志，一个年纪100多岁，一个年纪70多岁，来骗来偷袭我这个20多岁的小同志，这好吗？这好个屁！带土被打得都直骂娘，这两个老东西基础实力就不比自己弱，再加上配合的好，再这么下去，自己迟早要被对方拿下。这时他再想要不要使用须佐能乎，现在常规手段已经很难战胜这两个家伙，实在不行就只能开启须佐能乎给这两个老东西来一些强度了。打定主意后，他眼中万花筒开始旋转起来，蓝色的查克拉开始从他身体周围缓缓浮现。就在这时，带土突然察觉到了异样，三代火影的攻击突然缓慢了下来，并且有些心不在焉。对方的反应立刻引起了带土的注意，这老家伙是年纪大了，反应开始变迟钝了吗？怎么突然就溜号了？随后带土心中涌现一股狂喜，不管这老家伙为什么溜后，这都是个大好机会。只见他看准时机，硬扛了三代火影，一棍子将木刺插入了袁飞日斩的心口。木刺进入对方身体的一瞬间便急速生长，无数的木刺从他体内钻出，片刻不到便将三代火影插成了一个刺猬。不过三代火影毕竟是秽土转生的身体，即便被木刺扎了个全身透心凉，也并没有浮现任何痛苦之色，只是表情变得呆滞，似乎有些失神。带土冷笑一声，他可不管对方为什么突然变得失神，抱着趁他病要他命，先解决一个再说的想法，直接抬起右手抓向了三代火影手臂。此时三代火影神情呆滞，即便是被带土抓住了手臂，也根本没有任何反应。带土冷笑，随后便准备发动神威，将他送进神威空间中。不管对方有什么样的心思，只要把他往神威空间里一扔，对方就是待宰的羔羊。打着如意算盘的带土并没有察觉到三代火影黑色的衣服上印着一个不是很明显的黑色印记，这个印记像是两个对生的钢叉，正是千手一族的族徽。就在他发动神威的一瞬间，二代火影便使用飞雷神出现在了带土身旁，右手拿着一把造型诡异的苦无，直直刺向带土的心口。原来三代火影只是诱饵，真正负责绝杀的仍然是二代火影。带土瞪大了双眼，对方的突袭实在让他始料不及，这要是换了别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心脏被戳破。但很快他镇定了下来，自己可不是普通人，自己可是神威万花筒写轮眼的拥有者，即便自己失误了，露出破绽也没那么简单被人偷袭成功。他立刻收回了右手，停止使用神威，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到铃响叮当之势开启了虚化。做完这一切后，他长长呼出一口浊气，幸好自己拥有神威这个瞳术，这要是换了别人，哪怕是同样的超影级强者，也根本躲不过对方这样的偷袭。就在他放松警惕时，冰冷的金属入肉之感从胸口传来，这种感觉金属穿透身体的感觉非常明显，就像是针头入肉时那种感觉一样，只不过这要比那强上100倍1000倍。带土瞪大了双眼，惊骇地看着胸口插着的飞雷神苦无，鲜血顺着刃柄滴落地面，打湿了他的长袍。他实在难以置信，自己居然被人用苦无穿透了胸膛，自己明明使用了虚化，为什么还会？等等，我他妈虚化呢？我明明开了虚化，我他妈神威虚化为什么没有了？带土惊恐地用木刺胡乱挥击，二代火影见这一击命中，也没有继续纠缠，立刻与对方拉开距离，躲避了对方胡乱的挥砍。看着捂着胸膛大口喘气怀疑人生的宇智波带土，牵手飞间冷笑了一声。宇智波一族的人果然都是弱智，这家伙直到现在还没明白自己的虚化是怎么被破解的吧。带土死死地捂着自己的伤口，鲜血从他指缝中流出，丝毫没有止住的迹象。他咬着牙，面色苍白地质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的虚化会突然失效？你到底做了什么？飞间冷笑一声，宇智波带土的情报早就被他摸透，不得不说对方的万花筒瞳术确实棘手，即便是跟宇智波一族战斗了一辈子的他，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棘手的万花筒能力，可以将自己的身体暂时虚化存放于异空间中，
在被敌人攻击时转移部分身体躲避伤害。这种瞳术如果运用得当，可以说是无解的招数。但任何忍术都有破绽，这个名为神威的时空间忍术也是一样。虽然看起来很棘手，但缺点他也摸得一清二楚。鸣人可是当着整个宇智波一族的面破解了带土的神威虚化能力。这些事情千手飞间早就从外出执行任务的宇智波一族成员脑海中得知，只需要一直攻击下去，持续5分钟就能破解对方的能力。那个名为漩涡鸣人的小鬼可是号称一泡尿都能破解这个忍术。虽然这只是笑谈，但也能看出来这个时空间忍术的弱点。只要摸透了对方的手段，想要针对起来是非常容易的。本来他也想用这种持续攻击的方法破解对方的虚化，然而在战斗过程中，他却想到了另外一种更简单便捷的破解方法，比如说木叶中的净空结界。这个瞳术确实厉害，但归根到底仍然属于时空间忍术。只要木叶开启了净空结界，就能瞬间让对方的时空间忍术失去作用。不过这样一来也有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己方的时空间忍术也不能用，自己的飞雷神和日斩的通灵之术无法使用，战斗力同样会被限制。因此他刚才跟日斩商量的方法就是出其不意的开启净空结界，然后偷袭对方一招制胜。而日斩刚才之所以溜号就是这个原因，他在通过传音秘术实时联络结界班忍者。就在净空结界开启的一瞬间，自己就用飞雷神传送到宇智波带土身边对他偷袭。不过这个手段说起来也很简单，最关键的是要使用的时机到位，才能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不过结果是喜人的，这个宇智波带土刚才已经被自己刺穿了心脏，这样的重伤哪怕对方移植了兄长的血肉细胞也没那么快能够恢复。现在就是干掉这个小鬼的最好时机，趁他病要他命。念及至此，他给袁飞日斩使了个眼色，后者点头表示明白。二人缓缓地靠近宇智波带土，准备给对方最后一击。带土看着小心翼翼靠近的二人，牙根紧咬。刚才他正打算开启须佐能乎使出全部手段，没想到就中了这两个老混蛋的诡计，真是可恶至极。而且这两个老混蛋还异常谨慎，缓缓地靠近自己，这是怕自己会一些自爆之类的忍术同归于尽吗？真是两个阴险的家伙，自己这么堂堂正正的人，怎么可能会学那种同归于尽的忍术？不过此时他已经彻底没咒念了，胸口的鲜血不断往外流，心脏上的伤口让他已经不敢剧烈运动。虽然他的体质强大，这种伤口可以自己恢复过来，但要拖着这副身躯战斗是绝对不可能的。想到这儿，他越来越绝望，自己今天难道就要死在这里吗？自己还没有实现月之眼计划，真是太不甘心了。就在他想开启须佐能乎临死前拼一把时，突然一个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呀呀呀，真是被搞得好狼狈啊，带土。带土惊讶地看着自己肩膀上肿起的一个白色肉块，刚才的声音就是从这个肉块上传来的。就连千手飞间和袁飞日斩都停止了动作，警惕地看着带土的肩膀。刚才的声音他们也听到了，保险起见，他们并没有一口气莽上去，而是站在原地仔细观察新出现的白色肉块是什么情况。只见白色肉块不断蠕动，最终一个类人形生物的上半身出现在了带土的肩膀上。新出现的白绝脸部跟普通白绝完全不同，并没有长着五官，而是一张规律的白色漩涡脸。带土认出了出现在自己肩膀上的便是阿飞，随后一股清凉之感在他心脏上浮现，心脏的裂口突然被田谷身上的伤也肉眼可见的恢复。带土长长的呼出一口浊气，还好对方出现，否则自己这条命今天真有可能搭在这里。不过冷静下来一想，又有些不对，对方突然从自己身上钻出来，这不是说明自己一直处于对方的监视之中？这不用想也是黑绝那个家伙的主意，居然派阿飞跟踪自己，真是太可恶了。他冷着脸对肩膀上的阿飞问道：你这家伙一直潜伏在我身上吗？是黑绝命令你这么做的？漩涡脸阿飞看不出任何表情，只见他身体突然张开，化作白色猪笼草，张开大嘴，如同捕捉猎物一样吞噬了带土。带土也没有反抗，任凭对方吞噬自己。随后阿飞便跟带土融合，变成了一副白色的盔甲，将带土包裹了起来。二者融合为一后，阿飞笑道：别这样认真嘛，黑绝虽然命令我监视你，但这样也是在保护你的性命。就像刚刚那种情况，如果没有我的话，估计你已经死了。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而且救了你好几次哟。带土冷哼一声，没有搭理这个家伙。阿飞虽然听从黑绝的命令，但他可以感受到对方的善良，这个家伙确实不太可能害死自己。但正因如此，他才是最气愤的。他不想对阿飞出手，正好中了黑绝的下怀。这个家伙就是想用阿飞来牵制自己，避免自己脱离掌控，真是个阴险的家伙。不得不说，带土这个人还是太善良了。虽然他杀人放火，迫害自己老师全家，但他骨子里的善良还是让他无法对阿飞出手。但凡他有迷人1%的不要脸，也不至于被道德绑架。别以为你救过我的命就能跟我嚣张，什么他娘的阿飞不阿飞，不管我叫爹，我特么弄死你！就在这时，阿飞注意到了不远处站着的千手柱间，瞬间他来了精神，对着柱间手舞足蹈的说道：呀，这就是我细胞的本体吗？原来我细胞的原型是长这个模样，居然长着这么长的头发。话说他长没长菊花，能不能变变啊？他说话时手舞足蹈的活脱脱是个长着成年人身体的小孩子。更可气的是，他现在用的是带土的身体，弄得带土之前营造的高手气质全没了。而柱间则是十分凝重的看着阿飞，这个古怪的生物身上的气息居然跟自己一模一样。这可不仅是移植了自己细胞那么简单，
甚至可以说对方就是由自己的血肉细胞生成的生物。他瞬间便想到了班那个家伙，这一定又是对方的手笔，除了他没人会想到直接用自己的细胞孕育出一个生命。随后他表情变得舒缓，对着阿飞嘴角含笑道：“你是班那个家伙创造的吗？”此言一出，千手飞间与袁飞日展瞪大了双眼，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了阿飞。这个家伙居然是宇智波斑创造的，是什么时候的事？他们怎么不知道？而阿飞闻言则是手舞足蹈地跳起来，又是鼓掌又是欢呼道：“没错，没错，我就是班大人用你的细胞创造出来的哟。严格说起来，你和班大人应该算是我的父母，不过你和班大人到底谁是父亲，谁是母亲呢？”千手飞间闻言，脸色瞬间一变，他可以十分确定宇智波斑在木叶的时候绝对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难道是对方叛逃之后在外面研究的吗？但这件事兄长又是怎么知道？难道是终结谷之战的时候班告诉兄长的吗？真是可恶！这么重要的事，兄长为什么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说过？他将目光投向千手柱间，希望从对方那里寻求答案。然而柱间则是满脸凝重，似乎是在沉思着什么。见千手飞间陷入沉思，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他。如今已经确定了阿飞就是对方血肉细胞创造出来的，那么对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到底是愤怒地摧毁掉阿飞，还是会把阿飞抓起来弄回去做研究呢？只见千手柱间沉吟半晌后，抬头严肃地看向阿飞说道：“严格说起来，应该我是父亲，班是母亲才对。”千手飞间险些一口老血吐出来，你考虑半天就是在考虑这玩意儿。只见柱间毫不在乎周围人的目光，对着阿飞分析道：“你看，所谓的父亲就是要传承自己的血脉，而你不仅血脉是我的传承，连细胞都是我的形状，很明显我符合父亲的特质。”阿飞点了点头，随后问道：“那班大人为什么又是母亲呢？”柱间露出了高深莫测的笑容，语气轻快道：“所谓的母亲自然就是要孕育生命，而班则是完美的将你孕育了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完美贴合父亲的人设，而班完美贴合母亲的人设。”阿飞一拍大腿赞同道：“没错，没错，真不愧是父亲大人，居然分析的头头是道，比母亲大人那个闷葫芦强多了。快输格！”随后两人眼神对视，一股来自血脉的亲近之感油然而生。柱间跟阿飞二人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了对方血脉中的呼唤，他们眼神对视在一起，气氛越来越奇怪。此时他们如同一对失散多年的父子一般无声的对视，眼神中的情谊让阿飞体内的带土打了个冷战。我靠，这阿飞脑子进水了吧？这个蠢货跟千手柱间在那里对视个屁呢？你虽然是被对方细胞培育而成，但跟人类的父子一点关系都没有，纯粹就是两个生物。而且阿飞这个物理意义上没脑子的家伙这么犯二也就算了，怎么千手柱间这个长了脑子的人类也这么二啊？而且对方那含情脉脉的眼神带土实在是有些吃不消。你说你一个忍者之神传说级别的人物，露出这副表情你不嫌丢人吗？带土实在是有些撑不住，于是便想扭头跟对方错开视线，但没想到阿飞这个家伙占据了他的身体后，脖子硬得跟石头一样，直勾勾看着千手柱间，根本移不走视线。带土尴尬的都快吐了，刚想张嘴提醒一下对方，却发现自己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朝前迈了一步。这一步仅仅只是开始，只见阿飞操控着带土的身体一步一步走向了千手柱间，每走一步都要在地上停顿一下，似乎跟自己的老父亲久别重逢时的那种不敢置信的迟疑。带土再也忍受不住，在阿飞的体内怒吼道：“你这混蛋，给我清醒一点！现在双方可是敌人！”然而阿飞丝毫没有理会带土的吼叫，仍然不急不缓地朝着千手柱间的方向走去，甚至一边走一边用手捂住嘴，模仿人类哭泣时的样子。我靠，带土快疯了！以前他也模仿过阿飞的行为，但那只是为了引人耳目进行的伪装，目的是在自己有事走不开的时候，让阿飞来代替自己的位置。但没想到当初他只是模仿到了阿飞的形，而没有模仿到阿飞的神。此时的阿飞可是生动形象的亲身示范了一下什么叫做犯二。更令他绝望的是，面前的千手柱间非但没有清醒过来，反而用着同样激动的步伐朝着阿飞一步一步挪来，甚至对方的脸颊上已经流出了眼泪。我靠，你能不能别入戏那么深啊？二人的距离越来越近，他们展开了双臂，敞开了胸怀，似乎要将对方揽入怀中，发现自己多年没有团聚的骨肉情。这副辣眼睛的场面看得袁飞日展目瞪口呆，万万没想到自己都已经死了，居然还能被这么恶心到。然而就在柱间跟阿飞即将拥抱在一起的时候，带土总算是挣脱了阿飞皮肤的束缚，一拳捶在了阿飞的脸上。阿飞捂着脸没有表情，但却十分痛苦地蹲下身，呜咽道：“呜呜，带土你搞什么啊？为什么突然打我？”而同一时刻，千手飞间也顺身到了柱间面前，双手死死地抓住柱间的肩膀，用力摇晃，一边摇还一边说道：“兄长，你振作一点，千万不要被宇智波一族的幻术迷惑了心神。该死的宇智波居然使用这么低劣的幻术迷惑兄长，果然宇智波的家伙都这么卑鄙。”千手柱间尴尬地推开了自己的弟弟，随后说道：“好了，我没事，你不用再摇了。”千手飞间狐疑道：“兄长，你真的没事了吗？”在确认了自己兄长真的解除幻术后，千手飞间转过身，怒目看着带土，这个家伙居然敢对自己哥哥施展这么卑鄙的幻术，真是太可恶了。只是他没发现柱间看着他后背的时候表情有些古怪。双方各自解决完自己方的逗逼后，
形势再次变得剑拔弩张起来。千手飞剑对着祝坚凝重道：“兄长，你还不打算出手吗？”祝坚有些迟疑，最终他叹了口气，决定也加入战团。他其实是不想动手对付戴土的，自从得知了对方的经历后，他觉得戴土并非无药可救，他还是想尝试劝说一下对方。但看对方现在的状态，显然是不打算跟自己交流。既然如此，也只好先擒住对方，日后慢慢劝说了。见兄长有加入战斗的意思，飞剑十分欣慰，随后便悄悄跟祝坚商讨起了作战计划。而此时的戴土也已经没有心情跟这帮人纠缠，他已经明白自己的基础实力根本不可能是这帮人的对手。这些家伙都是久经战阵经验丰富的忍者，虽说自己现在有阿飞的加持，但他也不觉得自己能顶得住这三人的配合。不是说绘图转生之术只能召唤王者生前部分的实力吗？这三人的实力明显都已经是生前的水平，甚至因为绘图转生不死的特性，他们的实力比生前还要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算了，现在想这些也没什么用，不如拿出全部实力，先脱身离开再做打算。没错，戴图已经有了退役，他已经很清楚，凭自己的实力并不是这三人的对手，而且这三人全都是绘图转生的身躯，拥有无限的查克拉，拖下去输的一定是自己。念及至此，他便有了退役。只见他双手结印地面不断蠕动，随后一个大约200米左右高度木人拔地而起。木盾，木人之术。这木人之术并不是千手柱间的那个大肚子胖木人，而是阿飞那个像是千手观音模样的木人之术。在见到这个木人时，千手飞剑和猿飞日展瞪大了双眼。这个名叫阿飞的怪人居然能够施展初代火影的木人之术，虽说模样有些区别，但这就是货真价实的木人之术，千手飞剑绝对不会认错。而柱间此时也是瞪大了双眼，随后嘴角勾起，露出了一个赞许的笑容。不愧是班那个家伙用自己的细胞制造出来的生物，居然连木人之术都可以施展，真是搞出了一个不得了的怪物。这时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自己不仅要拯救戴土这个误入歧途的少年，还要留下阿飞在木叶生活。既然继承了自己的血脉，那木叶才是对方真正的家。只见他对着还在吃惊的飞间和猿飞日展说道：“在这里战斗会对村子造成很大的破坏，我们把他引出村子的范围，在外面解决。”二人点头，随后准备将戴土吸引走。哪知巨大的木人之术在出现之后，并没有对他们发动攻击，而是转身朝着距离木叶相反的方向逃去。这举动让三人愣了一下，紧接着立刻追了上去。可爱 Delta Odd， 既然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绝对不能让对方逃掉。不管是要感化对方，还是要长期囚禁对方，甚至杀死对方，都不能再让如此危险的家伙在忍界游荡。戴土操控着木人之术，全力向外狂奔。他很清楚，即便是开启了木人之术，自己也未必是那3个人的对手。有这3人坐镇自己收集七尾的计划，恐怕要落空。如今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找到掌门，跟对方一起联手收集其他的尾兽，然后开着外道魔像回来寻仇。想到这儿，他咬紧了牙关。之前自己还信誓旦旦的在长门面前装逼，如今要反过去求对方，实在是有些丢人。不过现在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丢人就丢人吧。为了月之眼，计划他拼了。就在这时，阿飞说道：“戴土，你也太不小心了，你的身上被2代火影做了标记，你都没发现吗？”戴土亡魂大冒立刻问道：“我被做了标记，在哪里？”阿飞如同小孩对大人邀功般笑道：“已经被我解除了。没想到吧？我可是能够破坏忍术的印饰，从而解除封印的哦。”与此同时，千手飞间眉头锁的说道：“我留在对方身上的飞雷神印记好像被抹除了。那个白皮肤的怪人居然还能解除封印术，真是个棘手的家伙。”千手柱间纠正道：“飞间，那不是什么白皮肤的怪人，那是你侄子。”千手飞间满脸黑线，他很想直接骂兄长一顿，但考虑到现在大敌当前，被他生生忍了下来。柱间哈哈大笑道：“我看这个地方很平坦，周围也没有什么城镇之类的，不如就选择这里当做战场吧。”飞间跟日展没有意见，于是柱间双手接应，大喝了一声道：“木盾，花树界降临！”瞬间，周围森林的树木疯狂生长，从不过4-5米的高度扶摇直上，长到了数十米高。这些树柔软的如同皮鞭，瞬间缠绕住了戴土木人的双脚，让木人庞大的身躯瞬间停了下来。戴土咬了咬牙，随后便想用火盾烧毁这些树木，然而刚想结印，却想起来自己的木人之术也是木头，于是便停止了结印的双手，而是开启了须佐能乎，挥舞着手中的长剑，将周围的树木砍断。然而就在他砍断周围树木的片刻时间，千手柱间3人已经从后方追他上来，拦住了他的去路。此时柱间3人站在巨大的木人和须佐能乎面前，宛如蝼蚁。就在飞间跟猿飞日展准备出手时，柱间拦住了他们。接下来不用你们出手，由我来亲自动手。千手飞间以为兄长要手下留情放走他们，刚想劝说，便对上了柱间严肃的眼神。这下他明白了，兄长是认真的。既然兄长想要出手，那他自然不会在这里碍兄长的事。将猿飞日展一同叫走后，现场只剩下柱间独自面对木人和须佐能乎的注视。望着面前这2尊庞然大物，千手柱间深吸了一口气，随后仙人模式的眼影在他脸上出现。仙法木盾真术千手。戴土面无表情地看着下方逐渐远离的千手飞间和猿飞日展，原地只留下千手柱间一个人。他可不认为这是对方打算放过自己，相反他十分清楚这是初代火影打算动真格的了。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在他看来，初代火影远远强过2代火影跟3代火影联手，毕竟这可是数次正面击败宇智波斑的家伙。虽然人二了点，但实力绝对不容小觑。随后，只见对方开启了仙人模式，似乎是想要使用大型木盾忍术。带土的表情稍稍有些凝重，看来是个类似木人之术一样的召唤型巨物型忍术。不过说实话，如果是这方面的战斗，他还真不虚。毕竟他这边可是有着阿飞的木人之术跟自己的须佐能乎，就算是召唤巨物间的战斗，也是自己这边占优势。对方的召唤物估计也就是跟须佐能乎差不多的规模，己方2打1的情况下，没道理不是对方的对手。随后他便看到千手柱间脚下升腾起了一个巨大的观音像，在他惊愕的目光中，观音像越长越高，越升越大。他目瞪口呆地看着千手柱间脚下的巨物，高度逐渐超过自己，最终长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这怎么可能？这已经超过自己须佐能乎4、5倍的高度了吧？这忍术的规模也太犯规了吧！带土张大着嘴巴，额头上冷汗密布。他还以为对方召唤出来的顶多也就跟须佐能乎个头差不多，没想到体型居然如此庞大，这已经有1000米之高了吧？本来还以为木人之术跟须佐能乎大概就是此类忍术的极限，没想到对方居然能召唤出如此巨大的观音像，这就是忍者之神的力量吗？居然这么夸张吗？巨大的千手观音像拔地而起，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尤其是距离这里不算太远的木叶，更是将初代火影的真树千手看了个清清楚楚。年轻忍者们看着远处那巨大的身影，吓得脸色苍白。相反，年长一些的忍者却异常激动，滔滔不绝地跟身旁讲述着这个忍术的由来。众人听老忍者说这是初代火影的忍术，才稍稍有些放下心。他们还以为这是敌人来袭，搞了半天是自己人的忍术，真是吓死。我擦，不对啊！初代火影大人早就死了，这忍术是谁放的呀？而就在新木叶忍者陷入惊慌时，站在真树千手巨像头顶的千手柱间，对着身下的带土喊道：“年轻人，你投降吧！之前在幻术中，我已经对你有了一些了解，我十分清楚，现在的你并不是你真正的模样，你心中真实的你仍然是那个善良淳朴的好孩子。不要因为一时糊涂而成为了班那家伙的影子。无限阅读的世界是虚幻的，即便你真的创造了那样一个世界，也永远不可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回归现实吧，年轻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为了过去纠结，把握现在，实现未来的和平，才是你现在要做的。”千手柱间滔滔不绝的劝说，非但没有让带土回心转意，反而引起了带土的怒火。只见他对着柱间怒道：“你这个大言不惭的老东西，又懂些什么？如今的我已经失去了一切，在这个名为忍界的活地狱里，我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留恋。我现在只想要创造一个有灵的世界，而你只不过是上一个时代的失败者而已，没资格教育我。快书阁！”说话间，他一跃跳到了木人之树的头顶，站在了阿飞身旁。须佐能乎化成铠甲披在木人之树身上，散发着耀眼的蓝色光芒。最终光芒稍稍暗淡，露出了下方披着蓝色铠甲的木人之树。微装须佐能乎，这是须佐能乎的运用形态之一，可以让须佐能乎化成铠甲披在其他巨物型召唤兽身上，增强其全方面属性。此时带土已经清楚，如果不使用这招的话，自己跟阿飞绝对不是千手柱间的对手，体型上自己已经处于劣势。既然如此，只能靠质量取胜。刚刚稳定心神，决定跟对方拼命的带土，只听身旁的阿飞扭着身体说道：“呀呀呀，带土这一招真是好有趣啊！平时都是我劈在你的身上，这一次是你劈在我的身上耶，我们这算是什么双劈吗？不知道班大人的须佐能乎可不可以劈在我的木人之树身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是3。”带土一拳砸在了阿飞脑袋上，把他下半句话憋了回去。这个二货现在还在这胡说八道，真是蠢到家了。为了防止这个蠢货再放2，他命令阿飞再次附着在自己身上，而且这次要完全服从自己的命令，不准再私自操控自己的身体。准备完毕后，他操控木人之树缓缓朝着真树牵手走去。要比起手来，他可不比对方少。自己的木人之树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真树牵手，而且还拥有自己神威的加持，这一战优势在我。靠近后，2人瞬间展开了战斗。牵手柱间虽说平时逗逼了些，一旦进入战斗模式，他战国时期强者的气势便展露出来。巨大的拳头如雨点般自上而下砸向木人之树，带土控制着木人之树挥拳反击，但双方的攻击力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木人之树的拳头在真树牵手面前就像是小木棍一样，轻松就被敲碎，甚至连抵挡片刻的能力都没有。带土咬了咬牙，随后操控木人之树挥舞起须佐能乎的长剑，奋力挥砍，想要挡住真树牵手的攻击。这回稍稍有些奏效，真树牵手的拳头被长剑斩断了大半，但仍然有少部分敲在了木人之树的身体上，把须佐能乎打得破损开裂。带土冷哼一声，迅速恢复了须佐能乎开裂的部分，随后腾出左手，用查克拉化成了3枚巨大的手里剑。神威手里剑，这是裹挟着时空间忍术的手里剑，是带土的须佐能乎独有的攻击招数，称得上是须佐能乎系列中最强的攻击手段，甚至超过了佐助大结局前施展的鹰陀罗之石。带土心知自己的查克拉量绝对拼不过初代火影这个怪物，于是他并不打算使用这招跟对方的拳头对搏，而是使尽全力将手里剑扔向了初代火影的本体。牵手柱间眉头紧锁，本能地察觉到了这3枚手里剑的与众不同，随后操控着树枝缠住自己的身体一甩，便脱离了原地。刚一跳开，便看到神威手里剑冲破了重重封锁，打到了自己刚才站立的位置，那里正是真树牵手的头顶。
巨大的真树牵手雕像脑袋瞬间被神威手里剑削掉了大半，看得千手柱间心有余悸。还好自己多年来锻炼的战斗直觉奏效，否则被这一击击中，即便自己是绘图转生的身躯，估计也不会有好下场。远处观战的千手飞间也是眉头紧锁，看到这里时不禁赞叹道：“这个名叫宇智波带土的小鬼，虽说内心邪恶，但这天赋着实是高，称得上是世所罕见的天才。”一旁的元飞日斩十分惊讶，他没想到自己那个痛恨宇智波一族入骨的老师，居然有一天会称赞宇智波一族忍者。他觉得老师有些太夸张，不过他也不敢出言否定对方，于是故作疑惑道：“老师为什么这么说？这个宇智波带土有什么特别的吗？”千手飞间皱着眉说道：“当然特别，宇智波带土的须佐能乎是我所见过最强大的，即便是当年实力处于巅峰的宇智波斑和宇智波全奈都无法与对方相比。”元飞日斩闻言瞳孔紧缩，惊呼道：“这怎么可能？”千手飞间凝重道：“没什么不可能的，当年宇智波斑的须佐能乎在跟兄长的真树牵手对拼的时候，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处于单方面被吊打的状态。然而这个宇智波带土所使用的时空间瞳术，居然能做到对兄长反击，仅凭这一点，宇智波斑的须佐能乎就完全无法跟这个小鬼相比。那岂不是说这个宇智波带土比宇智波斑还要强？”元飞日斩简直难以置信，刚才他在跟宇智波带土战斗的时候，根本没有觉得对方有多么特别，这种实力的家伙居然能够达到忍者之神的级别吗？飞间冷哼了一声，不屑道：“这小鬼怎么可能比得上斑？虽说宇智波带土的实力可以达到超影级，但跟宇智波斑和兄长比起来，还是有着巨大的差距。宇智波一族的实力可不仅仅只有须佐能乎，个人的基础实力也十分重要。斑那个家伙可是一个几乎没有弱点，各方面都十分均衡而强大的忍者，这种均衡的强大才是那家伙真正可怕的地方。这个宇智波带土也就是在须佐能乎的方面能够胜过斑一筹，其他方面与斑根本没有可比性。双方如果真进行对战的话，只要斑那个家伙不头铁的用须佐能乎硬碰硬，最终的胜利者一定会是斑。”元飞日斩闻言稍稍稳定了心神，语气赞同道：“确实如此，忍者战斗到最后还是要看技巧的。”随后他又充满了自信看向了战场的方向，只是他不知道飞间此时心中正在疯狂吐槽，刚才分析的确实头头是道，让他心中隐隐觉得，如果斑真的跟这个小鬼碰到，可能真的会头铁的用须佐能乎跟对方硬碰硬的对拼。那家伙本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二愣子，做出这种事来非常有可能。千手飞间和元飞日斩在远处观察情况，时不时还进行了点评讨论柱间和带土的战斗。二人讨论的十分热闹，不过基本上都是千手飞间在输出观点，元飞日斩作为捧哏时不时惊呼一声，随后又称赞自己的老师总结的精确。两人进行着一场精彩的解说，其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迪达拉和飞段。千手飞间自己都没有察觉到，不知不觉间他已经加入了当初被他嘲讽过的二货行列。他们之所以这么轻松，是因为他们对这场战斗信心十足，认为初代火影千手柱间必胜，所以才显得这么轻松。毕竟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初代火影在任何方面都远强于宇智波带土，无论是从近身体术还是远程忍术，攻击力、防御力、速度，任何方面都全方位的碾压对方。就连耐力上，带土也远不及初代火影，毕竟他可是绘图转生的身体，拥有着无穷无尽的查克拉。对于千手柱间来说，对付带土比对付宇智波斑还要轻松，毕竟斑那个家伙作战经验丰富，实战的时候还时不时能给自己下套，因此他要时刻警惕对方。但这宇智波带土作战经验简直稚嫩的如同孩童，毕竟对方在经历过第3次忍界大战后，基本上就处于隐蔽状态，就连出现在人前的次数都非常少，更别说与人战斗了。面对带土这么稚嫩的战斗经验，千手柱间显得十分轻松惬意，甚至还时不时跳下真树牵手的头顶，对带土进行体术偷袭。此时他已经摸透了带土的深浅，只要提防对方神威手里剑的偷袭，其他的招数根本伤不到自己。而像神威手里剑这种规模浩大的大型忍术，想要击中身法灵巧的千手柱间，简直是痴人说梦。在没有其他人配合打助攻的情况下，带土这一招根本无法打中柱间的本体，瞄着真树牵手打也没什么用，就算打爆了真树牵手的脑袋，对方也会迅速痊愈，根本无法造成有效伤害。战斗态势呈现一边倒的状态，带土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须佐能乎被打碎了一次又一次，根本无法承受真树牵手的攻击。然而他不得不咬着牙用查克拉恢复破损的须佐能乎，如果没有了须佐能乎的保护，自己的木人之术恐怕会在一瞬间就被真树牵手打爆。然而他的硬撑也只是徒劳，最终须佐能乎彻底被打得破碎，化为蓝色能量消散，木人之术也在顷刻间被打得支离破碎，分裂成无数碎木屑散落一地。更悲惨的是，带土在木人之术被打得崩溃时，没有及时逃离，被真树牵手摁在了木人之术的碎屑里，一顿乱锤。关键时刻他开启须佐能乎勉强抵挡了一阵，这才没有被真树牵手锤成肉酱，否则就他那副肉身怎么可能挡得住真树牵手的连番铁拳。但这也已经是他的极限。只见他躺在木人之树碎裂后的木屑废墟中，大口的喘着粗气，身上被碎木屑扎出的伤口密密麻麻，而且往外鼓鼓冒着鲜血。好在这些伤口都很细小，而且都是皮外伤，仅仅1-2分钟的时间便已经完全恢复。但带土此时查克拉几乎耗尽，就连施展神威的力气都没有，根本无力逃跑。
他从地上坐起身，随后大口的喘着粗气。披在他身上的阿飞见状，惊慌的叫喊道：“呀，带土怎么办呀？父亲实在太厉害了，不如我们投降吧。”带土用力的想要抬起右手给阿飞一巴掌，但奈何他的体力消耗太大，现在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无奈之下，他只好有气无力的骂了一声道：“给我闭嘴！”然而阿飞根本没有理会他，仍然滔滔不绝的说着一些让带土头疼的话，听得他心烦不已。他艰难的抬起头，看着远处缓缓走来的牵手柱间，最终他咬了咬牙，对着阿飞说道：“你快从我身上下来，然后逃走，然后去找到黑爵，让他想办法来救我。”阿飞叹了口气，随后脱离了带土的身体，朝着远方跑去。牵手柱间丝毫没有理会逃跑的阿飞，而是缓缓地走到了带土的面前。此时的带土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趾高气昂，如同斗败的公鸡般瘫软地坐在地上，低着头，眼中全是绝望和不甘。他不确定接下来自己会被怎么处置，但不管怎么样，自己都已经彻底的失败了。看着绝望的带土，牵手柱间并没有嘲笑，而是蹲下身对带土语重心长道：“带土，你已经输了。”带土并没有说话，似乎是不想理会牵手柱间，而柱间却并没有放弃，依旧滔滔不绝地劝说道：“我知道你的心中并没有放弃成为火影的梦想，我也相信你仍然是那个积极阳光的少年。一个人的梦想是不会那么轻易熄灭的，我相信你会重新回想起过去的你，再次变回那个积极乐观的阳光少年。”带土的眼中似乎闪烁起了别样的光芒，他低着头陷入了沉思。柱间也没有打断对方的思绪，而是静静地等待对方考虑清楚。许久过后，带土缓缓地抬起头，眼神似乎已经有了某种变化。柱间大喜，他知道自己的劝说应该是成了。他向着带土缓缓地伸出了右手，这只粗壮有力的大手似乎有一种别样的魔力，让看到他的人会感觉到莫名的心安。带土看着的面前的大手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缓缓地抬起了右手，想要跟对方握在一起。柱间的嘴角逐渐裂开，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就在这时，一道寒芒闪过，一顶造型奇特的飞雷神苦无化作一道寒芒，朝着宇智波带土的太阳穴飞来。此时的带土已经彻底瘫软在地上，根本无力闪躲，甚至飞雷神苦无飞到距离他太阳穴只有1米的距离时，他都没有反应过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牵手柱间一伸手抓住了飞雷神苦无，随后眉头紧锁，面色极为难看。飞间这个家伙到底在搞什么鬼？而就在这时，牵手飞间利用飞雷神之手突然出现在牵手柱间面前，随后二话没说，直接掏出了一把飞雷神苦无直刺带土的脑袋。飞间已经清楚宇智波带土的身体拥有快速愈合的能力，这种情况下，即便刺穿对方的心脏，也无法彻底杀死对方。因此，他一开始就将目标定在了对方的脑袋上，他就不信刺穿了对方的大脑，对方还能够活下来。就在他的苦无即将刺中带土的大脑时，柱间见状，下意识的一脚踹向了飞间的腰部。这一脚又快又准又狠，直接将牵手飞间整个人踹得倒飞而出，在地面上不停的翻滚，最终撞到了一处碎石堆中。此时柱间才稍稍回过神来，刚才自己踹地的那一脚力气用得太大了，这下他有些尴尬，本想阻止弟弟的暴行，没想到力气稍稍用得大了些，不知道有没有把弟弟踹出什么问题。此时他已经彻底忘记了牵手飞间跟他一样都是回头转身的身体，别说这一脚，就算是被真树牵手暴锤都能够完好无损的恢复。而就在他看向牵手飞间的方向，注意力移开带土的身边时，只见宇智波带土的身下突然传来了一阵诡异的蠕动，似乎是有什么东西。随后一只黑色的手掌从带土的影子中钻了出来，一把抓住了带土的左手，便要将他往影子里面拽。这一变故吓得柱间一大跳，随后他下意识的一伸手抓住了带土的右手，二者就这么僵持在原地。黑爵感到十分郁闷，这带土真是个废物典型，就那点实力还敢去挑战牵手柱间，真是自己找死。如果刚才不是牵手柱间因为弟弟的事儿分了神给了他可乘之机，他才不想冒着生命危险救这个蠢货。然而现在双方就这么僵持住了，而且牵手柱间的力气极大，再这么下去自己肯定争不过对方。最终他一咬牙，整个人化作一滩黑水附着在带土的半边身体上，随后挥舞着带土的左手，五指并拢成掌刀状，一刀将自己的右臂砍了下来，随后钻进影子里消失不见。这只手臂可不是带土原本的手臂，带土原本的右臂在神无皮桥之战的时候就已经被砸成了碎末，他砍下的只是用白绝肢体做成的假肢，这种东西要多少有多少，砍了也根本不心疼。黑绝砍带土右臂的时候十分果断，导致柱间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脚下一滑，拎着带土的右臂摔了个屁股蹲。再一次站起身来的时候，带土已经不见了踪影，柱间则是拎着白绝的手臂愣愣出神。这时牵手飞间一个瞬身来到了柱间身边，大声埋怨道：“兄长，你刚才踹我的力气也太大了吧，我这如果不是绘图转生的身体，那一脚估计要被你踹得吐血。对了，宇智波带土呢？”这时飞间才看到刚才带土坐的地方空空如也，于是凝重地问向了牵手柱间。他就知道自己这个兄长一定不会对那个宇智波的叛忍下死手，所以他才准备快刀斩乱麻出手杀了带土，但没想到对方居然不见了。对方去了哪里？难道是被兄长放跑了吗？柱间叹了口气，随后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全都说了一遍。飞间眉头紧锁，凝重道：“那家伙居然还有个同伴吗？黑色的身体又是一个诡异的家伙。”
本来被柱间踹了一脚飞间还想埋怨几句，但看到对方的表情，他又叹了口气，自己这个兄长实在是有些善良过头了。估计对方心中还在想着那个宇智波带土的事，想要让对方迷途知返，回归木叶吧。自己这个兄长还真是天真，现在的木叶跟过去成分已经完全不同，已经是纯粹的4大家族为主体的全新势力。就算那个叫宇智波带土的迷途知返，也不可能回到木叶，更有可能的是去那个光影村。毕竟宇智波一族可是就在那个村子里，对方的羁绊在那里，应该回那里去才对。想到这里，千手飞间的心情都不禁失落起来。在千手一族已经彻底解散了今天，他和兄长宛如无根浮萍一般，只能得过且过的生活在这个名义上的木叶里。但很快他摇了摇头，将脑海中乱七八糟的想法甩去。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跟兄长说。想到这儿，他直接用飞雷神之术离开。柱间疑惑地看向飞间原先站着的位置，不知道飞间这家伙又去做什么了。片刻后，千手飞间再次回到原地，而他的脚下正捆着一个浑身白色的怪人，正是阿飞。原来千手飞间在阿飞逃跑的时候，便带着元飞日斩追了上去，不费吹灰之力地抓住了对方，才火急火燎地回来刺杀带土。由于刚才自己的飞雷神之术印记被无缘无故抹除的缘故，所以这次千手飞间格外小心。为了避免这个白色的怪人逃跑，他还特意使用了查克拉传导金属制造的锁链困住对方，这样能避免对方悄悄解除封印，随后逃掉。柱间看到了地上的阿飞，有些惊讶，随后又叹了口气。刚才他故意放对方逃走，没想到还是被飞间抓了回来。不过这样也好，由自己护着对方，能避免对方再被有心人利用。他可以看出来，阿飞跟带土一样，是个心性单纯的人，有自己在身边，一定可以将对方拉回正途。火影办公室中，木叶高层齐刷刷的将目光投向了千手柱间，就连元飞阿斯玛这个名义上的现任火影都死死的盯着对方，等待对方的命令。这段时间的火影，他也算是当明白了，自己虽说不是个傀儡，但胜似傀儡，有初代、2代和自己老爹这3个人，在自己这火影就是个发声筒，一切命令还有这3个人商议才行。而被众人注视的千手飞间低头正沉吟着些什么，良久后，他抬起头，坚定地说道：“既然如此的话，那就开启无影大会吧。以我的名义召集5大国所有的影来到铁之国开会，共同商讨如何对付企图收集尾兽的宇智波带土。”飞间跟日斩闻言点了点头，他们十分清楚，5大国中除了自己之外，没有其他忍村能够单独抵挡得住宇智波带土。这样下去，对方一定会收集到更多的尾兽，与其被对方逐一击破，不如联合5大村的力量将对方找出来并且消灭。就在这时，元飞日斩突然想到了什么，随后脸色难看的小声问道：“那光影村呢？要不要同样通知他们参加无影大会？”此言一出，千手飞间陷入沉默。说实话，他是不想通知光影村的，他甚至期盼着宇智波带土那个家伙同样硬闯光影村，给他们探一探那个村子的虚实。然而一旁的千手柱间则是痛快地回答道：“我们当然要邀请光影，他们不是打败了云影，还获得了对方的尾兽吗？这么说起来，他们也是宇智波带土的目标，当然要把他们一起叫过来。话说回来，那个叫漩涡鸣人的小子似乎还很有意思，我早就想跟对方好好的聊一聊，这下总算是有机会了。”千手飞间脸色有些难看，自己这个兄长做事全凭感觉，根本不考虑利益得失。双方在立场上十分尴尬，毕竟都是从以前的木叶村分离出去的，而且双方还结下了不少的仇怨，再见面不直接开打，都算是双方素质高了。但仔细一想，对方好歹也算是忍界数1数2的势力，不邀请他们确实有些说不过去。而且宇智波带土的那个什么月之眼计划邪恶无比，如果不提前通知光影，导致2尾跟8尾落在宇智波带土的手上，那后果更严重。权衡利弊后，他决定支持兄长邀请对方。很快几名信使从新木叶出发，前往另外几大忍村，准备照看无影大会的他们根本不会想到，此时的岩影村已经到了生死边缘。土之国岩影村，这座位于群山之中的强大忍村，此时已经化成了一片废墟，无数忍者的尸体躺在废墟中，鲜血喷得满地都是，恶臭之味扑面而来，整个村子狼藉一片。而这片废墟的最中心处，有几个人正在紧张的对峙，3代土影额头上满是鲜血，在自己儿子黑土的搀扶下大口的喘气。而在他们对面，6个橘黄色头发的人正面无表情地盯着自己，这些人的身上没有任何的伤势，仅仅是被战场的灰尘弄得衣服稍稍有些脏而已。躲在远处操控佩恩6道的长门赞叹地点了点头，真不愧是岩影的3代土影，要不是自己的恶鬼道佩恩可以吸收沉钝的查克拉，自己要对付这老头还真没那么简单。紧接着他对身旁的小南问道：“鬼鲛那边完成了吗？”小南先是闭上了眼睛，利用手中的戒指联系了一下鬼鲛，随后点了点头说道：“4尾人助力已经确认抓捕完毕。”此时在他们脚下正躺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红衣忍者，正是岩影的5尾人助力汉，再加上鬼鲛抓捕的4尾人助力老子，这次来到岩影的任务目标已经完成。念及至此，他丝毫没有犹豫地使用通灵之术，将6道佩恩全部通灵了回来。既然任务已经完成，那也就没有必要再跟3代土影纠缠，6道佩恩的任务也算完成了。还在跟敌人紧张对峙的3代土影和黑土，只见一阵白烟升起，随后那6个偷袭岩影的怪人伴随着烟雾消失不见。大野木捏紧了拳头，牙齿咬得咯咯作响。这个叫做佩恩的混蛋居然如此小看岩影，
居然杀了这么多眼影忍者后若无其事的离开，真是可恶。对方的身份他早就认了出来，就是那个忍界雇佣军小组织。曾经他还通过特殊渠道跟对方合作过多次，很多不方便眼影出手的任务他都委托对方来做，双方也可以称得上是合作伙伴了。大野木早就知道这个小组织非常危险，但从他收集到的情报来看，这个组织虽然强大，但远远不及眼影，一些过街老鼠一般的 S 级叛忍而已。如果躲在阴沟里，他们五大国确实拿这些老鼠没什么办法，但如果敢露在明面上，他相信这些过街老鼠绝不会是眼影的对手。然而佩恩的出现却击溃了他的三观，这帮家伙实力之强远远的超乎了他的想象，甚至还有一个人可以破解自己的沉盾，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看着周围的残垣断壁，大野木心中异常悲凉，死了这么多优秀的眼影忍者，现在的眼影已经元气大伤。最终他叹了口气，命令道：打扫一下战场，让医疗忍者赶紧进行战场搜救，战斗型忍者配合感知忍者立刻将村子附近严密排查，防止敌人二次进攻。鬼鲛将大刀鲛基扛在肩膀上，而鲛基上还挂着一个红色头发的高大男人，这个高大的男人就是四尾人助力老子，眼影村的完美人助力实力异常强大。鬼鲛拿下这个家伙可是花了不少时间，足足使用水遁困住了对方2-3个小时，才让对方缺氧晕厥过去。正走在半路上的鬼鲛突然一抬头，便看到了6道佩恩，而其中一个佩恩手上拎着的则是无尾人助力汉。鬼鲛见状连忙走上来笑道：真不愧是首领，居然直接硬闯5大国之一的眼影村，还当着3代屠影的面抓走了无尾人助力，真是太强了。说话间，他将4尾人助力交到了其中一个佩恩手上，眼神中充满了敬佩。他虽然平时话的时候就喜欢给别人扣高帽子吹捧别人，但这次说的可是他的心里话。鬼鲛确实被掌门的力量震惊到，虽说这次他只是在眼影村的边缘偷袭4尾人助力，但眼影村内部的情况他也大概猜到了一些，甚至刚刚他亲眼目睹了整个眼影村飞上天变成了一颗巨大的土球，那震撼的场景令他终生难忘。之前他见过实力最强的人就是那个自称是宇智波斑的面具男，所以说他没见过对方全部的实力，但他估计那个面具男大概也不是佩恩的对手。原本他还以为佩恩只是面具男的一个傀儡，现在一看这哪是什么傀儡，谁家的傀儡会有如此强大的实力？但鬼鲛永远都不会知道的是，面前这些佩恩确实是傀儡。面对鬼鲛的吹捧，佩恩丝毫不为所动。只见畜生道佩恩直接通灵出了一只巨大的变色龙，随后变色龙舌头一卷，将2名人助力吞到了肚子里，随后化作烟雾消失不见。收好4尾和5尾2个人助力后，掌门掏出了大哥大，拨通了鸣人的电话：我这里已经解决完毕，剩下的就交给你了。明白了，你先往水之国赶路吧，我处理完这里的事很快就去找你。鸣人带领着近万人的忍者队伍隐藏在一片森林中，挂断电话后，他果断对着忍者部队命令道：你们先去大名府，控制了大名之后，从左右大臣开始将土之国所有的官员全抓起来，之后把敢反抗的凡人军队全部消灭，包括那些零散的流浪忍者、流浪武士们。炮灰忍者们闻言兴奋的大吼，随后在药师兜的指挥下朝着土之国大名府的方向前进。鸣人则是带着根部几百名精英忍者浩浩荡荡朝着眼影村而去，一路上根本没有隐藏身形，很快便被眼影的感知忍者发现。正在接受医疗忍者治疗的大野木收到边境遇袭的消息后脸色大变，随后不顾自身的伤势强撑着坐起身来。他看着情报忍者虚弱地问道：敌人是哪个村子的，调查清楚了吗？情报忍者摇了摇头回答道：这些人身上是标准的暗部打扮，根本没有忍村标志证明他们的身份。大野木咬着牙说道：调集村子里还能够战斗的上忍跟我出发，不管敌人是谁，都要全力消灭这股势力，绝不能让外界得知现在眼影的虚弱。是。没过多久，双方在一片碎石山脚下碰面，大野木强撑着身上的伤痛打量起这支入侵的忍者部队。从气势上来看，这伙人绝对不是善类，身上的查克拉气势强大无比，忍界中普通的忍者势力根本培养不出这种精英队伍，绝对是大国忍村的手笔。再联想到之前佩恩袭击眼影的事，难道说这次小组织是被某个大国忍村雇佣来偷袭自己的吗？越想越有可能，如果真是这种情况的话，这伙人还真不能随便杀，万一引发全面战争，眼影就不好处理了。但如果显露颓势也不行，这样只会让自己的虚弱暴露给对方，让对方更加的贪婪。思考片刻后，他决定先弄清楚对方属于哪个势力。但就在他刚开口想要询问时，敌方队伍中突然飞出来一个金发的小鬼。大野木有些愣神，随后脸色一变，警惕地盯着对方。在忍界中，不依靠任何道具就可以飞行的忍者十分稀少，他所知道的人中，除了自己外，只有自己的老师2代屠影无可以做到。而如今面前这个看起来还不到10岁的小鬼居然也能做到，单凭这一点来看，对方的身份就绝不简单。就在这时，鸣人率先开口道：你就是3代屠影大野木吗？比我想象中要矮上不少，老子今年8岁都比你个子高，你是从8岁开始就再也没长过个儿吗？原本还满脸警惕的大野木闻言瞬间怒火升腾，这是谁家的熊孩子，说话怎么没大没小的，专往人肺管子上面捅。他满脸阴沉地对鸣人说道：你们到底是谁？突然来到眼影到底是有什么目的？大野木发现他根本看不透面前这个金发小鬼，
而且对方眉宇间有些熟悉，一定是忍界有些名号的人物，但一时半会儿又想不起来。不过很快他就知道了答案。只见鸣人轻咳了一声，语气平淡道：“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做漩涡鸣人，是光影村的初代光影。不过估计很快我的名号就要变了。至于来这里的目的也很简单，那就是要灭掉土之国跟炎影，为统一整个忍界做准备。”原本强作镇定的大野木脸色瞬间一变，在听到对方名字的时候，他心里就咯噔一声，因为他听过这个名字，而且最近对方的名字时常出现在炎影的高层会议中。不过鸣人的名字多数时间都只是佐助的陪衬，毕竟佐助一己之力战胜了云影村3大高手的战绩彻底轰动忍界，让他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反观鸣人这个光影村的首领，在佐助的光辉下就显得平平无奇，每次提到对方也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说一句，绝大多数时间还是在讨论应对宇智波佐助的方案。不过听到对方说要灭掉土之国和炎影的时候，他不禁心中冷笑。虽说炎影现在虚弱无比，但想要灭亡自己也没那么简单。他看了看对方带来的几百号人，随后不屑道：“真是大言不惭！我炎影村屹立于忍界已经快有60年，忍界大战就经历了3场，还从来没有人敢说灭亡我炎影的。你这乳臭未干的小鬼也敢！”鸣人抠了抠耳朵，不耐烦地打断道：“行了行了，别扯淡了，掌门那边还等着我去收拾雾影的烂摊子，我可没时间陪你在这闲着蛋。”说完，他一抬手，虚空中一道空间门浮现，打人机器人一步迈出，出现在大野木和一众炎影上忍面前。大野木警惕地看着面前这个奇怪的金属傀儡，他还是头一次见到金属打造的傀儡。沙影村的傀儡一般都是木质结构，所以他感到很好奇。木头传递查克拉的效果比普通金属要好得多，能够传导查克拉的金属在忍界非常稀缺，再有钱的狗大户也做不到用金属打造一个傀儡。因此看着这个傀儡，大野木感觉到十分疑惑，这个傀儡给他的感觉也不像是查克拉传导金属，对方难道是用普通的金属制造了一个铁皮傀儡吗？就在这时，鸣人对着打人机器人命令道：“面前这群人和炎影村所有的忍者全都给我揍一遍！”打人机器人收到命令后精神一振，随后眼中迸射出2道金光，直接抬起双臂准备工作。大野木眉头紧锁，对着身旁忍者命令道：“准备作战！黄土来我身边协助我，文雅准备好封印术，等我们制服了这个金属傀儡后就进行封印。”是。XM。 1个小时后，上百名炎影忍者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陷入了昏迷，根部忍者掏出了随身携带的绳子，紧锣密鼓地对着躺了一地的炎影忍者进行捆绑 play。 他们一边工作心中，一边心有余悸地看向不远处的打人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实在太强了，简直强到难以想象。对方收拾这些炎影忍者如同砍瓜切菜一般，哪怕是最强的土影在对方面前都没撑过几招就被打成了猪头。他们幻想了一下，如果面对这个机器人的是自己，那么自己可以坚持多久？仅仅一瞬间，他们便得到了答案，能坚持个勾巴，他们估计连1秒钟都撑不住。解决了土影等人后，鸣人又带着打人机器人砍瓜切菜般收拾了整个炎影，上千名还幸存的忍者无一例外被狠狠收拾了一顿，随后被捆了起来，成为了鸣人的战俘。随后掌门和鸣人又故技重施去了雾影一趟，把这个5大国中土地面积最小的小岛国从里到外离了一遍。解决完了雾影后，3尾和6尾也顺势被掌门收入了口袋。随后掌门跟鸣人打了个招呼，回到了宇之国等待带土归来。鸣人则是思考起接下来的行动。这个时候他觉得时机已经差不多了，接下来也可以正式宣布5大国的灭亡，忍界彻底统一在了自己的手上。不过新国家要有新气象，总不能新国家还叫火之国吧。片刻后他一拍大腿，这不是现成的一个好名字，自己怎么没想起来呢？统一忍界的新国家就把它起名为光之国，这名字一听就皮套感十足，就决定是这个了。很显然他已经忘了忍界中还有一个叫风之国的大国，毕竟风之国实在是没有什么存在感，鸣人对宇之国的印象都比风之国深刻，自然就把这个5大国中最弱的国家给忽略了。就在鸣人统一忍界的事业如火如荼的进行时，一处幽暗的地下基地内，已经昏迷了数天的带土总算是悠悠转醒。睁开眼睛后，他便看到了熟悉的天花板，自己醒来的地方他感觉异常熟悉，似乎以前就曾经来过。突然他回想了起来，当初神无皮桥之战自己重伤后就是被白绝带到了这里。不过他并没有在意这些，而是下意识地朝身旁喊了一句道：“黑绝，我睡了几天？”这是一个中气十足的中年人声音响起：“你已经在这里睡了1个星期，换成是普通人可能还没有苏醒过来就已经饿死了。”带土察觉到这个声音并不是黑绝的，瞬间警惕起来，他艰难地从床上坐起身，随后凝重地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仅仅一眼他便愣在原地，随后震惊地看着不远处10以上坐着的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宇智波斑冷哼了一声道：“怎么不说话？不认识我了吗？”带土当然认识面前这个人，两人第一次见面，双方就像现在这样，一个坐在床上，一个坐在10以上。而那时对方则是个头发花白、身体枯瘦的老人，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青年模样，身上的气势磅礴的令带土都感觉到窒息。见带土仍然没有说话，宇智波斑说道：“我真没想到你竟然能破除我的封印，当初我还真是小看你了。不过你放心，我已经不会再用那种不入流的手段对付你，你已经得到了我的认可，正式成为我的合作伙伴。之前你和筑间的战斗我已经听黑绝说了，
看来你被柱坚那家伙教育得很惨啊。不过接下来的计划就不需要你了，我会亲自去木叶一趟，抓捕七尾人助力。听到宇智波斑的话后，带土脸上原本的震惊之色缓缓褪去，随后浮现了一丝不屑。他虽然不知道宇智波斑的是通过什么手段复活的，但看对方的样子，应该是没有到长门那里取回自己的轮回眼，仍然用的是生前那双普通的三勾玉。他对着宇智波斑嘲讽道：“你说你想去收集七尾，你在跟我开玩笑吗？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复活的，但看样子你并没有去掌门那里取回轮回眼，凭着这双三勾玉，你想战胜初代火影，简直是痴人说梦。我劝你还是先去掌门那里取回自己的眼睛吧，否则凭你现在的实力，不可能是初代火影的对手。”带土语气虽然嘲讽，但说的都是他的心里话。初代火影虽说是被秽土转生所复活，但不知为何他的实力对比生前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更强了几分。原本就庞大无比的查克拉，加上秽土转生无限恢复的体力和不死之身，带土觉得就算是宇智波斑取回轮回眼，想要对付初代火影也没那么简单，更何况是现在这个状态。宇智波斑听到带土的嘲讽后，并没有多在意，这个鼠目寸光的家伙脑子里只知道轮回眼，殊不知强大的从来都是他宇智波斑，而不是什么轮回眼。他冷笑了一声后，岔开话题问道：“一尾人助力在你那里吧？把他交给我。”说起这个，带土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他昏迷这么久，把那个人助力都给忘了。念及至此，他立刻打开了神威，随后身体化作漩涡消失在原地。片刻后，漩涡再次出现，带土领着已经饿晕过去的我爱罗再次出现在地下空间中。将我爱罗扔在地上后，带土长长的松了口气，还好这个人助力生命力顽强，饿了这么多天还留着一口气，不然把这家伙饿死收集尾兽的计划恐怕又要往后推迟了。确认一尾人助力没有死后，宇智波斑也不再理会带土，而是轻轻地上双眼，陷入假寐。他正在调和自己的身体，想要用极限状态与柱坚战斗。虽说他有绝对的自信，但对手毕竟是柱坚，曾经他也数次败在对方手上。面对这样的对手，即便是高傲的他也不敢马虎大意。几天后，柱坚和飞坚带着一个浅绿色头发的小女孩，谨慎地走在林间。这小女孩大约8、9岁，皮肤黝黑，但眼神格外灵动。这就是龙隐村的七尾人助力风。不久前，他被牵手飞坚强行带回了木叶，成为了一名木叶忍者。刚开始他非常害怕，这牵手飞坚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落在对方手上，自己的下场一定非常惨。但后来他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只是被限制了自由，不准他四处走动而已。逐渐的，他也稍稍放下心来，只要死不了就一切好说。更何况那个叫牵手柱坚的大叔，好像比绑架自己的那个牵手飞坚要和善得多，在对方身边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就在这时，那个看起来就不像好人的牵手飞坚说道：“兄长，你为什么不再派人确认一遍五大国的反应？我们之前派去的信使到现在还没有人回来，现在不确定其他忍村的态度，先一步去铁之国是不是有些太着急了？”柱坚闻言不以为然道：“先到一步而已，有什么关系？”其实牵手柱坚有些话没说，他总感觉最近忍界似乎产生了某种变化，他心中隐隐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但又说不上来。这次之所以火急火燎的离开木叶，其实并不全是着急展开无影大会，他更想直接去云影或者其他忍村看一眼这些大忍村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他的预感非常准确，现在这些大忍村基本上已经处于空壳状态，忍者们已经被批量控制起来，再也没有了五大国五大忍村。但这些事情凭现在木叶的那群忍者，甚至连调查清楚的能力都没有。四大家族当了几十年酒囊饭袋，完成任务也是一种混日子的心态，怎么可能认真调查五大国的异常？就在他们赶路时，突然察觉到前方出现了一道极强的查克拉波动，二人瞬间停在原地，随后瞪大的双眼看向森林深处。这股查克拉实在是太熟悉了，就算对方化成灰，他们也能第一时间认出来。风疑惑的跟着两个怪叔叔站在原地，这两个怪叔叔突然犯什么病了，站在这儿瞪大着眼睛发呆。随后他就看到森林深处走出了一个头发非常长的中年人，对方穿着红色的板甲，一身标准的战国时期忍者打扮，长相十分凶恶，比那个牵手飞剑的怪叔叔还要怪。就在风还没有搞清楚状况时，柱坚瞪大着眼睛惊呼道：“你是斑？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10几年前你不就应该死了吗？”宇智波斑挑了挑眉，随后冷哼道：“柱坚，你这家伙还是跟以前一样讨厌，你都可以复活，为什么我不行？而且你既然知道我是10几年前才死的，是带土那家伙告诉你的吗？真是个废物，被你打败了，还被你套出这么多情报，收集尾兽这种事果然不能交给这种废物，还应该是我亲自动手才行。”柱坚和飞坚闻言警惕了起来，风更是浑身颤抖的躲在柱坚身后。这帮怪叔叔怎么看起来一个比一个凶啊？这世上到底还有没有好人啊？只见宇智波斑伸手指向了柱坚身后，嘴角微微勾起笑道：“柱坚，把那个小鬼交给我吧，我的目的只是那个小鬼，如果可以，我也不想与你发生战斗。”宇智波斑说的是心里话，他虽然是个好战狂，但不是个疯子，如果可以不发生战斗，获得七尾人助力，那是最好的，这样他也可以省一些体力用来封印尾兽。然而柱坚却果断回绝道：“我不会把他交给你的，风已经是木叶忍者，我身为木叶的初代火影，怎么会将自己村子的忍者交给别人？况且你收集尾兽是为了那个邪恶的月之眼计划，我绝不会让你实现那么邪恶的计划，让整个忍界的人去做梦的。”
宇智波斑冷哼了一声，柱间这家伙果然跟以前一样，一点都没变。双方话不投机，直接动起手来。千手飞间第一时间抓起风的手，顺身离开，没有了顾忌的千手柱间果断出手。他十分清楚宇智波斑的实力，而且他也发现对方似乎不是使用秽土转生复活的活死人，而是真正有血有肉、完整复活的活人。这种情况下，对方会施展出生前全部的实力，甚至有可能在战争中变得更强。这一点经常发生在宇智波族人的身上，因此柱间格外谨慎，果断地开启了仙人模式，随后直接使用大招真树牵手。然而令他错愕的是，这次斑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开启须佐能乎跟他对峙，而是站在原地丝毫未动。柱间朝着下方凝重道：“你在做什么？为什么不使用须佐能乎，而是站在原地不动？难道是你打算投降吗？”宇智波斑闻言冷笑一声道：“你还以为我仍然是以前那个你的手下败将吗？现在的我已经超脱了宇智波一族的范畴，达到了全新的高度。须佐能乎之类的东西完全就是累赘，接下来我会让你见识一下我费尽千辛万苦得到的新力量，是吗？既然如此，那我可就不客气了。”顶上画符，真树牵手密集的拳头化作一张大网，遮蔽了天空中所有的光芒，劈头盖脸的朝宇智波斑落下。然而面对这雨点般密集的巨大拳头，宇智波斑轻描淡写的一跃便躲避了第一轮拳头的攻击，随后一头扎进了密集的拳网中。只见他使用灵巧的身法不断躲避真树牵手的攻击，踩着真树牵手的拳头不断接近柱间的本体。柱间见到这种战斗方式大吃一惊，要知道他的真树牵手体积虽然庞大，但速度可一点都不慢。想要凭借身法躲过一两发攻击达到他们这个实力的忍者确实有可能做到，但想要像宇智波斑这样在拳头中如同起舞般躲避所有的攻击，在他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宇智波斑就是在这么密集的攻击中闲庭信步般的跳到了柱间面前，随后看着一脸震惊的千手柱间嘲弄道：“怎么了柱间？被吓成这样可一点都不像你啊！”千手柱间紧锁着眉头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的体术很强，这一点我知道，但绝没有强大到这么过分的地步。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宇智波斑嘴角勾起，心中异常舒爽，像这样在柱间面前装逼实在是太畅快了。至于他是如何做到的，这也很简单，与其说他是靠体术做到的，不如说他是靠人体术做到的。首先要说明一下，体术跟人体术有很大的区别。麦特凯的体术就是纯粹的体术，虽然也有查克拉技巧在里面，但也只不过是辅助，主要的伤害来源还是麦特凯的体术发力技巧。而人体术却完全不同，比如说雷影的雷遁强化攻击，还有纲手的怪力拳，这些力量来源都是来自于查克拉，他们本身身体的发力技巧在攻击中并不处于主导地位。而宇智波斑的身体反应力以及速度之所以会这么快，完全是因为此时他的查克拉质量已经跟普通忍者完全不同，他的查克拉已经彻底蜕变成森罗万象之力，即便没有轮回眼的他也已经是妥妥的6道级强者。宇智波斑没有再跟柱间多说废话，一个顺身来到了对方面前，一把掐住了对方的喉咙。他的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了千手柱间的想象，他无法理解斑这家伙为什么突然会变得这么强。而对于柱间这家伙，斑心中也充满了好奇。根据他的推算，秽土转生这个忍术上限也就那样，就算是用白绝当做祭品，也不可能让柱间这家伙恢复生前所有的实力。然而柱间这个家伙不仅拥有着与生前相差无几的实力，甚至比生前还要强上几分，这就令斑感到不解了。于是他想趁着这个机会搜索一下柱间这家伙的记忆，看看他是如何恢复生前实力的。而就在他的手刚刚搭在柱间脖颈上的一瞬间，柱间衣角上一个不起眼的千手一族印记突然微微发亮，紧接着一道白色身影凭空浮现，千手飞间握着一把锋利的苦无直刺向斑的心口。刚才他已经偷偷观察了半天，斑的强大确实超出了他的预料，没想到以兄长的实力居然还会输给对方。幸好他提前在兄长身上留了后手，相信凭借自己的速度，对方是绝对逃不过这一击的。然而就在苦无即将刺中斑的心口时，宇智波斑身形如同鬼魅，直接身体一晃躲过了这一击。这还不算完，只见他一把掐住了千手飞间的脖子，随后一股极其强悍的力量束缚住了千手飞间的灵魂，让他整个人僵在原地无法动弹。控制住了二人后，宇智波斑缓缓闭上双眼，柱间与飞间的记忆如同潮水般灌进他的脑海。片刻后，他深吸了一口气，惊叹道：“宇智波止水，真是好强大的力量！”很显然，他是通过柱间与飞间的记忆得知了宇智波止水的事。对方自爆时能量的恐怖，就连他都无比骇然。那股能量之强，远超尾兽之流，恐怕也就只有完整的石尾能够与之匹敌。很难想象，这竟然是一个人类身体里蕴藏的力量。至于柱间跟飞间实力的秘密，他也已经推测出了一些，应该是在不断复活重组的途中，吸收了一部分止水爆炸的能量，才让他们的力量恢复到了生前水平。念及至死，他操控着森罗万象之力，疯狂地抽取着柱间与飞间体内的能量，无论是查克拉还是仙术，亦或者是之前无意间吸收的那股狂暴的力量。总之，只要是二人有的，他全都吸收进体内。当把二人体内的力量全部吸收光后，直接将二人的灵魂抽出了秽土的身体，随后放开了双手，目送着二人的灵魂飘向净土。宇智波斑哈哈大笑道：“柱间，你就在净土好好看着吧，我会让你看看我是怎么让忍界实现永久和平的。”
正在张狂大笑的宇智波斑突然声音一滞，随后就察觉到体内吸收的那股狂暴的能量突然暴走了起来。此时他正站在巨大的真树牵手头顶，失去了牵手柱间查克拉操控的真树牵手开始化为木屑消散。宇智波斑强忍着体内暴走的能量冲击，3步并作2步跳下了真树牵手的身体，随后来到了一处安静无人的角落，闭眼调息起来。这股能量实在是太狂暴了，与之相比，尾兽简直脆弱的如同软泥一般。柱间跟飞间这2个人之所以能够承受这股力量，完全是因为他们2个拥有无限恢复的不死之身，不断的被能量冲击，同时2人也在不断恢复，这才能勉强维持下来。但宇智波斑可是肉体凡胎，即便他也移植了柱间细胞，但无时无刻的痛苦还是不停的侵袭他的大脑，令他额头上爬满着汗珠，咬着牙痛苦不已。幸好宇智波斑掌握了森罗万象之力，只见他操控着森罗万象之力，不断调息着这股狂暴的能量，将对方不断打散稀释，融入到自己的血肉当中。良久过后，他睁开了双眼，随后长长的呼出一口浊气，心有余悸道：真是好恐怖的能量，这真的是人类可以拥有的力量吗？宇智波止水到底是怎么获得这股力量的？但很快他就停止了这方面的思考，因为此时这些事情已经不重要，他已经完美的控制了这股力量，现在这股力量已经为自己所用，知道这些就足够了。用手擦去了额头上的汗珠后，宇智波斑抬头看了看天空，不知不觉间他已经坐在这里调息了好几个小时，现在连天都漆黑一片。他站起身来，头也没回的对身旁的森林中说道：七尾人助力抓住了吗？身穿黑色长袍的宇智波带土从林中缓缓走出，此时他腰间正抱着一个昏迷的小女孩，正是七尾人助力风。见到人助力得手后，宇智波斑满意点了点头。这时只听带土说道：接下来要去光影村，要不要我送你一起去？说完他便朝着宇智波斑伸手，看样子是想用神威带对方离开。宇智波斑犹豫了片刻，随后对带土说道：你把七尾人助力先送回基地里，然后去光影村外等我，我要去新木叶一趟，有些事，等处理完了我会去找你。斑所说的是自然是去把袁飞日斩那老头子也给吸收了，毕竟对方体内也有这种狂暴的力量，虽然不知道这股力量是什么，但留在那个老废物的体内太浪费了。半个月后的一个清晨，光影村张灯结彩，似乎是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庆典。街上人头攒动，非常热闹，忍界5大国各小国各大势力的首领纷纷齐聚在庆典上，他们面色阴沉，咬牙切齿。4代雷影更是被捆得像个粽子，脸上挂着个微笑辅助器，将他垮个逼脸的笑容展现给了忍界各方势力。鸣人看着这个还没有接受云影村即将解散的4代雷影，有些头疼。这家伙为什么就不接受现实呢？整个云影都被自己抓了俘虏，他这个4代雷影都成了自己的战俘，现在自己要解散云影村，不是合情合理的事吗？其实4代雷影在被捉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服软的打算，毕竟愿赌服输，他也不是输不起的人。在他想象中，这件事顶多也就是雷之国赔些钱，让渡给对方一些利益，然后把最强忍村的名号送给光影村，也就了事了。但没想到这个漩涡鸣人居然玩得这么大，直接打算灭了雷之国跟云影。不对，他是想灭了整个5大国，甚至包括他自己所在的火之国都在他的消灭名单中。这个家伙简直就是个疯子！忍界存在了快上千年的5大国，绝不可能就这么被灭掉。在监狱中，他曾经跟其他3位影商讨一起越狱，然后出去集中整个忍界之力，共同对付光影村。另外3名影分别是3代土影大野木和鸣人灭村时临时被提拔成影的赵美明，还有自己撞到枪口上来的4代风影罗刹。要说赵美明真是倒了血霉了。鸣人在灭掉雾影时发现这个村子居然还没选出5代谁影，自己灭了一个群龙无首的村子，一点成就感都没有。于是他通过温和的暴力手段将雾影忍者全部召集起来，随后让他们选出了第5代谁影，才心满意足的把这个一盘散沙的雾影村给灭掉。因此憋了一肚子气的赵美明痛快的同意了4代雷影的计划，他心里暗自发誓，等出去了一定要好好收拾那个金发小鬼。3代土影大野木也没有什么意见，现在他们可谓是孤注一掷，已经没有退路。如果这次越狱成功，他们还可以用自己的身份重建眼影，但如果等漩涡鸣人这个家伙彻底统治了忍界，到时候他3代土影的身份就是个屁，再也不可能重建眼影村了。这些人中最倒霉的就是4代风影罗刹，现在他连想死的心都有。他先是在自己的风影办公室中收到了千手柱间送来的无影大会邀请函，当时他仅仅扫了一眼，就把这封邀请函扔进了垃圾桶。开什么玩笑，真把他当成傻子？千手柱间都死了多少年了，居然打着对方的名号招摇撞骗，真拿他这个杀影村的首领不当盘菜。紧接着没多久，他就收到了光影村的邀请函，本来他也没有多在意，但邀请函上居然还有雷影、土影还有水影的署名，这就让他不得不重视了。另外3位影都联合署名，那么这毫无疑问就是一场5大国的影组成的无影大会。他可不知道这封邀请函同时寄给了忍界大大小小各种势力，还以为这是专门寄给自己的呢。于是他处理了一下村子里的重要事务，随后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光影村。鸣人在跟他握手的时候才把这根葱给想起来，立刻表示来都来了，不如就到我牢里一坐吧。随后他们4位影就在牢房里面齐聚，可谓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现在这4大国什么仇怨都了结了，此时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共同的信念，
合力越狱逃出去，然后联手灭掉光影村。鸣人并不知道下方坐着的是4个影心中的盘算，即便是知道他也不会在意，4个失败者而已，自己能抓他1次就能抓他100次。现在他的感知力已经可以笼罩整个忍界，不久前就连躲在忍界上千年的大筒木一事都被他抓了出来。这家伙被抓出来还不死心，想要对自己使个那什么叫做蝎的东西，被自己一巴掌拍成了肉，剁吧剁吧，一半送给了犬种一族当做人犬的饲料，另一半送给了宇智波一族当忍猫的饲料。眼见人差不多已经都到齐，鸣人站起身对下方所有人笑道：大家好，容我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漩涡鸣人，是光影村的首领。紧接着鸣人就是天南海北的一通侃大山，听得下方众人面面相觑，这小鬼哪来这么多屁话？说了半天，鸣人也有些口干舌燥，于是便撤回了主题，对下方正式宣布道：接下来我也不卖关子了，我宣布自即日起，忍界5大国与一众小国正式解散，所有的国家都要并入我光之国，忍界从今日起彻底统一。原本下方昏昏欲睡的各国大名和小忍村的首领瞬间精神起来，他们瞪大的双眼难以置信地看向鸣人，纷纷怀疑自己刚才是耳朵出了问题听错了。这个小鬼在说什么？5大国与忍界诸小国全部解散，还要所有人全部加入光之国，在开什么玩笑？这个小鬼是哪家的熊孩子跑这里来恶作剧？一些脾气暴的站起身便打算理论，但突然想到自己还身处敌方大本营，又冷静了下来。下方死一样的沉默，众人纷纷捏着拳头想要发作，却又不敢。看到下方众人这副表现，鸣人没有再多废话，直接命人取来的一沓厚厚的协议书，给下方每个人都发了一份。协议上的内容也很简单，无非是把鸣人刚才说的事情通过纸面的方式记录下来。见到所有人手中都握着文件后，鸣人笑道：如果没有什么意义的话，那诸位就把这份文书签了吧。就在这时，下方一个黑衣壮汉再也忍受不了，只见他3两下把协议撕成了碎片，随后一拳将面前的桌子砸得粉碎，纸屑碎片和桌子碎片混合在一起。他站起身对着鸣人怒道：你这混蛋小鬼简直欺人太甚，还以为光影村找我们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原来只是一个疯子在做美梦，居然想要一统忍界，还逼我们签这种文书，简直是可笑至极。忍者之神千手诛奸都不敢这么对待我们这些小国，你居然逼我们签这种文书，简直是痴人说梦。鸣人看着下方站起来的这个壮汉，瞬间就想起了对方的身份，这不是火影第1部剧场版里的反派 BOSS 风花怒涛吗？别看这家伙浑身肌肉发达，跟个肉山大魔王似的，这家伙是雪之国大名，属于文官体系。雪之国的忍村首领是他旁边那个看起来长得很猥琐的瘦子狼牙雪崩。这2个人别看是上下级关系，但根据鸣人的邀请规则，他们2个一个是大名，一个是雪忍村的首领，都有资格参与这场庆典。看着这个头铁的家伙指着自己鼻子开骂，鸣人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喜笑颜开。本来他还在琢磨直接对这些人动手会不会吃相有些难看，于是给对方留了一线生机。只要这帮人痛快地签署协议解散自己的国家，鸣人会给他们合理的补偿，至少保证他们下半辈子不愁吃喝。但这家伙站起来反对，那情况可就不一样了。自己就算直接干掉了这家伙，也不会有人再说什么，自己还能省下一大笔钱，何乐而不为呢？但就在他刚刚想要抬手干掉这个刺头的时候，突然又停住了。自己如果现在就痛快地把对方杀掉，会不会没有人再敢明着站起来反对自己？到那个时候，这帮人私底下搞一些小动作，自己不是要被烦死？不如趁着这个机会把这些有异心的家伙全筛选出来，一口气全部做掉，省得日后成为光之国的祸害。想到这里，他收回了抬起的手，随后摆出一副愁眉紧锁的模样，冷着脸看着风花怒涛，一言不发。下方叫嚣的风花怒涛见状心中大喜，原本他还有些心虚，骂人的时候有些色厉内荏，但现在看到鸣人这副表现，他瞬间有了底气。这个金发小鬼也不过如此，被自己3两句话说的就认怂，不过是个外强中干的废物。不过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只是个8、9岁的小鬼，接下来只要自己联合周围这些小国大名不断给对方施压，很快这个小鬼就会认怂，然后乖乖放自己这些人离开。甚至他都在想，这次事件结束后，自己可以通过这次的表现树立起光辉伟岸的形象，彻底明动忍界，然后在小国中为自己谋取利益。不过这件事光让小国出头可不行，毕竟小国就算再多，也只不过是一盘散沙，还是要将5大国拉进自己的阵营。念及至此，他看向了上方被捆着的4代雷影。众人早就发现4代雷影被捆着怪异的举动，估计是雷影早就知道光影村的阴谋，才会被对方绑起来。这么说起来，对方就是自己的天然盟友，其他3位影不好说，这位影一定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想到这儿，他眼前一亮，瞬身冲向了4代雷影的方向。鸣人身边的宇智波盗火抬手便要制服对方，却被鸣人拦了下来。宇智波盗火十分疑惑，但鸣人出手制止他也不敢违抗，于是便退了一步，回到了自己的位置。风花怒涛顺利地冲向了雷影被捆着的座位旁，随后在对方震惊的目光中，五指并拢，一手刀切碎了4代雷影身上的锁链。劈断了对方身上的锁链后，风花怒涛嘴角微微勾起，最后一把扯下了4代雷影嘴上的封条，恭敬地说道：“雷影阁下，您受惊了。”说完，他便满脸微笑地等待对方的感激。在他看来，自己救了对方，对方现在对自己应该感恩戴德才对。
然而事情却出乎他的意料，四代雷影非但没有感激，反而是脸色阴沉的看着他，眼中全是鄙视。风花怒涛被看得满脸不知所措，自己明明救了对方，这家伙不领情也就算了，为什么还这么瞪着自己？此时四代雷影心中都骂开了花，原本他和其他3位影商量好，等庆典一结束，趁所有人松懈的时候一同逃走。在他们看来，庆典结束的时候是所有人最松懈的时候，这时候逃走的成功率最高。然而这个叫做风华怒涛的二傻子居然当众打破了自己的锁链，亏了自己刚才还假装用力挣扎，现在如果不跑，恐怕会更遭人怀疑。他可是知道光影村内高手如云，那个宇智波佐助虽然不在，但漩涡鸣人这个家伙可在，现在当着对方的面，自己恐怕很难逃走了。想到这儿，他恨不得一拳捶死面前这个二傻子，这狗日的，自己想要找死就自己去死，干嘛非多管闲事，上来就自己？老子跟你很熟吗？思考了片刻，他回头跟其他3位一样，用眼神交流了一下，最终几人一同叹了口气，看来这件事已经无力回天了。如今他们面对的只有2条路，一是跟光影村，不对，现在应该叫他们光之国，一是跟光之国血拼到底。但很显然，他们已经不具备这个实力，自己的国家其实已经名存实亡，自己的忍村也已经被对方完全控制住。这个时候想要鱼死网破根本不现实，鱼会死亡未必会破，到时候自己可就白死了。第2条路就是向对方投降，至少这样可以保全自己的家族和自己的性命，至于忍村的事，只能将来徐徐图之了。最终四代雷影叹了口气，随后恶狠狠地看向风花怒涛，用力拍了拍对方的肩膀，说道：谢谢你的救命之恩。风花怒涛个头跟雷影差不多，身上的肌肉也很发达，跟雷影不遑多让。然而被四代雷影这一拍，险些把肩膀的骨头给拍断，力量通过他的肩膀进入身体内，差点把他拍得当场吐血。他捂着胸口后退了几步，大口喘着粗气，眼神惊恐地看着四代雷影这个家伙到底犯什么病，为什么突然出手伤自己。随后就见到四代雷影来到那一沓发剩下的协议书旁，拿起了最上方的4份，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将另外3份递给另外3影。随后就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4人同时阅读了起来，片刻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举动直接震惊了下方所有人，要知道这几人可是代表着雷土水风4大国的忍者势力，他们签字那就代表着。只见四代雷影签好后，一把捏碎了手中的圆珠笔，随后将协议书扔向了鸣人的方向。鸣人皱了皱眉，自己要不要伸手接呢？这要是接了，会不会打击风花怒涛这帮人的士气，让这帮人不敢继续作妖？但如果不接，当众被这么锤，一下子也不太好看，有损自己光辉伟岸的形象。不过思考了一瞬间，他还是决定不接，就这么被雷影砸一下，说不定能够助长风花怒涛等人的气焰，让他们更加降智。于是他装作没反应过来，被四代雷影的协议书直接砸到了脑门上，座椅往后一翻，整个人摔在了地上。影卫队大惊，连忙将鸣人扶了起来。四代雷影也惊讶地瞪大了双眼，随后更加愤怒，冷哼一声便离开了原地。既然协议书都已经签完，那他现在已经不是雷影了，留在这里也没什么用，也没什么人有兴趣阻拦他。其他3位影没有像雷影一样用协议书砸鸣人，而是将协议书放在桌子上，随后转身离开。现场死一样的寂静，直到现在下方的小国大名们都没有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在这时，风花怒涛嗷的一声喊道：什么4大忍村的影全是怂货！风花怒涛指着4大国的影破口大骂，本来还指望这几个人站出来挑大梁，结果这几个家伙还真在那个协议书上签字，真是一群怂货。很显然他还不知道另外几大国基本上名存实亡这件事，还以为这些大国忍村的影是害怕在这里翻脸动起手来，寡不敌众，所以怂了。其他小国的大名差不多也是这么想的，心中难免对这4大国的影产生了一些不屑。虽说对雷影等人感到不屑，但雷影等人签署协议的行为也给下方众人提了个醒。现在他们可身处于敌方腹地之中，真要是撕破脸，对方动起手来，自己想要逃出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没看到4大国的影都选择明哲保身了吗？现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在光影村瞎折腾自己，绝没有好果子吃。一时间场面彻底安静下来，只剩下风花怒涛一个人瞎咋呼，似乎一个小丑一样上蹿下跳。其实他自己的心中也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危险，本来还想着把这些人发动起来，借他们的声势跟鸣人抗衡，但没想到4大国的影主动带头签的协议，这下他可就被孤立了起来。他转头看向了自己的部下狼牙雪崩，意思是让对方过来协助自己，以便自己逃走。然而狼牙雪崩就像块木头一样规规整整地坐在原地，彻底无视了风花怒涛，这让他怒不可遏。这个王八蛋关键时刻居然把自己给卖了，真是可恶至极。随后他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看着距离自己不远的漩涡鸣人，他彻底失去了理智。现在他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抓住鸣人当人质离开这里。这个时候鸣人也对下方众人失去了耐心，本来还想着让这些人露出马脚，一窝端掉这帮家伙，结果没想到这群人这么怂，雷影带头签了个协议书，这帮人就老实的跟鹌鹑一样，真是一群外强中干的垃圾。既然如此，这个风花怒涛也没什么用，可以消失了。只见他心念一动，风花怒涛便感觉到体内的查克拉突然不受控制，紧接着他体内所有的查克拉全部化成纯粹的火属性，在他体内狂暴的乱窜。风花怒涛大惊失色，自己根本没有火遁的天赋，
为什么体内的查克拉突然自主凝聚成为火属性？不等他想清楚火属性，查克拉便越来越狂暴，最终轰然爆炸，将他整个人炸成了无数碎块。解决了风花怒涛后，鸣人对着下方一众大名笑道：“你们的选择还算明智，本来还想趁机把你们全部干掉，这一下可没理由了。”下方众人见到鸣人的手段后，吓得脸色苍白，他们根本无法理解鸣人到底是怎么杀死风花怒涛的，未知才是恐惧的来源。随后，他们便开始庆幸刚才自己没有贸然支持那个傻大个，否则肯定会像对方一样炸成无数碎肉块，尸骨无存。这时，鸣人的声音再次响起：“赶紧把你们面前的协议书签了吧，签完我好派人去接管你们的国家，省得我再费力去那里大开杀戒。”这回众人再不敢迟疑，立刻找来纸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得到了这些协议书后，鸣人直接将这些人控制起来，随后带离了现场。最重要的环节已经结束，接下来可以正式开始庆典了。这次庆典就是为了庆祝忍界一统而举办的，鸣人就是这么的心急。这些小国大名还没有签协议书之前，鸣人就先一步准备好的庆典，这都不是半场开香槟，这是开场前就先开香槟。这场庆典的主体人员还是光影村的村民，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国家来这里凑热闹的，还有一小部分是被光影村打败后在这里做俘虏的一群人。这些人心中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忧。要说该喜的话，他们可是在为灭掉自己国家的敌人庆祝；该忧的话，忍界总算是完成了统一，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再发生战争了。就这样，抱着复杂的心情，这群人失落地站在人群最边缘，看着热闹的人群发呆。庆典仪式由宁次和天天这一对金童玉女做主持。就在庆典办到一半时，突然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以后忍界只剩下一个光之国，那他们该称呼这个光之国的首领，也就是鸣人叫什么呢？既然都已经成为国家了，那就不能再叫光影大人，毕竟影这个词代表着忍者村，而不是国家的首领。随后有人便提议称呼鸣人为大名大人，但被鸣人一口回绝了。忍界中那么多大名，自己也叫大名，根本体现不出自己高贵的身份，显得自己跟那些龙套一样，一点存在感都没有。而且有句话他没有说，大名这种制度明显就是继承制，虽说这种制度对自己有利，但自己可不想把自己的后代养成那群蠢猪的模样。而且这种制度最终肯定会再次把忍界变回之前那种压迫平民的丑陋模样。他想要逐步改变这个忍界，将这个世界变成自己前世所熟悉的那样。虽说那个世界也有很多不完美，但凭他有限的见识来看，那样的模式是相对比较公平的，至少比一帮只会吵架的政敌要强。之后众人又想了好几个名字，但最后都被鸣人否决。最后众人看向了鸣人，没人再提出任何意见。鸣人四下看了看，疑惑道：“都看着我干什么呀？”宁次冷哼了一声说道：“觉得我们起的名字都不好听，那这个名字还是你自己来起吧。我倒要看看您这个起名方面的大天才到底要给自己起个什么样的称呼。”众人疑惑地看向鸣人，甚至眼中还有一些期待。鸣人的起名天赋已经在光影村中彻底出名，他们倒想看看鸣人会给自己起个什么样的称呼。鸣人摸着下巴，深思熟虑起来，到底什么样的名字才配得上自己优秀的气质呢？就在这时，他灵机一动，一拍大腿，对着众人说道：“就叫奥特曼吧。”众人险些摔倒，这 TMD 是什么操蛋的名字？佐助扯了扯嘴角，走上前说道：“你这家伙别开玩笑了，这是什么怪名字啊？”鸣人冷哼了一声说道：“这名字怎么怪了？以后你们见到我就直接称呼我奥特曼大人，这多好听啊！如果不习惯，可以叫我漩涡奥特曼、鸣人奥特曼或者漩涡鸣人奥特曼，这都牛逼上天了，好不好？”众人嘴角狂抽，不过最终众人也没有继续反对。这家伙喜欢这种怪名字，就让他叫去吧，反正这名字是给他自己起的，他不嫌尴尬，没人替他尴尬。鸣人笑着拿起了桌上的果汁喝了一口，这帮人实在是有些太肤浅了。尴尬这种事情从来都是相对的，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就在这时，他脸色一变，在他的感知中，两个人缓缓进入了光影村。鸣人的嘴角微微勾起，宇智波斑跟宇智波带土这两个家伙总算是来了。之前他用感知忍术扫描整个忍界的时候，连大筒木一事都能找出来，更别说宇智波斑跟带土这两个家伙。刚开始找到宇智波斑的时候，他还很惊讶，这个家伙居然复活了，而且还不是使用秽土转生，这让鸣人有些想不通。自己跟掌门一直保持联络，对方也没有使用轮回之术，那宇智波斑到底是怎么复活的呢？但后来他就不再思考这些，管他是怎么复活的，这种小虫子只要敢找上门外，自己随手拍死就行了。斑和带土并排走进了光影村，看着周围热闹的景象，二人丝毫不为所动。他们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虽说这里比他们之前见过的任何城镇都要繁华，但这些在他们眼中都是过眼云烟，丝毫不为所动。在他们看来，眼前的一切都是假象，虚假的繁荣建立在虚假的和平之上，这些繁华总有一天会化作梦幻泡影，最终烟消云散，成为历史中的尘埃。只要人类这个物种还存在，就一定会有争斗，只要有争斗，就一定会爆发战争，最终这一切都会是徒劳的，只有无限阅读才可以拯救面前这些庸弱无能的凡人。于是他们丝毫没有在意周围人怪异的举动，朝着光影村最中心走去。此时他们身穿黑袍，脸上戴着古怪花纹的面具，在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一些警务部忍者见到了两人怪异的打扮，想要上前询问，然而他们似乎是凭空收到了某种传音忍术，
警惕地看了看班跟带土两个人后，又若无其事地离开。带土跟班发现了这些人的行为，却毫不在意。他们已经做好了随时大开杀戒的准备，之所以不动手，只是好奇这个光影村，想要逛一逛而已。带土低着头面无表情地朝前走，此时他脑中全是如何用无限阅读创造一个拥有灵的完美世界。他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身旁的宇智波斑，等所有的尾兽全部收集齐后，就到了自己跟这家伙算账的时候。首先要抢过10尾的控制权，成为10尾人柱力，然后借助10尾人柱力的力量杀死宇智波斑，为灵报仇。他早就知道当初害死灵的罪魁祸首就是宇智波斑，但当时自己的心脏被对方下了封印，根本无法反抗对方，而且对方没过多久就死了，这让他想报仇都不知道上哪里报。如今总算是逮到了一个机会，还要亲手杀死宇智波斑为灵报仇，然后创造一个有灵的世界。就在这时，一个倩丽的和服少女从他身旁经过。本来带土并没有在意身旁路过的少女，他此时一门心思琢磨创造一个有灵的世界，哪有丰富观察其他人。然而又往前走了几步后，他突然如触电般站在原地，双眼瞪大，身体僵硬地转回头看向那个熟悉的背影。这个背影他太熟悉了，这身影无数次在他的梦中出现，是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的人。宇智波斑察觉到了带土奇怪的举动，转过头对他问道：怎么了？带土丝毫没有理会宇智波斑，眼睛直勾勾盯着不远处的和服少女，迈着僵硬的步伐朝着对方的方向走去。他不敢出声叫住对方，他害怕这只是自己的一场梦，也害怕自己认错的人，于是只敢这么远远地跟着对方，不敢出声打扰。看着带土跟痴汉一样朝着刚才路过的那个少女的方向走去，宇智波斑眉头紧锁，心中不悦。这带土吃错了什么药？现在是收集尾兽的关键时刻，这家伙是搞什么鬼？刚才路过的和服少女他也看到了，甚至由于注意力集中的缘故，他正面看清了野原灵的脸。思索了片刻后，他想起了野原灵的身份，随后便明白了带土那怪异的举动。他不禁心中冷笑，带土这个假货果然是个意志薄弱的废物，一个长得跟野原灵很像的人就能击溃他的意志，果然想要实现月之眼计划，除了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人靠得住。带土竟然沉迷于女色，就任由他去，接下来收集尾兽的计划也用不着这个废物了。念及至此，他不顾越走越远的带土，继续朝着光影大楼的方向走去。虽然他不知道2尾跟8尾被关押在哪里，但相信那个叫漩涡鸣人的光影一定会知道，只要找到那个小鬼，搜索一下对方的记忆就清楚了。就在他旁若无人的朝着光影大楼走去时，突然周围的环境天旋地转，整个世界一阵扭曲。斑瞪大了双眼，自己这是中了幻术吗？但这怎么可能？自己已经觉醒了森罗万象之力，即便是6道级别的幻术也不可能对自己产生任何影响，到底还有什么幻术能够遮蔽自己的五感？就在他惊讶时，周围的环境逐渐平复下来，扭曲之感停息，他来到了一片宽阔的平原。这是一片极为宽广的岩石平原，周围别说树木了，连棵草都没有，异常平坦也异常空旷。宇智波斑朝四周扫了一眼，随后目光定格在了不远处漂浮在半空中的一个金发小鬼。他一眼就认出来这就是自己的目标漩涡鸣人，瞬间露出了感兴趣的表情。这个小鬼给他的感觉非常不简单，之前整个忍界的目光都被宇智波佐助所吸引，认为这才是光影村中最强的强者，而漩涡鸣人充其量不过是个实力堪堪达到影级的天才，跟宇智波佐助比起来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然而今天这么一看，这个漩涡鸣人绝对不简单，能够无声无息间将自己带到这里，对方的时空间天赋远远超过带土那个家伙。宇智波斑赞叹道：居然能无声无息地将我带到这里，你的时空间天赋是我生平见过最强的。鸣人飞在半空盯着宇智波斑面无表情，后者见对方不理自己也懒得说话，二人就这么沉默的对视。片刻后，鸣人不耐烦道：你后半句话呢？宇智波斑皱了皱眉疑惑道：后半句？什么后半句？你后面不是还有一句时空间忍术方面我宇智波斑愿称你为最强吗？你怎么不按剧本说台词？宇智波斑冷哼了一声，没搭理鸣人。这家伙果然如同传闻一样，脑子有问题，成天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真不知道这种智商是怎么修炼的这么强的。鸣人不再纠结台词的问题，而是笑道：说起来我还真是有点好奇，你在宇智波祠堂里供奉的那块石碑上看到无限阅读的时候，就真一点都没有怀疑吗？这是鸣人最无法理解的，让全世界人一起做梦，这么扯淡的计划只有傻子才会相信。宇智波斑这家伙再怎么说也是在战国时代杀出了赫赫威名的强者，就算智商再低也不至于傻到这个地步吧。宇智波斑皱了皱眉，随后笑道：看来你跟那个宇智波佐助的关系不错，是对方开启了万花筒写轮眼后告诉你的吗？无限阅读才是拯救这个混乱忍界的唯一方案，只有让所有人都进入那个没有战乱没有灾祸的梦的世界中，所有人才能得到幸福。宇智波斑说话的时候表情十分向往，看样子这家伙是已经把自己带入了救世主的视角中。鸣人虽然心中吐槽，但还是提醒了一句道：你确认月之眼计划是真的吗？你就从来没有考虑过无限阅读的作用吗？宇智波斑似乎产生了一些兴趣，语气玩味地问道：你想要说些什么？说出来听一听。无限阅读发动的条件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收集9只尾兽封印进外道魔像，然后复活10尾，将10尾封印进自己身体，开启月之眼后使用无限阅读。宇智波斑点了点头，石碑上确实是这么说的，
这就是六道仙人的原话。然而鸣人却继续引导道：“那么问题就来了，九只尾兽一开始就是六道仙人从十尾体内剥离出来的，那么就说明六道仙人一定是有月之眼的。那六道仙人为什么没有使用无限月毒让忍界实现和平，而是非要等你这个傻帽呢？”宇智波斑表情阴冷地看向鸣人，这个小鬼竟敢对自己出言不逊，要不是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牵扯了他的思绪，他一定会直接出手教育这个小鬼。确实这件事情非常奇怪，自己现在所走的路就是六道仙人的老路，按理说对方也应该能够施展无限月毒才对，但为何对方没有直接使用无限月毒带领忍界进入长久的和平呢？此时他已经隐隐地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劲，但内心骄傲的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于是便开始思考起六道仙人这怪异的举动。想了一会儿，他眼前一亮，说道：“我想应该是六道仙人在想到这个计划的时候，已经年老体衰到不能继续施展这个计划，所以才将他的意志托付给后代人。”鸣人耷拉着死鱼眼，满脸鄙视。这宇智波一族的成员果然一个比一个喜欢自己骗自己。黑绝那家伙都没有扮成六道仙人的模样出来忽悠，这家伙就先被自己脑海中幻想的六道仙人给忽悠了。原本还想用嘴遁劝对方弃暗投明，鸣人瞬间失去了兴趣。这家伙还是赶紧去投胎吧，留在这世界上一秒都是在浪费空气。念及至此，鸣人不再纠结于无限阅读的事，而是皱着眉问道：“你怎么没去掌门那里把自己的眼睛弄回来？”这家伙连轮回眼都没有，自己都不好意思下手，欺负一个没有轮回眼的宇智波斑一点意思都没有。而且这件事有损自己的名声，万一传出去了，自己可在众多穿越者中怎么混？堂堂一个穿越到火影世界的穿越，只敢趁着宇智波斑没有轮回眼的时候干掉对方，自己这脸到时候可真就丢尽了。宇智波斑听到对方的话有些诧异，对方知道月之眼计划他可以理解，但这小鬼居然连掌门的轮回眼是自己的这件事都知道，对方难道是拥有某种预言的手段吗？但很快他不再纠结这些，双手抱臂下巴，微抬巨傲道：“对付你们根本用不着我提前跑一趟取回自己的眼睛，等把二尾跟八尾收集到手后，回去顺手夺回自己的眼睛就行。”鸣人叹了口气，随后右手一滑，打开了一条时间线空间通道，随后右手探出，伸进这条时间线空间通道中。与此同时，另一条时间线内夺回了自己两只轮回眼，并且已经将十尾封印进自己体内的宇智波斑猖狂的大笑。此刻在他额头中心缓缓睁开一枚九勾玉轮回眼，这枚眼睛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也就是月之眼。此时他已经用天爱振兴流星雨拖住了漩涡鸣人和宇智波佐助，腾出手来的他随时可以施展无限月毒完成自己的计划。就在他双手结印即将施展无限月毒时，面前突然虚空之中突然出现一条空间通道，一只8、9岁孩童的细腻手掌突然从空间通道中伸出，随后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之际，直接扣下了他一对轮回眼。宇智波斑彻底愣在原地，直到双眼全被抠出才反应过来，捂着双眼痛苦的惨叫。而抠下了他的双眼后，鸣人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不扣下对方的月之眼，毕竟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在他伸回手，空间通道消失时，另一条时间线的宇智波斑才反应过来，一把向空间通道抓去。然而这一把却抓了个空，那条空间通道已经消失不见，只留下他脸颊2行血泪和他咬牙切齿的表情。刚才那个到底是什么？居然有人出手偷袭自己，还夺走了自己的眼睛，这个世界上还有如此强大的人吗？随即他又感到了庆幸，幸好自己开启了月之眼，否则无限月毒可就真的无法施展了。施展无限月毒只需要月之眼就行，而轮回眼作为开启月之眼的条件，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只见他双手结印，另一条时间线上无限月毒发动。鸣人没有理会另一条时间线上的斑，都已经到那个地步了，少一双轮回眼不会对剧情产生多少变化，更何况就算真有大变化，跟他也没什么关系。老子就到你那个时间线明抢，你能把老子怎么样？宇智波斑震惊地看着鸣人手中的轮回眼，那上面散发的查克拉气息分明就是自己的那双轮回眼。随后他心中一沉，看来这家伙是提前找到了长门，夺取了对方的双眼，这一下可糟了。施展无限月毒虽然不用轮回眼，但操控十尾可是需要这东西的，轮回眼对于十尾有着绝对的控制力，要是没有这个，自己就算合成了十尾也无法控制，强行封印难度又很大。念及至此，宇智波斑身体微微弓起，便准备出手抢回自己的眼睛。漩涡鸣人这家伙应该是想用自己的眼睛做筹码威胁自己，但自己可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就在他刚想动身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只见鸣人一甩手，两颗如同洋葱般的淡紫色轮回眼化成2条抛物线，飞向般的面前。宇智波斑惊讶地捧起双手，轮回眼正好落在他的掌心，然而他却丝毫没有惊喜，而是大脑一片空白。这时只听鸣人说道：“你已经移植柱间细胞了吧？既然如此，我就不用安排医疗忍者给你进行化验手术，你直接自己抠下来安上吧。”宇智波斑眉头紧锁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赶紧换上吧，我可不想欺负一个没长眼睛的瞎子。”“蔑视！”宇智波斑感受到了对方语气中的那种蔑视，这个小鬼居然如此小瞧自己，这让他愤怒的险些一手捏碎自己的轮回眼。看着咬牙瞪着自己不换眼睛的宇智波斑，鸣人一边用水遁冲洗着手上的鲜血，一边不耐烦地说道：“你还磨叽什么？快点换啊！这是换眼球，又不是换懒球，
用得着这么磨叽吗？宇智波斑咬着牙点头，好好好，既然你想要死在最强状态的我手中，那我就成全你。宇智波斑毫不犹豫地扣下了自己的双眼，随后一把捏碎，紧接着将另一条时间线上自己的轮回眼装到了自己的眼眶。刚刚将一双眼换上的一瞬间，宇智波斑瞬间感到体内的力量疯狂暴涨，轮回眼仿佛一个增幅器一般，将他体内的森罗万象之力增幅到了一个极致。随后他惊讶地发现自己这双轮回眼比当年移植给掌门的时候还要强上很多，而且里面还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很像是外道魔像，却又不完全。随后他惊讶地瞪大了双眼，如果没有猜错，这股力量应该是十尾的。这怎么可能？掌门那家伙到底是怎么获得十尾查克拉的？但很快他停止了纠结，而是放声狂笑，真没想到这双酝养了几十年的眼睛居然已经变得如此强大。随后他心念一动，白色的物质逐渐从他体内冒出，随后包裹了他的身体，化成了一件宽大的白色长袍。他的肤色也变得肉眼可见的苍白，这种白并非是虚弱的苍白，更像是用白色的油漆在脸上滚了一圈。长袍的背后出现了一个九勾玉标志，一根漆黑的六道禅杖出现在宇智波斑右手。感受着体内的力量，与宇智波斑非常激动。那股十尾查克拉虽然十分微弱，但如同一把钥匙般激活了他体内的森罗万象之力，让他产生了血脉返祖现象，变成了类似大筒木一族的形象。鸣人看着对方的变身，啧啧称奇，不得不说，大筒木一族的白色长袍真他娘的好看。穿上这一身跟人打架，甭管打得过还是打不过，这逼格首先是上去了。就在这时，宇智波斑悍然出手，只见他手中黑色的禅杖化作一道黑色光芒，直刺鸣人心口。他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干掉面前这个不知死活的小鬼，居然敢如此小瞧自己，今天他就要让这个狂妄的小鬼付出代价。这一击看起来平平无奇，其实异常凶险。禅杖之中蕴含着6道级别的湮灭之力，可以将任何的物质湮灭成为纯粹的能量。鸣人看着攻击而来的6道禅杖，十分好奇，他伸出右手轻轻一握，便抓住了禅杖，随后认真观察起来这件可以湮灭一切的武器。不得不说，查克拉真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它的上限绝对不止火影世界的程度，要不是火影世界的世界等级太低，这种力量在诸天万界中也绝对是顶尖的强大，可以湮灭一切物质，也可以创造一切物质，这查克拉简直就是造物主才能拥有的力量。越人越观察，越发现查克拉的精巧，而宇智波斑则是越来越惊恐，他满脸震惊地看着鸣人，心中惊骇到了极点。这个小鬼能用手接触自己的6道禅杖，就足够令他吃惊，然而对方的力气更是大得惊人，他使劲吃奶的力气牙都快咬碎了，也无法从对方手中夺回禅杖。双方的力量差距就宛如自己小时候跟父亲对练时的感觉，自己就算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撼动父亲分毫，两人的实力差距如云泥之别。宇智波斑不信邪，腾出左手凝聚了一把漆黑如墨的6道长矛，随后用尽全身力气将长矛刺向鸣人。鸣人随手一划拉，便将宇智波斑的长矛打成了一片碎渣。这时他对宇智波斑6道级别的力量算研究的差不多了，抬头便看见咬牙切齿的宇智波斑。鸣人笑了笑，从怀中掏出了左轮手枪，随后将枪口对准了宇智波斑的脑袋。玩了这么久，也差不多该结束了。6道枪臂之术，砰！枪声响起，宇智波斑瞪大了双眼，满脸惊恐，随后身体逐渐松弛下来，从天空中缓缓掉落，最终扑通一声掉到地面。其实鸣人还是手下留情了的，宇智波斑虽然死了，但他的灵魂并没有被鸣人抹去，还是可以回净土里继续陪着千手柱间。鸣人缓缓飘落回地面，随后扑哧2声扣下了对方的轮回眼。这双眼睛毕竟是从另一个时间线上拿来的，自己留着也没什么用，还是要还回去啊。他再一次打开了时空通道，随后将轮回眼握在右手中伸了进去。此时另一条时间线上的大筒木辉夜已经用天之狱中将鸣人跟佐助隔绝到了2个空间之中。这是黑爵给他出的主意，虽说刚刚出了些小插曲，宇智波斑的双眼不知被什么人给偷走，但他的母亲还是如同计划一般的复活。就在他意气风发的想要指挥母亲干掉面前这个阿修罗转世时，突然空间裂缝打开，一只葱白玉手从空间通道中伸出四处摸索。大筒木辉夜、黑爵和此方世界的漩涡鸣人都愣住了，随后就见到那只细腻的手掌紧紧地握着2枚轮回眼，伸出食指四处摸索，似乎是在寻找些什么。他先是在大筒木辉夜的胸前摸索了一圈，刚想往怀中摸的时候，被大筒木辉夜一把拍在了手背上。鸣人疼得嗖一下缩回了手，什么东西啊，居然还打了自己一下。随后他再次将手伸了过去，这次他凭直觉将2颗轮回眼往前一扔，随后赶紧将手伸回来，避免再次被人打。大筒木辉夜面无表情地看着消失在自己面前的空间裂缝，随后低头看着自己手中掏出了2枚轮回眼。他跟黑爵大眼瞪小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连不远处漂浮的鸣人都挠了挠后脑勺，刚才伸手的那家伙是谁啊？不过很快他们就不再纠结这些事，大筒木辉夜一口将2枚轮回眼吞进了肚子，随后再次跟此方世界的漩涡鸣人展开了战斗。本世界的鸣人归还了轮回眼后，心情格外舒畅，接下来可以回去继续庆典了。他一边哼着歌，一边准备转身离开，而宇智波斑身体阴影下一道黑色的身影长长的松了口气。这个叫漩涡鸣人的小鬼实在太恐怖了。
实力已经完全达到了6道级的宇智波斑，居然被对方瞬间秒杀，这种力量已经完全超乎了他的想象。接下来自己要继续苟起来了，至少要苟到这个漩涡鸣人老死为止，否则收集尾兽拯救母亲的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就在这时，他突然感到身体一轻，随后他惊恐地看着将他拎起来的鸣人。双方四目相对，黑爵惊恐地险些晕过去，要不是没长下水道，估计现在都尿出来。鸣人裂开嘴笑道：“差点忘了，还有你这家伙，要是让你跑了，估计以后又要出来搞事，到时候肯定又要惹出不少麻烦来。你想怎么样？”鸣人摸着下巴思考该如何处置这个家伙，直接抹杀掉对方其实并没有什么意思，他想到了一种更好的处置方法。只见空间裂缝再次打开，鸣人一把将黑爵扔了进去，随后说道：“要跟那边的人好好相处哦。”而在另一个世界，刚刚进入伟大航道的草帽海贼团在风暴中将自己的右脚搭在船舵上，然后开始诉说起自己的梦想。几人激情澎湃，似乎整个世界的主人一般。就在他们即将收回脚开始面对风暴时，空中突然打开了一条空间裂缝，一个黑不粗溜的人突然落在了他们船舵最中心。黑爵看着草帽海贼团的成员，众人也看了看黑爵，场面一度十分尴尬。好在路飞及时打断了尴尬，对黑爵咧开嘴笑道：“你好帅啊，做我的同伴吧。”就在鸣人解决宇智波斑的时候，另一边带土也如痴汉一般跟踪着野原灵来到了一处凉亭。如果说一开始他只是心中有些期待，那么现在他已经十分确认了前方的身影就是灵。如果说身形跟外貌可以用忍术来模仿，那么平时的言行举止和说话习惯绝对不是忍术能够模仿的。灵被人复活了，是谁做的？而且这复活并不是绘图转生那种临时召唤灵魂，而是类似轮回天生之术一样彻底的复活。据他所知，忍界可以做到这种事的只有掌门，因为只有那家伙现在拥有轮回眼，可以使用轮回天生之术。但那家伙为什么这么做？他跟灵也不认识，没必要浪费宝贵的生命力，冒着生命危险复活灵吧？难道说那家伙知道自己的身份后，想要用灵来威胁自己吗？念及至此，他的眼中闪过一道寒芒。如果真是这样，那他绝饶不了掌门这个瘸子。不过他暂时将掌门的事情放在了一边，继续暗中窥视野原灵。不知为何，他觉得这种感觉十分熟悉，好像自己小时候也经常这样在角落中欣赏灵的身影。话说回来，灵不去参加庆典，跑到这种僻静的凉亭做什么？很快他就知道了答案。只见卡卡西挠着后脑勺，歉意地走了过来。抱歉，来的路上突然有个老奶奶想过马路，我扶她过马路的时候耽误了一些时间，所以来晚了。带土见走来的卡卡西，眼神中杀意弥漫，果然又是这个混蛋，居然趁着自己不在勾引灵，真是不要碧脸。灵在听到卡卡西的道歉后，并没有埋怨对方，而是对卡卡西比了个手势，示意对方坐到自己身旁。此时的卡卡西没有穿着平时的那套上忍马甲，而是同样穿着一套宽大的和服，有些尴尬地坐到了野原灵的身边。两人坐在一起有些尴尬，身上的衣服碰巧还选了类似的颜色，看起来像是情侣装一样。看着扭捏的两个人，带土流下了血泪。现在他恨不得冲上去把卡卡西的衣服扒下来穿在自己身上，然后坐在野原灵的身边。卡卡西这个王八蛋，平时不都装出一副不在乎灵的态度吗？今天跟灵坐在一起，怎么这么扭捏？这是原形毕露了吗？就在这时，野原灵满脸羞红的将手中的一个冰淇淋递给了卡卡西，这是刚才他逛庆典的时候买的，一共买了2个，另一个在他另一只手上。卡卡西接过了冰淇淋，随后拿在手中有些犹豫，最终他一咬牙摘掉了脸上的面罩。就在他刚刚想要舔向冰淇淋的时候，突然发现身旁的野原灵满脸桃花的看着他。卡卡西抽了抽嘴角，僵硬的问道：“怎么了？”野原灵赶紧收回了视线，假装看其他方向，口中狡辩道：“没怎么。”随后他一把将冰淇淋塞到自己脸，紧接着手忙脚乱的擦了擦脸，若无其事的继续舔冰淇淋。卡卡西叹了口气，真是搞不懂灵这个家伙为什么这么奇怪。随后他也不管这些，一边舔冰淇淋一边看着远处的烟花。此时带土的血泪已经透过脸颊从面具的边缘滴落地面，他痛苦地摘掉面具，不敢相信面前这一切是真的。从前他一直坚信灵，所以说外表上跟那些妖艳贱货一样围着卡卡西转，但心中一定是已经察觉到了自己的心意，只是不好意思向自己表达而已。但即便如此，看到面前的虐狗的一幕，他还是有些不忍直视。而且由于他开启了万花筒写轮眼的原因，看到的虐狗画面还是高清的，这让他痛苦的恨不得戳瞎自己的眼睛。就在这时，野原灵突然发现卡卡西脸颊上蹭了一小块冰淇淋，他连忙伸手指了指卡卡西的脸颊。卡卡西也发现了脸颊上的痕迹，刚想伸手抹掉，却被野原灵制止。我来帮你吧。只见野原灵轻轻地伸出舌头舔去了卡卡西脸颊的冰淇淋，随后在卡卡西震惊的目光下，脸颊羞红的笑道：“已经没有了。”就在卡卡西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不远处突然传来了吐血的声音，随后一声惨叫，好像什么人倒在地上。卡卡西立刻警惕了起来，将面罩蒙上，随后将野原灵护在了身后，警惕地说道：“躲在我身后，我会保护你的。”野原灵坚定地点了点头，随后双手紧紧抓住卡卡西的衣服，一刻也不敢放松。片刻过后，卡卡西察觉到了不对，声音再也没有响起，似乎不是冲着自己来的。他小心翼翼地分出了一个影分身，随后让影分身过去探路，本体则是保护在灵的身边，一刻也不离。没过多久，影分身解除记忆，传回了他的脑海。
卡卡西惊讶地瞪大了双眼，随后拉着野原绫跑向了影分身解除的地方。只见宇智波带土七孔流血，眼神中充满着不甘与绝望，已经躺在地上一命呜呼。绫被吓得捂住了嘴，随后认出了这是带土，连忙上来查看对方的情况。片刻后，他眼中充满了泪水。带土生前不知道是见到了多么可怕的事物，居然让他气血倒流，将他活活给气死。而且对方死之前一定非常的痛苦，倒在地上后还挣扎了一段时间，随后似乎是看到了什么令他更绝望的事情，才彻底咽气。带土的死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只有鸣人在检查着对方的尸体后默默的离开。他飞到了一个山洞，在那里就出了一尾人助力我艾罗和七尾人助力风。这两个人似乎是被关在一起的原因，居然成为了十分要好的朋友。鸣人看着这两个人的样子，心中啐了一口，又是一对狗男女。快书阁之后，鸣人抽出了自己和佐助体内的因陀罗阿修罗查克拉，这两个老鬼也差不多该回归净土了。顺便他打开净土的大门，威胁了一阵六道仙人，这老狗日的被打得差点神形俱灭，将他两个傻儿子的查克拉扔回了他手上后，鸣人便离开了净土。之后他又无伤的抽出了所有人助力体内的尾兽，合成了10尾后将它种在了忍界的最中心。不过他可不是为了制造什么查克拉果实，那东西对现在的他来说太鸡肋了，一点用都没有。之前这棵神树种植在忍界是为了吸收忍界的能量，然而现在纯粹是为了从忍界之外吸收外界游离的能量来反哺忍界本身。相信这样的良性循环过不了几百年，忍界可能真成为了一个小型的修仙界。不仅如此，他还特意去了一趟大筒木一族所在的星球，学弗利莎将这颗星球彻底粉碎，之后又搞了个种族灭绝，把这些大筒木一窝端掉。不知不觉时间已经过去了10多年，鸣人一身酒气，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家中。此刻成年版雏田正满脸羞红地坐在床边，撇过头不敢看鸣人。鸣人看着雏田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果子终于成熟了，总算是能够采摘了。前不久那个叫大筒木舍人的还想跑过来摘自己的果子，被自己打了一顿后团吧扔进了太阳里。狗日的敢打自己老婆的主意，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他兴奋地来到雏田的身边，伸手刚要做些什么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一些事。他看向了不远处的虚空，随后一拳打破了空间障壁，将手伸进了空间裂缝中。同一时刻，一个坐在办公室中上班摸鱼看小说的胖子突然手机屏中间出现了一个硕大的拳头。还没等胖子反应过来，那拳头一拳打碎了屏幕，随后拎着胖子的衣领威胁道：看什么看，本书已经完结了，接下来的全是付费内容。